法爷不是万能的，在游戏里，任何职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你们在考虑团队职业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天赋类型来。祝所有同学都能有个远大的前程。南城中学的操场上，大喇叭不断循环播放着这几段重要提醒。这是学生天赋觉醒的第3天，也是学生之间组建团队的最后一天。今晚6点，浩劫第10个新手服务器将正式开启。林优同学是吧？我们这边的团队差几个高天赋的大法师，你的天赋词条让我很为难。不过，你的颜值蛮符合我们团队的形象的。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当我生活助手。日后我想办法把你带进浩劫主服去。一长得妖娆且成熟性感的女子看到林优，不禁眼前一亮。俊朗的五官，深邃又充满柔情的眼眸，清长健硕的身材，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又再看了一眼林优递交的团队申请表，信息没有错。天赋等级D，天赋词条技能：体质负 30%， 受到物理伤害结果正 50%， 受到魔法伤害结果正 50%。正常来说，3词条至少可以评个 A 级，但他的天赋词条属性实在是太差，将评分生生的拉到了 D。这种天赋在游戏里确实没啥用，全是负面属性，还不如1级白板呢。那我还是再看看吧。林优摇了摇头，这辈子他实在是不想再靠脸吃饭了，只要躺着不动就能轻松获得所有的人生，实在是无趣。相信不只是他，看书的靓仔们也有这种感受，毕竟都特么穿越了，还过着以前的生活，对得起穿越者称号吗？他连续在这转了3天，每天都能遇到不少新团队，所以他还是想再试试，万一绝境逢生了呢？好，我等着你最后的选择。女子笑容妩媚的点了点头。今天已经是团队招人的最后一天，绝大多数开荒队都已经招满，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正常团队都不会选择只有负面词条的玩家，所以他很确定他会回来。林优现处的这世界很特殊，面积约是蓝星的5倍，世界人口足足有600亿。除了部分历史文化与蓝星有些相似外，其他方面与蓝星差之甚大。因为多年的过度无序的开采滥用，这世界的资源匮乏的极为厉害。为了获得更多资源稳定民生，国与国之间经常爆发资源大战。10年前，就在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一款由未知存在打造的浩劫虚拟网游在这世界横空出世。据那游戏通告，任何年满18岁，通过检测获得天赋觉醒的人类，都可以将精神意识投入到虚拟游戏世界中。玩家在里面获得的任何能力和道具，满足条件后，也可以在现实中获得巨献，并且若玩家在游戏里完成了某些特殊任务，那他的归属国也会因为任务完成难度高低，获得大小不等的资源奖励。矿场、油田、湖泊，应有尽有，这奖励不可谓不丰富。在有国家抢先尝到甜头后，其余国家也是纷纷跟进，宣布支持所有觉醒成功的国民进入游戏里，并对具献出能力的国民进行特殊优待补贴。对贫民区的孩子来说，读书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进入游戏大概率可以改变命运。但在游戏里有一条铁则，各国政府不得强行干预玩家在游戏里的正常行为，一旦违规，一定时间里取消归属国任何现实资源具象奖励。不过，随着游戏时间进度的推移，人类惊异地发现，那些原本只存在于游戏任人宰杀练级的凶兽，竟然也能出现在现实，并且凶兽出现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像是被智慧存在指挥一般，能有计划有目的地进攻人类领地。在不断的屠杀中，他们甚至可以不断进化，似乎互相都成了对方的猎物和升级经验。在林优揣着热情转了一圈后，他终于认清了现实。别人对他的脸倒是有几分兴趣，但一看他拿出的天赋检测报告，瞬间便收起了热情。没办法，这随机的词条太坑爹，他们哪怕是招一个白板玩家都不会要这种负面词条的。只是很多人也疑惑，按照游戏惯例，一般多个词条中如果有负属性词条的话，那肯定其他词条正面属性加得多，还没有像他这样全是负面加成的。团队没人要，单刷也不行，难道我真的只有靠脸去吃饭？林优转身回头，又看到了那身姿妖艳妩媚、酥胸饱满的女子。此时他也正饱含深意地看着她，似乎知道她根本没得选，想要在这残酷的世界生活下去，人总要学会低头。况且只是让她躺平，又不要她主动，这难道还不够好吗？大丈夫能屈能伸，吃点软饭又能如何？这一刻，林优似乎闻到了真香的味道。他咬了咬牙，10年的信念坚持在这一刻几乎要放弃。没错，巨特么的信誓旦旦，既然上天不给他奋斗机会，
那他就躺平开摆。丁，检测到宿主心情极度摇摆，有堕落躺平的风险。神级辅助系统激活中，激活成功。恭喜宿主激活神级辅助系统，待进入游戏后可体验本系统的强大。啊，啥意思啊？我商标符号坚持了10年，这才是激活条件。想到这儿，林幽突然感到脑袋有些充血。第2章邀请。10年啊，早知道躺平就能激活系统，他还坚持个屁，早开摆了。并且他感觉这商标符号还有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一旦恶念胆边生，特么分分钟系统就来了。不过既然系统有了，他自然不能再想着躺平了，毕竟就是躺得再好，也有青春逝去精力不济的那一天。未雨绸缪，不得不多想想呢。就在林幽为激活系统欣喜之际，林幽，你找到团队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团队还差一个被送药的玩家，我刚才已经跟团长说好了，他同意让你去我们那里试试。一道清脆温婉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这声音他自然很熟，曾经的好友，现在班上的同学云蜜。这次他觉醒了 B 级天赋，不但获得了高强度治愈词条，还获得了一个特殊技能，在学校里也是极有人气。转身看到今日的他穿着一身淡雅米黄色长裙，像瓜子般的脸蛋上画着精致的淡妆，身段婀娜，曲线起伏，也是有料的那种。颜值虽不算绝色，但在学校也排得上前10。谢了，我想单练试试。面对云蜜的邀请，林幽习惯性的回绝了，不是因为激活系统的缘故，也不是在云蜜这儿搞什么装逼打脸，实在是有些旧事，他不想再跟云蜜家扯上关系。云蜜，我没听错吧？就那负面3词条，他说要单练。虽然队长同意推荐你朋友来咱们这儿试试备药，但能说出这没脑子的话，还有什么事的价值？云蜜旁边身后一身材偏瘦、齐耳短发的女子很是不悦道：“他们要进服冲击，会站个固定点位，所以需要人不停的来回新手村买药送药。但送药的人选也不是谁都能够的，在游戏里长得帅又不能增加伤害，并且日后戴个头盔面罩，谁知道你长啥样啊？林幽，别逞能，你要想进入主服，获得觉醒巨蟹能力，靠你个人的努力肯定是不行的。来我们这里，只要你小心谨慎送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你想把经验混着，等前期度过了，将来也好进入主服。”云蜜继续劝说道。两人曾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父母那辈虽然有些旧习，但他觉得能帮还是帮一把。备药又如何？只要能进入主服，将来也比那些工厂打工人强啊。纵然林幽颜值不错，但凶兽们可不管这些呢。如今超凡觉醒，自己变强才是王道。真不用，我想在游戏里先试试再说。林幽没理那短发女的嘲讽，依然心平气和的云蜜说道：“现在系统已经激活，天赋词条那些还算个屁，单凭神技辅助4个字，他就不信这系统能拉了。只是他得尽快进入游戏，才能体验那独特的功能。试试再说。他这意思是混不下去了再来。云蜜，你要一定要让他来，那我们其他人就退团。”旁边又一寸头男子语气不满地威胁道：“他就看不惯除了长得帅，屁本事没有的人，还这么装逼，又不是什么 A 级天才，词条还这么烂，还需要再三邀请，开他妈什么玩笑？他们几个人的天赋都不低，需要效率送药的队友。像林幽这种不能打不能抗，一旦送药途中被人杀了，不是耽误事吗？要不是看云蜜天赋技能不错，他们之前才不会同意让林幽来试试呢。那林幽你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如果你以后游戏里遇到什么难过的副本，可以来找我。”云蜜看队友都这样说，也只得作罢。同时他的心中也有些埋怨，第一次向团队提要求，竟然被林幽当着队友的面让他都有点难堪。他只是想弥补一些事，但不代表他能付出一切。既然林幽不领情，那只能说过去的情谊也就淡了。如今这世界凶兽入侵，没有获得巨蟹能力前根本没有自保能力在，他必须突破新手服限制，早点进入主服。所谓新手服，是刚觉醒玩家统一进入的地方，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从0级开始，可以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游戏挑战，并且只有在玩家等级达到要求后才能传送进入主服，与之前进入游戏的玩家汇合，同时开始获得限时巨限超凡能力。因此只要不是咸鱼玩家，渴望早日进入主服，毕竟凶兽入侵始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剑，没有能力便是最弱的怪物都对付不了。好，那就这样吧，我先回家了。林幽淡然地回应道，语气依然平静。
不平静也没法，特么激活条件还没到呢，他倒是想立马装逼打脸，也没机会啊，总不能把20厘米抽出来惊艳众人吧。现在他得趁着游戏开始前赶紧去超市买点东西在家备着，免得家里那个小祖宗找不到东西吃发狂，又跟他捣乱。哼，太特么能装了，最好别让我在游戏里看到，我倒是想看看他怎么个单练的。男子又恨恨地骂了句。林幽自始至终没有正面看他一眼，那种感觉就像是大帅逼看到穷矮矬一般，特别是那潇洒的转身，那姿势他这辈子都学不会。没想到这波林幽到底还是装到了。你们跟个这种人计较什么？今晚6点0303号新手村集合，各自先闯天梯，闯完直接抢点推图，被要的人我来想办法找。一身材有些魁梧的男子走了过来，方才的事他也看得清清楚楚，本来是因为云密的面子才答应让此人来试试的，日后再找机会打发走。没想到林幽竟然这般不知趣，单练笑话，这是个团队游戏，散人再牛逼还能打得过团队？单人在网游不可能有出路。第3章天赋重铸，魔法免疫。非军事安全保护区，南山小区石洞303。一少女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着胸前的平板，正咯咯直笑。她肌肤晶莹白皙，银发长发如瀑布垂落，精致的五官，玲珑的身材，酥胸挺立傲然，将衣服撑得鼓鼓，白嫩如歌。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吊带连衣裙，隐隐可见里面黑色的文胸，笔直修长的腿上套着一双渐变色的黑色丝袜，如珍珠般的脚趾还在不停地舒张晃动，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得了东西，不时还轻轻咬咬嘴唇。咚咚，听到敲门声后，少女赶紧关掉平板，从沙发上跳了起来，飞跑过去，透过猫眼看了一下，确定是那熟悉的人影后，林幽，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呀？少女接过林幽手上的零食袋，弯着眼，笑盈盈地说道：学校里没事儿，就早些回来了，休息会，为进服做准备。林幽有些含糊地说道。这丫头是魔人精，一扯上话题，肯定要绕得老远。对了，我先用下平板，查点资料。林幽说着，便把沙发上的平板拿了过来。啊，别等等，不要少女话，还没说话。林幽已经解开了指纹锁，之前没看完的视频就自动播放了起来。哥哥，这件事你也不希望被你女朋友知道吧？这社死的声音加画面让林幽瞬间脸红起来。饶是他心里年龄大，也扛不住这种牛头伤害啊！这禁忌之恋可不是18岁少女该看的东西，情节严重违规。林幽看了这同样脸红的丫头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要是自己的亲妹妹，他非得好好教育一顿不可。可非亲的没办法，这也不一定算他妹妹，说不定现在自己还打不过她，一身怪力。算了，忍了。要知道这银发姑娘的来历跟林幽比也差不到哪儿去。那是5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林幽确定是看到一道闪电后，这姑娘才突兀地出现在自家的阳台上，穿着单薄，赤着一双玉足。她原以为是蓝星老乡啥的，半夜送温暖和福利，但一看这身板和年龄，她就知道不可行。虽是在意见，但她还是有做人底线的。可惜几次试探，这丫头不是老乡星球来的，来的地方甚至她都说不清楚，只是求着林幽收留她，保证会洗衣做饭暖床，啥都会。林幽想着一个人住也是无聊，加上床也很大，有个小保姆也不错。至于身份来历，也没啥重要的，管他呢，是个真人就成。毕竟那时的他一穷二白，除了脸以外，没有值得让人惦记的东西。不但留下了他，还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林雨琼，偶尔也与琼唤着叫。原以为自此以后过上舒适的大爷生活，可收留没几天，这丫头就本性暴露无遗，中看不中用，除了会跳舞、唱歌、撒娇外，表演徒手碎钢铁外，其他啥都不会，还得他来照顾，纯养了个大爷加小祖宗。行了，我回房间休息会，晚上直接上游戏。这袋子里有速热食物，还有零食、天使护垫，我一次性都给你买齐了。这段时间我要专心游戏升级，没事儿可别来我房间捣乱啊。林幽说完，拿着平板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再把门直接反锁了起来。还会锁门了？之前没这习惯吧？是我又无意改变了什么吗？雨琼低头思索了一会，然后摊开手掌，一颗闪着氤氲霞光的粉色石珠赫然出现在掌心。若是有资深的玩家看到这宝物闪烁的光泽，一定会认出这应该是浩劫里极为罕见的神话道具。不过现在，这粉色石珠上竟然布满了肉眼可见的裂痕，能量还是不够啊！等你先在游戏多玩会吧，希望不要被虐得太惨。
他喃语道。回房间后，林优先拿起平板看了一眼天梯活动，这是游戏里一个极有特色的活动副本，仅限刚进入游戏的1级玩家挑战，一共12层，限时12小时。在天梯副本里，玩家杀怪享受双倍经验奖励，每通过一层还能得到与层级相匹配的属性点，譬如说到达第2层可获得2点自由属性点，到达第3层可再获得3点。闯得多加得多，并且活动期间闯关层数最多的玩家，除个人会获得丰厚奖励外，玩家归属国也将获得额外现实资源奖励。但这天梯后面几层的难度也不是给一般玩家准备的，前5层怪物固定，从第6层开始，每年出现的怪物都不一样，因此后期没有任何参考性。想要通关，一是需要实力，二是需要运气。运气不好，实力再强，前面打怪不出任何药，便是神来了也没用。要知道，这么多年里，完整通关的人数总的也不过才7人。待到6点整，一道未知意志的声音将熟睡的林幽从梦中。林幽照着那意志的指引，在脑海中观想出浩劫2字，几乎是瞬间。欢迎您来到创世大厅，请进行角色创建。一女精灵朝林幽缓缓走来。这就是创世大厅吗？林幽初次看到这般恢宏的宫殿，心中也是震惊。虚拟现实，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怪不得都说在游戏里玩久了，很多人便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实世界。姓名：寂寞如风，职业，7个标准的人物头像出现在林幽面前，分别是战士、法师、刺客、盗贼、牧师、弓箭手、召唤师。只是在弓箭手后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问号头像，那问号代表的意思是有一定概率随机到隐藏职业，只是一旦选择随机，那么不管随机到什么职业都无法再次变更，因为随机的不确定性，除了天赋差的人外，很少有人愿意去赌。职业跟天赋契合很重要，比如你的天赋是法术暴击，你随机到一个战士职业，这天赋就算是彻底废了。系统，童子，人呢？林幽有些迟疑，他都到职业选择这一步了，这玩意儿哪儿去了？我在，刚才在忙。选择随机，你会得到意外的惊喜。这反应速度有点慢啊。林幽心道，但还是按照系统的指引点在了随机头像上。只是他看到那随机头像不停变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后，就连那个精灵 NPC 都呆住了。这一直摇个不停是什么个意思？他也没遇到过呀。2个小时后，林幽已经有些无语了。这2小时时间，不知多少玩家进入游戏了呢，而他还在这里看摇职业，这系统闹着玩呢。那个，你们这么大个游戏，难道就没点啥备用方案吗？虽说我的天赋拉了点，也不带这么折腾人的吧？你看都晚了别人2小时了，你们这么大个游戏就没有点备用方案吗？林幽转身问向女精灵，这不靠谱的系统，多少让他有些摸不准情况。勇士抱歉，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您放心，等恢复正常后，我待会给您点特殊福利作为时间补偿，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女精灵的补偿的话音一落，头像选择框终于停了下来。恭喜您获得5星隐藏职业黑暗术士。勇士，您的运气倒是真好，竟然抽出了5星黑暗术士。女精灵都忍不住有些感叹，虽然卡2个小时，但能出5星职业，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虽然天赋不怎么样，但5星隐藏职业的差距足够弥补天赋的不足呢。从结果上看，这系统还是挺靠谱的。林幽心中暗道，5星职业加游戏补偿都是不错的开局了。是否进行相貌调整？最高可上下浮动20。女精灵继续提示道。林幽看了一眼自己的评分，97分，就是下调10点，也是吊打一众的存在。不过颜值这玩意儿，在游戏里的影响真不是很大，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里面充斥着奇装异服、特色装扮，特别是战士、刺客这些职业，头盔面罩穿上后，面对面保管亲妈都不一定能认出来。所以在游戏认人最靠谱的方式还是记 ID 号。拉满100，恭喜您的角色创建成功。ID 寂寞如风，升级经验0300，天赋 D， 等级1，职业黑暗术士， HP 200-200，MP 150-150，力量10，每1点力量加2点物理攻击，智力10，每1点智力加2点法术攻击，精神10，特殊职业属性，敏捷10，一敏捷等于 1.5 移动速度等于 0.3 误攻躲避率，体质20，每1点体质加10点生命值上限，幸运
物理攻击20，法术攻击20，精神力攻击10，物理防御力10，法术防御力10，移动速度15，物理闪避3%，装备无。技能黑暗召唤 LV1，您可以从异次元死亡坟场召唤一只强大的黑暗生物为您作战。MP 消耗50点，技能冷却时间1分钟。尸毒术 LV1，每秒强制扣除敌人1点 HP，1点物理魔法防御，每次持续时间1分钟，可连续叠加状态最多5次。MP 消耗20点，技能冷却时间2秒。注：中毒期间，除玩家外的任何生物都将暂时失去生命回复能力。若防御扣减为负数，则所遭受伤害将会进行叠加。看了一眼属性和技能，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初始点就比别人公布的大众面板高上不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初始技能介绍，前2个有些偏向传奇中的道士技能，但明显有很大加强。强制扣血减防不用说，重要的是抑制了野怪的生命回复能力。众所周知，任何大型游戏里怪物也是可以自动回血的，特别是后期大 BOSS， 一次回几千上万都有可能。而这尸毒术完美进行了抑制，并且这还是1级的尸毒术呢。恭喜您的补偿礼包特殊已到账，勇士对您承诺的补偿礼包已经成功下发，我还有事，再见了。这就走了。说实在的，这女精灵还挺可爱的，绿衣大胸，尖耳，大长腿，应该宅男最爱的那款。我先看看补偿的东西有什么呢？补偿礼包特介绍，这是为幸运玩家特别准备的厚礼，来自接引精灵莉莉丝。精灵权杖，精神+8，智力+8，施法速度正5%。精灵长袍，物理防御+5，法术防御+5。精灵长靴，物理防御+5，移动速度+5。精灵红色药水乘100，精灵魔法药水乘100。天赋重铸石。特殊礼包里的东西很丰盛，直接开出了一套绿色的精灵套装。装备分为白装、绿装、蓝装、紫装、黄金、赤金、暗金、史诗、神话。除开3件装备固有属性外，还有一额外的套装属性。莉莉丝的祝福，非战斗状态下每秒回复10点 HP，MP 战斗状态下回复速度减半。这已经算是顶不错的新手套装了，并且那天赋重铸石更是让林幽心动。他现在其他属性都不错，就这地级天赋看着有些碍眼。5分25秒使用，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辅助提醒又来了，有初次的成功经验，林幽自然是无条件信任。掐着时间慢慢计算后，然后猛地一点击，恭喜您的天赋重铸成功，获得 SSS 级天赋，获得唯一金色天赋魔法免疫，获得唯一金色天赋杀戮盛宴，获得唯一金色天赋窃取。第4章天梯副本。什么叫惊喜？这特么就叫惊喜。现在他的天赋彻底转换，确切的说已经转成了天赋技能，这可比普通词条强大的多。单单就魔法免疫这能力，便足以让他面对法系怪永远不败了。魔法免疫，无视任何法术效果。杀戮盛宴，击杀等级不低于自身3级以内的生物，可以获得1点充能，每点充能可以转换为10点护盾或造成10点无视防御伤害。充能点位为一次性使用，技能 CD 20分钟，当前最高可以累积1000点，可升级。窃取，使用后你可以随机获得对方的某一个技能，被动或主动。当前阶段可储存上限为1，技能 CD 5分钟，可升级。出生区域检测中，新手保护生成中，你的任何信息都将获得保密，在游戏里你将享受绝对自由。出生点选择，是否选择随机？游戏里出生有2种方式，一种是玩家随机选择新手村，另一种是自主选择，方便那些已经组好团队的玩家进入。我选随机。游戏进入倒计时10、9、3，提示声再次响起。林幽眼前的宫殿开始渐渐模糊，紧随着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欢迎您来到0303号新手村，您的新手礼包已经下发。新手礼包包含3件普通白色装备，20瓶普通红蓝药水。不过装备这块跟 NPC 给的已经重合位置，林幽自然也不需要。四下看了一眼，非主流还真多，都是穿着奇装异服的玩家，有的玩家还搞了非主流野鸡头盔，像极了 cos 大会。操，头上有掉，我记住你了。特么的抢猪杀我3次，等我朋友从天梯出来，非干死你不可。来啊，就你有朋友是吧？爹等你，非得把你那把武器爆出来不可。聊天频道里更是热闹，普遍玩家就这心态，杀人夺宝，在这没有法律约束的世界，只要你够强，
想干什么都可以。我得找到天梯传送员，去副本看看。全服公告：大河区玩家已经通关天梯第6层，额外奖励6点自由属性。全服公告：大夏区玩家已经通关天梯第6层，额外奖励6点自由属性。全服公告：美丽区玩家已经通关到达天梯6层，额外奖励6点自由属性。公屏上不时会弹出一条最新的天梯闯关进度来，前3名的数据都追得很紧，通过的时间相差都在1分钟以内。若是最后全服所有人都挑战失败，那么奖励便会发放给同比条件下用时最少的玩家，所以分秒都很关键。天梯副本外，操，这第5层真不是给正常人设计的，被怪物特么粘上根本没法跑，太特么恶心了。14级小战士站在门口骂骂咧咧的道，他好歹也是少见的 B 级天赋，皮糙肉厚，防御气血正 30%， 可没想到还是被5层活活围殴死了。好在这副本死了不掉装备等级，不然可就更郁闷了。看了一眼弹窗公告后，又继续骂囔道，也不知道那群变态是什么天赋，竟然都通过第6层了。兄弟，6层是个大坎，能过6层的至少都是 A 级天赋，并且词条还是比较好的那种。他旁边还有一位同样4级的小法师，几乎是一前一后从里面死了出来。这小法师的运气也是不错，虽然第5层死了，但也获得了差不多3级经验和10个自由属性点，并且还在第4层爆了一条绿色腰带，这开局是真不错了。一步快，步步快，雪球只要滚起来，除了氪金玩家外，普通玩家休想追上他们的脚步。当然，这氪金也不是游戏充值，而是氪金大佬通过地下渠道收玩家手上的游戏币。有钱在，自然什么服务都买得到。不知道揽月还能挺多久，他天赋高，应该可以过第5层吧。小战士叹道，揽月是招他们一起进0303新手村的人，当然除了他们外，揽月还招揽了不少其他人，组建了一个较大的团队，打算着开服第1天待等级升上去后干那10级精英 BOSS 暴行会令呢。怎么现在还有1级玩家来这里？还有他的那骷髅怎么这么大？那小法师有些疑惑地看着刚传送过来的一道人影和他身后的那只墨玉色骷髅。这骷髅高约 1.75 米，浑身骨架结实浑厚，手里还提着一柄巨大的白色骨刀，头颅眼部位置有2团深绿色的鬼火不停地摇曳，整个看上去特别的霸气。那召唤者提的是权杖，应该职业是召唤师。可网上说的召唤师初始阶段不都是召唤一只 1.4 米左右的白色骷髅吗？那家伙身上的装备好像有点绿。那小战士眼眸里猛地一缩。游戏里玩家只能看到对方的姓名、等级和血条，装备信息是看不到的。但赤金以下的装备无法隐藏装备颜色纹路，一般做过功课的玩家都会懂一点分辨方法。他这不是新手装，小法师疑惑之心更重。刚入游戏，所有人都会获得一个新手成长礼包，里面会送白装、武器、衣服、鞋子3件套。游戏初期好装备尤为难得，就是要有钱也不容易买到。而此人竟然穿着3件绿色装备，难道说这家伙是触发了什么隐藏任务，得到了任务奖励，所以才来的这么晚的？小法师直接脑补了起来，毕竟1级穿绿色装备的实在是太少了。嘿嘿，兄弟，等人无聊，要不要先体验激情？难得遇到这么好的送宝童子。那4级小战士脸上露出一丝兴奋，爆了可就是开门红啊！送宝童子，不都说死亡会强制掉落1件身上装备？你看这家伙一身绿装，等级又这么低，要是随便爆出1件来，那不就等级低，装备好，自己这边人又占优势，不杀简直是对不住老天给的这机会。他叫上小法师一起，也是为了保险一点，防着林幽跑了。4级的他只有1个攻击技能在，移动速度也不算太快，而对方又是一身绿装，一味跑的话，或许还真不容易追上，必须得靠法师补雷才行。第5章，这是什么伤害？好，不过要是爆了，我能用的东西得给我。这小法师已经看中了林幽手上的绿色权杖。开荒初期，如果能有一根绿色权杖的话，他的自保和刷怪能力无疑会高出不少。反正在这游戏都逆着真实信息，只要不愚蠢的自我暴露现实地址，便是把对方杀成狗，也不用担心被人找上门来上演真人 PK。 这也是他们敢杀人的底气。好，那等他再靠近点，我先砍上2刀，你接着补雷电术，把人搞死就行，不用理那只骷髅。小战士嘱咐道，这都是一般网游常用的套路，打召唤就盯着召唤主打就行了。小法师点了点头。他4级小法穿着新手3件套，外加一条撑血的绿色腰带，也不过才220点血。眼前这1级家伙，在他看来便是一身绿装，
血量应该也不会超过120，便是他一人也能用雷电术将其劈死。非安全区提醒，前面的2人对你似乎有某种恶意，谨慎。这也能提示？林幽刚传送到这儿，还在适应环境呢，便看到这一行文字提示。这游戏的设定，除了村庄，大城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自由 PK， 可以说只要你看对方不爽，都可以随时出手。在这副本门口自然也不例外，只是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在这杀人，都是低等级玩家，又不是野外抢怪，杀人除了浪费时间增加罪恶值外毫无其他意义。看来是身上装备的颜色引起的吧。林幽也是很快反应了过来，装备的色泽就带绿，对方的等级比自己高，自然是有想法在。游戏里杀人夺宝实在是太正常了，不过真以为能杀得了我？林幽没有半点紧张，他对自己的属性和实力还是很有信心，这基础属性已经超过4级玩家了，何况他更厉害的杀手锏在，那就是跟在他身后的暗夜骷髅。他刚到副本门口便召唤了出来。暗夜骷髅等级 LV1， 忠诚度 100%， HP 500， MP 200， 物理攻击20，基础攻击加18，召唤者精神力已包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15，魔法防御15，攻击速度 0.75， 0.75秒刀。技能1，缠绕 LV1， 攻击时有概率发动缠绕技能，使对方3秒无法移动。技能2，吸血光环 LV1， 可以将造成伤害的 50% 转换成生命值。技能3，明火 LV1， 投掷出一团火焰，对击中的目标造成一定的伤害，并有概率进行眩晕3秒。介绍：异世界的王者曾经也是一位伟大的存在。3个技能，能打能吸还抗揍，可以说这暗夜骷髅当前除了攻击低一点外，各种技能搭配算是相当完美了。配合林幽的减防手段，要是毒上5层，一刀下去300多血也不是什么问题。心中有数后，林幽带着骷髅不动声色地继续前行，有意无意地朝那2人靠拢。那2人也是兴奋地朝林幽方向靠近，近一点便能多砍2刀，到时候后法师再补2个雷电，一切都很稳妥。在他们眼里，此时的林幽已经是案板上的鱼了，那绿绿的装备已经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施毒术，走到施法范围内，林幽抢先出手了，第一个毒就扔在了那小法师身上。法师本就是脆皮，防御不高，更何况这法师装备也不怎么好。你中毒了！小法师身上瞬间就有一中毒质出现在头上，数值不断在头上飘出。在那战士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林幽又是一个施毒术扔在战士的头上。操！我的防御怎么在减少？小法师在狂喝一通血后，发现自身的防御属性不断的在减少，1秒1点，这他妈是什么恐怖技能？他总共也就15点防御，就发呆愣神的功夫，瞬间就降到了5点。2个技能放完，暗夜骷髅无缝衔接，便是一道明火扔到法师身上。您被眩晕了。他们想爆林幽的装备，林幽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先下手为强。33、34， 3秒的带毒眩晕，法师根本没法喝药，而骷髅的攻速可是 0.75秒一刀，比一般的战士的初始速度还快。怎么会这样？那战士看着情况不对劲，直接便是朝林幽冲了过来。只要秒了林幽，法师肯定可以脱困。想打我，追得上我再说吧。林幽嘴角冷笑，有精灵套在的，他跑起来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不过在跑之余，顺手一个窃取丢到了法师身上。恭喜您获得雷电术，雷电术造成智力乘2的法伤结果。林幽的智力可是有18点呢，这乘以2之后，至少可以造成36点法术伤害。不过跟战士打架，硬扛是蠢货才有的行为，只需要拖个1分钟，待中毒效果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几道雷电便能轻松将其秒了。所以林幽是小跑着溜着这战士，他不急，也想体验一下这虚拟游戏的实战效果。不得不承认，这战士还是有些技巧的，跑位程度略显风骚。初始时不时还能砍中林幽一下，但根本达不到秒杀，最少也得2刀，且还得是在林幽不喝血的情况下。您的物理防御1，您的魔法防御1。该死的家伙！这战士看着自己的防御不断减少，而那家伙始终灵活走位，不与自己正面打。而另一边，眩晕解除后的法师始终被大骷髅缠住，根本没办法来帮他。啊！突然一声惨叫，那小法师极不甘地死在了骷髅的大刀下。您杀了玩家无情小法师，罪恶值+1。同时，林幽也收到了游戏信息提示，游戏里杀人是要增加罪恶值的，一旦罪恶值大于5，踏入安全区。
便会受到门口 NPC 守卫攻击，且死亡后爆率加倍。他的绿装掉了，那战士眼里露出一丝惊喜，这不就是那法师闯天梯得到了装备吗？既然一时砍不死这家伙，不如把那腰带给拿了，今天一样是有收获。到时候问就说装备被这召唤抢了。只是正待他要跑过去捡的时候，一道雷电落到他的身上，96、99，恐怖的血量不断在他头上飘起。怎么可能？他会雷电术？是个法师？这战士脸上露出一丝惊恐。林幽开始一直在叠加毒，并未攻击他，以至于让他产生了错觉，认为这林幽是在怕他。结果不到2分钟的时间，他的防御从正数变成了60，并且还在一点点的继续往下降低。现在场面彻底反转，4级战士也不过才360点血，照这速度，一旦大药吃完，他真的会被这1级法师打死。死亡不仅掉落装备，还掉落等级，对他来说真的就亏大了。第6章拒绝招揽。劈！正在林幽追着战士劈的时候，突然也有一道落雷朝他头上劈了过来。miss 掉了。高闪避装备。副本门口赫然出现一女子的身影，此时正面无表情的对林幽释放着雷电术，可接连2道雷电打在林幽身上，都未有半点伤害在，不禁让他有些诧异。魔法免疫这种词汇有些超出他的想象，如果真有，那这种人早第一时间闯天梯争夺世界排名去了。所以他猜测林幽身上穿的装备带有一定的高魔法闪避效果。揽月，快救我！那家伙有古怪，会上毒，还会劈雷电。那战士看到揽月，仿佛看到救命稻草一般，磕着大药直接朝他的方向冲了过去。5级法师杀这1级法师，只要不中毒，不会有任何问题。嘿，你跑得了吗？看你有多少大药能磕。林幽根本没管那女法师，他要先把这战士解决了再说。109，又是一道血条飘过，那战士的血量便只剩下1/10，不到40点血。这家伙的大药差不多已经磕完，剩下就是不劈雷电，一棒子也能将他带走。攻击怎么会这么高？他刚才出来的时候，只是看到林幽在正追着队友跑，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劈了雷电。现在才发现林幽的伤害好像高得有点离谱，1级法师能打掉战士这么多血，谁敢信？难道这是内毒的效果？想到这儿，他眼眸微微缩起。如果能将其拉拢到自己团队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开荒那10级精英 BOSS 巨魔了。这位朋友，还请住手，大家可以交个朋友。他冲林幽大声喊道。他玩游戏可是抱着很大的雄心壮志呢，想组建行会，打造强大阵营，而像林幽这样的人才，值得他拉拢。住手！还朋友？林幽心头一诧，想着这女的是不是什么二货，特么刚劈了自己2道雷电，转身就叫朋友住手，变脸这么快，当他是谁呢？面子这么大。砰！林幽压根儿没在意揽月的话，直接一棒子锤在这战士的脑袋上。97，棒子平 A， 比雷电威力低。您杀了玩家孤星北落，罪恶值+1。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掉落在林幽面前。大砍刀，穿戴等级 LV4， 装备品级白装，属性力量+13，命中+2。介绍：造型平平无奇的大砍刀，但砍人真的很痛。将这大砍刀捡起来后，林幽暂时没去理那法师，那绿色装备还在地上呢，要是再出来几个玩家，可不见得自己能轻松应付了。哥布林腰带，穿戴等级 LV1， 装备品级绿装，属性体质+10，物理防御+10。介绍：据说森林里经常流传着哥布林与圣女的故事。看到是1级能穿的装备，林幽也是毫不犹豫就穿了起来。这腰带位置跟精灵套不冲突，正好合适。ID 寂寞如风，升级经验0300，天赋 SSS， 等级1，职业黑暗术士， HP 300-300， MP 150-150，力量10，每1点力量加2点物理攻击，智力18，每1点力量加2点法术攻击，精神18，特殊职业专属属性，敏捷10，一敏捷等于 1.5 移动速度等于 0.35 攻躲避率，体质30，每1点体质加10点生命值上限，幸运物理攻击20，法术攻击36，精神力攻击18，精神力攻击原设定没有翻倍，物理防御力30，法术防御力15，移动速度20，躲避率3%，仅影响务工躲避效果。装备
精灵权杖、精灵长袍、精灵长靴。技能：黑暗召唤 LV1，尸毒术 LV1，雷电术 LV1。将装备穿好了，他又看了一眼那女法师，这家伙有点谨慎，现在始终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看来是刚才被杀的那两人复活后给了他一定的提醒。他的毒和骷髅的控都有施法距离限制，莫上毒的情况下，这雷电术打这法师10来点血，不痛不痒。寂寞如风，交个朋友怎么样？我们团队有很多高天赋的玩家，现在正准备打行会令牌，只要你加入，我们可以给你不错的待遇。虽然林幽当着他面杀了孤星北落，但他并没有直接翻脸，反而是越发欣赏起林幽的能力来。这种人才一定要挖到。交朋友？没兴趣。林幽冷声回道。他性格比较直一点，那2道雷电不能白挨。不过林幽每往前走一步，他便往后退一步。有孤星北落的私聊提醒，他绝不处在林幽的施法范围内。寂寞如风，我承认你的技能很厉害，1级阶段就能越阶杀人，但这是个团队游戏，你不会以为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抵过1000万人的工会吧？揽月循循善诱道。揽月还在拉拢，林幽的技能很适合他们现在团队开荒。在这游戏里，高天赋玩家出生便领先别人一大截，若是再有好装备相辅，那定然可以早日进入主服，获得能力巨献。要知道，主服的世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呵呵，没有兴趣。林幽还在一步步前进，逼得揽月不断后退。他基于林幽的能力，暂时不想动手。虽说直接2个雷电都 miss 掉了，但他不认为谁的运气能好到一直 miss。杀林幽对他来说不难，只要卡好距离就行。我们的团队几乎都 B 和 B 以上天赋，日后还会有更多高级玩家加入。在这新手村加入我们团队是你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这新手村这么高级玩家，你莫非都能拉进你的团队？难道除了你们外就没有其他团队供我选择？林幽单纯对揽月有些反感，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他来说不存在的，只要是仇就得报。这么说，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哥？揽月的眼眸微微缩起，好话说尽，不识抬举，那就杀了。毕竟之前自己这边的人已经给他结下了梁子，他就不信这家伙能再躲一发他的雷电术。第7章，你也要死。屁！这次揽月是没有任何犹豫，退后之余，抬手便是2道雷电朝林幽扔了过去。屁！怎么可能？4道都没中。揽月呆愣住了，这是什么个情况？若是说魔法闪避，这闪避效果太逆天了吧？嘿，好机会！看到揽月迟疑，林幽直接对暗夜骷髅下达了指令，一前一后，直接冲到揽月距离范围内。施毒术，明火。揽月中毒瞬间便被直接眩晕。您中毒了，您被技能眩晕，暂时无法使用任何物品。1、20、22，您被缠绕住，无法进行移动。这到底是什么变态的家伙？揽月先是被骷髅主动攻击定住，在3秒眩晕结束，又被砍出了原地缠绕。12、14，林幽与暗夜骷髅一前一后将揽月卡住，这距离想跑动起来，瞬间就能被他俩给打断。嘿，我看你的大药能加持多久？林幽不急，便是这大药再多，也抗不过毒的威力。1秒1点，叠上1分钟以上，也得破防死。近距离，雷电的速度不如平 A 快，他直接用棒子锤了起来。别杀我，我不想掉级，我给你钱，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揽月现在是真慌了，这骷髅实在是太变态了，双控之下，他根本就没挣脱的余地。法师怕什么？跟召唤一样，最怕的就是近战贴身。嘿嘿，不需要，你劈我雷电的时候不是挺嚣张的吗？林幽压根儿就没有放过揽月的想法。方才在自己还未动手之际，揽月就劈了自己4道雷电，眼看情况不妙，又开始说起软话来。真当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揽月见林幽无情拒绝，也是果断的放弃，继续嗑大药。能瞬间加血的药不便宜，这些都是他在塔中的积累，用一瓶少一瓶。开荒初期，这些都属于稀有品，只有高级玩家闯塔才会有，没几个人愿意拿出来卖。他还想留着待会打 BOSS 用呢。那我就看看这次你能爆什么东西。说完，林幽的大棒子猛地朝揽月捅了下去。94，您杀了玩家揽月，由于您是正当防卫，没有罪恶惩罚。揽月死后，地上又是多出一件绿色装备来。怪不得玩游戏都喜欢杀人，杀人的确比杀怪爆装备快多了。林幽自然是心情愉悦，还没进副本呢，就爆了3件装备。看了一眼地上装备属性，遗失手镯，穿戴等级 LV5，装备品级
绿装，属性智力加7，物理防御加5，施法速度正5%。介绍：神秘小法师的遗失之物，凑齐戒指、项链后可以激活隐藏套装属性。竟然还是遗失套装，看来这手镯不便宜呢。现在的他还真有些缺钱，原生父母留下的遗产本就不多，因为那丫头的到来又花了他不少。要是再不挣点钱的话，这家里的钱怕是撑不过2个月了。唉，我当初就是心太善了点。林幽心中暗叹道。平心而论，当初收留那丫头时，他真没其他私心，无非就是觉得她说话好听，洗衣做饭样样都会，并且信誓旦旦保证只要给她口饭吃就行。林幽想着自己也是异乡客，加上住的这间房子也挺大，平日有个萌丫头说话聊天帮煮饭也挺好，便收留了下来。谁知道竟收了个小祖宗，不但巨能吃，还只想吃好的，洗衣做饭更是样样不行，可把他坑惨了。别看长得漂亮二次元萌，可中看不中用，又丢不掉，似乎对游戏也没兴趣，只想着混吃等死。离天梯结束还有9小时，请副本里的玩家抓紧时间。又是一条公告弹出，别看现在有人闯到7层，后面的难度是逐级倍增。在药物缺乏的情况下，大多数非球玩家不得不每打完一个怪便圆的休息，等 HP 和 MP 逐步恢复。我该进去看看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更多惊喜呢？想到这儿，林幽一脚迈进了门口传送阵里。另一边，孤星、揽月、无情小法师3人聚在复活点。揽月，你的意思是他身上带着魔法闪避的好装备？没错，我连续4道雷电术都没对他造成任何伤害，除了闪避装备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手段可以做到。揽月沉声道。可他穿的不是绿装吗？会不会是天赋词条带着闪避？无情小法师心中有些疑惑，他之前被骷髅干死，还没试过用雷电劈林幽呢。不会，他是隐藏职业，不可能是高级天赋。孤星北落冷静地分析道。经过几人的信息汇合，能施毒、召唤，还能放雷电的职业，除了隐藏职业，他们想不出其他的来。但一般去赌隐藏职业的，肯定是天赋贼差的那种，这是所有玩家都公认的。毕竟天赋与职业不契合，随机到牧师或者其他非主攻职业身上，岂不是白瞎了这能力？孤星顿了顿，接着又道：你们别忘了，黄金以上装备穿上后是可以颜色隐藏纹路的。他在新手村耽误这么久才去天梯，绝对是触发了什么隐藏任务，从而得到了高闪避的好装备。隐藏任务可遇不可求，历史上不是没发生过 NPC 赠送极品神装事件。那如果是装备效果，给他爆出来，我们得到的话，小法师眼中露出一丝兴奋，默认会对神装没有兴趣，并且这神装还穿在1级玩家身上。按照游戏规则，死亡后必掉落装备，那家伙虽然魔闪高，但并不防物理攻击，之前孤星可是砍中了好几刀呢。只要运筹得当，多杀几次，很有希望能给他爆出来。到时候神装在手，不管是卖还是什么，保管起飞。第8章闯关开始。抛开系统因素来讲，他们猜测的方向正常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没错，有这么好的天赋词条的话，蠢货才去赌随机职业，稳稳选个好职业发育不是更好吗？所以定然是天赋差，但运气好，随机到了隐藏职业。好，既然大家都有这想法，那我便找人蹲着。他总回去的时候，揽月提出计划，找高级玩家蹲守不现实，毕竟别人还要升级，谁能没事儿一直蹲门口呢？但找低级玩家的话却容易得多，给点钱，再给点装备，承诺后面带他打高级怪升级，肯定会有不少人会愿意。毕竟这肯定比跟人到处抢1级怪来的轻松点。行，不过这件事除了我们外，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孤星沉声道。他知道揽月还有不少朋友都进了这个新手村，要一起组建行会。虽然这些人都挺有钱，但谁会嫌钱多呢？一旦消息传出去，怕是排行榜靠前的人都要心动。哼，没问题，只要能爆出来，我不会亏待大家的。揽月轻笑道。他对奈物也是志在必得。另一边，天梯副本传送阵光芒结束，林幽踏上了天梯第1关。整个地图差不多半个足球场大小，30来只小野鸡正头也不抬的在地上啄着虫子。第1关对新手来说算得上是福利图，就是给玩家练手升级适应技能的，所以根本没啥难度。除了不忍杀生的圣母外，还没有人在第1关失败过。小野鸡等级1级，生命值50%点，物理攻击力0点，防御力0点，技能无。林幽看了一眼骷髅后，对方提刀便朝小野鸡冲了过去。现在已经做到心意相通，
效率不是一般的高。他俩同时协作，杀鸡的速度快得飞起。特殊副本，双倍经验。丁，你已经击杀一只1级的小野鸡，经验值加10，获得1点杀戮充能。丁，你已经击杀一只1级的小野鸡，经验值加10，获得1点杀戮充能。丁，你已经击杀一只1级的小野鸡，经验值加10，获得1点杀戮充能。不到5分钟功夫，您顺利通关天梯1层，获得1点额外属性奖励。升级，通关声和升级提示声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林幽的耳边响起。怎么会是11个属性点？是 SSS 级额外天赋赠予吗？林幽看到，除了正常的全属性加1外，他还额外获得了11个自由属性点。正常来说，升级是给5点，加上通关奖励，总共是6点才对。对于这额外的5点，他的确是不太清楚。论坛和各国的公开资料里，对 S 级以上玩家的介绍少之又少。对于其拥有的天赋能力，大多也是讳莫如深，很少对民众大肆宣传。便是偶尔有人在论坛爆料，也很快会被管理员删除。神秘是他们那个群体的特质，不在那个层面上，终究没法去了解。林幽曾想过，或许在学校天赋检测结果出来后，那群人便被严密的保护起来了吧。毕竟，畏惧现能力前，他们这些觉醒者对现世界侵入的凶兽毫无自保能力。算了，管他的呢，不管是不是天赋的额外馈赠，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想到这儿，林幽也是坦然起来，认真的琢磨起加点的事。9精神2名。林幽想了想，采用了这相对暴力点加点方式。现阶段他需要稳定的输出以及相对快的移动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后面的关卡中彻底站住。天赋 SSS， 等级2，经验0600，职业黑暗术士， HP 310， MP 160，力量11智力19精神28敏捷13体质31，幸运物理攻击22，法术攻击38，精神力攻击28，物理防御力35，法术防御力20，移动速度24.5，物理闪避3.9%。装备精灵套装哥布林腰带。技能黑暗召唤 LV1， 尸毒术 LV1， 雷电术 LV1， 杀戮盛宴充能点30，暗夜骷髅。等级 LV2， 忠诚度100%， HP 600， MP 250，物理攻击30，基础攻击加28，召唤者精神力已包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25，魔法防御25，攻击速度 0.7S 刀。技能缠绕吸血光环灵活。暗夜骷髅的属性增长也是特别的猛，1级到2级增加了100点 HP， 10点基础攻击，10点物防，10点魔防，攻速也提高到了 0.7S。 林幽满意的打量了一眼后，直接走到通往2层的传送阵里。2层的地图面积与1层差不多，但怪物明显加强了不止一个档次。如果说第1层是白给玩家经验的话，第2层便是考验难度的时候了。大嘴花，等级2级，生命值120点，魔法攻击力30点，物理防御力10点，物理防御力10点。技能大嘴炮，嘴里能喷出蓝色泡泡，对敌人进行攻击。这大嘴花远程魔法直线攻击，虽不是魔法锁定型，但泡泡的飞行速度较快，非常考验玩家的观察力和反应能力。稍有不慎，跑到火力交叉点，直接就会被喷成筛子。所以第2层也号称新手的噩梦关。魔法攻击，巧了，第9章深渊战场。这游戏里的怪就2种攻击方式，要么魔法攻击，要么物理攻击。现在林幽是直接免疫了一半。这2层的怪对他来说跟1层一样，就是送经验呢。务须走位，他几乎是小跑到每朵大嘴花面前。别的不管，先套上一个尸毒术。这术耗蓝不高，他又有足够的回蓝装备，自然是轻松的很。不到2分钟时间，这2层的大嘴花便被他上了一圈毒，满屏幕都飘着1。而骷髅也没闲着，在大嘴花防御负值达到40左右的时候，骷髅便在后面收尸补刀，98、99，一刀一个，干脆果断。便是偶尔中上几发大嘴炮，对骷髅来说也毫无任何影响。40%的吸血效果，随便一刀就能吸回来。丁，你已经击杀一只2级的大嘴花，经验值加20，获得1点杀戮充能。丁，你已经击杀一只2级的大嘴花，经验值加20，获得1点杀戮充能。丁，你已经击杀一只2级的大嘴花，经验值加20，
获得1点杀戮充能。有装备掉落了。在骷髅击杀掉第7只大嘴花的时候，林幽看到地上爆了一滩物品，除了药水材料外，还有一件白色装备，大嘴花的外套，穿戴等级 LV1， 装备品级白装，属性物理防御+4，魔法防御+7。介绍：大嘴花吞噬某个勇者后，特意留下纪念品，时不时的总要穿戴一下。这应该算是小极品衣服吧？属性都快赶上我这绿装衣服了，可惜没有套装属性。林幽心中暗道，有的散件属性并不差，单个论有的比对应套装部件还好，但一般玩家的首先大多还是会选套装。一旦凑齐，那恐怖的额外加成可不是1-2个散件能比拟的。装备收好后，林幽又把地上掉落的药水给捡了起来。在这副本里无法购物买药，除了新手礼包会送点外，其他的都靠运气。可以这样说，闯关前3的人除了本身实力强悍外，运气也一定不错。在不断掉落装备强化自己的同时，还得在前期获得大量的药水补给，只有方方面面俱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后一层。这一层林幽的通关时间依旧很短，有神迹在，过关简直是不要太轻松。3层、4层，在普通玩家眼里，既有难度的副本，林幽通过的比吃饭还容易。低级图跑2圈，放个毒，等骷髅砍，基本就完事儿了。随着等级提升，骷髅的基础攻击亦是越来越猛，经验也是刷刷刷涨得飞快。另一边，大和国，小狼大人，岳桑已经顺利到达7层，这速度已经快赶上了历史上最猛的那几人了。看来这次我们大和国有希望实现第1次完整通关呢。一尖嘴猴腮的男子一脸讪笑地跪在地上说道：哈哈，岳桑果然没让我失望，不愧是我大和的第1位 SSS 级天才。等他出来后，我要亲自接见，给他接风洗尘。是，大人。对了，大夏的主力部队在深渊战场突围情况如何？那群异星兽有没有让他们突围出来？没有，那群异星兽已经知道那是人类联军的主力部队，正不畏生死的发动冲锋呢。尖嘴男子顿了顿，接着又道：现在大夏主力被拖住，双线作战，定然头尾不顾。我大和终于是等到机会了，到时候趁机拿下那块地方。呵呵，不错，让我们的人盯紧点，这次务必要让他们的主力重创。必要时，我们可以直接配合异星兽小狼冷斥道：深渊战场是主服的一处特殊征战地，那里的生物来自各界，不但勇猛强悍，更是智慧过人。一旦突破深渊之地，便可以通过传送渠道进入现世界进行大肆杀戮，所以各国常年派精锐部队分位面进行驻守。不过这次大夏的驻防信息被意外泄露，主力部队被困在深渊中心，陷入巨大麻烦中。但其他国家竟选择作弊上官，想趁着机会削弱大夏实力。国与国之间竞争永远存在，哪怕是面对异星生物，也未能彻底团结起来。第10章通关5层。大夏特安斯会议室。深渊战场的事，苏中将刚才已经详细给我说了。虽然形势有些危险，但还在他的掌握中，你们无需担心太多。当务之急是查到我们在深渊战场的驻防图是如何泄露的，是否有异族混了进来。会议室里，一50岁左右、满头灰发的男子正面色凝重地看着投影报告。主府里的情况是愈发的复杂。待战场的事说完后，墨竹，今天是新开服吧？目前的天梯情况如何了？灰发男子问道。每一年新服开放，就意味着又会涌入更多的新鲜血液进来，对国家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主服战场急需更多的战力加入，在那里，只要你的天赋足够优秀，高低等级的玩家都有用武之地。旁边戴黑框眼镜叫墨竹的女子打开电脑，说道：天梯现在竞争异常激烈，目前排名前3的是大和、我国还有美丽国。根据公屏弹窗信息，他们3个的闯关速度都很快，紧咬在1分钟之内。灰发男子点了点头，前期闯关速度倒是正常，最难在后3关。对了，他的身份信息确定了没有？确定了，在他到达第7关的时候，我们安排在游戏里的人便已经跟他联系上了。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在我们的严密保护中。帝都的新房正根据其母亲的意愿加紧改造中，预计3天能完成。作为一个合格的属下，墨竹自然知道领导问话的言外之意，一是天才的安全，二是天才的生活待遇。对于高级人才，大夏从不吝啬财物。在那少年 SSS 天赋觉醒的那一刻起，他们一家的命运就彻底开始改变。不管他这次有没有拿到第1名，这些物质奖励都不会少。只是在其位强大力量前，
他的现实身份需要一定的保密，一切都要防范于未然。除了凶兽入侵外，还要考虑某些暗杀情况。毕竟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不缺乏叛徒。陈司长，这是他的个人档案，您请过目。说着，女子从文件夹里拿出几页写着密的纸张，放在挥发男子的面前。苏峰，男，18岁，和父母常年住贫民区，家境贫寒。天赋 SSS。天赋词条1，法术暴击效果正 50%。天赋词条2，法术伤害正 50%。天赋词条3，法力护盾。你对敌人造成的伤害结果的 50%，将为你自动生成一个等值的防御护盾。就读。档案里十分详细地记载了苏峰的一切过往，事无巨细，其中还包含了历任学校班主任的公正客观评价。勤奋，不服输，有些好面子，荣誉感极强。挥发男子看了一眼，大体方面不错，好面子这种小瑕疵不要紧，只要能为我大夏争光，不要吝啬荣誉奖励。对于天才，我们要让他真心诚意为国家效力。是，司长，我这就安排。女子应声道。现在根据内部的信息统计，天梯前10，大夏现在占据第2和第7。按照当前的时间进度，10名之后的玩家不可能还有机会再冲上来。能不能拿第1，就看苏峰最后的发挥了。贫民区逆袭的天才，将来定会成为大夏最励志故事。恭喜您顺利通关第5层，您的等级获得提升，当前等级 LV5。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奖励。拍卖行功能正式开启，您可以将不用的装备寄售到拍卖行。呼呼，杀完最后一只怪后，林悠园的坐下休息。第5层的邪恶前虫还真有点麻烦，不止移动速度快，物理攻击也是奇高。正常玩家要对付它，必须得依靠场景地势才行。饶是强悍如林幽这种，也是磕了几瓶小药水，才将这些高防的前虫处理掉。不过这家伙的装备掉落也是真不错。邪恶头盔，穿戴等级 LV5，装备品级绿装，属性物理防御加13，魔法防御加13，命中率正 2%。介绍：充满邪恶气息的头盔，凑齐5件套装后，可以召唤一只等级 LV7 的邪恶前虫统领协助作战。邪恶护腕，穿戴等级 LV5，装备品级绿装，属性体质加10，施法速度正 3%，攻击速度正 3%。介绍：充满邪恶气息的护腕，凑齐5件套装后，可以召唤一只等级 LV7 的邪恶前虫统领协助作战。前虫地图报了2件绿色套装，虽未凑成整套，但这2样装备单件的属性也并不差，刚好还是林幽空缺的部位，他自然也是毫不犹豫的先带上。至于凑5件套召唤前虫统领，暂时还没这想法。一是装备不好凑，二是价格肯定贵呢，三是自己升级的速度不慢，要凑肯定要是凑10级套装，那样性价比才高。有新技能了。林幽看到技能栏5级之后新增了一个基础技能生命汲取。介绍：在施法范围内消耗一定的魔力，建立特殊的生命值汲取通道，每秒可吸收当前等级乘2，消耗 MP 20点 CD 10秒。这是个不错的技能， MP 消耗低，建立汲取通道后，只要对方在施法范围内，他便可以一边吸血一边劈雷，这可是爽得很，要钱都要省了。第11章伟大的存在。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5，经验02200，职业黑暗术士， HP 440440， MP 230230，力量14智力22精神68敏捷22，体质44，幸运物理攻击28，法术攻击44，精神力攻击68，物理防御力63，法术防御力50，移动速度33，物理闪避 6.6%。 装备精灵套装，哥布林腰带，前虫护腕，前虫头盔。技能黑暗召唤 LV1， 尸毒术 LV1， 雷电术 LV1， 生命汲取 LV1， 杀戮盛宴充能150，暗夜骷髅。等级 LV5， 忠诚度 100%， HP 900， MP 450，物理攻击60，基础攻击加68，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55，魔法防御55，攻击速度 0.55S 刀。技能缠绕，吸血光环，明火。灵幽和暗夜骷髅现在这5级的属性顶得上别人普通玩家10级，一个能吸能抗，一个能打能毒，简直是绝配。同时随着等级提升，灵幽发现暗夜骷髅的造型也在发生变化，
最明显的便是他手上那柄白色骨刀，相比之前直接增长了1寸，瞳孔中摇曳着的绿色鬼火也更炽热了些。穿戴好装备，加点完之后，林幽把拍卖行打开看了一眼，里面零散的装备竟然也有10页。因为区域的限制，他这里看到的还只属于大夏国的拍卖行都有这么多，可想而知进入游戏的玩家到底有多少。里面白色装备居多，绿色装备很少，且都是些低级的，不过摆的价格都不便宜。开荒阶段，普通玩家就是想要白装也不容易。虽然能打开拍卖行的玩家至少都是5级，但谁周围还没个同学朋友代买这种东西也是很流行的。前期过渡，用完之后还能卖给其他人，怎么都不会亏太多。现在是游戏初期，游戏币比例高的更是离谱，1银币等于100铜币等于100块大夏币。不少游戏前商更是雇佣低天赋的玩家，整日在新手频道喊话收购游戏币。等级高点的玩家就靠打怪爆装备捡铜币，一天挣个1800块，简直是小意思。便是普通玩家砍个1天野鸡也能挣钱100多块。可以说这游戏里充满了商机，只要不懒，在游戏里绝对比外面搬砖挣得更多。白色大砍刀3银币，白色骨弓3银币，白色匕首2银币，遗失手镯绿装20银。林幽比较着别人的价格，直接摆了上去。不过在售卖者信息那一栏，他选择了隐匿。没办法，不隐匿姓名，总有玩家喜欢加好友私聊。小游戏都还好，这游戏可是上亿人同时在线呢，这私聊谁受得了？虽说可以限制发言人等级，将低级玩家排除掉，但林幽觉得没这必要，就摆这价，要买就去凑游戏币。钱商那么多，只要想办法，总能凑到。待东西上架完，林幽也休息的差不多了，起身之际，又看了一眼暗夜骷髅，自语道：信息上说，你生前也是个伟大的存在，不知道有没机会恢复到巅峰呢？和骷髅相处久了，他越发的觉得这骷髅有些不一般，似乎有某种智慧在。但每次林幽认真观察的时候，这家伙又会表现得比较愚钝，让他很是不解。但想到自己的智商不低，或许是潜移默化吧。还有100瓶精灵药水，应该足够了。截止到目前，他消耗的大多都是打出来的药水，送的那100瓶精灵大药还没用过，这些都是他冲刺最后关卡的保障。至于天梯争榜，他并不着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对他来说，只要能完整通关，就有希望拿到第1名，何必冒险去竞速呢？心越急越不稳，他在这异世界磨砺了10年，心性也算是被彻底的磨练了出来。琼妹怎么跑我房间里来了？我是没锁门吗？正欲踏入6层的林幽突然收到信息提示，示意外面有人。旋即，一个窗口映照在他的面前，让他可以看清楚身体四周的情况。这是虚拟游戏的特殊功能，一旦房间里有外人进入，便会有提醒警报，防止玩家被莫名其妙的给刀了。当然，玩家也可以选择关闭这功能，毕竟经常提醒会导致分心。只见琼妹穿着一身白色薄纱睡衣，胸部沟壑略显白净，赤着一双白嫩修长的玉足，悄悄地走进了他的房间。在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后，爬上床，直接躺在了他身体旁边。银色的马尾散乱，看上去有别样美感。我不是锁了门吗？今天没下雨吧？因为以前琼妹特别怕打雷，所以他曾好心的答应过他，雷雨天可以允许他来房间里一起睡，给他壮胆，等他大了再慢慢改掉。可没想到都过了这么多年了，这丫头还是这习惯，只要雷雨天便会不顾一切跑进来，倔强得很。算了，我还是先把天梯闯了再说，毕竟琼妹又闹不出什么花样来。想到这儿，林幽直接关闭了外界感知，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中。他现在就是要不顾一切的冲！第12章凡尔赛的亡灵骑士。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5个小时，林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小心谨慎的打怪前行。而暗夜骷髅始终都走在他的前面，充当探路角色。毒与雷电的技巧配合，林幽也是用的愈发的熟练。他已经决定，在没其他技能值得窃取的情况下，就先用着这雷电术。毕竟这技能攻击范围足够远。试毒完，等怪物的防御降到低点后，再用雷电打，这速度真不是一般的快。5个小时的时间，他也是终于达到10层，并将这地图里的怪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看了一眼背包，瞬间回满血的精灵药水有80瓶，普通红蓝药水还有100瓶。后面的怪虽然凶狠，但都没有达到直接秒他的程度。他也是能省则省，愣是靠着生命汲取这技能，外加自己摸索出来的技巧，生生的打到这儿。现在他的杀戮点也累积到了500，
可以生成一个5000血临时护盾，也可以直接造成5000无视伤害，这都是他留在最后通关的手段。也不知道那些个人是怎么闯的，看来天赋配合职业真是猛啊。林幽翻看了一下游戏公告，心中暗道，1个小时前那最猛的3人已经冲到了11层。不过他也是心中坦然，这次跟他一起进入游戏的全世界起码有20亿，20亿人里有几个天赋牛逼的不很正常。 SSS 级天赋虽然稀有，但1亿人里哪怕诞生一个，这世界也有20个呢。当然他忽略了一点，他起步时间可比别人晚2个多小时，并且那些人在天赋检测结果出来后的3天里，直接便被各自国际政府接到特训营进行特殊模拟训练。再就是请之前的通关高手给他们讲方法技巧，比如关卡中或许看似不起眼的小道具便能对 BOSS 造成大伤害，又或者说如何利用地形与职业更精妙的对 BOSS 进行卡位攻击。这些情报资料在网上可不容易搜到，便是搜到也没什么详解。所以说其实林幽的速度并不比人慢上些什么，甚至还要快出不少来。不过我这后面几层的运气好像也不怎么好。林幽看了一眼拍卖行自己的摆件，相对之前只多出了3件来，还都是白装武器，弓箭、斧头、匕首。8、9级武器装备虽然能值些小钱，但相比于他之前期望的绿色装备又差了许多。好在零散的药水和物品材料掉了不少，等出去后便可直接找 NPC 做任务了，这倒是方便了不少。好在这天梯里的经验怪很多，双倍加成下几乎保证玩家每通过1层都能获得1级的经验。如今的林幽也是10级，精神力已经达到恐怖的153点，除了每级1点敏捷外，他是把其他所有属性都加在了精神力上。在他这般加点下，10级的骷髅物理攻击也是高达263点，这要是再遇到之前那几人，1刀1个法师，2刀1个战士，绝无任何问题。属性点加完，在去下一层之前，林幽照例是先补好状态，休息一会。在这地图里来回跑，是真有些费体力。逼真的环境，他戴着前虫头盔，甚至都觉得有些闷热。不过有一说一，这游戏的体验感确实很好。这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他真忍不住想知道，在现实界距现出能力后，又会是怎么样呢？童子，我这些技能怎么升级呢？他的技能还都是1级，升级后还能再提升一些。宿主，因为隐藏职业的缘故，没有职业导师，想升级的话，需要净化神石才行。天赋技能升级也是如此，不过那需要天赋神石。辅助系统很是贴心的给林幽讲解道，这些知识偏冷门，网上也有，但基本介绍的都是天赋升级这块的，隐藏职业方面的介绍则少之甚少。不过好在林幽有辅助系统，不亚于带了一本百科全书了。哦，看来我还得再等等，到时候看怎么收，又是得花钱呢。毫无疑问，这些东西肯定不便宜，特别是天赋那块，需求玩家肯定多。休息了约10分钟，感觉体力恢复的差不多，他也是直接起身前往下一层。11关石木森林，这地图比前面关卡的地图面积大了不止10倍。刚一传送进来，便看到一手持长枪骑着火焰战马的骑士正在森林巡逻，其身上着重甲，戴着一顶剑银色头盔，看上去也是那般威武霸气。属性查看，亡灵骑士，等级11级，精英级，生命值2400点，物理攻击力350，物理防御力100，魔法防御力120，技能死亡冲锋，冲锋时对敌人造成误攻乘300%伤害，冲锋结束进入虚弱状态3秒。标枪，将手中的长枪投掷于敌人，造成误攻乘200%伤害。介绍：骷髅王凡尔赛手中最忠心的骑士，在凡尔赛死后，其自愿献祭灵魂，成为永生不灭的亡灵骑士，守护在遗迹附近，防止有人打扰凡尔赛王的安宁。第13章死亡骑士战界，高血、高攻、高防，是最后关卡普遍的特色。要对付这些精英怪，除了需要玩家自身有好的天赋外，还需要很好的运气和技术，比如在前面关卡打到足够的药，并更新到及时的装备。再者，玩家也是要有一定的游戏底子在的，不然再好的装备和运气，只会站撸那也没得用。那死亡骑士几乎是第一时间便发现了林幽，甚是果断地举起手中的长枪，毫不犹豫地朝他投掷而来。操，这么快！林幽的反应速度也是极快，侧身一闪跳到大树后，轰！只听一阵剧烈的声响，那银色长枪几乎是瞬间便落到了林幽之前站立的地方。他总共才490的血，这一枪砸中，
也至少要掉2/3。还好我敏捷加的多速度足够快。林幽庆幸道，他一直坚持多加一点敏捷，把移动速度提得更高一点。在游戏里，利用地形躲飞锁定攻击技能是高级玩家都要掌握的东西，掌握得好，便是无伤刷野也不无可能。如果这死亡骑士不会投枪，他真会爬到树上，上毒之后直接抽雷电呢。骷髅兄弟，上！林幽对骷髅下达了攻击指令。现在就一只骑士，必须得速战速决，不然引来更多的骑士，那就麻烦了。按照之前的通关经验，这层少说也有30只骑士，甚至还有一只骑士头领。闯入者死！死亡骑士看着暗夜骷髅，嘴里说着晦涩的言语，右臂轻轻抬起，之前投掷出去的长枪竟然又回到了他的手中。暗夜骷髅瞳中绿光一闪，毫无任何畏惧之色。嗖！夹杂着烈烈的破空声，长枪径直朝暗夜骷髅飞了过去。枪！暗夜骷髅直抬手，照着那长枪砍去。金铁交击，一声脆响，那柄长枪直接被暗夜骷髅砍离了方向。紧接着，暗夜骷髅又是纵身一跃，直接往其身上贴去。明火！熟悉的战术，熟悉的套路。先手控，林幽紧随其后，施毒术。不管打什么怪，先上毒准没错。163、163、165。如今随着等级的提升，暗夜骷髅的攻速已经达到 0.5， 这意味着现在1秒可以砍出2刀来，3秒的固定眩晕能直接砍出6刀，造成至少978点的伤害。这已经不能用威猛来形容，简直算是吊炸天了。10级战士才多少血，配上一身极品肉装，再加点撑血装备，顶多也就1400封顶了。这要被骷髅控住2手，再牛逼的同级战士都要死。3秒结束，死亡骑士从眩晕中恢复，身上光华一闪，直接便用起了技能死亡冲锋。1050，偌大的飘红数字出现在暗夜骷髅的头顶，能闪避，但他却并没有选择闪避，直接硬抗下了这一记冲锋。冲锋之后，死亡骑士直接进入3秒虚弱状态。3秒的时间对骷髅来说太够了。6刀，平均每刀吸70点血。6刀结束，暗夜骷髅的技能明火 CD 恢复，又是一个眩晕控。原来如此，倒是厉害。林幽方才还在想，他都看出这死亡骑士要发动技能了呢，原来是已经计算好了血量和技能的 CD， 根本就不用他动手，骷髅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叮，击杀11级死亡骑士成功，经验值加300，获得1点杀戮充能。在骷髅杀死这死亡骑士后，一枚蓝色的戒指在骑士身上掉落了出来。死亡骑士战戒，穿戴等级 LV11， 装备品级蓝色，属性力量加15，物理暴击率正 3%， 攻击速度正 5%。 死亡骑士5件套装激活效果，力量加40，物理暴击率正 5%， 攻击速度正 10%， 生命值加1000，物理防御力加100。林幽在看到戒指颜色和属性的一瞬，心中便只有2个字：发了。这11级的蓝色死亡骑士套简直是为战士量身打造的东西，高攻、高爆、高攻速，还有高 HP。 可以说，如果谁能凑齐这5件套，绝对可以从10级用到20级，甚至这套装会比一般的20级绿色套还要好。再物以稀为贵，这天梯后6层的图日后不会在游戏里的其他地方出现，这装备的价值不言而喻。只要他愿意开启拍卖行聊天，怕是聊天窗口都会被挤爆。林幽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这才第一个骑士装呢，说不定后面还有惊喜。第14章，到底是什么惊喜？林幽继续在石木森林中前行，一边搜寻着那些落单的死亡骑士，一边谨慎地防着四周的陷阱。那些家伙的智商不低，若是冷不防的被偷袭，还真有点麻烦呢。在行到一处荆棘遍地的灌木丛地，林幽以为前行无路，准备转身前往他处之际，奋勇前进，你会发现意外的惊喜。突然，系统给了一声提示：惊喜！林幽闻言，心头顿时一喜。这辅助系统经过这大半天的体验，他也算是弄明白了一些功能。白痴性的问题轻易不会提醒，也算是给了他一定的游戏体验。但哪次提醒没有好东西？兄弟，上！林幽对骷髅使了个眼色，这家伙也是心领神会，提着手中的大刀便朝着前方砍去。披荆斩棘，带着林幽一路前行，真爽，还是带打手舒服。林幽心中暗道，他不算纯召唤职业，但他就这只暗夜骷髅便抵得过别人一大堆呢。能算能打，还能风骚走位。如果不是他很确认这是他召唤出来的家伙，一般人还真以为是别的玩家在操纵呢。在前行几分钟后，受到瘴气感染，您的 HP 持续下降。
2、3、5，这扣血速度有些快啊！林幽看到他和骷髅头上的血条同时在减少，虽然他穿着回血装，骷髅自身也有一定过的回复能力，但若是这般持续下去，别说骷髅，就是他持续嗑药也有些难呢。61、62， 1分钟时间，他扣血量已经达到了夸张的60多每秒。骷髅兄弟，咱们得快点了！林幽现在也有几分急了，这瘴气之毒太猛了。现在他已经在嗑普通回复药水，时不时还要喝点精灵药剂，瞬间把血补满。但不管怎么维持，如果始终这样硬扛，一旦扣血量达到每秒120以上，别说暗夜骷髅，便是他也没法抗住。难道你没觉得这扣血的机制有些漏洞？关键的提醒又来了。我想想，根据系统的提醒，林幽想起刚才扣血的过程，好像扣血的机制跟时间有关系，跟路程没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下再来砍，你先跟我出去。林幽果断道。说完，带头直接朝外面冲出去。进来麻烦，出去可是容易得很。一条被砍出的小道，100米冲刺，10秒，你已经脱离瘴气感染，体质状态恢复正常。经过方才这般折腾，骷髅的血条也下降到了1/3。砍飞生命物并没有吸血的能力在，他只能靠被动自动恢复。还好他的生命恢复速度也很快，脱离战斗情况下可以达到15点每秒，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待状态恢复，林幽试探的进入瘴气之地，果然每次进入瘴气扣血都会刷新，从1开始。这也就是说，只要跑步砍伐速度足够快，不要在瘴气地待得过久，就不会有问题。卡好时间，咱们轮流砍就行。林幽对骷髅叮嘱道。说完，他直接在拍卖行买了一把2级的白色质量较轻的小砍刀，又将那枚骑士戒指戴上。没办法，4级那把白色砍刀有负重要求，便是他已经10级，按照游戏的机制，他依然无法提起来。跟骷髅交代完毕，林幽一溜烟的就跑了进去，照着前方荆棘就是猛劈。待血量扣除即将达到20秒的时候，他直接施展黑暗召唤术，将骷髅拉到自己的面前。这是技能的小技巧，如果召唤物本身存在的话，再次使用会直接将召唤物拉到召唤主的面前来。就这样，他往回冲，骷髅接着砍。待估摸着骷髅血量不多了，他又在安全之地把骷髅重新拉回来。这像是接力赛一般，不断砍，不断前行。得亏这儿只有他在，要是有其他玩家在的话，肯定会感叹一句白痴。这荆棘类似边缘性地图，就是隔离路障用的，不是没有头铁的玩家试过，但再怎么冲，仿佛无穷尽一般，没有结果。但林幽自然是相信系统不会没事搞他心态，哪怕是把最后的药用完，他也要看看这到底藏的是什么惊喜。第15章，幸运的苏风。在林幽奋力探索之际，第一梯队的那些玩家陆陆续续通关11层，到达了最终关卡。我苏风终于走到这儿了，有这么多积累，我定可以完整通关。一提着绿色法杖，身着绿色法袍的男子看着前方的巨大庙宇，心中感念道：虽然没有第一个到12层，但他一定可以做到第一个通关12层。他有自己的自信。背包里顺回500血的大药，他有满满一大包袱，其身上更是穿了一身绿色装备，这绿绿的程度相较于林幽简直是过之而无不及。站在庙宇门口，他没急着进去，准备将身体舒缓一下，将状态调到最好。最终 BOSS 不是几分钟能解决的，弄不好几个小时都有可能。他是法师，无疑在打宝这块有独到的优势，加上自己的天赋，他不认为会有多大的问题。看了一眼好友聊天窗，消息是1小时前发的，信息内容：苏风大领导发话了，只要你闯关成功，之前对你承诺的奖励全部翻倍。至于你之前提的个人要求，你家里人工作之类，请放心，已经全部安排好，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保证正式体面。现在我们正和他们一起，都等着你的好消息呢。等我的好消息吧。苏风看似平静的回复，实则心中已经有些按捺不住那股兴奋劲。他贫民区家庭出身，无关系，无背景，父母姐姐都是最普通不过社会底层人，穿的是已经洗发白的衣服，住的是最烂没有丁点安全保障的贫民区，被同学看不起，被恶霸捉弄都是常有的事。可这一切都在他觉醒天赋后发生了彻彻底底的改变。全家人当天便被接到了安全保护最严的帝都，临时住的地方都比他们之前那个家大上3倍。为了更好的照顾他，特安部更是给他配了一个贴身女管家，他的一切正当需求基本都可以得到满足。现在的他也算是体验了什么是人上人的感觉，这感觉太过美妙，甚至这几天他偶尔都会掐掐自己，
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我苏风才是天选之人，天梯12层将是证明我的第一步。他摸了摸手中的戒指，心中充满了自信。他不仅觉醒了 SSS 级天赋，更是在新手村接到了一个隐藏任务，获得了一枚属性变态的赤金戒指，不只有3属性高加成，还多了5点幸运值。这也是为何他一路能打到这么多药和装备原因。所以他有着绝对的自信，肯定能突破最后一层关卡。外界特安部，竹姐，苏风刚回消息，他已经顺利到达第12层，听起口气似乎很有自信呢。好，你继续在游戏里跟进，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说。明白。那我现在进游戏了。苏风，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吧。我大夏沉寂太久了呀。墨竹挂断电话，轻声自语道：资源问题始终是眼下最大的难题，凶兽入侵尚有抵抗之法，可资源一旦耗尽，那整个国家机器都可能面临停摆。若是以前还能靠热武器战争进行资源重新分配，但自从凶兽从异世界入侵后现实后，各国已经达成了统一协定，一致对外，至少明面上是一致。若是有不服的恩怨，也是倡导在游戏中进行解决。毕竟现世界经不起超凡力量破坏性洗礼，现在各国的争夺重心都放在了游戏里面。每一次现世界资源奖励巨献，对归属国来说都是一件天大喜事，值得举国欢庆。第16章神秘水道。就这般轮番奋力1个小时后，你已经脱离瘴气区域，你已经恢复正常状态。看到游戏里的提示，林幽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这毒区还真他妈有点难啊！纵然他和骷髅交替着开道，也用了这么长时间。包袱里普通的红药水只剩20瓶，精灵药剂也只剩40瓶，这般消耗不可谓不大。费了这么大功夫，真想现在就知道里面的惊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林幽略作停顿，将状态恢复满之后，没有一点犹豫，继续往前方行进。当然，依然是暗夜骷髅走在他的前面，毕竟这家伙能扛。如果这家伙扛不住被秒的话，他还能开启杀戮护盾，用充能点抵挡。在行进一段距离后，一处1人高的山洞映入林幽眼帘。山洞四周也是荆棘覆盖，还有不少奇花异草覆盖四周。若不是有系统提示，一般人便是走到面前也容易忽视掉。惊喜在这里面。暗夜骷髅直接一刀将最后的屏障劈掉，率先迈了进去。林幽紧随其后。这是曲径通幽之处，湿漉漉的山雪小道，时不时还能听到滴答滴答的水流声。越是往深处前行，这水流声越是大。同时，林幽心中的好奇也越发的加大。这深处有什么东西呢？山洞中本无光，林幽前行全靠暗夜骷髅眼瞳中烧灼的鬼火。是要换水路了吗？前行到山洞尽头，只看到一处碧绿色的小池潭，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路。不过都来这里了，岂能半途而废？林幽直接一个纵身跳了进去。这水下也是高度模拟状态，还好林幽会屏气游泳。这要是换个不会游泳的话玩家，到这儿也就是尽头了。呼呼，穿过水道后，林幽趴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5分钟差点没把他给憋死。要不是他肺活量大，天天在家也有健身，这条水道还真过不去。还是走旱道好啊，他心中感慨了一句。宿主，危险未过，请勿随意开车。开车？啥意思啊？林幽一时没反应过来，他就感慨了一下水路和旱路，特么怎么就开车了？当然，系统没有跟他详细解释。他相信这家伙肯定能悟出来，毕竟被选召到这世界之前，这家伙就靠脸吃饭的，只是穿越后年龄太小，很多事合理不合法。加上这家伙似乎厌倦了以前那种躺平人生，想做个纯情单一的好少年，才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林幽现在除了住的地方比较危险外，其他的都还行，特别是生活方面。在蓝星，他是个孤儿，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穿越后，不但体验了几年的亲子时光，在原生父母死后，家里又多了这来历神秘的穷妹，整体家庭体验还是很不错的。有妹有房，父母双亡，也算正常的开局了。虽说至今不清楚那丫头身份到底是啥，但这5年的相处，他能感觉到这丫头除了贪吃、贪睡、贪玩外，对他真没什么坏心思。时不时在客厅里还会跟着节奏跳一些网上流行的纯欲系列的各种舞蹈，那纯纯的感觉放在除林幽外的任何男生身上，怕是都要忍不住立马开启可行计划。而林幽不行，不是因为身体不行，而是因为住了太久也太熟，他完全没有这种心思在，毕竟谁会对熟人下手呢？终于在沉默1分钟后，林幽终于是反应了过来。神特么汉道，他说的是正经的地方好不？至于那种非法之地，
他虽然有无数次机会，但真没探索过呀。第17章，你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您已经进入远古遗迹，请注意安全。远古遗迹，林幽想起从那死亡骑士的信息介绍，这些骑士始终守护在遗迹附近。按照正常的游戏通关经验，玩家进入下一层只需要将11层的怪清理完毕就成，明显不会有人想着去找什么遗迹。如果这里是远古遗迹的话，那么骷髅王凡尔赛就应该埋在这里了。天梯隐藏副本吗？有意思。现在林幽对外面的闯关已经暂时放了下来，毫无疑问，隐藏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他费尽心思跑到这里，焉有空手而归的道理？并且，若是得了凡尔赛的东西，还能接着闯下一层呢？无非就少个手刹罢了。遗迹大殿，各式各样的尸骸随处可见。林幽认真地分辨了一下，有男有女，还有奇异的一族骸骨，白骨森森，透着阴森恐怖之气。唰！大殿内壁的烛火同时点亮，烛火倒映，石壁上竟然出现了数道人影。锵锵锵锵，竟然还能听到兵器交击之声，神秘。还好我经常看恐怖片，不然这心脏还真受不了。越近越深，看到的恐怖画面也就越多。踏踏踏，一道沉稳的脚步声从黑暗中传出，在整个大殿回响。林幽住下脚步，面色开始凝重。毫无疑问，又有敌人出现了。遗迹看守者凡尔纳，等级11级，精英级，生命值5500点，物理攻击力500，物理防御力200，魔法防御力200。技能1：狂暴之怒。狂暴之怒立即移除并免疫所有控制技能，攻击力增加200%，受到伤害结果增加200%，持续时间1分钟 ，CD 1分钟。技能2：生命复苏。生命复苏，脱离战斗或者10秒内未受到任何伤害，每秒恢复5%的最大生命值。技能3：毁灭巨斧。毁灭巨斧直接发动攻击，击中敌人将造成300%物理伤害。CD 5分钟。技能4：战神附体。战神附体技能发动后将处于10秒物理免疫状态。CD 1分钟。介绍：守护着遗迹内部的唯一存在，亦是骷髅王凡尔赛最亲近的兄弟。这属性真他妈变态啊！为毛不是法术攻击？林幽看到走出来的身影，暗自咂舌。3米高的巨型身躯，手持一把暗金色巨斧，身着红色的重盔甲，配合着那牛叉的步伐，再加上遗迹特有的背景音乐，是真心有些牛逼。技能可以无限解控，还有10秒物理免疫，3倍的重击效果，恐怖的回复力。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小 boss 了，如不是天梯副本限制，这家伙在新手村绝对能杀一片。异族人，你是如何进入遗迹大殿的？沙哑的声音从凡尔纳口中传出，在这空旷的大殿久久回荡。凡尔纳看着林幽，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动手。大殿门并未被破坏，说明这2个异族人并没有走正道。而这遗迹外围有荆棘和毒瘴守护，对大多人而言都是必死路，应该无人敢闯才对。可这俩异族人又是如何进来的呢？难道遗迹还有其他连他都不知道的通道？那我说出来有奖。林幽微微前进了一点，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计划。首先，尽量将距离控制在施毒术的范围内。这家伙特么200点双防，除了毒上魔血以外，他还真找不到可以干掉这凡尔纳的办法。当然，杀戮盛宴点可以秒，但这玩意儿用了，后续怎么继续充能是个问题啊。如果可以，他还是想看看12关的 BOSS 是啥，能不能欧皇一把，出个法攻 BOSS。你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说出来，饶你不死。暗金色的巨斧重重地杵在地上，在地宫里发出震天般的声响。第18章，遇事不决，施毒术，没有资格。林幽瞳孔微微一缩，凡尔纳这话属实有些嚣张了。不过林幽并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还有更在意的东西在。1分12秒后，出手了，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战神附体。雷电术已经遗忘，可惜这么多好技能只能存一个，等出去我一定要想办法把窃取等级升一升。林幽心中暗道，10秒的物理免疫，1分钟 CD， 这技能当下非常适合他。但凡尔纳的其他3个技能也是相当不错，特别是那个生命复苏，脱离战斗或者10秒未受到伤害，每秒便能获得5%的最大生命值回复。这技能要是用在刷副本或者刷野上，简直无敌，太省药了。还好，这种类似的回复技能不少 BOSS 都有，所以日后还有窃取的机会。只是他得先把这窃取等级提上去，每提1级多一个储存位置。异族人，我说的话你听不到吗？
法尔纳看林幽要么顾左右言他，要么就不说话，现在表情上更是露出欣喜。这是看不起他法尔纳吗？林幽对此倒是做出了回应，尸毒术，直接一个尸毒术就扔了上去，不管其他，先叠满5层，将这家伙破防再说。破防中毒，至少保证这家伙一直处在战斗受伤状态。首先废掉他一个技能，死。法尔纳的速度也是极快，在林幽尸毒术出手的一瞬，毁灭巨斧瞬间发动，朝林幽狠狠地劈了过来。现在他俩的距离，林幽根本避无可避。战神附体，避无可避，那就无需躲避。林幽直接使出战神附体，他的身上浮出淡淡金光，巨斧落到他的身上1寸处，便再无法落下。怎么可能？异族人，你是如何学会战神秘术的？法尔纳大惊道。这技能招式他自然很熟悉，那纹路他也绝不会认错。战神附体乃他们异族的不传之秘，一个外族人是如何学到的？我说了，得有奖励才行。林幽扛下这一击后转身便跑。开玩笑，特么无敌时间就10秒，再来一锤子，哪怕是一普通的锤子他都扛不住啊。毒素持续，法尔纳的双防和 HP 开始下降，还敢伤我？到我族秘术，不管你是谁都得死。说完，法尔纳提着巨斧便朝林幽追来。明火，暗夜骷髅出手了，还是那明火先手控，不过眩晕效果只持续 0.1秒不到。法尔纳一个狂暴之怒，瞬间解掉控制。没用的虫子，你的力量太弱了。法尔纳颇为讥讽地对暗夜骷髅说道，明显他的画风在暗夜骷髅之上，无论是体型还是实力。中毒效果也是加倍的。林幽看到法尔纳的头上扣血数值已经不是1了，而是直接飘的2。如果是这样的话，1分钟能毒掉120的血，一旦防御减少到100的程度，那他骷髅的攻击263加100的复数防御，再来个双倍伤害结果的话，一刀就是726的伤害。这法尔纳便是在牛逼，7刀只要能砍出7刀，这家伙直接凉。有了方法和策略，下一步就简单了，还是流行的风筝打法。特别是他在战神附体冷却时间没到之前，绝对不出现在法尔纳的攻击范围内。暗夜骷髅呢，似乎对法尔纳的嘲笑颇有些不满，那绿绿的鬼火明显比之前大了数倍。毕竟他也曾是伟大的存在，虽然现在成了骷髅骸骨，但曾经的尊严亦是存在。不过他也是智慧聪明的存在，从林幽给的信息里知道了现在的策略战术。拖够5分钟，带林幽的尸毒术上到第5层，届时才是这法尔纳的末日死期。在这之前，他俩只需要逃命便好。第19章，尊敬的异族勇士，您的遗失手镯拍卖成功，扣除10%交易税，您获得18枚硬币。您的白色大砍刀拍卖成功，扣除10%交易税，获得270枚铜币。您的白色骨弓，您的白色匕首。在林幽疯狂跑路之际，他摆在拍卖行沉寂已久的东西终于开始动了。开服时间毕竟也有这么久了，那些职业的钱商货商也收到了足够的游戏币，正在大肆的在拍卖行扫性价比高的货。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玩家进行线下交易。现实世界网站里，他们也会同步将收到的东西展示出来，方便玩家下单购买。当然，这都得加钱，并且还不是一般的贵。但对那些氪金玩家和打宝玩家来说，却很是方便，节省时间，亦可随时将装备变现。对于 VIP 客户，你可以随时将自己的需求告诉他们，他们一扫到合适的装备，便会立即联系你。总共赚了50枚银币吗？看起来还不错。林幽一边躲闪，一边思量道：50枚银币也有5000块呢。别小看这点，他那枚蓝色戒指还攥在手里没卖呢。与其他相比，这才是最值钱的玩意儿。法尔纳的攻击很猛，但移动速度却跟林幽差距不是特别大，加上他们又在大殿中，四处都是巨型的石柱或是其他障碍物，身材小的占尽了优势。林幽四处风骚走位，骷髅时不时还要骚扰一下，这让法尔纳就很难受。该死的家伙！法尔纳很愤怒，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无耻之徒，只是一味的在大殿逃跑，每次等毒要结束之际才会朝他冲来。但战神附体在身，他的物理攻击直接被免疫掉，而现在每秒2点的毒素伤害，让他的被动技能生命复苏也完全失去了效果。1分钟120看似不多，可这般长久下去，再多的血也经不住这般猥琐的消耗啊！异族人，给你们个机会，出去！法尔纳被这风筝打法弄得有些烦了，打不中
一切等于白瞎。出去！我水路旱道跑得这么辛苦，你让我出去？现在的他也是越来越有底气。这凡尔纳的防御已经被磨到0了，马上试毒术也叠加到了5层，离最大的负值100已经不远了。他已经悄然地把那枚死亡骑士战戒带上。待会与骷髅配合着攻击，利用凡尔纳狂暴状态下双倍受伤效果，便是他自己都能一棍子敲出个300的伤害。而10秒物理无敌时间，他理论至少可以敲出5下。当然，理论虽如此，现实却有差距。别忘了，凡尔纳也是会战神附体的，他和骷髅必须得卡好时间，先骗出凡尔纳的无敌时间，再灵活伺机行动。100！林幽看到凡尔纳的物理防御终于被减到最大之后，直接一个迎面冲刺，战神附体。先确保自己在无敌免疫后，再试施毒术扔了出去。毒这东西5层虽是最大值，但持续时间也是1分钟。如果1分钟后没有继续 buff 叠加的话，那怪物的防御便会逐步恢复。所以林幽在这期间毒绝对不能停。600暴击啊！凡尔纳已经被林幽磨得彻底没脾气了。这弱小的异族人竟然能一棍子抽掉他300的血，暴击一次能打到他600多。战神附体，他也不是蠢货，不可能任由林幽处于无敌状态攻击他。聪明，林幽一击得手，见凡尔纳技能也用出来后，直接转身便跑。在他跑的同时，暗夜骷髅总能找到时间出来干扰，逼得凡尔纳不得不随时开启狂暴之力。10分钟后，林幽和暗夜骷髅这般猥琐又默契的打法，已经把凡尔纳打得彻底没脾气。林幽一棍子能抽他300点伤害，那骷髅一刀能砍他700多。他已经感觉到再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毕竟还有意识在，他们无尽的岁月里一直守护在此，也是为了等凡尔赛复活归来，带领着他们再造亡灵军团的辉煌。在林幽与暗夜骷髅接连冲击后，凡尔纳的血已经不足700点，只要 CD 好了，卡好位置，配合暗夜骷髅来一波，林幽100%保证可以拿下他。异族的勇士，我凡尔纳愿意跟你谈条件，还请住手。第20章给的太多了。哦，现在态度变了，不是渺小的异族人了。林幽站在安全距离，笑着说道：磨到现在就只剩一次冲击了，不管这凡尔纳再牛逼，他也有把握在下一次冲锋中将其解决掉。他当然也能跑，不过骷髅始终在另一个方向卡位，他跑，林幽便追，便是开着无敌也没用，有暗夜骷髅的干扰，加上地宫特殊环境，对凡尔纳这种小身躯来说的确很麻烦。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他生命回复的能力没了，不然又怎会这般苦恼。勇士，我承认你很厉害，有你的同伴阻拦，我也无法脱身离开。你来这里无非是想求财，我把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你，你离开如何？凡尔纳沉声道，现在对他来说谈判是最后一条路。呵呵，杀了你，好东西不一样是我的。林幽微眯着眼笑着说道，宿主别冲动，杀了他，他身上的东西还真不一定是你的，装备暴露是有概率的。系统怕林幽头铁，赶紧提醒道，暴率这东西还真不是他能把控住的。别看那些怪物一身好装备，但能暴露出来的并不多，是否掉落几乎是刷出来的一瞬便被注定了。这样吗？林幽也是很快想明白了，杀了不一定会爆，或许可以得到很多经验，但实物奖励可能没有。但若是不杀的话，应该是可以触发一个隐藏任务奖励，显然这奖励会很丰厚。但我林幽向来以德服人，可以谈，不过你得让我上的毒再说。林幽旋即改口道，好不容易磨到现在，他可不想阴沟翻船，让这凡尔纳把血给回上来。正常毒，这家伙不开启狂暴状态的话，1秒扣一点血足够交谈10分钟。10分钟要是能谈个满意的结果那就罢了，谈不出结果那就直接毒死。好，凡尔纳没有拒绝，主要是没有拒绝的条件，因为这家伙太他妈谨慎了，都这个时候了还是开着无敌过来上毒的，根本就不给他任何机会。现在把你手上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吧，我瞧瞧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别糊弄我，要是东西不满意，我不介意多加点经验值，赌最后的运气。林幽郑重道。凡尔纳也是干脆，摸了摸手中的储物戒指，直接将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只是这些东西不知道在储物戒指里存放了多久，大多都充斥着腐蚀的裂痕，光泽暗淡，看上去有些让人失望。凡尔纳看着林幽，很自觉地后退了几步，这意思很明白，你随便选，
他绝不会偷袭。暗黑药剂增加 20% 暗属性伤害，持续时间10分钟。抗石化药水服下后10分钟内免疫任何石化效果。坚韧药剂使你的最大生命值临时提高至等级乘300。毒障炸弹使用后在一定范围内生成毒障，造成范围性伤害，持续时间1小时。火油范围内倾倒会造成火焰伤害。不得不说，这凡尔纳手上的好东西是真不少。在这杂货堆里，林幽竟获得了2张珍贵的药方制作图。经验药剂制作书服用后可享受1小时双倍经验加成。强化药剂制作书服用后临时全属性加等级乘1，持续时间1小时。这2张药方系统评价稀有度至少是4星。有这2种药方在，只要将成品药做出来，林幽相信绝对可以很快冲到主服。林幽激动地将这2张药方收好，这次真的赚大了。这2张药方的价值在他眼里比完整通关天梯还重要，必然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回报。不过也因为这药方价值太大，他还得谨慎些才行。财不露白的道理，懂的人自然懂。他虽然看起来年轻，但心里年龄不小，对于人类那些勾心斗角的算计看得很透彻。别说什么无私奉献的话，这虚伪的话谁信呢？若真是都讲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的话，游戏里天天 PK 打架的事儿不少，也没见人管呢。所以在自己没有强大起来前，他不会考虑太多其他的事儿。毕竟相对于那些富有之人，他和琼妹还住在非安全保护区呢。他现在还要努力赚钱，争取早日搬到安全区去，免得哪天现在住的地方就被凶兽侵入了。这黑石头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呢？在角落里，林幽看到一颗黑色的石头，与其他不同的是，这石头闪着熠熠的光霞。属性查看：天赋神石，使用后您的某个天赋可以获得等级提升。第21章，你的戒指很不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林幽就惦记着怎么弄块天赋神石呢，没想到在这找到了。幸好之前没有狠心干掉这凡尔纳，不然绝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好东西。就在林幽感慨之际，突然暗夜骷髅走到凡尔纳的面前，眼中的鬼火不断的摇曳摆动，似乎在传递着某种特殊的亡灵之语。不，这是我的战斧，怎么能给你？凡尔纳连连拒绝道。开玩笑，这可是跟随他多年的兵器，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枪！暗夜骷髅也是人狠话不多那种，古刀蹭的一下便架到凡尔纳的脖子上。现在中毒效果还在，只需1刀就能解决掉它。识时务者为俊杰。哈哈，开个玩笑，你是个勇士，这把武器很适合你。凡尔纳见刀就从心了。没办法，这2个都是无赖狠人，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只要等到凡尔赛复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拿回来。我就知道你这家伙有独立意识。林幽心中暗道，多次的交流，他心中早就有了认定的答案。现在主动找凡尔纳要巨斧，定然是有沟通能力在的。不过这家伙似乎不太愿意承认这点，林幽也不好追着点破。毕竟只要忠于自己就好，有个牛逼的骷髅对自己来说怎么也不是件坏事。只见暗夜骷髅在凡尔纳恋恋不舍的目光中，一把拿过那重达万斤的巨斧。林幽正好奇这家伙准备怎么使用的时候，只见他将白色骨刀与巨斧十字交叉，眼中绿色的鬼火继续跳动，那柄巨斧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慢变小，到最后那柄赤金色巨斧彻底消失不见，而骷髅手中的白色骨刀上覆盖起了一层较为暗淡的鎏金，显然是这把白色骨刀将这赤金色巨斧彻底给吸收了。吸收了这把武器，到底多出了什么东西呢？林幽有些好奇地看着暗夜骷髅的属性面板。暗夜骷髅等级 LV10， 忠诚度 100%， HP 1500， MP 600，物理攻击110，基础攻击加153，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105，魔法防御105，攻击速度 0.5s， 技能缠绕、吸血光环、明火、出血。相较于之前，暗夜骷髅的面板属性上竟然多出了一个出血技能。出血攻击时 3% 概率发动，对敌人造成当前最大伤害支撑 5% 的出血效果，持续时间3分钟。吸收特殊 NPC 武器可以增加骷髅的技能吗？林幽脸上若有所思，这骷髅的神秘之处不是他能理解的，但增加的这个技能的确是个好东西，跟他的尸毒术简直是绝配。一旦发动成功，这新手村现阶段 BOSS 都要出血而死吧。不过现在嘛，
还是把这技能给偷了。那天赋神石灵幽得到便用了。现在的窃取等级 LV2， 可以额外再保留一个获得技能。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生命复苏。嘿嘿，终于是得到了。现在他身上又多出了一个被动技能，有这技能在，日后便不用负重那么多普通药剂了。日常出行过的话，随便带点，可以把格子留足，就可以去捡装备和材料呢。一族的勇士，我身上真没有东西了。凡尔纳有些急了，他看到灵幽的眼神不住的乱瞟。如今武器没了，总不能把身上这层盔甲也给扒了吧？嘿嘿，我觉得你这储物戒指挺好，你看，你留着也没啥用，不如借我使使。第22章，你看我兄弟的刀亮不亮？凡尔纳还真没这么憋屈过，这家伙是想把自己搞得一毛不剩啊！别那么小气，多的都给了，还差这点吗？你瞧，我兄弟手上的刀亮不亮？林幽提醒道。自始至终，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善人，有羊毛不薅，装什么呢？储物戒指可是好东西，不仅能增加格子数，日后巨献的话，在现世界也有大用处。他新闻上看到过，一枚储物戒指拍卖价至少是500万，所以这种好东西他怎么能放过呢？给你，这下我真没了。法尔纳都特么快哭了，太狠了。那个，我还想问问你哥凡尔赛在哪儿，方不方便瞻仰一下？林幽将东西收好，又接着说道，他没别的意思，这11层得到的东西也差不多满足了，就想能不能看看凡尔赛是到底啥样的。异族人，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大哥埋葬在地下，你还想开棺不成？凡尔纳急火攻心道，太残忍了，这简直不是人啊！算了吧。林幽也是个实在人，既然确定在地下埋着，这家伙也给了自己不少好东西，他不能不讲究。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我给你张定向传送卷轴，等我大哥醒了，我再邀请你来可好？凡尔纳机智道。等他大哥醒了，把这家伙忽悠过来，再算算今日的总账。那可以。林幽连连点头，这不又是一个隐藏任务吗？到时候再来薅一笔，简直是美滋滋。获得定向传送卷轴1张，使用后可以传送至遗迹大殿。现在卷轴还处于封印状态，等我大哥醒了，我便会解开封印，到时候再请勇士来拜访。凡尔纳敦厚的说道，心中已经把林幽恨得牙痒痒。相信等大哥出来，兄弟联手，定要让这家伙好看。一定。林幽像是见到了热情的老乡。那二位能否把进来的入口告诉我？我得把门堵上，避免还有其他人来打扰王者的安宁。当然，对凡尔纳这请求，林幽没有拒绝。这次副本出去，再想进来，只有靠凡尔纳给的卷轴。通道的事自然也无所谓了。待把所有事儿说完后，凡兄，这下一层怎么进去呢？林幽想起这关键问题，别的关卡是清理完所有怪物后，传送阵自动打开。可现在跟着凡尔纳都这么熟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背刺了。那关卡的事儿就这么卡住了。简单，我知道有条小道可以下去，直接见到那地狱邪龙。一听林幽还要下去探险，凡尔纳顿时兴奋了起来。这下一层的领主画风可是在他之上的，既然这家伙想找死，那就不能怪他凡尔纳心狠了。对了，那地狱邪龙是啥属性攻击，你可知道？当然知道，这家伙精通暗系魔法，非常适合像你这般的勇者去平定。凡尔纳讪笑道。虽然林幽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也知道这家伙是想着借刀杀人呢。不过这有什么关系？是法系就好了呀。是物理系，他还得费一番周折；是法系的话，这事儿不就成了吗？不过下去之前，林幽看了一下当前的面板，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0，经验612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490490， MP 300-300，力量34，智力27，精神153，敏捷37，体质49，幸运物理攻击68，法术攻击54，精神力攻击153，物理防御力90，法术防御力75，移动速度55.5，物理闪避11.1%，暴击率3%。装备精灵套装，哥布林腰带，前虫护腕，前虫头盔，死亡骑士战戒。技能黑暗召唤 LV1， 尸毒术 LV1， 战神附体 LV1， 生命汲取 LV1， 生命复苏。天赋技能杀戮盛宴，窃取，魔法免疫，杀戮盛宴充能520。背包经验药剂制作书，强化药剂制作书，
黑暗药水储物戒指，满满一大包收获。第23章邪龙殿。这一层通关，林幽只获得了11个属性点奖励，等级依然是10级。这也没办法，刚才还好兄弟的喊着再出去杀他手下，这不合适吧？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少一级经验对他来说现在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最后一关的重点不是在那几个属性点上，而是那 BOSS 的手段上。地狱邪龙，魔法攻击，就这2点那就够了，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邪龙大殿，这触发机制还真麻烦，还好我装备够好，药水足够多。大夏心服第一人苏风此时正在邪龙殿里奋力的奔跑，以灵活的走位去吃刷在宫殿里的圆球。这最后一层的 BOSS 是真特没有点恶心，有无敌机制，有陷阱触发，有范围性攻击，防御还巨惊人。要想攻击到 BOSS， 必须得来回的在大殿里跑动，踩踏地面上出现的暗格。不同的踩踏方式会出现不同的增益 buff， 也就是这些5色圆球，给自己增防、增伤，给 BOSS 造成破防伤害。没办法，最后一关的 BOSS 防御实在是太高了，足高达300，他法伤总共也不过才300多点。可以说，若是不吃这些圆球，根本就打不动这 BOSS， 并且一旦距离拉远，就会回到祭坛上进行急速回血，着实有些麻烦，真是连个失误都不敢有。一旦失误，这家伙的血几秒就能回满。已经磨掉2/3的打法，我也清楚了，只要防着最后的丝血反扑，应该没问题。苏风不停地对自己打着气，多次的失败尝试后，他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知道如何踩踏出合适的顺序 buff。现在他有把握能坚持到最后，只要通关，荣誉、财富，那就什么都有了。人都是有野心的，现在他有了足够的实力，野心自然也在跟着膨胀。特安部，墨竹海守在办公室焦急地等着下面传来的消息。大夏闯到12层的玩家也有不少，人员名单他们现在也已经全部确定，和之前的预判一致，能进12层的天赋至少都得有 SS 级，但从目前的结果反应来看，不是很乐观。最后一关的 BOSS 和小怪都很强，不少人都将药水消耗在对付小怪上，连 BOSS 的面都没看到。000，墨竹一把抓起电话，喂，竹姐，叶倾城那边的结果也出来了，闯关失败，现在暂时下线休息，准备等恢复状态后再进入游戏。天梯闯关越到后期难度越大，所费心神自然也是倍增，时刻都要小心不要被怪打死，便是喝药也要计算好回复量，样样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这一轮闯下来，大多数高级玩家都会先停一停，一是恢复状态，二是组建强力团队，这些都是高天赋玩家，等级和装备已然超过其他人不少，自然愿意是强联合。当然也有闲散之人喜欢加入其他团队打宝。对于游戏中的玩家行为，国家向来是不干涉的，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在魔力中成长，什么都大包大揽，没有点技术含量，将来去深渊战场指望异族陪你玩吗？另一方面也是那未知意志宣告，玩家在游戏中的行为，任何国家不得强制干涉，可以提供交流平台，但不能搞类似什么资源强制集中某一人这种行为。所以国家现在能对高级玩家提供的，只有强力的后勤支撑，保障他们现世界亲人的安全，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知道了，你现在重点关注着苏风，等着他的消息。是。挂了电话，墨竹轻轻地摇了摇头，喝了杯苦茶，将精神缓了缓。大和国那边的情报已经传了过来，天梯排名第1的月桑已经在塔中阵亡，接下来便是看苏风了。只要成了，现世界巨献奖励就能到手，若是失败的话，大和国会以1分钟的优势拿到天梯奖励。第24章魔法失效。就在苏风还在辛苦打最终 BOSS 的时候，林幽带着骷髅走着捷径小道，直接穿到了邪龙大殿。游戏提示：你已经进入邪龙殿。这就是邪龙吗？林幽看到一只浑身墨黑、背着2只古翼翅膀的巨龙正趴在大殿中央的石台上，其双脚捆有锁链，想来是限制了一定的追踪距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它发动攻击。看了一眼属性，地狱邪龙分身，等级12级，领主，生命值15000，法术攻击700，物理防御力300，魔法防御力300。技能1：冰霜星星。冰霜星星吐息时会冲击周边范围3×3，造成150%魔法伤害。技能2：龙之诅咒，被动。龙之诅咒每一次连续的攻击都会额外增加1%法术暴击率，持续时间30秒。技能3：幽冥之火，
被动，幽冥之火，3×3范围内的玩家每秒都会受到法术攻击呈10%的火焰灼烧效果。血量还算合理，没整的太变态，看来也是有些调整的。林幽看着邪龙，心中暗道：外面的12级的领主型生物，少说也是4万血往上，并且血量和攻击更是恐怖，动辄便是一招秒。而这只虽然也很恐怖，但见识过凡尔纳的伤害后，他心中也有了一定的认知。当然，这也仅仅是他眼里算合理罢了。在其他玩家眼里，这邪龙依然是巍峨如飓风般的存在。毕竟这么多年通关的人屈指可数呢，不少人闯到这关，仅是一个照面，就被这邪龙吹了回去。兄弟，前面探探路，看看有没有什么风险陷阱。即便是到了大殿，知道这是纯法伤怪，林幽也是小心谨慎，越到最后越大意不得。只要骷髅能确定前面没有物理陷阱，那他就可以放心冲刺了。暗夜骷髅一步步前行，没有危险，只是没走几步，空中便会漂浮着一些5色圆球。红色石球 HP 上限临时加1000，绿色石球生命恢复速度正200%，治愈效果加倍。黑色石球怪物防御临时下降150，紫色石球移动速度加50。原来是踩格子游戏。林幽只消一眼便看懂了个大概，毕竟300多的防御，又有这么强的攻击属性在，若是没有对应的削弱机制，玩家还能怎么玩呢？单就那暴击叠加伤害来说，每打中一次叠加1次，这到了后期几乎就是100%暴击，一口1400的血，这特码谁能顶得住？所以正常人想通过，必须得十分合时宜的吃这些球才行，不能早，不能晚，时间得算好，然后靠着技巧的搭配扛住 BOSS， 最后反扑才有机会获胜。一个球的持续时间是3分钟，我只需要吃个黑球就行了。片刻后，林幽便有了妥当的清理之法。只有 BOSS 减防属性对他有用，至少吃了之后能打得更快一些。渺小的虫子竟然敢闯入我的领地！林幽刚踏进攻击范围，那趴在石台上的邪龙瞬间便睁开灯笼大眼，一脸鄙视地看着林幽。上一个人差不多也这般说，最后输到裤子都没了。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啊！林幽舔舔嘴唇，已然把这邪龙当着砧板上的鱼肉了。尸毒术，当着邪龙的面，林幽便是一个尸毒套了上去。愚蠢的虫子，以为这样就能伤得了我？邪龙震动翅膀，一口黑色的龙息直接朝林幽喷了过来。他还从没见过如此大胆的人。龙息过后，林幽依然安然无恙地站在他的面前，脸上甚至都没出现一丝丝的惊恐。大胆的虫子！林幽那淡定的表情明显激怒了他。这么多年，他还从没见过这般嚣张的虫子。冰霜星星，又一道寒冰之息又从口中喷出，冰霜覆盖空气中都弥漫着白灼之气。若是一般玩家不吃个白色圆球，10秒钟之内不移动的话，便会被彻底的冻结住。然而双气过后，邪龙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这虫子的眼神怎么还是这么嚣张？我的魔法失效了。第25章，属于我的未来。其实林幽也不是故意嚣张，实在是这魔法打在身上真没什么感觉啊。不管是黑息还是白息，连挠痒痒都做不到。他盯着邪龙，不过就是看着减防速度罢了。只要5分钟把这家伙的防御减少到0，他就可以尽情的挥动棒子砸了。就他目前这攻击力，硬砸也不会弱到哪里去。知道林幽对魔法免疫，暗夜骷髅则站得远远的，时不时在不同纹路上的格子处踩几下，有意的帮林幽探寻着不同的规则组合。5分钟后，喷高兴了没？林幽看到这邪龙身上的数值已经是0，骷髅又很聪明的给他踩出一个减少防御的黑球来。在林幽吃掉这黑球后，邪龙双防属性瞬间变成150。嘿嘿，看我不锤死你！林幽脸上露出一丝邪笑，然后一棒子便朝邪龙脑袋上呼了过去。218，218，一棒接着一棒，林幽就站在邪龙面前，任这家伙如何口吐芬芳。通俗的讲，就是硬锤。什么加血机制，什么破防条件，在别人眼里需要辛苦才能做到的，在林幽眼里就一个字，锤就是了。便是黑球没刷出来也没任何关系，没刷出来他也是一棒子68的血。对这邪龙，林幽可没什么留情的，游戏的机制不同，明显通关奖励会更丰厚一点。凡人虫子，你到底用了什么黑魔法？邪龙怒吼道。现在的他不管如何攻击，打在这人身上都不痛不痒。法尔纳送了我一个卷轴，我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奇效。林幽信口胡来道。法尔纳想坑他，他也给这家伙挖了个大坑。法尔纳竟然是他！
该死的家伙！邪龙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受着林幽的毒打。他没有隐藏任务，也没有隐藏装备，自然也不会开口求饶之类。13000、12000、6000，邪龙的血条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下降。林幽稳稳上毒，骷髅时不时也来砍上一刀，不过砍完之后便会马上退得远远的。没办法，邪龙跟林幽战撸，魔法暴击率已经跌到100%，便是他也挨不住2下。外界出塔的玩家越来越多，实力不够，再怎么磨也没有办法。与其浪费塔中的珍贵药剂，还不如见好就收，反正也得到了额外的属性点，加上这里面的装备爆率也还行。下线略作休整后，又可以重装上阵。第057号新手村天梯入口，苏峰还没出来，没出来就是好消息。一个5级小战士焦急的在塔外踱步，他跟苏峰等几乎是同一时间进的游戏，不过因为实力较弱，早早的就被杀出了副本。但他还有个任务在身，便是跟进记录那些天才的数据，然后定时下线向外面汇报。现在苏峰在最高层待了已经快2个小时，按照历史的经验，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该出来了。一旦成功，苏峰妥妥就会成为这一届最亮眼那个，为国争光，这可是最高的荣誉呢。终于还剩1000血了，苏峰重重的喘了几口气，方才 BOSS 发狂，差点没把他给打死。好在他身上背的药足够多，又恰巧刷出了一颗增加防御的金色圆球，不然方才那一轮暴击猛攻绝对能把他打死。好在顺利扛到了最后，现在就比较轻松了。他相信他都打得这么艰难，后面的人绝对不会容易到哪儿去，特别是那段发狂攻击，没有足够的好运根本就过不了。邪龙去死吧，我苏峰的名字未来定然响彻大夏。他的走位依然风骚，黄化后的邪龙攻速和移速明显慢了下来，只要再磨一小会，绝对能轻易的将其拿下。未来是属于我苏峰的，他心中感叹道。就在他有些小骄傲的时候，一道公告全幅响起，眼前的地狱邪龙瞬间失去踪迹。恭喜大夏国玩家顺利通关天梯12层，击败最终 BOSS， 副本将在1分钟后关闭。第26章天下第一，关闭结束了。苏峰一时愣住，他又看了一眼弹窗公告，副本已经有人通关，其他人在1分钟之内会被强制传出天梯，是出 bug 了。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他一直排第一，也自信装备和属性绝不差任何人，怎么可能在 BOSS 还剩这点血的情况下被人提前通关了呢？ bug 绝对是 bug。 他激动喃喃道，他是真不信有人能在这阶段把 BOSS 抢先打死。看了一眼闪烁的消息提醒，恭喜峰哥顺利通关，墨竹姐已经准备好给你接风洗尘。发送者 ID 修罗战士，这是墨竹之前安排进来专门与他联络沟通的一位小战士，在跟自己沟通联络之余，也随时跟踪汇报其他几位天才的动向。照理说这种情况下他绝不敢跟自己开玩笑，一时间他也有些懵。要是自己通关的，那特么奖励呢？12层通关不只有12的属性点奖励，还有装备其他奖励啊。可现在 BOSS 面前空空如也，自己怎么什么都没有？我特么的东西呢？到底去哪儿了？他在空荡的邪龙大殿大声咆哮，辛辛苦苦打了这么久，就算是真 bug 了，不该给他点装备弥补吗？但无人回答。游戏里不存在任何答疑 NPC。 随着倒计时结束，一脸愤怒的苏峰被传到了副本门口。峰哥，恭喜恭喜！修罗战士看到苏峰，没想太多，直接冲去恭贺。这可是大夏年轻一辈第一人啊！能完整通关天梯的玩家，历史上没一个弱的，天赋、能力、属性绝对都是完美的存在，将来必定可以成为最伟大的法神。这是条巨腿，他必须得抱好了。其他人都出来了吗？苏峰见状，强行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他现在要确定一个事，到底有没有人抢在他的前头。完成了天梯通关，当初一起参加特训的那几个天才，彼此之间也相互认识，都是 SS 或者 SSS 级天赋。若是真有人能通关，肯定也在这一群人里，早都出来了。其中倾城姐待的时间最久，也在半个小时前出了天梯，现在还在家里休息呢。估计等恢复精力后，会再重新组队去刷高级地图修罗战士回道。连叶倾城都出来了，那我猜的没有错。苏峰开始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叶倾城跟他一样都是 SSS 级天赋，连他都在半小时之前退出了副本，那自然不可能还有其他玩家能冲到他俩的前头。并且他很笃定一点，任何达到 S 级天赋的玩家，信息都被国家掌握，不可能有遗漏的存在。可那奖励，他想着就有些肉痛。辛苦打了这么久，来回走位来回跑，结果啥都没得到。
他找谁说理啊？不过现在唯一好的是，其他人都认为是他通关了副本，虽然没有个人游戏奖励，但荣誉还是有的。只要所有人都承认，那他就是天下第一，未来的法爷，实至名归。您的等级获得提升，恭喜额外获得12点属性奖励。恭喜您获得称号天下第一。天下第一，移动速度正 20%， 攻击速度正 20%， 施法速度正 20%， 幸运加5。本服唯一称号，因为您是本服第一位闯过天梯的玩家，额外奖励您赤金魔龙权杖，获得魔龙药剂乘10，获得绿色宝箱乘3。您的归属国获得21吨储油奖励，已经完全具现到枯竭油田，现可尽情开采。这就是通关终极奖励吗？赤金魔龙权杖，一条淡黄色的金龙围绕权杖盘旋，手柄之处恰是在尾部，虽然轻盈，但提着很有质感。林幽手握权杖，轻轻地挥舞了一下，比精灵权杖手感好太多了。看了一眼属性，赤金魔龙权杖，成长型武器，穿戴等级 LV10， 装备品级赤金，属性体质加30，力量加20，智力加100，精神力加100，法术暴击正 10%。 装备特性1，法术连击，使用任意法术攻击时有 30% 概率额外再造成1次法术伤害。2，召唤兽技能强化，您的召唤兽技能等级加 LV1。 这武器的属性很不错，还是赤金中比较少有的可成长型，只要有足够的材料升级，那意味着这把武器它可以带很久。法术暴击加法术连击这种搭配，在任何法系职业身上都是升级，虽然他不是纯法师，但并不妨碍他窃取点别人的技能啊。这武器智力和精神力双加，等同于可以双修了。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1，经验220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800-800， MP 500-500，力量55，智力128，精神274，敏捷40，体质80，幸运加5，物理攻击68，法术攻击256，精神力攻击274，物理防御力10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65，以计算各种加成，物理闪避 12.1%， 物理暴击率 3%， 法术暴击率 10%。 装备精灵长袍、精灵长靴、赤金魔龙权杖、哥布林腰带、前虫护腕、前虫头盔、死亡骑士战剑。技能黑暗召唤 LV1， 尸毒术 LV1， 战神附体 LV1， 生命汲取 LV1， 生命复苏法术连击召唤兽强化。天赋技能杀戮盛宴，窃取魔法免疫，杀戮盛宴充能550。又看了一眼凡尔纳给的特殊道具定向传送卷轴，林幽微微一笑，就等家伙召唤了，到时候非得看看那凡尔赛身上有什么好东西，想来不会比现在的弱吧。第27章，过去的就是通关之后，林幽也是感到有些精神疲惫。别看他全程战撸 BOSS 很轻松，但从一层跑到这儿，还是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呢。特别是在跟凡尔纳硬刚的时候，足足在那一季里少说跑了300来圈，也是累得够呛。昨天白天没睡，从下午6点打到现在，畏惧献出能力前，身体确实也有些吃不消。玩游戏是个长期事，每天在线的时间也有上限，玩家基本都会适当调整游戏时间，不会过于疯狂的沉浸其中。当然，便是沉浸也没用，一旦游戏后台检测出玩家的身体情况大幅度下降，会果断的将玩家给踢下线。绿色宝箱算了，睡醒再开。林幽看了一眼杀死魔龙额外奖励的3个10级绿色宝箱，或许是因为刚才爆出赤金装备带来的喜悦过大，对这10级绿色宝箱暂时也没什么开启的激情。退出游戏。翌日，林幽在现世界醒来，缓缓睁开眼，看到胸口趴的人后，不禁眉头一皱。多大的人了，这什么睡姿？只见雨琼的一条穿着黑丝的长腿正搭在他的小腹上，同时右手还缠在他的脖子上，整个人毫无淑女形象，还像个孩子一般。这是啥坏习惯？林幽紧皱着眉头，把这丫头的腿给掰了回去。都18岁的大姑娘了呢，还这么没睡相，不是个好习惯。你这么粗鲁的掰我腿干嘛？弄痛我了。雨琼睁开朦胧睡眼，颇为不满地说道：你可别乱说，我只是把腿给你挪开，还没干其他事儿呢。那你是打算干其他事儿了吗？瞎说，我还能对你干啥事？我倒是想问问你，你昨儿怎么跑我房间里来了？都18岁了大姑娘呢，怎么也该懂事了吧？别看自己现在没女朋友，将来肯定会有的呀。虽然他对这丫头
没啥特殊感情，但老这样也不好吧？毕竟男生早上总有点身体反应。啊，昨天我看了一部恐怖小说，有些害怕，所以……雨琼的眼珠不停转动，很快便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害怕？害怕你也不能老往我这儿跑不是？你看，你是大人，我也是大人了，这要是让外人知道，多不好。日后我还怎么找对象呢？林幽蹙眉道。这丫头现在穿得很单薄，朦胧的睡衣下，细细一看，这有料程度不比于蜜茶，白净明澈，性感有沟，外加那一张野蛮又纯欲的俏脸，真是可爱至极。嘿嘿，你这话是暗示我，咱俩是合法的年龄了，想让我对你负责？雨琼也是狡黠道，如今的林幽也是18岁了呢，这不是合法的年龄，这次他可真不想再错过了。只是这家伙还是这般不开窍呢，难道还得再加点料？算了，你总有理，我说不过你，等我哪天带女朋友回来了，你可不能胡来。林幽叹了口气道，这丫头的事儿没处理好，她还真不敢谈朋友啊，毕竟很多事儿不好解释啊，我需要跟自己解释。雨琼撇撇嘴，心中暗道，但也没继续说下去，反正这家伙就是一根筋，等那石头的能量恢复了，他再进游戏找他好好理论理论，非让他倾倒在自己的神圣天使之翼下，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代风华。嘿嘿，那你昨晚在游戏体验的怎么样？有没有被野鸡虐哭？雨琼话题一转，想看看林幽昨晚咋样了。为啥我要被野鸡虐哭呢？你这丫头最近说话怎么老是怪怪的？没被野鸡虐，是我又记错了。雨琼心头暗道，他记得林幽是个很烂的天赋词条呀，当年还是他带他这进主服的呢。可能是最近上网看剧太多，记忆混乱了吧。雨琼说完，也不再跟林幽聊游戏里的话题。言多必失，他的提前到来已经提前改变了林幽的一些生活轨迹，可有的东西不敢妄改，改的越多，将来承担的也就越多。他还要保存好珠子的能量，将来好好守护它呢。让你少看肥皂剧，你就是不听。不过也快了，我努力在游戏里多赚点钱，争取能早日搬到安全区。第28章，峰哥的过往。好了，我去煮早饭，吃完我进游戏了。现在的生活基本固定，他一个散人玩家没什么束缚呢。雨琼甜笑的点了点头，有他在，一切就很好啊。抱着林幽的枕头，狠狠的嗅了一口，熟悉的味道，真好。这手机老闪烁什么？他看到林幽床头放的手机绿光不停的闪动，随手拿起看了一眼，都是林幽那班级群发的消息。瞧了一眼众人议论最多的天梯通关者身份，不禁笑了笑。如果记得没错，应该是一个叫毛人雨峰的大法师，虽是当年的天梯第一人，但这人的人品有些小瑕疵，跟人组队打怪爆出好装备，不管用得着，用不着老是爱跟人抢。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峰哥能用，峰哥要了。信息不断翻页，也看到了有些同学谈论林幽的话题。果然你的天赋还是这么弱，不过这次我一定要帮你找到足够多的重铸石，替你重新天赋重铸，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男子汉，不再是人人可欺的废物。雨琼暗暗发誓道，他知道主服里有些特殊 NPC 通过任务可以得到天赋重铸石，只是那任务太危险，必须得他亲自去才行。不过在这之前，只能辛苦你一下，被小野鸡虐虐吧，毕竟当年你也是这么过来的呢。雨琼又是会心一笑。第二次游戏版本迭代应该快了百藏山。雨琼脑中突然闪出这词儿来，这第二次版本迭代是人类的机遇，也是危机。海量的地图更新，更多的新玩法，异界深渊的魔物降临。如果记得不错，初降临的应该是一只冰霜巨龙，法力超强，极难对付。吃完早饭，对了，我昨天换下来的衣服呢？怎么没看到？林幽左右看了一眼，他记得扔沙发上的。哦，我昨天洗完澡，洗衣服的时候顺便给你扔了进去。啊，又跟你那些丝袜内衣搅在一起了。听雨琼这么一说，林幽是一脸黑线，这丫头哪会洗什么衣服？除了内裤手洗外，其他都往洗衣机里塞，以至于自己的衣服上经常染着她丝袜的颜色，害得自己不得不重新手洗一遍。啊，不然呢？咱家不得节约点，一次能洗完的，难道还要分开洗吗？你算了。看到他理直气壮的样子，林幽只得无奈的摇了摇头。有什么办法呢？自家的姑娘也不能揍一顿啊。哟，我要预支点生活费。预支？干嘛？我可没多少了。我看中了一条裙子。不行，上周你才预支了下个月的。林幽果断拒绝。
这丫头不当家不知道东西贵啊，那已经为数不多的遗产，她必须得撑到月底才行。哎呀，我就想买件猫儿女仆裙，好不好吗 ，GD？ 雨琼的眼眸微微眯起，像是月牙一般，脸上挤着纯玉般的笑容，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让人看了根本不忍心拒绝。猫儿女仆，林幽深吸了一口气，她不是被猫儿女仆吸引，只是看不得雨琼做这种可怜动作。家里便是在缺钱，1-2件衣服还是买得起的。行吧，就预支这一次，可没下次了。嘿嘿，一定一定。雨琼最喜欢便是看到林幽妥协的样子，钱在她眼里其实不重要，够用就好。现在她是因为身份有些问题，必须得低调，等实力恢复了，才不会缺钱了。随随便便去游戏里推个领主，爆点极品，就能让林幽这辈子吃喝不愁了。这辈子除了女朋友的事儿不能由着她外，其他的东西她一定给她最好的。至于那特别爱装的云蜜，若是还来招惹林幽，她不介意。现实世界直接动手将其抹掉。钱转你了，我上游戏升级去了，你可别对我身体捣乱。去吧去吧，好好打你的小野鸡。第29章巨魔王行会令。游戏里，揽月，我们这边先轮下了，不然疲劳快满了。云蜜有些疲惫地说道。从昨晚6点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连续奋战了14个小时，游戏已经开始预警，他现在陷入80%的疲劳状态。若是再继续强撑，一旦陷入100%疲劳，那不管在任何场景，都会被直接踢下去。待强制休息足时间，才能继续上线。可算算时间，巨魔战将怕是快要刷新了。他作为主力牧师，一旦被强制下线，那后面就不好打了。好，你们队伍先休息会，大家换着来，等刷了马上电话通知你们。好。昨晚云蜜的小队遇到了揽月的大团队，揽月看他们小队的装备和天赋都不错，便起了招揽之心，开了一份不错的待遇，把他们整个小队都拉了过来，只待打出行会令牌，便可在这新手村组建第一个行会。而巨魔这种 BOSS 首杀爆令牌的概率非常大。等云蜜的人下线后，揽月那家伙还没出现，难道是猜到我们在蹲他了吗？有可能在躲我们，不过再怎么躲也没用，他不出来就没法升级，等级差会越来越大，到时候杀他岂不是更容易？揽月冷笑道。之前他被林幽用棒子砸死，现在都还耿耿于怀，而如今经过一晚上的奋战，他的经验已经达到了9级又45%，倘若不是林幽那一棒子，他现在绝对已经到了10级。也对，只要他敢出来，我一套就能秒了他。孤星现在也是自信了，9级的他已经学了战士的第2技能重剑术。重剑术主动技能瞬发，使用时可造成双倍物理攻击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这技能算是战士的招牌技能， PK 时候甚是好用。一刀普攻，在对方还未反应过来之际，马上接一刀重剑。脆皮职业法师、召唤、刺客基本都要凉。凭着等级技能优势以及揽月在拍卖行给他买的装备，他现在一记重刀可是能打出300点伤害呢。自信，再看到这寂寞如风，定叫他有来无回。尊敬的勇士，欢迎回到浩劫世界。伴随着熟悉的提示声，林幽重新回到了游戏。第一件事，先将之前的精灵套扔到了拍卖行。这种低级装备对他来说已经有些不适用了。半分钟后，您有新的消息提醒，您的精灵权杖已经成功售出，扣除10%交易税，获得10枚硬币。您的精灵长靴已经成功售出，扣除10%交易税，获得10枚硬币。您的精灵长袍已经成功售出，扣除10%交易税，获得10枚硬币。装备卖的速度很快，3件装都是被同一玩家瞬秒。毕竟这装备的属性确实还可以，低级玩家很适用。把绿色宝箱开了，再买点其他装备撑撑属性，就可以去搞巨魔了。林幽暗心道。10级精英领主巨魔王，新手村的第一只精英 BOSS， 首杀的话很有希望爆出行会令。他今早吃饭的时候查资料算过，若是能搞到的话，应该有机会换到天赋神石。建立行会他没兴趣，窃取技能才是他最想要的。若是能搞到几十上百块神石，全系职业他都敢挑战。第30章开启绿色宝箱。系统，帮我搞个简单的3件套呗。林幽知道这家伙很能卡 bug， 这种碰概率赌运气的事，这家伙挺在行的。收到。永远是这么耿直的回复。请在1分10秒、3分40秒、5分钟10秒后分别开启宝箱。
系统直接给了林优提示。没错，要他直接改结果不行，卡 bug 确实是好使。恭喜获得巫医长袍，恭喜获得幽灵长靴，恭喜获得灵魂项链。巫医长袍，穿戴等级 LV10，装备品级绿色，属性体质加20，精神力加10，物理防御加20。幽灵长靴，穿戴等级 LV10，装备品级绿色，属性移动速度加20，精神力加20，体质加10。灵魂项链，穿戴等级 LV10，装备品级绿色，属性精神力加18，准确加3。介绍：恶魔巫医布莱克的精神套装，拥有相当强的精神力加成。3件套效果，使用技能时有 5% 概率提升自身 5% 精神、5% HP、5% MP。靠谱，倒是还不错。林优看着3件套属性点了点头。低级绿色装可以穿一穿，不过也用不了太久，因为基础属性太低了。将3件套穿好后，林优在拍卖行搜起其他装备来。磨刀不误砍柴工，身上还有那么多装备格子呢，如今也有些钱，随便在拍卖行买点普通绿色散件，把属性撑一撑。抢 BOSS 不能大意，购买成功花费。骷髅头盔，穿戴等级 LV10，装备品级绿色，属性购买。蜘蛛魔戒，这样还不错，算是一身绿了。装备换完后，林优自我感觉了一下，很不错。戴着骷髅头盔，只留下黑洞洞的2个眼睛，若是出现在雨琼面前，怕是这丫头也认不出他来呢。不过这一套散件装买完，林优口袋里的银币就只剩2个了。还好他买的都是无法成套的散件，若是想买成能成套的装备，价格至少要翻上3倍不止。套装等级越高，价格越贵。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1，经验220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13001300， MP 600/600，力量40，无骑士战戒，智力128，精神315，敏捷40，体质130，幸运加5，物理攻击68，法术攻击256，精神力攻击315，物理防御力150，法术防御力85，免疫，移动速度85，以计算各种加成。物理闪避 12.1%， 物理暴击率0，骑士战戒已经取下。法术暴击率 10%。装备巫医长袍、灵魂项链、赤金魔龙权杖、骷髅头盔、幽灵长靴、蜘蛛魔戒。技能黑暗召唤 LV1， 尸毒术 LV1， 战神附体 LV1， 生命汲取 LV1， 生命复苏法术连击召唤兽强化。天赋技能杀戮盛宴，窃取魔法免疫，杀戮盛宴充能550。暗夜骷髅，等级 LV11， 忠诚度 100%， HP 1600， MP 600，物理攻击120，基础攻击加315，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115，魔法防御115，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技能1缠绕 LV2， 攻击时有较大概率发动缠绕技能，使对方5秒无法移动。技能2吸血光环 LV2， 可以将造成伤害的 60% 转换成生命值。技能3明火 LV2， 投掷出一团火焰，对击中的目标造成一定的伤害，并有大概率进行眩晕4秒。技能4出血 LV2， 攻击时 5% 概率发动，对敌人造成当前最大伤害支撑 7% 的出血效果，持续时间3分钟。受到赤金权杖的影响，暗夜骷髅的技能等级也都获得了提升，不但控的时间更长，出血量也是增加了不少。要知道，受到各种属性加成，暗夜骷髅一刀可是能达到435的血，若是再配上灵幽的5层毒，一刀就是735，这等威力，同级除了神装战士外，基本没人能扛得住。若是再触发出血，便是神装战士也难过，可以说是过分的变态，完全对得起5星隐藏职业的评价。接下来又是狩猎时间了。第31章出发，巨魔森林。有人挂骑士战戒了。林幽关掉拍卖行前，又扫了一眼戒指，看到蓝色骑士战戒有人挂在拍卖行上，摆的是15金，但那枚骑士战戒的暴击率只有 2%， 比它低一点。有了参考价后，林幽想了想后，直接把自己的那枚上架挂上20金，并且依旧是匿名信息，拒绝任何人私聊。反正他的装备极品，
在那些氪金大佬面前，如果舍得花15金买那2%暴击的戒指，肯定也舍得加钱收他手上的戒指。他有这底气。另一边，揽月拍卖行刚出现了一对蓝色的死亡骑士战舰，帮我看看如何，有没有必要拿下？一游戏名为洛尘的战士朝揽月走了过来，问询道。他也是揽月团队的人，现实里也是朋友。死亡战舰吗？我看看。揽月打开拍卖行，看了一眼装备属性，很完美，一队有 5% 的暴击，再加上其他的散件搭配，全身加起来应该可以达到 10%， 这威力就有些梦了。我觉得这戒指可以，还正好还是成对的，想要的话可以下手，用到20级再转手也绝对不亏。虽然这些人家里都有钱，但却不无脑，不是见到好东西不看价格就秒。好，那你帮我联系一下你哥的熟人，让他帮我秒下，钱我直接转你银行卡。洛尘说道。现在有足够金币在拍卖行扫货的，也就那些大钱商了。揽月他哥有认识的熟人，托人帮忙扫货，一是快，二是安全，不用担心钱商看到装备的价值后私下收了藏起来。行，没问题。揽月也是果断干脆，现实都是朋友，彼此知根知底，这点小钱不至于。对了，灭世的人也开始在集结了，抢 BOSS 可能有混战，你要不也休息一下，免得疲劳太高，到时候被强制下线。好。3分钟后，您的死亡骑士战舰已经成功售出，扣除 10% 交易税，获得18枚金币。卖的还真快，是不是我摆的太便宜了？巨魔应该快刷了吧，先打巨魔，打完再找双倍要材料。林幽没有回新手村，通过传送员从天梯副本传到了村外，左右看了一眼后，确定好方向后，直接朝西南方向的巨魔森林走去。沿途，不少玩家看到他的等级和一身绿装后，纷纷对他发出了组队邀请。11级，浑身绿装的猛人啊，算得上是强力玩家了。别的不说，能这么短时间升到11级，绝对很干。对于这些组队邀请，林幽还是比较委婉的拒绝了。曾经，他也想组队抱抱别人的大腿，但奈何没人给他这机会。如今，他已经有单刷一切的可能，自然也不需要组队了。诚信商行收受游戏币，需要的线下联系1333。车友商行限时必收一切，不管你要哪个国家的货币都行。滴滴送药，不管你的团队在野外哪里，只要缺药，请联系我们，滴滴服务送药到家。这小广告还真多啊！林幽边走边感叹，一路上总能看到公屏上有人刷着这样的信息。当然，他也很能理解，赚钱嘛，不可碜。若是他没有激活系统，没有逆天改命的话，说不定也会从事这种行业。虽然辛苦点，但多少也能赚些钱，不是？在没有钱的时候，面子这种东西已经无关紧要了。您已经进入诡异山猫的领地。诡异山猫，等级6级，生命值350，物理攻击力75，物理防御力30，魔法防御力30，技能喵喵拳，气血低于 30% 时，有概率发动喵喵拳，以极快的速度连续发动6次攻击。介绍，这可不是普通的山猫，一旦激怒它，你就彻底完蛋了。这小猫倒是挺可爱的。林幽权杖轻轻挥动，一道空间裂缝便出现在他的面前，伴随着异次元世界的颤动，暗夜骷髅从空间裂缝中一步步走了出来。几小时不见，这家伙给林幽的感觉明显又高大威武了许多。那双瞳中的绿色鬼火炽烈的跳动，看林幽的眼神也有一丝丝的诡异。不过忠诚度显示，这家伙还是100%，只要这点在，林幽都还是蛮放心的。兄弟，你在异世界可好？林幽打趣地问了一句。虽然知道这骷髅不会说话，但不妨碍他开个小玩笑。装吧，反正自己也知道这家伙是有智慧的存在。咱们一路亲着走吧，去巨魔森林看看，找个大 boss 打打。听林幽说完，骷髅提着白骨战刀走在他的前面，左一刀右一刀，一刀一个小猫妖。只是随着他等级的提升，打这小山猫经验值却低得可怜，没有双倍加持下，一只只能给他贡献10点经验。相比在天梯那种舒畅的刷怪，他倒是真有几分不适应。还是天梯爽啊！旁人看到林幽单人带骷髅这般潇洒的刷怪，实在是羡慕得很。巨老牛逼，我才7级，巨老都11级了，应该是天梯大神吧？肯定是啊！你看这召唤兽这么猛，一刀一个猫妖，大佬绝逼是天梯出来的。要我看，至少是闯到了10层，不然等级不可能这么高。吃瓜群众看着林幽羡慕地讨论道：闯过10级天梯，至少多了45的属性点，这开局就碾压一片，人比人，
真是羡慕死人。哈哈，万一这大佬闯过12层呢？你想什么呢？根据游戏里的机制，他每层的怪物经验都是设计好的，每次通关的经验必定可以满足等级提升。有人开始科普道，根据历史的经验，能完整通关12层的等级肯定能达到12级。第32章，不怂就是干。但谁能想到，林幽通过隐藏任务走了2次捷径，直接干倒了大 boss， 根本没时间去清那些小怪，等级自然不足12级。不过这也是他的运气，若是去清小怪，只要耽误上10分钟，苏峰便能正常通关天梯。他手中的赤金权杖可就属于别人了，所以运气这东西真的很难说，有得有失也是合理。这些人很有自知之明，面对这11级的单刷大佬，没有乞求带的心思。简单一句，别人凭什么带你呢？有这实力，单刷不好吗？别人要组，肯定也是组同等级或者相差不大的，不是？越级打怪的感觉确实爽，林幽几乎就是全程负责赶路，仅在骷髅打出装备和游戏币的时候暂时停下来，再又穿过2处怪物领地后，您已经达到巨魔森林，请注意安全。终于赶到了，应该还没被打。林幽查看了一下系统历史公告，涉及到领主 BOSS 被杀的，系统都会有公告提示，有经验的玩家可以根据提示推断出下一次的刷新时间。不过这巨魔森林的面积也很大， BOSS 的刷怪点也并非完全固定，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他一个人的话还得找找才行。灭世团队，巨魔开荒队来强力，报令牌所有人奖励5万。揽月团队，招有实力的玩家，高待遇，可提任何要求。来实力，可求一切。抢 BOSS， 死亡有补贴，速来联系 ID 团长揽月。巨魔森林这边更是热闹，依然热闹，新手村玩家这么多，惦记着巨魔行会令的又岂止揽月一个团队，现在都在这儿招兵买马呢。一旦 BOSS 刷新，这儿必定会爆发新手村第一场混战。当然不只是灵幽这个新手村，这新服务器所有新手村都是如此。若是能爆出第一块行会令，那所在团队便能一炮打响，名气威望应有尽有。这么多人吗？看来要抢 BOSS 是有点难度啊。林幽看到这儿现在聚集着2个大团队，一是那个跟他有小仇的揽月，另一个是不认识的灭世，但双方实力明显都不弱，初看一下都是9、10级居多，甚至灭世这边还有2个11级的玩家，一个战士，一个法师，想来是出了天梯，未做任何停顿，疯狂冲上来的。不过应该没问题，有杀戮盛宴在残血之际，他能引爆能量点将 BOSS 瞬秒，只是瞬秒造成范围伤害，怕是要连带死伤不少人呢。看来大红明是跑不了的了，毕竟夺宝不死人怎么行呢？难道指望别人和平送他吗？这是游戏的合理机制，抢 BOSS 的时候要是还顾虑那么多，那这游戏就真别玩了。第33章，螳螂捕蝉。林幽在暗处观察，现在倒是不急着去找巨魔了，双方都有这么多人马在这聚集，肯定巨魔刷新的时候会有大动作，到时候直接跟着大部队走不就好了，哪儿还需要他满地图的去找呢？果然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林幽看到双方的人马像是收到什么消息，直接往森林南部方向奔去。现在这两边的人加起来差不多也有80个左右，且都是高级玩家，身上的装备也都还不错。为了抢这村子的 BOSS 首杀，双方都想着办法再提高实力。骷髅兄弟，你在这附近随便杀怪，帮我再充点能，待会我找到合适的机会把你召唤过去。林幽对暗夜骷髅嘱咐道。现在这情况，带着暗夜骷髅冲过去太显眼，很容易被人盯上，不如待会真打起来了，形势不妙，再用召唤术把骷髅召唤过去，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说完，林幽提着赤金魔龙权杖，戴着骷髅头盔便跟了上去。现在双方的重点都是在那 BOSS 身上，对森林里偶尔出现的高级散人玩家也并未在意，一是因为散人再强也强不过团队，二是这些玩家有些还在观望，看看双方的强弱到底如何。这些都是日后可吸纳的力量，贸然攻击只会将其推向对方，得不偿失。但也有一点规矩，看热闹吃瓜可以，但必须得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一旦越界便视为要强保，到时候双方都不会客气。这也是游戏里玩家之间一种默认规矩，想吃瓜看热闹就得遵守，想浑水摸鱼趁乱抢宝那是不可能的。越界的首先就得承受一轮雷电和弓箭的洗礼，再牛逼的人也没法挡住同级玩家的联手攻击。丁，你已经击杀一只10级巨魔兽，经验值加50，获得1点杀戮充能。还是这家伙靠谱，
林幽在尾随之际，不时能收到游戏消息提醒。这家伙按照林幽的嘱咐，老老实实的在巨魔森林附近砍着怪。骷髅的打怪效率还是很不错的，高攻经验又是林幽独享，平均20秒搞定一只巨魔，这样每分钟至少能给他贡献150点经验。在森林里走了约20分后，林幽看到双方的人马不约而同的停了下来，冲着远处同时喊道：“散人玩家就此止步，想看 PK 热闹，这距离就可以。如果想趁乱浑水摸鱼，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这既是提醒，也是警告。待会不管是 PK 还是打 BOSS， 不可避免有人会死，而死亡必掉落装备，这要是被自己人捡起还好，要是被外人捡了，那损失可就大了。为了抢这 BOSS， 他们双方可都在拍卖行扫了不少好装备。那就是巨魔 BOSS 了。林幽站在树杈上，看着那远处的巨魔 BOSS， 高约3米，浑身墨绿色，眼睛突出，2颗尖锐的巨牙裸露在外，其手还持着2柄巨斧，这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属性查看：森林守卫者巨魔王，等级10级，精英级，生命值4万点，物理攻击力700，物理防御力240，魔法防御力240。技能1：飞斧。巨魔王将手中的双斧投掷出去，每把飞斧能对攻击范围内敌人造成1次无视防御任何防御伤害。技能 CD 1分钟。技能2：不死不休。不死不休，巨魔王每10分钟会随机锁定一个敌人进行战斗。技能3：野性呼唤。召唤普通森林巨魔与他共同作战，并提高附近有防单位 40% 的攻击速度、移动速度，持续时间40秒。技能 CD 3分钟。技能4：森林祝福。巨魔王受到森林守护神的祝福，战斗过程中血量低于1万点后，会有1次机会恢复至满血状态。介绍：森林中的魔王，新手的恐惧克星，每年死在其手上的玩家高达3亿。巨魔王作为新手村第一只10级 BOSS， 整体战力还是很可以的，有伤害，有肉，还能恢复满血，并且兼备远程攻击、召唤队友的手段。最特别的是那不死不休，一旦被他盯上，玩家只能必死。的确算得上是新手的克星。这游戏死了掉装备可以补，掉等级可没那么好补，一次掉1级，多来个2次。一旦掉出前面梯队，势必会影响到后期的开荒。毕竟等级低，拿的装备差，差距就会逐渐显露出来。打吧，最好能多打一回。林幽不急，这架打得越久，他的收益才越大。一是暗夜骷髅还在刷怪，给他累积充能点；二是把2队人马的力量削弱一下，他到时候抢怪也方便。虽然他有魔法免疫，外加10秒物理无敌，但贸然冲过去，真要双方攻击的活靶子。游戏里抢宝这种事儿最拉仇恨。巨魔王前方，揽月和灭世2个团队队长正在进行私聊沟通。灭世狂魔，你们这边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先打一场，输的直接离场，还是怎么？揽月沉声问道。双方实力都不差，直接打也可以，只是乱战后肯定会有很多人掉级掉装备，到时候再想打这 BOSS 肯定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这边意思是大家一起把这 BOSS 满血复活的机会先打掉，等只剩5000血左右的时候咱们再干，输的离场，赢的通吃。灭世狂魔也是十分冷静的说道，作为团长自然也是想团队利益最大化。今天打肯定是要打，但双方都没必胜把握，要是无休止的就在这儿干下去，所有人都掉个2、3级，那后期副本怎么搞？他们这些人之所以等级领先，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天梯活动中先获得了入门级优势，然后滚雪球滚上来的。虽然有死亡补偿，但也没多少人愿意掉级啊。所以留5000血，赢家通吃，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5000血吗？可以。揽月点了点头。这巨魔森林离新手村复活点，便是一路狂奔，也要跑个50分钟。基本上可以说，死了的人便是复活也来不及了。只是他口头虽然同意，心中却并非这样打算。第34章混战开始。揽月团队私聊把 BOSS 回血打出来，剩下6000左右的时候，你们听我指挥，我打谁，你们直接跟着打谁，咱们狠狠的冲一波。揽月是个狠人，直接算计了灭世狂魔。6000血的时候冲一波，只要把对方的远程输出和治愈冲掉，战士没有加血，光嗑药根本就扛不住，到时候再拿 BOSS 轻而易举，对方就只能是在帮自己打工。俩人看了一眼对方，然后领着各自的团队开始站位，同时两边的刺客也没闲着，站在一定的警戒线放哨，避免那些吃瓜群众蠢蠢欲试。云蜜，待会你盯着洛尘加血就行，其他人你别管。
揽月对云密私聊道：“云密的天赋能力回血很强，很猛，而洛尘是他们这边的主力战士，方才又搞了一对死亡骑士战戒，配合他个人的天赋技能三连斩，只要暴击效果能打出来，便是对方那个最强战士也得是一套秒。”好。云密点点回复道，心中也是兴奋，这可是进游戏的第一次大战，也是他展示实力的最好机会。林佑，你看着吧，早晚我会向你证明，你的选择是绝对错误的。不知为何，他脑中突然浮现出林优的身影。3年里，林优总是不断拒绝他的示好，昨天更是让他在队友面前难堪，那种奚落让他心中的积攒的怨气有些爆发。开打了！有吃瓜群众喊道。现场看热闹的人也不少，因为这游戏没有录屏功能。虽然有攻略介绍这 BOSS 的属性和技能，但具体怎么打 BOSS 又是如何实际战斗的，可没人见过。这些人也是想来实际参观一下，抢先体验一下这震撼场面。场上各种华丽的技能漫天飞舞，所有人辅助药剂也吃了起来。面对 BOSS 的第一波，首要是要战士抗住，战士扛不住，一旦让这 BOSS 把双斧朝脆皮扔出来，那所到之处绝对是一死一大片。700的无视防御伤害，除了战士牧师外，其他职业除了林优这种变态属性外，其他人可没那么高的血量呢。74、84、55、32，双方的技能都可劲的往 BOSS 头上招呼。法师雷电，召唤师的普通白骨骷髅，弓箭手的速射箭，一轮轮都是迅猛狂攻。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 BOSS 的血仙给压下来。你已经击杀一只10级巨魔兽，经验值加5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0级巨魔兽，经验值加50，获得1点杀戮充能。林优依然闲坐在树枝上，看着远处那热闹的光景。有暗夜骷髅帮他打怪升级，这躺平的经验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若是其他人看到，肯定要羡慕死。这骷髅打怪速度比人还快，简直是不讲道理啊！同时，他也在心中估算，猜测到底 BOSS 血量达到多少，双方才可能动手。1个小时后， BOSS 的血量终于在回复之后又落到了8000点。随着 BOSS 的血量渐少，双方的压力却陡然剧增。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双方都死过不少人，这巨魔的威力确实恐怖。CD 一到，那飞斧便是不要命的乱刮。之前围堵林优那个无情小法师，直接被刮回了村里。惨失1级经验，从9级 70% 直接滚到了8级 0%， 这不可谓不惨，相当于直接丢了2级经验呢。还好装备是团里的人捡到，不然就更惨了。揽月好几次也是差点中招，好在他装备够好，丝血侥幸扛住了，不然也是等同于掉2级的损失。因此他心中也是极度不爽。他要拿令牌，既是为了建立行会，也是为了跟家里人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女人也能在游戏里闯出一片天地。只要这次能成功，家里便会给他投更多的资源进来，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跟灭世狂魔的约定。游戏里讲约定，笑话，只有到手的东西才有意义。玩家只在敬佩成功者，才不会管那些手段呢。7500、6800，揽月的眼睛紧紧地盯着 BOSS， 如果时间算得没错，马上又是 BOSS 发动技能不死不休的时刻。这个时候，只要 BOSS 选中对方的人，一个阵型冲散便是最好的冲锋时刻。天助我也！揽月心头一喜， BOSS 这次不死不休的目标选中的是灭世那方的11级战士。这战士也是一身好装备，非常能抗伤害。本想让洛尘缠住他，没想到 BOSS 给机会了。看来自己的运气是非常的好啊，这次必定能拿下令牌。该死，怎么会选中他了？灭世恼恨道。被选中无疑损失1大战力，复活再来可来不及了，马上可就要到约定的血量了。正在灭世想着如何应对之际，揽月团队聊天，所有弓箭手、法师看我动作，先干灭世，然后我打谁，你们跟着打谁。顺利拿下这 BOSS， 每人再奖励5万。爆了好装备，优先考虑咱们自己的人。揽月消息发完，直接一个雷电术劈到灭世头上。143，在其还未彻底反应过来之际，铺天盖地的雷电和弓箭直接朝他射了过来。草泥马，揽月，你赢我！兄弟们，给我杀，别管 BOSS， 死了我回去报销装备。灭世狂魔虽是个战士，可也扛不住这种密集型伤害啊！话音刚落，他便化作一团白光，徒留下药水和一滩装备后消失在原地。灭世方先是一愣，然后直接是怒火中烧，竟然阴人，太他妈可恶了！今天便是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血性是彻底被玩出来了，果然还是跟之前一样阴险。不过
你也算是帮我解决了麻烦。待会你就安心的再钓一记吧。最后的黄雀站在树上，冷眼看着前方的混战。暂无人里的 BOSS 仇恨值正在下降，他等的好机会终于是来了。第35章红名。灭世狂魔的阵亡实在是太过突然，毕竟他们那一方得到的消息是5000血的时候双方在开 PK 战，可谁能想到对方的团长竟然能这般不讲武德，提前动手。灭世一死，其他人的血性虽被激发，但无现场指挥等同于混战一般，各自按照各自的技能分散丢，始终没法完成集火秒人。反观对方，在揽月的带领下，一道雷电后瞬间便是密集的火力点，一轮便可以带走一个。脆皮职业根本没人能抗得住，战士又始终被对方的战士牵制，想突破都没办法。这有指挥和没指挥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点。操！兄弟们，干死那阴逼！不管是谁，干死那阴逼！来我这儿领10万！灭世狂魔已经在新手村复活，正在团队频道里疯狂的喊着。只是他鼓舞是很热烈，但实际上起到的效果却太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团队成员陆陆续续的在新手村复活点复活，心里是相当憋屈和无奈。毫无疑问，揽月对他好好的上了一课。另一边，巨魔森林，我操，揽月团队好牛逼！摧枯拉朽啊，确实牛逼，他这指挥简直无敌了，还是个女玩家。嘿嘿，兄弟们，我决定了，我要加入揽月。可以，行会令打出来，一起啊！吃瓜的群众大多都是看热闹，但不管怎么说，揽月确实有点手段，至少这场抢 BOSS 大战，从局势来看是他们赢了，不止赢了大战，还赢了一批散人玩家关注。一旦 BOSS 结束，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玩家加进来，这开局优势就打出来了。那位拿大棒子的兄弟是要干嘛？有人看到林幽提着权杖，正小心的往交战中心跑。这个时候想去捡宝捡装备，怕不是想多了吧？虽然灭世的团队没工夫对付他，但揽月这边还有人呢。眼珠啊，那是11级的大佬，该不会是灭世这边的后援吧？有人看着林幽的等级，心中揣测道。一身绿装，还带一根蓝色的大棒子，确实有点威武霸气。林幽没管那些吃瓜群众的议论，赤金法杖的颜色是他自己改的。他研究发现，赤金装备不但有隐藏颜色功能，还能改变成低级颜色状态。白板泰拉，他索性就改成了蓝色，在眼下也算是不错的好东西了。此刻的时机对他来说也是刚好。灭世自顾不暇，揽月则忙着清理 BOSS 点灭世的成员，都忙着呢。果然，当林幽走到最外围的刺客防守点，双方的刺客看着拿着蓝色麻花大棒子的林幽，都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若是之前，双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对林幽出刀，但现在里面打起来，不能确定是不是团长喊的强力支援，不由得都迟疑了一下。灭世团长有个11级叫寂寞如风的玩家，是不是你喊的人？11级，寂寞如风，他干你没有，干你就干回去，死了我报销。灭世回道，没有，等等，他好像跟对面有仇。团长，他动手了。灭世的人看到林幽照着对面的刺客，便是一套尸毒术甩了过去，然后对面的人头上便一直有1的字样冒出。动手，好。这个时候跟对面动手的就是我兄弟，你告诉他，干死一个我给1万，要是能干死揽月，我多给10万。灭世狂魔也是个狠人，初入游戏他也是怀揣着梦想来玩的，虽然被家里人提醒过游戏险恶，但他并没太当回事。谁知刚玩第1天就被揽月给上了一课。林幽手中的魔龙权杖再次挥舞，暗夜骷髅直接被拉到了他面前。此时此刻正是并肩作战的好时机。明火，暗夜骷髅一出来，直接便是一道明火扔到对面刺客脸上，控住4秒眩晕，不让其有闪烁逃离的机会，然后手中的大刀猛地一劈，370，一刀结束，又是迅猛一刀，371。这10级刺客总共也就500来点血，哪承受得住骷髅的2刀？您杀了玩家无敌小刺客，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4，解决完一个。暗夜骷髅并没闲着，又是一刀朝旁边的人劈了过去。林幽一番审视后，给暗夜骷髅下达的是解决掉揽月团队的人。现在灭世的人自顾不暇，是恨不得有人帮他们呢，自然也不会对他出手了。寂寞大佬，我们团长说杀一个揽月的团队的人，他给1万，要是杀掉揽月本人，他给10万多杀多的呀。灭世这边的刺客冲林幽喊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现在他们这边打得太憋屈，
是恨不得有人来帮忙呢。1万，可以。林幽点点头，这白来的钱不要白不要，多挣点也好，早点去安全区买房呢。暗夜骷髅在外围配合着灭世的刺客追杀对面，基本上只要他的明火 CD 一好，就能直接带走一个人头。这杀人效率比那具魔王不知高了多少。团长，这大佬太牛逼了，2刀1个啊！我在复活点看到了，人头我算着呢。你们现在开始都配合着那个寂寞如风，只要把揽月的人干翻，回来统统有奖。灭世是激动的很，原以为是必输局，没想到还有这种狂人在。现在 BOSS 他也不惦记了，这个时候只要能多杀几个敌对的人，他就觉得很爽。玩游戏不就是玩他妈个激情吗？这莫名出现的巨腿抱着真爽。这绿色戒指还可以。林幽随手拾起方才那刺客的掉落之物，幽魂戒指，穿戴等级 LV10， 装备品级绿色，属性敏捷加5，暴击率正 2%。 这戒指的品级还是很不错的，属于刺客高爆装，不过是散件，除了 3% 暴击有看点外，其他属性相对差点。林幽估摸着应该可以卖个80银币左右，80银也就是8000块，算开门红呢。您杀了玩家牛逼冲天的刺客，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5。您犯了重度谋杀罪，您已经处于红名状态，进入安全区范围将受到 NPC 守卫攻击。您的死亡掉落加倍，当前状态死亡掉落装备大于等于3。第36章战神附体。这红名惩罚果然是那么重。林幽看着游戏提醒，颇有些无奈。说是高度自由，但这红名惩罚也的确不小。安全区的 NPC 守卫的确不是吃素的，不能回安全区，死亡爆率还这么高。红名玩家简直堪称移动的宝库呢。毕竟能搞成红名的，哪个身上没有点好装备呢？您杀了玩家无法无天，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6。暗夜骷髅的杀戮还在继续。对面的刺客不是没想过直接对林幽动手，只是刚冲上来，灭世这边的人便会赶紧贴上去，以死力保林幽。在他们看来，只要林幽不死，那牛逼的大刀骷髅在这儿就是堪比小 boss 的存在，也许就是他们灭世团的翻盘点。对于灭世团的保护性示好，林幽没有拒绝，毕竟是红名状态，有人帮他挡枪，他也算少了一分危险。现在 boss 点的局面，看情况揽月这边已经要取得压倒性优势，一旦缓过来，估计便是一轮剑雨加雷电的冲击了。为了保险一点，能利用的人他自然也要利用。现在这局面，他跟灭世的人也算是互惠互利吧，毕竟他们可是想着要报仇呢。揽月团队频道有个召唤师冲进来了，你们里面的人小心，他11级带个变态的骷髅，我们这儿防守的刺客全被他干死了。什么？揽月正兴致勃勃地准备着收尾工作，没想到竟然还有敌对的人闯了进来。11级带骷髅召唤师。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个画面，正是林幽带着暗夜骷髅用棒子砸死他的情形。他叫什么名字？揽月急忙问道。虽然心中还是有些不太相信，但新手村带变态骷髅的他只见过此人呢。叫寂寞如风，提的是个绿色的大棒子，一身绿装，会尸毒，很猛。不过他现在杀了我们几个，现在已经红名了。什么？真是他？竟然11级了！孤星先是心头一惊，他没想到林幽的升级速度这么快，是职业与那魔闪装备的原因。但随后又是一喜，估之前揽月还在找人到处蹲他呢，没想到竟然跑到这儿来了，杀成红名了，还往里面冲，这不是找死吗？红名必定大爆，这次不但要干掉他一级，还有很大可能把他身上的装备给爆出来，这机会可不就是来了吗？孤星，待会我让弓箭手和法师群攻，一旦他死了，你赶紧去把装备捡回来。揽月私聊道。明显他跟孤星的想法一样，这是个好机会。孤星现实里的身份，他知道便是捡了这好东西也跑不掉。明白，你就看好了吧。孤星摩拳擦掌，心里头已经有些等不及了。而林幽这边依旧不紧不慢，现在 BOSS 的血量虽然缓慢回升到了7300，而他的杀戮点也已经达到了740。一套之下，只要吸引得当，他很有把握让揽月的近战部队全军覆没。在极度接近弓箭手攻击范围的时候，林幽停了下来。大佬，怎么了？是有什么要求指示？你放心，我们团长说了，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回去一切损失他报销。这叫玲珑小刺客的玩家说得很实诚，现在都别着火呢，掉一级就掉一级，总之不能让揽月他们这边舒坦了。好，我需要你们帮我做点事儿，相信事后灭世狂魔不会亏待你们。林幽缓缓说道。马上就是关键的时刻，
他不想出任何意外，需要更保险一点。你安排，我们剩下的都听你的。玲珑小刺客拍着胸脯道。最前方的成员现在已经被彻底打散，揽月他们的人正在清理战场呢。他们剩下的几个刺客便是灭世团队最后的人了。你们4个，我挥动权杖的时候，直接嗑药往里冲，帮我争取点时间，到时候你们4个掉落的装备，我捡到会还给你们。林幽也是律性道，谨慎安全才能走得更远。虽是游戏，但里面的东西至关重要，特别是唯一的赤金魔龙杖，他可不想搞丢了。好了，大佬你放心。玲珑小刺客拍拍胸脯，没有半点犹豫。死了回家，灭世狂魔可是有补偿的。战士除孤星外，其他人把 BOSS 围住，不能让他在自然状态回血了。牧师负责给战士加血，剩下的人听我指挥，咱们把送死的残党都给秒了。今天就要打出我们名声。揽月站在一块巨石上，举着权杖，振臂高呼。虽是女儿身，她的性格却比男的更强更狠。今天这一仗他打的实在是很爽，虽然现在他也是红名，但谁又能杀得了他？里里外外都是自己人，还有大牧师云密在，便是他站在林幽面前，只要牧师齐加血，谁能奈何得了他？好，上！林幽瞳孔微微一缩，手中的权杖猛地一挥，4个刺客排成一排，嘴里嗑着大药，毫不犹豫地朝人堆里冲了过去。兄弟，咱们也上！林幽看了一眼暗夜骷髅，默契地点了点头。飞也似的朝前方冲了过去，找死的来了，一个个秒，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爆了的装备，我回去会分给大家。揽月仿佛是想戏弄他一般，一轮轮弓箭和雷电都劈在他前面的刺客身上，每轮固定带走一个。看着那些玩家掉落的装备，林幽不为所动，他目的就只有一个，干 BOSS， 顺便团灭所有。所有人别管那只黑骷髅，都给我瞄准寂寞如风。揽月一声冷笑，笑林幽太蠢。他想不通林幽这般冲撞过来有什么意义，要是他肯定是打游击啊，这又不是修仙游戏，未必还能自爆吗？不过这送宝童子的命他要定了。所有人上！揽月大喝一声，看着飞来的漫天剑雨和魔法，林幽嘴角微微轻扬，这距离够了。战神附体。第37章，杀戮就是派大星。林幽浑身被光华笼罩，那漫天的速射剑雨打在身上，只发出当当的声响。此时的他便如无敌的神一般，手握至高权杖，直接往人堆里冲去。他心中在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暗夜骷髅紧随在他身边，随时准备清理拦路者。小子，你孤星大爷来了！孤星带着疯狂和贪婪的眼神，直接朝林幽方向冲来。在他看来，纵然林幽身上装备再好，等级再高，又能如何？密密麻麻的剑雨速射，加上密集的法师雷电攻击，再牛逼的人总不能完全 miss 掉吧？今天他要赚大发了。1秒后，闪耀的魔法与剑雨消失，正待他要捡尸之际，却惊异地发现林幽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不过林幽没多看他一眼，这种小人物他哪会时时记得，甚至都没用施毒术。不过他没管，可不代表暗夜骷髅不管，直接便是一刀砍在孤星的脖子上。320，触发技能缠绕，5秒无法移动。触发技能出血，每秒损失最大伤害值乘 7% 气血。孤星还没来得及发威呢，直接便被暗夜骷髅一刀砍出缠绕，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出血叠加伤害，每秒减少 22 点气血。一刀又接着一刀，暗夜骷髅没有任何停手的意思。方才一战，孤星身上剩的顺回药本就不多，牧师又集中在给那几个正抗 BOSS 的战士回血，哪儿还顾得上他呢？暗夜骷髅1秒可以砍2刀，加上出血伤害，等同于每秒可以干掉孤星680的血，这对他来说根本没得玩啊！您杀了玩家孤星，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9，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存在？揽月这边的人看着正在奋力冲刺的林幽，有些愣住了。一轮剑雨外加一轮法师的雷电洗礼，便是装备再好的玩家，在这阶段又怎么可能丝血不掉呢？这到底是什么人？是游戏玩家吗？还是人形 BOSS？ 在惊诧之际，很多人甚至忘了下一步动作，不知道是该怎么做才好。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云密喃喃道。他虽一直在给洛尘加血，但也关注着这边，想看看这头铁不要命的玩家到底是谁，这般疯狂送死又是为了什么？可没想到，竟然看到如此震惊的一幕：魔法攻击无效，物理攻击无效，这2种特殊状态是能出现在玩家身上的。有这么变态的技能，直接可以称霸
全服了吧。6、5，林幽没有功夫理会这些无聊的猜想，他心中默默的计算无敌剩余时间。在冲破外围圈后，林幽终于看到了被几个战士围着的巨魔王真身。你怎么进来了？洛尘有点意外，他正领着人打 BOSS 呢，谁知看到林幽冲了进来。外围的人是在吃翔吗？一个召唤师都搞不定，不过冲进来又能如何呢？这么多战士，这么近的距离，一人一刀就能轻松结果这家伙。你也红名，看来待会我运气会很不错。林幽看了一眼洛尘，这家伙提的竟然是蓝色品质的长刀，是真特么的有钱人啊。不过红名状态，今天要爽翻天。林幽硬抗着几个战士的重剑术，一把抓住巨魔王的大腿，在其他人还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杀戮盛宴。伴随着一声低吟，以林幽为中心，2×2范围内一道血球直接凝聚升起，四周的空间也变得昏暗起来。随后，一只10米高的巨型派大星从血球中出现，漠然地看了一眼那渺小的巨魔王。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声震天爆起，恐怖的血雾冲击波更是向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这一刻，林幽的耳膜也是生疼。他虽知道这爆炸恐怖，但不知道特效会这般恐怖。7000多的气血伤害，在新手村何人能挡？恭喜，您击杀掉 BOSS 巨魔王，获得13000经验奖励，获得蓝色宝箱成衣。您的等级获得提升。您杀死了玩家洛尘，属于正当防卫，不计算罪恶值。你杀死了玩家1点红，属于正当。您杀死……我操，那里是发生了什么？好大的派大星，你们看到没？远处那些吃瓜看热闹的玩家没看到里面具体发生的事，但看到一只巨大的派大星出现后，巨魔 BOSS 点便发生了震天的爆炸声响，然后四周便是被血雾笼罩，再看不清楚状况。这难道是刚才那巨老干的？不要命的冲过去是为了放派大星？可这么变态的派大星，那巨老哪儿弄的？真不该是主服才有的变态道具吗？复活点！蔑视狂魔的人惊讶地看到，之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揽月的战士、刺客等，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新手村复活，一下就是15个，是那巨老干的。这战力是不是太夸张了点？洛尘，你这光溜溜的是被大佬干完了？我听说你买那对戒指很不错呢。蔑视狂魔看着光溜溜的洛尘，眼中都是兴奋。他才爆了一个手镯而已，这家伙全身上下几乎都给爆完了。红名乘法，爆落数大于等于3，这特码是触发最大值了。小玲珑，帮我联系那个大佬，告诉他揽月团队爆的装备我都收了，加钱也行。要是大佬爆了令牌，请一定要卖给我，条件任他开。蔑视不杀人，他是要诛心。这辈子的伤害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第38章毒魔。林幽的这一炸威力真是非同小可，不但团灭了对方的战士刺客，还顺带波及了几个比较靠近的弓箭手。但因为这些人事先攻击了他，虽没造成伤害，但依然判定他是正当防卫，不受罪恶值惩罚。血雾还笼罩着 BOSS 点上空，此时揽月等人已经惊得合不上下巴，不但物理和魔法免疫，还能进行艺术的爆炸。这特码还是玩家吗？一时间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看着林幽将暴落满地的装备一件件捡起。绿色、蓝色，这些都是他们为了打抢宝打 BOSS 专门花高价配好的东西。为了鼓励成员购买装备，增强实力，揽月还拿出了高额的装备补助，不可谓是不上心。可是能想到这些竟然都便宜了这个寂寞如风。看着这些人被镇住，林幽也乐得轻松，能多拖一会自然好，这可是满地的装备呢。要是对方反应过来，集体过来哄抢，他还真抢不赢呢。并且1分钟的 CD 一旦冷却好，他的战神附体又可以施展了。该死，行贿令牌竟然被他得到了。揽月站在高处，看到林幽把那块金灿灿的令牌收入怀中，心中是懊恼无比。要知道，为了能取得这场首杀胜利，他不支付了多少代价呢？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进塔之前，眼前这家伙还不能防物理伤害，怎么出来后竟然物理攻击对他也不产生效果了？他相信，便是再高的雾闪装备也达不到这般效果吧。并且方才的好几轮法式集体雷电攻击打在此人身上，依旧是无半点伤害。一切的种种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到底这家伙在塔里面得到了什么？会长，我觉得不该有这么无敌的状态存在，一定有失效性，不然他之前为何让那几个刺客冲在他前面？要真是永恒无敌，
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并且那爆炸招数也肯定有限制条件，不然一路爆炸，谁能阻止得了他？云密盯着戴着骷髅头的林幽看了许久，结合之前的行为，做出了相对冷静的判断。根据游戏的合理性，便是那有无敌机制的大 boss 都会有短暂破防时间，一个玩家怎么可能同时能永久的免疫魔法和物理伤害呢？若是真有，一旦进入主服，彻底巨献，岂不是直接无敌了？云密的话让揽月是茅塞顿开。没错，怎么可能会有永恒无敌的人呢？若真有这种存在，那其他玩家根本就没得玩。所有人听我的，弓箭、雷电术，准备打！揽月又是一道令下，30、45。因为林幽的那一轮冲击，场上的弓箭手只剩下3个，这种程度的伤害打在他的身上，真的是不痛不痒。他嗑点小药便轻松的扛了过去，竟然真的有时效性。揽月看到魔法攻击依然无效，但弓箭手却能对他造成伤害，那说明这家伙物理免疫只是暂时的。只是现在能物理攻击的弓箭手只有3个，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毕竟场上的牧师还有7个呢。不管那骷髅有多猛，只要不能一击必杀，那7个牧师加血完全奶得过来。这还真有策略呢。林幽看了一眼对面，虽然法师的攻击还在继续，但现在明显重点保护已经放到了弓箭手上。暗夜骷髅的刀刚挥下，马上便是一道治疗术加了过来。寂寞如风，你只有一个人，而我们这边是整个团队。我想你那个派大星短时间应该不能重复使用吧？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揽月站在人群后看着林幽，冷声说道。云密的话给他带来了不少灵感，既然对付暂时无法发动那么猛烈的攻击，而自己还有这么多人在，哪怕是站着让对方杀，都不见得能杀死呢。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啊。林幽冷声道，这家伙是忘了被自己大棒子支配的恐惧了吧？他现在已经把场上的好装备都捡到了包袱里，只是他万万没想到，之前卖掉的那颗骑士戒指竟然成对的出现在洛尘的手上，还被自己给爆了出来，这简直是巧合到家了。说心里话，他现在真想再卖洛尘一次，然后再给爆出来，这来回刷钱的感觉难道不比勃然？相隔如此之近，云密没认出林幽，林幽自然也没认出他来，毕竟一个戴的是骷髅头，一个戴的是白狐雪帽，都只有眼睛和嘴外露的情况下，哪怕两人是班上的同学，也分辨不出对方。生命汲取，林幽不慌，先随便选了个牧师，将生命汲取直接连到他的身上。他马上要干大事，这样直接抽血，勉强可以控制下血量的减少速度，免得不停的补了。这是什么东西？云密看到一条绿色的线直接连接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自己的 HP 便以每秒22的速度开始不断下降。尸毒术，林幽直接硬顶着弓箭手的伤害，开始在人群中奔跑起来。有天下第一的称号的移动速度加成，再加上他的另类属性加点，确保场上的人都跑不过他。尸毒术，尸毒术，他疯狂的在人群中甩着毒，特别是那几个猥琐加血的牧师，他更是一个都没放过。他现在的信念就一个，干！管他是男是女，玩游戏嘛，傻逼才会想什么怜香惜玉，谁知道头盔下的人到底是嫦娥还是八戒？你们小心，这尸毒术会叠加伤害，不要被毒到。看到林幽开始上毒之后，揽月这才反应过来，方才他过于嚣张，一时间的确是忘了林幽还有尸毒的手段。现在他的确是想起了之前被林幽乱棍打死的悲惨剧情。该死，该死，怎么会这样？揽月咬牙怒道。林幽的毒配合着骷髅的出血伤害，简直就是无敌组合。毒上，骷髅定住，任你牧师如何加血，一旦防御减少到负值，出血伤害是直接叠加那副防御值，且出血伤害是连续3分钟，意味着3分钟内只要中毒状态，都会被叠加上出血加中毒的总伤。所有人分散跑，我们回新手村集合。云密，你们小队剩下的跟我走。揽月看了一眼林幽，恨恨地带着云密和他的队友直接往南边冲去。他绝不能再掉级了。跑得了吗？你可值10万呢。林幽看了一眼揽月逃跑的方向，也跟着追了上去。在他看来，这些已经不是人了，是行动的钞票啊！追上都得死。第39章，想知道我的身份？速度的重要性在这时候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揽月带着云密的小队虽然跑得很快，但林幽紧贴在身后，不紧不慢地对着这群人挨个使用尸毒术。他的目标就很明确，揽月必须死。
至于其他的3、5个人，有机会他也是一个都不会放过。刚攻击了自己，不管谁来都不好使。寂寞如风，我知道灭世狂魔在花钱买我的命，放了我，钱我加倍给你。揽月边跑边喊道。现在的他还是在意等级的，眼看马上就要到10级了，这要是一死，马上就会掉到8级，到时候与灭世的人等级差距会越来越大，再打怕是会更困难。哼，你刚才不是挺能的吗？以为看破了我的手段就能压制我了？林幽不紧不慢地跟在这群人后面，看着这些人头上的中毒数据不断飘起。云蜜，那个人主要目标是揽月，要不我们分开逃吧？跟云蜜一起进游戏那伙人直接私聊道。便是再蠢的人也看得出来，这俩人有旧怨和矛盾，不然为何此人放着其他队伍不追，偏偏来追他们这小组呢？若是继续一起跑，不正是给这人机会，不断的叠加尸毒吗？云蜜沉默了大概4秒，队友说的没错，这叫寂寞如风的。始终盯着揽月，虽然他移动速度很快，但所有人都分散跑的话，定然是有机会跑掉几个的。他辛苦练到现在，真不想掉级啊。想到这儿，团长，我们分开跑，他只能追上一个，不然大家都得死。他也是相当果断，眼下这情况，没人能单杀得了寂寞如风，又干嘛要一起送死呢？这是个游戏，现在只是新手村阶段，便是抛弃揽月引起他不满又如何？等到了18级，便可通过新手村传送源传到游戏主城非主服，那里还有不知多少新的选择呢。揽月诧异回头，看到云蜜小队成员不约而同地做了分散跑的动作，心中也是明白他们的意思，都认为他必死，没人想陪着他送死呢。毕竟这儿离新手村还有很远的距离啊。想跑？你跑得过我的骷髅吗？林幽手中权杖挥舞，直接把暗夜骷髅拉到了面前。兄弟，你追着把这牧师给干了。不知为何，林幽看着血狐牧师，虽感到有几分熟悉，但又觉得挺陌生。至于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又有些说不上来。但想杀人还需要那么多理由吗？毕竟这也是敌对的牧师呢。他又是一个施毒术，朝云蜜头上扔了过去，然后不再管其他四散的人，直接追着揽月走了。这次依然要让他感受一下被大棒子制裁的恐惧。揽月头上的毒已经上到5层，防御也变成了210。3棒子，看我能不能锤不死你！林幽直接将那对死亡骑士战戒带了起来，用棒子捶打时候还得是武功高好使。大棒挥下，直接锤到揽月的脑袋上，让其不自觉地发出嗯的一声。350，第一棒子就打掉了揽月近乎2/3的血。他反应也是不慢，赶紧磕了一瓶大药。现在不比之前，他是真舍不得掉等级啊！眼见林幽的第2棒子就要来临之际，寂寞如风，你如果真要杀我，我必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身上有魔闪神装，到时候不管你去哪里，你都要面对永无止境的追杀。在游戏里的行为，便是国家都没办法干预。到时候一旦有人爆出你现实身份，异域敌人、国外势力，说不定都要派人对你进行现实追杀。揽月放出了狠话，这次他也是认真的。一旦林幽真杀他，他便要毫无顾忌的把知道的秘密都说出去。厉害，再厉害又如何？在这个新手村牛逼，在主城也能这样牛逼吗？有那么多玩家盯着，怕是只要他敢露面，就要遭遇无休止的追杀。这么多人，肯定有能人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的威胁就这种程度吗？林幽冷笑一声，这货怕是脑子傻了吧？今天见过他魔免加物免的不下几10个，没有不透风的墙，便是揽月不说，肯定还有其他人说出去。所以这种威胁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真相暴露，现实揭露，那是真开玩笑。就他现在戴的这头盔，保管与穷都认不出来呢。他在学校的档案等级里是D，任何身份信息都有详实的记录，也就说再正常途径就没人能猜到他的身份。并且这些精神意识进入的模拟游戏，不同于其他是没有录屏功能的，这意味着别人只能口述他的形象，根本无法具体的从体型身材上进行分辨呢。安心去死吧，以后别让我在城外看到你，不然见你一次杀你一次。林幽的眼眸中露出一丝寒光，然后直接是一棒子700暴击。您杀死了玩家揽月，属于正当防卫，不计算罪恶值。揽月死后，一件蓝色胸甲掉落在林幽面前。到底是团长，这揽月很聪明，之前打团那么久还没成红名，他杀人基本就只劈一下，最后击杀伤害都是留在别人手上的，不然这次非要大爆不可。巫女胸甲，
穿戴等级 LV9， 装备品级蓝色，属性物理防御加60%，法术防御加60%，体质加20%，受到物理伤害减免10%。这件衣服很极品，不过角色要求不适合灵优，这是男女装的限制，角色的差异。不过应该可以卖一个很不错的价钱呢。第40章收获不小，您杀死玩家密云，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11。在灵优解决掉揽月之际，暗夜骷髅也把云密杀回了新手村复活点。因为云密是牧师，虽然是参与了团战，但没有攻击技能打到灵优身上，所以他依旧被判定为故意杀人。今天的收获还真大，怪不得都喜欢杀人夺宝呢。灵优看着满满一包袱各式各样的装备，忍不住感慨道：这么多装备，要靠手动打，不知道的打到什么时候。并且这里面的大多都还是动辄上万的极品，趁现在金价高，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也幸亏他从法尔纳手上得到了一个储物戒指，将包袱格子扩大到了500个，不然今天打的这么多东西，怕是还真装不下呢。老规矩，在系统的帮助下，林优直接开启了那12级的蓝色宝箱。恭喜获得神秘长袍，穿戴等级 LV12， 装备品级蓝色，属性体质加20，精神力加40，物理防御加50，5件套可触发神秘套装效果。精神这么高，林优看着神秘长袍研究了起来，这跟之前的巫医3件套有冲突。巫医3件套只提高 5% 的额外精神加成，算下来触发成功也不过多加了20来点，可这一件蓝色的神秘长袍就比之前的衣服多上30点精神，性价比更高啊。想到这儿，林优毫不犹豫地穿了起来，然后在收获的装备里又找了几件不错的蓝色散件一并更换上。锦鲤长靴，穿戴等级 LV10， 装备品级蓝色，属性移动速度加30，精神力加10，体质加20。混乱项链，穿戴等级 LV10， 装备品级蓝色，属性精神力加28，准确加5。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2，经验110035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15501550，MP 600/600，力量40，无骑士战界，智力138，精神345，敏捷40，体质155，幸运加5，物理攻击80，法术攻击256，精神力攻击345，物理防御力17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95，以计算各种加成。物理闪避 13.1%， 物理暴击率0，骑士战界已经取下，法术暴击率10%。装备神秘长袍、混乱项链、赤金魔龙权杖、骷髅头盔、锦鲤长靴、魔王古剑。技能黑暗召唤 LV1， 尸毒术 LV1， 战神附体 LV1， 生命汲取 LV1， 生命复苏，法术连击，召唤兽强化。天赋技能杀戮盛宴，窃取，魔法免疫，杀戮盛宴充能0。暗夜骷髅，等级 LV12， 忠诚度 100%， HP 1700，MP 650，物理攻击130，基础攻击加345，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125，魔法防御125，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技能1，缠绕 LV2， 攻击时有较大概率发动缠绕技能，使对方5秒无法移动。技能2，吸血光环 LV2， 可以将造成伤害的 60% 转换成生命值。技能3，明火 LV2， 投掷出一团火焰，对击中的目标造成一定的伤害，并有大概率进行眩晕4秒。技能4，出血 LV2， 攻击时 5% 概率发动，对敌人造成当前最大伤害支撑 7% 的出血效果，持续时间3分钟。行会令倒是有了，接下来是怎么搞天赋神石呢？最好把技能石也搞到。林优坐在地上，一边把玩着金色行会令，一边思考着下一步事宜。消息提醒，就在这时候，林优收到玲珑小刺客发来的消息：恭喜巨老团灭揽月啊！我们会长说了，答应给你钱，绝对兑现到位。就是不知道你是想要金币还是现实币？金币吧，方便方财。揽月的话对林优还是起了个提醒作用，要现实币的话就得通过银行卡转账。在游戏里他并不完全相信其他人，这些可能暴露真实身份的信息，一旦日后被蔑视传了出去，说不定就有可能给他带来天大的麻烦呢。所以
要金币是最稳妥的，至少不用担心什么。好的，大佬没问题，只是要金币的话，可能得等一等。我们会常政再联系钱商。没事儿，不急。林幽淡然回道，这他清楚，普通玩家手上哪儿随时会有那么多金币呢？便是土豪玩家，大多数也是跟钱商联系，随要随取。对了，之前答应给你们的装备，你来下巨魔森林1252.1224坐标，我拿给你。林幽记得之前答应过这小刺客的事，之前他们4个带头冲，帮他争取了不少时间。那些死亡掉落的装备，他得还给别人。当然，他也不是只还装备就罢了，揽月那里也报了不少刺客的好东西，他也会选几个不错的作为补偿。他这人便是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不会让老实人吃亏。好的，谢谢大佬。对了，大佬，你今天报了这么多装备，卖吗？我们会长说，你要卖的话，他想多收了，这样你也不用挂拍卖行，也没税了。可以。林幽道还是真想省点钱，这次的东西有点多，10%的交易税，怕是要给好几万出去呢。如果有人愿意私下吃，他还真没意见，只要价钱合理，卖谁不是卖呢？一顿弯弯绕绕后，玲珑小刺客向林幽问出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大佬，那 BOSS 报令牌了没？之前他们所有的人都被干了回去，还不知道掉落结果。报了。那大佬，那个行会令你卖吗？如果你要卖的话，我们会长愿意高价收购。这是灭世最关切的令牌，他确实很想要，但不知道林幽自己是否有建立工会的想法。不卖。我想用它换天赋神石。你们会长如果能搞到天赋神石，我就换给他，但要快，先到先得。林幽想快点解锁上线，可不想慢慢等人呢。毕竟他跟灭世狂魔就是场交易罢了，现在还不算什么熟人战友。第41章小作文揭秘。另一边，大佬怎么说？灭世狂魔有些着急，问向玲珑小刺客。寂寞大佬说，那些装备他可以都卖给咱们，行会令他也的确拿到了。玲珑小刺客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过行会令他不打算卖，他打算用来换其他东西。那他想要什么？灭世急切道，他跟揽月一样，都太想要这令牌了，不然也不至于被揽月坑后花重金下了悬赏令。天赋神石，寂寞大佬只想要这个，并且他说如果咱们要换的话就要赶快，他不会等咱太久。玲珑小刺客照着林幽的原话一五一十的回道，天赋神石我想想，根据主服老区的价格，他知道林幽提的要求不算高，也是合理。行会令的确值这个价，我等下联系钱商，让他们帮我宣传收购一下。灭世思索许久后说道，天赋神石一般囤货的也只是想在高位卖个高价而已，只要自己一步给到位，相信一定会有人出手的。当前这一切的前提还是真有人通过任务得到了那天赋石，如果都没有，那他也没办法。那大佬还在巨魔森林等我，说把之前报的装备还给我，那会长我就先去了。等5分钟，方才钱商联系我了，金币已经凑齐了，马上他们派人送过来。你带钱商的人一起过去，把之前答应的悬赏先给他，咱们做事儿一码归一码。林幽除了揽月外，总共杀了22个人，按照他之前放的话，杀普通人得1万，杀揽月得10万，这次他得给林幽32万，也就是32个金币。好的，那我先给寂寞大佬说一下吧，他现在是红名状态，我带陌生人去，怕引起他不高兴。玲珑小刺客也是极为聪慧，有的是。林幽虽然没说，但他得懂事，带人去找红名玩家不是很符合规矩。可以，你考虑的还挺周到，有前途，以后跟我好好干。灭世狂魔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玲珑小刺客办事儿还挺符合他心意的，考虑的很周到。我疲劳值满了，就先下线了，如果有其他的事，你加我微，我们线下聊。灭世虽然觉得自己还能坚持，但游戏已经对他发出警告了，再不下线便会强制执行了。揽月等人也是同样如此，死亡复活后带着郁闷直接便下线休息了。这次他是真的被气得不轻，云密小队竟然在关键时刻选择背叛，虽然不想调集的做法他能理解，但心里还是非常不爽。要知道，为了提高云密的奶量，他还以半价的优惠给云密搞了一个加治愈量的极品戒指，也算是对他不错了。没想到背叛倒是无情，真是人往高处走啊。线下坐在电脑旁，揽月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短短10分钟的功夫，一篇特别的文案便被他编辑好了。震惊！0303号新手村，红名玩家寂寞如风晶现魔免神装，是隐藏天赋，还是神抽任务？
游戏里或许暂时他不是林幽的对手，但论心计方面，他可是文案小能手啊！最擅长的便是小作文黑人，一套拳打得飞溜。文案写完，他又给老熟人水军打了个电话，给钱把热度给炒起来。只要这件事被人关注到，相信以后不管这寂寞如风去哪儿，都会被人惦记上。人都是贪婪的，肯定有人大胆的去尝试，想着办法把林幽身上的装备给爆出来。半个小时不到，在水军推波助澜下，他写的小作文直接被顶上热搜榜第一。他以第一视角详细的介绍起与林幽初相遇时的故事，不过其妙笔生花，不断的拉立场来攻击林幽，什么冷血无情，面目可憎，仗着装备好，能力强，为了行贿令，联合蔑视狂魔，屠戮了他辛苦组建起来的团队，并放狠话，日后见他一次杀他一次，实属有些凶狠。当然，这些内容都是点缀，他将已知林幽的能力也彻底爆了出来，点名其拥有高魔闪或者魔免装备，然后可以临时开启物免状态，高度怀疑其拥有双神装，会施毒术，可以召唤特殊骷髅。几乎他把自己知道或猜到的都添油加醋的写了进去。他要做的就是让林幽的能力在其他人眼里暴露无遗。一个人再厉害，能对抗新手服其他高手的围追堵截吗？又或是说，这寂寞如风进入主服后，能扛住那些老玩家的手段吗？他相信，只要这人的魔闪的状态一直在，便会有源源不断的玩家对其进行疯狂的追杀。待把小作文写完后，他才心满意足的洗了个澡，躺在床上休息。他相信这篇文案一定会燃爆国内外，到时候就看着寂寞如风怎么死了。只是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有的东西越真实越难让人信呢。第42章，真正的屠龙勇士。此时的林幽还在游戏里带着骷髅猎杀巨魔小怪，补充杀戮充能点，这是他的保命技能和大杀招，他必须得补到理想状态才行。至于揽月那儿，他已经没去想了，再怎么揭露也就那样，反正知道他能力的人不少，相信将来也会越来越多。但他的成长可是没有上限啊，只要搞到足够的天赋神识，他就能不断的进化升级，10个、100个，只要等他窃取到足够多的 BOSS 技能，那他日后可以就算人形 BOSS 了。能跑又无视游戏机制，还有变态外挂仔，这又怎么说呢？外界红名魔免帖在不断的往上爆炸般发酵，玩家拥有魔免加物免这两种大 BOSS 才可能有的状态，实在是有些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游戏里变态的道具或者天赋不是没有，但大多数人真没见过呢。特别是 S 级以上的玩家，那些人的天赋能力就从没在社会渠道上公布过，以至于不少人对这帖子也抱着怀疑态度。魔免加物免还能召唤爆炸拍大星，这特码是玄幻小说吧？我怀疑他是鬼影忍者看多了，搁这儿玄幻呢。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也不信，如果真有这两种特殊状态，那在游戏里不就无敌了？操，我也不信，这一看就是写小作文的手法。你看前文全部是拉男女仇恨对立呢。令揽月没想到的是，大部分人对这文案的真假性抱着怀疑的态度。讲道理，一个11级玩家能一招干掉7000多血的 BOSS， 能持续魔免，短时间物免，这越说越玄乎呢。这种事还从来没有过吧？还有，如果这兄弟这妖牛逼，那应该早就12级冲破天梯了吧？无图无真相，加上发生地只是在新手村，相信事实的玩家没几个，直接开骂的倒是不少。拉仇恨就拉仇恨吧，编那些玄幻内容干嘛呢？真当吃瓜群众都是白痴没有分辨能力呢？网上的舆论直接是一边倒，偶尔也有0303号村揽月团队的人来辩驳一下，表示一切都是真的。就算那人没有免疫神装，肯定也是有免疫天赋在，但都被正义的吃瓜群众喷得到自闭。来，这小作文怎么变？你就说那个拍大星是怎么来的？是这哥们天赋异常，天生神装，又是隐藏职业，又是特殊天赋，你们团队咋那么能编呢？假设他是魔免天赋，那他吃多了选隐藏职业，万一随到什么垃圾职业，对得起这天赋？事情是越闹越大，但都没朝着揽月想要的方向走。最后经过理智的吃瓜群众鉴定，这女人就是特码的在胡扯呢。墨图没视频说个 JB， 反正不是亲眼看到，绝对不信。特安部，墨竹刚休息了会，打开电脑也看到了这排名第一的热搜贴，瞧了一眼内容，摇了摇头，他一眼便看出来是那种无脑的拉仇恨的小作文。游戏里若是有仇怨有能力，你杀回去便是。
在网上哭诉有什么用？何况末了还加了这么一大段胡扯的话，什么魔免、物免装备或者天赋能力都出来了，这不就是妥妥的拉仇恨，想借刀杀人吗？如果真有这样的玩家，他肯定会知道。要知道，大夏所有的天才档案都还在他旁边柜子里封存着呢，根本就没人有能免疫魔法伤害的技能。至于获得魔免和物免装备，那更是开玩笑吧。主服开了这么多年，他见过最好的装备也不过是物理或魔法伤害减少 62%， 怎么可能出现纯免疫装呢？以上种种经过他这专业人士的亲自鉴定，确定是煽动攻击无辜玩家的小作文无疑。想到这儿，他拿起手机直接打了个电话。喂，小王，莫姐，什么事儿？您说，那篇小作文魔免帖你看到了没？看到了啊，太假了，新人召唤派大星团灭队伍，写的属实夸张。让人把这帖处理了，净化网络环境，这才开区呢。就搞这种男女对立的事，实在是不应该。墨竹蹙眉道，她虽是女人，但也不屑做这种事儿。游戏里的事就在游戏里解决最好，牵扯到现实网络做什么？要人肉出这玩家进行网暴吗？明白，我这就通知下去，顺便把那几个叫嚣最厉害的 ID 都给封了。警告一下最好，让他们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挂了电话，现在的年轻人啊，墨竹摇了摇头，确实有些让他无语。如果大夏真有那小作文里写的那种天才，那就好了。这么多变态能力都不需什么培养，怕是为了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存在吧。但这次大夏的天才玩家的表现倒是给人带来了惊喜。苏峰不负众望，闯过了天梯12层，不仅为国家赢得了荣誉，还为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石油巨献，这简直是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只是唯有一点奇怪，苏峰的出塔等级是11，离12级还差那么一丢丢，具体原因问他本人也不清楚。思来想去，他只当或许是游戏里的一些机制在调整吧。毕竟浩劫这游戏从来就没被研究透过，除了固定地图外，每年游戏里还会推出层出不穷的副本新地图，不重样的怪物，不重样的挑战，始终充满精彩和刺激。苏哥，你看那帖子了没？真特么火！大夏新一代大法师毛人雨峰正躺在房间里，边吃着西瓜边看着网上热贴，时不时还会回2句，在法爷面前说魔免，开啥玩笑呢？有机会他倒是真想看看这叫寂寞如风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家，竟然开服被别人写小作文稿。看来这是惹到了不讲理的女人。帖子看到了，肯定是哪个二货乱写的，太夸张了，那伤害怎么可能达到吗？我当时单挑地狱邪龙都还没这么猛呢。苏峰说笑之际又提了一下自己的光辉战绩，他可是整个世界单挑地狱邪龙第1人呢。若不是墨竹让他现在低调，他真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屠龙勇士的大名。没错，直到现在他都认为是自己干掉了那地狱邪龙，只是因为游戏出现了未知 bug， 导致其在自己面前突然消失。但不管怎么说，国家可都是承认了这事实呢。毕竟当时12层塔里大夏可就只有他一人呢，不是他未必还有其他人能办到。第43章组队甘鸿明。游戏里林幽依旧在巨魔森林里进行疯狂的猎杀，只是在这期间，那玲珑小刺客带着钱商来过一次，把灭世允诺的32枚金币都交易给了他。这32枚再加上自己之前卖骑士战戒和一些零散装备的所得，他现在手上的金币差不多有51枚之多，51枚换算下来就是51万现实币呢。并且不止于此的是，在他背包里现在还放着一大堆装备呢。这些装备得等灭世狂魔上线后，两人当着面再好好的谈一谈。但林幽估摸着这一堆东西便是大包随便卖，也绝对不会低于100金。这1天多的收入换作以往，他怕是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前天他都还在为未来的生活发愁呢，没想到外挂一到，他的命运就直接被改变。运气这种事儿确实很难说。双倍经验的材料还差点，还得搞个副职业才行。林幽在配合骷髅杀怪之余，也一直在研究着那双倍经验的事儿。要炼经验药水，配方他是有了，但制作的材料最后还差玄冰草、阴阳花、冰灵果这3种，并且因为这丹方极为珍贵，他不可能交给别人代炼，所以还得等鸿明恢复后抽时间把副职业任务给做了，这样才能自己动手炼制经验药。技能时我也得想办法搞几块钱，真是不经用啊。林幽把药水的事儿确定好之后，
又开始琢磨起个人技能来。隐藏职业不同于其他个人技能方面，非天赋技能。其他玩家若是想要升级个人技能，只需要在等级达到要求后，找个职业的导师花钱升级就行。可他这隐藏职业不一样，根本没导师可找，只能靠进化神石进行个人技能升级。他看过自己的技能介绍，以他目前的等级，如果进化神石足够的话，已经可以学习掌握2级尸毒术和2级召唤术。若是能将这2种术的等级提高的话，他的实力无疑还能提高一大截。到时候再施个毒，可就不像再这样一点点扣呢，绝对是威力更猛更牛逼。但林幽也了解过，论稀有度，技能石绝对在天赋神石之上。因为隐藏职业的玩家太少，相对的游戏产出变少，便是有钱也不太容易搞到呢。头顶着红名的林幽就这么不断的在巨魔森林里穿行，一个丢毒一个打，这效率比骷髅单刷快了不止1倍。时不时也会有玩家在他们面前穿过，但看到林幽那红的发亮的 ID 号之后，赶紧跑到一边。倒不是因为寂寞如风这名字，纯粹是怕其是个杀人疯子。在0303号新手频道，亲眼见证林幽大发神威的，也就揽月的那几十号人以及部分吃瓜群众。可这小小的新手村，足足有上万人呢。大部分玩家轮替刷图打怪，只知道有人在刷寂寞如风牛逼，一个人单挑一个团队，但具体是个怎么牛逼法，确实不知道。并且有人动辄就提到那秒天秒地的派大星，惹得大多数人跟网帖一样，极度质疑其真实性。毕竟这新手村哪来的啥派大星，便是想吹一个人牛逼，也得在合理的限度内吧。后面更为离谱的是，这话越传越偏，到最后吹得越来越离谱。牛逼的神级召唤师寂寞如风从天而降，抬手间召唤出血红色的派大星，一招灭了满血的 BOSS， 顺带歼灭揽月团队所有玩家。真有这样牛逼的人，一个人干一个团队，我无敌小旋风就不信。不信你去干他呀！我刚看到这大佬还在巨魔森林 1252.225 刷图呢，有人开始攻火。这消息传的是越来越离谱，都想让其他人试试真假呢。要再吹爆点，怕不是要说成一个神罗天征，荡平所有呢。不过吹归吹，那红名大佬12级，还带了一个牛逼到变态的骷髅，一般人确实还打不过。敢？你以为我不敢？无敌小旋风回道：玩游戏怂个屁，反正别人又不知道他的现实地址，不怕顺着网线找过来？有没有刷怪无聊的散人兄弟？咱们组队去巨魔森林刷红名，顺便看看那派大星是啥情况。报了装备评分，无敌小旋风直接在公屏放出队伍征集令。游戏里杀红名报装备，有时候比打 BOSS 还有意思，只要人多，能有什么好怕的？他还不信，真有那么牛逼的玩家，一个可以挑10个。第44章反杀开始。你已经击杀一只10级巨魔兽，经验值加5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0级巨魔兽，经验值加5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0级巨魔兽，经验值加50，获得1点杀戮充能。巨魔指环，穿戴等级 LV10，装备品级绿色，属性力量加15，移动速度正 1%， 暴击率正 1%。我的眼光是不是太高了，竟然连绿装都看不上了？林幽随手捡起地上掉落的绿色戒指，跟死亡骑士战戒相比不算太极品，但也能值上一些钱。不过有灭世狂魔的承诺，他不急着扔拍卖行了，毕竟10%手续费划不来，若是灭世狂魔大量要货的话，他也愿意直接出给灭世，毕竟谁会跟钱过去卖谁不是卖呢？看了一眼经验条，才 42% 的样子，这离13级还有些时间呢。这升级速度真够慢的，还是杀 BOSS 得经验爽啊！林幽看着经验条感慨道，他现在带着骷髅速刷，高效怪多的情况下，1分钟能获得250点的经验，1个小时算下来差不多便是15000点。但他依旧有些不满足，只是他这些话要是让其他人听到，怕是要嫉妒死。别人刷巨魔图哪个不是3-5成群结伴的？牧师固定标配，再就是战法召唤等职业里选上几位，再备上足够的药，这才敢来这儿刷怪升级。一个怪的经验至少得5-6个人分，速度还远没林幽这般高效。在他刷的这1个小时里，连药都没喝过，直接靠生命复苏这技能实现无伤打野。提示：有大量不怕死的玩家接近。啊！林幽看到提示微微一愣，这他妈是意思不怕死的玩家，这是要干嘛呢？林幽谨慎地看了一眼四周，
凡事不可大意，他才不想阴沟里翻船呢。将暗夜骷髅拉回身边后不久，林幽收到一条玲珑小刺客发来的消息：大佬，你看公屏没？有人组团要干你，你小心些啊！干我？林幽打开公共频道看了一下历史聊天记录，密密麻麻都是刷屏聊天。之前他觉得刷屏烦，给关了，也就没注意到那些信息。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响应无敌小旋风号召的人还真商标符号多啊！再翻上看了一眼那些人的吹牛图，这吹的是有点过。派大星秒 BOSS， 杀人如土狗，点草全服英雄，剑指老区。这些话看得林幽自己都有点脸红。虽然他承认自己有点牛逼，但也没牛逼到这程度吧？这是有人挖坑，想搞他吧？不过看了一眼杀戮点，在他不懈充能下，现在已经达到了310点，足够来一场华丽的艺术爆炸了。只要敢来杀他，那就得做好被杀的准备呢。到时候他可不会管这到底是不是什么吃瓜群众。2分钟后，果然一大波玩家涌入了巨魔森林。兄弟们，发现寂寞如风的公屏里报个坐标，今天咱们就看看这家伙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牛逼，顺便看看那派大星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无敌小旋风公屏说道，他原本只是想组个10来个人来见识见识这12级大佬罢了，可没想到一下竟然有100来个玩家响应，这些都想趁着人多看看这寂寞如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会被传得这么夸张，便是惹到他了也不怕，毕竟来了这么多人，一人便是一招，都有他受的。还真是人多。林幽跟暗夜骷髅站在树杈上眺望着前面，这群人的等级不怎么高，8、9级居多，大多数都是混着进来看热闹的。兄弟，待会咱俩好好的冲一波。林幽熟练的在包袱里挑选起务工装备来，虽然能穿的大部分都是轻型装备，但在一番搭配后，力量达到了100点，务工200。这毒瘴炸弹或许也能用上。毒瘴炸弹使用后，在一定范围内生成毒瘴，造成范围性伤害，持续时间1小时。林幽从包袱里掏出一颗榴莲大小的圆球，掂量了一下，这是从法尔纳那里获得的东西，他还没用过呢。今天时机正好，试试感觉。我发现寂寞如风了，坐标2525.3331，在一棵树上。有细心的玩家还是看到了林幽，然后准确的在公屏上进行爆点。哈哈，兄弟们，跟我上，杀红明，爆装备啊！无敌小旋风，振臂一呼。他还这辈子第一次体验到存在感，一呼百应的感觉真是太爽了。10级领着一群人追杀12级的红毛大佬，若是之前他肯定想都不敢想呢。没想到如今都成了现实。更牛逼的是，那寂寞如风竟然真被他们吓得躲了起来。嘿嘿，爆点是吧？林幽也看着公屏呢，扫了一眼下方，是一个10级的刺客，此时正一脸得意的看着自己，这感觉就像是抓住了什么似的。不过林幽没在意，只是笑了笑，然后直接与暗夜骷髅一起从树上跳了下去。明火，算着距离，骷髅直接便是一道明火扔在了刺客头上。触发眩晕后，林幽和暗夜骷髅一人拿刀，一人拿棒子，双双朝刺客砍了过去。120 355，您杀了玩家，停车造人，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12。解决掉这刺客后，林幽在公屏直接放话，想杀我爆装备的最好快一点，过时不候。发完消息，他带着骷髅直接朝森林深处跑去。一次来这么多人，他可不会蠢到去宽广区域硬刚，便是释放派大星也有一定攻击范围呢。森林作战游击最好，到时候不管是独占攻击还是小规模猎杀，对他来说都会很简单。面对送宝童子，他真不会拒绝，现在就一个字，那就是干。第45章杀戮有惊喜。发现寂寞如风，坐标1142.3695，兄弟们快冲啊！看热闹不嫌事大者依旧不停地在公共频道里报着林幽的坐标。这些人都想着人多力量大，一个12级玩家或许能同时打3、5个，但绝对没办法同时打上30、50个。再牛逼又怎么样？人海战术照样能玩死你。您杀了玩家，我的菊花给你，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19。您杀了玩家也请回，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31。丛林中，林幽也是杀伐果断，凡遇到落单且不是在专心打怪的队伍，他也不多说什么废话，直接便是骷髅一个明火先手控脆皮，然后再跟骷髅猛冲过去，一顿乱杀。他俩都算是皮糙肉厚，一个 HP 1550，一个 HP 1700，防高
又抗揍。3、5人小队，在他俩眼里就如砧板上的鱼一般，切就是了。或许有无辜的吃瓜群众，但他实在没时间，也没那个精力去分辨。毕竟涌入森林的人是越来越多，玩家头上又没写着追杀2字，他能怎么分辨？总不能挨上一刀后再反击吧。所以他只能看那些人是不是专心在打怪。至少专心打怪升级的玩家没那么多心思去凑热闹。消息提醒：大佬，您需要药不？我可以给你送点过来。玲珑小刺客问道。眼下林幽被追杀，他想帮忙也没太好的办法。莫说是他，就是他们团长灭世狂魔在，也不敢轻易插手。林幽现在莫名其妙的被新手村玩家组团讨伐，并且这讨伐团的规模还在不断壮大，现在整体规模已经达到了200多人，这可比之前他们和揽月2个团队加起来的人都还要多出不少来。这个时候他们要敢强出头去帮林幽对付这支红名讨伐队，怕是立刻就要被所有人针对上，到时候揽月再跟这群人联合一波，那就麻烦了。谢了。不用药，我杀人报了不少。林幽面对这热情的小刺客还是很客气的回了一句，他其实都没怎么喝药，基本都是靠脱离战斗后自动回上来的。他那堪比 BOSS 的回复能力，每秒回复 5% 最大生命值上限，同时在发动技能攻击时，林幽一般还顺手套上一个生命汲取。杀人比杀怪都轻松了不少。好的大佬，如果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行，兄弟们，我又看到寂寞如风了，在 1253.2322， 他现在的名字红的不能再红了，杀了他绝对可以给他爆个精光。杀的人越多，相应的死亡惩罚也就越多。现如今红名讨伐团的人也是红了眼，今天声势浩大的来了这么多人，他们就不信搞不定一个12级的召唤师。您杀了玩家也请回，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51，杀的真是有些手软啊。林幽又宰掉一伙人后，靠在一棵树上轻轻地喘着气。这一路在森林里进行暗杀，也是个相当耗费体力的活儿，并且随着他杀的人越来越多，那些玩家也开始机警起来。3、5小队越来越少，基本都是10人一组，配上多牧师想跟他进行拖延消耗战，只要稳住几分钟，其他队伍便能随时赶到支援。要是查到是谁在坑我，我非得干死他不可。林幽暗骂了一句，杀人虽然很爽，可不长经验啊。那些追杀他的玩家大部分穿都是白装，爆出来后他都不想去捡，因为实在是有些占格子。继续杀吧，少年，有惊喜。就在林幽觉得不爽之际，辅助系统来了提示，有惊喜？难不成有什么特殊的门道？一听有惊喜，林幽的精神顿时就来了。毕竟杀人太无聊，来追他的大多都是普通玩家，又爆不出什么好装备，纯纯的浪费他时间呢。但之前他可是在公屏里放过狠话，等着人来杀呢，不然他早就换个高级图练级了。现在的他便是跑到12级野怪蛇蝎领地，也照样能混得开。来吧，我就看看这商标符号到底有什么惊喜。想到这儿，林幽继续往丛林深处走去。这把他要干票大的，最好能把这些烦人的队伍一波解决掉。半个小时后，怎么没人爆点了？那寂寞如风是下线了还是换图了？无敌小旋风在频道问道。之前不时还有人能发个关于寂寞如风做标点的消息，现在突然便音讯全无了。而这家伙关闭了私聊和好友功能，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在线状态。在游戏里正常情况下，脱离战斗状态5分钟便可正常下线，下线玩家角色会在原地消失。当然若是有急事也可以强制下线，不过强制下线的话，玩家角色会依然停留在原地，无人控制，不会攻击，不会防御，很容易被野怪或者玩家打死。他可能是怕了吧，杀了咱们这么多新手村兄弟，名字红的不能再红，这死了不止身上的装备要曝光，背包里的东西也要爆完。不过他确实挺厉害，杀了咱差不多40多个兄弟，的确是有些牛逼。嘿嘿，那些都是他之前杀的，大多数都还是落单小队。现在咱们10人成组，他根本就杀不了。这么久没消息更新，这家伙绝逼是下线躲起来了，顶个大红名。他怎么敢跑高级图呢？要是跑低级图，肯定早被人认出来了。有人信誓旦旦地推测道。各位新手村的兄弟，有知道寂寞如风消息，怕被他看到报复的，也可以将坐标私聊给我。无敌小旋风喊话道。这森林太大，玩家又不是 BOSS， 一旦在什么树上山洞躲起来，确实还很不好找。私聊，我看到寂寞如风了，在森林 4125.1595， 一个名叫玲珑小刺客的玩家
突然对无敌小旋风私聊道：“第46章陷阱。”那坐标？无敌小旋风打开地图查了查，那可是在森林最深处呢。怎么跑那么远？是躲着，还是想干嘛？小旋风看着地图，暗暗心道。说起来，他也很羡慕林幽的，一个12级召唤师，靠着森林地势，竟然反杀了他们近40号人。虽说被杀的大多都是8、9级玩家，但也确实厉害啊。若不是身后还有这么多人壮胆，他都想放弃了。只是眼下的情况，他也是骑虎难下。这么多玩家都是响应他的号召跑过来讨伐寂寞如风的。要是他今天先怂了，不打了，那他以后也别想在游戏里抬起头来。毕竟召集了这么多人干一个，都没把人干死，还被反杀了不少，那还玩什么游戏呢？回现实世界场里打螺丝得了。但风险和机遇同在，若是这次节奏能把握住，利用好，干掉此人后，肯定可以收获一大波威望，成为散人玩家的代表。到时候打 BOSS 建立行会，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就算以前是个穷蒂斯，现在也可以逆袭了不是？所以他心中也是在不断的纠结挣扎。寂寞如风，你到底在不在巨魔森林？要是怂了的话就明说，大家没工夫陪你躲猫猫。公屏里有人叫嚣道，这吃瓜找乐子也差不多闹腾了2个小时了。如果这家伙下线了，或者躲在什么无人的阴暗之地，那他们也得找地方升级去了。老是躲猫猫可没什么意思啊。在呀，我就在巨魔森林里面洗干净脖子，等着你们杀呀，谁怂谁跑谁孙子。林幽看到嘲弄，知道这些人的愤怒又被激起来了。他现在需要这些人保持适当的愤怒，不然真都走了话，他那惊喜任务还怎么搞呢？操，竟然还在巨魔森林没下线，怂！我这辈子就没怂过。他妈的，干！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随时在线？要是我们找的时候你下线跑了，又怎么能找得到你？有人十分睿智地问道。毕竟谁知道这寂寞如风有没有好友在偷报现场的情况？要是在他们找的时候下线，没找的时候上线，这找一辈子也别想找到呢。这简单，你们随便找个信任的人，我加他好友，好友栏随时能看得到我在线情况。林幽十分善解人意的给他们出着主意，眼下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鱼儿也让玲珑小刺客帮忙送了出去，就等着这群贪心鬼上钩呢。很快对方报了一个 ID 叫我本无根，林幽倒也没犹豫，直接加上了好友。嘿嘿，小旋风，如你所想，他上钩了。一长相有些猥琐的法师站在无敌小旋风旁边奸笑道，只要确定林幽在森林里始终未下线，那他们就有机会，并且他们几个核心成员已经商量好，这波打完暂时不散，想办法把这些散人玩家收拢起来，大家自成一方势力。游戏里散人玩家也是一股不弱的力量，虽然大多数人没钱没装备，天赋垃圾还不氪金，但就是人多呀，玩游戏人多也是一种优势和实力。大佬，他们在集结了，你小心啊，我疲劳度也差不多了，先下线了呀。玲珑小刺客给林幽发消息道。好，你先下线休息，我开始报了点刺客的好装备，给你留着呢。林幽也是厚道，这小刺客不辞辛劳的帮他忙活了2个小时，他怎么可能让对方白打工呢？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这是他的一贯作风。红明讨伐队浩浩荡荡的在森林中行进，这次有了玲珑小刺客给的精准坐标信息，小旋风也是有十足的把握，并且出发前他没给任何人说坐标的事儿，只是让所有愿意参与讨伐红明的玩家集合，总共234人，包含已经被林幽干过一次的玩家。这次大家听我指挥，这次我们肯定能赢。他身上一身极品，打了这么久，肯定也补给不足。我们这200号人，哪怕一人给他造成10点伤害，他也得马上凉呢。到时候不管他爆成啥样，只要是来了的人都见者有份。我们都是散人，大家都是兄弟。小旋风疯狂的鼓舞道。好了。林幽满意的看着最终的陷阱，他跟骷髅又忙活了半个多小时，这才把陷阱搞好。藤蔓、地势、泥潭，再配着毒障炸弹，这次来多少就要送走多少。名字已经这么红了，再红点也无所谓了。等把眼前这关过了，再慢慢想办法把红名给洗掉就行。他现在就很期待那所谓的杀人惊喜到底会是什么呢？旋风，你带我们来这儿干嘛？那家伙有可能藏这里吗？行进了快30分钟，队伍里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了。这是别人私下给的消息，应该无误。毕竟我们在外面都找了那么久了，如果那家伙
在巨魔森林，也只可能在这个地方。小旋风信誓旦旦道，他也不是收到玲珑小刺客的话就信了的，而是冷静地分析灵幽出现过的坐标，发现他的确是一直在丛林深入。既然是深入，那就真可能在里面。不管怎么说，值得一看。若人在，就干了他；若人不在，他也有理由随时停止这行动，借着长期讨伐名义，试探对这些散人进行收编拉拢。嘿嘿，终于是来了。灵幽站在一棵树丫上，看着远处那浩荡的队伍，满意的点了点头。虽是散人玩家，但集结后队伍布置却很整齐。召唤师的宠物站在最前排，战士紧随其后，在之后便是法师、牧师、刺客等。虽然这些人身上的装备拉垮，但看上去还挺有斗志的。我看到了，是那家伙的骷髅。有眼尖之人看到暗夜骷髅呆呆的站在泥潭中，似乎在等着什么指令。他的骷髅在，人也肯定在附近。情报没错，散人兄弟们，跟我一起抱他丫全身装备。小旋风振臂高呼，带队就要往前冲。第47张佑敌深入。怎么回事？站在沼泽里怎么会掉血呢？冲到最前方的玩家突然发现自己头上飘起1、2的数字，这出看扣的好像并不多，并且跳动的速度很慢，但没听说过森林里还有这种怪地方啊！要知道，这游戏里的公开固定地图早就被玩家研究透了，那些网上牛逼的大神更是凭着记忆1比1的绘制出了地形图。他们在进游戏前大多也是在网上认真看过的，对这儿的沼泽地嘛有一定的印象，但那些攻略里好像没提进入会扣血呢。虽然前排的玩家心中有些疑惑，但也没想太多，后面还有牧师加血呢，就是再扣多一点也能很快的奶起来。牧师注意加血，战士好好探路，今天咱们就干这红名。收到。现在众人的鸡血是彻底的被打了起来。公共频道，寂寞如风，我们可来了，你别总下线了。为了防灵幽下线跑路，小旋风这边的核心玩家专门在公屏里拉着仇恨，同时那加了灵幽好友的玩家也始终一直盯着好友栏。放心，我不跑，今天谁下线跑路谁孙子。他们想拉仇恨，灵幽何尝不是这般想的？都搞到这程度了，跑那不是开玩笑吗？站在沼泽地的暗夜骷髅看了众人一眼，瞳中的绿色鬼火突然闪烁了一下，挥了挥手中的白骨大刀，又勾了勾白色的骨指，嘲讽他竟然群嘲起众人来。操，那骷髅好像在看不起我们。还真是，那召唤兽怎么那么奇怪？难道他的智商被加强了？一小召唤师疑惑地问道。他自己召唤的骷髅除了机械式砍怪外，绝对没有更多余的动作，更别说做这种嚣张的姿势了。想那么多干嘛？弓箭手，法师准备干死那骷髅。无敌小旋风一声令下，密集的箭雨和雷电便朝着暗夜骷髅飞来。13、11、13、7，这些散人等级低，装备差，攻击力自然也不高。不少人现在穿的提的还是5、6级白色散剑装备呢。若是单挑，暗夜骷髅能随便砍翻这一群，但奈何这对面的人太多了，弓手加法师足足有40来号人呢，平均每人造成10点伤害。这一轮下来，暗夜骷髅就直接少了450点血，他总共才1550点，这一下就干掉了接近1/3的血。再来2下，他可真成骷髅骨头了。哈哈，嚣张，嚣张，你别跑啊！其他人看到暗夜骷髅挨了一轮攻击后，竟然转身就跑了。果然，再牛逼的召唤兽又能如何？人多力量大，只要力量集合起来，他们这群散人根本就不怕任何大团队。隐约之间，这些人心中竟然莫名的产生了一种归属认同感。垃圾只配跟垃圾组，没有装备，没有好的天赋，他们想进大公会也不可能。但只要他们现在团结起来，有人多的优势在，将力量汇聚起来，真去野外抢 BOSS 的话，难道别人会一点面子都不给吗？很好。无敌小旋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气势就很足，他也有了一种当老大的感觉在。散人玩家嘛，就是缺点凝聚力，只要用合适的方法把这些人凝聚起来，他日后便是打怪、刷图，也可以跟那些高玩们谈谈条件了。并且只要今天能打出威名来，相信往后还会有更多的普通散人玩家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不比当丐帮帮主燃？兄弟们，战士开路，大家继续冲！很好。灵幽也站在树上，默默地点了点头。一切的计划都很顺利，不枉费他辛苦半个小时找地点、弄陷阱。这群蠢货还没意识到那毒杖的威力。不过这毒杖与凡尔赛遗迹的那个还有些许不同，虽是扣血累加，但速度要比之前他中的
那种要慢上许多。当然，若不是如此，扣得太猛的话，这群人下去就会意识到不对劲，赶紧逃呢。现在初期扣血虽然相对较慢，但只要时间累加上来，没有大药在的玩家必死，就是有大药的玩家也撑不过几个回合。这次非得把打他主意的人都坑杀了不可。暗夜骷髅在沼泽里，是边跑边回头，尽量控制着距离，让自己处于法师和弓箭的攻击范围外。可一旦血自动回复满，他也会故意回头，让这些玩家再打中一下。钓鱼，他按照林幽给剧本，一点点的诱敌深入。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障碍物呢？走得越深，有的人开始发现了不对劲之处。那骷髅好像一直在往狭长的地方进行引诱，而四周多出了许多巨石横木，十分不便于通行。嘿嘿，想那么多干嘛？或许就是游戏地形改变了呢。只要那家伙在里面，就是瓮中捉鳖了。现在的他们是信心和底气都很足，爆一个红名玩家的全身装备，比刷 BOSS 还要开心。也是，这可是机会难得。可惜这游戏没办法录制视频，不然放出去的话，绝对要轰动呢。有玩家感叹道：“这游戏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录屏看攻略，不然若是把这么精彩的战局录下来发到网上的话，绝对会火。”轰动？估计轰动不了，网络上的喷子都一个的行，没亲眼见过的绝对不信。确实，之前我在网上看到那小作文帖子，也不信，写的就跟真的似的，太他妈假了。浩劫这款游戏在保护玩家隐私上是真没得说，无法视频录制，任何游戏里的精彩大战就只能通过口述。但网络上充斥的真假新闻太多，又有许多人爱发什么知乎贴和自己采访自己的系列的文章，搞到最后，但凡说的夸张一点，就真没人信呢。第48章，你们的命我收了。3分钟后，不对啊，这扣血怎么越来越多了？最先进来的战士发现，之前只需要嗑一瓶小药，就能正常维持毒杖掉血，可现在嗑药好像不怎么顶用呢。扣血速度也从之前的6秒一次变成了现在的2秒一次，而每秒足足要扣30多点血啊！不只是他，其他的玩家也陆续发现了问题，扣血量一下飙升。战士本来血多就能抗，可那些脆皮职业装备本就不好，又如何能扛得住啊？操，那骷髅在坑我们，这是陷阱，不能继续前进了。有人终于想明白了什么，这森林沼泽在游戏设定里根本就没这扣血这玩意儿，而那骷髅偏偏一直把他们往深入的引过去，就是想借着陷阱把他们全坑死啊！想跑晚了呀！林幽已经悄然的出现在了这群队伍的最后面，他可是一直在等着这机会呢。只要守住这狭小的口子，前面的战士召唤刺客等近战人马出不来，都要被毒杖给搞死。手中的赤金权杖一挥，暗夜骷髅直接被召唤到他面前，一人一召唤兽，就这般威武霸气的堵在一处相对狭小的路口处。外面的人快让道出去啊！这待得越久，扣血越多啊！里面的刺客焦急喊道，在毒杖状态下根本没办法正常下线，若强制下线，角色保留的情况下，肯定也会被活活毒死。虽然身上的装备不值钱，可那也是辛苦打的呀。寂寞如风，你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你要躲到死呢。无敌小旋风边嗑药边恨恨说道，他是万万没想到，这寂寞如风还能在沼泽地里搞出这种花样来，真是人强宝物多啊。没办法，你们的人太多了，不想点主意还真不好搞呢。和敌人说废话，林幽毫不在意，在这毒杖范围内拖得越久，是对面越不利，他才不急呢。兄弟们，寂寞如风在后面，大家调整队形，准备攻击。现在讨伐队的后排是法师、弓箭，正直直的面对着林幽。虽然知道他很猛，但其实心中也并无太惧怕。要知道有40个人呢，哪怕这寂寞如风再猛，也不可能同时干掉40个玩家吧。骷髅兄弟，上！林幽轻喝一声，提着棒子便朝人堆里冲了过去。弓箭、法师直接攻击寂寞如风。小旋风一声令下，想要直接复制之前的手段，只是密集的雷电轰在林幽的身上，是丝血未减。速射箭的攻击稍微好点，打在林幽身上，虽然会有少量扣血，但完全能抗兜住。他包袱里除了装备外，就是大药最多了。现在他魔法免疫，物防装备也相对不错，整体防御力比暗夜骷髅都多了不少。这群人装备差，等级又低，不能联合战士、刺客大规模的对他进行物理攻击，纯靠几个普通弓箭手的输出，又怎么可能打得动他呢？但他之所以还费心的布这陷阱，纯粹是怕这群人跑了，就像之前橄榄月一样，
虽然其他人齐上，他也无惧，但有一点，他的输出能力实在是有些弱，必须得靠毒和骷髅攻击。一旦这些人见势不妙，直接逃跑，他还真不好追呢。散人可不像那些团队，都惜命得很，唯有靠这种法子将他们先困一困，把血量给压下来，再慢慢杀。什么情况？魔法攻击真无效！有人失声喊道。弓箭打在其身，尚能看到少血，可雷电术抽了几次，竟然一点点血量都不见少。哪怕是装备变态到极致，也不应该啊！操，那帖子是真的，这家伙是真的魔法免疫。很快有人反应了过来，联想到揽月发的那个小作文，这特码都是真的啊！去复活点再慢慢研究吧。林幽嘴角拂过一丝冷笑，现在想明白已经太晚了。骷髅冲到人群中，手中的白骨大刀肆意挥舞，而林幽在后面是一边丢毒一边挥动大棒子。毒杖之毒和他的施毒术可以完美的进行伤害叠加，只要困上一小会，这儿便要死上一群玩家。您杀了玩家白手起家，罪恶值加1，当前罪恶值54。您杀了玩家忘乎所以，罪恶值加1，当前罪恶值55。您杀了玩家情不自禁，罪恶值加1，当前罪恶值67。不断的有玩家在林幽面前化作一团白光倒下，求饶有，破口大骂的也有，但林幽统统不理会。这群人若不是想着来爆他的装备，也断然不可能被他和骷髅堵在这里。终于，后面的玩家也忍不住了，这毒杖掉血是越来越恐怖。看着四周的障碍物，竟然试图直接翻越障碍物，直接绕开毒杖沼泽跑掉。可林幽能给他们这机会吗？他费尽心力搞的陷阱，可不是这么容易就完了的。那些障碍物上早就被林幽撒过沼泽泥，毒杖感染，只要有接触便能持续下去。您杀了完，罪恶值加1，当前罪恶值75。死在他面前的玩家越来越多，此时的他像是恶魔一般，手中的棒子只是机械式的挥舞，没有药的散人完全扛不住他和骷髅的伤害。寂寞如风，住手，我们认输。你杀了我，放了我这些散人兄弟们好不好？无敌小旋风见林幽杀的这般凶猛，不但能魔法免疫，身上装备也好，就这般硬堵在这儿，他们根本就没得打。现如今都在疯狂的嗑药，想着怎么逃出去沼泽呢。谁还有心思来爆林幽的装备？哦，你这是还想当英雄？林幽冷笑道，这家伙的心思他岂能不明白？明知道是死，就是想在死前混个好名声罢了。不然那些听他号召的散人回去之后非劈了他不可。怎么样，我们承认这次栽了，那小作文说的没错，你不但能免疫魔法，肯定还能召唤派大星秒人，但现在杀了这么多的散人，对你能有什么好处？我们这些人身上穿的装备在你眼里肯定也不值一提。小旋风言辞恳恳，若是换了其他人，说不定就要答应了。毕竟杀一堆普通人能有什么意义？不过就是让红名更红罢了。你们的装备对我来说的确不重要，但你们的命对我来说今天很重要。下次讨伐红名前注意这点，光热血是不够的。林幽说完，又是一棒子朝前方挥去。第49章最大恶极。游戏里没有什么比赌着杀人更爽了，里面的人想冲不出来，外面的脆皮惨叫连连。在那些人眼里，这寂寞如风就是个大魔王，冷酷无情。明明他们已经求饶了，仗着装备好，等级高，天赋变态，坑杀他们这样的普通玩家能有什么意思？牛逼直接单挑 BOSS 啊！兄弟们别吃药了，这寂寞如风就特么是个杀人疯子，扛不住的。等他杀，名字红成这样，就算是有卷轴也没办法一次性洗干净。看他以后怎么进高级图。对，他今天这样疯狂杀我们这些散人，无非就是仗着沼泽毒杖的优势。等日后换其他图了，我们一定可以干死他。这些人不蠢也不傻，知道眼前这家伙敢自信堵路，肯定是备足药水的。在沼泽毒杖里，他们每秒都得不停的嗑药，根本抗住不。10分钟后，单方面的屠杀结束。这里的人不完全都是林幽锤死，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受毒杖感染，被生生毒死的。只是这沼泽毒杖是他弄的，这杀人罪自然也是算到了他的头上。如今他的罪恶值已经达到255点，名字是红的发亮。想从正常渠道，比如累积野外在线时间来清洗红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因为按照这游戏的设定，正常在线10小时才能减少一点，他现在有255点，算时间得连续在线2550个小时呢，这差多得3个多月，100来天呢。所以靠累积在线时间来洗红名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洗红名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用功德卷轴这种道具。一张功德卷轴可以洗一点罪恶值下来，玩家一天最多可以洗10次。这种道具虽不稀有，但价格也不便宜，10银币一张，专门坑土豪的东西。毕竟平民玩家哪舍得花钱买这种道具？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平民哪有什么机会杀成红名呢？基本都是被杀的那种。恭喜玩家寂寞如风完成隐藏任务最大恶极。最大恶极在新手村阶段连续击杀玩家，累计获得罪恶值250点以上。成就奖励获得法外狂徒称号。法外狂徒称号状态开启后，你将立刻处于红名状态。红名状态下，每秒你将失去 5% HP 最大值，同时你的攻击伤害结果增加 50%。注：若连续进行称号开启停用，将会进入1小时冷却 CD。介绍：上一个这么勇敢在新手村杀人的，还是传说中的恶魔狂徒张三。若是他能看到你的话，一定会倍感欣慰。这称号效果还真是变态。林幽看着这称号，心中也是有些啧舌。每秒流失 5% 的最大 HP， 流失非攻击伤害，不影响个人恢复属性，也不影响生命复苏被动，换回 50% 的攻击增幅效果。这种称号怕是只有主服的那些变态装备才能比拟吧。不过这任务的隐藏开启难度确实也不小，对大部分高端玩家来说，杀人不难，费点时间杀250个普通玩家也是容易办到的事。但谁会无聊在新手村这么滥杀呢？一是浪费时间，二是大规模在新手村虐杀普通玩家，可是很容易引起反感公愤的。游戏里实力是一回事儿，杀多了败人品又是另一回事儿。特别是无理由大规模虐杀，就等着天天全家被人问候吧。只是林幽这次还真不一样，纯粹是别人上门来找茬的，他好端端的刷着怪，莫名其妙就被人组队讨伐，这他能怂？他可以肯定，要是这次被人讨伐就怂了，那群蠢货说不定闲着没事儿就要组队干他一次，把他当无聊的消遣呢。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下次谁无聊想找茬，都得掂量一下实力才行。他可没那么弱呀。称号效果，林幽没有选择立即开启，这玩意儿每开启关闭一次就会进入1小时 CD。不过他认真的看了一眼效果简介，应该跟他的被动生命复苏效果并不冲突。也就是说，若是能窃取到一个法系技能，远程攻击对方，而自己未受到伤害的时候，可以一直保持生命回复效果。一个每秒扣 5%， 一个每秒恢复 5%， 简直是完美的搭配，爽爆！待研究完称号后，林幽有些无奈的看了一眼沼泽地里爆的装备，很多，但基本都是不值钱的白装。他包袱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全部拾取，但蚂蚁多了也是肉啊，他没有浪费的习惯呢。一银秒杀吧。正常情况下，一个玩家可以同时拍卖10件商品。想到这儿，林幽直接打开拍卖行，一边捡一边进行物品上架。他要在装备自然消失前将这些东西全卖出去，绝不浪费一个银币。公告频道：操，寂寞如风，你太过分了，我们都投降了，你还赶尽杀绝，真他妈不是人啊！牛逼你单挑 BOSS 啊，坑我们这群散人干嘛？频道里时不时就有人不服，想刷2句，打不过喷总可以吧？啊，怎么回事？发生了啥？我才睡醒进游戏，有老哥给解释一下吗？嘿嘿，楼上的兄弟，你错过精彩了。200多人组成的讨伐团去干大佬，愣是没一个活着跑出来，都骂了半小时了。啊，大佬这妖牛逼吗？一个能打200个？你们不会是搁这儿玄幻吧？网上的那篇小作文我才看了呢，我骗你干啥？新手村复活点还躺了一堆人呢，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估计发到网上也没几个信的。这妖牛逼，我去复活点瞧瞧。凑热闹是玩家的天性，这游戏里总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必须得看看才知道。0303号村的兄弟们记住了啊，这寂寞如风是真的可以磨免，你们以后要干他，一定要组物理队，这家伙就怕物理攻击。小旋风说完，愤愤不平地下了线。这事儿他也得发帖去说一下，希望有大佬能对这寂寞如风进行最后的制裁。第50章，我怕红名。又是一篇饱含痛恨的文章出现在游戏论坛里。0303号新手村惨案，寂寞如风无情坑杀200散人。文章里，无敌小旋风抛开主动讨伐林幽的事实不谈，只是提了一下与寂寞如风有点小矛盾，然后寂寞如风便设计将他们的队伍引到沼泽，利用毒障坑死了他们200多个散人，全程无情冷血，行为令人发指，毫不顾及散人玩家的求情。文末又加了一句，请求0303号新手村的大佬能一起为散人主持公道，干掉这个凶狠暴徒。
这家伙的标题起得很不错，加上又发生在0303号新手村，很快便吸引到了吃瓜群众注意。我擦，0303号村的故事还真多呢，那家伙又坑死200个玩家。巨魔森林沼泽有毒瘴，你当我没去过？我现在还在沼泽刷野呢。我说，你和之前那个被删的热搜小作文，该不是推广团队的吧？是要硬捧人吗？没错，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连续杀200个散人。他图啥？图名字不够红？别理这种傻逼，他们写小作文就2个目的，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捧人。就算是坑杀200个玩家，这红名惩罚多厉害，我们又不是不知道。起码10天不能进新手村，不进村无法完成主线任务，完不成主线就无法离开新手村。傻逼才会这么干呢。一位叫凤雏的玩家留言道，红名惩罚不仅是死亡掉落方面，更重要的是无法进入新手村，村口可是有4个30级的 NPC 守卫，一旦红名玩家进入，便会遭到无差别物理攻击。虽说守卫的攻击有一定的范围，可新手阶段谁能抗住4个守卫的联手一击呢？历史上曾有大胆的玩家挑战过守卫，一刀1500固定伤害，纵然是装备再好的人，18级之前也绝对扛不住每人一刀。有常规的留言，还有更多喷他的留言。滚吧，别给咱们散人玩家丢脸。对，咱们散人玩家虽然没钱没装备，但有志气，不靠小作文博同情，跟之前那女的一路货色，打不过就来网上黑人，黑你妈呢？你们能不能换个人黑？或者编造的能不能再像真的一点？200个打1个都输，还打什么游戏？直接进场打螺丝吧。对，滚吧，这游戏不适合你，最讨厌你们这些黑人的了。如果揽月之前没发那个帖子，他打着散人的旗号，的确可能收获一波大佬的同情和关注。可揽月帖子在前，他这后面补充的又特别的夸张，别人只当他是揽月请来的水军，无脑黑呢。小旋风看到这满篇喷他的留言，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太他妈不讲理了，他说的可都是真的呀。鬼他妈知道那家伙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普通玩家，非要把名字搞这么红。现在这些点都成为了别人抓住喷他的重点，谁也解释不通。一个牛逼的高玩把自己搞成红名，是图什么？图好看？图不能进新手村？图被杀能被曝光？这点逻辑讲不清楚，确实很难让人信。对了，我可以与揽月的团队联手啊。小旋风突然想到了什么，既然那个团队也被虐了，若是再联手搞一把的话，应该有很大的机会。那边有钱缺人，他们这边有人缺装备，既然知道那寂寞如风怕物理攻击，他们可以组织一波纯务工的玩家呢。那家伙名字红到发亮，不杀一次真是难解他心头之恨啊。还有，就送人头也没事，红名的回不了新手村，主线任务给他拖着，再牛逼也得废。游戏里巨魔森林扣完税还有200个银币，还是挺不错。林幽很满意的看着包袱说道，不枉他辛苦的把地上掉的装备全部都扔到了拍卖行里，忙碌10分钟2万块到手，这可比打工强多了。至于公屏里那些消息，他是直接屏蔽了，没啥好看的，不用想肯定也是一堆喷子在喷。但嘴炮有什么用？不服就来游戏里干。购买道德卷轴10个成功，总共花费100银币，物品已经下发至你的收件箱。林幽花钱也是不含糊，先洗掉10点罪恶值再说。红名称号是一回事，但没必要把罪恶值搞这满。现在这状态下，只要他死一次，身上和包袱里的东西就会全爆完，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冒险。毕竟谁能保证日后游戏里一次不死？万一哪天栽了，把赤金魔杖给爆了，那真得哭啊。我也得把主线任务搞一搞，不然还没法传送转复制。林幽思索道，玩家18级之后才能进入新手服的主城区，但如果主线任务不完成的话，就会一直卡住，必须得完成主线才能传送走。而新手村设计任务相对有些繁琐，必须得不停地跑图打怪，这对普通玩家来说设计的是没啥问题的。不断地切换打怪地图，然后完成任务，在 NPC 那里获得装备、道具和经验，这本是一个良性循环。等差不多15级左右，基本任务也就做完了。但对林幽来说确实有点麻烦，他一直走的是捷径，出天梯就是11级，出来之后又是直奔 BOSS 点，到现在为止连一个新手村任务都没做呢。这要是拖到最后重新刷一遍的话，不仅费时间还没效率，还得在跑过的图里再打一圈。还有很重要一点，他预估1周内肯定能到18级，要是为洗红名多等几天，实在是有点浪费时间啊。系统，你说我开物免能闯过守卫那关不？林幽不确定道，只知道守卫有攻击范围，但不知道他们究竟能追击多远，所以林幽得好好琢磨一下风险问题，不然
在大门口爆了，那就悲剧大了。放心，只要你跑得足够快，那些守卫就追不上你。收到。有系统的话，林幽就放心了。若是成了，他怕是会成为第一个洪明闯过新手村守卫的玩家吧？不知道有没有惊喜呢？第51章7进7出。林幽将状态补好，带着骷髅，顶着洪明，直接往新手村方向走去。在回去的过程中，他也在包袱里挑选了几件加移速的装备，准备到时候冲守卫时穿上。快一点总比慢一点强，他可是务求保险呢。那不是寂寞大佬吗？他这是要去哪儿？沿途不少人看到林幽顶着洪明在怪物领地图肆意穿梭，遇到有人跟他打招呼，他还会微微点头致意，丝毫没有什么杀人魔王的架子。若不是其名字已经红得发亮，还真会让人以为其是一个和善的人呢。当然也有一些瞧热闹的人远远地跟在林幽后面，想看看他到底是想干嘛，是又要干架还是怎么的。对于这些人，林幽也都没理会，总不能因为多看几眼就干人吧。他的能力和实力都摆在这儿，没什么可瞒的，也没什么好瞒的。魔免物免，游览月和那小旋风的传播，相信知道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游戏不等于现世界，现世界可以杀人灭口，游戏里杀人不过是对方掉一级罢了，根本堵不住嘴。所以林幽对此是真不怎么介意，只要头盔戴得好，随便别人怎么报都不会有啥事儿。异域强者也好，国外细作也好，盯着的都是天赋榜上前几位呢，谁会有空理会他这个档案记载地级天赋的普通小玩家？只要他不蠢着去主动暴露，搬到军事安全区后，日子也可以过得很舒心呢。只要再攒点钱就行。走了约50分钟后，林幽终于到了新手村附近。啊，大佬来新手村干嘛？不会吧，大佬这么狠，该不会是想堵门再杀一波吧？好残忍，不过我好喜欢。那是，别人组织干了大佬一波，大佬再干一波回去，很合理。游戏里从不乏有对强者崇拜的玩家，毕竟那件事知情的玩家也很多。这小旋风不组队去讨伐别个大佬，那大佬至于设计坑杀这么多人吗？纯属咎由自取。也不对啊，要是想堵门杀，他怎么越跑越近呢？再走近一点就到守卫攻击范围了。难道大佬是想来一次自杀赎罪，取得散人的原谅？嘿，还真有可能。杀了这么多低级散人，那些人只要摆烂死缠着他，怕也是会蛋疼吧。那他名字这么红，不得爆一地装备啊。有道理，我得站好位，等着捡装备致富了。林幽无视这些人的议论，真是越传越夸张，再传下去怕不是成了自己要单挑守卫了吧。将移速装穿换好后，看了一眼属性，移动速度112点，纯论速度同级别的，除了那些本身就带有额外敏捷加成的弓手或者刺客外，怕是没几个人能及得上他呢。看，大佬要慷慨赴死了。林幽深深地吸了口气，姿势已经摆好，再看了一眼前方，脚一蹬，直接像离弦的箭一般朝村子里飞驰而去。计算好距离，在守卫拔刀即将攻击到他身体的一瞬，战神附体，林幽直接施展起物免技能。守卫出刀很快，每秒能砍中林幽3刀，只是每一刀砍在林幽身上竟然丝血不少。在连续攻击7秒无果后，林幽已经彻底跑出了攻击范围，安全通关。啊，真冲过去了。村口那些想看热闹的玩家表情已经彻底石化。这是怎么回事？那可是30级的带刀守卫啊，故伤1500。方才4个守卫联手攻击了此人，何止10下，可愣是一点伤害都没打出来。兄弟，我没看错吧？那大佬是冲进去了？一小刺客傻着眼与旁边的人说道。他刚抢占了一个好位置，准备捡大佬掉落的装备呢，结果看到大佬嗖的一声就直接进去了。没看错，他还真冲进去了。守卫都砍不死他，这哪是什么大佬，分明是巨佬啊！村口玩家在一阵石化沉默后，瞬间惊呼起来。这可是游戏史上第一个以洪明身份闯过新手村守卫的玩家啊！他们也算是见证历史了。不愧是能坑杀200人的巨佬。之前还有人在想巨佬不能回村，如何完成主线任务，后期又如何传送进主城。原来是他们想多了，巨佬根本就不怕物理攻击。看来之前揽月发的那小作文绝对是真的。巨佬不但能魔法免疫，受到物理攻击也能短时间进行免疫，这还是玩家吗？简直是人形 BOSS 啊！就是不知道他能双重免疫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装备还是天赋？游戏提醒：隐藏任务触发，7进7出。7进7出，以洪明身份每天来回进入一次新手村，
连续7天签到后，您将获得特别奖励，7进7出。还有这么个讲究吗？林幽看着任务提醒，心中暗道。在闯门的同时，他就想过，按照这游戏的规则，第一个创造记录的玩家应该会有特殊奖励才对。辅助系统没提醒自己有这惊喜，估计是已经算到自己会闯，就等着任务触发呢。连续7天吗？那倒是也行啊，7天时间，差不多能到18级，到时候拿奖走人，正好合适。现在可以做主线了。第52章，落魄神兵屠魔。行走在新手村，林幽无疑已经成为村里最靓的仔，无论走到哪儿都是惹人注目的焦点。且不论他那身服饰和身后的骷髅，就说他那红到发亮的名字，想不惹人注意都难。红名玩家进新手村闲逛，这特么是游戏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吧？要知道，正常的红名玩家死后虽会在村子里复活点重生，但重生后，除非能立刻把红名给洗掉，否则也走不出复活点，因为复活点门口也是有 NPC 守卫的。强闯，不怕死就试试。NPC 守卫不讲情面，闯就是死，哪怕是玩家已经掉到1级也一样。只要头上是红名，那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待着，改过自新吧。所以，浩劫游戏里虽然热衷 PK 杀人的玩家很多，可一旦搞成红名，都会尽快的想办法洗掉。辅助提醒：带上法外狂徒称号做任务，你会得到更多的惊喜。正待林幽准备和第一个初始 NPC 村长对话的时候，突然辅助系统有了新的提示。林幽没有犹豫，村子里面也算是安全区，除了门口的守卫外，玩家之间是无法进行 PK 的，哪怕是他也没办法在村里继续行凶杀人。当然，有实力在，他也不怕有人捣乱。他那小本本上可是记着仇呢，那揽月敢在网上那么黑他，他绝饶不了。只要自己有时间，揽月的团队就别想完整的打 BOSS。不说别的，便是抢不到 BOSS， 他跑过去释放艺术的派大星，绝对能干死前排的近战职业。没有能抗伤害的玩家，什么 BOSS 都打不了。称号带上后，林幽的身体外立时便出现一条大小如手臂般的红色血龙，整个龙身不住地围绕着林幽身体盘旋，吐着红色龙息，看上去威风凛凛，格外的霸气，并且在林幽 ID 位置还有8个嚣张的大字：罪大恶极，法外狂徒。我尼玛，这称号好炫酷，这就是大佬不惜一切杀人的原因吗？是隐藏任务，大佬果然牛逼，怪不得要杀这么多人。是我也杀呀！这嚣张的称号一出现，又引发了玩家的轰动。爱玩游戏的人都知道，玩家对皮肤装饰这种东西简直是情有独钟。在其他游戏里，为了得到一件稀有皮肤，氪金数千甚至数万的玩家也大有人在。而在浩劫这款游戏里，一切稀有称号或装扮只能通过特殊任务获取，并且根据论坛消息证实，稀有称号和装扮都有隐藏属性在。他杀200多个就能解锁这称号，要是能比他杀的更多的话，很快有大聪明玩家想到了这一点。升级不就是为了变强吗？早10天晚10天离开新手村，对天赋一般的玩家来说影响也不是很大，可若是能得到特殊成就奖励的话，那不就跟大佬一样起飞了。200个就是一条血龙，要是杀400或是更多的话，不得好几条血龙围着转。一想到这儿，很快便有人直接付诸起行动，那就是拿钱买命。收人头200块现实币一次，暂时不想升级的玩家私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马上安排打钱。大夏必收人头，价格包你满意。事成之后，我请人把你的等级带上来。人头，团购人头，卖人头的加大量收。林幽万万没想到，一条新兴产业链因他而起。可这些大聪明能想到的事儿，他自然也想到过，还特意的咨询过系统，如果继续杀还能有奖励不？但得到的答复是，新手村的屠杀任务就这一个，其他的哪怕是超过再多也没追加奖励。这也意味着这些大聪明怕是要血本无归啊！并且头顶红名遇到高级玩家多半要被杀到复活点关起来，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么勇，可以无视守卫攻击。但这些真心话便是说出去，又有几个人能信呢？别人怕是会认为他想进行保密，不想让人发现这隐藏任务呢。之前围在林幽四周的氪金豪们已经没了人影，看到林幽那动态炫酷的称号特效之后，心里哪还按捺得住呢？这个时候就比签合速度了，200块一次的价格直接收人头，这也算是比较大方的出价。毕竟开服才1天多，对大部分普通玩家来说，就算浪费1天时间被杀到1级又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在游戏里1天也挣不到200块呢。如今
只要死一次就有200块，还是无限收，哪怕2分钟才能死一次，1个小时就是6000块呢。这要是搞上1天，不得小10万，这是要直接致富的节奏啊！何况这事儿也不费劲，无非就是把身上装备脱了，从复活点往村口不远处来回给老板送人头就行。此刻，这些缺钱的普通玩家突然对林幽生出一丝感激。巨老兄是凶了点，但也给他们送了一条财富路呢。这次必须得赚个盆满钵满。0303号的新手自我屠戮从这一刻正式开始。为了得到那可以超过寂寞如风的隐藏称号，那些氪金老板是不惜血本。另一边，邪恶的勇士，我们这儿不欢迎你。那村长看到林幽亮出称号后，原本和蔼的表情瞬间消失，眼神也不再是机械式的木讷，仿佛突然激活了似的。邪恶？林幽听完村长的话，微微一愣。正常的对话不应该是欢迎你来到我们新手村，年轻的勇士？这称号影响这么大吗？此时林幽身边虽然还有其他找村长做任务的玩家，但好在每个人与村长的对话都互相不受到影响。 NPC 与玩家的定向任务交谈在其他玩家耳朵里会自动处于晋升状态，这也是游戏独到的设计，不然一个 NPC 如何能同时接待成百上千的玩家？一人问一句，做个任务不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对话完。此时林幽面前出现2个对话选项框，选项1，告诉村长我只是临时路过村子，购买一些装备补给，补完就走。选项2，我听闻您知道落魄神兵的下落，想找您打听一点关于神兵的消息。落魄神兵？林幽看到这选项时，眼瞳微微一缩，这是什么特殊兵器吗？不过听名字好像有点意思啊。想到这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选项2，说道，我听闻您知道落魄神兵的下落，想找您打听一点关于神兵的消息。呵呵，好大的胆子，是觉得我现在拿不动刀了，竟然敢向我打听落魄神兵的消息。听林幽说完，村长的面色再次大变，血条显露。林幽看到村长的部分信息介绍 LV50 曾经的屠魔勇士。第53章勇士的过往。以前林幽听过一种说法，有一种天生牛逼的大佬，只要谁敢在其面前亮血条，是神明都敢杀。但很明显，他暂时还没这样牛逼。LV50级的屠魔勇士虽然还不知道这屠魔是啥玩意儿，但这 LV50级是货真价实的呀。他万万没想到这老村长竟然能这么猛，也没想到这落魄神兵的消息能引起他这么大的反应。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个极为牛逼的东西。辅助系统回复提示。提示1，见识到老村长的霸气后，主动道，村长大人，我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跟您动手的意思。触发后续剧情，杀人灭口，知道这秘密的都要死。提示2，继续硬刚。以龙王之姿道，王敬夫这个名字你不会忘了吧？触发后续激情，勇者的抉择，老王的忏悔。这2个提示比之前的更为有灵性。显然选择之后便决定后面的剧情走向，落魄神兵的信息也一定与之有关。林幽想了想，果断地照着提示2原封不动地回复起来。王敬夫这个名字你不会忘了吧？这话音一落，村长仿佛听到什么虎狼之词一般，颤颤巍巍地直接退了好几步。恍然间，他整个人甚至都苍老了好几岁。你怎么知道我叫王敬夫？你和他还有那杀人魔张三到底是什么关系？要知道，王敬夫这化名，除了他那出走多年的夫人，可没其他人知道。林幽看着系统给的后续信息提示，继续胡诌道，那日张三带领着一帮匪众在他的住的村子杀人放火，我救了他和他的女儿，顺便干掉了张三。他知我在寻一把特殊神兵，便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我。至于证据，大明湖畔菩提树下，不知这些信息够不够？林幽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配合着那罪大恶极的称号，此刻的画风绝对在所有人之上。帅就完了。王敬夫看着林幽那罪大恶极的称号，陷入了沉默。张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相对于张三的事，他更在意他夫人的下落。此人能将各处细节说得分毫不差，且有些事属于极度的隐私，他夫人不可能告诉陌生人。如此种种，他焉有不幸之理？ NPC 与玩家之间在智商上讲并没有什么差异，有感情会自己进行判断，甚至玩家攻略得当，便是跟 NPC 成婚都没有问题。在游戏的精神世界，只要把感官度调到100%，那也能有完美逼真的真实体验，绝对让你流连忘返，乐不思蜀。隐藏任务
勇者的抉择，老王的忏悔，接取成功。勇士，这里不方便说话，里面请。王村长对林幽的态度已经客气了起来。关于他夫人的事，他得好好询问一下细节才行。于是乎，在众目睽睽之下，村长怎么走了？呀，我任务还没交呢，我正做主线呢。村长你人呢？那些要交任务的玩家傻眼了。NPC 如果在固定地方与玩家交谈，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大家可以分别独立的完成任务接取。可 NPC 若是走了，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呀。不过，他们看到林幽跟在村长后面，以为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呢，也想跟在两人身后。可在即将进入村长小屋之际，一身高2米、肌肉粗壮的 NPC 壮汉突然将众人挡住。村长与勇士有要事商议，你们跟着去凑什么热闹？都在外面等着。第54章，正义的杀人魔。看到这壮汉挡门，玩家们面面相觑，小声的议论道：大佬又接到特殊任务了啊！这特殊任务现在这么不值钱了吗？大佬说接就接，或许是大佬刷怪途中报了什么 NPC 信物，触发隐藏剧情了吧？玩家普遍公认的隐藏剧情触发有3种方式：一是信物触发，需要开宝箱、打怪或者通过特殊 NPC 对话获得；二是关键词触发，在 NPC 面前无意中说了某个词儿或者某句话，随即引发后续剧情；三是看脸触发，这是欧皇玩家的专属待遇，啥事儿不干 NPC 都会主动找上门送任务。算了，待会做主线，我卖人头去了。我也去，还是卖人头挣钱，辛辛苦苦打一天，还不如别人跑2分钟呢。小屋客厅里，林幽坐在椅子上，听着隔壁房间里的咯吱响动。约过了5分钟左右，王敬夫捧着一块黑色的令牌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看着林幽，认真且郑重地说道：年轻的勇士，既然是他让你来找我的，这块屠魔令我就先赠予你了。想来他也是对你抱有期许吧，只是你现在的实力太弱，我建议你拥有至少3阶以上实力，再考虑使用这块令牌进入异魔空间吧。 NPC 口中的3阶约等于玩家30到39级，这点林幽还是知道的。谢村长，林幽甚是激动地接了过来。这图魔令无论从材质还是做工，一看就不是凡品，被 LV50级战斗型 NPC 珍藏到现在，肯定是个好东西呢。虽然现在不知道这令牌有什么用处，但等级高了，满足条件了，辅助肯定会有提醒的，不然干嘛让自己来这儿取东西呢？不过林幽现在更感兴趣的是那落魄神兵。村长，那落魄神兵是怎么回事呢？林幽态度甚是恭敬地问道。之前因为系统的提示，所以显得有些嚣张，但一直这么嚣张下去，他也担心这村长突然摸出一把大刀啊。50级的 NPC 比村口那守门的还高20级，似乎行动还没什么限制，这要追起来，他怕是还真会没命。年轻人啊，不是我不愿告诉你神兵的消息，实在是，那是一把诅咒之刃啊。村长叹息道，你救了他俩的性命，也等于救了我的性命。照理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只是那落魄神兵带着不祥诅咒，拥有过的人身体都会发生异变，这事他并不知道。若是他知道的话，也绝不会让你过来打听落魄神兵的消息。诅咒，这不挺有意思的？林幽听王敬夫这么一说，更是来了兴致。这是玩家的天性，对那些霸道的名词儿是格外的有兴趣。哎，勇士，你还是太年轻了，且看我的手。说完，王敬夫将右臂的衣袖扯开，捏起拳印，微微用力，他的右臂从胳膊处开始延伸到手掌位置，瞬间便布满青黑色的鳞甲。这就是我受到的诅咒，虽然曾经给我带来了强大的力量，但我也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这不挺炫酷的？林幽心中暗道，面部更是惊喜，这落魄神兵有点意思啊，看来还能带来某些方面的属性强化，这日后要是在现实世界巨献的话，那不牛到起飞？至于这种副作用，相信便是有，也能在系统那里找到解决的办法。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这落魄神兵拿下，不然一旦离开这新手村，将来可再没办法回来了。村长，实不相瞒，现如今外面凶兽泛滥成灾，我拿着落魄神兵也不是为了自己，主要是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为了大家，我便是终生受到不祥诅咒，又有什么关系？日后我必当坚守正义的底线，与邪恶不共戴天。林幽站起来，声情并茂地开始了标旗演技。这一次他不需要系统的提示，完全靠自己临场发挥了。只是林幽头上那罪大恶极法外狂徒的称号不时地在房间里闪烁，这老村长看得很是尴尬，
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是要坚守正义的底线。这么红的罪恶值，怕是正义的底裤都被扒没了吧？虽说是此人杀了张三，有大功德，但其罪恶值不达不到一定程度，也不可能得到这罪大恶极的称号啊。毫无疑问，这勇士也是个狠人啊。若不是这家伙对自己的老婆有救命之恩，他又是个知恩图报的男人，今天是真可能忍不住直接拔刀啊。第55章，村里的权威人物。勇士，我相信你捍卫正义底裤的决心，只是那落魄神兵现在并不在我的手里。王敬夫看林幽说的是越来越激动，只得先摆手说道：啊，不在您这儿？那落魄神兵在哪儿呢？林幽不解，如果东西没在这王敬夫手上，触发这任务是为了什么呢？唉，当年我受到诅咒，酒后又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导致他也离我而去。我心灰意冷，将神兵埋葬在百藏山上，就此退隐。所以那神兵现在真不在我手上。酒后犯错？林幽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词儿，看来这故事有点多呀，怪不得老婆要跑，难不成是这个原因？不过我当初留了一份图，你若日后想明白了，还愿意寻的话，也可自行寻找。说完，王敬夫又拿出了一份地形图来，只是这次王敬夫并没有很干脆地将地形图交给林幽，而是欲言又止，想说些什么，似乎又不意思说出口。林幽看着表情，心里也是痒痒的很，他焉能不知道这王敬夫想说什么，无非就是想问问他老婆的下落罢了。可他真不知道他老婆在哪儿呢。贴心辅助提醒，可以让老村长书写一封道歉信，将信邮寄到七巧村23号，李百花收。书信来回一圈得有10天。嘿，还是你靠谱，有问题解决问题。看到系统的提示，林幽心中瞬间有了底气。嗨，村长，您的意思我懂，现在想让他见你可能有点难，不过我知道他的地址，您可以先试着写封道歉信，将这些前尘过往好好说一说，看能不能预先化解一下。林幽试探着说道，现在指定不能让这俩人直接见面，倒不是他残忍，实在是怕这两人见面后印证真相，然后自己不得不面对王敬夫的滔天怒火。这家伙又是新手村领导，到时候不准传送员接待他去主城，那不就悲剧大了？你知道他的地址？好，就依你这正义勇士意见，我先书信一封。王敬夫见林幽答应，忙把那地形图交到林幽手中，似乎生怕他反悔似的。看着百藏山的地形图，林幽点了点头，地点标注得很详细，不过看这地图区域应该在暴风城附近，还是得18级后才能去做这任务，寻那落魄神兵下落。地址是七巧村23号，李百花。林幽照着系统的提示念道：李百花，他心里还有我，他心里还有我。听到李百花3个字，王敬夫顿时老泪纵横起来。当年他酒后做了亏心事，不敢去找他，没想到他直到现在还用百花当作他的名字，这是俩人当年交好时他在桥上给他取的小名啊。种种细节都可以断定，眼前的这位勇士绝对没有欺骗自己。勇士，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王敬夫的大恩人，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有什么需求尽管提。王敬夫一把拍在林幽的肩上，这沉重的力道虽未扣血，但也是有些生疼。这被诅咒的右臂是真有些猛啊。那村长，我还真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搞定？什么事儿？只要是村子里的事儿，就没有我王敬夫搞不定的。王敬夫拍着胸脯道，这点自信还是有的。那些复杂的入门任务，能不能帮我搞定？林幽现在就想取巧了，那些繁琐的新手任务做着真麻烦啊。王敬夫看了林幽一眼，笑了笑，道：小事，你拿着我的村长大印，没人敢在村里为难你。如果有人敢找你麻烦，你直接去调村口守卫，都是我的人。还能调动村门口的守卫。林幽原打算能快捷完成新手任务就行了，但听村长这么一说，好像这村大印很牛逼啊。若是他能带那30级守卫出去的话，不得是无敌了。第56章，回到现实。当然，这也是他的一番猜想。如果有人想干他的话，亮出村长大印，守卫的确会帮忙。但如果让守卫主动攻击玩家，怕是有点难。但这未尝不是他在这新手村的又一道保命手段呢。随着时间推移，游戏里的高级玩家会越来越多。之前跟揽月他们打的那一波，也只能算个小战役，指不定还会有更刺激的东西存在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得尽快收集起2种石头呢。墨石头
天赋技能和个人技能都无法获得提升，想更牛逼一点也很困难。肚子好像有点饿了。林幽看了看左上角的时间，差不多也是中午的点了。不知不觉，已经在游戏里又待了这么久，他也该吃点东西，补充补充体力才行。游戏和生活还是分得开的，他不需要组队相约升级，在每天的固定游戏时间里，可以很自由宽裕。村长，如果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林幽走之前，还是很有礼貌的跟村长道个别。其实，便是直接下线也没关系。在 NPC 眼里，玩家下线便是去其他地方冒险去了。在这些人的认知里，不存在玩家这种说法。像林幽这般的人，都统称为外来的冒险者。好，这是大印，你且收好。王敬夫也是干脆，这大印说给就给了。恭喜获得村长大印。拿着大印，林幽竟直出了小屋，准备找个地点下线吃饭，顺便看看网上那小作文是怎么黑自己的，以至于这么的拉仇恨呢？现实世界，呼！林幽缓缓睁开眼，耳边又听到了那不得了的声音：“哥哥，就当是最后一次吧，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顿时，林幽的脸黑了下来。你这丫头到底在干嘛呢？他的手掌轻轻地拍在这丫头的脑袋上。哎，你又醒了呀？雨琼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方才他正看得入神呢，压根儿没注意林幽已经在醒了过来。看着吴语这样子，多半又是被野怪给虐了。但这也没办法呀，那天副词条就是这么的坑。当年他知道林幽天赋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呢。他是真没想到，还有人能有这么烂的天赋。要不是他心善，这家伙还真没希望进入主服呢。只是后来，可惜还莫等自己给他找到天赋重铸时，现实世界就遇到了灾变。虽然你是成年人，但看这种东西，请回自己房间好不好？林幽满头黑线道：“这丫头真是越来越过了。这病娇系列有这么好看吗？”听到那虎狼台词，他真恨不得把平板给砸了。那剧情也是恶心，只要那妹妹亮出杀手锏，那哥哥就会就范，看的是脑袋疼。要是他，就绝不会。敢威胁他的人还没出生呢。下次一定注意。雨琼吐了吐舌头，俏皮的把平板给关了。看来下次看得注意下时间呢，不能被他发现才对。中午吃什么？收好平板，雨琼问了一句。外面下馆子吧，今天太累，不想弄了。林幽想了想说道。如今也算是有些小钱了，虽然暂时没找到靠谱的钱商进行兑换，但相信后面肯定会有法子的。毕竟他也听说不少人靠着游戏洗黑钱呢，肯定是有办法绕开监管的。下馆子？你背着我还藏着钱呢？雨琼一听这话就知道林幽还有事儿。什么叫背着你藏钱？那是有计划的使用，要是让你知道我的底细，还不早让你给掏空了。林幽振振有词道。这丫头又能吃又能买，赚钱的本事没有，花钱的本事不小。本来那点遗产他一个人还能再花个几年的，就因为多了个他，害得自己不得不常常算计着口粮问题。掏空？把你掏空我也能挣回来啊！你看我拳头多有力，干滴滴代打肯定没问题。说着，这丫头在林幽面前将拳头捏得直作响。很明显，这拳头确实很有力量。如果去搬砖的话，应该能挣不少。得了吧，你身份证都没有，出去工作指定被抓起来。看着他这样子，林幽是直摇头。这丫头还是黑户呢，没有证件，就是打散工都没人敢要。越高级的地方，审查便是越严，防着那些异域生物化形搞破坏呢。第57章，天赋异常的少年。哼，雨琼轻哼了一句，不想跟他纠缠这黑户的问题。记得没错的话，应该要不了半个月。百藏山的 BOSS 首杀之后，游戏版本将会迎来一次大更新，这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游戏与现实第二次大融合，更多的凶兽将出现在现实世界。那时候，哪儿还有人关注黑不黑户的问题？日后，他就等着看自己变身圣天使吧。想到这儿，他又得意了起来。圣天使的造型可是很燃的哦。中午天热，林幽也没挑太远的地方，就在楼下的苍蝇馆子里，随便炒了几个家常小菜，凑合着吃了起来。这家馆子，林幽以前倒是常来，不过没怎么带着丫头来过。老板，你今天的腰子炒得有点老啊。林幽边吃着猪腰片，边看着手机说道。呵呵，不好意思啊，今天起锅晚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老板憨厚着说道。这老主顾有个特点，每次来必点一份大刀韭菜腰片。只是今天炒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所以起锅晚了一点点。没想到竟然被尝了出来，果然是个资深腰片爱好者。别下次了，
再来2份，一份吃的不得劲。林幽头也不抬道，他对这家的猪妖可是情有独钟的。以前是因为没钱，不得不精打细算，现在有钱了，可不得奢侈一把。还来2份，你不会是在游戏了怎了吧？雨琼看着林幽，突然心生疑惑。讲道理，林幽的颜值是不差的，不然昨天那个美女也不可能让林幽去给她当生活助手。而在浩劫游戏里，男女双方如果都是自愿的话，身上最后的底线也是可以脱掉的。当然，如果不是自愿，强行去扒对方裤子，那么铁定会受到雷霆的审判。吃腰子咋了？林幽没懂这丫头话的意思。吃腰子补充体力有什么问题吗？要知道在游戏里打怪跑路也是很辛苦的呀。没，就是怕你补太多，身体受不住。雨琼连连摇头道：哼，小事儿，等我下次有钱了，我还得吃10份。林幽不以为然地说道：真有钱了，他必须每天吃10份。10份？看来我得加快点进度了。听林幽这么一说，他顿时紧张了起来。现实世界有他看着，林幽没机会外面乱来，可游戏里谁知道这家伙会不会突然有变化呢？并毕竟因为自己的提前到来，他的命运轨迹已经开始有了变化。万一这家伙把握不住，在游戏里乱来怎么办？生死事小，名节事大。好了，您的2份大刀腰片。在雨琼遐想之际，2份腰片已经被老板端了上来。在老板眼里，这少年不简单啊，年纪轻轻就敢这般吃腰子，他都不敢啊。众所周知，韭菜配腰子，纯纯的巨补之物。但看到旁边的黑丝白毛少女，心中又有几分释然。能带这么俊的女朋友出来吃苍蝇馆子，这少年肯定是有什么异常之处吧？长相是一回事儿，身体也要跟上才是啊。怪不得那么喜欢吃他家的腰片呢。林幽不知，在不知不觉之间，竟又被贴了2个特殊的标签。可他吃腰子，真是单纯的想吃而已啊。浩劫论坛，这作文写的这么真实，怎么被喷得这么惨？林幽在论坛上费了点小功夫，终于是搜到了那篇已经被官方删掉的小作文截图。他认真的看了一下，关于技能介绍、装备总结、天赋猜测，都还是挺接近真相的。但这揽月被喷的还真是有点惨啊！满满一大堆留言里，除了几个拳击爱好者以外，全都是喷他的，喷他不该挑起男女对立，游戏里的事儿游戏里解决，网友又不是他爹，发帖没毛用。甚至还有好事者透出了一些内幕，说揽月人品道德败坏，跟另一个蔑视狂魔的团队相约一起打 BOSS。 没想到还没到约定的公平 PK 血量，揽月竟然提前动手，偷袭了蔑视团队。一时间，那后面的跟帖喷的人就更多了。你笑什么呢？雨琼看到林幽一直盯着笑，也凑了过去。哦，你是在看这小作文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我看过，确实写的蛮搞笑的，什么派大星炸弹，什么魔法免疫都来了，真当别人没玩过游戏呢。雨琼轻笑着说道，头还微微的朝林幽靠了靠，很近很燃。若是林幽低头细看，甚至可以从刁钻的角度看到一些非法的地带。当然，这场面他平日也经常看到，这颇为亲昵的一幕落到老板的眼里，他也是有些羡慕。年轻人的事儿他不懂，这么漂亮的姑娘主动倒贴靠近，确实少见。长得帅就是好啊。第58章，死亡如风，长伴无身。同学群，哈哈，群里的兄弟姐妹们，我终于10级了。网名邪恶的大摆锤兴奋地在群里说道，牛逼啊，都10级了，我才9级呢，我还8级呢，被一个傻逼干了5555。别气，记住 ID， 等他出新手村了，咱们一起去干他。对，咱们一起去干。等都18级了，大家在主城聚一聚怎么样？可以，主城区有酒楼呢，蛮热闹的。你的剑不如我的剑，报名。一条巨腿报名。邪恶大摆锤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其他人的回应。游戏里的聚会可比现实里聚会有意思，大家穿的都是奇装异服，又身怀不同的能力技能。闲聊聚会后，大家还可以约着一起去刷图或者擂台 PK 什么，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聚会吗？群里的讨论虽然热闹，但他却没什么聚会想法，顶着寂寞如风的 ID 去参加同学会，怕是聚会的当天，他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到网上。现在的他只是在这新手服有一点优势罢了，在现实世界真算不了什么。可以毫不夸张的讲，那些已经具现能力玩家，怕是一根手指头都能轻松戳死他。一旦别人知道寂寞如风就是他，就得看是特安部还是有心人先找上门了。这种事对他来说福祸难说。
至少就目前来讲，不是个太好的事儿。毕竟，他不是一个人，家里还有一个神秘的丫头呢。Q 群里热闹非凡，报名接龙的人也越来越多。林幽看到云蜜也在群里发了报名信息，看来也是出游戏很久了。他天赋不错，若是游戏顺利的话，应该也早到10级的了吧。在线的同学们都很积极啊，都报名了呢。剩下的同学应该还在游戏里，等他们出来了再通知一下他们吧。群里有人看着统计表说道：“林幽不也在吗？他还没报名呢，可能他没看群吧。不过我听老王说，他准备让林幽去参加文考呢。文考也是，文考比较适合他一点。林幽文考加油啊！林幽加油！”班级群里一提到林幽，所有人都变得默契起来。如果没觉醒天赋也就罢了，可难得觉醒了天赋，竟然是巨废的负面词条，真的是有点可惜，也真的是有点打击人啊。相信经过一天的体验，林幽也应该感受到这游戏对他的恶意了吧。没有天赋真的很难混，想来这应该是对帅的惩罚吧。毕竟像他这么帅的人真是不多见了，如果长得又帅，天赋又贼好，岂不是堵死了那些搓笔的最后活路？这些话虽然有人想过，但没人敢在群里说，这说出来指定要被其他同学喷死。毕竟嘲讽朝夕相处多年的同学算什么本事儿？显得自己很牛逼吗？真牛逼，去挑战 BOSS 啊！并且不见得林幽走文考的路就一定比别人混得差呢。毕竟这家伙长得是真帅啊，万一哪天遇到个什么富婆的话，直接成为林总也是有可能的，说不定其他人还得给林总当保镖呢。话题一转，对了，你们听说了没？0303号新手村又出轰动的事儿了啊！又发生什么怪事儿了？是小作文的事儿吗？不是啊，0303号村的土豪们现在疯了，正疯狂的买人头呢。买人头干啥？这玩意除了加罪恶值，还有其他好处吗？那可不，听说有个叫寂寞如风的巨佬杀了200多人，获得了超稀有的隐藏成就称号呢。现在那些土豪都疯了，都想解锁更高一级成就呢。我有个朋友在0303号新手村，200一次，靠卖人头都特么快致富了。最厉害的是，这事儿不知被谁宣传了出去，其他村的土豪也都疯狂的效仿起来了。卖人头致富了，那土豪名字得红成啥样？啥样？这谁能知道？他们都杀疯了，还没停下来的打算呢。寂寞如风，这名字还真火呢。雨琼也瞧了一眼林幽的手机聊天记录，浅笑了一声。他知道这网名跟林幽的挺像的，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游戏 ID 应该叫死亡如风吧。死亡如风，常伴无身，他当年好像经常这么说来着。第59章被反爆，是挺火的，这叫寂寞如风的应该挺厉害的吧。看着雨琼嘴角轻轻挑起的模样，林幽笑着附和道，在别人眼中这寂寞如风有多厉害他不在乎，但他心中好像特别在意这丫头的评价呢。厉害肯定是假的呢，你没看到那文章写的多么的夸张，一会物理免疫，一会魔法免疫，还能制造大爆炸。你说现实可能有这样的玩家存在吗？雨琼双手叉腰，胸部微微挺起，这一看就是十分有料。很明显，雨琼对这叫寂寞如风的并不感冒，毕竟网上充斥的假新闻实在是太多了，时不时还能出现一个自己采访自己的那种恶心视频，他真是看了就想吐。假的？你又没进游戏，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听雨琼这般说，林幽倒是来了点兴致，怎么就认为这是假的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呢，我反正我就知道是假的，你看网上有人信吗？他还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只能依托网友的话了，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不信的事儿肯定就是假的喽。哼，林幽轻声一哼，待日后能具现出能力了，他非得让这丫头见识一下什么是魔法免疫呢。哼啥？你还不服气是吧？我跟你说，真没这种人呢。不信你等着，肯定会让你知道的。林幽倒是没想跟这丫头一直斗嘴，毕竟输赢也就那回事儿。真热急了，他还得防着这丫头趁他进游戏的时候对他的身体行捣乱之举呢。突然他收到一条班主任老王发来的消息，林幽，明天什么时候有空？我来你家看看，顺便跟你聊聊文考的事。看着热情的班主任老王发的信息，林幽想了想，回道，明天上午10点吧，我在家等您。虽然知道老王的目的，但林幽没有拒绝老王上门的要求，因为这3年的时间里，班主任对他是真不错。高中3年，
助学金、奖学金都不用他主动申请，老王直接让他随便填写就行了。这次天赋觉醒后，老王当天就跟他谈过，想让直接放弃游戏，参加文考。毕竟那词条太烂，在所有人眼里都没什么意义，只有文考才是唯一出路。好，明天到你楼下给你打电话。另一边，揽月是一觉睡到中午才醒，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拿起床头的手机，想看看昨晚发的帖子浏览量怎么样了。有诸多职业水军加持，现在应该在搜索榜第一了吧？只是在他进入论坛看到热搜榜后，顿时有些傻眼，前10都没他写的那篇小作文，而现在排名第一的竟然是黑心女玩家大揭秘，带你了解天海集团3小姐的神秘过往。看到这标题，揽月心中咯噔了一下，天海集团就是他家的企业啊，而3小姐指的正是他。带着忐忑和不安，他点开了那帖子。帖子开篇贴的都是他以前作为拳师黑人的截图，在后面一点便是有大神玩家根据他平日发的各种炫富文案里，找到了能证实他个人身份的实锤证据。天海3公主陈星月，他的一切个人信息都被曝个精光。那热搜贴下留言已经达到了10W 加，铺天盖地都是对他和他家庭成员的辱骂。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揽月看着那些详细的令人发指的信息，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从来都是他黑人，没人敢这么黑他。还有他已经非常注意隐私保护了，怎么可能还能被人找到真实身份呢？这下他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想人肉爆那寂寞如风的信息，没想到激怒了网友，反而被爆了。这帖子的浏览量还在不断增加，那些饱受过拳击伤害的玩家更是愤怒无比，直接跑到天海集团官网下留言狂喷，并且有人发出号召令，号召饱受拳击伤害、憎恨拳击行为的玩家联手抵制天海集团的产品。这一次他是触了真怒，该死该死，怎么这样？揽月咬着牙恨恨地说道，他不过就是想在游戏里抢占先机罢了。至于那寂寞如风，也是他先不识抬举拒绝他的呀。并且他的小作文里虽然有挑拨男女关系对立的情节，但寂寞如风这家伙确实有那么多变态的能力啊，为什么就没人肯相信他呢？他好恨。手机铃声响起，喂，小姐，董事长要见你。对，事情很严重，大少爷和二少爷都到了。第60章不惜一切。大师集团帝都总部，石总，事情很顺利，天海集团已经在联系官方删帖了。不过这次那陈老三做的有点过火，官方的态度也很不满，估计还能再拖个几小时。一满头银发但精神健硕的老者正恭敬地站在一中年男子旁进行着汇报工作。很好。这些年天海太高调了，跟大和的几个跨国公司走得太近，竟然把那几个特殊专利赚了出去。上头本来就对他们有些不满，这次没想到那陈家老三这么蠢，竟然捅出这么大一个窟窿，引起公愤。男子的嘴角露出一丝轻笑，他最是不耻天海集团的那行为。那几个特殊专利，国内也有企业想拿下，并表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但天海集团以有内部跟大和公司有协议为由，直接拒绝了。为此，国内的几家大企业不得不花更大的代价绕开专利限制，但别人用的又是正当手段授权交易出去的，便是心中有怨气，也只有忍着。这次天儿也算是立下大功了，告诉他游戏里缺什么，只管买，所有的钱直接从总公司走账。他最好能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团队来。现在凶兽入侵，我们光靠国家力量也不够啊。中年男子的手轻轻地在桌上敲击，对未来又开始规划起来。谁都不会想到，一次新手村的杀人事件竟然会引起这般大的连锁反应。揽月更是不会想到，就因为他一时愤怒，无脑写了一篇小作文，竟会把天海集团拖入厄运的深渊。陈家别墅，陈家现任当家，天海集团董事长陈建锋，此刻正站在书房，看着墙上挂着的当代艺术家狗不理所写的忍字，一言不发。在其身后，陈氏三兄妹正战战兢兢地等着老爷子的训话。过了许久，星月，你网上发的那文章真假到底几何？陈建锋思虑了许久后，终于开口了。爸，除了男女对立是我故意拉的仇恨，其他一切都是真的。那家伙是真的有可以磨免和雾免的道具存在。你若不信我说的，那除了我以外，洛叔的儿子洛尘，李叔的儿子李蛮蛮，还要他们都亲眼见过这人的能力。这些人
你都知根知底，想调查也很容易。揽月咬着牙将认识的人都说了出来，这些人有不少是他校的校友。他爸若真想查真相，那也会非常容易。毕竟他还没那么大的能力，让所有人都能保持统一口径。魔法免疫，物理免疫。陈剑锋喃喃自语了许久。织女莫如父，这种情况下，就是借给他10个胆，也不敢再进行欺骗之举。他口中的那些人，他自然也会再派人去调查，但相信结果不会处离太远。一切都该是真的，真有这种特殊的东西存在。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直接从公司总部进行画账，进行游戏装备人员打造，这无需任何人审批。现在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在此人未进入主服之前，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他身上的特殊道具。这件事你要是做成了，天海集团下一任掌门人位置就是你的。陈剑锋语气坚定，那魔免之物他是志在必得。是，我一定全力以赴。揽月没想到老爷子竟然会这般支持他，有财力和物力的支撑，他不信干不过一个散人，毕竟就没有钱办不到的事。老大，老二，爸，您说。陈老大、陈老二虽然对陈剑锋的话心中有些不满，但也不敢多说什么，毕竟在这个家，他爸就是绝对权威，无人敢触怒。从今天开始好好辅助你们的妹妹，务必助她得到那件道具，这就是我现在给你们的唯一任务。是，爸。待三兄妹走后，陈剑锋打开书房密室，左右谨慎地看了一眼后，从右上盒子里拿出一块特制的通讯工具，在进行一长串加密拨号之后，郎桑，有一件事，相信你会非常的感兴趣。不过，我需要一块天赋重铸石，相信应该不会让你为难吧。第61章，村长不在，我就是老大。一顿沟通后，优西，陈桑，你提供的这消息非常有价值，你的条件我答应了，但请你务必要拿到那件东西。请相信，伟大的大河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等故乡的樱花开了，我等着你回来一起赏花。挂了电话，陈剑锋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他的天赋若是能再重铸一次，一定可以变得更强一点。钱是身外之物，获得那强大的巨响力量才是他最渴求的。而他想改变，唯有再重铸一次天赋。事不过三，他就不信再次重铸还能是3个负4条。另一边，雨琼是边走边埋怨：“你还真勇呢，都要走了，又打包了2份腰花。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在游戏里有人了？”啊，你想什么呢？我在游戏里能有啥人？这才开服1天多呢，大家都忙着升级，谁有心思搞那些？林幽瞧着这丫头撅起的脸，忍不住一把抓住她的马尾，轻轻的这么一拉，果然非常的有未来感。是吗？那样最好。其实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你天赋很差，那些女人现在肯定是图你的身子，等她们把你玩坏了，肯定把你扔新手村不管呢。玩坏了？你是不是最近看电影看多了？你要是再口出虎狼之词，小心我手下无情。林幽满头都是黑线，这些词儿是一个好姑娘能说的吗？这世界的电影献祭做的可真不够好，只要充个10元企鹅 VIP 会员就能随便看，不讲究，真是毫无道德底线。回到家，林幽叮嘱完这丫头别捣乱后，便锁上门，直接躺在床上进入了游戏。酒饱饭足，他也得开始新的练级之旅呢。相信揽月那帮人有了上次的教训，应该不敢再来找他麻烦了吧。只是在他进入游戏的一瞬，房间门又轻轻地被拧开，一银发身影几乎是算准了时间，又蹑手蹑脚地拿着平板走了进来。他今天就要边看电影边守在这儿，一旦发现林幽的未来有什么异常之举，便要想法子将他强行唤醒过来。没办法，生死事小，名节事大，他费了那么大代价才重新找到他，可不能让那些野花野草给中途截胡了。要是被截胡了，他会非常不开心。不过老规矩，先打开企鹅视频。第17集禁忌之恋，疯狂的病娇。哥哥，当然，这一切单纯的林幽自然不知道，他哪知道这丫头的想法竟然会这么多。不过他现在的精力可都在游戏上，没心思管这些呢。勇士，欢迎您回到游戏。在属性的 NPC 声音之后，林幽来到了之前的下线地点村长小屋的一角，看了一眼包袱里的大印，心中已然感到稳妥。别的不管，先找那些 NPC 把新手任务从头到尾完成再说。相信有大印在，这些家伙应该不会让自己到处跑路收集材料吧。村长呢？林幽出门
看到之前村长揭发任务位置出现了一个壮汉，在壮汉身上也出现了新手任务标志。辅助提醒，村长决定闭关，写一封荡气回肠的书信，暂时委托王五代为接待玩家。原来如此，看来他想的还是蛮周到的嘛，竟然要闭关写信，看来没有3-5天是搞不定的了。不过闭关也好，如果村长不在的话，那我不就是老大了？林幽突然想到了什么，这大印到底好不好使呢？譬如说，让 NPC 杀人或许不行，让 NPC 拦着特定的人不准进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啊？毕竟大印在手，老村长又不在，他这村里的2把手，难道说话就不好使吗？想到这儿，他飞快地朝门口守卫跑去。写小作文的那2个，他首先不会放过。第62章，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操，快看快看，是活着的巨老！林幽刚上线便收获一波特别的关注，那红得发亮的名字，嚣张又拉风的称号，不管在哪儿，无疑都是最靓的仔。真想一睹那头盔下的真容啊，不知道大佬长什么样呢？嘿嘿，根据守恒定律，上帝给他开了一扇门，肯定给他关了一扇窗，所以嘛，我猜大佬没我帅。旁边一名为吊炸天的玩家颇为潇洒地揭下自己的头盔，经过20%的后台颜值增幅，颜值评分83的他，自认为还是很能打的。切，游戏里帅有什么用？等大佬在现实世界去现出了能力，哪怕是个丑鬼，也有美女跪舔呢。人都很现实，以林幽目前掌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只要真想要，肯定会有不计其数的美女愿意倒贴。有的人看注重颜值，还有更多的人会看重他实力。快看，大佬又要表演冲守卫了！突然有人惊呼道。之前林幽冲守卫，只有部分村口路过的玩家看到，其他人都只是听说林幽是冲进来的，但具体怎么个方式方法，无人知晓。现在是在村子里，又是玩家上线游戏的高峰期，所以有人刚这么一吼，瞬间就吸引了一大波注意力。很多人都想见识一下，这位大佬到底是如何做到能无伤通过守卫的，不管是不是有短暂物理免疫的能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种离奇的牛逼场面必须得亲眼见识一下才行。只见林幽在众人的注视下，不慌不忙地朝村口走去，在靠近 NPC 守卫攻击范围的时候，瞬间将包袱里的村长大印拿出来握在手上。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那守卫的 NPC 看他的眼神虽有惊讶，可竟未真在攻击他，径直的让他通过了村口。啊，大佬原来是这么进来的，之前谁不是说100米冲刺直接飞进来的吗？嘿嘿，所以说网上的话不能尽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兄弟说的有道理，不过大佬还是牛逼啊，能获得这妖牛逼的道具，可以无视红名规则了。大多数人眼里先是有些失望，但随后又变化成了肯定。确实，玩家不可能拥有那般变态的能力，毕竟亲眼所见，守卫根本就没攻击大佬。物理免疫这事儿又如何说起呢？游戏提醒：7进7出，完成进度1/7。待确定完成一次任务后，林幽又走到了守卫面前。那村长大印依旧握在手中，这可是他跟 NPC 对话的底气。尊敬的勇士，请问你有什么事？守卫 NPC 看着大印，疑惑地问道。这是村长的大印，根据王村长定的规矩，见印如见人。虽说这大印不知道怎么落到眼前这邪恶的勇士手里，但村长说过的话就是规矩，只要持印者不做伤天害理、违反法纪的事，他们都得无条件配合。我想问一下，如果让你们出手击杀其他的勇士，可以吗？林幽倒是大胆，直接将这话抛了出来。虽然知道可能不太行，但就是想试试呢。勇士，很抱歉，除了像您这样最大恶极的勇士外，我们原则上不能无理由主动出手攻击其他玩家。NPC 守卫很实诚回答道。还真是坦率。林幽心中暗道。众所周知，原则这2个字在大夏文化里博大精深。原则上不同意，那就是可以同意；原则上不能无理由，那就是还有的商量。王村长跟我说，如果有人想干我，也可以随时找你们。那是自然。您有村长大印，干您就等于干村长。如果发生这种事，请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我们绝不会放过那些不法之徒。很好，果然很有原则。林幽点了点头，和他想的一样，直接调动 NPC 有些复杂，但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希望在他离开新手村之前，不会再遇到什么不长眼的势力了吧？对了，让你们杀人有些麻烦，如果让你们帮我拦住几个人，不准进出新手村，有难度没？林幽心中坏笑道。那几个家伙，他一个都不准备放过。
没有问题。在您掌握村长大印期间，您任何合理的要求，我们都会遵照执行。第63章回敬。这样吗？听守卫这么一说，林幽也差不多明白了。看来这命令也是有一定时效和局限性的。一旦自己离开新手村，那村长大印便会被王敬夫收回，那自己之前发的那些命令应该就会自动解除了。当然，这也算是合理。不然，他一声令下，永远禁止守卫放任何人进出村子，那恐怕这村子的玩家都会废掉。这种指令，原则上肯定也是没办法通过的。好，那你们重点帮我留意几个人，分别叫揽月、孤星北落、无情小法师、无敌小旋风。如果看到他们，通通禁止出入。林优先点出了4个名字，这些个都是主动找他麻烦的。虽然他现在并不惧怕，但苍蝇也是烦呢。既然这些人想恶心他，他也想好好的回敬一把。在自己离开新手村之前，就老老实实在村子里待着吧。头上长锯掉，一夜五次郎这7个人也是如此，禁止出入。这些则是跟着无敌小旋风来讨伐他，被他干回去后，一直在公屏狂喷他的玩家，自然一视同仁，权限不用，过期作废。他已经决定，正常的跟他打架 PK 没事儿，毕竟这游戏里 PK 就是合理的。但输不起狂喷的，一律禁入。敢恶心他，他也得好好的恶心回来呢。尊敬的勇士，这些名字我已经都记下了。您放心，这期间我保证他们进不来，也出不去。守卫 NPC 信誓旦旦道。相比让他们主动去击杀玩家，这些都算是小事儿了，也不会违背那原则上的问题。好。林优点点头，转身朝铁匠铺走去。新手任务还没开搞呢，虽然完成会比较容易，但流程也要走啊。于是乎，尊敬的勇士，既然您是村长看中的人，解决外面那些龅牙兔自然是轻而易举的。麻烦你帮我把这刚打好的兽皮腰带交给书生吧。赵铁锤看着林优手中的大印，任务台词都直接变了。本来正常的游戏流程该是击杀30只龅牙兔才能拿到这兽皮腰带，进行下一步任务。可赵铁锤直接给他一步到位了，这样就很好。如法炮制，林优花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就完做了2/3的主线任务。这任务流程简单到令人发指，别人莫不是要辛苦的再三拜访，来回的跟 NPC 对话交流，并且还要凑足关键的材料后才能开启下一个任务环节。在林优这儿，通通很简单。NPC 看到大印后都知道他是村长的人，哪儿还敢怠慢他？凡是有一点繁琐，比如说要出村折腾来回的，通通以勇士你已经达到要求为由，直接给他通过，然后把下一个任务物品交给他。其他玩家开始还有些不解，因为不知道林优与 NPC 私人对话的内容，但大家也不是傻子，有追着看热闹的人发现这寂寞如风的行动路线跟新手任务一般无二，并且 NPC 道具都是完成上一个任务后才能得到下一个。可这寂寞如风好像是对话完之后就直接得到了那些任务道具，什么打怪收集、帮寡妇挑水、偷情书这种事儿压根儿就没做过呢。大佬真心牛逼，我给大佬跪了。人与人真是不能比啊，狗日的 NPC 凭什么这么对我们？有羡慕自然有嫉妒。不管如何，寂寞如风这个 ID 名在0303号村是越来越响。尊敬的勇士，这是要技师的转职资格证明书，等您达到暴风城，找到一个叫莉莉丝的人，便可以完成副职业选择。好，林优很是满意的接过 NPC 递来的药剂师资格证明书，有这东西在，进入主城后便可直接进行副职业转职呢。现在只差搞到那3种材料，便可顺利炼制双倍经验，到时候升级速度肯定快到飞起。如果能多搞几个天赋神识就好了。林优暗暗想到，论升级速度，谁比得上大法师啊？若是能多偷几个法师技能，比如火强术、地狱雷光、冰咆哮等招式，那可真是要多爽有多爽。林优收到一条信息提示，面试狂魔已经通过您的好友申请。第64章，好消息，在玲珑小刺客下线休息前，特意请林优添加了一下面试狂魔的 ID， 因为涉及到装备价格以及那天赋神识，这些还是得团长谈才方便点，他就是个小兵，不适合一直这么掺和。至于为何让林优添加面试狂魔，自然是因为林优关闭了所有其他好友添加权限，除了他本人外主动外，其他玩家根本加不了他。大佬好！面试狂魔激动地给林优发了条问候消息。现在的林优在他心中简直就是传奇般的存在。2次大战
虽然他都没机会亲眼见到林幽那无敌之姿，但并不妨碍他从别人嘴里了解到一些真相，并且下线后他也不是什么事儿都没做。揽月发小作文黑林幽，被他认了出来，新仇旧恨一起，他反手就请人摸到了揽月的底细，天海集团三公主陈星月，然后也跟着雇了一批水军，进行了一波反向爆破。原本他只是为了出口心中怨气，没想到这事儿被他老爸知道后，竟然破天荒地夸奖了他，认为他做得不错，更是大笔一挥，允许他直接从总公司账户提钱用于游戏里的装备打造，并要求他搞出一支精英团队，具现能力后带到现世界来，有钱有支持，自然好办事。所以一上线，他就迫不及待地联系起了林幽，不管日后能不能得到此人的支持，但关系一定要交好。大佬，你在哪个图？方便说一下不？我带钱商过来，咱们把装备的事谈一下。灭世狂魔也是有想法的人，大佬的性格他还琢磨不透，但有一点，大佬并不反感跟他交易，并且他也是为数不多能加到其好友位的。有这些因素加持，相信后面的关系也能逐步搞好。你带钱商在村长家门口等我，我马上到。林幽回道，低级装备还是尽快脱手的好，毕竟游戏里玩家太多，每天都有大量装备产出在。除了那对死亡骑士战舰是稀有货外，其他装备的替代品是真不少。若是一直捏在手里，肯定就是贬值。他也知道灭世狂魔有意教好他，这些装备他便是高出市场价卖，对方多半都会全盘接收。毕竟干掉揽月一伙的32万块，别人可真是一分都没赖账。信誉这点的确没得说，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平白无故老占人便宜，后面的人情世故牵扯就会很麻烦。所以就目前来说，他喜欢公平等一点，互惠互利。啊，大佬，在村长门口等你，可别这样，洪明进村太危险了，还是我们出来找你吧。灭世狂魔还不知道林幽已经进了新手村的事儿，以为林幽在开玩笑呢。毕竟村口的带刀守卫可不长眼啊，这要是洪明被爆，浑身上下都会被爆个精光呢。这玩笑开的可不好，没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就在村子药店里，只是这儿不方便谈事儿。等我5分钟，马上就到。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了？灭世狂魔看着旁边的钱商，喃喃自语道。5分钟后，村场门口，灭世狂魔看到林幽顶着那无比嚣张的称号走了过来，罪大恶极，法外狂徒，真是太尼玛帅了。难道这是杀人的奖励成就？他不瞎也不蠢，别人能猜到的事儿，他自然也能猜到。怪不得他刚上线，看到公屏里很多人在刷村外收人头，他还纳着闷呢。毕竟这游戏里人头除了增加罪恶值和死亡爆率外，真没听说还有其他用处呢。所以一般玩家若是搞红名了，都会尽快搞那卷轴，将那罪恶值清理掉。开服这么久，像林幽这样把罪恶值一次性积累这么多的玩家，或许有，但绝对不多。至于新手村，更是绝无仅有。不知道，我现在去买人头，还来得及不？看着那条缠绕林幽身体的血龙，灭世狂魔双眼开始发光。他对这种稀有装备也是向往的很啊。当年为了开个龙虾皮肤，他直接充了10万进去，可以说他对皮肤的执着也很深啊。发呆干嘛呢？跟我进去吧。林幽看到灭世狂魔眼神呆迷，嘴角似乎还有口水溢出，这表情也太夸张了吧。这皮肤效果真有那么好看吗？不过就是个装饰品罢了，若是可以换10来个天赋石，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拿出去交换。毕竟他是个散人，越牛逼越拉风，越容易拉仇恨啊。好，灭世狂魔马上狠狠地擦了一下嘴角，失态，实在是太失态了。第一次见到大佬就这样子，实在是有些尴尬。村长小院，这是村长的私人地盘，目前除了林幽和他带的人外，其他人都没办法进来，所以谈话什么都比较方便。大佬，其实除了装备外，今天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灭世颇有些神秘地说道。好消息？难道说你已经找到了天赋神石的下落？林幽瞳孔微微一缩，这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啊。第65章黑心商人，还是你来告诉大佬吧。灭世狂魔对着一旁的钱商说道。此人 ID 名为水多多，是家财万贯商会重点培养的新人。之前灭世狂魔给林幽结算金币，也是通过此人进行的交易，所以彼此之间也算是认识，有个脸熟。寂寞大佬您好。消息的确跟天赋神石有些关系。水多多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为了打探天赋神石的消息，
他们商会可是付出了不少努力和代价呢。当然，这一切都很值得。一是教好了灭世狂魔这个大金主，二是通过其关系认识寂寞如风这个大魔王。此人手上装备多多，若是能搞好关系，从其手上直接吃货，可比在拍卖行上扫货便宜的多呢。特别是后期，一件高级装备动辄便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那拍卖行10%的手续费就高得离谱了。若是能打好关系，让大佬在他们的地下渠道进行销售，提拍卖行10%手续费中的一部分作为佣金，他们都会赚不少呢。并且由大佬独家供货，那无论货质货量都会非常有保证。具体怎么回事，说来听听。林幽颔首道：我们商会的人在收玩家游戏币的时候，都会顺带收关于天赋神石的消息。水多多顿了顿后，接着说道：昨天半夜，我们收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消息。有个玩家说，他在野外地图打宝时遇到了一个黑心商人 NPC， 他看了黑心商人的货架，便有那天赋神石。黑心商人？林幽微微一愣，黑心商人他倒是在论坛上听人说过，是云游类 NPC 的一种，没有固定地点，野外随机出现，能不能碰到全看玩家运气。在其随身带的货架上，除了售卖药物装备外，神秘罐子外，偶尔也会刷出珍贵稀有物品。那他买到了没有？你应该知道，黑心商人的货绝不便宜，野外卖药的价格都是普通商店的5倍。至于这珍贵的天赋神石，虽然他当时摆的价格不算过分，但100金币也不是那个玩家能轻易拿下的。水多多颇为遗憾地说道：多好的机会啊，若是能搞到手的话，带到主城去，目前至少能翻10倍呢。那你跟我说这半天是逗着玩？林幽没搞懂这俩人是啥意思，神神秘秘地说了半天，也没天赋神石，也没货呢，这是逗他玩吗？不，我哪敢跟您开这种玩笑呢？水多多赶紧道：他方才说这些只是铺垫一下气氛，顺便表达一下他们为了林幽这事儿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那玩家运气极好，虽然当时没买到东西，但黑心商人给了他一个隐藏任务，完成任务后便可以重新得到商人的坐标。水多多终于是把话给说完了，他们为了打听到这完整的消息，也额外给了这玩家不少好处呢，不然别人哪那么容易把这等秘密说出来。当然那玩家也不敢乱说，老字号钱商代表的是一种招牌和信誉，他们不但收游戏币装备，还收一切有价值的任务信息、任务物品，可以说只要是好东西他们都收。若是有人敢糊弄他们，那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各大钱商不论在主服还是新手服，可都见着势力呢，不然如何敢到处跑着做生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在游戏里杀玩家不一定有事儿，但你若是无故杀钱商，那肯定会出大事。不过钱商也遵循一条规矩，收货商人不参与玩家的任何争斗，处于绝对中立。原来如此，你们是想让我去赌运气试试？林幽也差不多听懂了水多多的话，天赋神石和行会令一样，现在都是有价无市的状态，不是说有钱就可以买到，都没货呢。当然，若是林幽愿意再等个几天，等大多数玩家都离开新手村进入主城区，或许会有零星的天赋神石冒出来，到时候也能用行会令进行等价交易，也算是赌运气吧，赌那黑商货架里的东西有没有刷新掉。如果没刷新，祝那玩家完成任务后应该还有机会再买到。水多多说的依然实诚，虽然年轻，但也极具城府。作为一个商人，有时候说实话更容易博得别人的好感。第66章100金到手。可以。林幽想了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浪费不了多少时间，也用不了多少精力，这事儿值得赌一把。并且就算那黑心商人手上没有天赋神石，若是能买到其他好东西也不错呀。论坛上说，黑心商人手上可是会经常出售神秘的罐子，那些罐子可是有较低概率开出稀有道具来的呢。众所周知，他开奖卡 bug 很有一套。那玩家现在在哪儿？林幽问了一句。他还在休息，昨晚下线的时候他疲劳度刚好用完，不过算算时间也差不多快好了。您如果同意的话，我马上让人现世界联系上他。水多多说道。这游戏疲劳度限制得很死，谁也没办法绕开，不然他们昨天收到这有价值的消息，便会马上安排人帮此人顺利完成任务了呢。可以，你联系吧，看看商人给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如果不难，我就带他做了。林幽想的也是省点时间，尽量在商人货架刷新前找到这 NPC。待这事说了之后，林幽也不是一个什么拖拉扭捏之人，
一股脑的把之前杀人得到的装备都取了出来，直接扔在了院子里，方便灭世狂魔和水多多估价。这些东西他自己预估是100斤左右，就看这俩人能报个什么价了。3分钟后，寂寞大佬，现在咱们先说生意。这些装备我估价是105斤，您看能接受吗？这些装备里小极品挺多，但都不算太贵，基本都是1、2斤左右的过渡装，土豪用不上，平民用不起，只适合那些攻坚开荒团队成员用。其中也有最为亮眼的东西存在，就是那一对死亡骑士战舰，总共能增加 5% 的物理暴击，其他属性也相当完美，可真是个好东西。若是有机会能把套装搞出来的话，这玩意儿的价值还要翻倍呢。可以，不过我也省下了 10% 手续费，这样你就直接给我100斤吧。做生意我喜欢互惠一点，日后大家也能更好的合作。林幽也是个耿直厚道人，钱商的态度让他也很满意。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消息渠道非常的广，这对他来说很有价值。比如说需要什么材料或者什么物件，都可以通过其私下关系寻找。毕竟这些商人手中藏货也是非常厉害的，有好东西他们不见得都会公开出售，而是私下交易给熟悉的金主爸爸，所以该分的利润他也得分出去才是。毕竟也是 10% 拍卖行手续费里省下来的，自己吃肉也得让人喝点汤，吃独食不见得任何场合都是好习惯呢。把交易谈好后，灭世狂魔直接在外面喊来了5个跟他一起入伏的兄弟，先把这满地的装备给捡起来。毕竟他个人的包袱可没林幽这么大，一个人确实装不下。在这100枚金到手后，林幽现在手上的金币差不多就有150枚之多，2天净赚150万，这数字想想就有些让人激动。正在林幽暗暗高兴之际，寂寞大佬，如果您暂时不用金币的话，我们这儿也提供金币回收服务的，您可以把金币都卖给我们保证给您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多多看着林幽讪笑道，金币在游戏里是硬通货呀，他们在0303号新手村这个点儿，这2天收的金币几乎有一半都落到了林幽手中，所以也想看能不能从其手里回收一部分，也好有个周转。因为有的玩家性格古怪，怕隐私泄露，拒绝限时转账，只能用游戏币从其手中收有价值之物。呵呵，我准备搞强化装备，还需要很多钱，这点自己都不够，还是日后再说吧。林幽笑着婉拒了，他的确是需要把钱转出来，但暂时不能跟水多多这样的大商线下交易。他相信只要给水多多提供一个银行卡号，要不了1分钟，他的个人信息包括底裤颜色都能被查个干干净净。商人逐利，钱少的时候可能没事儿，但如果别人家的钱足够多，就想买他现实信息的话，凭什么认为一个外人能为他保住身份秘密呢？第67章1分都别想要。等了约5分钟后，大佬，那个玩家上线了，正在新手村，一起去看看吧。水多多问道。虽然收金币的事被林幽委婉拒绝了，但丝毫不影响其心态。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客户这样做都是很正常，毕竟买卖资源他们只是钱商，可不是土匪，哪能强迫交易呢？好，林幽点了点头，先看看那玩家接到的是什么任务再说。村子南面，林幽与灭世狂魔、水多多3人在吃瓜群众的注意下，到了村南口。林幽看到一戴着鹿角头盔、穿着月灵长袍、手拿绿色弓箭的女子正站在村南口四处张望，看了一眼 ID 号和等级，红色妖姬 LV8。大佬，就是这玩家了。水多多笑着说道，然后走上前去跟他打了个招呼。红色妖姬，你好，我是家财万贯商会的人，刚才我从视线下跟你联系过，这2位是我的主顾，等下会先帮你一起完成任务，然后我们要尽快找到那个黑心商人。看到水多多带着的那2人后，红色妖姬脸上突然出现一抹犹豫，停顿了一会后道，之前我跟你同事谈的条件我觉得很吃亏，我要再额外增加一个要求，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带你们过去。这不太好吧？水多多的面色有些不悦，在之前谈好的基础上临时加价是非常令人讨厌的行为，要知道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上家下家之间充当中介沟通的角色，在谈好条件的情况下临时加码是很容易得罪买家，也非常影响他们的声誉。有些不理解的主顾甚至会认为是他们在中间作梗抬价呢。我不懂你们商人谈判技巧，我出去的时候查了一下，如果你们能买到那天赋神石，至少可以几倍的价格卖出去，相比之下你们只给我30万做报酬，
不合适吧？红色妖姬看到寂寞如风和灭世狂魔的名字后，是铁了心要赚上一笔。他也知道黑心商人那儿有刷新时间在，谁也不知道下一批货架上会刷新出什么东西来。如果这几人的目标就是天赋神石的话，他们拖不起。你有什么要求，直接说。灭世狂魔也是心头不爽，在寂寞大佬面前这样抬价，不是打他的脸吗？他是差钱的人吗？红色妖姬咬了咬牙，他知道这是他最后要价的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300万，我要300万，钱打到我的账户，我确定收到后，再一起去做那任务。如果你们不给，我相信其他人也会对这消息有兴趣。这任务时间还有24个小时，我可以多给你们点时间考虑。红色妖姬口中的威胁味道是越来越浓，他是看准了这些人对那天赋神石的需求，富贵险中求，只要300万到手，日后便是在游戏里被追杀也无所谓。好，很好，很会利用时机。灭世狂魔眼眸微微一寒，但很快又收起了凶光，这手段的确是可以，很会抓时机。300万，哪怕是加个零也不是重要的事，但临时涨价这行为就让他很不爽。若是在平日遇到临时加价的，哪怕东西再好，他也不会要。但这次没办法，他可是答应帮寂寞大佬找到天赋神石的，只有天赋神石才能换那块行会令。人情是人情，交易是交易，纵然不爽，他也得先答应下来。水多多，把钱给他，我们先去把那任务完成了再说。灭世狂魔压着火气说道。呵呵，合作愉快。就在红色妖姬心中得意，准备着安心收钱之际，林幽突然收到一条系统信息提示：悲鸣洞穴5142.2545，发现黑心商人的踪迹。好家伙，还是你靠谱。林幽心头一喜，然后道：水多多，不用了。大佬，您生气了？事情是我们没办好，您放心，1分钟之内肯定能完成转账。水多多以为林幽认为他们几个眼双黄，生气了呢。我没生气，我有个朋友已经找到黑心商人了，现在不需要再给他钱买消息了。啊，您朋友这么厉害？灭世狂魔都愣住了，他这才打听到消息，别人连黑心商人都找到了。大佬这样牛逼吗？那行会令怎么办？除了林幽外，他也没地方搞令牌啊。我准备亲自去看看，不管结果如何，这块行会令我就直接卖你吧。至于这价格，你就先按照100金给吧。如果那儿没有天赋神石，再另说吧。林幽完全按照黑心商人天赋神石的摆摊价卖的这块行会令。虽然之前跟灭世的约定是用行会令换天赋石，但眼下这情况，别人确实也够意思，愿意直接被炸上300万，也要完成之前的承诺。对于这点，他也很欣赏。不过，他的话也没说死，如果黑商价格不对的话，那就另说了。谢谢大佬，您放心，如果这次黑商手上没有天赋石，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保证给你弄一块来。灭世狂魔激动道。大家都是耿直人。好，林幽微微点头。确实，如果没有的话，他还真得再想办法弄呢。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是想在我面前演戏吗？红色妖姬看这几人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不买也无所谓，他已经知道大概价格了，大不了换个钱商，一样可以把这消息卖出去。呵呵，你好好在村子里待够24小时吧。林幽意味深长地看了红色妖姬一眼。24小时的任务时效性，看来是完不成了。加价就加价吧，还一边威胁一边加，真当他们都是软柿子，随便拿捏呢？毫无信义可言。所以让这红色妖姬在村里待24小时，很合理吧？这么想坑人，那就1分钱都别赚了。第68章材料收集委托。等24小时？你是想派人在外面堵我，不让我出村，让我主动就范？红色妖姬以为这3人是在演戏。黑心商人神出鬼没，哪有那么容易找到的？并且1分钟前，这灭世狂魔还说要打钱呢，转眼此人便说找到了，有这么神速？大佬，是让我派人看着他出去直接杀吗？灭世狂魔也以为林幽是这么个意思，不然怎么赌24个小时？不用赌，你们都别管他这事儿，我有办法。林幽淡然道，随后从包袱里取出行会令，直接交给了灭世狂魔。行会令，拿着黑色令牌，灭世狂魔满眼都是激动，终于是得到了。水多多，你先把钱给大佬，然后继续打听天赋神石的消息。钱无所谓，是一定要办好。
灭世狂魔不忘答应林幽的承诺，并且他隐隐有感觉，这寂寞大佬对天赋神石的需求有些大，多帮着找2颗也不是坏事。日后若是自己在游戏里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许可以用天赋石与大佬做公平的交易呢。好，水多多也是干脆，金主开口，自然说什么就是什么。100金也不过100万，灭世狂魔可不会差他们这点。又是100金到手后，水多多，请你们收集消息是怎么收费的？林幽也想省事儿一点，辅助系统只会在关键的时候给出关键的提示。这物品收集这块儿，他倒是问过，但系统没给什么价值提示呢。那得看您想打探消息的难度，针对不同的消息，时间不同，价格也不同。比方说，打探天赋神石的消息，警示消息，我们这儿的标准报价是2万1天，如果有其他费用再另算，或者也可以选择包月服务，在包月期限内，任意消息都可以打听，我们会提供尊贵的 VIP 贵宾服务。当着众人的面，水多多很认真地说道，这是他们钱商官网可搜的公开信息，也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我想让你们帮我找玄冰草、阴阳花、冰灵果这3种药，大概要多少钱？水多多思忖一番后道，代收集药材的服务费是500银币，不过在新手村是没有这3种材料产出的，你如果确定需要的话，得等我们的人去了主城区才行，保证到了之后3天内绝对能给你搜集齐全。至于材料价格，到时候才能确定下来。林幽口中的药材，水多多自然听说过。作为钱商重点培养的人才，他们在读书期间每天除了学习课本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在疯狂的背记游戏里的各种道具信息、装备出处、副本线索、任务开启条件，这些必须都得背得滚瓜烂熟才行。可以说，只要不是什么稀缺材料，他分分钟之内都能给你说个大概出来。什么是专业？这就是专业。可以。林幽点了点头，他相信钱商的人升级速度也不会太慢。如果能帮他尽快搞定这3味材料的话，无疑是帮了他大忙了。500银的服务费，林幽也是直接给了水多多。和商人打交道，生意归生意，人情归人情，500银也就0.5金，虽然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大数字，但规矩就是规矩，今天他给你人情，下次你还得还，来来回回就算不清了。待林幽走后，灭世狂魔又冷着脸看了一眼这红色妖姬，若不是寂寞大佬让他别管这事儿，他倒是真想在外面干他2次，吊上他2级呢。临时加价，真是无耻。好在寂寞大佬没在乎，不然这事儿得整得多尴尬。水多多亦是如此，这叫红色妖姬的现在已经上了他的商会的黑名单。对待不诚信交易的玩家，现实中去找麻烦，那不至于。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若真因为这事儿去现实找这红色妖姬的麻烦，一旦被网爆出来，他们商会的名誉也会直接扫地。毕竟很多玩家非常重视个人隐私呢。虽说也都知道钱商能很容易查到他们的个人信息，但查到归查到，你若是拿着这个人信息直接现实上门，那其他玩家还怎么敢继续跟你合作？谁知道哪天你会不会因为其他事找上门来？但拉黑是必要的，日后拒绝提供一切服务，不然若是再因为他得罪像灭世狂魔这样的金主爸爸，那损失就大了去了。便是在游戏里杀他10次都不会解恨。要知道金主的心思都很简单，我花钱，你要让我感觉到快乐和爽，别搞什么裤子都脱了，临时来个加钱环节，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是脸的事儿。谁知道是不是钱商和上家唱双簧，想敲地主呢？通常这事儿只要发生1次，只要金主觉得不爽了，想下次合作就难了。第69章揽月的信心。不跟我合作，难道以为我找不到其他人吗？我不信其他人会对这消息没有兴趣。红色妖姬暗暗心道，他反正是不信这寂寞如风的说辞。那个朋友来得太快了，也太巧了，他现在都有些怀疑这群人是不是在打主意，想等他完成任务，得到黑商坐标后偷偷跟着他一起过去找，到时候便是1分钱也不用付了。想到这儿，又不是只有你一家钱商。红色妖精的眼珠也转得很快，他相信只要能带钱商的人去那任务地，绝对可以挣笔大钱。这次他就要100万，并且还要预付50万才行。到时候完成黑商任务可以得到那神秘道具，再能赚个100万的话，他可真是要发了。小瞧我不信你敢对其他钱商动手。他心中暗道，只要把消息卖给钱商，这事儿就跟钱商有关系了。他不信到时候这群人为了夺地址
还敢对他下手呢。守卫兄弟，麻烦你们再帮我个忙。勇士，你说就是了。待会有个叫红色妖姬的女人要从村子里出去，麻烦你们顺便也把她拦下来，拦够24小时就行。林幽叮嘱道。没问题，小事。守门 NPC 当即应允，只要不是让他们禁止所有人出入，都是小事。悲鸣洞穴西北方。林幽看了一眼地图标记后，很快确定了行动路线。那是12级怪鹿骨虫的地盘，里面布满了恶心且强大的虫怪。以红色妖姬的实力，便是完成了隐藏任务。到时若无特殊 buff 护身的话，也得请人护航才能走进去。毕竟隐藏道具不是那么好拿的，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系统呢。只是目前看，这红色妖姬跟这隐藏道具注定是无缘了，何必做这么恶心的事儿呢？威胁，他最讨厌的便是威胁。黑暗召唤术，权杖一挥，林幽把暗夜骷髅再次召唤出来。兄弟，跟我冲，咱们去悲鸣洞穴购物了。说完，林幽又穿上几件零散的移速装，带着骷髅飞速地朝悲鸣洞穴方向奔去。他要快一点，争取在货架刷新之前找到那黑心商人。另一边，揽月带着满满的信心，终于是上线了。一次失败不要紧，要紧的是他还能满血地站起来。这次他得到了他爸的全力支持，天海集团的资金可以直接通过他们熟悉的钱商直接注入。可以说，日后他想要游戏币，只需要跟钱商说一声即可。钱商手上的钱就是他的钱，只要钱多，哪儿还会有办不成的事儿？60个人打不过这寂寞如风，600、6000呢？这么多人，不是乱说，就站在这寂寞如风的面前，让他杀，他又敢杀完吗？红名，红得发亮的名字，纵然能赢无数次，但只要输一次，那全身装备可就没了。想到这儿，他又得意起来，旋即开始联系钱商。上次被团灭，他的人被爆了不少好装备，若是不能及时安抚下来，这招的人肯定要走一部分。毕竟对玩家来说，跟着团长混，好处没捞到，装备没了，等级又掉了，若是没半点补偿，那还有个啥魂呢？游戏里老大真不是那么好当的，补贴不到位，你指望玩家跟你一起拼命，那有点难。毕竟开服才2天，身边的熟人肯定不会走，但零散招收的玩家可对这团队没什么基础。就像云蜜他们一样，团队占上风的时候，大家还是好朋友，可一旦落到下风，被人追着杀的时候，便想赶紧划清界限。毕竟等级要紧，彼此现实又不认识，没必要陪着送命吧。5分钟后，揽月小姐，您现在需要什么？我们领导已经跟我交代过了，您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一个 ID 名为富贵多的另一家钱商代表在揽月面前开口道：装备，上次团战输了，我们的人损失不小，他们的装备需要得到补充，我希望通过你们的扫货渠道，尽快帮我配好。钱不是问题，揽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没问题，不过我需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缺的是什么部位，才好进行配置。你等着，我已经让人联系他们了，很快就会上线集合。第70章够狠的 NPC。 密云，带着你们小队回来吧，昨天的事儿不怪你们，是我没安排周全，希望我们还能并肩作战。揽月看到云蜜在线，又专门给他发了一条消息。现如今他缺的是人啊，特别是战士。云蜜他们的小队可是有2个高级战士，这些人都是值得他拉拢的。陈剑锋给他的要求是，在进入主服之前，务必要得到寂寞如风身上的免疫装备，不惜一切代价都行。现在寂寞如风身上名字红得发亮，死一次就能曝光全身，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并且现在新手村的地图不大，找这寂寞如风也方便。一旦进入主城区，那里的游戏地图面积是新手村的1000倍、10000倍不止，到时候再想去围追这寂寞如风可就难了。并且日后知道寂寞如风有免疫的人会越来越多，想打他主意的定然也是更多，再想抢夺的话，难度就会更大。云蜜怎么愣神了？跟云蜜一起的人问道。他们5个在云蜜被骷髅打死后就一起下线了。揽月跟我发消息，想让我们回去继续加入团队，并且愿意再补偿我们些装备，希望再找那寂寞如风干上一回。补偿装备？那可以啊，不要白不要，要不是他乱指挥，让咱们跟着他跑，又怎么会出事呢？一个叫温柔一刀的战士说道。温柔说的对，揽月想报仇，咱们也想报仇啊。那寂寞如风把咱们像狗一样到处追，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一叫激情缠绵的女法师接着道。
这也是当初嘲讽林幽最厉害的那个。对，揽月这次大张旗鼓，想再搞一波这寂寞如风，也正符合我们的意思。你们想，寂寞如风能魔法免疫，是我们都看到了的事实。现在名字又红得发亮，他集结这么多人，不但是想报仇，肯定还想爆出寂寞如风身上的那些装备。ID 名为霸气一刀的说道，他一直是这小队的队长，也算是队伍的主心骨，所以他这次肯定会花血本，我们也可以借此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有道理，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他们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面子问题，哪怕是直接背弃揽月跑了又怎么样？反正他缺人，而自己这边正好有人。好，那咱们就回去。云蜜点了点头，直接回复起了揽月。钱从来都是好东西，在超能力的加持和宣传下，揽月的队伍在新手村迅速扩大。新手村频道里都充斥着他的喊话，悬赏召集令，召集玩家共同讨伐寂寞如风，要求8级以上战士、刺客、弓箭手、牧师，凡愿意参与讨伐并签订任务契约的玩家，可以先在他那里领取2件符合等级要求的绿色装备。任务契约也是游戏中的一种特色，悬赏者发布任务条件，接受的人必须按照悬赏者的要求做事。这行为也有几分雇佣兵意思，就是雇人干架。签订契约者会受游戏后台正常监督，如果拿钱不办事，或者拿钱想划水，通通是想多了。公正无比的后台自然会判定得出来，装备不但会强制回收，个人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虚弱惩罚。大门口 NPC 守卫甲，刚才好像有人在喊签订契约讨伐寂寞如风。 NPC 守卫乙，对，我也听到了。 NPC 守卫丙，这些人真是不给村长面子，才来2天就敢在村里闹事。大哥，那怎么办？按照村长的意思，咱们得保护他的安全呢。呵呵，好办，他们不是在签订契约吗？待会凡是签订了讨伐契约的，通通不准出去。只要寂寞如风在咱们村1天，他们就老实的在村子里待1天，哪儿都不许去。 NPC 甲霸气的说道，其他的他做不了主，这点事儿他还是能做主的。那他们要强闯呢？按照村规，警告无效，那就杀。第71章悲鸣洞穴。您已经进入悲鸣洞穴，请注意安全。呼呼，终于是到门口了。林幽喘着粗气，心中暗道，这一路狂奔也是非常折腾人的，但为了防止黑商货物刷新，他也不得不如此。要真刷了，那就亏大了。有人已经在洞穴了吗？林幽刚踏入洞穴，便听到熟悉的雷电和怪物的嘶鸣。不过现在也差不多是12级地图的开荒时间了。揽月和灭世的那波团战，参与的高级玩家虽然多，但并不是全部，还有一些队伍一直在埋头升级打装备呢。看来我还得再快点才行啊。系统给的黑心商人的坐标虽在洞穴深处点的位置，但要是这些开荒玩家不遗余力的推图刷怪，也很容易发现这黑心商人的踪迹。虽然说这些人手上大概率没有带着100斤，但这事儿谁说得清楚呢？他费了这么大功夫，跑了这么长的路，真不想被半路截胡啊。呜，林幽耳边时不时传来虫鸣声。洞穴四周到处都矗立着半人高、长满青绿色花纹的露骨虫卵。不过根据这地图的机制，虫卵裂开前处于无敌状态，玩家无法进行破坏。但有时候前脚刚走，那卵里的虫子便从蛋里爬了出来，对闯入领地的玩家进行疯狂攻击。刷别的图，基本都是肉装战士在前冲锋，脆皮法师在后压阵。在这幅图必须得肉加脆加木加肉的阵型组合，否则一旦让那虫子缠住，脆皮职业基本 GG。 兄弟，打的时候注意安全。林幽看了一眼暗夜骷髅说道，虫道怪物刷新的快且多，且这虫子是物理性攻击，一旦被群体粘上，确实有些麻烦。啪！就在林幽话刚说话之际，身后的一只虫卵裂开，一条像蛆般的大虫子急速朝林幽爬了过来，这速度之快，简直像开了加速挂一般。露骨虫幼虫，等级12级，生命值400点，物理攻击力250，物理防御力70，魔法防御力70。技能1，疯狂嗜血，被幼虫吸附的生物每秒会损失 10% HP 最大值。技能2，破甲，幼虫嘴里能喷出酸性的溶液，临时削弱敌人的防御力，使敌人处于破甲状态。破甲状态下，物理防御力减少 50%。介绍：未成年的露骨幼虫虽然血量和防御低，但移动速度极高，特别擅长弹射偷袭，注意不要被吸附到，任何部位都不行。明火，
还是暗夜骷髅的反应快，直接便是一道紫色的火焰朝着虫子头上扔了过去，转身快步便是一刀砍到这幼虫身上。405，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陆虫幼卵，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这速度还真快，差点就把我被动效果给打没了。他现在还激活开启着最大恶极的称号呢，只是因为生命复苏被动技能的原因，流逝的 HP 和恢复的 HP 值刚好相等。可一旦被幼虫攻击中，生命复苏效果便会立即进入10S 冷却状态，他就得狂喝药了。本职技能啥时候才能解锁下一个啊？他心中又暗叹了一句。虽说他目前的技能还是很完美的，但主力输出基本都在骷髅上，他个人输出能力并不高，基本上都是读了看着骷髅打就完事儿了。所以别看他精神属性堆了那么高，主要是为骷髅服务呢。超级辅助提醒，技能升级后就牛逼了，请相信5星黑暗术士前中后期都会很牛逼。建议宿主当前情况下暂时关闭法外狂徒激活状态。我知道。林幽当然明白系统话里的意思，这道上的虫太多了，稍不注意便会被吸上，到时候幼虫吸血再配合称号流血，每秒损失 15% 的 HP， 来不及喝血的状态下7秒能让他直接 GG 了。兄弟继续。看了一眼前方其他玩家的身影，林幽深吸了口气，还是得抓紧时间才行，谁也不知道先头开荒队到底推到哪儿了呀。第72章陆谷虫一。他跟暗夜骷髅的血量都不低，便是同等级的战士也不见得有他多。特殊的属性加成以及那几件不错的装备，他也算是防高血高了。在他前面是个10人小团队，以傲视为前缀，清一色的名字统称傲视八爪鱼、傲视回收站、傲视小太监。这10人的等级也很均衡，都是11级，是老牌势力的人。林幽带着暗夜骷髅从他们旁边经过时，特意的打量了一下。游戏里除了像灭世狂魔那种新兴玩家势力外，还有着不少老牌行会组织。这些老牌行会不少都是从浩劫这游戏开始，一直存在直到现在。他们也会吸纳新区新人，不过核心成员只在现实招，并且名字前缀必须统一。这也有点类似家族网游的形式，因为在这游戏里，名字一旦确定便无法更改，意味着这辈子只能跟行会一起荣辱与共。又因为现实资料被人掌握，这些人基本上都会非常忠诚，绝不敢起什么二心。这些人只在林幽经过的时候也回看了一眼，不过却没有任何多余的手上动作，依旧按照既定的计划打怪升级，仿佛那诱人的红名在他们的眼里不存在一样。待林幽走远后，队长，我想上个厕所。给你5分钟时间，动作要快一点。这次上头的任务下得很紧，我们必须要在7天内升到18级，到时候与其他新手村的同伴会合。百藏山的 BOSS 首杀，我们傲视在新区必须要拿到。EID 名为1点烛火的战士陈升道。方才他们之所以不想跟林幽发生冲突，一是在公屏上对寂寞如风的能力有所耳闻，二是知道这家伙实力有些非凡，一个人敢这么硬闯悲鸣洞穴，肯定有什么手段。贪宝冒进，若是宝物没拿到，又折损几个人，因此耽误百藏山 BOSS 首杀的话，那内部惩罚可不小。要知道他们等级之所以能提得这么快，全靠傲视掌门人提供资金支持呢。这次掌门人专门发话，要让他们这批新人好好的在新区里表现一下，打出傲视的威名，拿下百藏上 BOSS 的首杀。另一边，战神附体，林幽方才一个闪避不及，7只幼虫从虫卵上迸射而出，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上，瞬间 HP 便下降了 70%， 要不是他反应速度足够快，直接开启物理免疫，这7只幼虫就足以要他的命。他这一身好装备，怕是要直接交代在这里了。确实惊险又刺激，这些虫子在一击不中后，对林幽来说便再无威胁。暗夜骷髅直接一刀一个，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陆谷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陆谷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陆谷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看来还得再谨慎点，若是刚才多出来几只，怕不是直接要凉了。林幽心中暗道，这虫子本身攻击不高，血也不多，对骷髅来说都是一刀货，但那个嗜血技能很恶心，又特别喜欢从虫卵里弹射出来，基本上是沾上身体瞬间便会发动嗜血。这是什么东西？林幽看到地上多出了一件蓝色装备，属性查看，陆谷虫一，穿戴等级 LV12，装备品级蓝色，属性
力量加20，智力加20，精神力加20，体质加30，物理防御加30，受到物理伤害结果负 10%。附带装备技能冲刺。冲刺，当你向前冲锋时，30秒内，你的移动速度将获得最高 30% 加成。套装效果：激活陆虫5件套装，力量加40，智力加40，精神力加40，体质加50，对虫族伤害正 30%。这衣服倒是还可以，这件虫衣比他身上穿的散件又要好上不少，不但多了10点体质加成，还有 10% 的减伤效果。更重要的是，还多了一个装备技能。带技能的装备可是罕见品，这玩意儿只有2种获取方式，一是打怪直接爆，原生态就有；第二种则是用附魔手段，将附魔石与装备进行合成打造，有较小概率获得有技能特效的装备。但这2种东西都不是好的，所以林幽豹的这件虫衣也算个小极品了。并且那冲刺对战士来说算小神技啊，战士 PK 得近战，若是突然发动冲刺，便可直接粘上敌人进行疯狂刺杀。第73章冲击守卫。装备换好，看了一下属性，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2，经验3100-35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1650-1650， MP 600-600，力量60，智力158，精神345，敏捷40，体质165，幸运加5，物理攻击120，法术攻击316，精神力攻击345，物理防御力17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95，以计算各种加成，物理闪避 13.3%， 物理暴击率0，法术暴击率 10%。装备鹿骨虫衣、混乱项链、赤金魔龙权杖、骷髅头盔、锦鲤长靴、魔王古剑。技能黑暗召唤 LV1， 尸毒术 LV1， 战神附体 LV1， 生命汲取 LV1， 生命复苏法术连击召唤兽强化冲刺。天赋技能杀戮盛宴窃取魔法免疫，杀戮充能点395。将状态补好，确定物免 CD 到位后，林幽带着暗夜骷髅继续前行。不过这次他换了个方式，他在前面带路，骷髅在后面压阵。这家伙有 60% 的吸血光环在，只要不是被10来只虫子同时缠上，基本靠吸血效果都能补充回来。再不济，便是真被打成了白骨骷髅，还能再次被他从坟场召唤出来，等同于还有命在呢。黑商，你跑得还真是够远。林幽边郁闷便继续寻找。这杯明洞穴之路实在是有点多，像是迷宫一般，稍不注意还会走上岔路。没想到这么麻烦，看来若是真让那红色妖姬完成任务，怕是奖励不小啊。林幽根据自己遭遇的难度揣测道，这般复杂的悲鸣地图，除了他这般开挂的存在，其他玩家个人想强闯简直是痴人说梦，稍有不慎他都差点阴沟翻船呢。但红色妖姬的奖励便实在不小，跟他也没什么关系。若是之前红色妖姬部临时抬价，他与灭世等人绝对会用心护送他到洞穴深处去见那黑心商人，对他得到的东西也不会打半分主意。可他偏偏要做得起价，还说一番威胁的言辞，这点林幽就不能忍。又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时间，应该不远了。林幽停了下来，看了看地图坐标，离系统说的地儿已经非常的近了。在这来的沿途，他也遇到了2支类似傲视那样的家族式小团队。这些人看他的态度跟傲视的人看他一样，对他头上的红名熟视无睹，保持着固有阵型，依旧奋力地刷着鹿骨虫卵。团队开荒下，这幼虫血少经验高，爆的红蓝药也多，时刻保持阵型防御，又有牧师不断加血，稳步推进，相对还算安全。2个11级战士，一人一刀便能轻松解决掉，所以这些人刷的也是很快，只要无人干扰，根据网上的经验计算，在虫洞刷的3天，刷到15级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另一边新手村，凭什么？你凭什么不准我们出去？门口有玩家跟 NPC 吵了起来，他们在外面刷着野，听到揽月发钱发装备的消息，赶紧回来加入了讨伐队。可没想到契约签了，装备拿到了，准备再出去刷野升级，等揽月找够人再出发时，门口的 NPC 竟然不让他们出去了，没有理由。加入讨伐寂寞如风的人都给我回去守卫假霸气道，凭什么你们要帮他？我们不服。明显很多人心中不服气啊，就加入个讨伐队还不能出去升级了，
是凭什么呢？寂寞如风是玩家，他们也是玩家啊，他凭什么有特权呢？凭他说话好使，你说话不好使。守卫以冷声说道。我不服，他这是作弊，竟然让 NPC 控制玩家进出村子。有人怒吼道。NPC 是什么意思？守卫甲看了几个兄弟一眼，在他们眼里，某些词是不存在的，哪怕玩家解释的再清楚，也会被游戏给模糊掉。不知道，可能是疯了。有道理。兄弟们，我们不是红名，只要咱们一起冲，他肯定也拦不住的。孤星和无情小法师又站了出来。这次揽月重整旗鼓，要带着他们干寂寞如风，怎么能被这小小的 NPC 拦住呢？ NPC 只能攻击红名，这是默认规矩。他不信这些 NPC 真敢对玩家动手。我数1、2、3，大家一起冲！孤星站在守卫攻击范围外，得意地喊了起来。带这么多玩家一起冲守卫，也算是历史第一次吧。1、2、3，兄弟们，冲啊！喊完，孤星带头就往守卫处冲了过去。第74章，不自量力，不自量力。NPC 假冷哼一声，待孤星和那个无情小法师等人跑到攻击范围后，刷刷，便是2刀，1500， 1500。孤星和无情小法师在众人错愕的眼神中，当场便领了盒饭。2件才从揽月那里领的绿色装备也都被爆了出来。啊！我操，这 NPC 是来真的？守门 NPC 能杀玩家？这特码到底是怎么回事？怪不得寂寞如风敢这么嚣张的进进出出，这关系太硬了吧？别特码推我啊，再推就到他攻击范围了。其他人见状，硬是生生的止住了脚步。地上那2件装备虽然绿得晃眼，但哪有等级重要啊？并且 NPC 动手竟然不带半分犹豫，眼下这情况，冲过去怕是找死啊！一时间场面僵住了，不敢动，其他人是真不敢动。NPC 守卫甲又看了一眼众人，霸气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参与讨伐寂寞如风的玩家，从现在开始不准出村，强闯，杀无赦！”啊，那我们怎么办？这到底还有没有王法？那些参加契约讨伐的玩家顿时慌了，不准出去，那还怎么升级？一辈子被困在这里，这美好的游戏人生还没开始呢，就直接坠机了。守卫没有再回复这群人，警告的话已经说完，下一步就是分辨出人员名单，直接开杀。叫红色妖姬，站住！对，说的就是你，24小时内不准出村。啊！悲鸣洞穴，真是我想多了。林幽看着满洞穴的虫卵，密集恐惧症都有点犯了。原以为分分钟就可以完成最后一步，没想到走入下个洞窟后，才感受到这种令人窒息的压力。目之所及，全是青绿色的虫卵，这堆积的数量恐怕有400个。虽然目前还未孵化，但毫无疑问，根据这游戏设计者的脾性，随着玩家的不断深入，蹦出来的幼虫会越来越多，便是大团队推进都会很费功夫，必须得有玩家来回不断的将这些虫从蛋里引出来。但同样，这浮屠的经验也很丰盛，刷完差不多就有4万呢。里面是 BOSS 巢穴，这黑商又靠近进入下一个地图的坐标点，不解决掉这些东西的话，看来根本没办法闯过去。看着这满屏的怪，林幽心中也有了主意。他记得法尔纳可是给他贡献了不少好东西，毒杖炸弹、坚韧药剂、暗黑药剂、抗石化药剂、火油等等。这些东西虽说每样都只有1个，但实用性在前期可真无敌。目前除了毒杖炸弹用完了，其他东西他都还没动过呢。他先是把坚韧药剂取出，坚韧药剂将生命值临时提高至等级乘300，持续1小时。将药服下后，他 HP 一栏直接变成了3600。这防的是普通攻击，幼虫除了技能吸附外，也是有普攻属性的。他这是先上一重保险，毕竟死了划不来。接着他将火油瓶也取了出来，这才是他准备的杀招。火油使用后，若触碰到生命物体，便会开始急剧燃烧，造成范围性火焰伤害，效果持续1小时。注：此为一次性道具，半小时内可无限使用，火油瓶自动消失。骷髅兄弟，帮个忙，麻烦你跑位风骚一点，把这火油尽量覆盖在这洞穴。放心，如果有什么危险，我会把你直接拉回来。林幽看着暗夜骷髅，讪笑着说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虽然他没有团队帮助，但这暗夜骷髅打小脑子就好使，他俩配合起来，一准没问题呢。”林幽说完，暗夜骷髅看他的眼神，明显瞳中的鬼火又绿了一些，似乎还有一点点作为工具人的非正常情绪波动，但还是很听林幽的安排。拿过火油后，
便开始在洞穴中直接倾倒起来。这次林幽要干的就是火烧悲鸣洞穴，争取在半小时内将这小洞窟通关，将这洞窟里的虫子统统给清理干净。第75章火烧洞窟，火油倾泻。暗夜骷髅拧着油瓶，都不需要林幽的更多提示，疯狂地往那些蛋上输出。召唤兽不能触发幼虫孵化，这设计的还真是没毛病。林幽心中暗赞道，全然忘记之前还在骂游戏设计的坑呢。他尝试过，若是只有暗夜骷髅在，不管这家伙怎么走动，那些虫卵兜的幼虫都不会孵化出来，必须得他本人经过虫卵附近，幼虫才会孵化出来。这一点其实从正常机制上来说也没啥问题，主要是防着召唤师用召唤物来骗虫卵孵化，因为若是可以的话，玩家的压力会大减，毕竟召唤物又不值什么钱，死了可以无限召唤呢。暗夜骷髅在里面的穿行速度非常的，20分钟的时间，确保将洞穴里的虫卵上都给淋了一遍。待任务完成后，这才不紧不慢地回到林幽身边，又干起了贴身防护的工作。骷髅兄弟，咱在这绕个弯，把前面这些幼虫从蛋里骗出来后，再推到那个角落里，在那个地方同时最多跳7个虫子上来，咱们靠一起绝对没问题。林幽认真地给骷髅讲着自己的杀虫计划。待一切讲完后，林幽深吸了口气，直接便朝前方奔了过去。啪啪，虫卵炸裂，幼虫直接从卵里钻了出来。只是这些幼虫刚一接触到火油，瞬间便燃烧了起来。轰轰，熊熊的火焰瞬间在洞窟里爆燃起来。呜呜，火焰灼烧，这些虫头上直接开始飘起红血。好，很好，没想到这火油的杀伤力这么猛，下次见到凡尔纳一定要从他手上弄到配方。林幽看火势凶猛，心中也是格外欣喜，竟然造成的是固定伤害。凡尔纳给他的东西还真没一件是弱的呢。风骚的走位加上坚韧药剂撑血，虽偶尔也会被虫子咬上几口，但只要不是嗜血，林幽都能直接扛下来。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在跑动的时候，林幽基本不会去主动攻击幼虫，他现在要做的是靠着自己风骚的走位，将这些虫子给引出来，然后让其被火油活活给烧死。差不多引完1/3后，林幽带着暗夜骷髅便跑到之前确定好的角落里，背靠墙角，不用担心虫子的偷袭，只要拖过80秒，这些虫子便会被火焰彻底烧死。呜呜，幼虫受到火焰伤害，在四处寻找纵火犯之际，还在不断的痛苦嘶鸣。这是逼真的虚拟游戏，不管是人还是野怪，都会受到一定的痛苦反馈，所以这些被火焰覆盖的虫子自然也是不例外。滚！一只浑身是火的幼虫突然朝林幽扑来，林幽提起权杖，一棒子便将其击飞出去。很明显，被火焰灼烧火的虫子某些属性也受到了一定削弱，但虫子的数量也实在够多。他要不是在这角落里先卡好位，又提前喝了坚韧药水把保险做足，这结果还真有些难说呢，随着时间推移，经验不断飙升。林幽看到经验条，这一波就涨了15000点经验，总经验值也从535000变成了20000-35000。烧虫的经验真爽，怪不得都喜欢组团刷虫子呢。林幽看着经验条，心中暗喜道，虽然危险系数高，但这儿的虫子血少经验多，攻击手段就那3板斧，只要战士引怪得当，团队配合再给力点，也不容易出问题。当然这么多经验，一个人单吃是更爽啊。待把这洞窟的虫子清理完，绝对可以升到13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技能惊喜呢？继续再来一波。看着剩下的虫卵，林幽嘴角轻扬，这些可都是经验，并且方才这一波又给他贡献了2件蓝色鹿骨头盔和鹿虫长靴呢。鹿骨虫盔，穿戴等级 LV12， 装备品级蓝色，属性物理防御加50，魔法防御加50，物理暴击率正 1%， 法术暴击率正 1%。 鹿骨长靴，穿戴等级 LV12， 装备品级蓝色，属性移动速度加40，跳跃力正 30%， 精神力加15，智力加15，力量加15，体质加30。套装效果激活鹿虫5件套装，力量加40，智力加40，精神力加40，体质加50，对虫族伤害正 30%。
第76章，给的太多了。蠕虫鞋子虽然比他现在穿的散件鞋子精神力少15点，但移动速度加成和跳跃加成的效果很不错，并且还多了10点的体质加成在这幅图是尤为适用。他当然是毫不犹豫地穿了起来。若是能再搞出2件装备，凑齐套装的话，那就牛逼了。30%的额外伤害加成，配合着套装的一切属性，他一棒子下去，至少也得抽掉这虫子1/3的血。若是能好运得到那块天赋神石的话，那就更牛逼了。窃取点法师技能，比方说火强术，那直接就可以在这土里放肆地烧起怪来，那爽度绝对可以起飞。另一边，傲视家族的人还在沿着既定路线专心地推图，偶尔遇到其他小团体，在其他人看到他们傲视的名称后，基本都是选择让图让怪不抢。老牌团队的实力不容小觑，今天或许能好运抢他们几个怪，但若是被他们盯上了必杀名单的话，在新手服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可一旦进入主服，那些高级刺客可是拥有教引蛊的道具，知道你的 ID 名，便可靠此物搜索你在游戏里的大概位置，实行无限追杀。队长，熊哥让你接个电话，你屏蔽了现实信息，他找不到你。傲视回收站说道。好，我先下线，你们原地休息。是。熊哥，什么事？傲视无情问道。你们是在0303号新手村是吧？对，我们还在努力冲级，预计今天下线前所有人都能到12级。很好，现在有个事需要你去了解一下。熊哥，您说。你们村有个很火的玩家叫寂寞如风，知道吗？有所了解，他很强。傲视无情肯定道。若是不强，怎么可能顶着红名带着召唤兽便孤身闯悲鸣洞穴呢？你见过他没有？见过，他现在就在悲鸣洞穴，在单刷悲鸣，这实力还真是不错。看来传闻不是空穴来风。电话那头思忖道。熊哥，你是说他有魔免装备的事？对，我们上头的人对这东西很感兴趣，听说他现在还红名。红名，他杀了不少人，有把握对付他吗？如果不择手段的话，有40%把握。傲视无情想了想说道。他们这儿有5个战士，2个牧师，2个法师，1个刺客，身上穿都是刚符合等级的蓝装，平日大家配合相当默契，实力整体也不差。在不择手段用谋略的情况下，在虫洞坑死人的确也不是什么难事。很好，不愧是我傲视的核心成员。现在开始，傲视无情，你们第7组的任务临时改变，击杀寂寞如风，不仅要不择手段，还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趁他在红名的情况下爆出他所有的东西，你们所有的损失行会全部暴涨。傲视雄霸直接下达了命令，他们不需要拉拢一个有神装的玩家，只需要将神装拿到手就行。若是有这种装备加持，他们在主服的争霸会更顺利一点。游戏里弱肉强食才是真理，好东西自然要配上合适的人才行。明白。那百藏山的集结任务，傲视无情需要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他不仅代表着他个人，还肩负着其他9个兄弟呢。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他也不过才50%把握。若是网上那篇小作文写的是真，那此人身上至少具备5种能力：召唤、魔免、临时物免、尸毒，还有便是那恐怖的血色爆炸，样样都不弱。特别是那爆炸，听说瞬间带走了还剩7000多血的 BOSS， 这要是贴身施展在他们身上的话，那他们这10人队绝对会全军覆没。所以他必须得为自己带进来的兄弟们考虑，若是这个猎杀任务失败，集体调集的情况下，肯定无法参与百藏山的 BOSS 争夺战，到时候上头不讲情面惩罚，那他们就太冤了。百藏山的事你们7组不用管，只需要想办法完成我交代给你们的任务就行。事后无论成败，你们7组都不会受罚。不过你要击杀成功，得到他所有东西的话，傲视新服军团长的位置便是你的了。至于财力方面，我会给你全力支撑。是，熊哥，保证完成任务。傲视无情的脸上涌出一抹狂热，若是能拿到军团长这职位，将来进入主服便能获得最大的特权，这是每个新成员梦寐以求的位置啊。挂了电话，兄弟们别怪我，熊哥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寂寞如风，无论如何你必须要死。第77章升级。傲视无情回到线上。队长，熊哥怎么说？是不是在问我们的进度啊？傲视回收站笑道。不是，熊哥让我给你们传达最新任务。啊？什么新任务？一听任务2字，其他人立刻也认真了起来。要知道
他们之前接到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指定时间练到18级，到达主城区。为此，他们除了疲劳度达到100%，强制下线的时候会休息外，其他时间都是穿梭在副本中刷图，片刻都不敢耽误。至于装备、药、游戏币，这些都不用他们考虑。与奥氏工会深度合作的钱商早就给他们做好了支撑，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击杀寂寞如风。傲视无情沉声道。闻言，其他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下了必杀令啊！队长，那寂寞如风有这么好杀吗？大家都不是蠢货，虽然没跟寂寞如风交过手，但就凭他敢顶着红名，孤身一人闯悲鸣洞穴，这等魄力谁都击不过。那网上爆料的新闻绝对有几分可信度。要知道这里的虫子可实在是太多了，便是他们这样配合默契的队伍都要小心谨慎呢。这虫子除了技能造成100%伤害，普攻打在身上也很痛，若是一个大意不慎，浑身得爆个精光，不好杀，很难。面对一起进服的兄弟们，傲视无情很坦然，大家都不是蠢货，看得到新闻也能分析出来寂寞如风的实力。但这任务是上头直接下达的，行会里的元老们都看着呢。如果这件事我们能办得漂亮点，我们7组在傲视新人中绝对可以崭露头角。傲视无情的话也是极有深意，这是上头直接下的命令，他们作为新人只能执行，不服不听。进会的时候可是签订了协议的，他们身上的装备可不是白拿的，关键时刻说卖命就得卖命。队长，我们明白，您定计划，我们坚决执行。其他人也是没半点含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会说半个不字？并且按照行会的规矩，若是成功执行任务，奖励也不少呢。很好，他应该还在前面，待会我们。傲视无情开始与众人讲起初步行动方案，以小博大，就是要搏一搏。另一边，滚！林幽将几只爬在身上还带着火焰的黄色虫子打飞出去，这虫子普攻咬的还真痛。林幽边锤边心中暗道，要知道这鹿骨幼虫除了疯狂嗜血和破甲2种技能外，还有250点攻击力呢。在未成功吸附到玩家的时候，这普攻伤人打人也很疼。林幽估算这家伙1秒至少可以攻击2次，每次能对他造成80点伤害。一只还不要紧，主要是动辄便是一群幼虫普攻打过来，还好他提前喝了坚韧药水，不然就是有大药也是够呛，因为掉血速度太快了，血量若是再低点，怕是一轮就得红见底。还真是不敢大意，不谨慎又差点翻车了。将身边的怪清理干净后，林幽又感慨了一句，方才在他准备引第3波虫子的时候，异变突生，这后面的虫卵里竟然孵化出了几只黄色的变异幼虫。这变异幼虫血量是正常虫子的10倍，攻击力也有些许提升。如果只是这些都还好，他也能够应付得下来。可令他没想到是，这家伙的攻速和移速竟然也提高2倍。2倍是什么概念？本来这虫子的移动速度就很快，加倍之后仅靠跑根本就甩不掉，所以这边一虫子一出来，直接就打断了林幽的刷怪节奏。虽然他走位依旧风骚，但闪躲之际，保不齐被旁边的普通虫子也咬上2口。好几次已经处于残血状态，靠着10秒无敌喝血又恢复了过来。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呼呼，这单刷副本还真没那么容易啊，要是有更厉害的技能就好了。就在林幽感叹之际，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100，获得1点杀戮充能。您的等级获得提升。第78章致命链接。恭喜您掌握新的技能致命链接。致命链接 LV1， 将敌方单位连接在一起，其中任意一个受到的伤害，其他所有单位都额外承受前者所受伤害量 50% 的伤害。当前等级最大可以同时链接7个目标，持续时间5分钟，技能冷却时间1秒。又是半辅助技能，看来我的攻击技能只能靠偷啊。当然这技能也是真神技，无条件承受别人 50% 的额外伤害。战士或许还好，那些脆皮职业可就难了。只要被林幽套上链接，暗夜骷髅只需要盯着一个人砍就行了。待日后攻击再高一些，怕是一刀下去能见射死一片。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3，经验041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17501750，MP 650，力量75，智力173，精神370，敏捷45，体质175，幸运+5，物理攻击150，法术攻击346，精神力攻击345，物理防御力19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135，已计算各种加成，物理闪避14.3%，物理暴击率1%，法术暴击率11%。装备：鹿骨重衣、混乱项链、赤金魔龙权杖、鹿骨头盔、鹿骨长靴、魔王骨剑。杀戮充能点715，暗夜骷髅。等级 LV13，忠诚度100%，HP 1800，MP 700，物理攻击140，基础攻击加370，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135，魔法防御135，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这波下来，洞窟的虫卵差不多被灵幽清理了个3/4，剩下的零散虫卵大多还在角落里，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威胁了，只要待会顺路引燃，等着长经验就行。真是经验圣地，长得实在是太快了。富贵险中求，虽然有几次危险时刻，但他都没动用杀戮护盾，生生的坚挺了过来。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也是在他算好血量和无敌 CD 的情况下，否则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开启护盾或者引发爆炸。毕竟杀戮点没了还可以再刷，赤金权杖掉了，那可就什么都没了。待把状态补充好之后，林幽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朝黑商坐标疾驰而去。辛苦这么久，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终于是顺利过关了。接下来就是看黑商的惊喜还在不在了。洞口坐标，林幽穿过最后的障碍后，终于看到一穿着黑衣、戴着斗笠、背着蓝色包袱的 NPC。此刻，他正躺在一颗巨大的虫卵上，闭目休息。信息查看：黑心商人，等级未知。介绍：来自异世界的神秘坑货商人，经常出没于各种有危险难度的地图，身上经常带着不错的好东西，但都很贵。如果你想从他手里捡便宜，只能说是痴人说梦。传闻他有赌博的嗜好，这信息介绍的还真是耿直啊，林幽心道。但都到这儿了，肯定是要买东西的呀。所以，老板，买东西！林幽冲着黑心商人喊了一声。这么快就有人来了？勇士，只有你一个人吗？黑心商人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颇为好奇地说道。这洞窟的鹿骨幼虫，对他来说很简单，但对这些年轻的勇士，好像有不小的难度啊。对，只有我一个。林幽点点头，跟野外 NPC 对话交流不能太急，若是表现得太粗暴，会影响到 NPC 的好感度。一旦好感低到某个程度，便是加钱都不一定能在其手上买到东西。老板，买东西。第79章提价。不错，不错，年少有为，很好，很好。黑商看着林幽，赞许的点了点头。是条大鱼，得好好坑一顿。你想买东西？真是识货。放心，我这儿的都是最好东西，不过价格可不便宜哦。明白。能不能让我先看一看您这儿的商品？当然可以。黑心商人边说着，边将身后那蓝色的包裹取了下来，找了处平坦地，将包袱里的东西是一件件的取了出来。这是精品疗伤药，5银币一瓶；这是精品回神丹，10银币一瓶。这黑商的包袱看似小，实则也是别有洞天，就像林幽的储物戒指一样，是巨能存放东西。不过他卖的药确实是很贵，同样效果的疗伤药，玩家做好之后一瓶最多卖1银币，而这家伙直接就5银起步。除了这药，包括其他市面上常见的东西都是翻着倍的涨。勇士，这金色袖珍冠可是个好东西，有几率开出稀有的金色装备哦。你确定不要吗？我看咱俩也是有缘，你要的话10个金币就能带走。黑商蛊惑道。他从林幽这身打扮可以看得出，这应该是个富有的勇士。10个金币应该很合理吧？10个金币，林幽虽然有心理准备，对这金色罐子也是志在必得，可没想到这家伙还真会漫天要价。要知道，正常玩家从罐子里开出金色装备的概率大概是10万分之一。我还是先看看你的其他东西吧。林幽现在迫切的是想看那块天赋神石还在不在，这罐子和其他东西都可以先缓缓，反正一时半会黑商也不会跑。这是敏捷药水1斤，这催化药1斤。10分钟后，这是天赋神石。
在看到黑商拿出天赋神石的那一刻，林幽心中顿时燃了起来。这一趟没白跑，100金，他准备好了。价格500金。在林幽满怀期待的眼神中，黑商说了一个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数字，竟然直接把价格提到了500。啊，500！林幽微微一愣，怎么会是500金？红色妖姬之前明明说的是100金啊！是红色妖姬的信息有问题，还是这黑商想趁机敲上一笔？林幽收敛起脸上的喜色，这黑商果然是人如其名，自然是500金，我只是小赚，但你买到绝对不亏。黑商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似乎已经猜到了林幽的心思，此人的目的绝对是为了这天赋神石呢。有钱又富有的勇士，自然要好好敲上一笔。确实不亏，这货太聪明了。林幽心中暗道，若是能以500金的价格买到，那也是大赚。可他浑身上下加起来也没500金呢。当然，他还有一个条路可选，那就是发消息给灭世狂魔，让他找钱商想办法再凑点。只是这来回耽误的功夫，怕是这里的物品要被刷新掉。辅助提醒，黑商这家伙根本就不是诚心要卖天赋神石的，得智取。智取有点意思。有辅助的提醒，林幽也是稍微放下心里，看来这事儿还有的余地呢。500金太贵，我总共也就250金，想买也买不起啊。林幽故作遗憾，顺便给黑商交了个底，兜里就这么多钱，想黑就来吧。250金，不少啊。黑商心中暗道，他在各个新手村穿梭，像这般随身带250金的勇士可真不多见。果然是条大鱼，他必须得好好挖掘一下，争取给这年轻人留个买底库钱。买不起不要紧，你看我这儿还有不少其他的好东西。黑商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荐起其他商品来，只是不管黑商怎么卖力地推，林幽始终不为所动，他的眼神总是带着遗憾的表情看着那块天赋神石。20分钟后，黑商开始有些泄气，遇到大鱼却卖不出去一件东西，他竟然感到有些挫败。算了吧，老板，此物与我无缘，我还是继续征战洞窟吧，待日后有钱了再来找你。以退为进，林幽已经看出了这家伙的贪婪，转身就装作要走。勇士，请留步！黑心商人看林幽真要走，赶紧开口道：“这钱不赚到，他心里难受啊。”哦，老板，还有事？勇士，你看这样如何？咱们赌把头子，猜大小如何？赢了，你把天赋石拿走；输了，你将你全身东西留下。这赌法对他来说也不是第一次用了。他的原则是给每个勇士留一条底裤。赌头子，猜大小。林幽瞳孔微微一缩，黑商提的这主意太适合他了啊！有辅助在，不把这黑商赢得只剩底裤，他改姓黑。第80章，欲擒故纵。这不好吧？我没怎么赌过。还有，您这赌注也太大了点吧？林幽虽停了下来，却没有直接答应这黑商的要求。一是欲擒故纵，既然知道这家伙狡猾，怎么能不做点对应的防备？二是在琢磨如何能把这家伙赢得只剩一条底裤。哈哈，勇士，不要紧，小赌怡情，只是个临时的娱乐活动，哪有什么要紧的？说不定你跟这天赋神石就很有缘呢。黑商看着林幽，讪笑着说道。看到林幽转身回头的一瞬，他就知道这年轻的勇士上钩了。天赋神石可是个稀罕物，很少有人会对他不动心呢。他虽然黑了点，但看人还是挺准的呢。这林幽欲言又止，眼睛盯着那天赋神石，装作一副渴望的样子。勇士，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这好机会就在你眼前呢。你要是赢了，这石头拿出去便是随便卖，应该不会低于这个数呢。黑商比了个1，很明显有的东西。他很懂欲擒故纵的套路，他玩了不止多少片。这些年在他手上输的只剩底裤的玩家，没有1000也有800。那林幽经过一番挣扎、犹豫等一系列波动后，万一要是我赢了，你不给怎么办？林幽是抱着赢到对方只剩底裤的想法来的，自然是怕这黑商输红了眼，一怒之下跑了怎么办？ NPC 的思维跳动不能以常理度之，特别是这视财如命的黑商。呵呵，你怎么可能赢？不，我的意思是输赢都很正常，我愿意跟你签订公平契约，绝不违约。黑商主动开口提到，公平契约也是一种交易契约，违约的惩罚很严重。对玩家来说，游戏后台会强制执行结果；对 NPC 来说，就是在他们信仰的神明中立誓，绝不敢违背。既然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拒绝，好像就是我的不合适了。林幽抑制住心中的兴奋，依旧为难道：
呵呵，娱乐娱乐，不要紧，不要紧。那我们就先签订契约吧。黑商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生怕到手的肥羊又反悔了。只见他默念咒词，半个钟后，一张泛黄的羊皮纸卷出现在林幽面前。那纸卷上画着一天平，天平下便是两人的协议赌博内容。签订之后，默认双方的赌注公平合理，任何一方不得违背协议内容，否则必将遭神明天谴。协议签订好之后，那羊皮卷直接化作一道金光，分别没入两人的身体中。从此刻开始，他们的一言一行便会受到公平的监督。输了想赖账想报复，根本不可能。黑商拿出骰子，朝林幽笑看着说了一句：勇士，你要是输了，可是要把除了底裤以外的东西都给我哦。如今协议已经签订，反悔也等于输。此刻的他终于不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放心，愿赌服输，我这人就这一个优点，毒品好。林幽淡淡的说了一句，都到这程度了，还用掩饰吗？天赋神石只是第一步，勇士，那是你摇，还我摇呢。黑商摇了摇黑色的筛中，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他早练到听音变头的最高境界，成功率高达 95%。你先摇吧，咱们一人一次，轮流来，猜错一次直接出局，如何？林幽提议道。可以，就依你的意思。对林幽的提议，他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他是技术流，有听音变头的本事在，想输都难呢。那你就先请吧。林幽轻笑着说道。技术在外挂面前一无是处。呵呵，勇士，你就看好了吧。黑商举起头中，当着林幽的面使劲地摇了起来。此时此刻，他眼中的林幽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只大肥羊。第81章神秘的宠物蛋。啪，头中稳稳的停了下来，里面的骰子也停止了响动。应该是234小。停下来的一瞬，黑商自己心中判断道：勇士是大还是小呢？辅助提醒234小。看着提示，林幽毫不犹豫道：小。头中揭开，确实是234。还真猜中了，这小子的运气倒是可以。黑商心中暗道，也未做多想，毕竟这猜大小是55开的概率，猜中一把不足为奇，连续猜中多把才是奇事呢。那该我了。林幽拿着头中随意的摇了几下，然后也学着样子放了下来。辅助提示123小。小。黑商也是果断，这碰撞之声他听得分明。20分钟后，黑商的表情凝重起来，两人已经玩了40把。这小子猜也猜了20把了，可竟也猜中了20把，便是50%的概率，也太玄乎了吧？难道猜大小的难度不够？老板怎么不摇了？林幽看到黑商的脸色难看起来，知道这家伙也是有压力了，可他心里一点也不慌，只要自己稳住，再好的技术都有失手的时候。呵呵，我只是觉得只猜大小是不是有些不够刺激？要不咱俩再加点内容？黑商试探着问道。现在协议已经签订，再想加码必须得双方同意才行。这还不够刺激吗？我赌这运气已经很不容易了。林幽假意犹豫一番后拒绝了黑商的提议。越心急，技术就越容易出问题。他只要稳扎稳打，先拿下这天赋神石，破掉他的心理防线，接下来的事儿就会很容易达成。好，那继续吧。见林幽不同意，黑商也没办法，停顿等待时间最多5分钟，这都是他写进条款里的，也只有继续跟林幽继续先猜大小了。我不信你运气一直有这么好。5分钟后，哈哈，看来我的运气今天是真好啊。老板你说的对，这天赋神石真跟我有缘啊。林幽看着脸色铁青的黑商，不忘添油加醋的刺激道，在开挂的面前玩技术不是找虐吗？当然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愧疚，这老家伙不就是想用技术坑他吗？这下好了，1分钱没花，天赋神石到手了。天赋石到手，看来今天的运气也算到头了，我该继续征战洞窟了。林幽没有犹豫的直接起身，跟着黑商打交道就得玩套路才行。运气到头了，黑商心头一怔，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一个技术流高手竟然能输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并且这家伙还是靠运气赢了。勇士，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怎么样？他连连起身道。最后一把，他认为自己输得有些冤，心急了一下，导致技术没正常发挥出来，不然绝不至于这么惨。算了，老板，你都说小赌怡情，再赌不合适了。今天能收获这天赋神石，
我已经很满足了。林幽依然拒绝。勇士，趁着赌运好，再赌最后一把，说不定还有收获啊！我可以拿摆放在地上的所有东西你赌。黑商已然是上头了，赌徒心里就是这般。多少年了，只有他拿捏别人，还从没有人这样拿捏他。地上的全部东西，不过老板，看你拿出的这些东西，好像加起来也不值500斤呢。再说，那些高价1斤药水，我可用不起。林幽还是选择拒绝。就目前黑商拿出来的东西，明显不值这个价。赌就要赌大的，这家伙现在明显是上头了。再激一下，怕是还有东西要拿出来呢。果然，看林幽依旧不上钩，黑商脸一沉，牙一咬：“勇士，我再加这个东西如何？”只见黑商不知从身上哪个地方掏出一颗金灿灿的蛋来。勇士，这可是稀有东西，价格绝对超过你现在身上所有。你敢不敢跟我赌最后一把？属性查看：神秘的宠物蛋，属性未知。信息介绍：不知黑商从哪儿搞到的蛋，其噬金能力极强。这些年黑商在这颗蛋上花了不少。第82章，底库都输完了。好东西啊，看来这家伙是上头的有些厉害。林幽心中暗道，他知道 NPC 多少都有底蕴在，可没想到这黑商竟然搞到了一颗宠物蛋。要知道，这游戏里宠物蛋的爆率极低，很多玩家从浩劫主服玩到现在都没搞到过宠物呢。勇士，怎么样？来不来最后一把？这颗稀有的宠物蛋是我费了大功夫弄来的，绝对可以值你身上所有的价。我就用这赌你的全部。今天咱们谁输谁没底库。黑商激动道。今天棋逢对手，他就不信这家伙运气会一直这么好，底库都要赌，是不是过了点？林幽思忖了一下，没别的意思，也不是圣母心发作，只是单纯的觉得拿这家伙的底库没用啊。还有，这家伙又不是大美女，看果男，他不是有病，一件底库有什么关系？勇士，莫非你不敢跟我赌了吧？这可是稀有的宠物蛋，不说别的，你现在拿出去，绝对能换10块天赋神石，也就是我没带其他好东西，不然真舍不得呀。黑商心念道，这颗宠物蛋可是他当年费了很大劲，从一个愚蠢的女勇士手中赢来的，本想孵出来卖钱，没想到这家伙巨能氪金，吃了他不少金币，现在都没孵出来。好，那咱们还是遵照之前的契约，输赢都得认，永远不得打击报复。林幽别的不担心，就担心这老家伙没底库后发疯了怎么办？ NPC 一般情况下不会伤人，但这智能的东西谁说得准呢？呵呵，勇士，莫要看不起在老夫的毒品，若是你赢了，这些东西尽管拿走。黑心商人斩钉截铁道。开玩笑呢，他赢虽然多靠技巧，但输了也认。至于报复，当那契约是废纸呢。好，既然如此，我就跟你再赌一把。可以，但这次咱们得换个赌法。你说，我听听。6个骰子，猜数字，猜中多者赢。虽然没玩过这种，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林幽点了点头，只要不是摇点比大小，他都能接受。呵呵，那年轻人，你先来摇吧。莫说我欺负你。好。林幽看了一眼黑商，嘴角露出一淡笑。10分钟后，恭喜获得神奇的宠物蛋，获得敏捷药水，获得金色的袖珍冠，获得元阳石，获得黑铁矿石，获得。老板，谢谢啊！林幽激动地冲着藏在石头后的黑商挥了挥手，太讲信用了，非得把底库脱下来。没办法，林幽只能随手扔到了蛋壳上。这斗笠感觉还挺酷的。林幽发现，这斗笠竟然是特殊饰品，可以戴在帽子上，额外增加2点幸运值。这逼格和感觉一下就提升了不少呢。这么多东西，得找个安全点的地方好好研究一下。黑商这次带的虽大多数都是要积累，但也有几样特别的道具，他要好好研究琢磨一下。看杀戮蛊虫王能用得着不？这儿来都来了，不去看看怎么能行呢？黑呀，真他妈黑呀！扮猪吃老虎，我黑幽竟然栽到他手上。看着远去的林幽，黑商愤愤不平地喊道：之前猜大小还可以说是运气，这特马猜点数了还把准，他就是傻子也明白了，这人家伙扮猪吃老虎，故意坑他呢。我的宠物蛋啊，我的天赋石，我的底库。他紧咬着牙，拳头捏得很紧，可愿赌服输。哼，我不信，不信没人能治得了你。赌场上输的面子自然要在赌场上拿回来。他决定再找个高手会一会这寂寞如风，不赢掉他的底库，他跟这寂寞如风姓。有人来了。黑商看到
有10人小队正朝着这方向走来，看模样应该也是冒险者。队长，这洞窟怎么一只怪都没有？难道被那家伙刷完了？傲视回收站问道。不着急，就看他打不打虫王了，那才是我们的机会。可惜那道具只能用一次，不然抓这家伙就更有把握了。呵呵，有这东西，只要利用得好，一次就够了。说起来也是我们运气好，没想到变异幼虫竟然能爆出稀有道具来，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这是谁的底裤？傲视回收站疑惑地看着一黄色底裤不解道。每个玩家身上都有底裤，按照游戏里的规则，除了在特殊场合外，玩家是没法脱掉底裤的。年轻的勇士啊，我们倒是有缘分啊。黑商探出脑袋，一脸和蔼地看着傲视回收站。NPC 有任务？回收站心头一怔，被 NPC 主动打招呼绝对不是坏事。呵呵，勇士，你过来一下，我给你看个大宝贝。好啊。傲视不疑有诈，毕竟 NPC 能骗他什么呢？肯定是有惊喜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他直愣愣地跑了过去。这次他要起飞，不管是什么大宝贝，他都要得到。第83章着手孵蛋。天杀的家伙啊！傲视回收站仰天长啸。裸男，他万万没想到，这野外地图里竟然会出现裸男 NPC， 非要让自己跟他赌头子。他原本以为会有什么奇遇任务，结果半点好处没拿到，还搭进去了一身衣服。要不是玩家可以随时在拍卖行买东西，他就只能穿底裤了。变态，真是特么的变态！回收站，这是黑心商人，虽然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子，但一件衣服没什么要紧的。当务之急，我们是赶紧找到那寂寞如风。傲视无情提醒道。原以为可以在黑商这儿买到什么东西呢，没想到这家伙身上空空如也，说出门忘带了，简直是开玩笑。不过现在对他们来说，熊哥交代的事才是最要紧的，刚好又打出一件稀有道具来，简直是上天帮他们呢。金色的袖珍罐。林幽找了个极为安全的地方，将那金色的袖珍罐取了出来。对别人来说是小概率开出好东西来的道具，对他来说可是100%出货之物。系统，我想摇个护肩，尽量不与其他位置冲突。没问题。点击之后第3分50秒停。系统提示道。明白。林幽轻轻地点了一下袖珍罐上的红色符文，罐子便剧烈地摇动了起来。1、2、3。在计算好最后的时间后，林幽果断又点了一下红色符文。恭喜玩家获得金色装备血魔护肩，穿戴等级无限制，装备品级金色，属性力量加30，智力加30，精神力加30，附带装备技能血之光环，被动血之光环，受光环影响，您和您同阵营成员将额外增加7%物理暴击和7%魔法暴击，可锻造次数2次。嘿，真不愧是你。林幽对这装备可是满意的很。他的职业就目前来说偏向于强力辅助，出门在外全靠这骷髅。如今有这暴击光环在，一旦触发成功，战士以外的职业一刀一个，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系统，这蛋我该怎么孵化呢？把黑商的东西研究完，林幽又开始研究起那枚蛋来。在浩劫游戏里，宠物的功能可是很强大的，不但有专属属性，还能给玩家进行 buff 增益，更重要的是可以成长变强。高星宠物的实力不见得会逊色玩家多少，并且这家伙跟召唤兽一样，忠诚度颇高呢。每天最低花费10枚金币，可以进行正常速度培养，花费15枚可以增加0.5倍速度，以此类推。你点一下宠物蛋上的培养提示，便可直接进行。最低10枚，还真是有些贵，这家伙还真是能吃钱啊。林幽咂舌道：10枚金币就是10万，一天吃10万，还真是吃黄金啊。这家伙一般人哪儿喂养得起？并且看信息介绍，这黑商已经喂了些年头了，不知道坑了那家伙多少钱呢。不过既然都要破壳了，那我得接着养下去。没人会拒绝一个强力宠物，保底10个金币就10个金币吧，只要能把这家伙培养出来，肯定能赚回10000倍不止。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林幽把这蛋放到拍卖行，立马他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根据系统的提示，林幽找到了培养栏，在培养物品选项中直接选择了金币培养。还可以自助绑定余额，定时培养。为了赚钱，这后台还是蛮贴心的嘛。林幽现在手上的金币有250多个，倒是可以先试试支撑一段时间。毕竟一时半会也没法找到合适的渠道进行提现。自助培养方案绑定成功，
每天会定时从您的账户中扣除10枚金币，多了给不起，林优先保底10枚着来，养个10天半月再说。待把黑商的东西收拾完毕后，林优带着骷髅朝下个洞窟走了过去。现在他要确定一下陆谷虫王到底刷没刷，如果刷了的话，再想想办法，看如何解决掉那虫王 BOSS。第84章，你也不想吧？还没刷吗？林优在洞窟巢穴里找了一圈，除了些散落的弹外，并没有看到虫王的踪迹。BOSS 点的刷新只能估个大概时间，具体时间没人能猜到。看了一眼左上角的时间，差不多又到饭点了。人是铁，饭是钢，该吃饭还得吃才行。既然还没刷，那就下线先吃个饭，晚点再来看看。这是个长期游戏，能力还未彻底具现前，天天躺在床上也容易出毛病。他还得去锻炼锻炼，走动走动，不然搞出职业病就麻烦了。不过也听说那些有钱人会高薪聘请按摩师，在精神进入游戏世界后，让按摩师对身体进行适当放松。要不让那丫头在我进游戏的时候帮我活动活动筋骨，不然身体提前垮了怎么办？林优心中暗道，这是个要紧的事，的确要跟那懒丫头谈谈。白吃白住这么多年，也该为这家庭奉献一点点了吧？队长，刚才我好像看到他晃了一下，直接下线了。我看到了，差不多是吃饭时间，他应该是吃饭去了。虫王没刷，咱们暂时不急，留5个人先看在这儿，注意他的动态。其余的跟我一起下线，咱们也先吃饭，吃完饭马上来接替。傲视无情指挥道。是，哥哥，你女朋友就在外面，你应该不希望她看到你现在这样子吧？林优刚睁开眼，还是那熟悉开场台词，没想到这丫头竟然都看到第23集了。啊，你又醒了呀？雨琼看着林优那不善的眼神，赶紧把平板给关了，只是心头还念着那后面的剧情走向呢。这病娇妹妹实在是太可爱了，你也不看看几点了，饭还没弄呢，天天在家就是看电视剧，我看以后你怎么嫁得出去？林优颇为不满道，这丫头真是太懒了，除了吃睡看电影外，其他真是什么都不干。若不是自己当初强硬，贴身衣物都想让她帮着洗呢，确实是有些过分。煮饭多简单，你不还打包了2份大腰子吗？你随便弄点，吃了就完了。你不吃不饿，看电影的时候都吃饱了呢。雨琼随意指了指旁边的垃圾袋，林优昨天买的一大堆零食已经被他解决得干干净净。你，林优的脸稍微抽搐了一下，这也太能吃了吧，那么多零食，就是他也一次性吃不了这么多呢。没想到这丫头看个几集电视的功夫竟然都给吃完了。正要发作之际，我买的猫儿女仆裙到货了，待会儿陪我去取啊。这丫头突然又说了一句，同时双手握爪，比出一个喵喵的造型。林优深深地吸了口气，不就是一点零食吗？怎么能给这丫头置气呢？只是这丫头穿猫儿女仆会是什么样呢？他心中竟然莫名生出一点期待。我先煮饭，吃完饭再去，正好散散步，顺便再买点东西背着。说完，林优起身径直往厨房走去。哼，还是我了解你，假正经。雨琼抿嘴笑了笑，这家伙对女仆装还是这么期待呢，不知道看到那深天女装会不会让这家伙瞬间燃爆呢？他心中坏坏的想着，那性感的皮肤造型当初可是排前3的存在呢，只是当初的他到死都没看他穿过，他心中其实也挺遗憾的。如果当初他再大胆一点点的话，人生应该就会不一样了。为什么要自卑呢？天赋差有什么要紧？只要人对他好就行了呀。他这个人比较看脸，对实力那些是真的不在意呢。哪怕这家伙永远是个废物，那都不要紧。这一次他自信有实力带他一起飞。另一边0303号新手村，一大堆玩家站在村口，眼巴巴地看着村外玩家打怪，是一动也不敢动。一旦越界， NPC 守卫便会毫不留情地给上一刀。公屏里，揽月，这是你惹出来的事儿，你必须得解决掉。对，就是因为给你签订了契约，现在我们被困在村子里，哪儿都去不了，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身份，天海集团3小姐网上可都报完了，频道里尽是叫骂的声音。这些人天赋大多是 B 级，算是中等级别的玩家，都想赶着开荒冲级呢。可万万没想到，契约签了， NPC 守卫不让他们走了。看着别人升级打怪，这感觉贼难受，可又不敢对 NPC 发泄怒火，只能把源头对准揽月。要不是他得罪了寂寞如风，他们又如何会受到这种牵连？所以揽月必须得给个说法。
第85章送上门来。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揽月看着公屏上的叫骂，双目积郁滋血。他怎么都没想到，这寂寞如风竟然有这样的手段，能让守卫 NPC 拦着不准他雇佣的人出村。这些玩家被困久了，心中也恼怒，不敢喷 NPC， 自然把火力对准了他，想从他身上找到发泄口。该死，该死啊！揽月心中咒骂道。有家里的提供的钱物支持，他现在是要人有人，要装备有装备，基本算是万事俱备，只差找到这寂寞如风，再战一场了。可现在不止打不成，自己还反被困在这里，这口气他实在是有些咽不下去。揽月，这件事你要给大家一个解决办法，如果永远不能出去的话，很多人都知道你现实的身份。好友洛尘沉声道。他进游戏本身也是想获得强大力量的，没想到还没玩上3天，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是有些不可忍。若不是揽月的现实家庭实力不弱，两家的生意又多有往来，他非得在现实世界好好跟他干上一架不可。现在他们原团队的人都围在揽月四周，希望他能给个解决方案。如果一直不能出村的话，其中些人还是有些背景能量的，真翻脸，怕是大家的面子上都不好过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寂寞如风那家伙本身就狡猾无比，这一手釜底抽薪，我确实没办法。看着愤怒的众人，揽月硬着头皮说道：没办法，现在这些人把火都撒到他头上，他虽恨，却也没办法解决。若是恨能杀人的话，寂寞如风那家伙在他心里已经死了不知1800次了。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说一下，集思广益，看看有没有什么破解之法。揽月缓下语气道：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出村，出不了村便是召集再多人也没用，完成不了任务也杀不了那寂寞如风。他爸那里他自然也没办法给到交代，这寂寞如风绝对跟 NPC 有某种约定在，不然 NPC 不会无缘无故针对我们。一个叫大聪明的玩家说道。然后呢？我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 NPC 这里走不通，那就只有从寂寞如风那里着手了。有道理，你接着说下去。洛尘点了点头，这一点他之前也想过，寂寞如风是一切之源，怕是也只有他能让 NPC 解除禁令了。大家进游戏无非就是想变强，都知道这游戏巨坑，强化、锻造、合成哪样不要钱，动辄就是几千上万，所以我认为他绝不会跟钱过不去。毕竟困住我们只是不能给他找麻烦了罢了，对他来说又多挣不了一分。若是能给他谈一个合理的价格，说不定可以达成交易，至少给我们一个被困的日期。比如在他离开新手村之后，我们可以自由出村练级，虽然会晚几天，但总比一辈子困这里的好。大聪明的话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去了。依照寂寞如风的练级速度，怕是1周多就能达到18级。困1周虽然会比同龄人慢一点，但后面只要努力也不见得会落差多少，至少还有盼头不是？若是困在新手村一辈子，那才要发疯呢。我觉得大聪明说的很有道理。孤星附和道，毕竟玩游戏的人谁会跟钱过不去，无非就是钱给的多少罢了。若是这寂寞如风怕他们出去之后找麻烦，给个限期也行啊，总比永远困在村子里强吧。一番讨论后，其他人都赞同大聪明的提议，就算要被敲上一笔，揽月也必须得为此负责，不然若是把所有人困在新手村，线下肯定会有人找他拼命。话是如此，可谁去找他谈价？这人我们可以没有联系方式。揽月颇为不甘道，他不是心痛钱，只是想到要被这寂寞如风炸一笔，心情就极度不爽。但眼下似乎除了谈没有别的办法，他必须得出去才行。若是新手村解决不了他，那便只有去主城区想办法了。等吧，我们在村子里等就行，他肯定会回来不急，到时候我们再约他谈谈。云密冷声道，他也是有些生气，刚回村拿到揽月给的装备没多久，便遇到这种事，实在是有些令人愤怒。若是被永久困在新手村，他日后肯定连灵优都比不过。之前约定的同学游戏里主城聚会，不就成了大笑话？一想到这儿，他心中又生出一股无名火。这寂寞如风，该死啊！另一边，哎，你这猫儿女仆装还挺好看的呀。灵优看着眼前的小萌猫，忍不住去揉了揉她的毛发，看上去确实挺漂亮的。银发小萌猫，灰白色的女仆衫加蓝色的超短裙，过膝的渐灰色丝袜，脚趾不停舒张，再配上那会晃动的小尾巴，简直超燃。这尾巴是接在哪儿呢？林优突然一把
将尾巴握住。第86章，简单又纯粹的人。啊，你这是在干嘛呢？就在林幽准备大胆的将猫尾巴提起来研究之际，雨琼面色突然大变，一把将尾巴又给拽了回来。呵呵，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看看这尾巴是啥构造呢？连接哪儿的呢？怎么可以这么灵活？林幽讪笑的说道，他单纯就是想了解一下科学知识，其他的真没多想，毕竟这么多年，他的人品还是可以相信的。哼，你再看看外面就得了，深入研究那么多干嘛呢？平日也没见你有这种好奇心呢。雨琼撇嘴道，方才可真是太危险了，还好自己反应迅速了一点，不然今天不就是名场面了。他倒是不怕，就是怕林幽这家伙不敢接招，到时候这和谐的家庭关系还怎么相处呢？差不多，再歇会也该上游戏了。林幽看着时间道，游戏？急什么呢？雨琼微微一愣，这阶段他应该还在游戏里砍小猪仔吧？真是执着，不知道有没有到4级了。不过今天自己难得穿成这样，多待一会养养眼，难道不比砍猪仔有意思？想到这儿，这丫头的眼睛又转了转，你难道不想跟我出去逛逛吗？我的主人。雨琼双手并爪，微微向前抓了一下，粉色的舌头微微外露，这扮相可爱到产生暴击，相信没有一个宅男能抵挡得住。特别是那最后一声主人，真是叫到人的心坎里去了。可惜他遇到的是林幽，待的时间太久太熟了，穿成这样出去逛逛还真是想得出来呢。林幽当即否决了这丫头的提议，在家里穿就好，穿外面去干嘛呢？那么多狼，便是被其他人歪一下心头也会觉得不爽呢。那感觉就像是自家养的白菜被牛头人偷了一般呢。如果你要是待会没什么事儿，我进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按摩下身体，我感觉天天躺着身体有些不太对劲。林幽终于想起这事儿来，他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身体可并不能垮了。按摩？好啊。雨琼嘴角轻扬，这可是他主动提的要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施监督了呀。回到房间，林幽只是进游戏里看了一眼，确定 BOSS 没刷后，又很快退了下来。今天刷的实在是有些累，他还想在床趟会养养神。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也不差那1个多小时，反正每天在游戏里的时长都是固定的，绝对能用完。顺便感受一下这丫头的正经按摩，这力道怎么样？银发猫耳娘半蹲在床上，轻轻的在林幽腿上揉捏，这温柔的力道的确很让人感到舒服。可以。林幽赞许的点了点头，看来这丫头除了颜值外也不是一无是处嘛，有这技能就很好，不枉白吃她那么多米饭呢。躺着也是无聊，林幽拿出手机在论坛上看起新闻来，想看看其他新手村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国服之光0001号新手村玩家毛人雨峰已经达到14级，大神指南如何攻略人7型 NPC， 点赞留言发邮箱领取攻略，高价收新区天赋神石，支持任何货币交易，收游戏币收游戏币，高价。这毛人雨峰还是挺厉害的啊，这么快就14级了。林幽看着标题心中暗道，他自认自己的练级速度还是不慢的，现在看来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当然这也很正常，这游戏里充满着各种机缘任务，指不定别人就获得了什么特殊 buff 呢，所以他不嫉妒也不羡慕，把自己的事儿搞好就行了。等双倍经验要出来了，再好好的去冲一波。攻略 NPC 有点意思，林幽倒不是想攻略人气，只是想看看这玩家是怎么操作的，说不定日后刷 NPC 好感度用得着。想到这儿，林幽用余光瞥了一眼这丫头，然后飞速的点赞留地址。殊不知这点小伎俩早就落到了雨琼的眼睛了里。他是什么人？这狡猾又心虚的眼神，当初看了不止多少次呢？毫无疑问，手机里肯定有古怪。等这家伙进游戏了，自己再拿来好好研究一下。想背着自己干坏事儿，绝无可能。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又纯粹的小女人。第87章虫王线。等了约1个小时，林幽还是没收到那个大神发的邮件，但也休息的差不多了，该进游戏看看了。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吧，我先进游戏了。你看完电视早点休息。林默，林幽又委婉的补充了一句，那种没营养的少看点。没办法，这丫头已经是成年人了，该有自己的判断力了。某些东西她实在是不太好说呢，毕竟有些不合适。啦，知道了。雨琼乖乖的摇了摇尾巴，装作一副乖巧的样子。待确认林幽进入游戏后，他悄悄的拿起手机翻看起这家伙的浏览记录来。
正巧，林幽等了半天的邮件，终于是发过来了。第，收到一份来自吴孟德的邮件，如何攻略性感人妻 NPC，100%成功率教学。好啊，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还以为你在辛苦练级呢，没想到竟然背着我研究起这种攻略来。难不成以为人妻 NPC 可以拯救你的天赋？省省吧，只有未来的天女大人可以拯救你的未来。不过也不是不能利用一下，嘿嘿。雨琼坏笑了2声，他那深邃的眼眸里闪出一丝狡黠。想看攻略是吧？那就给他编造一份。他是说干就干。不过在干之前，他依旧是先打开平板，先看会电视剧再说。反正林幽一时半会也不会醒过来。第30集，病娇的逆袭，黑暗中的病娇。哥哥，你应该不想让他失业吧？听说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呢。永远是那熟悉的开场台词，那威胁的话从来就没失败过。这点他很喜欢。勇士，欢迎回到游戏。这是还没刷吗？林幽在 BOSS 洞窟里又找了一圈，除了看到2个傲视的11级战士在转悠外，依旧没看到什么 BOSS 的踪迹。对傲视的这群人，他无好感，也没什么恶感。再加上这洞窟挺大，他一个人也霸占不下。好在那2个战士只是看了他一眼后，又朝另一个洞口走去，依然未选择跟他发生什么正面冲突。团队私聊频道，队长，寂寞如风上线了，他把那骷髅也召唤出来了，肯定是对 BOSS 有想法了。好，你们先退出来，我们在外面佯装等待。是。正面战斗他们讨论过多次，都觉得无太大的把握。魔免免疫是一方面，那神乎其神的爆炸又是另一个未知数。如果所有近战都围上去，他们也怕一个爆炸把他们全部带走。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等个机会，靠着那件刚得到的道具，带着寂寞如风与虫王干上的时候，再果断出手，到时候成与败就在此一举了。终于在林幽都感到有些犯困无聊，在想是不是该出去找那丫头给自己按摩一下的时候，洞窟中出现异响，随着一声低沉的嘶鸣声，一条浑身长满尖刺的长虫从地上钻了出来。其面目丑陋，一张大脸像个菊花，青灰色的花纹，尖锐的铠甲，身体摇晃，一看就不是个好惹的角色。鹿骨虫王，等级12级，精英级，生命值6万，物理攻击力900，物理防御力400，魔法防御力400。技能1，飞刺。鹿骨虫王旋转之际，可将身上的尖刺发射出去，造成大面积范围伤害。被飞刺击中的玩家有 10% 概率进入出血状态。出血状态每秒损失 2% HP 最大值。技能2，战役。鹿骨虫王在使用技能时会进入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下将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技能3，尖刺反击。受到尖刺的保护，鹿骨虫王能将受到直接伤害的 30% 进行反弹回敬。技能4，生命回复。当虫王潜入地下后，每秒将获得 2% 最大生命值回复。技能5，虫族之心。虫族之心可以召唤3条 LV12 的变异鹿骨幼虫进行协同作战，持续时间2分钟 ，CD 30分钟。介绍：虽然长得很丑，但实力强得一塌糊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队友，请不要来这里开玩笑。第88章，窃取虫族之心。这双防和攻击跟攻略写的一样，还真是高的离谱。虽早在攻略书上看到过一些 BOSS 的介绍，但真实一见还是觉得大为震撼。这种精英怪 BOSS， 网上推荐的打法基本都是13级后玩家掌握多技能，比如牧师护甲术、法师魔法盾、弓箭手有破甲剑后，再换上一些12级以上蓝色级别高物穿或者法穿的装备，在团队人数在40人以上时，这才有的打。不然这 BOSS 一旦发动攻击，一扫就是一大片。没有牧师的护甲术，900的蜈蚣基本秒杀一切脆皮。外面，队长，说真的，我还挺期待看到他单挑 BOSS 的，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牛逼的手段可以做到。傲视跳跳风说道。都知道虫王很牛逼，网上那篇流传最广、点赞最多的攻略写的也很清楚。团队少于40人，根本就打不了虫王。我也很好奇他的手段到底是什么。只是一个随机职业的玩家，到底在游戏里得到什么机缘，以至于这么强，竟敢挑战虫王傲视无情回道。虽说这寂寞如风是上头下令必杀之人，但他并未有一点看不起此人的意思。坦然的讲，这寂寞如风能单独做的事儿，他是一件也做不到。若不是有队友，还有不错的装备在，他压根就不会打此人的主意。怎么打？一个红名玩家
敢在高级地图随便乱跑，并且在虫王 BOSS 领地随意上下线，这种人不是实力强的可怕，就是脑子有问题。很明显，这寂寞如风没有一点问题，那就只能说明是他艺高人胆大，仗着有神装加持，根本就不惧怕这虫王。所以他们想对付这寂寞如风，只有智取，希望能借虫王的力量困住寂寞如风之余，趁机将其干掉。虽然风险依旧很大，但只要成了，往后的荣华富贵全都齐了。我们暂时不急，虫王便是刷了，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打掉的。6万血的高防 BOSS 便是站在你我面前随便任打，没有2个小时也搞不定。虽然他的骷髅很猛，但也绝对不是那 BOSS 的对手。那我们还派人去那洞窟里看看情况不？傲视回收站问道。暂时不必。如果我们去的频繁了，他或许会起疑心，怕我们去捡漏，说不定会直接放弃打 BOSS。傲视无情冷静地分析道。既然确定寂寞如风上线，并还在里面，暂时就够了。方才也听到了 BOSS 巢穴传出来的异响，如果猜的没错，是 BOSS 刷了。只要这寂寞如风在里面，迟早要跟着 BOSS 干上，所以不着急，只要等，肯定有机会。那他要是直接被 BOSS 干死了怎么办？虽说这寂寞如风艺高人胆大，可这虫王 BOSS 明显也不是吃素的，若是运气差点，直接被咬死在里面也说不定呢。呵呵，这点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让前伤的人再复活点蹲着了。只要寂寞如风一复活，马上就会通知我们，到时候我们只要轻松去捡宝就成。傲视无情笑着说道，方方面面都他考虑得很周全。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等这寂寞如风与 BOSS 干起来，到时候瞅准机会坐收渔翁之利。队长考虑就是周全，那现在我们就好好守住这门口，不能让其他看热闹的进去打扰他吧。聪明，你说的没错。我们现在一是等，二是守好这儿，不准任何其他玩家进去，先让他安心打虫王，也顺便消耗掉他身上的大药。等看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再一起冲进去。傲视无情笑道，哪怕这寂寞如风再牛逼，也不可能短时间干掉这 BOSS。根据攻略资料讲，这 BOSS 受到大伤害后便会立即钻地进行恢复 HP。正常来说，从开始打到死，这 BOSS 至少要钻地3次以上，所以时间上绝对会拖很久。另一边，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虫族之心，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这技能打 BOSS 很不错呀。林幽看着技能介绍，心里是一阵暗爽。现在他可以召唤变异鹿骨幼虫了。虽说这家伙的皮很脆，持续时间短，冷却 CD 也很长，但他拥有嗜血技能啊，临时用对付这鹿骨 BOSS 正合适。第89章开干。敏捷药剂服用成功，您的移动速度增加 40%， 持续时间1小时。防御药剂服用成功，您的物理防御力增 30%， 持续时间1小时。看着鹿骨虫王，林幽没有选择直接动手，而是先不起状态来。这次在黑商那里获得了不少好东西，对付虫王正用得着。待把状态补足之后，林幽又在巢穴入口处引了一波小怪，确保有玩家进来后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骷髅兄弟，老规矩，看我眼色行事，能躲伤害就躲伤害，打这家伙要用套路。打之前，林幽与暗夜骷髅先叮嘱道，干这虫王必须得常规方法，再配上那非常规的手段，不然这6万血的 BOSS 没那么容易轻易干掉。稍不慎，中上几根飞刺的话，他立马的 GG。 林幽带着骷髅是一步步的往 BOSS 靠近，只是走得越近，一股说不出的虫臭味便不住的往他鼻子里灌，恶臭难闻，这家伙就像是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一般，光是闻着味就很容易让人劝退。要是让我自己用疯狂嗜血吸这垃圾虫的血，我宁愿自杀回城。林幽心中暗道。待走进陆虫 BOSS 攻击范围后，愚蠢的人类，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来我的领地放肆，真是找死！鹿骨虫王颇为愤怒地对林幽说着标准的开场白。虫王之心，鹿骨虫王身体稍微摇摆一下，3只黄色的变异鹿骨幼虫便出现在了他的旁边，对林幽发出阵阵嘶鸣。他相信，只要他一声令下，这渺小的人类便会被这3只幼虫吞噬。敢一个人来挑战他，确实是愚蠢。就你会？林幽心中暗道，不过他也没急着把属于自己的幼虫给召出来，原因很简单，这虫子太脆皮了，召唤 CD 还这么长，稍有不慎就得成死虫了。本来他之前也想过，要不把这疯狂嗜血给偷了，自己上去锤，但系统给了他极为认真的建议，这疯狂嗜血的发动条件
跟他现在掌握的战神附体条件不一样，不是舞动权杖，一敲就是10%的扣血。若真是那样扣的话，林幽开个10秒无敌就直接能敲一切 BOSS 了。某些特殊技能是有发动条件在，比如虫子的特性技能疯狂嗜血，必须得与怪物贴身后再疯狂的用嘴吸血，绝不是摸一下就10%。贴身的要求林幽倒是好达成，但疯狂的用嘴吸怪物血，这要求对林幽来说有点难。要知道这是个高度逼真的游戏，杀怪的时候各种感觉都很真实，比如怪物的体味、体液、血腥味，这些都是完完全全能被玩家真实感知到的。真要用嘴去吸的话，肯定能吸个饱，然后那血腥酸爽肯定能恶心他半年。就好比这满身垃圾酸爽味的鹿骨虫王，他是真的下不去嘴啊。为了小 boss， 这般奉献对他来说太不值当，再苦再难他也不能吃垃圾不是，这多影响靓仔们的代入感。当然如果眼前的 boss 是个香甜可口的女 boss 的话，又另当别说了，吸一吸也无妨吗？鹿骨虫王看到林幽没有动静，身体再次摇动，那3只变异的幼虫仿佛收到什么指挥一般，直接便朝林幽扑了过来。这种级别的 boss 不比玩家笨，知道玩家才是主角，只要把玩家杀掉，那骷髅自然消失。来吧，吃了一堆加 buff 药水的林幽自然也是早就做好准备，毕竟之前他就吃过这变异虫子的大亏，那移动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旦被这家伙贴身吸住，少不得下降半管血。跑动他有他的策略，蠢货才跟着虫王刚正面呢。首先技能必须得拿捏住，在对这3只幼虫以极快的速度施毒后，林幽稍微一绕，直接朝虫王的侧边冲了过去。暗夜骷髅紧随其后，不过并没有砍这3条幼虫，而是很霸气的将这3条虫子逐一踢开，避免他们干扰林幽的下一步行动。施毒术又是一个毒，林幽以极限距离扔到 BOSS 的脸上。毒 BOSS 是必须的，别小看 BOSS 那2%每秒的回血速度，潜入个地下10秒，20%就是 1.2 万的血量，这弄不好就是前功尽弃的节奏。所以凡事都要慎重。第90章智取。在把 BOSS 的毒伤好之后，林幽反手又是一个致命链接扔在了虫王的头上。打这家伙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兄弟来砍！林幽冲着骷髅喊了一声，然后一个致命链接先套到其中一只变异幼虫身上。此时的幼虫防御已经是负数，暗夜骷髅瞅准那只被套上的幼虫，抬手便是一刀，1200暴击。幼虫头上直接飘出了这恐怖的暴击数值，同时虫王头上飘出一个600的箭射数值。有致命链接，他压根儿就不考虑，直接硬抗着虫王，就靠打箭射伤害。这巢穴里的幼虫虽然不多，但也不算少，算着时间慢慢来，总是有机会的。至于自己召唤的变异幼虫，他要打一套配合攻击才行，不然一召唤出来，这 BOSS 的飞刺一轮，怕是还没机会爬到 BOSS 的身上吸血，便能被直接带走。并且在见识自己有这虫子后，这 BOSS 肯定会防备起来。要知道这些家伙的智商可真不低啊，500、250。林幽与暗夜骷髅在 BOSS 发狂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与其正面交锋。止毒不到10分钟时间，这洞窟里新刷出的鹿骨幼虫都被林幽上了多层毒。该死的人类竟然敢用这种手段伤我！鹿骨虫王咆哮，飞刺乱舞，技能叠加，在地上的移动速度是一点也不慢。600，两根飞刺直接击中林幽的肩部，直接就扣掉了他1200点血。战神附体，没有半点犹豫，林幽直接开启物免状态。虫王的战役发动之际，移动速度是越来越快，配合随时乱射的尖刺，一不小心就会被打成刺猬。人类，你该死啊！洞窟里，虫王的怒吼声不断的在洞穴里徘徊。眼前这人类实在是太猥琐了，根本就不跟他打正面。并且最可恨的是，这人类与召唤兽一直分两路跑，若是他去追召唤兽，这家伙便会用技能直接把召唤兽拉到面前，然后接着往其他地方跑，一个打一个跑，很是无解。林幽与骷髅的配合自然是相当的默契，专往那些上了5层毒的普通幼虫身上套致命链接。骷髅的高攻击，一刀至少能箭射到虫王 BOSS 身上250点血，1分钟时间靠箭射打掉 BOSS 1000血根本没什么问题。这是要钻地了。在将 BOSS 磨到4万血的时候，林幽看到 BOSS 暂停继续追击，身体不住的收缩。根据攻略上讲，这是 BOSS 遁地回血的前奏，可不能让你这么舒服的回血。
林幽开着无敌，一个冲刺又丢了个尸毒上去，只要有毒在，任何恢复效果都会被克得死死的。看到 BOSS 钻下去的深坑，林幽笑了笑，等了快20分钟，这家伙终于要去疗伤了。不过根据游戏的设定，这家伙不会下去太久，不然每秒2%的回复，下去的时间只要超过20秒，那所有玩家都没得打，打的还没回得多，还打个啥？不过虫王下去便是另一个好时机呢。虫族之心，现在林幽没有再犹豫，直接把3只变异虫子给召唤了出来，蹲伏在这洞口，准备来个守株待兔，等着 BOSS 钻出来。20秒后，鹿骨虫王带着愤怒的怨气从洞口中冲了出来，他惊异地发现自己的生命回复能力竟然失效了，在洞穴里待了这么久，竟然半点都未恢复。正在其愤怒还未来得及找人发泄之际，3只变异鹿骨幼虫直接从坑旁朝他飞身扑射过去，张口便是一招疯狂嗜血，6000、6000、6000，最大 HP 的10%，3只幼虫每只一口便咬下了虫王1.8万的血。不过咬完之后，3只幼虫头上同时飘出1800扣血的数值，瞬间死亡。林幽知道这是触发了虫王的被动技能尖刺反击，受到直接攻击时能将受到伤害的30%反弹给对方，这也是虫王的难缠点之一。一般团队想解决这虫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当然黑暗术士除外。第91章虫王异变。之前打了2万，这3只虫子又咬了18000，也就20来分钟的时间，这鹿骨虫王便只剩22000的血，这速度的确快得有些可怕。那致命链接配毒在低级图简直是无解的存在，用不着跟 BOSS 打正面战，只要他周边有小怪就行。小怪血少防御弱，本是用来干扰玩家的存在，可现在却成了林幽的制胜法宝。人类，我要杀了你！鹿骨虫王似乎感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不讲武德不打正面的家伙总是仗着速度一味的逃，他的身体逐渐开始变红，毒刺的锐利度似乎也提升了不少，其浑身上下更是散发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黄色气体，恶臭难当。这是要进入终极狂暴状态了吗？林幽看着 BOSS 的模样，心中暗道 BOSS 在残血阶段有一定概率发生异变，这种事他在论坛上看到过，不过异变的概率很小，怎么就好运撞到了？辅助提醒，因为愤怒，鹿骨虫王发生异变，即将进入疯狂模式，请注意安全。这不会是要直接发疯乱杀了吧？林幽心头一怔，不过眼下明显不是研究这个疯狂模式的时候，而是赶紧跑的时候。现在这 BOSS 除了血条还显示着外，其他的攻击、技能、防御全都变成了问号，属性全成了未知，还不知道这异变后的 BOSS 有多勇呢。人类，你逃不掉的！鹿骨虫王愤怒咆哮，林幽那有些奇异的打法确实让他相当难受，在诸多刺激下，他竟然产生了异变。异变状态下虽会损失掉一部分能力，但攻击力和移动速度将再次获得加强。操，太快了！林幽在洞窟蛇行走位，现在这状态他必须得拖一下时间，一是等虫族之心的冷却时间结束，二是靠骷髅缓慢磨血。这次他中尖刺的概率提高了30%，难缠麻烦，身上的大药几乎就没停过。受到毒气感染 HP 10，受到毒气感染 HP 10，这臭味真难受。随着臭味的加剧，林幽的 HP 竟然也以稳定的速度逐渐开始下降。9分钟，再拖9分钟就好。林幽默默地估算着血量伤害，现在就得靠药堆了。洞窟外，傲视无情，你们是什么意思？凭什么堵门？一群头上姓名前缀为纵横天下的玩家颇为不满地问道。傲视与纵横这两家都是老牌行会，虽然在主府里两家因为争抢地盘的事开过不下1000次的行会战，但在新手府里大家都比较默契，都忙着升级，没时间也没精力跟对方打，都想早点完成上头发下的升级任务，早点完成，早点进入主城。没什么意思，这图我们暂时包场1个小时，1个小时后你们随便用。傲视无情冷声道，他没想到纵横天下的人这么快就到这儿了，但新手村还没传来消息，想来这寂寞如风还在跟 BOSS 斡旋，他们必须得再拖一下，多耗点他的精力和药。包场？笑话，咱们人数和实力都差不多，你凭什么跟我说包场？纵横无双道，1个小时我们只包1个小时，你如果给我个面子，我傲视无情永远记着人情。
如果你不给面子，那咱们就打一架吧。只要你们的人不怕调集，我们的人都无所谓。傲视无情有雄霸的承诺，为了完成任务，调集也无所谓。但纵横天下的却没给纵横无双下这命令。今日若真要打，肯定会有人死亡调集。若是不能顺利主城区集结的话，那惩罚不小。一番犹豫后，哼，我们走。希望百藏山 BOSS 战，你还能这么嚣张？纵横无双退了一步，没必要犯险。赢了没奖励，输了惩罚不小，他不敢去赌。呵，就在傲视无情自得之际，洞窟深处里传出一声巨响，接着他看到寂寞如风从洞窟连接口冲了出来。这是他怎么跑出来了？正待他疑惑万分的时候，又看到一条红色的鹿骨虫王也跟着从里面钻出，其紧随寂寞如风，朝他们这方向冲了过来。第92章卡位，怎么回事？大 boss 怎么跑出来了？傲视的人面面相觑。一般来说，只要跑到其他图 ，boss 不该是会停止追击吗？怎么这鹿骨虫王也跟着寂寞如风跑了出来？还有，鹿骨虫王也不该是这个颜色的吧？这是虫王异变了，是那家伙把 boss 打残血了。傲视无情很快反应了过来。什么？他打得这么快？其他人心中是震惊不已。虽然他们知道这寂寞如风很强，可这过了还不到半个小时呢，怎么能这么快把 boss 打到残血状态？要知道 boss 的超高的双防也不是吃素的呀，这才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呢。别管那么多，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机会。异变的 boss 各种属性都有提升，他肯定是搞不定才想跑出来的躲伤害的，可没想到 boss 竟然能追出来。傲视无情冷静分析道，机会，这不就是机会？现在虫王追着这寂寞如风，只要他那无敌的技能一结束，便可用那件道具了。或者给这寂寞如风多造成点障碍的话，那道具都可以省了。当然，这也只是他想想而已。到了关键时刻，道具该用还得用，务求保险。那群人怎么在这儿？林幽看到傲视的那10人堵在连接通道上，正一脸淡然地看着他。不过眼下不是想这些事儿的时候。这虫王 boss 太难缠了，毒刺，但凡林幽有任何停顿下来的动作，便会有一根红色的毒刺朝他射来。这一变的虫王技能也有些许改变。800，您中毒了，每秒损失50点 HP。战神附体，中招后，林幽秒开无敌，然后继续狂喝大药，硬顶着几秒，顺势往那虫王身上丢个毒，然后换方向继续蛇形跑位。10秒，的确是10秒。傲视无情等人趁着机会先琢磨确认起林幽的技能来。战神附体发动期间，林幽身上会浮现出一缕淡淡的金光，只要用点心都能看出来。10秒无敌，会放毒，跟情报上说的一般无二。接下来便是那个可以引发派大星的技能了。叫傲视境中人的玩家沉声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虽说他们早已经有一定的准备，但看到真实场景时，心中还是大为震撼。这寂寞如风给他们的感觉就一个字，强。其他的先别管，这次是我们的机会。等他下一次使用无敌结束后，我们的法师先去卡位，尽量干扰他的移动路线，最好能让他被虫王直接搞死。至于其他的人，之前的计划暂改，随时注意现场情况，听我指挥。但切记，不要冲动合围，不要给他任何一招带走所有人的机会。我们的任务是将其击杀，拿走他身上的所有装备。傲视无情不愧是队长，看到林幽出来后，果断改变了之前的策略。在他看来，现在的林幽已经拉足了 BOSS 的仇恨，不然 BOSS 怎么会一路追到这儿来？并且异变的 BOSS 速度、攻击都有显著提升，若是紧咬着这家伙不放，说不定 BOSS 都能直接干掉他。辅助提醒，这些人已经开始打你的主意，请注意安全。我知道。林幽看着提示，一边跑一边说道。从那贪婪的眼神，他已经看了出来。当然，这也很正常。看着一个浑身穿着极品的红名玩家被 BOSS 追，只要不是傻逼，都会想着坐收渔利。这是人之常情，便是他自己也不会例外。毕竟有这种白捡的便宜不占，那不是儿傻子吗？林幽看到傲视的2个法师开始动了，直直的朝他的方向冲了过来，是想干扰我的路线。林幽瞬间明白了，这群人都意图，不只是想捡宝这么简单，这是想火上浇油，加把劲呢。蠢货！林幽暗骂一句，在其接近之际，先甩毒，然后把致命链接也给套了上去，这才蛇皮闪开。他一闪，
虫王也是紧跟其后，对其他玩家熟视无睹。尊严这块他必须要亲自拿回来。现在他就是一心要干掉林幽。漂亮！飞渊、白鹿，继续！这家伙现在没时间跟咱们打消耗。傲视无情看到林幽只是丢毒和链接技能后，并无其他衔接动作，甚至连那骷髅都再没召唤出来，多半是骷髅被虫王打死了，进入了 CD 状态。回收站，大棒追，九图，你们去卡他刚跑出来的那个口，不要给他机会，别让他再跑回去。第93章，绝好机会。经过刚才的测试，傲视无情已经基本判断出，虫王对寂寞如风的仇恨值非常的高，不然不会不打眼前的2个法师。所以，堵门的策略绝对是正确无比的。只要能对这寂寞如风造成干扰，就有望让虫王追到此人。只是他心中也有些疑惑，那只骷髅哪儿去了？他之前可是看到这寂寞如风带着一只大骷髅呢。想死是吧？林幽看到有3个11级战士，直接跑到下个通道的入口处，并成一排，直接进行堵路。这伎俩其实还算不错，物免状态只是不受物理伤害，并不意味着他有直接穿人的能力。玩家与玩家之间相互是有体积碰撞的，在堵路情况下，除了干掉对方，便没有其他办法穿行。时间1分1秒过去，林幽的血在不停的消耗，傲视等人的捣乱虽然给他造成了一定过的麻烦，但总的来说影响不算很大。有敏捷药水的加在，配合风骚的走位，他的灵活度是对面的2倍不止。但他也没办法停下来，必须得随时跑动。辅助提醒，傲视无情身上有一件不错的锁定道具，靠得太近的话或许会有危险。道具。林幽的瞳孔微微一缩，怪不得那家伙看自己的眼神一直不对劲。他有几次看到傲视无情准备向他冲过来，但不知怎么又犹豫了。看来这道具发动有一定过的限制，他应该没有什么必中的把握。等我虫族之心恢复好了，就送你们一起上。林幽这般跑还真不是为了跑着玩，主要便是等下一个虫族之心的技能 CD。 有了辅助的提醒，林幽心中也是有了底。这群人这般动作，看来全是在为傲视无情打掩护。致命链接，又是随手一招。被链接捆绑住的单位除了虫王外，现在还有5个。2法3战，团队频道。傲视无情，法师掩护我一下，马上他又要冲回来了，是时候用道具了。队长，明白。如果等下我跟他一起死了，你们务必要将掉落在地上一个不剩的捡回来。是。傲视无情已经观察清楚了林幽行动轨迹，免疫 CD 绝对不超过1分钟，并且在固定时间便会开启。不懈之际，顺便对 BOSS 上毒。相同的场景他看过不下4次，这次只要位置卡好，抓住他无敌结束的真空期，将天罗地网扔出去，只要打中便是10秒的锁定。到时候哪怕这家伙能召唤出派大星也没关系，他自信派大星的伤害绝对秒不掉这 BOSS， 不然这寂寞如风又何必跑出来呢？直接开无敌轰掉 BOSS 不就完了？不得不说，傲视无情的判断很准确。林幽现在的杀戮点累积下来才800点，8000的无视伤害根本秒不掉这 BOSS。 他方才跑出来，原本是想利用洞窟连接通道卡下 BOSS 的，顺便回点状态，可万万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能追出来。但这样也好，这浮屠的空间比巢穴还大，虽有这种敌对干扰，但便利性比下面大得多。他索性便先把骷髅留在下面，多杀点幼虫，顺便增加点杀戮值。看到傲视无情和刚才那2个法师又出动了，林幽知道这家伙终于是按捺不住了。不过傲视无情那自以为稳妥的方案早就被辅助透露了出来，对林幽来说已经全然没有秘密了。这般冲来就是找死。虫族之心的冷却 CD 也差不多了，先干你正好。林幽权杖一挥，直接把暗夜骷髅拉到面前，心灵沟通，直接向暗夜骷髅传达自己的意思。等下不管其他人，先控那傲视无情。是技能的 CD 好了吗？傲视无情心头一怔，这墨黑色的骷髅的确是给了他一点压力，但眼前这般机会不容错过。第94章，感受一下威力。蜜蜂、花生，你俩先去吸引那骷髅攻击。傲视无情果断命令道：谁都可以死，但这次的机会不容有失。收到！一战士和一刺客没有一丝犹豫，直直的朝暗夜骷髅冲了过去。暗夜骷髅的眼瞳中的鬼火稍微晃动了一下，按照林幽的意思，虚晃的与这叫蜜蜂的战士对砍了起来。没出暴击的情况下，
一刀差不多能砍这战士350点血。蓝装高防，没有施毒术辅助，也不用技能的情况下，骷髅单挑虽然不惧任何同级战士，但想轻松解决掉战士也不是那么容易。只要不是眩晕状态，玩家是可以边打边喝药的。350的血，对11级蓝装战士来说不过是1/3的血量，还能喝点回来。也就是说，极品装战士纯顶还能顶住。当然，若是吃骷髅一个4秒眩晕，他立马也得 GG。骷髅的技能点控、杀人非常好使。当然，这一切的大前提还是没有诸多牧师等辅助职业的干扰。若是有大量牧师疯狂的给战士回血，在奶量大于骷髅输出的时候，便是敌人站着不动也不容易被砍死。很好，看蜜蜂跟花生与暗夜骷髅缠斗了起来，他也是放下心来。这机会不就又来了吗？10、9、1，如他所料，林幽果然在那个点开启了那个无敌的技能。很好，就这样，他计算着天罗地网的释放距离，不断的向林幽靠近。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得要命。就在他与暗夜骷髅擦肩，准备继续向林幽走近之际，明火！暗夜骷髅是直接一道明火朝他头上扔了过去。血域，傲视无情被直接定住。傲视蜜蜂和傲视花生一脸困惑，他们正与这骷髅缠斗呢，这家伙怎么突然朝傲视无情扔技能了？来得正好，林幽向前冲了一步，直接一个致命链接套到傲视无情的头上。7个单位，这下是直接给凑齐了。辅助提醒，若是不能瞬秒 BOSS， 杀戮盛宴造成的爆炸伤害依然会被陆谷虫王的尖刺技能反弹。请释放杀戮盛宴前服用临时增加 HP 上限的药水，否则你将承受完整的 30% 的直接伤害反弹。看到林幽似乎准备放大招了，辅助适时的提醒了一句，不提醒也不行啊。杀戮盛宴造成的是无视防御的伤害，但本身也是一种攻击方式。通过箭射打在 BOSS 身上没事，可若是直接打在 BOSS 身上，8000的无视伤害瞬间就能反弹2400到林幽身上。可他的血现在也不过1750呢，这要吃上一记反弹伤害，这一身极品装备还真便宜别人了。还有这讲究，还好我没太心急。林幽心中暗道，方才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暗夜骷髅困住这傲视无情，方便自己上致命链接，免得被其先手定住了。至于让骷髅直接杀，眼下还有点难度。一是傲视无情的装备非常好，二是他们这边有个奶量惊人的牧师在，眩晕状态下也能随时对傲视无情进行疯狂补血，除非能连续砍出2刀暴击，否则真不容易干掉这傲视无情。配合当前阶段杀高级战士，他必须得参与配合才行。上毒是必须的，不过增加 HP 上限药水，黑商倒是给了，正好了。林幽毫不犹豫地掏出从黑商那儿赢的 HP 药，直接喝了下去。您的 HP 上限增加1000点，时间5分钟。嘿嘿，再等我1分钟，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派大星的威力。林幽不急，无非就是再等个1分钟 CD 罢了。他可不会冒险，没有无敌在，傻愣愣的朝虫王身上扑，那不是找死吗？欲速则不达，1分钟还是能等的，到时候这些家伙都要死。第95章纸糊的 BOSS。 呵，竟然想用骷髅眩晕我，可惜你身上的情报信息我们已经禁止了，想靠骷髅杀战士没那么容易。傲视无情眩晕时间结束，那牧师的治愈之光也随后落到他的身上。暗夜骷髅的技能他们也是基本知晓，吸血缠绕还有一个硬控，但只要这家伙的目标不是打法师、刺客，有大牧师在绝不会出事。要知道他们的牧师天赋词条可是少见的治愈量额外增加 30%， 这种天赋下奶量可是超级惊人。团队频道，大家继续走位，蜜蜂你俩继续缠着那只骷髅，法师跟我配合走位，牧师就负责给我加血，绝对不要给他秒掉我的机会。傲视无情安排道，现在只要保证他不死就行。这寂寞如风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分心对付他们，等下轮过来就是这家伙的死期。1分钟的时间非常快，熟悉的动作，熟悉的路线，他认为这寂寞如风已经是强弩之末，时时都要磕大补药，好几次血条都差点见底了，愣是靠着无敌技能外加大药给补了回来。这药真他妈多，包袱有这么大吗？傲视无情有些感慨，他们手上也是大药不少，但好像加起来也没这家伙这么多呢。一直扛着喝大药，真是有钱，能造。战神附体，精准的时间，跟傲视无情估量的分毫不差。
这寂寞如风必须得在毒消失之前，给这虫王又毒上一层。毒能克制 BOSS 回血，定是防着 BOSS 钻入地下触发回血机制。这次你完了。他看到寂寞如风朝顶着无敌朝 BOSS 跑了过去，紧接着一招施毒术扔在其头上。如果算得不错的话，接下来便是转身朝右侧跑位。这次卡好时间间隔，擦身瞬间定然可以用天罗地网将其困住。就在其志得意满，自认为万无一失之际，他惊讶地看到，这一次寂寞如风没有选择回头，而是站在 BOSS 面前，冲他露出歪嘴龙王一般的笑容。然后看到一团红色的血气蔓延，全都闪开，这家伙是要制造派大星了。看来他准备最后一击了。傲视无情突然想到那小作文上的透露的信息，赶紧朝所有人喊道：这技能威力强，但范围不算大。现在除了那2个掩护他走位的法师外，其他人都离得较远。他早就防着这一手了呢。只要这寂寞如风将这招放出来，那接下来的事儿便更简单了。如你所愿。林幽的手按在虫王腹部，随后伴随着刺耳的风鸣声，血色的巨型派大星在洞窟中闪亮登场。真他妈一说啊！傲视回收站看着那派大星，心中都有些感慨，确实很帅。不过除了2法师外，其他人都退到了安全之地，抱着看戏的目的欣赏呢。轰！一声惊雷般的炸响，派大星闪耀之后，在洞窟中彻底炸开，滚滚气浪朝四周扑面席卷而去。8200的数字在虫王头上飘过，4100的伤害值在那6个被套上链接的玩家头上同时出现。您杀了玩家傲视蜜蜂，罪恶值+1。您杀了玩家傲视无情，罪恶值+1。您杀了玩家傲视渣渣灰，罪恶值+1。趁着爆炸的余波血雾弥漫阻挡虫王视野之际，虫族之心，林幽是瞬间将3只变异幼虫召唤出来，一虫一口。鹿骨虫王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反应，6000，恭喜您击杀鹿骨虫王，获得3万点经验值，干脆利落。林幽筹谋这么久，等的便是这时机，只有这出其不意的手段，才好干掉这智商超高的鹿骨虫王。这又是什么变态的技能？大牧师傲视飘雪还有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虫王明明还有2万左右的血，一招派大星干掉8200后，怎么接连又出现了3个6000的伤害？这是开什么玩笑？鹿骨虫王比纸糊的还脆了，这寂寞如风也太猛了吧！第96章鹿骨的毒牙项链。看着暴露满地的装备，他虽也眼馋，但根本不敢再惦记。BOSS 被杀，几个主力战士也全军覆没，根本就没得打。那不是天罗地网吗？傲视飘雪也是眼尖，一眼便看到了傲视无情被爆的东西。除了一件蓝色装备外，还有一件网状道具，正是他们之前杀遍异幼虫时爆的天罗地网。困住之后10秒之内，除了喝血外无法移动。团队频道，傲视无情，活着的人赶快把天罗地网捡回来。傲视无情在新手村复活的第一时间不是抱怨，而是赶紧给队友发消息，有那宝物在，就还有机会干掉这寂寞如风。他眼里只有虫王豹的金色装备，应该没有注意到。傲视飘雪思忖了1秒，直接朝那天罗地网冲了过去。下一刻，一道紫色的明火将他击中。眩晕，医者不能自医。600，第一道暗夜骷髅便砍出了暴击伤害。4秒眩晕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杀人实在是太容易了。刷刷，接着又是2刀。您杀了玩家傲视飘雪，罪恶值+1。早盯着呢。林幽看着死掉的傲视飘雪，一脸淡然，顺手将那件宝物捡了起来。属性查看：天罗地网，特殊道具，剩余使用次数1。属性介绍：在最大距离范围内投掷，击中目标后可以将其困住10秒。被困期间，除了执行补血操作外，无法进行其他额外动作。使用距离3米，倒是个杀人好道具。不过对我来说，有骷髅的定向控就够了。林幽心中暗道：暗夜骷髅的明火，施法距离长 ，CD 时间短，眩晕概率大。除了定制虫王 BOSS 外，定小怪还没失效过。不过10秒定也不错，说不定自己哪天就用得着呢。将天罗地网收好后，林幽对暗夜骷髅使个眼色，这家伙心领神会，朝另外2人追去。都是脆皮，没有牧师辅助，根本就扛不住骷髅2刀。只是这些人之前过于聪明，用的是堵路的法子，没有直接攻击过他，罪恶值还得算在他的头上。他想早点洗干净红名的想法确实不容易啊。一边虫王豹的东西确实也很不错，
一件金色装备，2个蓝色宝箱，一边露骨的毒牙项链。穿戴等级无限制，装备品级金色，属性智力加40，精神力加40，法术命中率正 2%。附带装备技能毒素攻击。毒素攻击，当您的攻击命中目标后，您将获得一个毒素标记，每一个毒素标记将为您增加20点额外伤害，同一单位最多标记次数5，可锻造次数2次。这金色装备倒是还可以，标记5次后，等同于增加100点无视攻击了。林幽心中暗道，这确实是件极为不错的好装备，若是大法师得到的话，就更牛逼了。雷电术直接抽，又有多少人能顶得住？蓝色宝箱，林幽瞧了一眼那2个蓝色宝箱，正好鹿骨套还差2件呢。在别人眼中的随机之物，在他这儿就是可以必卡出来的东西。系统，明白，明白，请在98秒、183秒后分别开启。在精准卡住时间后，恭喜获得鹿骨护手、鹿骨护腿、鹿骨护手。穿戴等级 LV12，装备品级蓝色，属性物理防御加50，魔法防御加50。鹿骨护腿，穿戴等级 LV12，装备品级蓝色，属性精神力加30，智力加30，力量加30，体质加20。林幽将金色项链以及护腿护手一并穿好后，游戏提示：恭喜您触发虫王套装效果，您的属性获得额外增加，力量加40，智力加40，精神力加40，体质加50，对虫族伤害正 30%。 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3，经验38000，41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2300，2300， MP 650，650，力量120，智力220，精神420，敏捷45，体质230，幸运加7，物理攻击240，法术攻击440，精神力攻击420，物理防御力24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165，已计算各种加成，除开临时敏捷药剂。物理闪避 14.7%， 物理暴击率 8%， 法术暴击率 18%。 第97章技能选择，真不想放弃啊！把装备穿戴好，研究完技能属性后，林幽看着3个窃取的技能是一阵感慨。战神附体是唯一技能，肯定不能被置换掉。生命复苏和法外狂徒勋章又是绝配，换掉之后，法外狂徒就必须得靠喝血硬抗。他现在便是再有钱，也没那么多要去造啊。虫族之心这天赋，讲道理打 BOSS 还是挺好使的，啃一口的收益就很不错。可就是持续时间太短，冷却 CD 太长了。辅助提醒：疯狂嗜血并非唯一100%扣血技能，主城区还有类似 BOSS 技能。变异幼虫血少防御低，后期地图也很难近身 BOSS。当前阶段，建议有趁手的法系技能为好。若是实在不舍这虫族之心，在你离开新手村之前 ，BOSS 必然还会刷新，你也可以再来窃取技能。一番思虑后，你说的很有道理。林幽自然明白，当前升级打怪才是最重要的，只要等级上去了，日后搞装备也不是什么难事。好比这致命链接，只要自己打得猥琐点，用好这技能照样能磨死那 BOSS。技能升级的事也要操心起来了，真是没有一件是简单的啊。林幽又长叹了一声，隐藏职业玩起来确实很爽，就是升级各种技能很头疼。他现在又是孤身一人，很多东西都得靠自己去搞，离14级经验也不远，那就出去偷个法师火强术，来回在这儿烧虫子也不错，烧到疲劳满就下线。林幽心中暗道，外面还有不少玩家，去偷个法师技能不难。他已经打好主意，暂时就在虫洞升级，除了那7进去出的任务需要每天跑一趟外，他暂时不准备去其他地方了。有虫王就刷虫王，没虫王就在这儿刷小怪。鹿骨套装有 30% 的伤害加成，法外狂徒勋章还能增加 50% 伤害，这么高的系数加成，以及本身就不低的智力强度，除了没有法师专属技能精通外，他的输出真不比一般法师低呢。干。另一边，傲视无情面色难看的坐在复活点，与他一起的还有那9个队友，全军覆没。他原本以为有那稀有道具在，至少有80%把握，可怎么都没想到，那寂寞如风根本就不给他出手的机会。为什么那骷髅会突然对我发动攻击呢？傲视无情，寒目凝神，那场面他想过多次。有蜜蜂和花生在，
他又有带着两法师卡位，那骷髅没道理要眩晕住自己啊！只要不眩晕他，眩晕刺客或者法师，凭骷髅的伤害肯定可以将其带走，但偏偏就眩晕了他，并且那寂寞如风还一反常态的跑过来，对自己释放了那个链接技能。那技能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自然能看得到介绍，但真不知道那技能可以将玩家跟 BOSS 链接到一起，因为那一遍重王的所有属性介绍都特么是问号。运气，一定是运气，他不可能知道我身上的道具，也不可能有人告诉他。傲视无情笃定道，跟他一起的这些人，现实世界大家都住在一个公寓，像他们这样的核心成员，这一批总共招了300个。新区行徽令牌已经安排人得到了，等他们去了主城区直接入会就行。队长，现在怎么办？那家伙太强了，道具也被爆了，那任务怕是完不成了。傲视回收站低声道，这一波士气伤得很重。当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没能第一时间把那家伙给控下来。如果傲视无情当时能果断一点，早点将天罗地网扔出去，相信都不会是眼前这个局面。如今他们的等级全掉到10级，之前的11级装备也被后台强制收到包袱里了，实力相对之前至少下降1/3，便是再想硬拼这寂寞如风，怕是都没那么容易了。沉默了一会儿后，还是要升级，我们要先把等级提上来，装备不能落后太多。2是想办法购买特殊道具，争取搞到类似天罗地网的稀有道具。虽然受挫，但傲视无情并没想放弃上面交下的任务，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要是能搞到类似的装备，他相信肯定是还有机会的。18级的 BOSS， 他相信这寂寞如风肯定不会错过。这次是他大意了，没想到寂寞如风打 BOSS 的速度会这么快，要是提前动手的话，绝不至于如此。所以他将一切的希望都压到最后的 BOSS 身上，再赌最后一把运气。赢了，德军团长位置；输了，就从头再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林优家，哥哥，他未来的命运就看你的选择了，相信你不会让他失望吧？呀，没注意，都凌晨3点了，这家伙快出来了吧？他没忍住，不自觉又多看了几集。我得快点把那邮件伪造了，不然这家伙醒了就不好骗了。第98章魏武之风。凌晨3点半，林优的精神意识回到现世界，伸了个懒腰，终于是升到14级了。左右看了一眼，那丫头不在，看来也是回房间睡了。今天还算听话。看到手机上绿色的信息提示，呼吸灯不停闪烁，随意的将手机拿起看了一眼。未读信息复15分钟前收到。内容：养成攻略吴孟德带你走进 NPC 的精彩世界。本来困意来袭，随时都能躺下的林优瞬间又来了精神，左右又看了一眼，确定那丫头不在后，果断的将邮件点开。半个小时后，这吴孟德一定是个大神级玩家，果然牛逼。林优心中暗叹道，写的内容真是太详尽了，不只有详细的异性攻略，还附带了一份网上从没见过的特殊地图 NPC 信息表。信息表上还详细的备注了 NPC 的功能和可能触发的某些任务。从各种细节看得出，这位叫吴孟德的玩家确实是很用心的给大家进行了知识分享，末了还留了一个 Q 号，说在游戏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大神就是大神，这气度真是让人佩服。林幽暗道，就孟德大神的这份心胸，他就难以企及，当然他也不敢去企及。无私给外人分享攻略，实在是有违穿越者的精神规律。他穿越前看过的小说不少，但凡主角有一丝丝这种想法，轻则被喷圣母转世，重则便是一星好评拿走不谢。这些东西看多了，自然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Q 号是131313222XXX。林幽边念着边开始添加这位大神玩家的 Q 号。魏武雄风 ID 名读这么霸气，不愧是攻略型大神。毫无疑问，若是有大神指点，日后肯定要少走很多弯路。攻略方面，想来成功率也会高出很多。这家伙果然是忍不住想在游戏里搞攻略，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雨琼看着好友信息提醒，心中暗道，你既然加了好友，那可就别怪我骗你了。谁让你惦记人气，纯欲天女不好吗？嘿嘿，想到这儿，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家伙还是那么好被骗呢。不过他也没有立刻通过林幽的好友申请，刚申请立刻通过，大神玩家的逼格都没了。既然要演戏，就得好好演。在自己没法进入游戏的这段真空期，就用吴孟德的身份好好跟他聊聊，看他到底是否也有曹贼之心。
翌日早上9点，在刺耳的闹铃中，林幽颇为疲惫地睁开睡眼，还是挺困。昨晚攻略看得有些久，没睡太好。但再过会儿班主任老王要来了，他还得去接一下，还是得起床才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消息，吴孟德的好友还是没通过，不禁摇了摇头，但也明白，这肯定是加大神好友的人太多了。在论坛上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又主动留 Q 号，只要不是蠢货，都会想着第一时间添加呢。接之前得把家里收拾一下才行，还得警告那丫头，待会别出来捣乱。林幽心中开始计划起来，班主任第一次家访，他不能失了礼数。雨琼，林幽在雨琼的门外敲了敲，干嘛呢？困死了。许久之后，里面传来一阵慵懒的声音，困就好好休息，待会老王要来了，你可别跑出来捣乱。哎呀，知道了，不就是怕我破坏你那光辉形象吗？雨琼揉揉眼睛，看了一眼时间，才9点过呢。瞎说，那是怕你黑户的身份暴露，知道你的人越少越好。知道啦，我就在房间里看电影，哪儿都不去好吧？行，你要啥东西就跟我说，我都给你拿进来，反正你别出来。足足忙活了半个小时，林幽把家里又重新给打扫了一遍。这丫头真是太不讲究了，穿过的丝袜到处扔，沙发垫下竟也放了2条黑色，还好自己眼尖发现了，不然被老王看到怎么办？在班上同学眼里，他可是连朋友都没谈过的3好学生呢。这要是被人知道他家里还有个2次元的小美女，那不得瞬间火起来？到时候这丫头的身份还怎么瞒呢？第99章，上门女婿怎么样？10点整，林幽在小区门口等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到了老王的身影。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骑着一辆黄色的小电驴，在小区外张望，似乎在确定具体地点。王老师，林幽大步的走了过去，热情的打着招呼。林幽老师，车得停里面才安全，我带您进去。好，你带路。一路上俩人都很默契，没有谈游戏的事，但各自心中都有一定准备。老王是铁了心，想让林幽回归学习正途，不想让他在游戏里自误，毕竟学习成绩这么好，干嘛要去游戏里受虐呢？到家后，王老师，这地方简陋了点，您多包涵，请坐，我给您倒茶。在林幽厨房提水倒茶的间隙，王大山四周打量了起来，想真实的了解一下林幽的家庭状况。不容易啊，看着那些陈旧的家具，有些泛黄的壁纸，上了年代的空调电视，王大山心中已经了然，林幽这孩子过得确实不容易。但家里的东西虽然简陋，但放置得很规整干净，是个自律性很强的孩子。老师，您喝茶。好，你也坐。王大山点了点头，有礼貌，是个好孩子。老师来的目的，想必你也是知道的。王大山喝了一口茶后，接着说道，这游戏也开服3天了，你应该也体验的差不多了吧？跟我说说实际感受，放心，老师不会笑话你。在王大山看来，林幽应该是被野怪虐得很惨，毕竟在学校里都没有人愿意跟他组队，更何况在游戏里了。当然，这也不是说他的同学都无情，但同学情便是在身，谁又愿意白带个人蹭经验呢？从新手服到主服，那经验需求可不少，可不是带1-2天就能够的。照游戏里的规矩，若是真想不动手蹭经验，那也有法子，那你就必须得包别人的装备或药水，等同于雇佣合作关系。只是看林幽的家庭环境，明显达不到这标准要求。感受，虽然遇到了点小麻烦，但整体感觉还行吧。林幽坦言道，他说的也都是实在话。这几天在游戏里挣的钱，在现实世界搬砖的话，怕是一辈子都挣不到。虽然也结了几个仇家，但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小麻烦？王大山一听这话就直摇头，那麻烦怕是不小吧？只是林幽不说，他也不好揭穿，想着多少给学生留点面子，尽量把林幽拉入正轨才是。林幽啊，听我说，你成绩不差，依我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你考个997的大学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顿了顿，王大山接着道，考上了大学，将来再找个好工作，等挣到钱出息了，再分些精力进入游戏，不也是很好？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这小家伙长得不差，大学里找个漂亮又富有的女朋友，绝对不是什么难事。有钱又富有，再来玩游戏，雇几10个陪练，会是难事吗？哪怕是当个上门女婿，也比在游戏里受虐强吧？你要是不信，老师跟你打个赌，输了我把我侄女介绍给你，她家也很有钱，绝对配得上你。王大山的声音是越来越大，
以至于躲在房间里的雨琼也听得清清楚楚。哼，原来是打这主意，真过分！还好我在家。雨琼咬着银牙，眼眸微缩，这感觉就像是要吃人一般。上门女婿还包给他介绍一个。这家伙怎么没出声了？该不会是犹豫了吧？雨琼突然紧张了起来，因为他的提前到来，有些东西发生了改变。他也保不准现在的林幽到底是什么想法。而这老王说的条件好像也挺诱人的，考上大学，找个富有的女朋友，再重新进入游戏，这安排的确也很有吸引力啊。想到这儿，雨琼的牙齿不自觉地磨了起来。但凡生气的时候，他总这样是这样，咯吱咯吱。林幽，你听到什么声音了没？王大山疑惑道。好像听到老鼠磨牙声呢。林幽朝声音方向看了一眼，心头顿时一紧，这丫头是发疯了。第100章，震惊的误会。没有啊，可能是您听错了吧，没什么声音啊。林幽一边笑一边给那丫头发信息，提醒她现在可别搞事，老实人还在这儿呢，被看到就麻烦了。哦，可能是吧，老师年龄大了，耳朵也不好使了，听错了。王大山会意地笑了笑。这是老城区的房子，本来就破旧，有老鼠这些也很正常，何必说出来让人难堪呢？某些方面他确实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林幽，老师刚才说的话你一定要认真想想，你要相信老师不会害你，害你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你考个997大学，学校顶多给我发5000奖金，可老师，我是缺这5000块的人吗？你看现在这世界是真不安定，你现住的这地方随时有凶兽侵入的风险。考上大学，不说别的，至少你在里面玩游戏绝对不会存在什么安全隐患。王大山苦口婆心道。林幽是个学习的好苗子，值得有更好前途的未来，浪费天赋进游戏是真的可惜了。未来也不只有游戏一条路，做科学技术类人才也可以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但我真想在游戏里闯闯，说不定就能有逆天改命机缘呢。林幽毅然决然道。这种事儿他没法答应老王，哪怕是虚与委蛇也不行。虽然他很感谢王大山的支持，但游戏里的事儿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告诉王大山自己天赋重铸， SSS 开局，现在最火的寂寞如风就是自己。这话说出去大概只有一种可能结果，老王下次肯定会带精神病专家来看自己，毕竟因游戏疯的人也不少。当然最主要还是寂寞如风的秘密真没法对外人讲。先是干了揽月，又杀了一帮散人，昨天还丢翻了奥氏团队，他结的仇家太多了。游戏里不比现世界，现实世界结仇了可以直接杀人灭口，查不到就没事儿，可在游戏里杀了人复活之后就能把你指认出来，现实身份一旦被爆出来，除了国家庇护还真就没其他办法，实力不够，没有嚣张的本钱。你呀真是固执，算了，明我还是给你报了文考，到时候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不要怕丢人，老师不会笑话你，日后后悔想复读也可以，老师都支持你。王大山看林幽这坚定又果决的表情，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亲自上门一番说教后还这样，他也是尽力了。年少轻狂，跟他当年也很像，要是他当年性子软一点，听人劝一点，早就财富自由了，还当什么老师，早当校长了。年少不知软饭香，只有吃过苦才懂啊。又聊了一会儿后，王大山看了看时间，道：林幽，差不多也饭点了，咱们出去吃个饭，顺便陪老师喝点。王大山想请林幽吃个饭，这小家伙一个人住不容易啊。好啊，林幽没拒绝，请老师吃个饭不是很合理吗？他虽没听王大山的建议，但心中是绝对感激的，只是自己的秘密太大了，风声有点走漏，这家就不会再太平了，所以也没办法啊。行，我先上个厕所。王大山喝了不少水，憋的是有些久了。卫生间在里面，洗衣机旁边。上完厕所，洗完手，王大山看了一眼紧闭的窗户。林幽啊，我跟你说，家里有热水器，卫生间的阳台窗户一定要保持随时通风，至少要开半扇窗户，不然容易燃气中毒啊。说着，王大山把紧闭的窗户打开了一扇，微风拂过，王大山瞬间就愣住了。只见那阳台上飘荡的各种花色丝袜、猫女仆装和一根构造奇特的尾巴，这明显都是女士用品啊。这小子不会吧？第101章，帮你证明一下。王大山沉默了许久，一切都已经明了。
怪不得这家伙从不谈朋友，对女生似乎也没什么兴趣。原来如此啊！怪不得天赋这么糟，也一定要待在游戏里，怕就是为了逃避现实，想在游戏里放飞自我吧。毕竟游戏里的身份，外面谁知道呢？再说，游戏里对这方面是没有限制的，只要双方愿意，便能在游戏中登记结婚。如此种种，王大山几乎已经笃定，林幽这般执着的玩游戏，一定是想在其中寻找与众不同的真爱。王大山脸色低沉地走出厕所，看着依然面带笑意的林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知道学生这么大的秘密后，他实在是没有吃饭喝酒的心情了。生活在这么拮据的家庭，竟然花钱买那些无用之物，实在是令人有些叹息。老师，咱走吃饭。我知道有家馆子的味道真不错，很地道。林幽并没想的太多，他今天起来的晚，只是打扫了一下家里，然后把与穷乱扔的东西丢到了洗衣机，还没时间去晾晒呢。唉，看着林幽，王大山重叹了口气。莫青青，没胃口啊。林幽啊，老师突然想起还有点事儿，饭就不吃了，明我也给你先抱着，来不来到时候看你。啊，这么急吗？吃个饭吧，不远。真不吃了。林幽，你听我说，男孩子一定要阳刚一点，老师还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取向正常的人。王大山的手刚准备搭在林幽的肩上，又缩了回来。自从知道林幽的秘密后，他就感觉有些不太自在，脑子里总是不自觉地脑补出林幽穿着女仆丝袜装的样子，这感觉实在是有些别扭。啊，取向正常，阳刚。林幽被王大山的话说的是一愣一愣的，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刚才还说给他介绍富婆呢，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把这拿着，对自己好点，别买那些没用的东西。别送我了，我有急事。王大山又从包里摸出一信封来，硬塞到林幽的手里，然后不等林幽有其他反应，打开门，连文件袋都没拿，就匆匆的走了。这到底是啥意思啊？林幽是真没搞明白，方才不都还好好的吗？怎么上个厕所人都变了？疑惑的打开信封，竟是崭新的10张崭新的100元钞票。老王对他确实好，对现在的林幽来说，1000块绝不是什么事，但别人的这份心对他来说很重要。等日后有机会，他定会好好回报一番。看看时间，我上个厕所，然后带那丫头去吃饭，下午继续搞游戏。林幽是边想边推开卫生间的门，门开后，还是那缕微风拂过。林幽看着阳台上那排排丝袜，性感诱人的女仆装，还有那精致小巧的尾巴，瞳孔瞬间张大。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老王为啥有那么大的反应了。在外人眼里，自己一直是独身一人居住的啊，可家里挂着这么多条丝袜，还有那丫头新买的女仆装，以及那精致的尾巴，让人不想误会都难啊。林雨琼，你还我清白！林幽冲着房间大喊了一声。咚！雨琼推开房门冲了出来，他本来还生着气呢，没想到这家伙还敢先吼他。你要干嘛？是觉得能当赘婿要起飞了？雨琼气鼓鼓地说道。随着呼吸加剧，他的胸脯也起伏抖动起来。我想干嘛？你自己看。林幽指着窗外的风景，表情难看道。啊，这是被老师看到了？看了一眼那半推的窗户，这丫头瞬间联想到了什么。你这次可把我坑惨了。林幽心里是那个郁闷啊。你这也不能怪我呀，不是你让我请洗衣物的吗？昨晚给你展示后我就洗了呀。还有，我可是把窗户都关了的，谁知道它会打开啊？你可不能随便把锅甩到我的头上。雨琼看到林幽这模样，知道这家伙在生气头上，不宜激怒。要不你给老师打个视频电话，我帮你证明一下。证明一下？林幽眉毛轻轻的挑动。要证明的话，之前做的事儿不就白费了？第102章再遇见。你别那么傻好不好？你老师又不会查户口，现在是放假期间，他哪知道我是谁？至于这奇怪的头发颜色，开个美颜头套就好了。看着林幽这木木的模样，雨琼只得给他再解释了起来。不要怕，大不了就承认是他女朋友。有女朋友的人怎么可能是弯呢？唉，你不了解老王，现在打过去，他只会以为你是我找来的演员。用他的话来说，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确有其事。他只相信他看到的。林幽看着这丫头，无奈地摇了摇头，静心想了想，好像跟这丫头确实没多大关系。毕竟衣服晾在阳台，窗户也关了，谁知道老师还能好心地提醒一下燃气中毒呢？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起来得太晚，没把事儿顾虑完。
那你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只有等我找到女朋友的时候，再给她证明取向问题了。林幽叹气道：这种事，语言上再怎么解释也无力。那不还得是我去证明？雨琼小声的嘀咕了一句。啥？没啥。算了，你换身衣服，咱们出去吃饭吧。雨琼点了点头，这事儿也只能这样了。在雨琼换衣服之际，林幽百无聊赖的研究起那根尾巴来。今天的心情是真的糟透了，形象啥都没了，这是放哪儿了的呢？林幽看着尾巴上的金属小圆球，心中若有所思，拿在手上又掂量了一下，挺滑挺轻的。咚咚，谁啊？雨琼刚换好衣服，走到门口，顺手便把门给打开。林幽，我文件袋忘拿了。王大山刚才也是走得急，文件夹还放沙发上了。不好意思，我走错了。四目相对，王大山看了一眼林雨琼，又退了一步，看了一眼门牌号。没错啊。雨琼，谁啊？林幽把玩着那根尾巴走了过来。王老师。林幽。王大山感到有些晕眩，这是啥意思？这银发女娃又是谁？这么短的时间，他不认为林幽能去雇个女的过来忽悠他，可这又实实在在的出现了。林幽，这是怎么回事？林幽开始头疼起来，这是一出未平，一出又起啊！怎么解释呢？我是他网友。雨琼急中生智道。网友？对，网友。林幽也重重的点了点头。小姑娘，你多大？王大山问了雨琼一句。主要是这丫头的穿着打扮很是年轻，若是18以下，那就麻烦了。18呢？雨琼甜甜道。虽然老王之前提出过给林幽介绍女朋友，但他对林幽又挺好，他也得尊敬起来。18嘛，合法年龄，那就好，那就好。王大山点了点头，只要确定合法就行。这样看，那阳台上挂的东西也能解释得通了。他原以为林幽是个老实人，没想到还挺会玩的嘛。不过眼前这姑娘确实挺漂亮好看的，肌肤白皙，眼眸灵动，穿着打扮也颇为讲究，那一袭稀有银发，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姑娘。看来这家伙是早就找到捷径了呀，怪不得会拒绝自己的提议。林幽，你跟我出来一下。站在门外，王大山语重心长地对林幽说道：你们都是合法年龄，其实我不该多说什么，但你俩还年轻，可能还不懂什么是责任感，所以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显然王大山很自然地把他俩当情侣了，不是情侣能这样，丝袜都晾了一阳台，那特殊的道具都穿上了，只要不是瞎子都懂好吧。不，老师您误会了，我俩只是关系有些特别的朋友。林幽连连解释道。这误会怎么越来越深了呢？听老王的话，好像把这丫头当自己女朋友了。我懂，老师不是个八卦的人，都住一起了也就那关系了，但你们还年轻，自己注意点吧，记住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王大山心中已然确定了这两人的关系，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确有其事，所以这事儿没得说，肯定是谈朋友了。走，咱们一起吃个饭，把你女朋友也叫上一起。啊，您不还急有事儿吗？不急，吃个饭的时间还是有的。看到林幽取向正常，王大山是颇为欣慰，还好回来了一趟，不然就误会大了。第103章收钱办事。待吃完饭回来，已经是下午1点。回到家，林幽，王老师的话你可得记住啊，让你好好对我，不然小心棍棒伺候。雨琼一边拖着丝袜一边笑道，他没想到这老王还挺有趣的嘛，太能聊了，早知道也去学校混混日子了。他明显是误会了，你还跟他绕呢。林幽无语道，这丫头也是真能吹，把老王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不过说的好像还挺真的，好像很多东西都亲眼见过似的。他要是不误会，你今天就得社死，多亏我拯救了你的未来，你可得好好感谢我。这丫头将丝袜脱下后，顺便就扔到了沙发上，脚趾不住活动，今天坐得够久，有些不舒服呢。你拿我尾巴干吗？雨琼回头看到林幽又玩起那根尾巴。啊，我就是有些好奇这东西连接哪儿呢？林幽好奇道。听林幽说完，雨琼的脸顿时一红，一把将尾巴夺了过来。这可真是的，回游戏里砍你的野猪去。哼！待林幽进入游戏后，这丫头又悄悄地蹭到他的房间里，空调打开，翘着脚丫舒服地躺在他的旁边继续追剧，只是时不时用脚在他大腿上
轻轻的推2下，全当做免费按摩了。第30集，病娇的逆袭。哥哥，你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考虑，要是时间到了，如果他还得不到解药的话，嘿嘿，真好看。欢迎回到游戏。伴随着熟悉的声音，林悠又回到了游戏世界。您的宠物培养中，金币石。刚上线，便听到游戏的提示声。宠物蛋的培养，它现在设置的是每天10枚，自动扣取。目前的财力也只能支撑20多天，想加速的话，得加钱才行。要是能有更多挣钱的渠道就好了，真想早点把这蛋给孵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惊喜呢。不过还是先把属性点加了，昨晚他到14级就下了，其他的还没弄呢。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4，经验06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23002300， MP 700-700，力量120，智力220，精神430，敏捷45，体质230，幸运+7，物理攻击240，法术攻击440，精神力攻击420，物理防御力24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165，物理闪避14.7%，物理暴击率8%，法术暴击率18%，暗夜骷髅，等级 LV14， 忠诚度100%， HP 1900， MP 750，物理攻击140，基础攻击加430，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145，魔法防御145，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技能1缠绕 LV2， 技能2吸血光环 LV2， 技能3明火 LV2， 技能4出血 LV2。 先回去把7进7出的任务搞了，这耽误就麻烦了。林幽看着时间，心中计划道，这杯明洞穴到新手村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呢，在传送石没出现之前，很多地方都得靠跑。他现在这位置，便是出洞穴都得花1个小时时间，出洞回村还得要1个小时，也是很耽误时间的。0303号新手村外，有几个名字比林幽还红的玩家，正被一群人围着，似乎在商讨着重要事情。魔羯，我的罪恶值都特么1200点了，还没触发隐藏任务，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一叫小虾米的土豪战士沉声道，当初他们几个都花大价钱争着收人头，可如今钱是花了不少，但都没看到什么反应呢。1200点，便是想用卷轴洗红名，都得120天呢。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可现在能怎么办？村子肯定进不去，任务也根本没办法做，真被坑死了。头顶红名的摩羯恨恨道，他的罪恶值也达到了1100点，少说也得被困在这儿3个月。这次为了拿特殊称号，上头之后都完大了，一直想着怎么买人头，怎么拿到特殊称号，全然忘了杀的人越多，被困的时间就越久。现在都后悔起来了。大佬，我觉得你们可以找寂寞如风谈一下。现在外面都传，这寂寞如风是得到了稀有道具，才可以在红名状态下自由进出新手村，并且守卫 NPC 都很买他的面子。我想，如果各位大佬愿意花钱的话，说不定可以找他走后门呢。一叫传奇小法师的玩家建议道。找他走后门？摩羯忍不住舔了舔嘴唇，他对这种词很敏感。当然，如果可以走的话，便是加钱也可以。传奇说的有道理。现在我们是进退两难，主线任务做不了，进村又会守卫杀，到时候还会被关起来。如果能花点钱让这寂寞如风带我们进出的话，也不错呀。小虾米点头道。那隐藏任务他们已经不指望了，几十万的损失不要紧，被困这儿才最麻烦。那就看这寂寞如风能不能收钱办事了。第104章谈交易。他来了，他来了。传奇小法师看到那顶着法外狂徒称号的林幽，大声喊道，寂寞如风，大佬留步。林幽转身回头，看到声音传来方向，围着不少玩家，其中有3人的名字跟他一样红得发亮。看到红名，条件反射，他手中的权杖竟然不自觉地举了起来。众所周知，红名玩家浑身都是宝，只是他看着那3个红名的等级也不过才9级的样子，穿的也只是一般的绿装后，又将手放了下来，盯着那几个 ID 看了几眼，终于是想起了什么。这不就是之前那几个天天公屏喊着收人头的家伙吗？大佬，不要动手啊！
我们只是想跟您谈个付费生意。传奇小法师看林幽这动作，赶紧说道：“14级的大佬，打他们跟爸爸打儿子没什么区别。他死不要紧，那3个红名大哥死了就麻烦了。付费的生意。”一听付费这词，林幽顿时来了兴趣。钱是个好东西，装备强化、孵化宠物蛋，还有将来装备附魔，哪个不要钱？别看他现在包袱里金币不少，可孵化这宠物蛋都有些够呛，便是把钱花完，也不知道蛋里的这小家伙能不能出来。说来听听。林幽走到这几人面前，打量了一圈，说道：“我们知道大佬您可以红名状态，自由进出新手村，您看能不能给开个后门，让他们也能这么自由进出？”传奇小法师盯着林幽的眼睛，试探着问道：“自由进出村子吗？”林幽想了想，这好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打个招呼，应该没啥问题。有村长答应在，办这点事儿，应该还是可以的。问题不大，这价格怎么算？林幽点了点头，这生意既不违法，又不违道德，倒是可以答应。我们这边有3个红名，一人按15金算，怎么样？摩羯看着林幽，饱含深意的说道。虽看不清寂寞如风的脸，但他那深邃且坚毅的眼眸，配上这霸气无比的法外狂徒称号，不用想也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帅哥。15金。林幽低头想了想，一人15金的价格确实不低了。当然，他要是心狠一点，也可以让这些人继续加钱，再敲个5金10金，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但他敲诈也是分人的，既然别人一开口就给了最大的诚意，那这价差不多就可以了，多一点少一点，富不了他，也穷不了他。可以，不过得先钱。没问题。摩羯、小虾米等人都不是差钱的主，林幽的事迹他们多少也听过，是真的大佬，不会为几10个金币的事儿败坏信誉。游戏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实诚，你装备牛逼有实力，就有人信你，毕竟谁会没事儿拿自己的信誉去随便开玩笑。45金到手后，林幽现在的总资产达到了276金，孵蛋2天扣除20金。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先去跟 NPC 说一下。林幽对着红名的3人叮嘱了一句后，快步的朝守卫 NPC 走了过去。大佬就是大佬，咱们在游戏里钱有屁用啊！小虾米看着林幽那潇洒的背影，忍不住感慨道：“同样是红名，别人就可以这么潇洒的来去自如，还能把 NPC 搞定。嘿嘿，不见得，有钱肯定还是有用的。如果你今天没钱，他又凭什么帮你搞定 NPC？ 也是，没钱寸步难行，有钱就是好啊。”5分钟后，林幽朝他们招了招手，意思事情已经搞定，其他的就看他们自己了。揽月、寂寞如风回来了。孤星从村口火急火燎的跑了回来，他终于回来了。揽月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咬着牙攥着手说道：“整整1天，他被人追着骂整整1天啊！那些玩家见出不去，都在公屏上叫骂，连带全家那种。那些人多是散人，又不知道他们现实的身份，骂了他也只能受着。新手村里又不能动武杀人，若不是团队里的人，指望他出面平息这事儿，围着圈保护他，怕是他已经彻底自闭了。大聪明，你口才好，去跟他好好谈谈，封顶价就按照之前说的来。”揽月深吸了口气，低着声说道：“忍，他必须得忍，只要能出这新手村，他不信干不掉这寂寞如风。”第105章400金不够，谈交易，跟你们有什么好谈的？林幽正在村里逛着呢，没想到揽月的人会来找自己。寂寞大佬，我知道揽月得罪过您，但咱没必要跟钱过不去是吧？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是吧？大聪明讪笑道：“和意料中的一样，人不好请，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跟钱过不去，到底怎么回事？”林幽心头一怔，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老有人跟自己送钱呢？先是老王给了1000块，回村摩羯等人又给了45金，这揽月找自己，看样子也是想花钱办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偏财运来了。寂寞大佬，我们不知道你跟守卫 NPC 的关系。揽月一时发疯，竟然想对您用讨伐力。现在不止我们团队，还有100来号参加讨伐的散人都被困在这新手村里，大家都没法出去。大聪明继续解释道：“原来如此。”林幽总算是明白了事情的缘由，看来这群守卫 NPC 还挺靠谱的，见有人对他不利，直接把人给关在了村子里。这些人出不了村子，又不知道会被困在这里多久，自然就急了。那你们想怎么解决这事？林幽不紧不慢道。对小虾米那样的耿直土豪，他可以客客气气的谈生意；对揽月这种喜欢写背后搞他的人，他可没半点同情心呢。
正好孵蛋需要钱，这送上门来的钱不拿白不拿。大聪明看林幽的神色缓和，心中暗道有戏，只要能谈，他就有把握。反正花的是揽月的钱，多少他都得出，不然这一关他过不去。钱我们这边可以给钱，只希望在您离开新手村之后 ，NPC 可以解除对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我离开后解除限制，这主意是谁想到的？林幽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主意打得确实不错呀，简直打到他钱包里去了。要知道，他一走，村长大印一交，这禁止令本身就会自动解除呢。嘿嘿，大佬，不瞒您说，这主意正是我想的。他们也认同我这主意，大聪明自得道。这主意，他认为还是很不错的，既解决了大佬的后顾之忧，又解决了团队面临的困境，简直是双赢。看得出来，你的确很有诚意。林幽微微颔首说道：“别人钱都送到这地步了，他还能说什么？不收不合适，也不合理啊。”没错，我们都很有诚意。您也知道，游戏里其实有点小摩擦很正常，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给我们这边一次机会。大聪明的态度诚恳无比，他从林幽的面部表情分析出这件事成功率已经达到90%。那他肯出多少钱？林幽直接道：“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还跟揽月他们客气什么？400金，您看怎么样？”大聪明试探的说出了一个数字。400金，够呛。你看到那几个红名了没？林幽随手指了一下正在一壮男面前转悠的魔羯。看到了，他们让我带进来，给的是15金1人价。你说，你们有这么多人，又该怎么算呢？林幽轻扬着嘴角，但笑着说道：“请这么多玩家用讨伐令对付自己，想来是花了不少的钱。既然用这么多钱追杀自己，那就多出点血好了。”对揽月，他犯不着留情，不敲上这一笔，反而心头会过不去。这送上门的孵蛋经费不要，那不是蠢货吗？大佬，那烦请您等等，我过去再跟他们说下。大聪明低声道。揽月是让他谈钱，但之前说了个封顶数600金，但眼下这形势看，便是直接给到封顶价也不够啊。不着急，你告诉他，我要看到他最大的诚意，不然就永远待在这新手村吧。第106章技能石。什么？他真是要狮子大开口？揽月听完大聪明的复述后，顿时勃然大怒。400金，也就是400万了，这么大的诚意，此人竟一点也不知足。如果真要依照15金人的价格算，那至少得付2000金。2000金，这家伙该不是想钱想疯了吧？何况他便是想给，跟自己熟的那家钱商手里的游戏币也不够啊。另一家钱商游戏币专供灭世狂魔，他根本就插不进去。揽月，他狮子大开口，也是有狮子大开口的本事。既然其他红名玩家都能被他安排进来，新手村的规则对他来说根本就无用。如果他执意不让 NPC 放我们自由进出的话，那你觉得你手上的钱再多，装备再好，又有什么用？出不去，一切都等于零。洛尘冷声说道。他被困在这新手村快1整天了，看到别人练级打怪，他心里比猫抓了还难受。可他们除了在这守着揽月，别无他法。他要变强，就必须得出去。可以这样说，如果揽月不肯出这笔钱，那么他们肯定会私下去找这寂寞如风谈，哪怕是15金1人，他也肯定会花钱把自己的限制给解除了。日后到了主城或者主服，再跟寂寞如风好好扳扳手腕。他不信这寂寞如风能始终这么风光。揽月，洛尘说的不错，大家都是现实世界的朋友，15金的价格不是不能谈，不过咱们可以换个方式谈。孤星狡猾道，既然这寂寞如风想用人头来算价格，那他们也有办法应对。总之就不想让寂寞如风把钱赚得这么舒坦。换个什么方式？揽月急道。嘿嘿，我们只买团队内部成员的自由，不用去管那些散人。那些人便是在闹腾又有什么用？日后我们集体组队出去打怪，集体回村做任务，他们看着也只能干着急。孤星出了个自认为聪明的省钱主意，这样最多花费900金便能把这问题给解决了。不妥！大聪明果断道。怎么个不妥？孤星没想到大聪明竟然敢驳他的主意。揽月的现实身份网上人尽皆知，这100来号散人要是知道自己被抛弃，得永久困在新手村，你觉得他们是找寂寞如拼命，还是找揽月拼命？大聪明冷哼道。寂寞如风在现实世界的身份没人知道，所以
那群人便是有仇有恨也没处发泄。可揽月不同啊，身份明明白白的摆在台面上，谁都知道她是天海集团的三小姐。找不到寂寞如风，还找不到这三小姐吗？百来人集体去天海集团闹事的话，事情很容易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到时候还得想办法处理这烂摊子。真实身份暴露就是这么麻烦，所以稍微有点背景的人都很注意在游戏里身份信息保密，防的就是出现揽月这种情况。一旦游戏里出事，直接牵连到现实，造成重大损失。比方说像傲视等开服就有的行会，至今普通玩家都不清楚这行会的背后老板到底是谁，所以即便是被傲视的人杀了，也顶多在游戏里骂上几句就完了。可若这些人知道这行会的归属的幕后集团是哪家公司的话，怕是就会热闹大了。大聪明说的很有道理，揽月，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实际情况。这件事你正面斗不过寂寞如风。云密附和道，寂寞如风的手段太强了，说实在的，他虽恨，但也真佩服此人。可惜无缘结识，也无资格结识。另一边，大佬，你可真牛逼，天赋神石还真让你拿到了呢。灭世狂魔感慨道，方才他在新手村做任务，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林幽，于是赶紧跑过来打了招呼，顺便问了一下天赋神石的情况。根据之前的约定，如果黑商的价格超过100，他得补上才是。呵呵，那石头也没花多少，不用你补了。林幽对这耿直的小伙子也是很有好感。大佬，你有没有入会的想法？要是您来我们行会，我把这位置让给您。灭世狂魔指了指脑袋上的会长称号，笑着对林幽说道。拿到行会令后，他还跑了好几个小时的任务，这才成功。算了，我这情况不适合加入行会。林幽摇头拒绝，不是他高傲，实在是仇人有点多。灭世狂魔虽然也算超能力战士，但底蕴肯定比不过傲视的那些人。他一个人独行，其他人拿他没有办法。可要是加入什么行会，别人干不了他，肯定找他行会的人出气，整来整去始终是个麻烦事。所以他选择利落点，一个人独行正好。1个小时后，提醒，收到一条大聪明发来的消息。之前走的时候，大聪明加上了林幽的好友，想着这样传话方便点。寂寞大佬，揽月这边的钱商没那么多金币，您看400金再加1块钱商刚收到的技能石，能行不？技能石竟然有人出了，林幽心中是一阵狂喜，他就缺这个呢。不管是升级召唤术还是升级尸毒术，都能提升一大截实力呢。看来这揽月还是我的福星啊。第107章薅羊毛上瘾。坑揽月，他没有半点的心理负担。在大聪明消息发了半个小时后，林幽才回了一句可以考虑。这种事他不能表现得太急切，就像当初面对黑商那样，一旦自己表现得稍微急一点，对面便会想着趁机谈条件。团长，他说可以考虑。大聪明如释重负道，可以考虑，那基本就是成了。哼，他当然会同意。他是隐藏职业，技能石的价值对他来说不会低于天赋神石。若不是现在搞不到那么多金币，我也绝对不会同意用这块石头去资敌。揽月恨恨道，身边的人把他逼得太急了，都恨不得他马上答应林幽的条件。并且不知谁走漏了风声，那群散人玩家也知道他们在跟寂寞如风谈交易，竞拍代表找到并告诉他，若是今天不能解决这件事，明天天海集团天台见。威胁就是这赤裸裸的威胁，光脚不怕穿鞋的。跳不一定会跳，但那么多人集体天台闹事，对天海集团的影响极大。他没办法，恰好与他熟的钱商收到了一块价值不弱于天赋神石的技能石，不得已他也只能以技能石为代价跟林幽谈交易。很快，揽月的钱商带着金币和技能石跟着大聪明找到了林幽，同来的还有一位散人代表，盯着这次的交易细节，确保揽月不敢耍什么手段。要知道，他们的部分人已经在线下聚集了，一旦揽月和寂寞如风的交易谈崩，他们便会立即在线下施压。没办法，谁也不想一辈子被困在这新手村里。若是如此，肯定会有人去拼命。寂寞大佬，交易的话需要签订一份合同契约，合理吧？揽月的钱商赵钱孙问道。400金加技能石，在现实世界也算是大额交易了。这要是没点什么保证，一旦这寂寞如风18级后直接传送跑了，那揽月这边就亏大了。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这寂寞如风的真实身份，想现实上门报仇也没地儿。契约吗？可以。林幽点了点头。合同契约无非就是约束他，怕他拿钱不办事，直接跑路。
大佬，您看，这是契约内容，如果没有疑义的话，请上面摁个印，我马上将金币和技能石交易给你赵钱孙态度恭敬道。林幽拿着合同细细的看了一眼，条款约定，季莫如风物必保证，在他离开新手村之后，所有被限制的玩家都可以恢复行动自由。条款下便是双方的交易条件以及违约惩罚。林幽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内容，没有什么暗坑。这群人的诉求就是在自己离开后能恢复自由就行。很合理。林幽点了点头，郑重的摁下了手印。白捡400金加技能石，今天又是发财的一天。系统激活后就真是时来运转啊。交易完成，将金币和技能石收好之后，林幽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将大聪明单独留了下来。如果你们中有人想提前出村的话，也不是不能谈，当然你懂的。林幽现在的状态跟那黑商还挺像，这薅羊毛的感觉，别说还真不错。他笃定揽月团队中的人肯定还有土豪玩家在，对土豪来说，只要钱能解决的事儿就根本不是事，肯定有舍得花钱的。大佬，你大聪明都被林幽的话惊住了，这生意还能这么做？一只羊还能薅2次羊毛？但大佬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啊，毕竟协议签订的是大佬离开后，谁知道大佬啥时候走呢？一个人我只收5金，我想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至于你的进出权限，我等下直接找守卫 NPC 给你解除了。林幽循循善诱道，5金是个合理的价格，至少能支付的人会多一点。这大聪明他很看好，虽说是揽月的人，但那有什么关系？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凭大聪明的口才，应该还能为自己薅一波。至于揽月团队的后期报复，林幽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多困在村子里7天，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可倘若能再薅那帮人一波羊毛的话，那岂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钱，他很缺钱，他想尽快将这宠物蛋给孵出来。大聪明重重的点了点头。大佬，既然您这么信任我，我大聪明定把这事儿给您办妥。第108章暗夜骷髅升级。大聪明回去后，将林幽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只不过稍微将那金额提了一个金币，作为中间人赚个差价，很合理吧？另一边，现在就有676枚金币了。林幽取出宠物蛋，将培养方案直接改成了30金天，用3倍的状态直接加速培养。这技能石到底是升级哪个技能划算呢？将宠物蛋培养方案设置好之后，林幽又开始琢磨了起来。升级黑暗召唤的话，玩家可以有2个选择，一是强化暗夜骷髅，使他的战力再次获得提升；二是随机再召唤出一种新的黑暗生物。如果升级尸毒术的话，2级尸毒术，每秒强制扣对方10点 HP， 同时每秒减少对方5点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持续时间也由之前的1分钟提高到了3分钟，范围也有一定的扩大，施法距离变远，持续时间更长。林幽看着暗夜骷髅眼中的那团绿色鬼火，心中若有所思。毫无疑问，这家伙是相当靠谱，能听懂他的一切安排指示，堪称完美的打手。新召唤的东西不见得能这么听话懂事。打定主意后，林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确认。使用技能时成功，您的技能黑暗召唤升级，您的暗夜骷髅属性获得提升， HP 上限调整为等级乘200，物理防御调整为等级乘20，法术防御调整为等级乘20，攻击速度 0.5S 刀，获得被动技能无视防御。无视防御，攻击将无视对方任何防御，造成100%真实伤害。元技等级获得提升。技能1，缠绕 LV3， 攻击时有较大概率发动缠绕技能，使对方7秒无法移动。技能2，吸血光环 LV3， 可以将造成伤害的 80% 转换成生命值。技能3，明火 LV3， 投掷出一团火焰，对击中的目标造成一定的伤害，并有大概率进行眩晕6秒。技能4，出血 LV3， 攻击时 7% 概率发动，对敌人造成当前最大伤害支撑 10% 的出血效果。看到暗夜骷髅的属性状态发生这么大改变，林幽心中就一个爽字。如今的暗夜骷髅已不再是以前那复光骨架，升级之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了一副亮银色的铠甲，威风凛凛，霸气无比。那柄巨型骨刀上多出了不少奇异的纹路和锯齿痕迹，相较之前拿着古刃的暗夜骷髅更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 boss。 当然，最让林幽满意的是，升级之后的骷髅获得了无视防御的能力，刀真实伤害，配上6秒眩晕，可以说
再遇上傲视无情，除非他带着多个牧师同时加血，不然绝对逃不掉骷髅的制裁。大聪明的办事效率很高，半个小时的功夫给林优带回了200枚金币和40个人员名单。林优也是爽快，收钱办事，才不管这群人想干嘛呢。现在只要他跟骷髅配合在一起，致命链接一丢，便是随便乱砍，都没几个玩家能受得了。可恶！要是让我知道你现实的身份，我发誓要让你死得很惨。揽月看着林优潇洒离开的背影，心中恨恨道：这次他被挫败得很惨，可以说是出师位洁身先死。集合的大部队还没出发呢，就被 NPC 给搞了。给那些人换装备，他差不多就搞了400金进去，然后接下来又是被林优给狠狠地敲了一笔，总共的损失加起来不低于2500万。虽然对天海集团来说只是9牛1毛，但钱花了，他就必须得把事办好。若是接连失利，他爸的怒火他也很难承受。第109章任务道具：陈家密室。郎桑，你放心，这件事我女儿亲自在办，保证将那件东西完整的带到大河区。陈剑锋语气恭敬地说道。游戏，陈桑，真是虎父无犬女，我可是一直在等你的好消息啊！只要能将那件东西带回来，你就我们大河国的最大功臣。伟大的陛下将会亲自为你颁发河水勋章，并且会与你共饮河水。河水勋章，这是大河国给效忠者的最大荣誉，而河水则是大河的圣水。嗨，我定不辱使命！陈剑锋激动得痛哭流涕。勋章与河水可是对他这种投诚者最大的嘉奖啊！没想到他也有机会得到。他现在的这副嘴脸，要是被林优看到，一定会被狠狠地唾弃2口。太恶心下作了！为了钱，真是什么都可以出卖。你要的天赋重铸石已经在走流程了，陈桑，我等着你回来一起赏樱花。嗨！挂了电话，陈剑锋又激动了许久才平复下来。不知道新月的进展怎么样了？顺利的话，今天应该出结果了吧？陈剑锋心中暗道，陈新月雇佣散人讨伐的计划他是知道的，但结果如何他还在等。今天郎桑催了一下，他也得跟紧一点，免得耽误他的重铸计划。另一边，悲鸣洞穴，林优又跑了2个小时才回到了那熟悉虫洞。现在的他装备精良，法伤也不低，昨晚就烧了半夜虫子，现在更是轻车熟路。不过今日进虫洞的玩家相比昨天明显多出不少，12级的鹿骨幼虫经验性价比超高，几乎是所有团队的刷怪首选之地。在这儿，林优也遇到了几个灭世狂魔行会里的人，点头致意后，林优竟直往洞穴深处走去。外围的怪太稀了，不适合他放火烧呢。论刷怪点，还得是自己上次纵火烧怪点最爽。一圈打完，少说也是3万多经验，一个人独享这么多经验，升级速度自然快得很。一连4天，除了每天回村完成7进7出的任务外，林优每天都待在这悲鸣洞穴，奋力烧着虫子。偶尔也会有贪婪大胆的团队想来他的刷怪点搞点事，比如让法师在他的落火点提前放下火墙术，或者派大战士来干扰他刷怪的节奏，想把这最大的刷怪点给抢下来。面对这些人，林优倒是没半点客气，通通免费送回城。开玩笑，他不主动抢别人的刷怪点就算好了，竟然还有人来抢他的刷怪点，这不是找死吗？反正他名字都红成这样了，再多添些人头也没什么关系。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50。你已经击杀一只12级鹿骨幼虫，经验值加50。呼！烧完最后一波幼虫后，林优终于停了下来，看着一地的尸骸，心中叹道：虽然幼虫挺密集，但经验值锐减的太厉害了，这算下来跟其他图比也差不多了。等这次回去完成任务后就不来了。现在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6级又 70%， 只要把今天的在线时间用完，应该可以到17级。寂寞大佬已经清点完了，这轮出了3件套装，还有一些散件装备。一叫小安的12级战士笑着对林优说道：那到时候您回新手村联系下水多多，他钱已经准备好了。好，林优点了点头。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悲鸣洞穴刷怪，自然也产出了不少不错的鹿骨套装。这些套装有 30% 的虫族伤害加成，自然是刷虫玩家的必备品。只是散怪暴露的少，唯有林优长期占据的那处点产出多，所以灭世狂魔就跟林优商量，派人跟在他旁边，帮他引虫怪或者其他的杂事。但出了套装的话，都全部卖给他。
对于灭世狂魔的提议，林幽欣然同意。他占据的点产量最大，每隔2天还能打个虫王 BOSS。可以说，这0303号新手村的虫王套装70%都是他爆出来的，所以各取所需，没什么不好。当然，价格方面他也是给足了优惠。小安，今天刷完后，明天我就会换图，这怪点你们看着安排吧，能吃就吃，吃不下的话就跟人合作刷吧。林幽轻声道。好的刷怪点，抢的人太多，能不能站住，真得看本事。稍不注意，引起集体公愤的话，很容易导致被玩家联合起来强推呢。大佬，我明白，待会就跟会长说。正待林幽准备暂时下线休息之际，辅助提醒，有特殊任务道具还未拾取，坐标悲鸣洞穴1241.3333。特殊任务道具？林幽瞳孔微微一缩，这时又有什么惊喜吗？第110章，谢谢。林幽按照辅助的提醒，朝那个坐标点找了过去，竟然爆到了石头缝里，难怪之前都没看到。林幽看到一柄红色的断木剑掉落在石缝中，拾取后，信息查看，断掉的红木剑，特殊任务物品，将它交给狩猎之灵的守卫者齐奥拉，他或许知道点什么。狩猎之灵，17级怪的出没地倒是正好合适了。林幽看着信息提示暗道，他本就打算换高级图刷了，没想到竟然爆出了任务道具，这运气属实还可以。不过还是得冲到17级再走，现在就差30%的经验升级，他也懒得跑图折腾了，把今天的上线时间刷完，明天回村打卡，争取剩下的2天把其他的事儿都搞定了。继续烧虫。5个小时后，升级，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7，经验017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24002400， MP 700-700，力量120，智力220，精神460，敏捷45，体质240，幸运加7，物理攻击240，法术攻击460，精神力攻击420，物理防御力24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165，物理闪避15.1%，物理暴击率8%，法术暴击率18%，暗夜骷髅，等级 LV17， 忠诚度100%， HP 3400， MP 800，物理攻击170，基础攻击加460，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340，魔法防御340，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游戏提醒，您的身体已经非常疲劳，请寻找安全点下线10分钟后将强制执行。刚升级完没10分钟，游戏的疲劳提醒如约而至。对林幽来说，悲鸣洞穴没有危险点，即便是在 BOSS 面前下线都没事儿。2400点血 ，BOSS 也秒不掉他。他还能随时开启物理免疫，10秒状态，哪儿都能走掉。带回到现实世界，已经是凌晨1点。随便拿了包牛奶和面包后，他拿出手机看起消息，看看孟德大神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指点。别的不说，林幽自己感觉这大神确实是有料的，对游戏里的很多细节都清清楚楚，甚至还告诉了他一些特殊任务的开启方式。虽然他还没机会去验证，但堂堂大神没必要骗他不是。再说他又有什么值得可骗呢？朋友，最近在游戏里感觉怎么样？吴孟德的留言。林幽想了想，回道还行，在悲鸣洞穴升级，再有几天功夫应该可以到主城了，到时候再试试大神你教的攻略。0303号新手村的女 NPC 要么是50岁以上的婆婆大娘级，要么是18以下的萝莉未成年，这两者他都不好尝试。他打算到了主城，哪儿的年轻 NPC 多，再试试看那攻略上的效果。若是能靠攻略获得特殊的任务解锁方式，那也不错呀。林幽刚回完消息，马上又收到一条吴孟德的回复。你说的是人妻攻略还是游戏攻略？嘿嘿，大佬，当然是人妻了呀。游戏攻略还早着呢，那些地图难度太高，一时还去不了。好，我建议你到时候直接尝试攻略暴风城的城主夫人，很大可能获得特殊惊喜。OK， 谢谢大神提醒。没想到这家伙的忽悠能力见长啊，还想攻略人妻。与穷和尚平板，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用吴孟德的身份跟林幽沟通游戏里的事儿。他发现林幽的说谎吹牛的功夫是真不赖，什么轻松屠巨魔、单挑路虫王、
火烧悲鸣洞穴，说的有鼻子有眼，就跟真的似的。还好他也是资深玩家，又知道林幽那渣渣天赋，不然还真容易被这家伙给糊弄过去。但他也没拆穿，毕竟好不容易有个特殊身份可以接近他，可以聊点特殊话题呢。想到这儿，他给林幽发了一张自拍的诱惑黑丝美腿照片。这大佬也是动不动就开车。林幽看着吴孟德发来的黑丝美腿照，轻轻的笑了笑，这大佬太有意思了。他于是也学着在网上搜了个谢谢已出的搞笑表情包发给了吴孟德。然后困意来袭，林幽闭着眼直接就睡了过去。第111章嫉妒。看着林幽发来的表情包，雨琼心头顿时一愣，不会吧，真人在他面前也没这么大反应呢？难道那家伙只对腿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大长腿，好像确实还挺不错的呢。带着浓浓的笑意，这丫头又继续追起剧来。逆袭的病娇第43集。哥哥，这件事要是被第三个人知道，他这辈子就完了。我想你应该懂这话的意思吧？嘿嘿，真有趣，我也得给他用上这一招。雨琼坏坏的想着。翌日，林幽早早的起床，吃完饭又给那丫头打了个招呼后，这才进入游戏。欢迎回来。伴随着熟悉的开场白，林幽又回到了之前的下线点。您的宠物新培养方案自动执行中，扣除40枚金币成功。寂寞大佬好。林幽刚上线，便有人跟他打起了招呼。转身一看，都是灭世狂魔的人。昨天林幽跟小安说了要走之后，灭世狂魔连夜派人过来抢占点位。这区域经验来的也确实快，就这一晚上的功夫，他们这20来人都增加了至少30%的经验呢。好，你们慢慢刷。林幽也是客气的回应几句，他从来不是什么高傲的人，加上跟灭世狂魔的关系不错，自然遇到他公会的也是有个好态度。打完招呼后，林幽挥动权杖，将暗夜骷髅召唤了出来。呼！随着一道凭空出现的裂缝开启，穿着银色铠甲的暗夜骷髅提着骨刀，踏着紫色的火焰从里面走了出来。低沉的背景 BGM 声响起，这逼格感强的一塌糊涂。3400血的暗夜骷髅，一刀80%的真实伤害吸血，除非是极火秒，否则还真难杀呢。兄弟，走，回村打卡。不愧是大佬，真尼玛帅啊！灭世的人看着林幽顶着罪大恶极的称号，渐行渐远的身影，忍不住感叹道：无与伦比的实力，配上霸气的召唤兽，太无敌了。不说别的，就说这悲鸣洞窟，虽然暂时被他们行会占领，但他们刷的也没那么安心，也会担心其他散人或者小团队组织起来强冲。哪像寂寞大佬一个人占了这点差不多4天，其他人愣是没敢组织起一波有力的强攻。一是畏惧林幽的实力，二是畏惧林幽在新手村的势力。揽月就是前车之鉴，不但讨伐寂寞大佬事儿无疾而终，还被大佬狠狠地敲了一笔。但还好大佬收钱办事，没跟这群人计较太多，否则那群玩家怕是要被困在村里一辈子呢。不知道大佬好南风不？真想舔一舔啊！你他妈是这样的人，服滚！打卡成功，7进7出累计进度完成6/7。狩猎之森得先往南。在林幽打卡完成后，在地图上又研究起行动路线来。时不时有玩家从他身边经过，但在看清他的 ID 后都赶紧跑开了，生怕因为姿势或者走位不对，惹得大佬不高兴，被关在新手村里。要知道，当初参加讨伐队的散人玩家，除了几个额外花了5金买自由的玩家外，其他的人现在都还困在新手村呢，那不是寂寞如风。云蜜和他的团队回村购买补给时，恰巧看到林幽在村口守卫研究地图路线，倒不是他刻意，实在是那红透的名字和罪大恶极的称号太亮眼，想看不见都难啊。他也只是在这新手村称霸罢了。现在不知多少人想搞他的现实地址，听说他还杀了傲视的人，等他去了主城，肯定会被漫天追杀。云蜜旁一光头战士冷声道：之前揽月把他们也给赎了出来，现在也能自由进出新手村。如今这5人的等级也都达到了15级，在新手村也算是中等靠前了。没错，别看他现在很厉害，但出了新手村又算得了什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得罪了这么多人，又顶着这么嚣张的红名称号，总有人看不过眼会制裁他。现在有多狂，到时候就会有多惨。除云蜜外，其他人对寂寞如风的恨不比揽月浅。恨人有，恨己无。在多数人看来，他不就是运气好，抽到了一个隐藏职业，获得了特殊免疫道具的幸运儿罢了。
只要将他的免疫道具爆出来，再组队杀他，比屠狗还容易。第112章开挂的少年。当然，他们也只敢暗中这般议论，绝不敢当着林幽的面这样说，不然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禁闭套餐。真想看看那家伙的面具下到底是怎么副嘴脸，要是能把他曝光出去的话。冷竹，别想那么多了，只要他不蠢着揭开面具或者透露出个人信息，谁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云密看队友对这寂寞如风始终恨意十足，不免也有些担忧。不知为何，他对这寂寞如风始终提不起太大的恨意。嚣张霸气，无与伦比的实力，一个人能挑一群。虽然戴着面具，但那深邃的眼眸、俊朗的轮廓、身材都深深地将他折服。如今的世界是属于强者世界，可以这样说，只要这寂寞如风能顺利进入主服，将能力在现实具现出来，绝对能成为一方强者。这另类的感觉很奇怪，也很微妙。曾经面对林幽的时候也出现过，但父辈的恩怨以及林幽天赋觉醒的最终结果，都将这一切无情的敲碎。再加上林幽拒绝了他的示好，让他在队友面前丢了大面子，更是让他心中有些愤懑。凭什么要那么傲气？明明那么差的词条，还拒绝的理直气壮。并且他还听说老王亲自去了林幽家一趟，想让他参加文考，似乎都被林幽给拒绝了。他实在搞不懂，他这般倔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想在他面前证明自己吗？证明自己看走了眼，要来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桥段。可这又不是小说，哪有那么多逆袭故事呢？难道他是想具现能力后对我父母开展报复吗？云密心中突然生出一莫名的念头来，但这旋即又摇了摇头，应该不能，他太弱了，没有人帮助，怕是想出新手村都难。守卫大哥，就是这些人也顺便解除禁令。林幽要走前，大聪明又给他送来了15金，说这些是剩下的散人玩家凑的，希望他能高抬贵手，剩下的时间请他给个优惠。看在金币的份上，林幽没有拒绝，再有2天就差不多他也得走了。苍蝇再小也是肉，能赚点就赚点，有什么好嫌弃的？毕竟就是把那些人关到死，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处呢，还不如现在得到点实惠。当然免费放肯定不行，免费放被那群5星靓仔知道了，肯定会把自己喷成筛子。窃取成功，恭喜获得疾风步 LV2。 疾风步移动速度加 50%， 物理闪避率加 20%， 持续效果30秒，冷却时间40秒。顺手林幽偷了一个16级弓箭手的招牌技能疾风步，赶路的时候自然是弓箭手的疾风步好用点。之前跑回来的他偷的只是 LV1 的疾风步，30%的移动速度加成，明显有些不够。卧槽，寂寞大佬跑得好快，都出现残影了。不过那好像是疾风步的特效吧？不是像，那他妈就是啊！有眼尖的玩家看到林幽施展的技能，惊讶的有些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弓箭手的招牌技能吗？怎么跨职业玩家也能学了？听说前段时间还有人看到他在悲鸣洞穴用火强术烧虫子。法师的技能也是精通掌握，这到底啥隐藏职业啊？全职系列样样精通。2个小时后，您已经到达狩猎之森，请注意安全。狩猎之森是17级怪哥布林勇士的聚集地，这些哥布林不仅擅长物理攻击，还擅长法术攻击，智商奇高，尤其喜欢在森林中布置奇异陷阱，令人防不胜防。稍有不慎，便是大战士也容易被陷阱困死。对玩家来说，这些哥布林勇士是比鹿骨幼虫还头疼数倍的怪。鹿骨幼虫虽然数量多，但智商低，只要把游戏机制搞懂，就能刷得比较轻松。而这些哥布林智商感觉比玩家还高呢。系统，奇奥拉在哪儿呢？林幽问了一声。正常情况下，玩家应该根据任务的提示信息，自己在森林中寻找，然后各种机缘巧合下遇到那奇奥拉。不过有挂的人待遇肯定不能一样，都一样了，还能叫开挂的少年吗？辅助提醒，发现奇奥拉坐标狩猎之森 1235.7777， 请注意安全，其周围发现数个高级陷阱，哥布林勇士正在等着你光临。第113章哥布林营地。系统在提醒玩友哥布林勇士出没后，便又匿迹了起来，跟平日一样，不会一直在林幽耳边啰嗦，只在关键的时候说关键的话。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给宿主留一定的游戏体验感，自己能克服的小问题便自己克服，若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很容易让宿主感到反感呢。作为一个合格的辅助，
绝对是宿主至上。坐标点应该是这个位置，我想想该怎么过去才好。林幽看着地图，计算着行动路线。这些哥布林擅长布置陷阱，虽然他不怎么畏惧，但也防着帆船呢。就这样吧。林幽暗暗点头后，冲着暗夜骷髅喊了一声：“兄弟，开路！”一声兄弟，一声兄弟。骷髅瞧了林幽，嘴角微微开合了一下，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又忍住了。要知道，作为兄弟，冲锋陷阵啥的，可都是他在前啊。连环触发成功，请玩家在4个小时内寻找被哥布林抓捕的守卫者奇奥拉女。刚踏入森林瞬间，林幽收到游戏的信息提醒，为毛还专门标注个女呢？这任务不会有什么古怪问题吧？林幽看着游戏提醒，想起了哥布林与圣女的传说，这有点邪门呐。咕咕，随着林幽的不断深入，他的视野能力也在不断的下降。参天古木高达数十丈，浓密的枝叶遮挡住大部分阳光，真实的环境模拟伴随着真正阴风，阴暗感十足。不会跑出个什么衣不蔽体的圣女吧？5、3，暗夜骷髅仗刀走在前面，时不时提刀挥砍一下，但饶是如此，头上还是会时不时飘出一些扣血的数字来。这些不是什么物理攻击，纯粹是森林中的特殊植物，比如豌豆花、跳跳草，攻击时附带了特殊负面 buff 效果，伤害不高，但 buff 叠加的则恶心。您中毒了，移动速度下降 10%， 持续时间5分钟。您中毒了，物理防御力下降 10%， 持续时间5分钟。您中毒了， HP 上限下降 10%， 持续时间5分钟。不仅仅是暗夜骷髅，林幽身上也是多出了不少负面 buff。走了约20分钟后，怎么一只哥布林都没看到？林幽绕开脚下的陷阱，四处看了一眼后，心中暗道：那些哥布林勇士不会全刷在奇奥拉那里吧？想到这儿，林幽心头顿时一怔，这很有可能，毕竟刚入森林里便提示连环任务触发，哥布林大部队很可能因为任务触发的缘故，全跑到 NPC 了呀。沿着系统提供的坐标点，又是一路谨慎前行。虽有骷髅兄弟开道，他还是意外的掉进了木桩陷阱2次。这个布林陷阱做的确实太他妈好了，暗夜骷髅那个体格走上去都没事儿，而他刚踏上去便直接坠入了深坑里。还好他眼疾手快，瞬间开启了物理免疫，硬生生的在尖刺木桩上站了起来。这种陷阱一旦玩家掉下去，正常来说穿刺之后便会一直扣血，同时若是身体某些不被刺穿，也会有一定的痛感。在连续掉下2次后，循着系统提示的坐标，林幽走捷径水上小道，绕开一片芭蕉林后，终于看了坐标点。你已经靠近哥布林的流动大本营，请注意安全。原来被困的地方是哥布林的大本营啊，怪不得。林幽视野前方有数座红绿色帐篷，不少哥布林在帐篷里进进出出，搬运着武器和一些特殊防具，时不时还有些持着大斧的哥布林抬着一根根巨木从外面回到营地进行加固。营地四周的栅栏已经初步成型，这群家伙为了保险，还修建了3座瞭望塔，随时对四周进行监视。那就是奇奥拉吗？林幽的目光往上，看到一穿着单薄兽皮衣的红发女子被关在一木笼里，其双手、双脚都被锁链死死捆绑着，在其身后还有2个长相极其猥琐绿皮哥布林正来回的监视巡逻着。很明显，想要解救没那么容易。第114章强闯哥布林营地。信息查看：哥布林弓箭手，等级17级，生命值1700点，物理攻击力380，物理防御力140，魔法防御力140。技能1：快速连射，每秒能速射出3支，伤害等于误攻乘 120% 箭矢，冷却时间等于1分钟。技能2：火焰箭，其掌握了一定的魔法剑原理，能射出强大的火焰箭矢。火焰箭伤害等于物理攻击乘 150%， 并对敌人造成持续的火焰灼烧效果，冷却时间等于2分钟。介绍：相传哥布林一族的剑术乃人类传授，哥布林刀斧手，等级17级，生命值2000点，物理攻击力350，物理防御力200，魔法防御力200。技能1：冒号4段斩，在极短的时间里可以对敌人造成4次伤害，每次伤害效果为攻击力乘 120%， 冷却时间等于1分钟。技能2：野蛮冲锋，能以极快的速度朝敌人奔袭，对冲撞到的敌人造成误攻乘 100% 的固定伤害。介绍：哥布林长枪兵，哥布林哨兵，哥布林大法师。林幽算了算，
在这大本营进出的哥布林，种类不下10只，要想救下那奇奥拉，应该会有一点难度，但应该问题不大。不过这深坑陷阱还真多，真是比我还谨慎。林幽看着那还在挖坑布置陷阱哥布林，心中暗道：这些哥布林将陷阱布好后，还会在上面施展特殊的魔法，使陷阱与周边环境彻底融合。除了他们自己外，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呢。系统，该上班干活了。林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作为一个合格的外挂，是开启的时候了。收到，陷阱已经标记好，请小心谨慎。系统的话说完后，林幽的视野便开始再次发生了变化。那些哥布林布置的陷阱所在地直接被系统标记了出来，其中物理陷阱是蓝色标记，魔法陷阱是红色标记。这群哥布林还真是能挖坑啊！目光所及，全是红蓝的陷阱，连个小道都没给人留下。若是普通散人玩家强行乱闯，绝对连大门都进不去。只是令他有些好奇的是，这些陷阱似乎带着识别标记，那群哥布林踏在上面却没有半点其他反应在，倒是有点意思。兄弟，这次我带头冲锋，你在后面可劲砍。这些陷阱只有林幽看得到颜色，骷髅可看不到。保险起见，还是他去把那些魔法陷阱踩了再说，免得搞出什么事儿来。搓了搓手，又活动了一番筋骨后，疾风步。林幽开启疾风步，便朝哥布林营地南面冲了过去。他是专挑红色的陷阱跑，一时间，轰轰，仿若烟花绽放一般，哥布林营的左面四处都是爆炸声。呜！哨兵哥布林瞬间吹起了集结号角，入侵者死！随着一道果断的命令，一支支强力火焰箭精准无误地射向林幽。犹豫就会败北，果断就会白给。这群哥布林的智商比某些爱说废话的玩家不知高了多少倍。不说废话，也绝不谈什么条件。遇到入侵者就一次自杀，无效。随着魔法陷阱的火光消失，站在瞭望塔上第一哥布林弓箭手惊讶地发现，那个入侵者竟然毫发无损。这怎么可能？那特殊的魔法陷阱可是他们以前从一女法师身上偷学的，这么多年在与人类的战斗中屡试不爽，从没有无效过。一时这群哥布林甚至忘了接下来该有的动作。第115章横推，冲冲！哥布林的攻击虽暂时停下，但林幽却没停下动作。这踩魔法陷阱的感觉，别说还挺爽呢。看着那比烟花还炫的魔法在身边炸裂，仿如魔法大师一般。呜！又是一阵号角声，哥布林近战兵出动了。野性强化，攻击力提升 20%， 生命强化 HP 提升 20%， 狂暴强化，攻击速度提升 20%， 防御强化，防御力提升 20%。 这群哥布林大军配合得相当默契，在近战兵出动的瞬间，哥布林大法师便在这群近战兵上施加了数道增益 buff。 很明显，这是想要直接砍死林幽的节奏。林幽看了一眼那个布林大法师，这家伙刚才对自己施展了一招寒冰风暴，攻击范围好像还挺猛的。这技能他现在要了。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寒冰风暴。寒冰风暴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持续3秒的冰霜攻击，每秒造成法术攻击乘 1.2 的伤害，有一定概率对敌人施加冻结效果。技能冷却时间20秒，消耗 MP 300点。疾风步已经遗忘，没办法，林幽现在总共就只有3个特殊的格子，战神附体和生命复苏是固定不变的技能，能动的就只有那疾风步了。这种技能随时也可以再弄回来，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紧事。这也好在他当初没对那虫族之心技能过于执念。3条虫子就打 BOSS 时候有点用，运气好能咬上一口，但推这种常见的副本图出来分分钟就得没。南面的魔法陷阱已经被林幽破坏殆尽，这被上了 buff 的近战大军他可扛不太住。召唤兽几乎是窃取完技能的瞬间，林幽把暗夜骷髅拉到了自己的面前。论抗揍还是得这家伙啊。暗夜骷髅在前，手中的大刀肆意挥舞，630 630 1260暴击，加504加504加1008，每刀落下便是一标准的无视防御的数字，仿若切豆腐一般。大本营的哥布林虽然多，但因为有栅栏阻挡，能同时攻击到暗夜骷髅的只有远程和部分近战。虽然火力也挺猛，但暗夜骷髅的双防有240，又有3400的基础血量在，这些哥布林的一轮集体群攻顶多能打掉他2000的血。
但在这攻击间隙，靠着林幽的寒冰风暴和致命链接的辅助，他便能靠吸血生生的给吸回来。这变态的吸力可谓是强劲无比。林幽站在暗夜骷髅身后，认真的打着辅助，毒就没时间丢了，那玩意儿发作时间有点慢，只适合打 BOSS 或人少 PK 用。他现在主要干的就是丢致命链接，其次便是丢寒冰风暴。虽说他的本职是术士，但他的智力也不低啊。那赤金魔龙权杖的100点，外加鹿骨套装，一番特殊加成下，他足足有460点法术攻击，这法伤已经不弱一般法师了。只可惜他现在掌握的技能太少，若是多偷点实用的 BOSS 法系技能，完全可以当法师来打。就是想当法爷，怕是也没多大问题。毕竟有哪个法爷可以在魔法上胜过他呢？寒冰风暴待技能 CD 一恢复，林幽又是一个寒冰风暴朝骷髅的前方近战兵扔了过去。技能指定的那片区域气温陡降，冰冷刺骨的寒风瞬间出现在哥布林的耳边。接着寒风裹挟着冰晶，疯狂地对哥布林发动冰霜攻击。331、300、213、600法术暴击，密麻的数字直接在那群近战兵头上飘起。这恐怖的范围伤害威力实在是有点大，加上林幽现在有 18% 的法术暴击几率，伤害更是恐怖。在这轮寒冰风暴刚结束，林幽准备继续给那群可爱的绿皮哥布林上致命链接之际，提醒：法术连击触发成功，又是一片寒冰风暴突降。你已经击杀一只17级哥布林长枪兵，经验值加200，杀戮点加1。你已经击杀一只17级哥布林刀斧手，经验值加200，杀戮点加1。你已经击杀一只17级哥布林拳击爱好者，经验值加200，杀戮点加1。经验飘得很快，林幽稳扎稳打，跟骷髅一起靠着栅栏屏障步步推进。这个布林大本营无形中成了林幽最大的刷怪点。爆装备了。林幽看到一件紫色的长袍掉落在暗夜骷髅旁，紫装可比蓝色装备要强上不少呢。信息查看：哥布林杀手的长袍，穿戴等级 LV17， 装备品级紫色，属性力量加40，智力加40，精神加40，体质加50，物理防御加50。附带装备技能失明。失明攻击时有 2% 概率使敌人处于失明状态，效果持续1分钟。套装第116章毛人疯的烦恼。这衣服属性倒是还挺好的，竟然还带失明效果。林幽看着哥布林杀手长袍，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单件装的属性很不错，5件套的效果也挺好，不过他也没急着穿上。鹿骨套装除了 30% 对虫族的额外伤害外，还有额外的50点精神加成呢。单件的杀手装的属性确实不及鹿虫5件套的加成效果。将装备收好之后，林幽看着前方又是一个寒冰风暴扔了过去，看着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心中是一阵畅爽。这就是大法师推图的快感。现在的林幽也是血高防高，还免疫魔法伤害，称之为法坦也不为过。若不是这儿的怪胎秘籍时不时有攻击能打到他还真想开启法外狂徒的称号，还能提升 50% 的伤害结果。骷髅兄弟冲，今天咱们就是哥布林杀手。另一边057-1号新手村，兄弟们顶住，咱们今天一定要把杀手衣服刷出来。强力大法师自诩为天梯第一人的毛人与风正带着一帮16级玩家，正在狩猎之森疯狂的猎杀哥布林。如今他已经17级，离18级只差 5% 的经验。不过他现在并不着急离开新手村，而是急着把哥布林杀手套装中的最后一件给打出来。只有激活杀手套装的特殊效果，他才有把握配合着自己的天赋属性击杀那新手村的最后的大 BOSS。 击杀最后的大 BOSS 不仅有望爆出黄金品级的装备，击杀用时最短的归属国团队，还能获得一次限时巨献奖励。若是他能带着团队拿下这荣誉奖励的话，未来的成就一定会更高。国家虽不会干预游戏里玩家的任何行为，但现实里给的激励绝不会少。可以说他现在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不过他也有苦恼的地方，每天只能待在安保严密的特殊区域，24小时都有人进行实时的安全监控。他的家人虽然被安排好了工作，但后来高层考虑到怕出现意外的安保问题，比如国外或者异域的刺客暗杀他不成，转而将目标投向其家属，以此来达到伤害他的目的。最后再三慎重考虑后，把他的亲属也一并安排在了特殊保护区，吃住无忧，
但不能与外界有交流，也是苦闷。当然，对于国家的安排，他也能理解。现在表现得越强，便越容易激起敌人的针对。虽说他的天赋是机密级，但谁又能保证没混进来什么间谍刺客呢？要是在畏惧献出能力的情况下被刺客突了，那不得后悔死！陈家，别说，陈桑，那件免疫装备进展到底如何了？你该不会是在欺骗我吧？郎桑，我用我全家的性命保证，绝对没有欺骗你，只是临时出了点意外。那获得魔免装备家伙，竟然能指挥新手村的守卫 NPC， 以至于我的人现在没法对他动手。陈剑锋小心翼翼地说道：“这件事他已是亲自过问，为了验证女儿口中说的真假，他还把他的同学都请来，当面询问了一番，结果无误。那叫寂寞如风的玩家确实狠，若不是他们果断交钱赎身，怕是这辈子都会被困在新手村呢。郎桑，请相信我对陛下的忠诚，绝不敢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哼，陈桑，我不想听你的理由。你现在唯一的任务，便是及早的将那件道具给带回大河。若是那件道具出现任何纰漏，我保证你的全家都会葬在那樱花树下。该死，变脸这么快！陈剑锋面色阴寒，心中痛骂道：“跟小郎君打了多年交道，自然也知道他的性格，狠辣无情。别看平时陈桑喊得亲热，但其性格就是属狗的，说翻脸就翻脸。但他也没有办法，这些年他跟大河走得太近了，其中不乏做了很多违背大夏国家利益的事。这些事一旦被抖出去，全家都得吃花生米。所以他现在也是没有任何退路，只能是一条道走到底。背叛，那就彻底的背叛。等拿到那件装备，便全家移民。郎桑，我还打听到了一个情报，或许能暂时平息你的怒火。哦，什么情报？大夏天梯第一人的在游戏里的身份。他是谁？毛人羽风，是个大法师，据说拥有很不错的法系天赋，现在应该处于严密的安保中。不过这家伙有些自大愚蠢，我的人还在想办法在游戏里套他的话，相信很快能搜集到他的完整天赋信息。幽西竟然是个法师，很好，很好。陈桑，你果然还是有些本事的，请继续探查，务必查清楚这批天才玩家的全部天赋属性。嗨，陈剑锋重重地说道：“郎部阁下，事情很顺利，这件事我亲自监督，若是办不成，我就切腹自尽。另外，我们大河需要更多的装备，你知道我们在深渊战场的压力很大，大夏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嗨，我弟，明白，保证完成任务。小郎君面对电话90度深深鞠躬。第117章勇士饶命。你已经击杀一只17级哥布林刀斧手，经验值加200，杀戮点加1。你已经击杀一只17级哥布林刀斧手，经验值加200，杀戮点加1。这经验涨的是真爽啊！1个小时的功夫，他的经验条变长了1/10，这速度跟烧虫比，相对来说还快了一些。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在哥布林大本营刷怪的原因。瞭望塔上，集结号角声不断的在空中响起。狩猎之森的哥布林听到那集结声，源源不断的从外面赶来回来。外面赶回来的哥布林是不是太多了点？不会是才刷的吧？林幽看着远远不断赶回来的哥布林，心中分外疑惑。之前他在外面转了那么久，也没看到什么哥布林呢。辅助提醒，你猜的没错，原来还真是。来就来吧，送经验正好，省得我到处找。林幽与暗夜骷髅的打法是越来越套路，不过有一点，始终背靠着栅栏移动，并且好兄弟暗夜骷髅始终挡在林幽前面，尽量吸引所有的物理攻击。兄弟，别的不说，等我下次搞的技能时还升级你。2个小时后，提醒，里奇奥拉被执行死刑还剩1个小时，请抓紧时间解救。林幽杀得正爽呢，突然看到辅助的提示，这才想起经验刷得太爽，一时忘了那个女的了。不过3小时功夫刷了接近3/10的经验，这成绩确实很不错。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源源不断来送的哥布林。若非如此，想快速升级还真没那么容易。那个哨兵应该是关键。林幽看着瞭望塔上的哨兵哥布林，眼眸微微一缩，想攻击到他寒冰风暴的距离还不够。左右看了一眼，正瞧见一猥琐的哥布林小法师正偷偷的给暗夜骷髅上负面 buff。系统，我要偷他的大火球，请在15秒后施展。一个靠谱的外挂能让玩家少走不少弯路。15秒后，掐着点。恭喜，窃取成功，获得大火球。
大火球能对目标造成法术攻击乘 80% 魔法伤害，消耗 MP 100点，技能冷却时间1秒。大火球，林幽手中的权杖挥动，其面前瞬间便凝聚出了一个约是2倍篮球大小的火焰球，然后狠狠地朝哨塔上的哥布林砸了过去。400暴击，触发法术连击。200。10秒钟后，你已经击杀一只17级哥布林刀哨兵，经验值加200，杀戮点加1。一样画葫芦，林幽用大火球直接把那3座瞭望塔上的哨兵清理了个干净。号角声停息，如林幽所料，外面的哥布林停止了刷新，眼下便只剩下栅栏中还提着刀枪棍棒，还想做最后挣扎的哥布林。林幽脚踩着陷阱法阵，从大营正门走了进去。暗夜骷髅提着血淋淋的骨刀跟在他的身后。就在林幽准备屠戮之际，年轻的勇士，我们可以谈一谈。一头戴金色皇冠，提着一把五彩权杖的哥布林从一豪华的营帐中走了出来。看其装饰打扮，毫无疑问，应该是一只富有的家伙。信息查看：哥布林大祭司，等级17级，精英，生命值2万点，法术攻击力900，物理防御力300，魔法防御力300，技能1变形术，将敌人变成一只随机动物，效果持续30秒，技能冷却时间1分钟。受此法术影响期间，被施术者无法进行物理或者法术攻击，但受到攻击后会立即恢复形态。技能2法术波动，被动技能，在哥布林大祭司施展黑魔法之际，其法术伤害将会获得 120% 至 150% 的随机波动。技能3黑暗侵蚀，被动技能，被哥布林大祭司黑魔法击中后，每秒将承受100点暗属性伤害，持续时间1分钟。技能4黑魔法剑，介绍：邪恶的哥布林祭司，其本身掌握极为高深的黑暗魔法，对大多数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家伙。原来是纯法系怪，怪不得之前一直没出来，倒是聪明。林幽看着信息提示，心中思忖道：很明显，他在这儿营地外面杀了这么久，这哥布林祭司肯定也知道自己有魔免的能力在，看自己带着骷髅要冲营地了，才想着跟自己谈条件。你有什么想谈的？林幽挥动着赤金权杖，沉着声问道。主动求饶的怪物，说实在的，并不多见。他在悲鸣洞穴杀了陆谷虫王几次，那家伙就没求饶过。似乎某些怪对生死并不在意，所以林幽猜测多半是跟自己接了奇奥拉的任务有关。毕竟这哥布林祭司又不是唯一 BOSS， 其他新手村也刷呢，不可能每只都有这样的动作，不然还打什么 BOSS， 直接威胁 BOSS 就得了。他有之前跟凡尔纳的谈判经验，知道有的也怪 NPC 身上，可是很有油水的，杀了不一定能爆出来，但谈判的话，只要威胁得当，这些家伙还是很舍得出血的。当初敲凡尔纳的那笔，可是让他走了不少捷径。现在他在这狩猎之森的任务就一个，那就是救出那奇奥拉。可若是能在救人的途中敲上这哥布林祭司一笔，又何乐而不为呢？现在在营地里，他优势极大，暗夜骷髅加他家剩余的杀戮充能点，足以荡平这大本营。但只荡平大本营，不过是再增加点经验罢了。把点经验，辛苦个把小时，肯定也能刷出来。勇士，我们愿意给予您足够的好处，希望您能就此罢手，给我们一条活路。这大祭司明显就很上道，拿钱买命才是正途。遇到能魔法免疫的人类，他是真没辙。脑袋里的智慧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这次过了，组织起队伍，在狩猎之森里狠狠地扫荡一圈冒险者，肯定能弥补这次损失。哥布林祭司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很快便有2只哥布林拳击手哼哧哼哧的抬着一大宝箱跑了出来。勇士，这些都是我们收藏多年的人族强者装备，希望能让您感到满意。说完，大祭司命人将麻布口袋里的东西直接倒了出来，这耀眼的紫色光芒差点亮瞎了林幽的眼，太他妈闪耀了。这地上那6件闪烁着紫光的装备，是完整的哥布林杀手套。他杀了这么久，也就爆了1件，正感叹爆率低呢，没想到这群家伙手上竟然有完整的套装，该不会是他们从以前的哥布林杀手身上获得的吧？并且这件哥布林杀手长袍明显比自己身上穿的属性要好上一些呢。待会看灭世狂魔收不收。衣服对他来说1件就够了，多了换钱孵蛋。第118章杀手套装效果。哥布林杀手的头盔，哥布林杀手的护手，哥布林杀手的戒指，哥布林杀手的腰带，哥布林杀手的长靴，哥布林杀手的长袍，
6件套，套装效果1：力量加100，智力加100，精神加100，物理防御加100，法术防御加100。套装效果2：每次使用技能时，有 10% 概率使自身的力量、智力、精神提高100点，持续时间1分钟，最多叠加2次。套装效果3：被攻击时，有 10% 概率提升自身 30% 物理回避率，持续1分钟。套装效果4：被攻击时，有 20% 概率出现哥布林杀手之魂，持续时间3分钟。套装效果5：对精灵系 NPC 有特殊的吸引力。真不愧是紫色套装，这套装属性真是不错。林幽没半点犹豫，当着这群哥布林的面，直接将杀手装穿在身上。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7，经验5100017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25002500， MP 750750，力量200，智力300，精神580，敏捷66，体质250，幸运加7，物理攻击400，法术攻击700，精神力攻击580，物理防御力34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180，物理闪避16.1%，物理暴击率8%，法术暴击率18%。勇士，您觉得这身装备如何？哥布林祭司颇为紧张地问道。他万万没想到，眼前的这位勇士竟然自身还带着一件套装衣服。如今穿上套装的林幽，在他们眼里，好似那可恨的杀手又复活了一般，如此可怕。装备还行，不过，难道你们经营这么多年，难道就只有这几件吗？勇士，确实没有更多的装备了。不过，我曾在人类的手上得到过一份果酿秘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果酿秘方，我瞧瞧。恭喜获得稀有的果酿秘方，甜果果酿，味道甘美的水果酱酿，服用后 HP 上限临时提高 10%， 增加 HP 上限的东西自然是好东西。这秘方虽不如双倍经验药剂，但也是下副本的好东西。等去了主城，副职业转职成功后，便可以慢慢开搞了。你们很有诚意，我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把那姑娘留下，剩下的人有多远走多远。林幽收好东西，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众所周知，他是个讲信誉的人，拿钱办事。姑娘，哥布林祭司有些愕然。就你们关笼子里那个。林幽指了指笼子里的奇奥拉，说道：哥布林套装是意外之祸，那奇奥拉才是今天的目标呢。勇士，那是野兽后裔，放不得呀。哥布林大祭司连连摆手道：野兽，他有人和豹的血统，若是放出来，您不见得能驾驭得住啊。为了捕捉他，我们损失了100多个战士。呵呵，我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他看着大祭司的眼神，明显是有些不舍，想来也是想亲自驾驭啊。见林幽态度如此坚决强硬，这哥布林大祭司也只得悻悻地放弃。此人没得到杀手套装前，都可以在大营里横冲直闯，得到了杀手套装后，那实力更是不必多说。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家伙竟然能免疫魔法伤害，这实在是有些让他感到费解。伟大的哥布林一族与人类打了不知多少年的交道，可从没遇到能免疫魔法的人类呢。第119章身份调查。这群家伙跑得倒是挺快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遇到。看着逐渐跑远的哥布林大队，林幽心中有些感慨，都是行走的经验啊。不过他是个讲信誉的人，说放就放，绝不会搞什么反水，哪怕是对 NPC 野怪亦是如此。林幽带着暗夜骷髅走到关押奇奥拉的笼子面前，仔细认真地打量了一番，长得确实和人类有些差异，人脸兽耳，其身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胸部曲线夸张，俯视的话可以看到深深的沟壑，浑身上下除关键地方有兽皮衣阻挡外，其他地方不着片缕，肩膀、背部以及大腿附近都有恐怖的鞭痕，想来被哥布林抓走后也受了一定的折磨。但好在这群哥布林只是执行了鞭打，还未做其他的事儿，这任务怕就没那么好完成了。勇士，你为什么不杀光他们？奇奥拉看着林幽，眼中充满着不解。他虽被关在笼子里，束缚着四肢，但外面发生的事也看得清清楚楚。眼前这穿着衣服的男子明明有实力尽数灭杀，为什么不都杀了呢？我有我的思量。林幽声音低沉，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这新手村里的野怪，充其量就是给玩家打怪升级用的东西。换句话说，
NPC 与怪物之前或许是有血海深仇，但对玩家来说真没那种代入感啊。在玩家眼里，就是刷经验和爆装备的怪物罢了，不会存在什么苦大仇深。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的概念。若真是存在什么苦大仇深，那99%都发生在玩家与玩家之间，只有人类之间争的才最狠。说话之际，林幽对暗夜骷髅使了个眼色，这家伙拿起大刀，一刀将这木笼子给劈开，然后又是横竖2刀，将锁住齐奥拉的铁链也给直接砍断。勇士，感谢您拯救了我。齐奥拉也是知趣，没有在林幽放走哥布林的事情上过多纠结，因为纠结也没用。要是言语不敬，谁知道这勇士会不会一刀把自己也给劈了？林幽点了点头，他喜欢跟这种知趣的 NPC 打交道。别的不说，至少不会问什么让他厌恶的问题。这段剑，你认识吧？林幽从背包里将那把断剑取了出来，放到齐奥拉的面前。看着那红木断剑，齐奥拉眼眶瞬间湿润。乌木，乌木，其嘴里反复念叨这2个词。看着齐奥拉这模样，林幽一时有些哑口。这过场剧情动画好像有些长啊，希望这任务能给个不错的惊喜吧。毕竟强闯哥布林大营对一般人来说也没那么容易呢。另一边，大夏特安部，竹姐，我调查了0303号新手村，可能那里真发生了有意思的事。一戴着墨镜、穿着黑装夹克的男子看着墨竹认真的说道：0303号新手村，你还真是闲呢。墨竹端起咖啡，想起那个小作文事件，笑着点了点头，道：是什么有意思的事？不会又是关于那件魔免装备吧？呵呵，竹姐，您猜的还真没错，的确跟那件魔免装备有很大的关系。真有？墨竹微微一愣，这事之前不是辟谣了吗？那次事件闹得很厉害，前几天我跟几个钱商老板沟通时，正好有人说起了此事，说他们在0303号村的代表的确亲眼见过此人有魔法免疫的能力。墨镜男子缓了缓后，接着说道：钱商一般不敢跟咱们开这种玩笑，所以事后我亲自去搜查了一番，找到了不少线索，也找到了足够分量的人证。我想当初那个揽月发的小作文应该是真的。那个叫寂寞如风的玩家不仅是隐藏职业，还真获得了魔免装备。男子说的时候表情极其严肃认真，这情报的可靠性毋庸置疑，能呈现汇报到领导面前的事儿，必须得经过亲自调查验证。新手服他虽然进不去，但想找到足够多进入0303号新手村的玩家却很容易。多人串口供或许有，但绝对做不到这么出奇的一致，毕竟都是一帮18岁的孩子，根本经不住他的技巧问话。所以他几乎可以肯定，那寂寞如风得到了免疫装备。第120章墨竹的决定。没想到竟然还真有这种装备存在，真是难以置信。难道这游戏又要发生什么改变了吗？墨竹喃语道。墨镜男子是他的得力手下，既然敢这样说，那肯定是有一定把握的，不会无的放矢，更不会讲笑话来骗自己。墨竹姐，在我得出调查结果来的时候，也跟您一样惊讶，但结果确实如此，那人手上绝对有魔免之物。如果是真的话，那我大夏多添一件神器，是天佑我大夏呀。墨竹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别样的神采。神器出世，只要是在大夏国就很好。墨竹姐，您说的没错，如今深渊战场上魔物横行，若是有此神器的话，大夏的战士定能如虎添翼，说不定能直接反攻深渊巢穴。说起这事，墨镜男子也是满脸兴奋。能查到他现实身份吗？不能，此人极其的小心谨慎，哪怕跟钱商有合作，也未露过半点信息出来，是个谨慎人。墨竹点了点头。竹姐，因为他杀人不少，现在已经是红名状态，已经有不少人在打那件魔免装备的主意了。天海集团和奥氏行会的人都在行动，并且还有人在论坛发帖，重金悬赏寂寞如风的真实身份。哼，这些人动作还真快啊。墨竹眼眸闪过一丝冷光。天海集团这些年干的事可不算光彩，只是没被抓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不然早把那陈剑锋送进去了。那我们要派人跟他接触吗？或者想办法把那件装备收回来？墨镜男子问道。在很多人眼里，装备和天赋是两回事，装备再好也有掉落的一天，一旦这寂寞如风的魔免装备掉落，瞬间便会跌回谷底。墨竹想了想，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道：游戏里面的事，特别是
关于玩家行为。作为国家层层面，我们不能干涉的太多。别忘了9年前巨蜥国遭受的天灾惩罚的事，在浩劫游戏最初降临之际，那意志便告诫过所有人：游戏里玩家一切行为自由，任何国家政府不得强行干预玩家在游戏里的个人行为。一旦发现违规，轻则调低该国玩家在游戏里的爆率，取消或减少巨献奖励，重则直接降下天灾惩罚。上一次便是巨蜥国不信邪，其国内玩家打出了一件极品神灯，在知道其现实家庭地址后，国家高层带队亲自上门谈心，逼着玩家交易给了其他人。结果就在交易完成的第2天，巨蜥国境内便出现了数千头掠夺哥布林，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事件。同时，那未知意志再次警告所有人，玩家在游戏里的一切都享受绝对自由，不允许任何国家采取胁迫的方式强行掠夺玩家装备，否则将会降下更大的惩罚。自此各国都收敛了过分的行为，鼓励玩家在游戏里自由发展。游戏不涉及现实，在游戏里的一切只要遵守游戏规则便可，哪怕在游戏里被杀到1级都不会有人管。那这件事我们就不管了吗？墨镜男子说道。不是不管，严密关注就行。毕竟我们不能强行左右玩家的行为，更不能强行命令天海或者傲视的人停止对他的追杀。所以我们只要看那件装备最后落到谁手上就行，就像对苏峰他们一样，我们只在现世界提供顶级安全保护，他们在游戏里的事我们无需干涉。强者总是需要磨砺的，若他真的足够强，谁又能夺走他的装备呢？对浩劫游戏的规则，墨竹理解得很透彻。游戏里玩家可以被杀，可以被爆，甚至可以相互之间达成各种色的交易，但就是不能被国家力量介入，因为一旦允许国家介入游戏，那游戏规则肯定会被打破。毕竟哪个玩家敢违背国家意志 PK 夺宝，这些游戏精髓都会逐步消失。同时为了利益最大化，各国肯定都会将最好的装备集中到天赋最好的人身上，剩下玩家将逐渐失去游戏体验感，成为天才的陪衬，成为别人打 BOSS 的炮灰。虽然残忍，但很真实。等一下，你等下告诉网络部，凡网络上出现寂寞如风信息的，都进行特别筛选关注。他在游戏里的行为我们不干涉，杀人也好，被杀也好，都是玩法自由。但如果有人高价想买他现实信息，行不轨的举动，那就是我们该管的事了。墨竹沉声道。是，明白。待墨镜男子走后，墨竹放下手中的杯子，轻声自语道：小家伙，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隐藏职业，但你既然能获得魔免装备，那应该也是个幸运的家伙。希望未来能在深渊战场上看到你大放光彩。另一边，游戏里，你说你有一件很珍贵的东西要送给我。林幽看着齐奥拉晃动着比雨琼还燃的小尾巴，想起吴孟德的 NPC 攻略，这该不会是什么特殊福利吧？想到这儿，林幽顿时有点激动起来。外界，不对劲，呼吸怎么急了起来？雨琼将平板暂停，头贴在林幽的胸口，认真的听起心跳来，不时还看看林幽的未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但凡真有举动，今晚就得开席。第121章，雨琼变身。静静地观察了许久，雨琼也只见到林幽的未来似乎只是微微动了一下，那急促的心跳也渐渐地平息了下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必须得快点进游戏看着他才行。雨琼皱着眉头，面色凝重地看着林幽。这家伙除了长得帅，没其他优点，但这也是让他最放心不下的地方。他心念一动，那颗粉色石珠又出现在了他的掌心。相对几天前，这石珠上的裂纹明显又少了些。先试试能不能发动变身，如果可以的话，差不多就可以进游戏了。雨琼想了想，从林幽身上站了起来，低声喝道：神圣之翼！粉色石珠发出璀璨的圣光，将雨琼彻底笼罩。整个房间里瞬间充斥着氤氲的霞光。还好这是在白天，若是在晚上的话，这异性定然能被人给发现。圣光渐渐消失，站在林幽面前的不再是那身段娇小分外有料的小琼妹，而是一倾城绝世的圣天使。银色的长发散落在肩，柔软的白绫环绕她的蛮腰上。虽是绝美的容颜，但脸上很快浮现出一张精致的面罩，让人看不真切。身材修长，曲线更是凹得过分夸张，那身华美的天使战斗装也只能将其半遮半掩，微微可见雪白的沟壑。
纯白色的丝袜，修长的大腿上还套着一黑色的腿环。这秒杀一切宅男的终极梦想型少女，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林幽面前，脸上溢着绝美的笑容。3分钟后，雨琼双腿外八字分开，跪在林幽的面前，重重地喘着粗气。3分钟的变身，对现在的他来说还有些勉强，还好有这颗珠子在，不然还真的难以支撑。你永远都是我的，这次没有谁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看着林幽，他的脸上出现了一抹诡异的穷笑，这笑容比那动漫里的病娇妹妹还真实，简直是完美复刻。既然能量恢复了一点，等我过几天就去游戏里找你，正好瞧瞧你究竟在游戏里干嘛。最好不要被我抓到什么，不然……雨琼又趴在林幽的胸口，继续打开平板追起了剧。第53集，逆袭的病娇。哥哥，你要是拒绝我的话，明天你就只能看到他的尸体了。云蜜家，云儿，游戏里感觉怎么样？一位相貌普通、目光却极为深邃的中年男子，正一脸慈爱地看着云蜜。爸，还可以，还差30%就16级了。那升的还是挺快的。点了点头，这速度确实不算慢。对了，你现在跟林幽没有什么往来了吧？男子又问了一句，似乎对这个问题格外的关注。云蜜犹豫了一下，道：没了，觉醒之后就没联系了。那就好。之前我就跟你说过，少跟他来往。这小子看人的眼神不对，肯定还想着查当年的事。所以你要记住，不要想着给他什么翻身的机会。当年的事，我们家做的没错，只是他林家运气不好，他父母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男子沉声道：这些年他一直惦记这事，便是怕林幽翻身后开展报复。万幸这次林幽觉醒的天赋很差，只要稳稳的压制住，应该无什么翻身的可能。但这也不算保险。这些日子他一直做噩梦，总是梦见林幽上门报仇，这让他很是不安。我知道了。云蜜神色有些黯然地说道。他对林幽早已经没那种感情，现在他一心只想变强。爸，那我进游戏升级去了。去吧，不要让我和你妈失望啊。待云蜜走后，男子的目光变得愈发的阴沉起来。想到那个噩梦，他还是觉得很不保险。这小子长这么帅，万一哪天不顾脸面找个富婆的话。顿了顿，拿出手中的电话，一番拨号后，我是云天涯，帮我处理个事。第122章，绝不是挂件。游戏。昏暗的山洞里，这就是你说的最为珍贵的东西。林幽看着一颗蓝色的珠子，若有所思。附魔宝珠，特效禁止治疗。禁止治疗，物理或者魔法攻击时，有20%概率对敌人发动禁疗效果。禁疗期间，只能服用药剂对自身进行伤害治愈，其余治愈方式无效。持续效果5分钟。勇士，这件东西您还满意吗？齐奥拉跪在地上，非常虔诚地说道。这件宝物是他父亲所留，一旦附魔在武器上成功，那将造就一剑无上的大杀器。这次林幽不仅救了他的性命，还将挚爱乌木的红木剑带了回来，所以他只能用这件最珍贵的宝珠作为回报。很满意。林幽点了点头，虽然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但能获得宝物也不错呢。接下来就是找铁匠附魔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看到齐奥拉这伤痕累累的样子，林幽不禁关切了一句。去我人类朋友那里疗伤，日后有机会再找那些哥布林报仇。齐奥拉咬着牙恨恨地说道。要不是这次运气好被这位勇士救下，那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的情景，他浑身被铁锁束缚，便是想死也不可能。还好最后只是受了些铁鞭刑罚，并没有遭受那种非人的折辱。你还有人类朋友？他住在七小村，是我在森林旅行中遇到的至交朋友。七小村？听到七小村这3个字，林幽稍微愣了一下。这不是老村长媳妇住的那地吗？你朋友叫什么名字？李花花。齐奥拉很真诚地说道。林幽救了他的性命，说这些自然也没关系，只是七小村有些远，他还得小心躲避凶兽一下才行。但这种事儿他就不准备麻烦这勇士护送了。李花花？他不会有个亲戚叫李百花吧？林幽随口说了句。您怎么知道？我听他说过，他母亲就叫李百花呢。还真是啊，缘分啊！林幽心中长叹。在系统的忽悠下，林幽从王敬夫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先是屠魔令家落魄神兵的信息，再是揽月那里的600金，可以说都跟王敬夫有关系。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他林幽也是个重情义的人，所以
跟我去个地方，保证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看着齐奥拉，林幽瞬间有了一个好主意。王敬夫闭关写道歉信也差不多要出来了，若是想找人送信，这齐奥拉肯定是最好的人选。虽说有伤，沿途危险，开玩笑，若是王敬夫知道此人跟他老婆的女儿有莫大关系的话，说不定会亲自护送呢。有50级的王敬夫护送，这齐奥拉怕是能在森林里横着走了。3个小时后，干！我没看错吧？这不是 NPC 吗？没错呀，森林守护者齐奥拉。操，好性感，好漂亮，兽女啊，爱了爱了。新手村外，不少玩家看到林幽领着一个兽女 NPC 进村，惊得下巴都快掉了。虽说都知道 NPC 可以攻略，但也没听说这么快的呀。这大佬早上出村，这才几点钟就攻略了个兽女回来，这战绩属实有些夸张了吧？特别是看兽女的神态，明显对大佬很崇拜。一般来说 NPC 如果能攻略到这个程度，那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若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寂寞大佬，你今天怎么回得这么早？灭世狂魔看到林幽领着 NPC 回来，也是有些惊讶。根据这些天的了解，这寂寞如风都是早出晚归，每天准点走，准点回来，可没见过他这么早回村呢。还有这兽女 NPC 哪来的？去狩猎之森转了一圈，顺便做了个任务。林幽回应道：大佬，那您这 NPC 是怎么攻略的？灭世狂魔明显也有些心动。他跟林幽不一样，现实世界从不缺女朋友，该解锁的东西也都解锁完了。平日里野兽型的 cos 少女也有涉及，但这种逼真型的 NPC 可真没试过呢。若是能把握住尾巴的话，轻轻这么一拽，那感觉想想就很燃啊。他可以笃定这兽女的尾巴绝不会是挂件。第123章，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要想学攻略技巧，多看看吴孟德在论坛上发的攻略，很有效。林幽笑着对灭世狂魔说道： NPC 可不是那么好攻略的，不只要运气，还得要技巧啊。行，大佬，那空了，我也得去试试。灭世狂魔看着齐奥拉，心中是异常激荡。论打架刷图，他肯定不如林幽。论攻略吗？他自认为还是有几分手段的。这任务做完，我大概后天就会离开新手村，准备前往暴风城。看着灭世狂魔这激动的样子，林幽把要走的事儿顺便给他说了一下。别的不说，他认为这灭世狂魔还是挺够意思的。虽说不知道其真实身份，但游戏里大家还蛮投缘的。大佬，你要去暴风城吗？那可惜了，咱们不能一起了。我们行会准备先去星陨城发展，那里有几个特殊怪点，我们得到了套路打法，准备去那里发育一下。灭世狂魔颇为遗憾地说道。他还是很想跟林幽同行的，但林幽是独行孤了，升级什么都很快，他又是行会会长，必须得兼顾行会成员的发展。星陨城吗？那也是个不错的地方。林幽微微颔首。玩家离开新手村后，有6大主城区供选择，每个主城区都各有一定的特色属性。比如加入暴风城，获得城主贡献点奖励后，可以在城主府兑换暴风城的特色产物，暴风剑、暴风锤、暴风等系列暴风装备。不过暴风城最让人感兴趣的兑换物还不是暴风系列的装备，而是一件标价 999W 兑换点的特殊道具复活戒指。复活戒指拥有起死回生之效，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这是极为罕见的复活类道具，不仅游戏里可以用，现实世界也可以用。众所周知，游戏不等同于现实，游戏里玩家可以死无数次，但现实世界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凶兽入侵现实，这种道具便是复活神器。不过这么多年还没有人宣布兑换成功过，因为所需的贡献点太多了，贡献点不能交易，只能靠玩家完成城主任务获得。运气好，有实力，1个月最多也就能得到几万的贡献点，对999万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想完成这任务，不但要有大毅力，还要很大的耐性。看着同龄玩家纷纷进入主服，具现特殊能力，而自己的一个人在新手服，重复的接取那些无聊的任务，不仅乏味，还很枯燥。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道具就是摆着玩的，根本就没考虑过兑换给玩家。毕竟这种道具实在是太变态了，虽然1个月只能复活1次，但只要玩家有2条命在，整体战力起码提升 50%。 大佬，我带人去虫洞升级了，有什么事儿您知会一声。好。告别灭世狂魔后，林幽直接将齐奥拉带到了王敬夫的院子。这件事
还得跟王敬夫交代一下，他可没时间在这儿一直等呢。等把这事儿搞定，18级 BOSS 刷通，他就直接去主城。咚咚，轻叩了几下门后，林幽看到王敬夫带着疲惫的目光把门打开，其脸上还有2个大大的黑眼圈。想来这道歉信写得有些费神。勇士，你怎么来了？王敬夫记得他吩咐过闭关期间不让人打扰的呀，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王敬夫看着那满身是伤的兽女，疑惑地问道：这带女上门是啥意思？是给自己排忧解闷，还是想让自己找人帮他找个房子，行方便之举？村长，事情是这样的。林幽在王敬夫耳边将齐奥拉是李花花好友的事儿跟他详细的说了一遍，特别强调是自己出手将齐奥拉从哥布林手上救下来的。村长，您说如果让他的好朋友去帮忙送信，顺便再说点好话，是不是更容易一点？林幽意味深长地看着老王，这家伙应该明白吧？你说他女儿叫李花花？王敬夫眼中又闪过一丝惊喜的光。如果真的叫花花的话，那说明百花心中肯定是有自己的，现在就差个契机。这是花花的好友，虽然是个兽女，但倘若能帮她说几句好话，那不就更稳了？该死的哥布林，竟然敢欺负花花的朋友！王五，叫上护卫队，随我荡平狩猎之森！王敬夫豪言道。这事儿他来摆平。50级 NPC 实力不是吹的。您这是要出村了？怎么有问题？王敬夫疑惑道。不是，我想您这要是亲自出手的话，能不能顺道帮我解决个家伙？林幽想起那18级 BOSS， 如果王敬夫能顺便出手让他最后补刀吃经验的话，那不也是很爽？毕竟要是让他自己来的话，说不定要用多少个小时呢？王敬夫看了一眼林幽，又看了一眼齐奥拉那真诚的眼神。勇士，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王敬夫的事。走，带路。第124章赤金魔龙杖。啊！就在王敬夫与林幽商讨之际，齐奥拉突然身体一歪，喷出一口脓血后，直接倒在了地上。他受了严重的鞭刑，又带着林幽去山洞拿附魔宝珠，再跟着林幽回新手村，身体已然支撑不住了。怎么回事？王敬夫快步走到齐奥拉面前，凝重地看了一眼后，从兜里拿出一颗丹药，塞到了齐奥拉的嘴里。半刻钟后，齐奥拉缓缓地睁开双眼，嘴角的依然有血溢出，显然伤得不轻。勇士，可能你得稍微等一下，我去村外找个医师来给他看看，只要他没事，我马上陪你去解决那个麻烦。王敬夫有些歉意地说道。林幽帮了他的大忙，是肯定是要办的，但齐奥拉这样子，他也不太放心啊。莫事儿，您先给他找个医师吧。正好我想去铁匠铺问问装备附魔的事儿。不着急，今天不行，明天也可以。林幽倒是很善解人意。50级 NPC 杀那18级 BOSS， 这种经典场面可不多见，所以等一等也没什么关系，只要那击杀 BOSS 的经验和奖励归他就行了。况且他在齐奥拉手上也得到了好处，也不能看着人出事儿啊。好，王敬夫也不啰嗦，将齐奥拉抱到床上歇息后，立刻便动身去村外寻医师。现在齐奥拉可不能出事，这可关系到他能否把老婆顺利找回来。铁匠铺出了新手村，林幽在拍卖行瞧了一眼，确定有天命石脉之后，便直接去了铁匠铺。装备附魔这种技术活必须得铁匠才行。勇士，您找我是有什么事？铁匠看着林幽，一脸憨笑道。寂寞如风可是村长身边的大红人，听说今早还带了一个兽女去村长家，他完全能想象到村长的快乐。我想对武器使用附魔宝珠，需要您的帮助。林幽十分客气地说道，对村子里的 NPC 尊敬一点总是好的。别的不说，至少不用担心 NPC 暗中使什么绊子。附魔宝珠？铁匠微微一愣，附魔宝珠可是个稀罕物，这么多年他也没见过几颗呢。林幽点了点头，将那颗带有净疗效果的附魔宝珠取了出来，交到铁匠的手上。净疗特效的，是个好东西。铁匠看了附魔宝珠一眼，点了点头。这效果在战斗时简直是一切职业的克星，一旦被施加上净疗效果，等于废了牧师的治愈手段。要知道，牧师可以多对一同时加血治疗，被加血的人只要血量足够高，不被 BOSS 瞬秒，那么也可以占撸一切。但这净疗特效完美的进行了一切克制，一旦中了净疗效果，承受的伤害再多一点，再牛逼，装备再好的战士也都得死。勇士，东西是好东西，但我建议您用在更好的装备上。
铁匠看到林幽拿的是把蓝色的武器，认为这物品的品质配不上这颗附魔宝珠。要知道，附魔宝珠是一次性之物，附魔成功后可是不能取下来。蓝色装备可就有些糟践这颗极品宝珠了。呵呵，不用担心。林幽当着铁匠的面，直接解除了赤金魔龙权杖的隐藏特效。解开的那一瞬，耀眼的赤金色光纹在权杖周身流淌，权杖身上的那条金龙仿佛也复活了一般，栩栩如生，微微晃动着鳞爪。好酷的武器！赤金级装备，怪不得大佬这妖牛逼，我终于知道真相了。铁匠铺四周自然也有玩家在，和之前一样，林幽与铁匠的对话他们不知道内容，但可以看到林幽将手中的权杖封印瞬间解除后的特效。赤金武器，绝对的赤金武器，怪不得能这么强。对于这些吃瓜玩家的惊叹，林幽现在是真没什么在意的了。现在的他便是想低调都不行了，因为他的能力实实在在被人看得到。在0303号新手村，基本上90%的玩家都知道他有魔法免疫的能力，99%的人都猜测他的魔免能力跟装备特效有关。虽然林幽没承认过，但这般猜测的人是越来越多。揽月和孤星等人更是在被杀的当天就怀疑林幽拥有赤金装备，只是隐藏了装备效果。只是随便他们怎么猜，林幽都未做任何的回应，因为没必要，也没有什么意义。随便猜，反正对他没影响。赤金装备，果然猜的没错，这家伙是真有赤金装备。村子里的阴暗角落，傲视无情的人正躲在那里悄悄地观察着林幽。他们跟揽月一样，也是在很早之前就怀疑林幽有赤金装备，因为只有高品质装备才可能附带那么变态的魔免效果。如今猜测果然得到验证，但这寂寞如风是否只有这一件赤金装，魔法免疫特效又真恰好在这权杖上，还不得而知。万一其运气好得到多件呢？最保险的方式还是趁红名阶段将其爆个精光最好。第125章附魔成功。赤金装备竟然是罕见的赤金装备，铁匠看着赤金魔龙权杖也是有几分震惊。附魔宝珠少见，赤金装备是少见，他万万没想到这年轻的勇士竟然能同时拿出2样来，不一般，是真不一般啊！怪不得能这般受村长器重。如何，这把武器配得上吧？林幽笑道，赤金魔龙杖的手感很是不错，等凑齐锻造材料，他还准备把权杖的等级升一升呢。10级的赤金魔龙权杖，前期用的还行，到了后期属性就有点不够了。可以，铁匠点了点头，接着又提醒了一句，不过装备附魔有一定的失败概率，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但天命石不是可以提升附魔成功率吗？林幽提醒道。来找铁匠前，他可是专门看了拍卖行的，虽然贵，但拍卖行上货不少，为了保证100%成功率，多花点钱也无所谓。不错，天命石的确可以，每一块天命石大概可以增加5%的附魔成功率。你这把赤金法杖要想附魔成功，依我看，至少要准备20块天命石，这样绝对可以100%成功。铁匠很实诚地说道。赤金级装备，不管是强化还是什么，概率都低得很。想提高成功率，就得添加额外的材料。这颗附魔宝珠特效很好，若附魔失败，就可惜了。好。林幽也不犹豫，直接打开拍卖行，购买天命石成功，你花费了5枚金币。购买天命石成功，你花费了5枚金币。您的金币还剩余230枚。这段时间，林幽虽也有不少金币入账，但为了培养那颗宠物蛋，每天花费也不少，时不时还加速一下，以至于买完20颗天命石后，金币便只剩余230枚。将天命石和附魔宝珠交给铁匠，等了约10分钟后，铁匠面带喜色的将权杖递给林幽。勇士，恭喜，升级成功。林幽接过权杖，属性查看，赤金魔龙权杖，呈长形武器，穿戴等级 LV10，装备品级赤金，属性体质加30，力量加20，智力加100，精神力加100，法术暴击正10%。装备特性：1. 法术连击，使用任意法术攻击时有30%概率额外再造成一次法术伤害。2. 召唤兽技能强化，您的召唤兽技能等级加 LV1。3. 禁止治疗，物理或者魔法攻击时有20%概率对敌人发动禁疗效果，禁疗期间只能服用药剂对自身进行伤害治愈，其余治愈方式无效，持续效果5分钟。林幽满意的把玩着手中的权杖，这次
没有选择再隐藏装备颜色。以前是因为实力弱，不想被人惦记，如今他几乎是新手村小霸王，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现在几乎没人来招惹他了，不然他还真想再敲上一笔。钱是个好东西，再多也不嫌多啊。毒蛇山谷，队长，新手村传来消息，寂寞如风果然有赤金装备。傲视回收站沉着声说道：“不奇怪，他没有赤金装，我才会觉得奇怪。”傲视无情一记重剑将一条花蟒劈死后，这才停了下来。没错，那么变态的属性，唯有这样才说得通。傲视小蜜蜂点着头道：“只有赤金级以上的装备才能隐藏颜色，他们以前早就怀疑，只是不能确定装备的部位。他现在已经17级了。村里传来的消息，这家伙已经凑齐了哥布林杀手套，怕是对那大 boss 已经有想法了。”傲视回收站接着说道：“紫色的哥布林杀手套极具特色，很容易辨识出来。他运气倒是够好，这么快就把杀手套装给打出来了。”傲视无情的面色有些难看。被林幽杀出悲鸣洞穴后，他们很快便找了替代的升级点，同时为了追上林幽的速度，在傲视雄霸的财政支持下，跟自己一伙的钱商达成了协议。钱商依然不插手双方的直接争端，但会帮忙暗地里找一批强力人马，辅助傲视的人升级。双方在毒蛇山谷包场，钱商找的人将山谷中的蛇怪打到残血后，会直接脱离战斗。傲视的人只管上去补刀就行，这样经验来是飞一般的快。当然，请这么多人陪练，花费自然也不小。傲视雄霸若不是为了得到那件道具，怕也不会同意这般奢侈的升级训练。第126章暗杀。可惜没收到像天罗地网那样的道具，不然就更有把握了。傲视飘雪恨恨地说道。现在他们虽然疯狂地在升级，可在没有得到特殊道具的情况下，依然心中有些忌惮。那致命链接加上杀戮爆炸，对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只要被链接上，一个爆炸，所有人必死无疑。队长，那我们还去试试吗？傲视回收站低声问道。之前傲视无情的主意是在林幽打18级 BOSS 的时候再去搞事。那 BOSS 有独特的猎杀机制，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吃到特定的属性球。如果有人捣乱的话，很容易让 BOSS 进入狂暴模式。当然要去，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不管有没有收到道具，让那些探子盯紧点，一旦发现寂寞如风朝 BOSS 点移动，赶紧通知我们。傲视无情果断道。成与败就看这一回。成了，即使终生被困在新手村也无妨，装备可以由钱商的人帮忙带出去。会长也给了他们天大的承诺，只要能得到魔免道具，这辈子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衣食无忧，每个人在帝都安全区都能分一套房子。在昨天，傲视雄霸还专门来训练室看了他们，给每个人发了200万的辛苦奖，只要事成，奖金再翻10倍。面对这些高层奖励，傲视无情也深知上头的意思。无论如何，哪怕是明知必死，都得去试试。若是不然，他们在现实世界怕是会不太好过。傲视雄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太清楚了，没有回头路。这次不是寂寞如风死，便是他们集体团灭，殊死一战，没有退路。晚上9点，林幽从游戏里退了出来。今天王静夫找医师耽误了不少时间，带回来时都是下午3点了。经过检查，齐奥拉的伤有些麻烦，但好在那医师的技术不错，开了些药，煎好服下。又折腾了一阵后，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林幽看天色渐晚，新手村离 BOSS 点还有4个小时的路程，他倒是打完可以下线睡觉，可王静夫还得回村呢。林幽索性提出，干脆明天一早出发得了，正好他也把7进7出的任务做完，看看有什么惊喜。睁开眼，雨琼不在，但嗅了嗅，房间里明显还有那丫头遗留的味道。揭开旁边的枕头，一双水光色黑丝袜出现林幽眼前，带着狐疑的目光，林幽将丝袜拿起来闻了闻，是穿过的，不臭，有一股那丫头的专属体香。真是的，什么东西都喜欢往枕头里塞，还好家里没有外人。林幽叹了一句，拿起丝袜起床，在卫生间里顺手将那丝袜给手洗了一遍。还别说，洗的时候感觉还挺好，总有一种想撕的感觉。挂在阳台上，林幽不自觉地又看了那小尾巴一眼，那圆圆的金属球到底是放哪儿的呢？待林幽洗完澡，沉沉睡下后，雨琼又悄悄地拧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跑到了林幽的床上。现在的他特别喜欢黏着林幽，特别是追完剧后更是黏得过分。就在搂住林幽的胳膊准备也睡下之际，
只听咔嚓一声，随后便是大门被缓缓推开的声音，虽然很轻也很缓，但对雨琼来说已经够大声了。进贼了，他暗暗思忖道。他们住的地方属于贫民区，虽然安保很差，但先有小偷光临，因为都住贫民区了，谁有什么钱呢？他悄悄地起床，侧身站在窗帘下，想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只见一戴着黑色头套、拿着尖刀的男子身形一晃，也直接进了林幽的房间，借着月光从兜里拿出相片，看了一眼林幽，将身份再次核对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这么帅的人，马上就要当太监了，真是有意思。作为一个职业杀手，他也是第一次接到剁腿生意，断子绝孙倒是狠。不过老板花钱，他做事就行。举起手中的长刀，看了一眼那异常硕大的长腿，他再没半点犹豫，直接就往林幽的命根子扎了过去。他已经能想象到马上会出来一道凄厉的叫喊。第127章杀。就在其认为已经得手之际，砰！一记重重的掌刀劈在他的脑袋上，那杀手眼睛翻白，直接晕了过去。随后一只纤细的手掌瞬间抓住那把刺向林幽未来的长刀。呼，好险！出手的人自然是雨琼。他原以为只是入室盗窃的小偷，可没想到此人竟然这般凶狠，一出手便想结果林幽和他的未来，这事儿绝不能原谅。他千辛万苦才回到这儿，如果林幽没有未来，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看了一眼睡得跟猪一样的林幽，他不禁摇了摇头。还好今晚他过来了，不然可就麻烦了。哼，我倒是要看看是谁想对你出手。心中暗道一声后，雨琼抓住杀手的脖子，将其拖了出去。顶楼阳台，林幽他们住的地方是非军事安全保护区，是大多数平民的居住地。这里虽不是什么无法地带，但安全保护方面明显弱于安全区很多，时不时会发生打架斗殴，甚至凶兽伤人事件。所以住在这儿的人都想往安全区搬，僧多粥少。安全区那动辄100万的房子，一般人根本买不起，打工又没出路，许多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浩劫游戏里。只要能得到 B 级天赋，在游戏里比一般人拼命一点，一年赚个10万8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若是运气再好点，爆出个什么好装备，买房的目标提前几年实现也很有可能。砰！雨琼摘掉杀手的面罩，一把将他摔在地上，食指并拢，凝聚出一束青色的光针，然后瞅准杀手脊椎处，直接扎了下去。啊！杀手受到剧痛刺激，艰难地睁开眼，刚挣扎起身，发现下身竟然没有一点知觉。转过头，看到月光下一披散着银发的白衣少女正凶狠地瞪着自己。这气势，这威压，他在其他人身上感受过，绝对是具现出能力的觉醒者。你想做什么？杀手看着雨琼，已经心生惬意。毫无疑问，能轻松将他拍晕，还让他暂时失去直觉，这绝对是个狠人。只是他想不通，这人为什么要对自己出手？闭嘴，老实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要对他出手？到底是谁派你来的？雨琼目光凶狠地说道。林幽的性格一向胆小谨慎，绝不可能招惹其他人，在游戏里也一是被欺负的对象。到底是谁想对他出手呢？美女，我们杀手这一行有这一行的规矩，泄露背后信息，我的下场会很惨。杀手忍着剧痛道。他原以为今天的任务只是个小娱乐，没想到踢到了铁板上。这家伙怎么会有觉醒者在身边贴身保护？而且这少女还很强啊！你不说，下场一样会很惨。雨琼拿起那把尖刀，看了一眼这杀手的未来之处。给你3秒钟考虑，说了给你留个全尸，不说就先砍了你的未来，再慢慢折磨你。雨琼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除了他之外，没人可以伤害林幽，他也从不是善人，他的温柔从来只在林幽面前展现。当年杀得疯狂时，他还得到了一个谢天使的称号。现在这杀手在他眼中就是个彻彻底底的死人。交代清楚就给个全尸，交代不清楚的话，要是我死了，他们肯定还会派人继续暗杀。不如你放了我，我回去告诉他们说他有觉醒者保护，取消暗杀。那杀手虽然畏惧雨琼的手段，但若是说出雇主信息的话，怕是那刑罚手段不会比这姑娘口中的轻半分。所以他想迂回一点威胁，说不定还能有用。毕竟看这少女的年龄也不大，社会经验或许会欠缺点。呵呵，你说的好像蛮有道理。雨琼微微一笑，做出一个手刀的动作。那杀手见状，以为雨琼真被吓住了，不禁松了口气，
既然知道他是觉醒者，那下次头儿肯定会派个觉醒者来执行暗杀计划，跟他可没什么关系。时间到了，雨琼冷笑一声，尖刀一甩，直接了断其未来。啊！还未待那杀手完整的叫出来，雨琼右手并指直接插在其脖子处，让其根本发不出声音来。不想说，我不勉强你，不过我说过的话一定算话，一定慢慢折磨你。雨琼的眼眸微微弯起，其凶狠起来也是世间少有的绝品。只是眼下这杀手实在是无心欣赏，他没想到这少女出手这般果断，说废就废，就没带半点犹豫的。未来已经断掉，那钻心的痛刺激着全身，可他现在不能动弹，因为雨琼死死地控制住了其脖子上的穴位。半刻钟后，雨琼冷漠地看着眼前的尸体，早说不就好了，非要让我加码，最后结果还不是一样。黑暗盟，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的人也敢杀。这杀手只交代出受雇于黑暗盟，但真正想要买灵幽腿的人他也不知道。圣光净化，雨琼手掌轻轻一挥，一道炫目的白光出现，将杀手彻底覆盖住。待白光消失，那杀手仿若蒸发了一般，现场也未留下任何踪迹。哼！雨琼轻哼一声后，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得回去陪灵幽再休息会儿。黑暗盟的事还得慢慢查，他当年对这组织有印象，但了解的并不多，想查的话还得费点功夫，心中稍微松了口气。第128章堕落坟场。又跑过来了，睡得还这么沉。翌日，因为跟王敬夫有约，加上惦记7进7出的奖励，林幽是早早的起床了。没想到雨琼这丫头又跑到他房间蹭睡了，看样子睡得还挺沉，也不知道昨晚到底干嘛了呢。其实这样子还是蛮好看的嘛。细细一看，身姿娉婷，肌肤如雪，柳眉细目，天生就了一副柔柔弱弱、惹人怜爱的模样。若是这世上有仙子的话，这丫头的形象倒是蛮符合的。只是你到底是哪儿来的呢？不是黑户就好了，这样就能带你去更多地方了。看着雨琼，林幽又轻叹了一声。黑户这事只要不解决，始终会是个麻烦。看新闻上说，入侵现实世界的凶兽愈发的多了起来，不少地方都在严密排查可疑的人，想从中找出是否有化形人类的凶兽存在。吃过早饭后，林幽直接进入了游戏。勇士，欢迎您回到游戏世界，您的宠物新培养方案自动执行中，扣除40枚金币成功。走到村门口，林幽热情地跟几个守卫 NPC 先打了个招呼。这些日子承蒙他们照顾，帮他赚了不少金币，待把18级 BOSS 打了，独吃下那份经验，他有把握今天能到18级。快则今天，慢则明天，他便要离开新手村去主城区发展，若无特殊机缘，应该是再也不回不来了。进出，悦耳的系统提示声在耳边响起。恭喜完成特殊隐藏任务7进7出，获得特殊道具伪装。伪装使用后，您可选择固定一次效果伪装，包括 ID 姓名、游戏职业。伪装期间，不可使用本职业专属技能 ，HP 低于 50% 上限后，伪装效果消失。简单的看了一下道具介绍后，林幽眼睛一亮，可以固定伪装，那意味着自己可以多出一个身份来。虽然不能使用技能，但可以用伪装的身份跟钱商进行交易啊。要知道，他就很愁如何让金币变现呢。如今多出个伪装身份，那真是老天都帮他。想到这儿，林幽直接跑到了村里的仓库，跟守仓库的 NPC 交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后，他径直在里面使用起了伪装道具。信息仅允许创建一次。伪装 ID 姓名死亡如风，伪装职业法师，伪装等级15，等级不可大于当前等级，不可使用本职技能。那窃取技能算不算呢？林幽向辅助问道。不算，只限制黑暗术士的专属技能，天赋技能与此无关。另外，友情提醒，可以先将暗夜骷髅召唤后再进行伪装，同样保留伪装效果。嘿嘿，这样也好。林幽看着头顶的 ID 已经彻底变成了白色，白色意味在哪儿都是安全区。本来他还想着去暴风城怎么冲守卫呢，这伪装道具一出，什么都省了。切换寂寞如风，添加好友死亡如风成功。通过那伪装道具，林幽现在有2个通讯面板，甚至可以自己跟自己发私聊消息，简直是不要太方便。先出点金币，真没钱了。想到这儿，林幽又切换回死亡如风。没找水多多，一是这人不在线，二是
既然想用死亡如风的身份，那对任何人都保密最好。于是，在公屏上随便找了家有信誉的钱商，私聊问了一下，现在1斤等于 1.05 收，这价格相对之前还涨了一些。约上时间地点，林幽直接以死亡如风的身份，与那家钱商完成了10斤交易。不过出于谨慎，林幽选择的是1斤1斤交易，每交易一次，便下线看看短信，确定打款收到后，这才继续进行下一笔交易。老板合作愉快，下次有金直接联系我呀。钱商白菜多很是高兴地说道。除了日常工资外，10斤的提成还额外有1000呢。如今土豪大佬对游戏币需求越来越大，强化、改造、宝石镶嵌都是花钱的玩意儿，游戏币才是绝对的硬通货。争取这几天把金币都出了，先搬家。林幽也是个有想法的人，家肯定是要搬的，住在贫民区实在是有些危险。他倒是不怕什么抢匪，因为家里没什么值得别人惦记的东西，但就怕出现什么凶手，在他没具现出能力强，把他给突突了，这特么才冤啊！村长家，林幽刚推开门，便看到王敬夫坐在院子里悠闲地喝着早茶，看其脸色红润，明显比昨天有精神，想来齐奥拉的病是没问题了。勇士，你来了呀！村长早啊！齐奥拉的病怎么样了？虽然知道齐奥拉没事儿，林幽还是关切地问了一下。不闻不问，直接拉人打怪，不合适。呵呵，齐奥拉没事，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他带回村子，他肯定保不住这条命。王敬夫说完，直接起身，拿起一把斜靠在石桌上的大刀，刀身通体呈绿色，刀柄也有龙纹状。属性查看：绿玉屠龙。属性：信息介绍，埋葬掉落魄神兵后，王敬夫找铁匠重新打造的武器，据说里面掺杂着天外云铁和真龙骨。勇士，你看我还提得动刀吗？说着，王敬夫直接把绿玉屠龙扛在肩上。嘿嘿，当初就是跟您开个玩笑。林幽讪笑道。当初在系统的暗示下，他口出狂言，说王敬夫已经提不动刀了。可如今现实很打脸，这村长明显宝刀未老啊！勇士，去哪儿？走吧。就咱俩吗？林幽意思是不找点守卫之类的。呵呵，不需要，我一人足矣。你就告诉我要解决谁就行。王敬夫很是自信道。他虽被掏空了身子，但昨天让医师顺便给他开了1剂补药，暂时也恢复了几分状态，自诩对付那些小野怪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好，那堕落坟场的幽冥教主就麻烦您替我解决掉了。呵呵，小菜一碟，走。这种怪在王敬夫眼里都是小怪，当年他不知屠了多少头呢。队长，收到消息，寂寞如风正在往堕落坟场赶路，他现在的等级17没有升到18。好，看来他还是心急了一点。我们也集合，马上出发。第129章，快乐。因为路程远，两人在赶路之际也闲聊了不少其他事。哎，当初我就是贪杯好色了点，酒后误事啊。王敬夫唏嘘不已道。那小妖精哎，理解理解，男人总不免会犯些错。你也自责了这么多年，他又一直坚持用李百花这名字，我想他心中肯定是有你的。林幽安慰道。希望吧，借你吉言。王敬夫点了点头。这次既然有李百花的消息，他当然是不会错过的。对了，那小妖精是兽族吗？林幽似乎想起了什么。哎，是猫耳族，要不然我也不会犯错啊。那兽族真的让人更快乐吗？嘿嘿，这俩人在后面聊得起劲，暗夜骷髅则在前面奋勇杀怪。这些新手村的小怪在暗夜骷髅面前简直比豆腐还脆弱，特别是在无视防御后杀这些小怪更是轻松。你的召唤兽很不错。看到暗夜骷髅杀敌的样子，王敬夫也不住的感叹，这杀伤力很强。另一边，傲视无情等人动作也是迅速，集结之后果断的往堕落坟场方向赶去。毒蛇山谷离堕落坟场只有3个小时的路程，他们自信可以比林优先赶到，再埋伏起来，就赌这最后一次，利用 BOSS 的攻击机制击败这寂寞如风。只要能得到那件装备，便是被困死在新手村。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这辈子也都将衣食无忧，享受行会给予的福利。沿路上，傲视无情针对所有人的装备也在不停地给着建议。他装备合技能太变态，打正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所有人都换成肉装撑血。这次我们不是要跟他打正面，只要破坏他的攻击节奏，让 BOSS 保持愤怒疯狂状态就行。经过上次的失败，傲视无情也是反思过许久，怎么打，如何打，硬拼。
只要那寂寞如风有那致命链接在，一起上，一个爆炸就能把所有人带走。魔血套，待会除了牧师外，所有人都先把魔血套穿上。魔血套装穿戴等级要求17级，这套装很特殊，一共7件，每件装备单独增加300点 HP， 但也仅增加 HP， 不附带任何的其他属性。不过5件穿好后还会额外增加一个套装效果， HP 上限增加 20%。 魔血套看似属性加成不错，但平日鲜有玩家会穿，因为穿戴之后缺属性，不加攻不加防，纯粹只能撑血，除了偶尔有法师穿个散剑撑血外，基本没人会选择。并且这装备高不成低不就，出了新手村打高级一点的 BOSS 也用不着。但现在这套装备就很适合傲视无情他们这种情况，正面打不过，那就把血量撑到极致，有牧师在，又有速回血的大药，只要不被上毒秒，应该能拖延很久。我这儿还有一些加体质的极品散剑装，你们都先拿着，待会一并穿上。说着，傲视无情又将一些这几日购买的零散极品装拿了出来，分别交易到每个人的手里。这些装备也都是体质加的超高，其他属性一般，在正常人眼里妥妥的鸡肋装。堕落坟场，林幽和王敬夫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后，赶到了堕落坟场。冰冷刺骨的寒风夹杂着绵绵细雨，吹打在身上，让人感到分外的寒凉。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坟包，那些坟包上插满了早已破败不堪的精气。两人刚走动一步，前方的坟包直接裂开，一只浑身长毛红毛的僵尸从坟包中爬了出来，其身子歪斜，穿着破烂的黄色袈裟，脖子上还挂着一串大念珠。信息查看：邪恶僵尸，等级18级，生命值2500点，物理攻击力500，物理防御力350，魔法防御力150，弱点火光。介绍：生前是慈悲渡人的僧侣，未想到死后被人埋入堕落之地，发生诡异尸变。技能1：尸毒，尸毒攻击附带尸毒效果，击中目标后造成误攻成 20% 的中毒效果，持续5秒。技能2：身体强化，身体强化被攻击时有概率触发身体强化效果，物理防御增加200点。技能3：迅捷，迅捷移动速度增加 20%， 被动技能。那邪恶僵尸看了一眼林幽后，不带任何考虑，直接便向他冲了过来。第130章前夕，一团紫色的明火直接将僵尸定住，暗夜骷髅抬手便是一刀750的伤害，每秒2刀，2秒之后，你已经击杀一只18级邪恶僵尸，经验值加300，杀戮点加1。和之前一样，依旧是暗夜骷髅开刀。这零散的僵尸虽然速度快，但再快也没骷髅的刀快，因为游戏有体积碰撞设定，只要暗夜骷髅角度好，将怪物拦住，挡住僵尸的步伐，一切都很简单。看到暗夜骷髅的明火，林幽心头似乎想到了什么，以前一直偷的都是其他怪物和人的技能，暗夜骷髅的能不能试试呢？若是能双控的话，日后和人单挑，那不是能将人控到死？想到这儿，林幽大胆地试了一下，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明火 LV3。 明火 LV3 投掷出一团火焰，对击中的目标造成一定的伤害，并有大概率进行眩晕6秒，技能冷却时间15秒，还真行，下次打架有的是了。不过随着等级提升，林幽发现明火对大 boss 的控制效果越来越差，打了几只鹿骨虫王，暗夜骷髅扔了不下10道明火，可也仅仅眩晕住了一次。由此可见，这大概率触发针对的是一般精英小怪，对大 boss 这种影响甚微。远处断壁残垣下，傲视无情等人正蹲在一处隐蔽的角落，观察着下方的一举一动。他们比林幽提前1个小时到，费力清理完一批僵尸小怪后，便寻了这点藏了起来。在这里居高临下，不仅可以看到林幽的状态，还可以看到坟场中心 BOSS 的刷新情况。他的骷髅升级了，一刀能砍这么高的伤害。傲视回收战阵惊道，他们的战士砍僵尸一刀也就200多点血，可这骷髅一刀轻则750，暴击一下1500，这伤害若是不穿魔血套，除了战士外，没人能抗住2刀，确实很厉害。单靠这只骷髅，小规模群战都没人能打得过他。不过他太嚣张了，红名状态，还在高级图到处跑，也就是现在新手村的人少点，要是在主城区，敢这么嚣张的跑到野外地图，肯定要被追着砍死。傲视小蜜蜂冷笑道，所以我们才要趁他没去主城前将他结果掉，一旦去了主城，
盯上他的人可就不止我们一家，他有魔免装备的事早就传开了。傲视无情沉着声说道。没见过不信邪的玩家虽然还有很多，但跟钱商有合作关系的人，这种传闻听得多了，让这村里的钱商帮忙打探一下虚实不难。因此现在盯上寂寞如风的人真不少。魔免装备谁不想要？只要肉烂在锅里，魔免装备在大夏游戏里随便怎么斗都不会有人管。不过他带着 NPC 做什么？他们看到林幽一直在跟旁边的 NPC 说说笑笑，全然没有紧张之意。不知道这家伙的运气好，可能又触发了什么隐藏任务吧。这些人虽然看到了王敬夫，但看不到任何的等级和属性显示，只当他是个任务型 NPC， 并没觉得有太多特别之处。堕落坟场的面积不大，四角各有一杆阵旗。按照网上的攻略，只要把4杆阵旗砍断，那镇压幽冥教主的封印便会破开，然后再根据特有的打法进行战斗。那打法对林幽来说其实也挺熟，跟当初打邪龙分身有些类似，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捡到特有的属性球。不过跟打邪龙的时候也有些许多不同，那属性球会不规律的变换颜色，一旦吃错 BOSS 则会增加相应的 buff， 狂暴、嗜血、多倍暴击皆有可能。并且幽冥教主有个特性，5秒钟之内被攻击不能超过10次，一旦超过10次便会发动蓄力一击，造成范围3×3的爆炸伤害。所以这 BOSS 对一般人来说是相当的难打难缠，便是了解他的机制也得分外注意攻击节奏。一旦哪个玩家头铁连续攻击引起连续爆炸，分分钟就可能团灭整个队伍。第131章属于我们的胜利。林幽与暗夜骷髅一起清图的速度相当的快，因为哥布林杀手套有增加精神的效果，每次使用技能时有 10% 概率使自身的力量、智力、精神提高100点，持续时间1分钟，最多叠加2次。林幽时不时的也会丢几个技能，维持套装的触发状态。小鱼小虾基本都是自己带着暗夜骷髅在打，王敬夫只是饶有兴致的在后面看着情况。幽冥教主在他眼里都是小货色，这小僵尸让他打就实在是有些掉价了。呵，你们看那 NPC 就是在旁边看戏，根本就没动手的意思。正常 NPC 基本不会插手玩家的事儿，藏在暗处的人是越看越有信心。林幽带着暗夜骷髅4角清理小怪，不断的将阵旗砍倒。这一番动作很明显，今天是一定要打 BOSS， 不打 BOSS 不会去砍阵旗。随着最后一面阵旗被砍倒，坟场中央狂风大作，阴风怒嚎，电闪雷鸣，数股飓风凭空出现。伴随着雷鸣之声，一通体黑褐色的巨石雕像出现在坟场上。巨石雕像有2丈之高，其手持一杆锡杖，穿着一件锁子甲，浑身上下散发着腐朽的气息。信息查看：幽冥教主，等级18级，领主，生命值20万，物理攻击力1300，法术攻击力1000，物理防御力700，魔法防御力700。技能1：信仰否定，被幽冥力量击中的敌人每使用3次技能会受到1秒的眩晕，技能持续时间3分钟。技能2：越战越勇，当幽冥教主 HP 低于 50% 以下后，每再损失 1% HP， 物理攻击增加 1%， 法术攻击增加 1%。技能3：蓄力一击，5秒钟内若受到的攻击大于10次，幽冥教主将发动蓄力一击，造成物理攻击呈 100% 的范围性伤害。技能4：死亡之握，发动时有 30% 概率将选中的目标强行拉到自己的面前进行疯狂锤击。技能5：幽冥领域，幽冥教主可以在自身3×3范围内生成一片特殊的领域，正面追击他的任何敌人，攻击速度负 20%， 移动速度负 20%。技能6：生命回复，脱离战斗状态，每秒回复 1% HP， 和网上得到的信息资料基本一致。幽冥教主的实力很强，打幽冥教主，按网上的攻略，至少的200个17级以上的玩家配合好才搞得定。一旦攻击顺序出现错误，让 BOSS 连续发动蓄力一击，那基本就只有等着团灭了。3×3的大范围攻击，连续触发3次，神装战士都不见得受得住。村长，等下我毒上了，你再出手啊！看着 BOSS， 林幽没有急着让村长直接干，首先他得把 BOSS 的毒上好，把仇恨拉住，不然若是仇恨值不在他这儿，王敬夫把 BOSS 干死了可没经验奖励啊。
你准备好，给我说一声就行。王敬夫看了一眼那幽冥教主，自顾自地找了个地方先坐下。这种小货色，费不了什么力气。若是以往，他都不屑多看这幽冥教主一眼。看，那个 NPC 坐下了，看来只是个任务观众。傲视飘雪指着王敬夫说道：“这次咱们搞事，既要爆了他的装备，也要坏了他的特殊任务。嘿嘿，这样搞，不知道他现实世界会不会被气死？”傲视的这群人，已经抱着必死和永久被困新手村的决心，要干这最后一场。成了，什么都有；失败了，还有200万以及行会的后续承诺。大家注意，只要刷出黑色属性球，我们就按照刚定好的计划，分阵型，轮流上。法师、弓箭手直接点 BOSS， 触发那蓄力一击；战士则两一起，想办法吃让 BOSS 狂暴的属性球。仇恨只要在寂寞如风那里，那 BOSS 必然会缠上他。他的无敌只有10秒，只要无敌一结束，咱们就果断点出击。吸取了上次教训的傲视无情，这次也是相当的果断，犹豫就会败北。上次只要他不那么迟疑，也许已经解决这寂寞如风了，所以这次他一定不会错过。队长，收到。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机会只有一次，他们相信以性命为代价，一定会有个好结果。林幽向前靠近一步，迈入幽冥教主的攻击范围。幽冥教主身上的石化效果瞬间解除。桀桀，愚蠢的人类，感谢你解除我的封印，所以我赐你死罪。幽冥教主看着林幽，露出森然的笑容。同时，一颗黑色的属性球落在坟场角落。黑色属性球触碰后，增加幽冥教主 100% 移动速度、100% 攻击速度、100% 暴击率，持续时间2分钟。黑色属性球，是老天都帮咱们啊！傲视无情兴奋地捶了捶旁边的巨石，刷在角落里，仇恨又在寂寞如风呢。这一切都太合适了。在看到林幽将毒丢在 BOSS 头上后，傲视无情的心颤了一下。没想到老天这么给机会。要知道，黑球刷新的概率是最低的。没想到这寂寞如风这么倒霉，第一次就刷了黑球。兄弟们，跟我冲，把那黑球吃了，胜利就是我们的。第132章击杀。看着那幽冥教主，林幽没有半点惊慌，先上了毒，然后顺势用起生命汲取的技能。这技能每秒能吸收对方34点 HP， 虽然量少，但施法范围远，可以尽量保证幽冥教主时时受到他的攻击伤害。仇恨，只有拉住仇恨，剩下的才敢放心交给村长。这丰盛的 BOSS 经验，他是真不想错过呢。村长，可以了。林幽朝坐在远处的王敬夫喊了一声。王敬夫起身，一把将插在地上的绿玉屠龙提了起来，然后一步步朝幽冥教主走去。此时，傲视等人还在急速冲刺，根本没工夫看场地中的情况。在无人吃球的情况下，属性球的存在时间不会超过2分钟。一旦属性球再次刷新，这大好的机会可就错过了。勇士，看好了！王敬夫走到林幽面前，看着那幽冥教主，脸上露出正品龙王般的笑容，然后乱神斩！王敬夫一声轻喝，手中的屠龙刀猛地向前一划，一道深绿色的刀芒瞬间出现，如青龙一般直接斩向幽冥教主。那霸道无比的刀芒，看得林幽眼中都炙热无比，真是特效跟着等级走啊！恍然一瞬，他甚至想转职成战士。198000，恐怖又吉利的数字在 BOSS 头上飘起，一刀便把 BOSS 砍到只剩2000血。这虽然知道村长很厉害，但真没想到会这么厉害，一刀差点直接秒了这 BOSS。这伤害属性真是爆炸！哎，我的腰！一刀挥出，王敬夫瞬间觉得腰力有些不支，赶忙用左手把腰撑住。很明显，他没法再挥动这么霸气的一刀了。幽冥教主看着王敬夫，直接退了几步。这尼玛的伤害太恐怖了吧！他出场还没1分钟呢，这差点就要被秒了。突然，一道提示在林幽耳边响起，受到黑色属性球影响，幽冥教主进入狂暴状态，移动速度正 100%， 攻击速度正 100%， 暴击率正 100%。谁把属性球吃了？林幽心头一愣，因为 BOSS 出现的缘故，他只扫了一眼属性球的颜色后，之后便再未关注过。转身回头一看，不正是傲视那帮老熟人吗？看情况，这些人也是准备的有点久。10个人跑来这儿抢吃黑色的属性球，明显就是想干自己啊。不过还真特么聪明，每次都想借刀杀人，想借用 BOSS 的力量来干自己。
本来我还愁在哪儿搞点金币呢，这又送上门了。林幽暗喜道，他对杀人兴趣不是很浓，对敲人才是更有兴趣，钱才是要紧的事。不过幽冥教主属性暴增之后，不是想着杀人，看了王敬夫一眼后，这丫竟然直接拔腿就跑。还想跑？骷髅兄弟追上！因为有毒和生命汲取的缘故，现在 BOSS 血量不到2000，只要让骷髅砍中3刀必死。可这家伙若是脱离战斗，把血回上来就麻烦了。毕竟谁也不知道这老村长还行不行。队长，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呢。傲视无情等人呆愣地站在原地，看着那追着 BOSS 跑的寂寞如风面面相觑。之前他们是急赶着跑下来吃属性球，没有看到王敬夫出刀的场景。待把属性球吃到后，就看到寂寞如风追着 BOSS 跑，这他妈什么情况？太玄幻了吧！这画面是有些似曾相识。不过上次是陆谷虫王追着寂寞如风跑，服用疾风药水成功，您的速度增加200%，持续时间2分钟。看到还有他人在，加上 BOSS 的血已经不多了，林幽直接喝了一瓶疾风药水，只要跑得快一点就行，绝对不让这 BOSS 触发回血机制。快！攻击 BOSS 触发他的蓄力一击。傲视无情反应还是很快，他们现在已经被寂寞如风看到，这新手村回去后怕是出不来了。既然如此，不如奋力一搏。不过这次老天没有给他们机会。明火随着林幽手中的一道火焰丢出，幽冥教主直接被定在了原地。明火虽然对大 BOSS 的触发概率低，但也有触发的机会。6秒眩晕，什么都够了。一招把暗夜骷髅拉到了面前，随后窃取成功。恭喜技能死亡之握，有30%概率将选中的目标强行拉到自己的面前。击杀之前，林幽把 BOSS 的死亡之握给窃取了下来，这技能待会会很有用。这几个送宝童子可不能跑了。随着暗夜骷髅的3刀落下，恭喜您击杀幽冥教主成功，获得经验值10万，您的等级获得提升。恭喜您获得天赋神石，恭喜您获得金色宝箱成衣，恭喜您获得特殊道具闪烁匕首，恭喜您获得幸运卷轴。您的击杀 BOSS 总时间为3分10秒，现已经为您记录在排行榜。世界通知，大夏区玩家已经顺利完成幽冥教主击杀，挑战排行榜正式开启。72小时之内击杀幽冥教主，用时最少的玩家团队将获得特殊奖励，玩家归属国将获得巨献资源奖励。世界通知，世界通知！同一时间，所有在新手村的玩家都陷入震惊嫉妒之中。这么快，挑战榜就开启了？这一届的玩家这么强的吗？这新手服才开了几天啊？不会是上次那通关哥们带队的吧？大夏玩家这妖牛逼吗？大和国、狼桑他们只是先击了幽冥杀教主而已。但您不用紧张，全养军和狗养军正在组织训练，我们也在搜集杀手套装，3天之内绝对能完成击杀幽冥教主。我没有把握能把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一穿着忍服戴着面具的黑衣男子恭敬地跪在地上说道，根据历史经验，先击杀 BOSS 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巨献奖励跟用时时间有关。为了得到巨奖励，他们大河区的勇士可是自愿准备了许久。优西，小泽君，这件事国家不便直接参与，但请你告诉他们，我已经准备好了河水，随时准备好为勇士接风洗尘。小狼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小泽的肩膀，有的是，在他不便开口的情况下，腿子们能主动会意，倒是能让他轻松不少。比方说爱国的国民自愿组织起来，组建团队为国争光，能有什么问题呢？第133章又敲一笔。大夏，这是谁的队伍？这么早就把幽冥教主给杀了？不过也不要紧，只要我速度足够快，荣誉就还是我的。毛人雨风一边猎杀哥布林，一边暗叹道，他的哥布林杀手上衣还没刷出来，还没有把握去干那 BOSS， 但他不急，跟所有团队一样，猎杀 BOSS 看的是最短时间72小时内，他的团队成员还能升上一级，装备也能更新一番，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事真不能着急，他们要的不只是击杀 BOSS， 还希望拿到最终的巨献奖励。另一边，队长，我们好像已经完了。不是好像，是真的完了。傲视无情苦笑道，没出世界公告前，他们还抱着一丝希望，世界公告一出，他们顿时心如死灰。太快了，寂寞如风杀 BOSS 太快了。看了一眼聊天记录时间，从山上开跑起算，
再到出现世界公告，前后时间不超过5分钟。5分钟击杀幽冥教主，这他妈什么概念？20万的血啊！1分钟打4万，高等级神装战士也不过如此吧？现在对他们来说，这已经完全没得打了。一切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空谈。什么魔血装，什么33制计划，什么战士互助卡位，都是笑话。我觉得我们就像小丑一样。傲视飘雪叹道：“他们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想跟寂寞如风以命换命，所以准备了诸多东西，耗费了无数资源。可没想到，他们只吃到了一个黑色属性球，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脱离了他们的掌控。看着逐渐走近的寂寞如风，他们没有选择下线，也没有选择逃跑。方才吃了黑色属性球，已经预示着双方彻底成了敌对关系。以寂寞如风的性格，定会禁止他们出行新手村。这个号废了，山号已无可能，这辈子算是彻底告别游戏了。现在他们想保留最后的尊严，慷慨赴死。你们倒是有胆量，竟然不跑了！林幽窃取了 BOSS 的技能，正是想在他们逃跑的时候将其抓回来。没想到这10人竟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来是想慷慨赴死了。傲视无情的脸上出现一丝森然苦笑，逃又能逃到哪去呢？新手村是你的天下，只要你禁止我们出入，我们这辈子也不可能离开新手村。输就是输了，我们也不想打嘴仗。虽然你的运气确实很好。傲视无情很坦然，正面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到哪儿去，他们还能怎么办？你倒是想得挺开。林幽点了点头，这家伙把什么后果都想到了。不过就没想过再争取一下吗？费这么大劲，把等级练到这么高，应该费了不少钱吧？所以花点钱赎身很合理吧？要知道，就是把这群家伙关在新手村一辈子，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卵用啊。他想要什么？金币，金币，金币！如今有了新的身份，又有宠物蛋要养，他必须得多搞点金币才行啊！想不开又有什么用？虽然我自认为我的天赋也不错，但你的运气确实够好，不仅可以魔法免疫，还有超凡的装备。只要不死，你绝对是未来华夏第一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抛开其他因素，傲视无情给林幽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今天他们亲眼见证了林幽击杀 BOSS， 也算是见证了历史。5分钟内，任何时代都没出现过这样的强者。如果寂寞如风不死，装备不被爆，那未来绝对可期。死在未来人族这强者手上，也是一种荣誉吧。动手吧！傲视无情等人的手拉在一起，死就死得干脆点，这样下线后也能给行会一个交代。呵呵，你们也不用这么紧张，我对关禁闭这种事儿也没那么感兴趣。揽月当初那么追杀我，不也被放了吗？只要有缘。其实我这个人也是很好说话的。林幽暗示道：谈钱不好吗？又不是现世界，杀了人能彻底灭口。一旦他离开新手村，禁闭规则就会改变。这些人日后只要上线一次就能发现，根本就没有永久禁制在。有缘。听林幽这么一说，傲视无情眼前一亮，都是聪明人。用揽月举例，不就是说加钱就行？如果加钱就能办到的话，他们肯定愿意花啊。谁想一辈子被困在新手村？众人一番私聊交谈后，很快确定了下来。花钱买平安，加钱，那您看100金可以？傲视无情试探地问了一句。100金？林幽眉头一皱，当时可是在揽月，可是花了400金呢。这100金缺点意思啊？我们的意思是每人100金，一共1000金。您看可以？看着林幽紧皱眉头，傲视无情赶紧补充道：他们每个人账上都有傲视雄霸提前给的200万，所以每人给100金还是没问题的。可以，不过你们的快点，明天上午我想见到钱。林幽想了想道：只要拿到钱，他便准备马上离开。啊？明天上午？怎么？有问题？不是我们不想立即把金币给您，实在是钱商手上也没那么多金币现货啊。您看这样成不？我们可以签订契约，明天给你1半金币，剩下的金币3天之内，保证3天之内给到您。同时，我们可以在契约中保证，今天您击杀 BOSS 的详情绝对不外泄。傲视无情很有诚意地说道。现在确实没那么多金币可换。一番思索后，林幽点了点头。其实信息外泄的事儿，他不在乎，他的信息被泄露的不少了。但金币这东西，的确是个紧俏货。
他也不着急这一天，既然对方敢签订契约，那3天后他便等着收钱就行。待契约签订好后，林幽见这几人依旧没有行动，你们怎么还不走？大佬，可能还得麻烦你送我们回城，不然我们没法给行会交代。傲视小蜜蜂颇为无奈地说道。为了让他们顺利完成任务，行会可是费了大价钱，如果毫发无伤的回村，肯定会被人怀疑，还是得死回去才行。您击杀了傲视无情，您击杀了傲视小蜜蜂。待杀完这10人后，林幽才有空研究刚得到的好东西——闪烁匕首。特殊道具，使用后可以在自身3×3范围内进行一次空间跳跃，冷却时间10秒，使用次数无限制。第134章，新的主人。闪烁匕首对林幽来说，不管用来追杀还是逃命，绝对是个好东西。10秒的冷却时间，加上它超高的移动速度，放着风筝丢毒和致命链接，想想就会觉得很爽。幸运卷轴有一定概率使装备幸运额外增加1点，幸运值影响装备掉落以及触发特殊事件概率。看了一眼介绍，林幽掏出幸运卷轴，在系统的提示下，卡好时间，直接将其拍在赤金权杖上。恭喜！您的武器获得祝福，幸运值+1。黄金宝箱必出1件黄金装备，无等级限制。黄金宝箱，看着黄金宝箱，林幽没有急着马上打开，而是沉着地思考了一下。他身上现在一共有2件黄金装备，一件是血魔护肩，增加7%的物理法术暴击，另一件是异变露骨的毒牙项链，可以增加毒素标记。这2件装备看似都很不错，但都是散装，没有成套的效果在。如今它是2件金色散件加6件紫色套装的混合搭配组合，随意替换的话，伤害收益增幅不会太大。哥布林杀手套，就目前来说，再用个几级都没问题。若是如此的话，倒还不如把金色宝箱先留着，等再凑上几个箱子一起，直接开出完美的套装来。待把装备的事研究完后，林幽直接将那颗天赋神石使用掉。他也没想到运气能这般爆棚，除了技能石外，他最缺的就是天赋神石。有天赋神石，他便能窃取储存更多的技能，再不用像现在这般偷一个丢一个。很多好技能不是他不想要，实在是没地儿装啊。这升级新解锁的职业技能好像也还不错。林幽看着提示，心中暗道：保命！保命！主动技能，使用后在5秒内受到任何致死伤害都将强制保留1点 HP， 技能冷却时间1分钟。这技能差不多等于一个小无敌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对其他人使用。只要卡好时间，在 BOSS 放大招的前夕给骷髅套上，那就再没人能秒掉这家伙。5秒的时间足够让这家伙把血给吸上来呢。隐藏职业升级给的惊喜还真不错。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18，经验125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25002500， MP 750，力量200，智力300，精神590，敏捷66，体质250，幸运+8，物理攻击400，法术攻击700，精神力攻击590，物理防御力34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180，物理闪避16.1%，物理暴击率8%，法术暴击率18%。装备：哥布林杀手套装，异变露骨的毒牙项链，赤金魔龙权杖，血魔护肩。技能：暗夜骷髅，等级 LV18， 忠诚度100%， HP 3600， MP 900，物理攻击180，基础攻击加590，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360，魔法防御360，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村长，您休息的怎么样了？林幽把一切都研究的差不多了，这才去找那还在原地休息的村长。方才这一刀直接将王敬夫的腰力掏空，之前那举重若轻的屠龙刀都有些拿不住了。王敬夫扶着插在地上的屠龙刀站了起来，想借着力一把，刀身只是轻微的晃动了一下。王敬夫有些诧异，然后又是用力一把，可这次刀是直接纹丝不动。村长，这回家的路还有些远，这种拿刀的粗活还是让我来吧。林幽十分善解人意地化解起王敬夫的尴尬来。他也没想到，之前还勇猛无比的村长，现在竟连刀都拿不起来了。这
实属有些尴尬。王敬夫点了点头，他也不想逞能，这回家的路还有些远，要是再把腰给闪坏了，日后还怎么去找百花？待王敬夫同意后，兄弟，拿刀！林幽直接朝暗夜骷髅喊了一声。没办法，这把武器有些沉，他掂量了一下，根本就提不起来。又因为这武器现在是 NPC 专属之物，他也没办法收进包袱里，所以眼下这情况，只有让自己的好兄弟来扛了。这么些日子，他俩都并肩作战，相信他肯定是乐意的吧。暗夜骷髅看林幽的眼神，明显有一种错愕，似乎有些困惑。困惑这家伙对兄弟这词儿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杀人放火、踩陷阱的事儿就不说了，现在苦力活也都安排在他身上，这能是兄弟干的事儿？不过困惑归困惑，100%的忠诚度要求他，凡是林幽下达的指令都要不折不扣的完成。枪！骷髅将自己的骨刀插在背后，然后轻轻一把，很是轻松的便将这绿玉屠龙提了起来。看着前方刚刷出的一只邪恶僵尸，他尝试着挥了一刀，一道青绿色的刀芒直接朝邪恶僵尸斩了过去。1000，没出暴击的情况下，这伤害已经超过了他面板上应有的数据。你这家伙竟然会用这把刀的特殊技能，有点意思。王敬夫看着暗夜骷髅，眼中有金芒闪烁。这么多年，他见过的召唤兽不下10万，可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家伙，确实有点意思。难道这把刀该换个主人了？第135章病娇的雨琼。好嘞，以后一定要搞个坐骑。现实世界，林幽缓缓睁开双眼。今天杀 BOSS 倒是没费什么劲，但来回走了8个小时的崎岖山路，把他折腾的有些够呛。要不是看王敬夫都一个人走路，他还真想让好骷髅背他一把，直接背回村得了。你这是干嘛？林幽回过神，看到雨琼正以公主跪的姿势跪在自己的腿前，黑色的 JK 制服短裙，诱惑的纯白丝袜，这满满的制服诱惑感让他感到一丝特别的危机。这丫头是想干嘛？一般来说，这丫头打扮的越诱惑，代表着越危险。呵呵，我想干嘛还用我多说什么？雨琼说话之际，将右手食指轻放在唇上，微微的舔了一下，又欲又性感。若是有其他的靓仔在，怕是要忍不住了。你不说我怎么知道？看到雨琼这模样，林幽不住把身子往后挪。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丫头无缘无故发福利，准没什么好事儿。不是抓到了他什么把柄，就是要预支钱。我亲爱的哟，今天你的卡上突然多了10.5万，难道就不准备解释一下吗？雨琼的眼眸弯得像月牙，配合着那诡异的穷笑。林幽心头顿时一颤，大意了，只顾着兴奋，忘了删短信了。这丫头肯定是惦记上这笔钱了。我说我运气好，打出一件好装备卖了，你信吗？林幽试着说道。哟，咱家里可不兴说谎啊，你能打出好装备，这话你自己信吗？雨琼的目光闪烁，明显就是不信。现阶段价值10万的装备不是没有，但这家伙的运气他曾是领教过的，脸太黑，他甚至都怀疑这家伙的隐藏幸运是不是负数。当初陪他打了那么多怪，哪怕是残血的大怪让他杀，都没爆出过什么好东西来过。这才进游戏几天呢，就能赚这么多钱，你说他信不信？怎么，你为什么就认为我打不出好装备呢？你又进不了游戏，怎么猜到的？林幽有些疑惑，这丫头又进不了游戏，凭什么认为他没有打出好装备呢？林幽的反问让雨琼微愣了一下，但机智如妖的他很快就想到了该如何应对。哟，算算日子，咱们在一起也有5年了吧？雨琼抬头望了一眼，然后呢？这5年里你运气是啥样都忘了吗？刮彩票同行人都中，就你不中。骑自行车也赢，每次出去必爆1台，就连上次买饮料99.9%中再来1瓶，可你都能连续3瓶全中，谢谢惠顾。雨琼不紧不慢将林幽那些事儿一件件的数了出来，以此佐证这家伙的运气确实一向都不好。果然，听雨琼说完，林幽的脸都绿了。没错，这5年里他的确是有些运气不好，干啥啥不顺，感觉像是被梅神附体了。不过好像在这丫头没出现前，他的运气也不算差呢。所以你现在觉得我的猜测合理不？雨琼的目光越发的狡黠，他可是知道不少林幽当初在游戏里的事儿。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就是在0303号新手村出生的呢。不过也有些奇怪，外面传疯了的0303号新手村的高手寂寞如风，他脑中竟没半点印象，仿佛这人是凭空出现的。确实挺合理的。看着雨琼，林幽无奈地摇了摇头，照着这丫头的推断，真是半分错的没有。并且这丫头还刻意保留了一件事没说，那就是她竟然能检测出3个负面词条来，这运气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真不信系统未激活之前还有谁会比她更倒霉。现在她系统激活，得到了逆天改命的机会，可惜这丫头没法进游戏，不然她还真想带着她在游戏里好好纵横驰骋一番呢。可惜她进不去，所以这钱是哪儿来的呢？不会是哪个富婆看上你了吧？其实雨琼对钱不感兴趣，她主要是怕林幽被些许改变命运轨迹后，找富婆直接走捷径。一旦林幽选择走捷径，投入富婆的怀抱，那她就只能让她挑个好墓穴和好日子，一起共赴黄泉了。没办法，愈发病娇的她绝不允许其他人把林幽带走，能带走林幽的人只有她。这家伙，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没有人可以改变。富婆，你想多了，我林幽就是饿死也绝对不会找富婆。不过你既然问了，那我就照实说了。0303号新手村卖人头的事儿，你看过新闻吧？看着丫头那自信的模样，他已经不准备多说什么装备的事，因为哪怕现在告诉这丫头自己就是寂寞如风，他能信吗？他进不了游戏，又验证不了自己的身份，肯定会认为自己又在吹牛，然后接着瞎猜下去，整成一个死循环了。听说过。雨琼点着头道，这新闻当初挺火，谁都没想到竟还有这种隐藏任务，并且还是那个寂寞如风先完成的。所以200一次，我卖了500多次，这收益就很合理吧？林幽也是佩服自己的脑袋，竟然能想到这么个说法。倒是合理，没想到你倒是挺有商业头脑的呀。雨琼点了点头，这么算的话就很合理。所以你能不能别跪在我面前了？这感觉我看着有点别扭。看着雨琼那郁郁的脸，林幽生怕自己把持不住，又没让你给钱，别人我还不给看呢。就在雨琼起身之际，他似乎又想起了些什么，他还是想确认一件事，确认林幽在游戏里命运轨迹到底有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对了，你游戏里的 ID 名叫什么？第136章，请叫我寂寞如风。嘿嘿，听好了，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请叫我寂寞如风。林幽的嘴角微微轻扬，带着一丝笑意说道。说完后，特意的观察了一下雨琼的表情，意料之中，和他之前猜的一样，这丫头脸上毫无任何惊喜，反而有些蹙眉。哟，你能正经点不？我没跟你开玩笑呢。雨琼撇了撇嘴，这开什么玩笑呢？除了寂寞如风外，哪怕随便说个人名，他或许都能信，可叫寂寞如风，他是真没法信。那等可以搅和风云的人物，怎么想也跟林幽不搭边呀。并且刚才这家伙不是还说了，靠卖人头赚了10来万，寂寞如风需要卖人头，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看着雨琼那不幸的样子，林幽也是明白，除非在现世借据献出能力，让这丫头眼见为实，不然这丫头的想法始终会跟正常人一样。毕竟谁能想到她可以得到系统逆天改命呢？说得越真，这丫头只会觉得自己越吹越厉害。好吧，我坦白了，我其实叫死亡如风，纯情小法师一枚。林幽想起了伪装的名字，便直接说了出来。这要是不信，他就没法了。反正这丫头也验证不了。死亡如风。听到林幽说出死亡如风这4个字，雨琼暗暗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个名字，只是职业变了。他记得这家伙之前的职业是召唤师，因为个人没有输出能力，又不抗揍，只能靠召唤兽去打伤害。没想到现在竟然选择了法师，看来很多事都发生着连锁反应。好，现在我们可以出去吃饭了吧？吃啥？今天不会又去吃腰子吧？嘿嘿，腰子好啊，你看我吃了腰子，身体多棒。林幽想起那美味的腰子，忍不住舔了舔嘴唇。多棒？雨琼的脸上露出一丝狐疑，这家伙明显是铁男好吧，自己都穿成这样了，都不见他有额外的加钱动作，真怀疑他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去不去我就帮你打包回来。去！雨琼果断道，他能不去吗？昨晚还有杀手要干林幽呢。
他要是不跟上，万一这家伙的腰子被嘎了，那怎么办？另一边，傲视行会新区公寓，熊哥，那寂寞如风确实很强，我们10个齐上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次任务失败了，我们都被杀到了16级。傲视无情和另外9人坐在会议室里，都有些紧张地看着傲视雄霸。虽然在下线前，他们已经私下商讨过应对之策，但真正面对傲视雄霸的时候，不免还是有些畏惧。要知道，傲视雄霸5年前便进了游戏，早就具现出了强大力量。傲视雄霸看着这些人，手指轻轻地在会议桌上敲击。出乎傲视无情的意料，傲视雄霸并没有爆发出雷霆怒火，只是简单的询问了一句寂寞如风的能力是否有新的变化。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宽慰了他们几句后，便让他们回去继续在游戏里努力升级。他们虽然疑惑，但也不敢多问，毕竟没受责罚已经非常幸运了，哪敢再蠢到去触怒呢？待傲视无情等人走后，傲视雄霸拿起手中的电话，直接拨了一个号码。喂，西瓜哥，任务失败，那寂寞如风强的有些离谱。无情他们确实尽力了，这群孩子的天赋都很不错，我想责罚就免了吧。明白，装备的事我一定放在心上。他现在还是红名，带他去了主城，只要我们的人集结到位，他绝对跑不了。哟，你都吃了8盘大腰子了，真就没什么感觉吗？雨琼拖着脸，特别好奇地问道。要不你尝尝？林优顺是夹了一块，就要往雨琼的嘴里塞。不要，我可不喜欢吃这种东西。雨琼连连摇头，他可不喜欢吃这么补的东西。腰子很下饭。林优本来今天就饿坏了，愣是干了4碗米饭，这才舒畅了下来。吃完饭，想去哪儿逛逛不？正好没事儿，我陪你去走会儿。林优问道。今天在游戏里抛了一天，待会散步走一圈。回家后，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下。今天该刷的图也都刷完了。至于那些个 BOSS 地图，像巨魔、陆谷虫王之类的，基本上时都有15、16级的玩家团队蹲点守着，只要刷出来，基本很快就会被打掉。当然，他也可以去蹲守，只是那些人一见他就特别客气，一口一个峰哥好，一个马屁接一个马屁的轮流拍。若是遇到 BOSS 恰好刷了，还会主动把 BOSS 让给他，说是想见识一下大佬如何单挑 BOSS 的，生怕林优一个恼怒把他们全关禁闭。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他的性格一向是吃软不吃硬，别人越是客气主动，他反倒也没了硬抢的心思。加上每种 BOSS 除了首杀大概帅会爆好东西外，其他时候爆率都特别低。0303号新手村从开区到现在，除了他首杀巨魔爆了一块行徽令外，剩下的巨魔愣是啥也没爆过，所以抢也没啥用。有这精力，不如明天去主城看看呢。那我们去中心湖公园看看吧，听说这几天有彩灯表演呢。雨琼有些憧憬地说道。天天宅在家，其实也挺无聊的呢。只是林优之前不是忙着读书，就是忙着游戏升级，他便是想让他陪，也没办法呢。难得今天主动一次，也行。林优点了点头，那公园夜景不错，并且不检查身份证。第137章，什么是真正的废物？中心湖公园。云密，最近练级真有点累啊。咱们小队自打进入游戏后，还是第一次线下交流呢。一齐耳短发，穿着 T 恤牛仔的女子轻笑着说道。是啊，天天练级打怪，人都要崩溃了。云密苦笑道，确实挺累，被寂寞如风杀了一次，又被他关在新手村困了一天，等级一下就落后人不少。按照原计划，本来后天就可以到18级的，生生的又得被拖上2天，所以这几天他们几个是拼命的升级。今天把疲劳刷到上线了，这才约着出来，想在散心的同时考虑一下今后的发展计划。不过也还好，那寂寞如风收钱办事，把咱们都给放了出来，不然号肯定废了。想到这儿，云密又轻叹了一声。你俩也别想那么多，那寂寞如风也就现在能在咱们的新手村能称王称霸，到了主城，想收拾他能收拾他的人多了去了，到时候咱们就看他会被爆成什么样吧。随行的光头男子歪着嘴冷笑着说道。随着寂寞如风的名气增大，打他主意的人自然也是不断增加，不过基本都有一个共识点，要装备不要人。这游戏已经开服10年，主服玩家的等级都不低，纵然新区玩家进主服后会有一定的额外补偿经验加成，但想追上第一梯队的玩家，除非在游戏里有特殊的奇遇，不然真没什么可能。所以
对那些老玩家来说，要人干嘛？把寂寞如风装备搞到手，直接便可转换成战力，比费心费力花几年时间培养一个新人强多了。更重要的是，一个新人穿这么好的装备，他们还得随时派高手保护，防止其在游戏里被人爆了。所以，不管怎么算，挖人的价值都不大，不如杀了爆出来，一劳永逸。对于光头男的话，除了云蜜外，其他人都点头称是。这种观点，其实不少0303号新手村的玩家都认同。怀璧其罪，装备强，天赋弱，又杀了这么多人，名字红的不能再红了。一旦死亡，浑身被爆个精光，怕是马上就会被打回原形。没有磨免的寂寞如风，纵然跑得快，可以躲战士攻击，但又如何能抗住铺天盖地的大规模法团伤害呢？所以现在越嚣张，日后就会越惨。那家伙好像有些眼熟呢。光头男子无意瞥了一眼，看到林幽正牵着一戴着鸭舌帽、穿着 JK 制服的女子，他对林幽倒是无感。不过那穿着 JK 制服的女子很是惹人眼，那纤细苗条的身材，诱惑的黑色丝袜，腿花，不弱于云蜜的曲线。这预感太强烈了。是谁？随行的寸头短发男也跟着目光瞧了一眼，这一眼，他倒是认出了林幽，那帅逼的样子，他是真心有点嫉妒。这家伙，游戏里不行，外面倒是挺行的啊。其而短发女也把林幽认了出来。当初林幽拒绝云蜜的邀请，提出单恋，他便认为林幽有毛病。现在时间都过了1周多，怕是连10级都不到吧？云蜜不去打个招呼吗？有人轻笑着说道。不了，我现在跟他也不是那么熟。云蜜很是淡然地说道。从林幽最后一次拒绝他的好意，让他在队友面前失了面子开始，他的心态便有变化。后又随着寂寞如风的出现，再加上他爸爸的叮嘱，他已然看清，他跟林幽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林幽的天赋等于没有天赋，除了靠颜值外，根本没有任何可取的地方。云蜜没有去找林幽，也没刻意避着林幽，依旧跟着队友边看着花灯，边聊着日后的计划。闲逛许久后，幽啊，你看那荷叶灯好漂亮啊！雨琼指着湖面上飘散的河灯说道。这么久，他还没玩过河灯呢，喜欢就买些玩吧。林幽对这丫头倒是真心舍得花钱，以前是如此，现在有了赚钱的渠道后更是如此。他就琢磨着怎么把金币快点的兑换完，然后以什么样的理由去市区买房子呢？雨琼在老板那里买了一个最大最漂亮的河灯，然后取出一张纸条，极为认真的在上面写着祝福心愿。待把一切写好之后，这才虔诚的把河灯放在水里，借着风看着河灯朝湖中心飘去。正待林幽和雨琼看着河灯，心中怀揣着美好心愿的时候，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在2人的耳边响起。这不是头铁励志哥吗？真巧啊，没想到咱们还能在这儿遇到。那短发寸头男子看着林幽，戏谑地说道。他们逛了一小圈，也准备再放个河灯祈福一下，希望游戏里能更顺利一些。可没想到，还真巧，在这儿放灯点，又遇到了林幽。可惜，云蜜上厕所去了，暂时不在，不然这见面可就热闹了。头铁励志哥，什么意思啊？雨琼回头，有些疑惑地看着寸头男子，他不知道林幽与这人有嫌隙，所以很好奇这头铁励志哥是啥意思。看着雨琼那纯玉的脸，如银铃般清脆动听的声音，此刻寸头男的心仿佛是要化了。他认为他有义务和责任拯救这天真美少女，使其脱离这废物的手掌。帅有毛用，这是个用实力说话的世界。是挺巧啊，看来是想练练手啊。林幽看着这几人，脸上也是有丝丝笑意。之前的学校里的事还没完呢，没想到这群家伙又送上门来。今天吃了这么多腰子，他正愁没地方泄火呢，正好干上一架，发泄一下精神，晚上睡个好觉。寸头男奸笑地看了林幽一眼，继续对雨琼说道：美女，头铁励志哥的意思就是这家伙有3个巨废天赋，还想在游戏里单练升级，你说是不是挺励志的？他要把林幽拆穿，使其恼羞成怒，再顺便约个架，把这家伙揍成猪头，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在他说完，那短发女也接话道：美女，这家伙就妥妥是个无能的废物，要天赋没天赋，要钱没有钱，还说要单练，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毛病？这几人说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嘲讽，也是想把林幽激怒，再合理的约上一架。这世界，国家是允许挑战的，因为与凶兽在现世界的战斗随时可能丧命，所以人类必须要有热血和激情，只要不闹出人命，
在签订好格斗协议的情况下，可以随便约战，只要双方都同意规则，事后不允许任何一方找对方麻烦。看着这几人对林幽的嘲讽，雨琼的眼神逐渐开始变缓，那冰冷的眼眸显得愈加恐怖，病娇的脸上鬼笑浮现，敢在他的面前骂林幽是废物。今晚他的双手看来又要燃血了。想到这儿，雨琼将帽檐压了压，将自己那杀人的目光挡住。哟，我们先回家吧，这些人好无聊呀。他决定先把林幽忽悠回去，再出来把他们全部废掉，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废物。第138章，善良的姑娘，这女的到底是什么身份？那家伙竟然这般听她的话。寸头男子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很是疑惑地说道：方才他们的点火很成功，明显已经激怒了林幽，可那白毛少女挽住其的胳膊，在耳边轻语几句后，林幽便被那白毛少女拉走了，似乎对他们很怕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奇怪。呵，算了，别管他了，那种靠脸吃饭的货色不值得我们惦记，等咱们能力俱现了，想教训他机会多的是。齐儿短发女冷笑道。不知为何，他看林幽就是很不爽，这种没本事又没钱还住贫民区的人，现在竟敢谈了这么漂亮的女友，他更是觉得其无耻。在他看来，这种人就该被铁拳教训，穷逼不配有谈感情。你这丫头刚一直拉着我干嘛？我刚腰子吃的太多，正想放松一下呢。待被雨琼拉走远了，林幽不解地问道：唉，我不想看你受伤吗？虽然我知道你很勇，但你又不许我随便出手，他们有3个男的呀，要是你被揍了怎么办？我可不想看到你受伤。雨琼轻轻抬头，明澈纯粹的眼眸紧紧地盯着林幽，拳脚无眼，若是那张帅脸上挨上一拳，他会很心痛的。在他心里，林幽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要揍也只能他来揍。你，算了，咱们回家吧。林幽看着雨琼，欲言又止。他当然知道这丫头是为了他好，真是个善良单纯的姑娘啊。林幽心中无限感慨，这丫头平日虽然任性野蛮，但舍不得看她被欺负，能力也只有把能力具现出来，这丫头才会相信她的实力，相信她就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寂寞如风。夜很静，回到家后已经是晚上10点。林幽洗漱完，做了1000个俯卧撑，又让雨琼给她腿部按摩放松了一会，这才沉沉睡去。看着林幽的脸，雨琼舔了舔唇角，若是能咬上一口的话，一定会很有味道。不过初吻的感觉，她还是想跟林幽一起体验。圣光结界，雨琼的手又是轻轻一扬，一道光影结界将林幽所住的房间直接笼罩。这样就不怕谁来暗杀你了，我也可以安心去找那几个废物了。想起那4个无知的废物，雨琼的脸上又浮出一丝鬼笑。圣光距离感知，翌日头条新闻：昨夜城区发生重大入室伤人案件，多名觉醒1周的学生被残忍地粉碎掉左腰，凶手手段特别残忍，特安部县正在抓紧调查中，初步怀疑这几人可能在游戏中与人结仇，不排除仇家请觉醒者上门。特安部提醒，请玩家在游戏中注意身份信息保密。这也太狠了吧！林幽啃着面包，看着那头条的弹窗新闻，心中是一阵的感叹。这新服才开几天呢，就发生了这种恶性案件，看来游戏里的身份信息保密还真得好好注意了，不然要是被他的仇家寻上门，这结果怕是更惨。哟，你看什么呢？雨琼穿着一件单薄的连体睡衣，揉着朦胧的双眼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看新闻呢？你看现在多乱，有人竟然被入室废了腰子，是不是有点可怕？以后咱俩睡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特别是我进游戏后，你可得把门窗关好了。说着，林幽把那条新闻在雨琼的面前展示了一下。啊，真可怕！雨琼配合的点了点头，也装作一副惊讶紧张的样子，然后顺手拿了一块面包自顾自的吃了起来。昨晚在林幽睡熟后，他用做好的圣光标记找到了那4个嘲讽林幽的废物，趁其睡觉之际，用圣光手段直接粉碎掉那4人左腰，虽不致命，但会非常痛苦。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嘲笑林幽。好了，我吃饱了，上游戏了，你在家乖乖看电视，别乱跑啊。去吧去吧。雨琼点了点头，看林幽进去后直接躺到了沙发上，将平板放在胸口，边吃边看了起来。第73集，病娇的逆袭。Jiggy， 你不想以后只能在照片上看到他吧？
第139章暴风城。刚进游戏，林幽便收到傲视无情发的信息，没想到那家伙早早的便在游戏里等他了。真是说一早给就一早给，不掉链子不卖惨。见面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傲视无情很是干脆的将500金交易给了林幽，并再次跟林幽保证，剩余的500金3天之内一定通过各种渠道交易给他，态度也是格外的诚恳。抛开其他因素来讲，林幽对傲视无情的态度还是很欣赏的。虽说两人之前有些矛盾，但网游不就是这样的吗？不抢宝不杀人，那还叫网游吗？这傲视无情，输了就认，挨打就站好，这态度很不错。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那1000个金币的贡献是真不错啊，一下就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了，这就很厚道。在收了傲视无情的金币后，林幽竟直去了村长的家，马上就要走了，多少还是该跟老村长告别一下呢。一踏进小院，看到王敬夫正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喝着早茶，昨天的那把屠龙刀就插在他的旁边。村长早。早。王敬夫朝林幽点了点头，顺手指了指旁边的石凳，示意林幽有事坐下，说：村长，今天找您主要是想跟您告个别，我准备去其他地方历练闯荡一下。边说着，林幽边将那块村长大印掏了出来，交还给了王敬夫。这东西只在村子里有用，去了其他地方可用不着。他既然要走了，这东西自然该还给王敬夫了。呵呵，年轻人喜欢闯荡是好的，不知道你是想去哪个城市呢？王敬夫笑看着林幽，他对这个年轻的勇士还是蛮欣赏的。当然是暴风城啊，我对那把落魄神兵还挺感兴趣的，自然是要先去那儿看看。林幽笑着说道，他对王敬夫那手臂能轻松变异的力量非常感兴趣，这力量若是能在现实中具现，一定会很有意思。雨琼那丫头看到说不定会被吓呆呢。一下到雨琼那呆呆的模样，林幽就忍不住想笑，得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唉，勇士，那真不是一把适合你的兵器，不过你确实想要的话，我也没办法劝阻。王敬夫看林幽这坚决的模样，只得苦笑地摇了摇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执着了，为了得到强大的力量，便是明知对身体有害也在所不惜。嘿嘿，村长，为了坚守正义的底线，这点牺牲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林幽毅然决然地说道。开玩笑，那么炫酷的武器谁舍得错过啊？落魄神兵他一定要得到。好吧，你说底线就底线吧。王敬夫微微颔首，他对林幽底线的事儿其实一直都很怀疑，但毕竟有恩于他，他也就懒得多想了。村长，临别前我也没什么能送您的东西，就祝您和您夫人能早日化解隔阂，一家人重归于好。林幽起身，很是真诚地在王敬夫面前说道，他身上的不是装备就是药剂，这些对 NPC 来说都是无用之物，真送不出去啊。好，有你的祝福，对我来说就胜过任何东西。王敬夫淡笑道，不过临别前我也有样东西给你，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说完，王敬夫指了指那把插在地上绿玉屠龙，这把屠龙刀重有1000斤，内含真龙之骨，是一件难得的神兵。如今的我妖力不济，怕是再也不能发挥它的威力，让它随我没落，实在是有些可惜。昨天我见你的骷髅很不错，让他拿着，应该会很适合他。游戏提醒，获得特殊兵器绿玉屠龙，惊喜又是惊喜。虽说王敬夫的这把刀是让暗夜骷髅用的，但骷髅跟他可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他用和自己用没有任何区别，反正他也提不动。林幽的手放在刀柄上，心念一动，没有特殊保护的屠龙刀很是顺利的被他收进了包袱里。信息查看，绿玉屠龙，属性未知，附带技能刀芒，挥刀时有较大概率释放青色刀芒，对敌人进行远程攻击，刀芒伤害等于物理攻击乘 110% 至 150% 浮动，对任何具有龙族血统的生物伤害正 50%。 谢谢村长。收好武器后，林幽再次跟村长道谢。呵呵，王敬夫起身，手搭在林幽的肩上，很爽朗地说道，我期待有一天你的名字能响彻这块大陆，也希望到时候你别忘了这儿还有你的老朋友啊。拜别村长后，林幽找到了村口传送员。勇士，请选择您要去的城市，本次服务免费。暴风城、星陨城、暗黑城、银月城。我要去暴风城。
传送开启中，请稍等。一道道耀眼的光华在林幽身上闪烁，仿佛是在穿梭隧道一般。他能真切地体验到那重力加速。也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熟悉的游戏提示声，勇士，欢迎来到暴风城。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巍峨的钢铁建筑，雄伟壮丽。抬头望去，那高耸的建筑直入云霄，根本就看不到顶。他想起网上看到的资料，6大城，其中暴风城最为特殊，除开建筑物为钢铁打造外，在城市的最外围还有3道环形的钢铁城墙团团保护，防备着那些擅长攻城的超大巨人。进城的人不少啊。林幽看到三三两两的玩家不时从传送点出来，并且这些玩家初看装备都不差，基本都是紫装和蓝装的混合搭配。看来这些人练级的速度都挺快的。林幽心中暗道，其实单说练级这块，林幽速度不慢，效率也挺高，但有一点他比不上别人，他的稳定性相对比人要差一点。别人练级基本都是守着一个点，努力的一直刷，需要更新装备了直接就花钱在拍卖行买，在保证要足够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回城，也不会闲着去打新手村 BOSS。 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绝对的效率。装备只要有钱，不行就加钱买。而林幽呢，因是一个人，装备只能靠自己打，并且每天不管在哪儿还得来回跑一次新手村，完成那7进7出的任务，所以相对别人，他用在升级上的时间平均算下来每天要少好几个小时。自然在等级方面，前期他不占绝对的优势。我这红名乱跑倒是有点麻烦。林幽看了一眼自己的名字，红得发亮。等下去城区进行任务，到处都是带刀守卫啊，这些守卫跟他可不熟，玩家红名规则基本都一致，除了待在固定地方外，乱闯是要直接被砍的。想到这儿，林幽直接找了个隐蔽的角落，直接使用了伪装道具，分分钟完成了角色切换。死亡如风，法师18级。将角色伪装成功后，林幽顺便将赤金法杖改成了紫色。既然是伪装，就伪装的逼真一点，细节方面也要注意到，他可不想让人知道死亡如风就是寂寞如风。第140章身份认证。有白名身份在，林幽在暴风城里走得很顺畅，没有 NPC 拦他。只是让他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城池里的守卫好像比攻略上说的要多出许多啊，几乎都快到3步1岗5步1哨的程度，实在是有些让人费解。不过林幽也只是想想，并没有过多的去深究。这游戏里说不清的事儿太多了，就像当初稀里糊涂的村长任务一样，谁能想到随着2人关系的拉近，竟然可以让 NPC 出村帮忙战斗。这种事儿没见过的玩家谁敢信？游戏里很多任务的触发都会有连带的蝴蝶效应，不知不觉甚至可以影响到游戏的进度走向。先去城主大厅，再去找莉莉丝，再就是看怎么去百葬山了。林幽看着地图，计算着行动路线。不过因其头上没有行会标记，不时会有玩家走到林幽面前，对其进行行会邀请。在很多人看来，现阶段能到达主城的玩家基本都算是比较厉害的那种，要么是氪金能力强，要么就是天赋强，现阶段很值得拉拢。兄弟，我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加入我们老六行会？一戴着狗头帽的弓手和一戴着鸭嘴兽头盔的战士凑在林幽的身边问道。我们老六行会就缺像兄弟你这样的大法师啊，只要你来，待遇尽管提。那俩人看林幽提着一把紫色权杖，浑身穿的装备也不差，又无行会标记，妥妥的大法师啊。不好意思，确实已经答应现实朋友的邀请了，等他们打出令牌就会入会。林幽随意的编了一个理由婉拒了2人，不编也不行，这都是第7个邀请他的了，若是说不想加入行会，这些人保准还要缠一会儿。现实的朋友啊，那确实没法。弓手惋惜地说道，但他也理解，很多玩家都是从现实约着一起进游戏的，这种关系确实不好啊。兄弟，你是哪个村来的呢？0606全服公告，大夏玩家触发特殊事件变异，2个小时后，大夏服6大主城区外将出现大量变异凶兽，请玩家做好准备。活动持续时间72小时。就在闲谈之际，公屏上突然出现一道游戏弹窗。牛逼，又是哪个大神啊？那弓手看着弹窗，很是羡慕地说道。一般来说，特殊事件都伴着特殊奖励，影响越大，
奖励越丰厚。这才进主城没多久呢，竟然就有人触发了这种特殊事件。普通人和欧皇真不能比啊！要是那 ID 不打星号就好了，我也能看看到底是哪个大神啊！攻手叹道。新手服就别想了，这游戏对新手的信息保护太好了。旁边的战士笑着跟他解释道。有许多好运的欧皇萌新，不经意会触发各种特殊任务事件。不过有的特殊事件，打得过是福利，打不过就是灾难。比如某个区域突然刷出数百头精英怪，该区域内的玩家打得过还好，打完可能会口头感谢一句触发任务的人，可要是打不过，集体团灭掉级的话，也一定会把仇记在那玩家身上，脾气火爆点。又恰好知道其现实地址的话，一顿真人 PK 少不了。这事儿是有真实发生过的，所以为了保护新手玩家的绝对安全，游戏里新手服阶段都不会有具体的玩家身份信息提醒，只要自己不作死乱说，也绝对不会有人知道。嘿嘿，那说不定呢，寂寞如风的信息不就没藏好？现在好的人在蹲着他呢。攻手坏坏的笑了两声，那性质又不一样。不过那种人的主意也不是我们能打的，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咱们老六行会还是少招惹。这战事看得就相当透彻，打寂寞如风主意的人太多了，他们这种小行会没必要去凑那种热闹，还是安心苟着发展最好。打野升级不好吗？更何况他也听说跟那家伙作对的人似乎没几个有好下场的，才懒得招惹呢。城主大厅，勇士，欢迎你加入暴风城。一位穿着高级法袍、发须皆白的 NPC 老者将一枚雷霆徽章交到了林幽手中。勇士，将此物带好，他将记录你的一切荣誉。老者态度和蔼地说道。明白。林幽点了点头。这徽章的功能他清楚，主要便是用来记录贡献点的。有贡献点，可以在城主大厅兑换各种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勇士，所有的任务都会发布在大厅外的公告栏，你可以自由接取。好，在准备离开之际，林幽似乎想到了什么。这可是大魔法师，技能应该不差吧？自己还有2个天赋格子可以用呢。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奥数之秘。奥数之秘，您的法伤结果提升 20%， 法术暴击率提升 10%， 法术冷却时间负 50%， 等待5分钟后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寒冰尖刺 LV4。 您可以无视任何地形，在施法范围内从地面召唤寒冰尖刺，对敌人造成等于法术攻击乘 120% 的固定伤害。命中目标时有概率对其释放3秒冻结。 MP 消耗300点，技能冷却时间等于5秒。第141章，对方拒绝了你的好友申请。这俩技能还不赖，我现在妥妥的全职系列啊！林幽忍不住感叹道。因为装备混搭的缘故，他的法攻有600点，而这冰刺算是无视防御的固定攻击。120百分号加30百分号奥数之秘加成正 50% 法外狂徒勋章的加成，这伤害直接变成了固伤1200点了。固伤1200，技能 CD 只有 2.5 秒，奥数之秘冷却收缩，现阶段也算是很牛的法伤技能了。NPC 的专属技能也就只有林幽这样的变态天赋才能偷到，确实是很不错。很多时候他完全可以当法爷来打。公告栏，日常任务，猎杀城外凶兽，徽章会根据凶兽猎杀难度自动计算贡献点。特殊任务，最新情报，城外即将出现大量变异凶兽，请各位勇士奋力击杀，猎杀变异凶兽将获得10倍贡献点奖励。城主任务，3天内猎杀凶兽最多的勇士将获得10万贡献点奖励。10倍贡献点，10万贡献点奖励。林幽看着那文字，眼中露出一抹惊茫。贡献点可是个好东西啊！复活戒指要求太高，他目前没有想法，但雷霆套也不错呀。雷霆套属于特殊套装，散件一般，但成套的属性不弱于一般的黄金套装，并且更可贵的是，雷霆套是可成长套装，像赤金魔龙杖一样，可以无限制强化改造。极品雷霆套甚至可以比肩一般的赤金装。多少玩家从主城毕业再到主服都没凑齐雷霆套散件的贡献点呢？还有2个小时才出现，先把莉莉丝的药剂师转职任务做完，正好。游戏论坛，牛逼！大夏有玩家触发特殊任务，72小时10倍贡献点，这一波谁能致富？10倍贡献点，10万奖励加注，最终花落谁家？企鹅 3.0 线上会议室500人群，把大家从游戏中唤醒。主要是出了紧急事件，会议预计10分钟。一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金框眼镜的女子很是严肃认真地说道：主城区出现变异凶兽的事，
大家应该都看到弹窗公告了吧？长话短说，根据明确的消息，这次10倍贡献奖励在6大主城同时开启，每个主城的猎杀第1名还将获得10万贡献奖励。啊，10倍，10万，这么多！视频里不少人都发出惊叹声。这种任务还没听说过呢，太丰厚了吧！10万贡献点奖励，虽然换不到雷霆系列的武器，但换其他部位还是可以的呀。对，把大家紧急召集的原因就是上面决定放弃继续刷幽冥教主通关记录，所有满18级的成员全部传送到暴风城，贡献点由专人集中获取，各位一定注意配合。刷完后，我会将任务奖金打到各位的卡上。是，几乎同样的命令在各个类似的团队下发，这些都是固定的专业团队，集中化管理，有些类似职业大工作室。不过，因其本身不隶属于国家组织，那未知存在也不会对其有任何干涉。林优家，这么多奖励，雨琼还看着平板呢，突然出现了消息弹窗，主城10倍贡献，10万奖励，以前都没听过呢。这游戏到底是怎么了？不会出什么大变故了吧？雨琼心头一紧，这游戏里出现的未知事有些多了。思索一会儿后，能量应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如我进去看看情况，顺便帮他搞点装备。想到这儿，他直接合上了平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咔嚓一声将房门给反锁住，闭着眼躺在床上，将那颗粉色石珠紧握在手中。欢迎您回到游戏，小野。与众不同的提示声在雨琼耳边响起。受到神话级道具影响，您的个人信息已经自动屏蔽，道具功能已经开启。您可以选择定点传送，请选择你要前往的地点。暴风城。扣除1点道具能量，传送开启中。随着霞光闪烁，雨琼穿着一身洁白的圣羽套装出现在暴风城。套装在身的雨琼有一种别样的美，脸上戴着一张银色面具，背上有一张精致小巧的长弓，肤如凝脂美玉，曲线玲珑有致，笔直修长的双腿上套着一双白色的丝袜，纯玉完美的腿玩10年系列，脚上踩着一双精致的银色长靴，看上去就像那雪中的仙子一般。他没工夫欣赏自己的美，只是看了一眼右上角，石柱的能量还有6格，应该能在游戏里撑6个小时。先去城外看看，既然来了，也得帮那家伙打点装备，希望运气好点，爆点能买房子的装备吧。他暂时没想去新手村找灵幽，因为石柱里的能量并不多，这宝贵能量用在新手村陪他杀野猪不划算，还不如帮他打点装备和钱呢，并且让那家伙吃苦也好，这样日后自己包养他的时候，他肯定没法拒绝啊。毕竟谁能拒绝一个可软可甜还能变身的纯真天使不是？嘿嘿，先加个好友。死亡如风。您收到来自林小野的好友申请。正在跟莉莉丝沟通转职任务的林幽突然收到一条消息，信息验证：帅哥，求给个好友。林小野，他有些疑惑的四周看了一眼，虽说也有其他玩家在，可他没有看到叫林小野的人呢，不会又是劝我加入行会的吧？林幽想了想，他这死亡如风的身份干净的就像白纸一样，没对什么人说过呢。显然他忘了跟雨琼说过的话，因为潜意识里他就认为那丫头进入不了游戏，自然不可能往那方面想。思忖片刻后，林幽直接选择了拒绝，懒得跟那些人交流。这死亡如风的身份主要是用来兑换钱，城里方便交任务的，可不想天天搞什么角色扮演。死亡如风拒绝了你的好友申请。雨琼刚出暴风城便收到了信息提醒，这家伙真是。第142章炼药，真是表现不错呀。虽是被林幽拒绝添加好友，可他心中没有半分不悦，甚至还有些欣喜。这样的表现才算好吗？要是个女的加他都同意，今晚可不会饶了他。那女的姓名怎么被隐藏了？不少玩家被雨琼那惊为天人的皮肤装扮吸引住了，虽看不清她的正脸，但不妨可以从那身绝美的身段中推断，这应当是个绝美的佳人。只是想查其信息加好友的时候，发现其身上竟然没有半点个人信息在，连正常该有的血条也未有任何显示，是 NPC 还是什么？不少人心中都有些疑问。不过雨琼可没心思在意这些人，他还在调整着自己的攻击状态呢。还得再调低一点，这样能量消耗应该会更低一点。他熟练地调整着自己的攻击立面板，这要是被别人知道，怕是下巴都要惊掉。攻击立面板是能调整的，这是玄幻外挂吧？800点攻击的话，
应该勉强可以。调整完，雨琼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现在能进入游戏，全靠那石珠提供的能量支撑。若是不对力量进行压制，一剑秒杀虽然打得会很爽，但能量消耗的会非常快，那样就没办法在游戏里待更多时间了。还有，他也不能把石珠的能量全消耗完。那黑暗盟针对林幽的暗杀还没结束，他还得在现实世界存上一些能量，确保两人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勇士，恭喜您，您现在已经是一名正式药剂师了。从现在开始，您可以自行炼制药剂。药剂配方您可以从拍卖行、商店、任务、凶兽手中获得。在炼药的过程中，偶尔也会触发特殊情况，都会有惊喜哦。莉莉丝非常热情地给林幽讲着药剂师的注意事项。药剂、炼金、裁缝、锻造等职业都是游戏里的大热门副职业。副职业熟练度高，天赋又相当契合的玩家，是每个行会都需求的人才。要知道，大型行会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若是全用游戏币在 NPC 那里买，那每日的消耗游戏币都海了去了。那花销不但大，而且质量不见得都比玩家做得好。比方说加特殊属性的药剂，普通 NPC 那里就没有任何出售。要想买，只有找熟练度高的药剂师制作，有独家秘方的药剂师，日收过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并且行会很愿意免费提高材料，为其刷熟练度，竟然还有称号。林幽看到转职成功后，后台提示他解锁了一个新的称号，初出茅庐的药剂师。这种称号也可以挂在头上，但没有特效，也没特殊加成。熟练度01000，配方掌握0，精力值100，精力值每小时自动恢复10点，使用海马等特殊道具可以提高精力值恢复速度。先把那3个配方学了，林幽心中暗道。现在他手上有3种独家配方：经验药剂、属性强化药剂以及那果酿药剂配方。经验药剂和属性强化药剂的材料还缺点，果酿药剂的材料比较大众化，拍卖行能轻松买到，所以林幽准备先搞点果酿药剂。学习成功，您掌握了经验药剂配方；学习成功，您掌握了属性强化药剂配方；学习成功，您掌握了果酿药剂配方。果酿炼制材料：百草果、龙舌果、芦荻果。购买成功百草果乘20成功，您总共花费了80铜币；购买成功龙舌果乘20成功，您总共花费了100铜币。购买成功，林幽照着材料提示，直接在拍卖行买了20份。这种低级果酿，每次炼制消耗5点精力值，他有100点精力值，正好可以炼制20次。药剂炼制倒是很简单。转职成功后，任务面板上直接多出了一个药炉。在学习了配方的前提下，只要勾选一下要炼制的配方，包袱里若是有材料，便会自动添加进去，省时省力，非常贴心。系统成功率你能把控不？既然是炼药，自然有成功和失败，熟练度越高，精力值上限和成功率也会相应提高。能，不过无法保证触发特殊事件。系统淡淡的回复道：凡是宿主亲自动手做的事儿，基本上他都能把控住。很快，在林幽的面前生成出了一张特殊的时间数据图，按照数据图给的时间点炼制，绝对可以炼成。卡好时间后，林幽果断的试了一发，炼制成功，获得果酿乘1。您的炼药熟练度加10。信息查看：果酿 HP 上限临时提高 10%， 持续效果1小时，每日最大服用上限6次，6次限制倒也还可以。对于每日有服用上限的要求，林幽并没感到什么奇怪，因为攻略上看到的关于药剂的介绍都有这方面的提及。越是变态的药剂，限制的便越多。若是没这种限制，那些真土豪可以做到上限期间随时保持满 buff 状态，钱对那些人来说真不算什么事儿。如法炮制，有系统给的时间表，林幽很快便炼制好了20瓶果酿。一瓶卖多少合适呢？林幽认真的想了想，这20瓶果酿的成本不过800块，但10% HP 加成的效果可不算低。拿它来说，总共2500 HP，10% 效果也等于加了25点体质了。那些血牛型大战士更是不必多说，在排名型上简单的扫了一下类似产品后，直接以10银每瓶的价格上架了18瓶。要是好药，这一瓶的价格等于1000块现实币，差不多是土豪价了，一般人真是用不起。第143章屠龙改造。将要摆上后，林幽径直往城门口方向走去，也就半个多小时的功夫，他看到城里的玩家几乎多了1倍，让他都不禁有些感慨，18级有那么好升吗？
但想了想自己的升级方式，他也是了然。相对很多玩家，他不是一般的咸鱼，来回跑图的时间是一般人的几倍，这算下来也是相当合理。公平，刷贡献点来强力法系，暴风城酒馆来工作室接大单，600块没点来给力大刷子，来强力打手，怪物暴露都归你，我只要贡献点，1点等于600块，转账交易。林优看到公共频道上充斥着各种招打手的消息，贡献点通过正常途径的确是不能买卖，但可以请人辅助刷呀，就像他之前打幽冥教主一样，把怪物的仇恨拉住，然后让王敬夫打后面的伤害，只要雇主不被怪物打死，那怪物的经验和奖励基本没跑。大夏的有钱人真是多啊！看着那些喊着高价收贡献点土豪，林优瞬间觉得手上的这点金币真的不算什么。普通怪一只最差都是1点贡献，变异怪比普通怪更强，现又是10倍奖励，打一只至少得30点以上吧。这般算下来，打一只变异兽净赚1.8万。若是掉落了装备或其他好东西，老板是一样不要。要不是有10万贡献的额外奖励，我都想去当打手了。林优心中暗道，钱谁会嫌多呢？他手上现在的几百金还不够喂那只蛋呢。为了加快速度，他是钱多就加速一点，钱少就稍微慢一点，也不敢一次性把金币都投了进去，怕遇到像黑商那张特殊 NPC， 真想买东西的时候钱没了，那还玩个球。穿过拥挤的人群，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路，又经过3处城内传送点后，林优这才到了暴风城的 A 区城门口。城宽差不多有10米，城门两侧站满了拿着弓箭刀斧的守卫，这些守卫的等级清一色显示 LV99， 这般密集程度加上那满级的弓箭手，林优相信红明状态下，便是他有10秒免疫，也绝对跑不出弓箭手的攻击范围。出了城，林优左右瞧了一眼，城门不远处有几棵葱翠的苍天巨树，周边玩家现在还不多，许多人都还在城中集结，等着老板或者大部队到位。他找了个相对隐蔽的点，解除伪装，直接把身份切换了回来。哥布林杀手套秒穿好，权杖也恢复成了赤金色，还是这感觉爽。虽然头顶红明，但只要是在这状态，他便觉得浑身都有劲。黑暗召唤，手中的权杖挥舞，林优先将好兄弟暗夜骷髅从坟场中召唤了出来。打架亲兄弟，要是没暗夜骷髅，他的战力起码下降5成，就只能当个纯辅助打了。兄弟，想我不？虽然你不说话，但我知道你肯定想我。你瞧，兄弟，我给你弄了啥好东西？林优看着骷髅，轻笑着说道。他知道这家伙有思想，有意识，甚至还有点脾气。说完，林优打开包袱，直接将那把绿玉屠龙取了出来。枪，屠龙刀重重的坠在石板上。暗夜骷髅看着那把绿玉屠龙，眼中的鬼火跳动得更加炽热。他大步向前，左手一把将武器从地上拽了出来，左手持屠龙，右手持着骨刀，2把刀开始交错。神奇的事出现了，与之前吸收凡尔纳的那把武器不同，屠龙刀与骨刀竟然开始慢慢相融起来。对暗夜骷髅来说，常用的武器自然是一把就够了，这屠龙刀中含有真龙之骨，对他来说有大用。在不毁掉这屠龙刀的前提下，将2把刀融合成1把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过了约10分钟，2把刀彻底的融合在了一起。刀身还是屠龙刀的原始造型，只是相较于之前的墨绿色，与骨刀相融后，两侧多了许多白色的线条，看上去更酷更拉风。提着融合后宝刀，暗夜骷髅照着旁边的大树直接挥动了一下，恐怖的青白色刀芒直接将这棵苍天巨木拦腰斩断。牛逼！林优眼中露出喜色，双刀融合，骷髅保留了屠龙刀的造型，也没辜负王敬夫的期待，刀芒变成青白色，相较于之前有了明显的变化。想到这儿，林优直接查看属性，绿玉屠龙改造1，属性暴击率正 5%， 暴击伤害正 5%， 附带技能刀芒，挥刀时 100% 生成刀芒，对敌人进行支线远程攻击，刀芒伤害等于物理攻击乘 110% 至 150%， 浮动，对任何具有龙族血统的生物伤害正 50%。 相较于之前改造后的屠龙刀，直接加了 5% 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同时刀芒的生成也变成了 100%， 无疑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走，我们找个点好好的蹲一波。将自己武装好之后，林优将法外狂徒的称号直接开启，准备直接刷起来。现在的骷髅加他除了 BOSS 外，绝对可以单刷一切。另一边，美女，
你应该有特殊的隐藏道具吧？竟然能将 ID 隐藏。不过我没有恶意，只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三生行会，只要你愿意加入，什么条件都可以提。一穿着紫色杀手套的战士出现在林雨琼的面前，笑盈盈地说道：莫兴趣，你最好也不要再跟我重复同样的话，否则我不介意送你回新手村。雨琼看了他一眼，轻轻地拉动弓弦。灭却之时，伴随着一道锋锐的破空声，正前方一只20级以防御著称的钢铁大熊，头上飘出了4800的暴击技能伤害，800的攻击，300%的技能伤害。他的剑和暗夜骷髅一样，都能无视防御。暴击4800点血，这招式和平常弓箭手不一样啊！男子看着雨琼那恐怖的伤害，眼中炽热无比，心中已经判定，此人一定也是隐藏职业。这么漂亮，还这么强，现实也好，游戏也罢，就没有他得不到的人。没有理会那男子，雨琼随意将地上暴露的装备和银币捡起，也就半小时的功夫，他便刷了不少装备和游戏币了。这换算下来，差不多也有3000块呢。等我能量再足点，就回主服帮你搞天赋重铸石。在这之前，只有稍微委屈你一下哥，我亲爱的哟。雨琼想起林幽还在新手村被野猪虐，心中便忍不住轻笑起来。这家伙一定渴望被拯救吧。第144章一言不合。对了，我可以在游戏里买情报信息啊。雨琼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眸中闪过一丝金光。真是许久不玩游戏，脑子都有些不好使了呢。在外面想查黑暗盟的情报有些麻烦，但在游戏里查相对容易不少。相对于个人，这种大组织的信息反而会更为好查一点。那我还得再弄点钱才行，这点钱可不够呢。雨琼看了看自己的包袱，也就那些垃圾装备和些许个银币，买情报根本不够。想查黑暗盟的详细信息，少说也得几十斤吧，并且还得找到信誉好的情报组织才行。美女，我是真的很有诚意邀请你加入我的行会，你开个价，多少都行。那男子的目光始终在雨琼身上游荡，这性感的装扮实在是太诱惑了，若是能招揽到手，恶心。雨琼看了那男子一眼，那龌龊的眼神尽收眼底，一声冷笑，手直接拉动弓弦，一只白色的箭矢直接凝聚而成。灭却之时，这丫头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次都警告完了，还敢来烦他，真当每个人都是林幽了，可以对他无尽索取了。在男子不可思议的目光中，破空的箭矢直接将他胸膛贯穿，致死。他都没想通，这美女出手竟能这么狠。说警告一次就警告一次啊！4800暴击，雨琼的暴击属性是真不低，他身上穿的装备便是放到主服也是能排得上号，只是因为石珠能量的缘故，他不得不谨慎的使用力量，因为一旦石珠的力量干涸，想再唤醒又得经过漫长的岁月。您杀了玩家落花有意，罪恶值+1。落花有意真难听，还是死亡如风这名字好听一点。爆装备了。雨琼看到这落花有意死后，地上多出了一件紫色的装备，陈丰德记忆腰带，穿戴等级 LV18， 装备品级紫色，属性力量+50，体质+20，物理穿透+100，移动速度正20%。套装效果陈封记忆3件套，力量+50，物理穿透+100，体质+100，攻击时有10%概率减少对方20%移动速度。嘿嘿，好像这件装备就很不错。杀人来钱快啊！该死的女人，我的记忆套啊！0321新手村，方才被雨琼杀掉的落花有意，在新手村重新复活，他眼中满是愤怒。为了收这记忆套，他可是花了大价钱。虽是低级的紫装，但这属性足够用到25级。更可贵的是，这还是难得的3件成套，其余部位还有机会配成其他套装。可没想到，竟然被这女人给爆了出来。恨，实在是恨！林小野，不管你是谁，我一定要把你杀到新手村。被杀之后，他也是看到了游戏提示，知道了杀他玩家的姓名。林小野这3个字牢牢的烙印在了他的心里。想到这儿，他直接打开好友栏。独狼，我被杀了啊！洛少，你不会是在跟兄弟们开玩笑吧？谁敢杀你啊？就算是傲视纵横的人，看到你也得客气点吧。兄弟们都还在暴风城集合呢，马上买好药就出来跟你会合，争取助你抢个第一，搞件雷霆装备。那叫独狼的玩家回道，他确实不信落花有意的头上顶着的会长标志，并且3生总会在主服也是小有名气。傲视
纵横的人，看到多少都会给点面子，只要不主动挑衅招惹，是打不起来的。谁可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被一女攻手给干了。落花有意心中怨恨道。被杀回新手村，便是花钱请辅助，快捷刷怪，想到18级，至少也得2天时间。2天后再去暴风城，花儿都谢了。啊，是真的？对方有多少人？就一个。一个？会长，您真没开玩笑？独狼有些诧异。3000血的18级大战士，紫装加蓝装的散剑搭配，被女攻手给单杀了，这现实吗？如果是一般战士，遇到高级攻手，的确有可能被风筝死。但落花有意的装备不差呀，3000的血，移速不低，包袱里还有不少药，纵然打不过，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怎么可能被女攻杀死？那女应该是隐藏职业，一个暴击打我4800的血，直接把我特么给秒了。洛少，那他叫什么名字？兄弟们出去把面子给你找回来。咱们这儿法团人数不少，除了寂寞如风外，再牛逼的人也逃不了咱们法团的制裁。第145章初见被后来一剑1632暴击，一条恐怖的暴击数字出现在20级华雄的头上。刀芒攻击，不但距离远，伤害值还会在110%至150%之间增幅波动，威力是真不小。寒冰尖刺，在暗夜骷髅打完的瞬间，林幽的手一抬，华雄身下直接出现数道尖锐的冰锥。2400暴击，因为装备加那奥数之秘的作用，他现在的法爆几率已经高达28%，基本上用3次魔法必定会触发1次法术暴击。因为这寒冰尖刺是固定伤害，等同于无视防御，杀这种皮糙肉厚的 BOSS， 对林幽来说真是轻松的难以言语。实时就一个字，爽得很。那不是寂寞如风吗？他怎么出来的？林幽头上那罪大恶极的标志以及那血龙特效实在是过于显眼，不少玩家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只要是玩游戏上过论坛的玩家，可以说就不可能有不知道寂寞如风这名字的，因为这名字实在是太火了。从揽月发的那篇小作为开始，陆续便有寂寞如风的消息在网上疯传。一个人说可能是假，10个人说可能也是假，但0303号新手村越来越多的玩家在说这寂寞如风有魔免手段，便让人不得不重视起来，想亲眼看看那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如今见到这顶着红缨的真人，他们又有了新的疑惑，这大佬是怎么从防御森严的城里跑出来的？这暴风城可不等于新手村，新手村的守卫等级低，并且都是刀卫，只会在限定范围进行攻击。可这暴风城的守卫不一般啊，城里城外可都是有弓箭手的，那家伙攻击高，射程远，即便是这寂寞如风也有短期物免的手段，应该跑不出弓箭的射程啊。这些人大多好奇地看了一眼林幽和骷髅的伤害后，便自觉地退到了一边，真是太特么生猛了，人和人简直是没得比。他们也是18级，天赋不差，身上基本蓝装齐全，少数部位还有紫装，可打这种20级的华雄，一个雷电下去也不过才200来点的血。而这寂寞如风，没暴击是600点，暴击就是1200，用的还是法系技能，伤害高 ，CD 短，这可完全超出他们的认知了。林幽道是没在意这些人，只要不打扰到他刷怪就行。这华雄的经验不低呢，因为是月2级杀怪，每杀一只还能获得2点的贡献点。天涯行会频道，暴风城 A 口外2319.1231发现寂寞如风了啊！他怎么出城的？几个行会的人都在城里看着呢，没人看到他出现过。这谁知道啊？那家伙又不按常理出牌，现在还在城外刷怪呢，还在刷怪，牛逼，真的牛逼！他是不知道多少人在打他的主意吧？嘿嘿，在新手阶段，很多行会的人是以小组为单位，分散着进不同的新手村。这样的好处是，许多好的刷怪点就像鹿骨虫洞一样，一个小组的人正好能包圆。速刷之后，可以迅速进入主城。至于那颇有挑战难度的幽冥教主，他们基本都没打，都想集中力量抢百藏山的那头 BOSS。那家伙首杀成功，可是有很大概率爆赤金装备，而赤金及以上装备可以通过改造不断进阶，运气好9改成功，可以升级成暗金装备，甚至更高都有可能。而赤金系列的装备产量极其稀少，便是主服的顶级玩家都不见得能人手一件，所以百藏山的 BOSS 几乎就成了各大行会的必争之物。你已经击杀一只20级华雄，经验值加700，蛮雄护甲，穿戴等级
LV20，装备品级蓝色，属性防御加150，物理暴击率正 2%， 攻击速度正 3%。加暴击的蓝装护甲，倒是挺少见的，算是个极品吧。林幽将装备拾起后，认真的瞧了一下，杀了快1个多小时了，终于爆出了一件像样的装备。拍卖行上瞧了一眼类似产品，直接10斤上架。上架后不到2分钟，他便收到了游戏后台的信息提醒，拍卖成功，扣除 10% 手续费后9金到账。就在林幽不断刷怪打金之际，一双聪慧的眼眸悄然间盯上了他。寂寞如风，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有魔法免疫的能力。雨琼站在一处山头，用鹰式技能远远地观察着林幽的举动。他也没想到，刚进游戏便能遇到这寂寞如风。他抱着好奇，用鹰式技能在暗中观察了许久。真和传闻一样，他亲眼看到几道怪物的魔法攻击打在这寂寞如风身上，竟然没起半点效果。耳听未虚，眼见为实，他算是真切地见识到了魔免竟然真的存在。可若是真有魔免的人存在，为什么我当初就一点没听说过呢？他是突然出现的吗？还是说因为时间的扭曲，这游戏里发生了更多我不知道的事？雨琼心中暗暗猜想着。进入游戏后，他发现似乎有许多东西和当初真不一样了，可唯有一点没变，深渊的进度还在持续。若是他记得不错，这次百藏山的 BOSS 首杀之后，游戏的版本会再次迎来迭代，不管是现实还是游戏，怪物的实力将会得到更多的加强，虚拟的世界侵入会加剧，在现实世界会出现类似游戏里的副本，游戏和现实将会进行第2次融合。等到了第3次完整融合，那异界深渊，想到那异界深渊，雨琼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若不是异界深渊的降临诞生了太多可怕的东西，林幽也不会。这一次没人可以伤害你，我一定要在第3次世界融合前得到另一件神话道具。雨琼心中目标坚定，为了林幽，他什么都可以，哪怕是付出巨大的代价，消耗掉10株的能量，他也要找到他。你是法师，这家伙提的是赤金权杖，他这一身装备应该都蛮适合你呢，要不要把他杀了，把装备都抱下来给你呢？雨琼盯着穿着哥布林杀手套的寂寞如风，心中思索起来。在他眼里，这家伙只是魔法免疫，而自己可是高爆神装呢。纵然这家伙有一定时间的物理无敌，可冷却时间比自己的技能时间长呢。灭却之时，他10秒便能超远距离的来一剑，只要触发暴击，无视防御4800，谁来都得死。此时的林幽还在愉快地刷着怪，他是万万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一个同吃同住同睡的老六在偷偷打他的主意。思索了一会儿后，雨琼缓缓举起长弓，眼眸微缩，直接锁定住了林幽。第146章，这烦人的老六。提醒：有老六悄悄瞄准了你，50%概率对你执行一击必杀。林幽正畅快地想着晚上带雨琼那丫头吃啥的时候，突然收到系统的危机提醒，50%概率对我一击必杀。林幽略微有些疑惑，要知道服下果酿后，他足足有2750点 HP 呢，这般高的血量都能将他秒杀。除了城门口的守卫外，还有其他人能做到吗？不过疑惑归疑惑，系统的提示还是要放在心上的，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夏有这么多玩家，谁知道会不会出现1、2个跟他一样的变态呢？小心驶得万年船，一旦赤金法杖被爆，那就有得哭了。那家伙是察觉到了什么吗？雨琼看到寂寞如风突然脸色变化，四下看了一眼后，直接往另一个方向跑了。不应该啊，这么远的鹰士，他不可能察觉得到才对。雨琼将手中的长弓放下，冷静地思考了2秒，迈着风速步朝寂寞如风跑的方向直接追了上去。那把赤金杖一看就很强大，网上有信息疯传，这法杖或许就藏着寂寞如风魔免的秘密。若是能得到送给林幽的话，那家伙一定会很开心的。要是开心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提醒：老六又追了上来，请注意安全。是哪个老六？真特么能追！林幽又四周找了一下，还是没找到那阴险的老六。这么远的距离，不是隐藏职业就是弓箭手吧？林幽心中暗暗思忖道。能伤他，又有超远距离的正常职业，除了弓手外，他想不出其他来。这寂寞如风是怎么回事？怪也不刷了，怎么老在这城外迂回跑呢？谁知道呢？或许这就是大佬的风格套路吧。有人小声的议论道。跑，
我看你多能跑。雨琼依然不慌不忙，她是个头铁的姑娘，只要认准得了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跑去人堆了。她看到那寂寞如风突然在人堆里停了下来，这样的话，她虽能瞄准射击，却不好下手了，因为即便是瞬杀了寂寞如风，附近的玩家肯定能第一时间把那些装备捡走。这样的话，他不就帮别人打工了？算了，等人少的时候再来杀，反正日子也挺长。雨琼等了一会，发现寂寞如风就在那几人附近来回转悠，也是果断放弃追杀。这游戏时间还长，林幽还在新手村砍猪，等级不够，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老六离开，危机暂时解除。这老六的目的就是想爆我装备吧？看我身边有人，直接就放弃了，倒是有点意思。林幽思索道：有这么个老六在，看来待会我还得谨慎点才行。有一个或许能秒杀自己的对手在，林幽不得不认真起来，小心无大错。之前在新手村顺风顺水习惯了，思想上或许有些放松，好在自己还有系统的提醒。不过这颗定时炸弹太麻烦，他早晚得拆除了。敢背后阴他非得干死那家伙不可。另一边，南城第一医院，云密在云天涯的陪同下到了南城第一医院，在医院肝肾科病房里见到了昔日队友。他怎么也想不通，昨天大家都还好好的，一起吃晚饭，一起赏花灯，可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巡查局打来的电话，说他的4个队友被人残忍的碎掉了左腰，想找他了解下情况，看看他们在游戏里是不是惹到了什么仇家，以至于别人顾觉醒者上门复仇。可他思来想去，他们的小队也就是在抢怪抢点时杀过些散人，但都很注意现实的身份保密，不可能被人知道身份寻仇的呀。况且一夜连伤4人，这仇也太深了吧。出了医院，雨儿，你们几个的确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吧？云天涯试着问道。这件事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云密的那4个队友住的可都是城中心比较好的小区，安保方面绝对严格，不是一般觉醒者能潜入进来的。可偏偏一夜之间，除了他女儿外，4个队友都受伤了，实在是有些让人匪夷所思。爸，真没有，在游戏里我们也都挺注意身份保密的。云密摇了摇头，他也想不明白，这段时间他们5个上线就在一起，下了游戏基本都是直接睡觉，根本就没有结仇的时间啊。算了，想不通的话就先别想了。他们4个基本上是半废了，碎了一个腰子，调养恢复起码要半年以上，便是日后巨蟹能力也肯定大不如人。云天涯冷静地给云密分析道，意思也很明显，这4个人没有价值了，该换个团队和队友了。爸，我明白。云密点了点头，半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便是这些人重新进入游戏，跟他的差距也会很大。云天涯教他要跟有价值的人做朋友，没有价值就只是陌生人。感情这东西在实力面前不值一提，就像他跟林幽一般，现在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都这么久了，黑暗盟那边怎么还没有回复？难不成出了什么意外？云天涯心想起林幽的事，他委托黑暗盟废林幽的中腿，这都过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消息回复呢？想到这儿，他直接拨起了电话。凡事要果断点，现在他一想到林幽，心中就会有些不安，只有让林幽变成彻彻底底的废物，他才能安心一点。第147章，强大的老六。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外的玩家越来越多，这些人头上大多数有行会的标志，都各自谨慎地占着一定的地盘。暴风城外四面很大，没有哪个行会敢夸口能吃下所有的变异兽。这活动持续72小时，肯定会有很多怪出现。前期大家都求稳定，没人愿意去开杀人包场的先河，否则一旦犯了众怒，被群殴也会相当麻烦。毕竟刚好都在18级的临界点，一旦死亡，那可就直接被送回新手村了。我就站这个点吧。林幽也是寻了一处好地方，这个点虽然不大，但地形对他来说很不错，障碍多，很适合他单练。3分天下行会频道，老大，你看，那不就是寂寞如风？一刺客惊喜地指着远处的林幽说道。看到了。会长王玄德淡淡的回应道，咱们这儿有30个兄弟，要不要试一试把他的赤金武器爆出来？刺客毫不掩饰心中的想法，洪明配赤金，真是送宝童子啊！杀他？想多了，他敢顶着洪明在这儿单刷，你以为他就没什么依仗吗？我敢说，就咱们30个人一起上，都不见得能干死他。你没注意到
他旁边还有其他行会的人守着吗？王玄德只看了一眼林幽的刷怪数据，便清楚了双方实力差距。打20级的华雄，一个寒冰尖刺暴击2400，技能 CD 还那么短，并且那家伙不止自己猛，那召唤兽也是贼变态。自己这边30个人，法师牧师还占一半，根本就没得打，还不如先安心的刷贡献点呢。聪明人都知道量力而为，虽眼红寂寞如风的装备，但也知道双方的差距有多大。更何况傲视、非法、末日等几大行会占据的点都离寂寞如风那区域不远。看情况，既是合为牵制，也是打着如意算盘。魔冕的吸引力绝对很大，但狼多肉少，谁也不敢先手。都知那寂寞如风还有个爆炸手段在，都怕自己这方先手，将仇恨拉足，最后白白的便宜了别人，并且一旦失利，元气大损，百藏山的 BOSS 也就彻底无缘去抢了。傲视新区行会群，傲视魔龙，我们人数虽然绝对占优，但非法、末日还有纵横的人一直贴着我们。傲视姑姑啊，大家的想法都一样，都眼馋那家伙的赤金权杖，但都不想成为火力目标。傲视2厘米，那就等机会，现在大家都僵持着，谁都没办法下手。哼，那群傻逼，他们抢不到，也不想让我们抢到，真特么烦。论综合实力，傲视在主服绝对是排在前3。傲视凤雏，不急，大家都在等机会，就看谁先忍不住。我们在暴风城的实力最强，绝对不会有问题。这武器我们肯定可以得到。如今的灵幽，在这些人眼里，似乎是已经是唾手可得的宝贝。他们都是18级，且装备天赋都不弱，但因为阵营不同，都怕被其他人捡了便宜，所以暂时都不愿先动手。这他妈是把我当大宝贝了。林幽刚放松没一会儿，便看到他所占区域附近出现的人是越来越多，几乎是4个面把他围在中心了。还好，这些人的隶属行会都不同，虽然看他的眼神有贪婪，但谁都没敢妄动，也不敢直接去激怒他。远处山坳上，与琼英视着寂寞如风，这么多人围住他，要是他装备被爆了怎么办？这么漂亮的权杖，优他一定会喜欢的。雨琼这丫头，从头到尾就没放弃过打那权杖的主意。他打心底里认为这权杖太适合灵幽了。若是权杖带魔免效果的话，在现世界，他至少可以少遇到一半的危险。不行，不能让这寂寞如风死在别人的手上。这家伙只能死在我手上。雨琼眼眸中金光闪烁，这寂寞如风一旦死了，装备会全曝光。那把赤金权杖一旦被其他人得到，再想爆出来，那可就难了。想到这儿，雨琼拉上弓弦，随即选中了一个靠那寂寞如风比较近的单位目标。傲视凤雏，手指轻轻地拉动弓弦，眼眸微微缩起。灭却之时，嗖，破空的剑声响起，立时傲视凤雏的头上便多出了个2400。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傲视凤雏便直接化成了一团白光，回到熟悉的新手村复活去了。怎么回事？谁他妈干的？傲视这边的人大惊。傲视凤雏虽是法师，但本身装备不差呀，在开启魔法盾的情况下，便是自己行会的高级弓箭手，一剑也最多打个300多的血。可方才竟然被人一剑干掉2400，瞬秒，10秒之后，嗖，又是一剑凌空飞来，直接秒掉了傲视魔龙。无论在游戏里还是游戏外，这丫头杀人从来就没有任何顾忌。经历过异界深渊动乱的人，心性的坚定程度不是常人可比。若不是因为对灵幽的感情太执着，用光了本源力量才回到这时代，这丫头早成深渊霸主了。傲视接连死了2人，场面顿时乱了起来。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比这寂寞如风还牛逼的弓箭手了？只看得见方向，看不见人，这是怎么做到的？这老六有点生猛啊。灵幽看着看剑雨飞来的方向，心中暗道，虽看不见人影，但大致能猜到那家伙应该在山坳上。这种超远的射程还能有这种恐怖的伤害，的确是生猛异常。不过这家伙这么干，应该是不想让我的装备落到其他人手上吧？看来还是在想打我的主意，真有点意思。灵幽猜到了那人的想法，心中也是有些无语，真是个执着强大的老六。第148章逼退。刷刷刷，不时有剑弦的破空声在灵幽四周响起，每10秒准确一发，每一发都能准确无误地带走一人。2400的无视伤害，除了战士和灵幽外，其他人怎么可能承受得住？一时间，那些围着灵幽的玩家都有些慌了。
死不可怕，但死亡调集是真的麻烦。这什么都还没开始呢，就被那莫名其妙的箭袋走了7个人，谁不慌？别看他们几个行汇聚在一起的人不少，但也不可能一直由着那人放暗箭。寂寞如风，这是你的人干的？傲视的人终于是忍不住了，直接上前开口问道。只是他的话音刚落，雨琼又是一道破空剑，将其直接带走。这林幽哑口了，如果说不是，有人信吗？这场上这么行会玩家，其他人不杀，偏偏盯着傲视的人，这不摆明了有仇吗？傲视无情在新手村搞寂寞如风的事儿，场上不少人都知道，所以想当然的都以为是寂寞如风先发制人在报复。林幽将手中的权杖紧握，眼眸微微一缩，老王的话又回荡在他耳边：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确有其事。我想可能是吧，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林幽不置可否地说道，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你这是想找死啊？傲视巨无霸看着林幽恨恨地说道。2分钟不到，死了8个核心战力，这属实有些狠，并且那躲在暗处的老六攻击频率很高，若是不解决掉那家伙，场上的人都会成火把子。找死？心知肚明的事儿说出来可就不好了。别跟我说你们这一群人围在我选的地方，是觉得这儿风水好。林幽淡定自如地说道，若是这群人想围攻他，他也是有办法跑掉的。不说别的，随便偷一个18级攻手的疾风步，再偷一个18级刺客的潜行隐匿，随便隐身个30秒，就能游刃有余。你傲视巨无霸看着林幽，一时间竟有些哑口无言。别你什么你？你们今天要是想打，我奉陪到底。不过你今天要是弄不死我，我保证把你们的人一个个射回新手村。林幽主动向傲视方向迈了一步，吓得他后面的几个人赶紧后撤好几步。升级不容易，谁都不想中那飞剑啊。末日行会频道，会长，现在怎么说？先等等，纵横和其他2行会的人刚跟我联系过了，他们都想借着寂寞如风的手削弱傲视的力量。末日使者道，那不干这寂寞如风了？笨，你没看明白现在的形势吗？这寂寞如风有那弓箭手辅助，比之前还难缠了。在场上的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干他还得防着其他人才行。因为雨琼的出现，所有人都顾忌了起来，想杀又怕杀到一半被人摘了桃子。这魔免装备又过于特殊，几大行会彼此又有旧怨，根本不可能达成装备的合作。现实世界000，雨琼的手机声响起，是东风快递打来的电话。他前几日网购女仆道具到了，必须得去取一下，耽误几分钟应该没事吧？雨琼想了想，威慑的也差不多了，那寂寞如风要是几分钟都坚持不住，可就太让人失望了。神秘的老六已经下线，请宿主注意安全。林幽正气定神闲地站在傲视巨无霸的面前，准备等着那老六的助攻呢。没想到这不靠谱的家伙竟然下线了。不过他心中依然不慌，他相信傲视的人绝不敢先手动，默人可以秒得掉他。杀戮盛宴还能提供1万的护盾加成呢。我们走。傲视巨无霸看了看那几个虎视眈眈的行会，又瞧了一眼镇定自若的林幽，心中也是果断。如果没有其他行会在旁边看热闹，他有把握合众之力干掉这寂寞如风。但这群吃瓜的行会明显不会坐视不管，一旦他们跟寂寞如风陷入短暂焦灼，这群人很可能就会趁机对他们出手，得不偿失。最主要的还是那暗中阴人的家伙没找到，一见一个比寂寞如风还恐怖。在傲视的人走后，林幽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末日、纵横等行会的人一眼，这些人也是识趣，互相监督着撤出了原来占据的地方。默人想放掉这块肥肉，但都怕火拼的时候别人占了便宜。这尼玛，大佬就是大佬啊，一个人硬刚几个行会。有吃瓜围观的散人感叹道，都以为会爆发一场大战呢，没想到这几个行会的人竟然都主动撤了。我看他们还是怕那背后的老六，一见一个太特么恐怖了。也是，现在都不知道那家伙躲在哪，这2人一明一暗，黑白双煞。嘿嘿，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不团结，要是团结点，这么多人直接就可以把寂寞如风给干了。这老六还真有意思，不过这也算是帮我解决了一个麻烦了吧。林幽摸着下颌，心中思忖道，若不是那人放了数箭，这些人老围在他身边，的确也是有些麻烦的。如果有机会，倒是真想看看你这家伙到底是啥呀。变异凶兽入侵即将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
一道醒目的提醒出现在公屏上。终于是要开始了吗？林幽看着公屏上的提示，眼眸中露出一丝兴奋。这都等了快2小时了呢。兴奋之余，他也在猜想，那个触发任务的幸运儿获得的奖励应该不小吧？6大主城城主都拿出那么大的额外贡献度来奖励参与活动的玩家，那幸运儿的奖励肯定少不到哪儿去。第149章速刷，这任务终于是开始了。希望你们不要怪我，毕竟那件装备对我很重要，只要有一座城防住就好。一手持淬毒之刃，穿着黑衣，戴着紫色面纱的女子，此时正通过一水晶球关注着各大主城的情况。在他玩家面板的右上角有一特殊的变异信息显示，这信息显示的内容与其他人相比多出了不少东西，不但有难度的级别，还有奖励的达成条件。毋庸置疑，他便是这任务的开启者。只要玩家守城成功，他便可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心中会有些歉意，那是因为他选择了最高入侵难度。一旦某个主城的玩家防守失败，让凶兽进入城区，那么这座主城的玩家全都会掉1级，不满18级的直接送回新手村。但对他来说，只要有一座城的玩家防守住，他便能拿到那最高的赤金装备奖励。所以虽然觉得歉意，但他还是得这么做。毕竟神装难得，便是其他人死完了，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谁也不知道是他触发的任务。很快，第1轮的变异兽出现在城池附近。变异的沙漠巨蟹，等级20级，生命值1万，物理攻击力700，物理防御力400，魔法防御力300。技能1，极速，发动技能时获得 20% 攻击速度和 30% 移动速度加成，持续时间20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2，蝎毒，用伪真攻击时有概率对敌人造成中毒效果，中毒期间每秒减少当前 HP 最大值的 1%， 持续时间10秒。技能3，疯狂锤击，使用蝎前对敌人发动连续撞击，每次造成 140%、120%、100%的效果伤害。这块头还真大。林幽看着那体积是人类3倍大小的变异毒蝎，心中不禁有些啧舌。这特码也太大了吧！并且不仅块头大，那攻击方式和手段也有点猛。好在这城外的玩家不少，大家装备等级也不烂，不然还真难对付这家伙。相对别人都是抱团干，林幽的打法则灵活许多，不但要打怪，还要尽可能的抢到更多的怪，不然如何去夺那第1的额外贡献点呢？仗着自己的速度更快，看着朝自己方向冲来的巨蝎，他反手便是一个致命链接丢到头上，然后身形一转，继续往其他方向的巨型追去。这个时候效率就很关键，想用寒冰尖刺杀一只巨蝎，他最少要打5次才能打出8000以上的伤害。可如果套上致命链接后交给骷髅，在哥布林杀手套稳定触发套装效果后，每次使用技能时有 10% 概率使自身的力量、智力、精神提高100点，持续时间1分钟，最多叠加2次。暗夜骷髅的非暴击伤害可以达到平均每刀1100加，而链接可以总共套7个，总伤害收益一刀可达到1100加6乘550等于3410。若是出现了暴击，那一刀的总伤害值直接可以达到8800。并且别忽略了，暗夜骷髅可是1秒2刀，而他的寒冰尖刺 2.5 秒1次呢。所以在多人抢怪的时候，丢链接绝对是最划算的。您杀死了变异的沙漠巨蝎，获得了1500点经验奖励，获得50点贡献度。您杀死了变异的沙漠巨蝎，获得了1500点经验奖励，获得50点贡献度。您杀死了变异的沙漠巨蝎，获得了1500点经验奖励，获得50点贡献度。我尼玛，这就是大佬的实力！刷怪这么简单，不少玩家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特殊的刷怪方式，就是不断的跑点，然后朝巨蟹丢技能，丢完技能就等着自己的召唤兽砍，等召唤兽砍完了又继续找怪丢，如此反复，这速度和效率，便是训练有素的团队也都比不上这大佬。更何况这牛逼的大佬经验独吃，贡献独拿，这实在是太爽了。林幽有时跑累了也会站在原地，随意朝远处的变异巨蟹丢2个寒冰尖刺，将其引过来，然后他的兄弟暗夜骷髅便很自觉地跑了过去，刷刷刷，几刀便将其解决掉。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林幽直接刷了12万经验，4000的贡献点，这战绩玩简直可以用生猛来形容。另一边，这蝎子豹的东西
还真不错，这些可以给林幽留着，这袍子也可以给林幽留着。雨琼满意的清点着自己的战利品，他找的这个点儿，离暴风城也不远，巨蟹刷新量也挺大。唉，可惜我杀这些东西都没贡献点呢，真可惜，不然也可以给优换点好东西啊。雨琼歪着头想着一些事儿，因为特别的缘故，他没有办法再得到暴风城的徽章。要不我去百藏山看看那 boss 刷没刷？可如果我把那 boss 宰了，会不会让时间错乱的更离谱呢？雨琼脑中的想法有很多，大于石珠的力量不免有些束手束脚。他可以确定，当初的心符绝对没出过这种72小时变异怪工程的活动，可现在偏偏什么都出来了。他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的缘故加剧了这游戏进程。如果他杀了那大 boss， 会不会导致更新的版本变得更夸张呢？一想到这儿，他就有些头疼。杀不杀呢？什么人？雨琼感知到了周边突然出现了异常波动，毫不犹豫，他直接一个灭却之矢就朝那异动方向射了过去。您杀了玩家无名小刺客。正待继续引箭朝另一个方向开射的时候，第150章被忽悠了的琼。美女，剑下留情，我们是白小楼的人，对您绝对没有恶意。就在雨琼准备松弦之际，那隐藏在暗处的声音喊了出来，然后立即解除了前行状态。白小楼。听到这3个字，雨琼取消了这次攻击。他记忆里，这白小楼主营情报信息，在那个时代很有名气。正好他想打听一下黑暗盟的事。呼，看到眼前的美女取消攻击，那叫刺入你的心的玩家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这美女实在是太猛太强了。要知道，刺客的18级前行技能，早期除了显影之尘这种道具外，几乎是不能被破的。可没想到，这美女不但能破，还将他的队友一剑直接带走。你们鬼鬼祟祟是有什么事？雨琼问道。我们白小楼主要是做游戏里的生意，除了售卖情报外，也会接取暗杀刺杀的任务、雇佣任务。我们之前看到了您的杀人手段，所以很诚意的向您发出邀请，价格绝对让您满意。刺入你的心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很是诚恳的说道。当杀手？没兴趣。雨琼摇了摇头。他跟林幽一样，比较喜欢独狼一点，不想加入特殊组织，被无形的束缚住。那就打扰了。刺入你的心，瞧着雨琼的眼神不对劲，生怕这美女又是一剑。等等，美女，您说什么事？刚准备前行跑路的他赶紧停了下来。你们专营情报，我想买个情报信息如何？当然可以。刺客赶紧说道。做生意自然是谁的生意都可以做。我想要现世界、蓝城市、黑暗盟的详细信息。距下一轮变异凶兽入侵还有3个小时，请玩家做好准备。这第一轮杀的可真快啊！林幽看着那信息提示，心中暗道：任务提示，3天的时间里，一共会有15轮凶兽入侵，每次入侵后都会给玩家3个小时的休息补给时间。不知道这最后一轮的 BOSS 是什么样的？根据日常的游戏经验，这最后一轮肯定会出一个厉害的大 BOSS， 就是不知道这 BOSS 到底是法攻呢，还是悟攻呢？若是法攻怪的话，如何在这场地里把最后的大 BOSS 抢下来，也是个技术活。毕竟这可不是新手村，那几个行会的人现在只是相互之间有所顾忌，不便对他出手。可抢 BOSS 的时候不会有什么迟疑呢？要是那老六是自己人就好了，这配合起来抢 BOSS 多方便。林幽心中暗想道。都12点了，那吃个饭休息会儿。林幽看了一眼右上角的时间，12点整，得劳逸结合，把在线的时间算好，否则在线时间一旦达到今日上线，那可就没什么能玩的了。现世界，林幽哼着小曲儿打开房门，那丫头竟然不在客厅，奇怪，没在我房间，也没在客厅，这丫头今天有些奇怪啊。林幽有些疑惑的自语道。照以往，这丫头要么躺在他旁边，要么就是在客厅的沙发上看那竞技系列的小电影。琼，林幽在客厅里喊了一声，没有回应。朝雨琼的卧室看了一眼，敲了敲，然后轻轻一拧，反锁了。奇怪，这丫头什么时候有锁门的习惯了？林幽心中的疑惑更深了点。要知道，这丫头自5年前相遇，再到现在，可从没锁门的习惯呢。以前好几次撞见她在房间里换衣服，他还提醒过，让她日后注意一点，毕竟男女有别，那些场面看多了不好。虽说他心里年龄挺大，但也怕把持不住啊，毕竟那可不是什么可行的年龄。待林幽做好饭，
又过了好一会儿，那丫头才从房间里钻出来。你今天是干嘛呢？一反常态，还把门锁了，你该不会是在做什么坏事吧？林幽看着雨琼，坏坏的笑了2声。坏事儿？你这是在暗示我什么吗？雨琼看着林幽，眼眸中突然露出一丝别样的神采。如果这家伙主动的话，他应该是不会拒绝的。毕竟，第一次这种事儿，总不能让他先开口吧？那多难为情。嘿嘿，我就是开个玩笑，吃饭，吃饭。林幽讪笑着岔开了话题，这可不敢深聊，万一把这丫头惹怒了，这家怕是待不成了。你今天在游戏里干嘛呢？雨琼随意地问了一句。还能干嘛？杀怪呗。一个人？不然呢？就我那天赋，还能有人阻？林幽想着雨琼之前不信他是寂寞如风的事儿，也就随便胡扯了起来。反正说的越真，这丫头越不信。他又懒得解释，不如随便编造点消息，说不定这丫头就信了呢。也是，真是辛苦你了。雨琼重重的点了点头。这真是太惨了，和当初一样。对了，你跟那寂寞如风一个新手村，你见过他没呢？他今天蹲了很久，也没找到爆他装备的机会，还是有些遗憾。但石珠剩下的能量已经不多了，今天可没办法再进入游戏。你说寂寞如风，不止见过啊，我和他还挺熟的。林幽直接开启了忽悠模式。论对寂寞如风的了解，谁能比得过他？还挺熟的？你又吹吧。哟，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吹牛。雨琼撇嘴，不知道这家伙哪儿养成的坏毛病，还认识寂寞如风呢。那可是杀人魔王呢，那法外狂徒罪大恶极4个字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真没吹牛，我跟你说，我跟这寂寞如风啊是相当的有缘。你别看论坛上说他是杀人魔王，其实这家伙挺厚道的，从不乱杀人，对新手也挺友好的。我在做任务的时候，他还帮我杀过几个小 boss， 很够意思。我现在拿的武器都还是他送的呢。林幽是越说越兴奋，虽然外面都说这寂寞如风是如何的狠毒无情，但他必须都在雨琼面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然等日后能力巨现了，这丫头还以为自己是杀人魔王呢。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林幽这辈子都欠他这大人情。可惜他太厉害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报答。不得不说，林幽就是个天生的演技派，当初靠演技忽悠了王敬夫，现在又靠演技把雨琼也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他万万没想到，这寂寞如风对林幽竟然这么好，那到底还杀不杀呢？要是让林幽知道自己把他大恩人给杀了的话，肯定会生气吧。真是烦。第151章，兄弟，你先冲。算了，你欠他一个人情，我想法帮你还了，免得你日后在我面前天天叨念雨琼默默心道。看林幽这激动的表情，他实在无语。毕竟他俩是一家人，林幽欠的人情也等于他欠的人情，该还也得还，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吃完饭，林幽定好闹钟后，直接躺床上睡了过去。这3天可是抢攻限度的最好机会，便是辛苦一点，他也不愿错过任何一波，争取能趁着这3天把等级也好好冲一冲，到时候看能不能获得新的技能，这样去百藏山寻宝也更有把握。游戏论坛，凶兽入侵，盲猜跟塔防规则类似，通关条件不能放更多凶兽进城，顶上去。独家消息，寂寞如风在游戏里杀疯了。可靠消息，像寂寞如风那样牛逼的人，据说还有一个。内部人员透露，这寂寞如风100%有魔免装备。特么的，还真有魔免装备。大魔法师毛人雨峰坐在电脑旁，看着论坛上的新闻，不觉得虎躯一震。这次的帖子写得很详细，那寂寞如风获得了赤金级权杖，疑似那魔免的词条在那权杖手上。操，这把法杖对我苏法神来说有点克制啊。苏峰眉头紧皱，以前的新闻他都不怎么信，但随着后面源源不断的新闻爆出来，也由不得他不信啊。还真特么没想到，浩劫里竟然会出现这么变态的武器。不过那也要看你能不能拿得稳了。苏峰对寂寞如风本身没有什么畏惧，依靠装备变强的人，一旦装备没了，马上就会跌落谷底。神器是不错，可哪有天赋好呢？但他们这批人进服的时间，相对别人晚了整整10年。那些前批次的也是有不少厉害的玩家存在，想打这武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怕是拿不了多少时间呢。000，手机铃声响起，接起电话。喂，峰哥，我们准备好了，继续刷焦主吧。好。挂了电话，苏峰径直上了游戏。虽然很多玩家18级后
都直接去了主城，但他们那伙人却依然在新手村坚持，想办法刷新通关时间记录。主城的贡献度奖励活动，他虽然也眼馋得很，但心中却有自己主意。虽然墨竹未给他任何事前承诺，比如将 BOSS 时间刷到多少给他额外的奖励，但他知道相对暴风城的活动，国家肯定更注重这一块。若是能得到第一的话，他暗中的好处绝对不会少，有突出的名目，国家就很好发奖。上一次他可是收获不菲呢，只是之前没拿到天梯的通关奖励，他心中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他发誓要拿个第一，好好的证明一下自己。游戏里幽冥教主的活动后天就能结算了，不知道能奖励什么东西呢？全服竞赛性质的奖励应该不会少吧。林幽坐在一棵树上，一边等着下轮凶兽的刷新，一边想着奖励的事儿。靠着王敬夫的力量，他3分多钟就干掉了 BOSS。 他不信这成绩还有别的人能超越，现在就等着最后的奖励了呢。第2轮凶兽入侵即将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站在树上，林幽看着远方，浩浩荡荡，竟然烟尘。待烟尘稍微散尽之后，新的怪物终于出现了。变异的独角犀牛，等级21级，生命值12000，物理攻击力800，物理防御力450，魔法防御力350。技能1：野蛮冲锋。野蛮冲锋以极快的速度撞向目标，对路径上的目标造成200%的物理伤害。技能2：皮糙肉厚。当独角犀牛的 HP 低于50%后，每下降1%，增加5%的物理和法术防御。21级，每轮提高1级吗？那最后的一轮会出现35级的怪了。林幽看着变异犀牛，心中猜测道，因为他不是任务的触发者，所以也不知道那任务的详细达成条件，但看到这些凶兽的目标方向是一味的在向城门冲刺，而城门附近的那些弓箭手 NPC 却对这些凶兽毫无反应，似乎是任由这些凶兽行动。照理说，如真是凶兽入侵的话，以 LV99 弓箭手的射程范围，绝对能将近距离凶兽直接猎杀的。这任务的达成条件，难道真跟那论坛大神猜的一样？这是个类似塔防的活动，不能放更多的怪物进去。林幽想起午睡前论坛上看的那个最火的预言贴，毫无疑问，这活动的通关奖励会很丰厚，最终 BOSS 的击杀肯定也会爆好东西。可若是玩家坚持不到那个阶段，以至于前期便放了足够多的怪物进城，那这任务是不是就算中途失败了？只是这任务失败会有什么惩罚吗？不管了，先把能拿的奖励拿了，其他的到时再说。想到这儿，林幽振臂一挥，朝着树下的骷髅喊道：兄弟，你先冲。第152章贡献兑换。几轮之后，这家伙真他妈变态，这都第5轮了还这么生猛。傲视魔心站在高处，远远地看着林幽，恨恨地说道，这第5轮的凶兽25级的变异飞天螳螂，便是他们行会20人分队小组打起来都有些许吃力，可那寂寞如风，像是没事人似的，在怪物群中依旧轻松穿梭，始终是游刃有余的样子。难道我们几个行会就看他在这儿舒舒服服的刷，就不能搞点别的事？看着林幽那轻松的模样，羡慕嫉妒恨的人自然不少。同样是玩家，凭什么他就能这般轻松自在的刷怪呢？嘿嘿，魔心别急，巨无霸已经去找纵横末日管事的人去谈了，刚才他跟我回了消息，谈判还算顺利，如果能定下来的话，这寂寞如风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傲视可乐冷笑着回道，默人愿意看着寂寞如风这般轻松自在的刷怪，毕竟这家伙越强，想杀他就越不容易，那击杀付出的代价也就会越来越大。如今几大行会之间虽对装备的归属有严重的分歧，但并不妨进行一些适度的谈判，至少不能让继续这么轻松下去。距下一轮变异凶兽入侵还有3个小时，请玩家做好准备。呼呼，这一轮终于结束了。林幽靠在大树旁，长长的舒了口气。这后面的怪确实是有些难打，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差的缘故，这5轮刷新的怪都是误攻系，他虽不惧，但打的也是有些吃力。好在没旁人干扰，加上他走位风骚，一直可以维持着法外狂徒50%的伤害加成。5轮结束，他总共获得了72万点经验，25000的贡献点，等级也达到了21级。在他经验独吃的情况下，除了几个有人包养辅助为经验的土豪外，还真没几个人能追得上他。等他把双倍经验要搞出来，这升级速度还要加倍。辅助提示：
城主大厅兑换物有刷新，或许有你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看到辅助的提示，林幽顿时来了精神。如今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可不算多啊。如果2万多的贡献点能兑换出什么好东西的话，他也是不会有什么犹豫。毕竟雷霆系列的装备便是再好，也得成套才有价值。想收集成套也要费不少时间。在收集的期间，运气好，说不定就能杀人爆出几件来呢。毕竟还有这么多天选筹加在，要是提前兑换，跟爆的部位重复了，那可就太可惜了。现在被无故追杀久了，林幽的心性也发生了些许变化。既然都想搞他，那他也不能太客气，只要有机会，该抢的装备就抢，该杀的人就杀，绝不带半分客气的。对了，那老六怎么突然就安分了起来？应该不是在蹲我吧？想到这儿，林幽找了处更隐蔽的地方，完成了信息切换，将法外狂徒的称号取消，换了身法系装备。林幽找了处相对隐秘的林子，进城还得是白名才行，不然守卫那关是真冲不过去。顶着死亡如风的名字，林幽很顺利地穿过了各大行会的占据地。只要不抢怪，不搞事，行会对散人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进了暴风城，照着路线地图指引，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后，林幽终于是回到了城主大厅。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这样应该能撑到最后一轮吧。林幽看着排成长龙准备认真的人群，心中暗道，就目前的情况，玩家人数增加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前5轮的冲击也是有不少玩家丧命被送回了新手村，若是没有足够的人员补充，如何能撑到后期呢？要知道暴风城可是有4道大门，便是他再牛逼也不可能同时守住4道。一旦活动规则真如网上那大神预言的那样，是类塔防形式，冲入城中的怪物达到某种数量，活动提前结束的话，那可就太不划算了。毕竟这么丰厚的经验和贡献奖励活动，在游戏历史上都不多见。穿过人群，林幽竟直去了城主大厅的兑换点。在这里，透明的玻璃橱窗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兑换商品，整个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型的物品展览馆。其中复活戒指摆在最上，其次再是个系列的雷霆装备，在最下面便是些常规类道具物品，这些时不时便会有更新和补充。除了雷霆系装备和复活戒指外，其余特殊商品的兑换价格也是随着游戏进度不断的波动上涨。玩家想靠停级、刷贡献换取特殊道具几乎是不能的事儿。某些东西前期兑换很便宜，后期至少得付出双倍甚至多倍的价格。所以对大部分没有做雷霆装备打算的玩家来说，某些东西自然是买的越早越划算。便是自己不用，有些东西也能买来升值呢。系统说的我会感兴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林幽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认真的寻找，能兑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装备、特殊道具、附魔珠、强化石，还有属性果实，外面需要高价钱买的东西几乎这儿都有。不过价值也是真的不菲，动辄便是几千上万，甚至上10万，比雷霆系的散剑还贵。是天赋石。在扫了大半个货架后，林幽终于在橱窗的一角看到了一块天赋神石，标的价格12000点，贡献点外面土豪雇佣刷子，协助刷的价格是600块每点，这儿需要12000点兑换，差不多也是720万了。相对于外面的1000万估值，这价格相对算是合理。毕竟在主城贡献点的实际作用肯定要远大于金币，有些东西除了贡献点还真没办法买呢。第153章属性强化。林幽在橱窗上轻轻地敲了敲，一穿着酒红色高叉旗袍、模样精致的女 NPC 很快便走了过来。您好，我叫克里斯，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我想换这块天赋神石。林幽指着石头说道。好的，请把您的徽章给我，我们需要验证您的贡献点。克里斯很是恭敬地伸出双手，准备接过林幽的徽章。就在此时，有人在林幽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兄弟，你换天赋神石？林幽有些疑惑地回头转身，示意穿着鳄鱼铠甲、戴着鳄鱼头盔的19级战士 ，ID 名字铁剑，其身高1.8左右，手上提着一把鳄鱼巨剑，看上去应该是个有钱的主。怎么，有什么问题？林幽没有否则，也没啥可否认，他本来就是要换天赋神石的，这四周那么多眼睛，被看到也是正常。兄弟，别误会，我看你贡献点多，想跟你谈个交易。铁剑搓了搓手，讪笑着说道。能换天赋神石的玩家
贡献点肯定不少呢。不过这天赋神石虽然珍贵，但花点钱也还能搞到。特别是现在进入主城的玩家越来越多，只要加钱喊得满意，说不定排队的人群里就有人出呢。什么交易？林幽问道。对合理的交易，他向来不拒绝。这有一本战士的特殊技能书，半月剑法，价格13000贡献度。你看我加些东西跟你换成不？半月剑法，战士专用，群攻系技能，能对自身1乘1范围内的全部敌人造成90%的攻击伤害。战士群攻技能书是个好东西，林幽点了点头。技能书这种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之物，除了隐藏职业外，其他职业都是在职业导师那里购买普通技能书进行技能学习。偶尔游戏里也会有特殊渠道产出符合指定职业要求的技能书供玩家学习。不过这种技能书学习之后想提升也有些麻烦，因为不是导师教授，想提升的话只能用技能石。你想用什么东西换？如果价值不高，我可没兴趣换。对林幽来说，如果想用装备来换的话，那可没什么价值和必要。毕竟装备他可不缺，这套哥布林杀手套足够用到25级。论装备，他身上还有一个黄金宝箱没开呢。一是没合适想要的部位，二是怕爆出什么装备来，刚好与开出来的部位冲突。兄弟，咱们用私聊模式。铁剑看有玩家不时朝他俩扫过来，生怕有人给他截胡了。贡献点这种东西，他还真差不少。虽说也雇佣了些打手，可效率实在是有些低。最主要的还是配合不到位。这前几波的怪都挺猛，他一个近战，要先去拉仇恨，还要防着那些怪给他一套连击，纵然来回走位也实在不容易。顺回800的大药，他都吃了快500瓶了。搞到现在，800大药的价格都被炒到了5银币一瓶，土豪专属了。我刚收了一块技能石，我用技能石加300金跟你换，你看成不？铁剑试探着问道。技能石他可以日后再收，无非就是加点钱的事儿。可这技能书，错过这地，再想寻一本一样，可太难了。特别是战士群攻，更是稀少罕见。一颗技能石，林幽略微的思忖了一下，也是该把尸毒术提一提了。林幽转念想到了尸毒术，这本身也是一个神技。如今暗夜骷髅有各种特殊加持，战力相对已经不弱，便是再继续提升，那总收益肯定也不如综合提升的效果。毒这技能能克制的东西很多，特别是2级毒，每秒减少5点双防，这速度是真不慢，并且2级毒持续的时间也有所增长，这样待会搞 BOSS 就不用每分钟都要想着上毒了。可以，林幽点了点头。单从钱方面来说，技能石的价格和天赋石的相差不大，1000点的贡献度差，这家伙直接用300金来补，也算是诚意满满。再商言商，他不会跟钱过不去，哪怕这家伙是傲视的人也无所谓。想当初傲视无情还追过他几次呢，不照样花钱泯恩仇吗？很快双方的交易完成，林幽满意的看着包袱里的金币和技能石，这交易不亏，留个500金，把其他的全加速。我看这宠物蛋还有多能吃。林幽想了想之后，将宠物蛋的培养方案临时又调了一下，一次性又放了几百金进去。通过观察，虽系统未有明确提醒破壳日期，但他自打进了主城后，发现宠物蛋身上的裂缝是越来越多，总感觉就差那一点了。过2天还有500金入账不出的话，就再喂一次。那500金便是傲视无情承诺还欠的500。待铁剑走后，林幽在城里转了一圈后，这才又回到兑换点，看到那天赋神石还在，果断的让 NPC 给他进行了兑换。使用天赋神石成功，请选择天赋强化方向，强化杀戮盛宴。这一次林幽没选择继续强化窃取，而是把杀戮盛宴给强化了一下。好技能要搭配着用，这也算是他保命的神技呢。杀戮盛宴 LV2， 击杀等级不低于自身3级以内的生物，可以获得5点充能，每点充能可以转换为20点护盾或造成20点无视防御伤害，充能点位为一次性使用，技能 CD 10分钟，当前最高可以累积5000点。使用技能时成功，请选择将要强化的技能。尸毒术，尸毒术 LV2， 每秒强制扣除敌人10点 HP， 每秒减少对方5点物理魔法防御，每次持续时间180秒，范围型施法，施法距离 MP 消耗20点，技能冷却时间1秒。注：中毒期间，除玩家外的任何生物都将暂时失去生命恢复能力，若防御扣减为负数，则所遭受伤害
将会进行叠加。暴风城、烟雨阁。好，那我们4家就共同约定，这次先将那寂寞如风驱逐出刷怪点。至于那魔免装备，我们日后各凭本事得。傲视巨无霸看着旁边的几人，沉声说道：“这次商讨的结果很统一，虽说大家都有仇，但也没人想看到寂寞如风坐收渔利，不可能还让他刷的那么舒服。”第154章情报。林幽将技能强化完毕，便匆匆的下线，准备吃点东西继续睡。每隔3小时刷一轮，一轮少说要打上1个小时，这般一直连轴转，不能舒服的睡个好觉。老实说，对身体的负荷还是挺大。这20多个小时里，就这般睡睡醒醒，黑眼圈都给他搞出来了。林幽困意沉沉的走到客厅，坐在板凳上，随手拿起1包牛奶、1块面包，狠狠的吃了起来。这不间断进食的感觉是真心难受。哟，你的眼圈怎么这么黑？昨晚是背着我偷牛去了？琼那丫头正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穿着一身奶白色的无袖短衫，肚脐外露，黑色的长筒丝袜，笔直的大长腿，晶莹剔透的玉足上正勾着一双小凉鞋，雪白滑嫩的肌肤似有阵阵幽香，不住地往林幽的鼻尖扑。偷牛？我要是有那精力就好了。林幽白了那丫头一眼，真是又懒又能吃，只要不待在房间里，那就肯定是在客厅里看电视。这性格，在蓝星肯定连对象都找不到。毕竟，谁会喜欢一头小懒猪呢？你没偷牛，那你玩个游戏宰个还整这样了？雨琼又瞅了林幽一眼，平日就杀个野猪怪，也不至于这样吧？这精神恍惚样，感觉好久没睡过好觉似的。我哪知道，可能是最近没吃腰子的缘故吧。林幽摸了摸下颌，随口胡诌道：“又是吃腰子，我看你以后能有多行。”雨琼的眼珠转了转，吃了这么多腰子，他倒是想亲自见识一下这家伙日后到底是有多猛。待林幽吃完回房后，这丫头看了看时间，要到跟那刺客约定的时间了。昨天下线前，他跟白小楼的刺客约好时间，今天交易那黑暗盟的情报信息。他要看看那背后针对林幽的到底是谁，是谁有这么大胆子敢杀他的人。另一边，大和国，狼桑这次击杀幽冥教主非常顺利，犬养军和狗养军带的队伍带着初始神器，将时间压缩到了2小时10分。这时间记录已经完全打破去年的记录，相信这次的巨献奖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和。朱桑，你做得很好，上一次天梯失败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得到这笔资源。狼桑，您放心，消息我都打探好了。阿西巴他们的最快通关时间是2小时40分，巨西国他们的时间是2小时35分。美丽区的爸爸们这次放弃了幽冥教主，而大夏，嘿嘿，就目前来看，也就毛人与风带的队伍要强上一些。但根据陈剑锋传过来的消息，他们的通关时间目前最快也是在2小时20分。虽说还在尝试最后一次冲击，但突破的概率并不大。没有特殊的道具加成，想再提高1分钟都难。在竞赛期间，幽冥教主的刷新时间会缩短至18小时一次，理论上说，可以满足每个新手村玩家最多4次的重复挑战。不过，除了首杀外，重复挑战的爆率低得惊人，重复多次也不见得能爆什么好装备。很好，只要这件事办妥，就差那件魔免装备了。希望陈桑他不要让我失望。小郎君抬头看向窗外，眼中露出诡异的青光。狼桑，您放心，陈剑锋全家的性命不都在咱们手上？只要他敢有半点不听话，这些年他跟咱们私下合作的证据放出一点点，大夏就绝容不下他。为了性命着想，他肯定会忠诚的为我们大和卖命的。不错，他是条好狗。2小时40分钟后，林幽恢复了些许精神，又重新回到线上。如今个人实力强化了不少，他对夺取第一也是越来越抱有希望。他贡献度虽然消耗完了，但猎杀数绝对是第一。只要他的节奏不被打乱，后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趁着刷新前的时间，林幽先去了趟药剂店，补充不少普通的金疮药和魔法药，然后又在公屏上找玩家收了200瓶顺回红蓝的大药，1瓶5银，这一下就等于花出去了10金。若是1周前，他肯定也会觉得肉痛，但最近挣钱稍微容易了点，他的格局也打开了。钱这东西，花得多，挣得多，该花就得花。林幽与那卖药的玩家交易完后，那玩家看着林幽的 ID， 突然打趣地说了句：“兄弟，刚才只看你如风2个字时候，我差点以为你就是那个寂寞如风呢。”寂寞如风，那等大佬
攀不起。林幽也是笑着回道：“那确实是大佬，不过待会可能就没那么风光了。”怎么，是又有人要干他了？林幽故作疑问道。嘿嘿，那可不，他一个人在那外面刷得飞起，你说其他人能看他过眼吗？都想杀他搞他的装备，能坐视他越来越强吗？我听说那4大会已经联合起来了，至少会把他驱逐出刷怪点。这买药的话言简意赅，他从朋友那儿听到了些消息，在这第6轮便准备对这寂寞如风动手。原来是这样，看来他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林幽点了点头，这信息对他来说有些价值，但不算太大，因为在他一个人在城外刷怪的时候，早就做好这准备了。若是这帮人准备搞他的话，那大家都别想安生的完成这凶兽入侵的任务。第155章杀戮开始。林幽可不是一个那么被容易拿捏住的人，至于说搞事，他也是相当专业的。若是有机会能以一己之力拖下4大行会的话，他可是不会有半点犹豫。和之前一样，林幽顶着死亡如风的白名身份出了城，在城外人烟稀少的树林区域里，熟练地完成了身份和装备的切换。最大恶极的称号，哥布林杀手套以及那赤金魔龙权杖。黑暗召唤，林幽的手轻轻一挥，先把自己的骷髅兄弟召唤出来。暗夜骷髅一身甲胄，眼瞳中冒着墨绿色的鬼火，手中提着那柄巨型屠龙，这画风是真的帅。不过这家伙瞧林幽的第一眼，恍然间竟然给人一种颇为无奈的感觉。兄弟，怎么了？是异世界孤独了？林幽看着暗夜骷髅打趣着说道。没事儿的时候逗逗骷髅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消遣。别急，等兄弟我掌握巨献的能力，把你带到我的世界里，让你看看什么是灯红酒绿，顺便请你尝尝大刀腰片。骷髅不语，他相对其他的召唤物，脑袋里的确多了很多的东西。对于林幽说的那个世界，的确也有几分好奇。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和坟场里的世界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兄弟，走，继续干活了。这次林幽从树林里出来，看到自己之前占据的点位上多出了不少4大会的人。看他来了，这些人竟然未有任何动作，依旧是稳定的站着那点位上。哼，看来那卖药的信息还是真的吗？林幽心中暗道。傲视、纵横、末日、寂灭的人冷眼地瞧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似乎是想看他怎么办。现在是想抢点位啊？林幽边说着，边将果酿服下，增加10%的 HP 还是很有必要的。寂寞如风都是聪明人，何必装糊涂？傲视魔星冷笑道。谈判已经达成，并且各自的分会长还签订了协议。你现在让4家行会都不高兴，可我们依然愿意给你一个机会。马上下线，等这活动结束后再上。你也别想着攻击哪一方，无论你想攻击谁，另外3家都会马上对付你。到时候爆了装备就看天意了。傲视魔星狞笑道。为了达成这一致条件，傲视一方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除了在主服的让渡一些领地利益外，这击杀之事也愿意让另3方共同参与。当然他们便是不愿意也没法，这3家一旦联合起来，实力不会弱于他们。只是在单论的情况下，傲视这方的实力最强，他们自然更想先把这寂寞如风逼下线，待日后寻个好机会再慢慢杀，所以才提了这要求。相信只要这寂寞如风不蠢，应该能看得懂局势。4家同时联手，纵然只是部分主力，那也绝对不容小觑。下线绝对是最好的选择。4家能达成一致，这想法还不错，看来你们倒是为我考虑的蛮周到的。听傲视魔星说完，林幽微微点了点头。这傲视魔星当着己方的面说出来，便是在提醒他，另外3家也有参与，别想着那3方会坐山观虎斗，保持什么中立。一旦他攻击自己，下一刻便会面临4大会的集体围攻。怎么？那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嚣张的资本吗？现在下线，你还能多活一段时间，否则死。傲视魔星说这话的时候，浑身那是一个舒爽。别人都说这寂寞如风是大佬，可今天他有背后的兄弟在，就敢有这底气跟他这般说话。这事儿日后有的吹。第6轮凶兽入侵即将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看着公屏上的提示，林幽的眼眸微微一缩。4大行会据点上的玩家总共约有100位，都在朝他步步逼近，试图将他先围起来。前方全是肉盾战士，已经有刺客开启前行，大量的牧师已经就位。不过这些人都站位巧妙，确保战士与弓箭、刺客等职业的距离有特殊的间隔，
我想，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情报？林幽看着傲视魔星，脸上露出一抹讥讽。呵呵，就是你的派大星吗？我们都知道，不过你那技能用过2次，距离范围我们也是调查的一清二楚。傲视魔星自认为已经预判了林幽的想法，这寂寞如风的最大杀招便是那派大星，但4家合围的距离刚好卡住点，便是爆炸也最多灭掉一方的战士小队，可后面的刺客和弓手也能顶住一会。行会4周驻守的大部队会不断有人员进来补充，到时候便是不死不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机会。所以当下这寂寞如风除了下线没有更好的选择。看来你的确是预判了很多东西，可你就没想过技能是可以升级的。林幽看着傲视魔星，脸上的笑意更猛。技能升级？傲视魔星听林幽这么一说，心中顿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他们什么都算到了，可就是没算那派大星升级了会怎么样。看来我这红名是洗不掉了。林幽的脸色一沉，每次不想杀人，可总有人送上门来呢，这罪恶值是越洗越多啊。闪烁匕首，林幽先是一个闪烁，闪到最中心的位置，确保爆炸能覆盖住更多的人，然后在这些人惊异的目光中杀戮盛宴。没有犹豫，林幽直接使出了加强版的大招，随着他手中的权杖挥舞，一只如同小山状的派大星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随着派大星的手缓缓打开，轰隆一声，伴随着震天撼地的巨响，地面开始摇晃，以林幽为中心，一道巨大的血光冲天而起，像是要击破苍穹一般，凶悍无比。滚滚的气浪翻涌，方圆之地隔得远的玩家都被气浪掀飞，重重的摔在地上。隔得近那批人则是直接化作一道白光，各回个村。没想到这家伙倒是挺厉害。雨琼上线，查到黑暗盟的情报后，便在远处看着寂寞如风。没想到这家伙还真不是一般的强，这种超高属性的伤害确实很克为功。要不是你帮过优，我现在就想一剑突突了你。不过我现在得去找黑暗盟谈谈了，希望你能好运一点。雨琼想着黑暗盟的事儿，脸上浮出一丝冷笑。今夜杀戮又要开始了。第156章战术性后撤。您当前的罪恶值为325。爆炸结束，林幽扫了一眼后台信息提示，这一炸直接干掉了115个4大会的玩家。看了一眼地上掉落的装备，没时间多想，赶紧把袋子的捡了起来。他方才杀的只是4大行会里的一小部分，周围还有大部队呢。那4大会原本的意思是想先把林幽逼退，等日后寻到机会再慢慢搞单杀。可谁能想到林幽不按套路出牌，就不是一个怕事儿的主，直接开大招秒了一群。就在他捡起第4件紫装的同时，4大会的人终于是从爆炸的懵逼中醒了过来。这爆炸的冷却时间超长，不趁这个时候解决掉，哪儿还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那些在其他点位的弓箭手更是急忙的跑了过来。如今这寂寞如风进入战斗状态，5分钟之内没法下线，在这儿就是绝对的活靶子。数发箭矢直接打到了他的身上。48、35、90，暴击。85，提醒，您的生命复苏效果已经结束。受到攻击的一瞬，他的复苏效果立时消失，同时受到法外狂徒称号的影响，他的头上直接飘起137的数字。这最初的一轮下来，林幽的 HP 直接便下降了2/3。战神附体，林幽在残血的一瞬直接开启了战神附体，10秒无敌，先撑住这10秒的轮射。四下看了一眼，左上方有2个刺客，看样子是在准备捡漏。林幽的脸上浮过一丝冷笑，闪烁匕首的冷却时间已经转好，他直接一个闪烁跳到了那2个刺客面前。在系统的提示下，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前行。您的被动技能寒冰尖刺已经遗忘，那进行认证的大法师一直在城里，他随时可以回去窃取，便是现在遗忘了也没什么关系。随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林幽直接消失在众人的视野范围。能破刺客隐身的显影之尘和真实宝石可不是现阶段人人都有的道具，任谁也想不到林幽还有这一手。操，他人呢？不见了？怎么就不见了？隐身了？场上4大会和那些吃瓜的散人都愣住了，原以为今天会见到爆神装的奇迹场面，可没想到这寂寞如风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下直接消失不见了。这又是什么技能？一个隐藏职业，难不成是全系职业吗？
该死，他怎么那么多技能？傲视巨无霸捏着拳头，心中是愤恨难表。他原以为能很顺利把这寂寞如风逼退，可没想到这家伙反将他一军，不仅杀了他的人，还毫发无损地跑掉了。他应该是得到了暂时隐身的技能，显影之尘和真实宝石能克他。纵横独尊也是有些懊恼，方才的那轮弓箭齐射，威力他们也是看到了。若不是弓箭手准备没有太到位，让这寂寞如风把无敌状态开了出来，说不定就能直接要了他的命。差一点就差一点啊！既然知道他会隐身，那下次他就逃不掉了。现在玩家手上还做不出这种道具，但城主大厅可以用贡献点兑换显影之尘，我马上去兑换。只要有血条，能受伤，总能干掉他。末日会长沉声道：“他们都没想到，那寂寞如风的技能会这么多变，那自爆的技能升级范围能增大这么多，还有，竟然掌握了类似刺客的潜行，这隐藏职业真是他妈变态啊！没错，只要能掉血就能死，把我们的四方弓手和刺客都集中一点，只要他再出现，那就给他来一轮。”寂灭金轮冷笑道：“这一波虽然大家都死了不些人，但也算是见识到了这寂寞如风的作战方式。至于损失的人，随着入城的玩家越来越多，只要给予福利都能得到补充。可以。他那爆炸的 CD 应该挺长，短时间肯定不会来冒险了。等他下次赶来，我们就集火秒掉他。只要这家伙死上一次，没有魔冕加持，日后想杀他也会非常容易。”傲视巨无霸眼眸中露出一丝凶光，眼下的局面想独占几乎是不能了。既然如此，那就个凭本事了。呼呼，这跑得还真够累。林幽在前行的时间，直接往远离暴风城的方向冲，30秒的时间里，愣是跑了500米。他是该勇就勇，该撤就撤，一套输出都打完，不跑不是傻缺吗？那几大型会里，18级以上的弓箭手，现在加起来少说也有300个，并且除了核心成员外，还有不少新人团队进来，硬抗300个弓箭手的同时攻击。他又不是隔壁小说的主角，20级能有几10万血，只要同时瞄准，稍有不慎，一轮就能把他给突了。是寒冰海妖。歇息了一下，林幽这才有心思去注意第6轮的刷怪情况。他看到一只指天蓝色的变异海妖，四面八方正不断的朝城池四周涌入。法系的属性查看，变异的寒冰海妖，等级26级，生命值3万，法术攻击力800，物理防御力350，魔法防御力550。技能1：凛冽寒风。凛冽寒风使用强大的锋刃对直线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法术攻击乘120的伤害，冷却时间5秒。技能2：冰霜牢笼。在目标位置处召唤一道冰霜牢笼，进入牢笼中的敌人减缓100%移动速度。技能3：死亡缓期。死亡缓期受到致命伤后，会强制保留1点 HP， 持续效果10秒，持续时间结束，立即进入死亡状态。第157章群体尸毒术。看到这些纯法伤怪，林幽顿时计上心头。若是用前行加独家女妖的话，应该可以再反搞一波。这整体任务还能不能完成？老实说，他现在不怎么在乎，毕竟这4大会都要起脸输出了，他还会在乎这些吗？这波他就是要杠到底。又看了一眼前行的技能描述，前行状态下隐身持续时间30秒，隐身状态下对敌人进行攻击将造成破影一击效果，破影一击伤害等于物理攻击乘200%，进行任意攻击后，隐身效果将立即解除。技能冷却时间100秒。不过因为奥数之秘有减少50% CD 的缘故，林幽实际的前行冷却时间只有50秒。如果能把前行时间再缩短10秒的话，那他基本就可以实现前行加战神附体的无缝衔接。只要没有显影道具的干扰，他便可以在城外好好纵横一下了。想到这儿，林幽切换到了死亡如风的聊天模板，直接在好友栏里找到了铁剑。老哥还在城里不？在呀，我在城中心铁匠大师这儿锻造武器呢。铁剑回道，因为从林幽那儿换到了特殊的战士技能书，他便想着把武器锻造强化一下，再去砍怪，所以现在都还没出城。铁匠大师离城主大厅不远吧？不远啊，几步路，能帮个忙不？不白帮那种。林幽说话比较直接一点，花钱办事很合理。虽然知道这铁剑是个土豪，但游戏里的金币是真金币，保值。兄弟客气，有事儿你就说。
铁剑为人也爽快，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认可林幽的实力，能搞到 1.3 万贡献点的法师，能是一般人吗？这种人可以结交，说不定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呢。你现在有多少贡献点？8150。能帮我看看城主大厅的显影之尘还有多少份不 ？OK， 2分钟后，400份，10贡献点1份。老哥，能不能帮我个忙，把这400份先买下？我待会儿付你300金。若是日后你需要贡献点兑换东西，如果我不缺的话，咱们也可以好商量。林幽开的价也是诚意满满。正常来说，按照现在的市价，240金足矣。但铁剑又不是差钱的人，对土豪战士来说，贡献点某种程度上比钱还要重要一点点。但林幽也是说了，日后兑换东西可以好商量。这话戳中了铁剑的心，这交易可以做。算了，兄弟，我收贡献点都是600块每点收的，怎么好意思卖你高价？240金就行了。这400份我已经帮你买下了，你看啥时候来取？铁剑耿直的回道。几十金的差价对他来说真不算啥。好，待会吧，我刷怪还有点事儿。行，到时候你私聊我。铁剑也没说啥，也不怕林幽忽悠骗他。毕竟现阶段显影之尘这种东西，在玩家复职业熟练度不够的情况下，只有城主大厅一种兑换渠道。若是想换成金币，也非常容易，公屏里喊一下，肯定会有人收。毕竟这东西除了对付刺客，某些副本也有会隐形的怪物，都必须借助破影道具才行。显影之尘买空了，那再搞个减 CD 配件，就基本稳了。林幽嘴角露出一丝淡笑。城主大厅里的东西兑换完，再刷新上架，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期间，只要他不浪，不朝剑阵里乱冲，应该会比较很安全。打开拍卖行，筛选夏装、蓝装、紫装，冷却收缩。林幽飞速的在拍卖行上查阅起来。这拍卖行里的装备还挺多，光是紫装都有10件。当然，这也很正常，大夏上亿的玩家日夜不停都有人在刷怪，有几页装备一点都不会让人奇怪。很快，一件属性海将就的装备落入了林幽的眼里。魔战无双腿甲，穿戴等级 LV20， 装备品级紫色，属性精神加40，物理防御加40，冷却收缩负 10%。 这腿甲加的精神比之前穿的那件紫装要高出5点，防御则相对持平。当然，最重要的卖点是这件装备附带了 10% 的冷却收缩。购买魔战无双腿甲成功，你花费了26枚金币。将腿甲穿好后，林幽看了一眼前行的 CD， 果然变成了40秒。可惜没有更多的部位穿戴，不然真想试试把 CD 减少到极限，看看会怎么样。林幽暗心道，奥数之秘，这种只能出现在 NPC 上的东西，出现在了玩家手上，的确能让玩家多出不少想法。只是对林幽来说，若是纯为前行的话，搞 CD 套性价比并不是很高。毕竟他的输出大部分都在骷髅上，没有精神属性支撑，前行的 CD 再短，输出也跟不上呢。显影之尘呢？末日行会的会长末日使者在兑换点找了许久，愣是没找到显影之尘这道具，心中不禁有些疑惑，这玩意儿哪儿去了？这种隔一段时间就会刷新之物，也不存在什么垄断啊。便是商人想囤货，也不会拿显影之尘这种来囤。4000的贡献度，买什么不好？抢宝石、卷轴都比囤显影之尘值钱啊！正待他疑惑之际，突然收到傲视、寂灭、纵横那几人分别发来的消息：东西买到没有？快点！寂寞如风又出现了，那家伙搞了 CD 套，隐身冷却的时间特别短，赶紧拿东西回来，速度别墨迹，把显影之尘赶紧拿回来。这家伙扔毒手段太强了。另一边，林幽继续在城外前行，在防着弓箭手大部队的同时，慢慢寻找机会。施毒术，看准时间，在隐身结束之际，直接将毒朝目标扔了过去。现在的施毒术，施法距离更远，毒范围更广。若是想叫得更贴切，应该可以称之为群体施毒术。如今中毒的玩家，浑身会被染成绿色，像个绿巨人一般。同时，在扔毒之际，林幽也不忘给他们套个致命链接。10秒的无敌时间在手，他可以做很多事，磨也能磨死一批人。第158章战术性后撤。该死，该死啊！傲视巨无霸看着在人群中肆意穿梭的林幽，恨的是牙痒痒。这家伙实在是太他妈谨慎了。隐身解除后，立马便是扔毒。
若是攻守群攻轮射，立马便开启那无敌状态，根本就无从下手。并且因为有那绿毒的减防效果在，大多数中毒玩家双防1分钟左右便能减少到负数，成负数之后，再挨海妖一记锋刃，就是不死也要脱层皮。末日这家伙到底特么在干嘛？寂灭金轮看着场上也是气得蛋疼，他们这么多人被这寂寞如风遛狗，偏偏还拿其毫无办法。没有显影之尘，无法瞄准目标，乱射盲射，那散乱的伤害对寂寞如风真是一点用都没有。末日他回我了，说显影之尘被人买完了，只有等下一次刷新了。纵横独尊看着末日使者发来的消息，面色凝重的道：什么？被人买完了？傲视巨无霸和寂灭金轮彻底无言了。谁能想到有人会把显影之尘给买完？这种道具虽然不错，但开服还没多久呢，便是为了对付刺客，一次性也用不到这么多啊。都这个时候了，他应该不敢开玩笑。我想这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寂寞如风的人买完的，除了他之外，谁会有这么大的需求？纵横独尊沉声道：若是普通刺客，便是没显影之尘，他们也不惧，毕竟正常前行 CD 有100秒，那么长的冷却时间，足够让弓箭手开出疾风步，四处追杀了。可这寂寞如风不一样，技能冷却时间卡得太好了，刚好可以跟那无敌技能完美衔接，只要隐着身形，弓手就很难对他造成极火伤害。现在怎么弄？这寂寞如风就盯着我们4个会的人骚扰，其他行会和散人他是一概不管。这样下去，我们也不好刷贡献点。如果这节奏一直被他拖着，这后面几轮怪怎么打？寂寞金轮低沉道：没有显影之尘，根本就对付不了那个家伙。他们4家的人虽然加起来很多，但寂寞如风的群毒再配上那无休无止的骚扰，让他们的人也是非常难受。谁也不知道这寂寞如风会突然出现在谁的身后，猛然扔一包毒。咱就互相伤害吧，就是不要贡献度，我也能陪你们继续玩。没有显影之尘，我玩死你们！林幽隐着身形在中毒的人群中晃荡，这些人中毒的同时，不少还受到了禁疗效果，没有办法接受牧师的加血，在缓慢嗑药过程中，死亡率颇高。林幽抱着捡宝的态度在人群里晃个一圈，运气好的时候也能捡到1、2件掉落的装备，这些装备至少都是5金起步，真就是捡钱啊！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那4大行会的玩家终于有人是受不住了，追又追不上，打又打不了，这般来来回回骚扰，稍有不慎便可能被那海妖带走，谁受得了啊？傲视行会会长，这还能不能打？跟我一起来的朋友都被寂寞如风坑死2个了，你们就搞不到破影道具吗？再这样消耗下去，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就那点死亡补偿根本就不够升1级的。一名为青春的战士在行会频道里抱怨道，他的 ID 和别人不一样，并无傲视前缀标志，是到主城后再加入傲视的新玩家，像他这种情况的玩家4大会都有不少，实力天赋不错，但忠诚度比不上核心成员。玩游戏还第一次这么憋屈，咱们这么多人被一个人当狗遛。又有人接话道，要是干不了这寂寞如风，那我还是退回保平安吧。同意。能不能干？会长说句话。有人起了开头，带起了节奏，行会频道很快便热闹了起来。这才第6轮，后面还有好几轮呢，要是一直被寂寞如风这样搞，这还怎么玩？死1级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都给我安静，现在要退会的我不拦，但要是在行会频道里给我带节奏，我保证便是寂寞如风没杀你，我也要杀你，除非你认为自己有本事可以跟寂寞如风一样这么嚣张。傲视巨无霸霸气的在群里回复道，同时对先带节奏的2个玩家直接禁言，待把这事了结后再慢慢算账。巨无霸，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我们会的新人有些压不住了。纵横独尊黑着脸问道。禁言了几个人，也退了几个。傲视巨无霸看着行会面板，冷着声回道，看来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必须得想办法解决这事，要是一直拖下去，我们怕是要成为笑柄。你的想法是？谈，跟他谈，大家这样一直耗下去，他和我们一样都没办法安心的刷贡献点，最后肯定会便宜了其他人。纵横独尊深思熟虑了许久，缓缓说道，你的意思是我们直接认怂？傲视巨无霸的脸上有些难看，但他也知道纵横独尊的话在理，毕竟没有破影道具在，不怂有什么办法？行会频道里虽然安静了下来，可玩家之间的私聊他控制不住，在后面几轮
若是寂寞如风还这么骚扰下去，那些新入会的玩家至少要走一半。不是怂，咱们只是战术性后撤。城主大厅的显影之城，刷新时间一般是24个小时，只要我们能在活动结束之前抢到一波显影之城，到时候就能出其不意的给他致命一击。纵横独尊的脸上露出一丝阴险，大丈夫能进能退，只要最后能赢就行。第159章薅羊毛的专家，您的骑士长剑已经成功售出，扣除 10% 交易税，获得7枚金币。您的魔法长袍已经成功售出，扣除 10% 交易税，获得5枚金币。您的幽灵战衣已经成功售出，扣除 10% 交易税，获得6枚金币。嘿，真不错，这半个多小时时间就挣了60金了。林幽看着拍卖信息，心中暗喜道。不过这些人好像也谨慎起来了。在前行状态，又捡起一件掉落的装备后，林幽看了一眼那4大行会的人。现在这些人开始进行整体收缩，不再像之前那样分散，并且一旦发现中毒，便会立刻跑到大部队后面，由其他未中毒的玩家交替顶在前方，承受海妖的攻击伤害。待毒到时间自动解除后，这才换上去继续进行攻击输出。这样做相对之前确实要安全保险了一些，但同时刷怪的效率明显也下降了不少。也由于因为整体收缩的缘故，更难对林幽造成什么实质性威胁，以至于林幽偶尔在较远的地方现出身形，那些弓箭手甚至懒得追上来放箭了，因为知道便是追上来也没用。这家伙无敌状态一开，结束瞬间就进入隐身状态，根本就没得打。与其像狗一样被到处溜，还不如跟着大部队，可以在守护的时候顺便猎杀海妖。不过对这种情况林幽也不是很在意，在不追他的时候，他直接把暗夜骷髅拉了出来。如今杀意之怪可以获得5点充能，每点充能可以增加20点护盾或者造成无视伤害，只要杀30只海妖便能获得150点充能。等充能足够，他可以直接潜伏过去，在那收缩的编队里再炸上一发，想想就觉得很刺激。至于红名这种东西，他已经不想洗了，因为以他现在的杀人速度完全洗不过来啊。公平，寂寞如风，我们纵横独尊会长想跟你谈谈。公平，寂寞如风，我们纵横独尊会长想跟你谈谈。公平，寂寞如风，我们纵横独尊会长想跟你谈谈。林幽看到公共频道上突然刷出了数十条相同消息，啊，这是忍不住了。林幽的脸上露出一丝淡笑，心里也是知道这群家伙肯定坐不住的。他孤家寡人一个，铁心死磕到底也无所谓，有系统在，雷霆装备日后总是有机会的。而这群人不一样，养了那么多手下，不知投入了多少财力，若是在这次活动上毫无建树的话，很可能会被幕后的大佬收拾。谁都知道这里的行会只是主服总会的新手村分会，新手村的会长跟总会的核心圈虽然有密切关系，但也不敢由着性子瞎搞，一旦事儿没办好，损失又很大的话，怕是很难跟后面的老板有交代。所以眼下这情况，他能耗能拖，但这群人不行，顾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纵横独尊看了一眼林幽现身的位置，然后将手中的巨剑收了起来，一步步朝那个方向走去。不提武器也是一种谈判的善意表达。纵横独尊听闻过0303号新手村缘分的故事，知道这寂寞如风讲缘，只要有足够的缘分，就没有什么不能谈的事儿。揽月那几十号人以及那么多曾经追杀寂寞如风的玩家，不都花钱解决问题了吗？再说了，游戏跟现实又不一样，杀人又不能斩草除根，若是用人命能换1-2件不错的道具，那才是聪明人。林幽看到纵横独尊朝他走来后也没闪躲，依旧指挥着暗夜骷髅继续猎杀海妖，把充能点先搞起来。有这东西在，想杀那些人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寂寞如风，听说你比较讲缘，你看我们之间可有什么缘？纵横独尊在林幽前方5米处停了下来，你觉得呢？听到缘这个字，林幽的眼眸里泛过一道金光。众所周知，他这个人是非常讲缘分的，杀人只是有概率掉落好东西，可若是谈缘分的话，那收获可就不能小了。为了孵化那黑商都养不起的蛋，他算是费尽了心血。我觉得你不会跟钱和贡献点过不去。这暴风城有4个大门，小散团队和一些行会绝对撑不过最后几轮。你若是一直骚扰攻击我们的人，大不了我们4个会直接放弃猎杀海妖，主动把这群家伙放进城，到时候任务失败，大家都没好处。纵横独尊笑道。
他能被提拔成分会会长，也是有几分本事和领导能力的，口才自然不会差。林幽看着纵横独尊，意味深长道：“你说的是有些道理，但我现在并不在乎贡献点。若是可以，我甚至也可以将海妖引进城。这任务失败便失败吧，我洪明都成这样了，也不怕多增加几个仇人。”林幽是能被威胁的人吗？明显不是。家里除了穷以外，还真没人能威胁住他呢。看着林幽这毅然决然的态度，纵横独尊讪笑道：“刚才只是开个玩笑，寂寞兄弟不要当真。我想，不如你提个条件，然后咱们双方各自安稳发育如何？这海量的贡献点丢了，不也可惜吗？若是能吃下这么多凶兽，寂寞兄弟应该还能再升2级吧。林幽想了想，比了一个2手势，2000金。纵横独尊的脸稍微抽搐了一下，这特马狮子大开口啊，一次就要2000金。虽说是4家分摊成本，但这也太多了点吧？不是2000的意思，别紧张。林幽摇了摇头，那是200金。纵横独尊又试探着问了一句，只是这200金的价，他感觉低了点。眼前这家伙不像是这么温柔的人啊。是2颗天赋神石或者技能石，加起来我要2颗。给我石头，我保证直到活动结束，绝对不主动干扰你们刷怪。林幽给出了自己的条件，不管这帮人打什么小919都不重要，只要有石头，他就能不断变强，变强之后还能回来薅羊毛。这群人在他眼里可不就是羊吗？另一边，雨琼出现在林幽的房间里，双手捧着他的脸，狠狠地吸了一口。乖乖的，我把那些隐患解决掉就回来哦。第160章，不讲价。在隔绝感知状态下，林幽并未发现游戏外的任何异常，便是这丫头想调戏他的未来，只会在关键时候，游戏里的身体才会起相应的反应。雨琼的手拖着林幽的下颌，看着帅气逼人的俊脸，他忍不住舔了舔嘴角。不过这初吻的体验，他还是想等林幽醒了，寻个不杀人的好日子，再慢慢的体验。幽啊，这辈子你只能是我的人，再不能有人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雨琼的眼眸中灿出一抹银光，嘴角的弧度轻轻扬起，皎洁的月光透过纱窗洒落在他身上，及腰的银发轻轻舞动，恍如月光下的精灵。只是这可不是只纯善的精灵，而是一只嗜血精灵。2颗石头，纵横独尊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这种东西虽然稀有，但他们行会里还是有些存货的。只是若是把技能石给寂寞如风的话，风险有些大。现在都知道他个人技能可以，但天赋贼差，若是给他机会让他把技能再强化一遍的话，那待会儿怕是更不好杀了。所以无论如何，技能石肯定不能给，要给也只能给天赋石。这家伙天赋没用，只有这样才能拖住他的节奏。怎么，2颗石头不会让你们很为难吧？你们4大会的诚意应该不止这一点吧？这还有9轮怪，越到后面便异怪掉落的东西越好。我只是发个小财，你们这么多人可是要发大财啊。林幽循循善诱道，他就一个人，单刷确实没人能比得过他，但要是跟团队比，肯定还是有些不足的，毕竟这么多玩家呢。1颗现在只能给到你1颗天赋石，我们的手上也没有多余的石头，这种东西稀少，不是有钱就能收到的。纵横独尊还想再讲下价，不想就这么便宜林幽，动动嘴皮子就拿走价值2000金的东西，他心里也是有些不甘啊。要知道，天赋石这种东西，即便他是分会长，也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必须要得符合行会章程。毕竟行会里的财力支撑可都来自背后的总会，一旦进入主服，分会便会解散，所有人都会并入总会中，他的权力也只在这一时。2颗不讲价，其他人或许没有石头，但你们4大行会不可能没有。你如果没有诚意谈的话，我倒是不介意再去炸上一波，反正 CD 也恢复好了。林幽跟纵横独尊交谈的时候，暗夜骷髅可是一直在杀怪呢。杀这种海妖对暗夜骷髅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虽然减速很恶心，但只要中了他的明火，那对方也逃不掉。炸上一波。听林幽这么一说，纵横独尊也是想了起来，那爆炸有长时间 CD 肯定不假，但具体的 CD 时间有多长他们不知道。如今距离上次爆炸差不多也有40多分钟了，若是这家伙隐身到队伍里搞上一波的话，那根本无解啊。没有显影之尘，也没有真实道具的情况下，只要再被其搞上2次，
那些新加入的成员90%都会退会，人员持续流失对他来说非常不利。别看现在4大会都团结了起来，一旦这事儿结束，百藏上 BOSS 刷新后，肯定4家都会有一场恶战。等我10分钟，我得去跟他们商量一下。纵横独尊低声道：“这事儿他自然不能一个人认。”可以。10分钟后，若是我看不到咱们之间缘分的话，你们就等着看派大星吧。林幽不紧不慢地说道。他不急，可以耗。在没有破影道具的前提下，他无惧于场上的一切。好。纵横独尊咬着牙，沉着声回道。10分钟后，交易成功，获得天赋神石乘2。嘿嘿，合作愉快。我言出必行，你们安心在这儿刷，我重新找个点。下次有缘见。林幽潇洒的冲纵横独尊挥了挥手。虽然没签订什么契约，但做生意的规矩不能坏。别人怎么想的他不管，但他肯定是收人钱财，与人消灾。不说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吧，反正这活动结束之前，他是不可能去主动骚扰了，不然信誉没了。下次怎么让这群羊相信自己诚信，还怎么心甘情愿地把手上的石头双手奉上？只要有好处，再多的敌人都无所谓。牛逼，这就是大佬啊，试了服役去，深藏功与名啊。有人看着林幽的背影，由衷的感慨道：“把4大会逼成这样，竟然还能达成和解，显然这寂寞如风的实力过于尼玛超群了。孤陋寡闻了吧？那是因为寂寞如风提前把城主大厅的显影之尘都给兑换完了。4大会没有破影道具，不得不和解。兄弟，你消息灵通啊？嘿嘿，这消息又不难打听。我有个朋友刚从奥氏退会，他跟我说的，没有破影道具，奈何不了这寂寞如风。我只能说大佬牛逼。寂寞如风，你等着，我保证会让你死的很有节奏感。纵横独尊看着林幽的背影，低声喃语道：“只要有显影之尘，就能稳稳克制住他的隐身。至于那派大星的爆炸范围，他们事后算过，在弓箭手的射程范围内。也就说，这寂寞如风不管怎么爆，只要在破影后被弓手稳定的输出上一轮，那就必死了。铺天盖地的弓箭手速射，便是喝药也没用。”第161章天道酬勤，堕落坟场。这最后的荣耀，终究还是属于我毛人羽凤。看着 BOSS 还有9万的血，又将进入吃鼠性球状态，苏风的脸上提前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尝试了这么多次，总算是要打出完美通关了。他毫不犹豫地从包袱里拿出一瓶做任务得到的暴怒药水。这东西，除了几个最亲近的队友外，可没人知道，他便是留着最后一轮破纪录用的。前面的几次都不过是他在尝试，想把这 BOSS 的攻击属性吃透，算准血量，再惊艳的秒掉 BOSS。上一次打邪龙没拿到的东西，这一次他一定要拿回来。他要向别人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暴怒药水使用成功，您的暴击率正100%，您的暴击伤害正400%，持续时间30秒，每日服用上限1次。药水服下后，苏风犹如法神附体了一般，不停地对着幽冥教主甩雷电术。这种初始技能虽说法力加成相对低，但攻速非常快，非常适合现在的他。3200暴击加1600护盾，3200暴击加1600护盾。苏风有天赋护盾在，每次攻击能将最大伤害值转换成防御护盾，直接开启了硬扛模式。有大药和护盾在，他算好了，绝对可以扛住幽冥教主的爆炸机制。风哥牛逼啊！大夏荣光，不愧是风哥，加油，苏法神！他的队友早已经退到外面，紧张地看着苏风的个人秀。毫无疑问，这是见证历史重要时刻。30秒打掉 BOSS 9万的血，这般效率可从没有人能做到过呢。如今苏风要做到了。在众人的期待中，幽冥教主终于化作一团白光，消失在苏风面前。这一刻，苏风感觉心里彻底的舒了口气，终于让人亲眼见识到他的实力了。虽说是借助了暴怒药水的力量，可其他人便是给他暴怒药水也不中啊。没有输出的人，连破 BOSS 的防都很难。您的通关时间已经获得记录，用11小时15分。苏风看着消息通知，脸上的得意越来越浓。大河泡菜，美丽的通关高手，在他眼里现在都算不了什么。连续2次为国争光，他也算是国家英雄了，荣誉加身。不说别的，去了主服，绝对没人敢轻视自己。虽说游戏里的事，墨主等特安部的高层明确表示不便插手，全由玩家自己处理，但别忘了，大夏玩家里大多数肯定是爱国的。面对一个为国争过荣誉的英雄，只要他不作死，又有多少人敢针对他？
荣誉这种东西看似是虚名，但背后隐藏的力量极大。只要他力量具现，官方再公开承认他的身份，那几大行会见了他，怕是都要客客气气的。毕竟众怒难犯，谁要是针对他，不就是欺负英雄，找死吗？大多数玩家的内心都是纯粹的，便是游戏里再怎么胡来，也知道分寸。有的人能杀，有的人真不能杀，否则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离活动结束还有1个半小时，除了苏峰外，其他人都静静地坐在原地，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官宣。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把是真稳了，但游戏没官方宣布前，那感觉他们只能焦急地等待。大家淡定点，这只是个开始。跟着峰哥魂，保管大家都能变强发财。待会国家还要发奖励，你们把银行卡号发到小陈，保管不会让你们失望。苏峰兴高采烈地说道。通关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特安部，墨竹等人也是非常高兴，当即便告诉他，待游戏官宣后，会对所有参与的人员进行物质奖励。通俗来说，就是打钱。对于这种为国家利益做出贡献的团队，大夏的奖励可毫不吝啬。至于这种国家奖励不违背游戏规则，那未知存在也不会干扰。谢谢峰哥，感谢峰哥带我们飞。呵呵，等把奖励拿了，我们就一起传送去暴风城。峰哥带你们刷贡献点，以后听峰哥的话都有肉吃。苏峰颇为豪迈地说道，这感觉是真的爽。国家英雄一呼百应，真是觉醒改变命运啊！是，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中，通关活动终于迎来了倒计时。10、9、1，世界公告：击杀幽冥教主活动已经结束，现正式公布世界排名，以国家为单位。第1名大夏，第2名大和，第3名大熊，第4名阿西巴，第5名巨蜥。大夏牛逼！大夏牛逼！大夏牛逼！随着初步结果出来，大夏各个服的公共频道上直接就有人刷了起来，连续2次获得第1，盛世大夏，疯狂，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这太牛了！谁都想知道到底是哪个英雄干的。英雄牛逼！峰哥，结果出来了，结果出来了！有人看到那排名结果，忍不住狂呼道：呵呵，看到了，淡定点。苏峰镇定自若地点了点头。这般亮眼的数据，拿到第1一点都不奇怪，拿不到才是怪事呢。可以这样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情报，很多人知道刷记录的时间比不过他，直接都放弃了。唯有他还一直在这儿堕落坟场坚持。天道酬勤，他终究是证明给人看了。紧接着，最后的通关时间也显示了出来。大夏3分10秒，大和2小时10分，大熊2小时17分，阿西巴2小时34分，巨蜥2小时45分。在通关时间数据出现的一刹，刚还欢呼雀跃的人群都愣了起来。3分10秒，是少打了个0吗？3分钟能杀幽冥教主，这是开什么国际玩笑？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吧？不可能，这到底是谁干的？苏峰紧握住权杖，他的眼神里充满着不甘。他不信这还能是 bug， 若这游戏 bug 百出，那也不叫浩劫了。第162章神圣天使的守护项链。世界公告：因为大夏玩家的通关表现过于优异，特别奖励110吨储油，国内淡水资源恢复1/5，稀有矿物资源恢复1/5，即刻生效。在众人对通关时间记录还处于震惊之际，巨献奖励也被游戏通告了出来。丰盛，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丰盛。这次的石油奖励是天梯活动的5倍，并且在之前的基础上还多了水资源和矿物资源的奖励，这可是从没同时出现过的3重巨奖啊！如此丰厚的中奖巨献，那也意味着那通关之人的奖励绝对不会少。大和国，不，怎么可能？作弊，这绝对是在作弊！小郎君气急败坏地将手中的杯子扔在地上。3分10秒通关 BOSS， 这是在何等可笑的玩笑！新手村的玩家再怎么强也是有限度的，再怎么厉害的天赋也绝对做不到这么快的速刷。况且大夏高手的信息资料他也是有掌握的，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人存在。查，让陈剑锋想办法查，一定要查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如果真有那么厉害的玩家告诉他不惜一切，他应该懂我的意思。小郎君阴沉着脸又补充了一句，若那真是个新人玩家，那就绝对不能让其成长起来。只是这种事儿他不方便亲自动手，只有让这条狗会意的去办了。明白？不惜一切，不可能，
不可能啊！此时的苏峰还没有缓过来，之前脸上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难看。他意气风发的给所有人说可以获得不错的大奖，可实际的结果摆在眼前，那通关大奖跟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久，不断的研究走位，不断的研究前期输出，本以为有那暴怒药水这个秘密武器在手，这第一是实拿实稳。可没想到，现实跟他又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3分10秒，竟有人搞出了3分10秒的数据，这还让人如何超越？若他早知道有这成绩在前，根本不会选择反复在刷数据，因为这数据不管怎么刷都没办法超过呀！可笑，可笑啊！我苏峰特么就是个笑话。另一边，恭喜您，您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获得特殊游戏奖励，获得神圣天使的守护项链，获得附魔宝珠成衣，获得能力具现实。在游戏通告结束后不久，林优也是很快收到了游戏奖励提示：神圣天使的守护项链，穿戴等级 LV20，可锻造，装备品级史诗，属性力量加200，智力加200，精神加200，体力加200，物理防御加200，法术防御加200，物理暴击率正 5%， 法术暴击率正 5%。 装备特性复活，复活受到任何伤害致死后都可以立即复活并恢复满 HP、MP， 复活后3秒内将处于无敌状态，不可被任何攻击选中。技能冷却时间，游戏里等于1天，现实世界等于3天。复活，看到复活这2个字，林优的心跳急剧加速。他万万没想到，这特殊奖励中的第一件竟然是史诗级道具。抛开那200点各种属性加成不说，这件装备最突出的就是那复活特性，冷却时间竟然比城主大厅的那枚复活戒指的都还要短。那枚戒指可是30天。将项链换好后，林优又看向那附魔宝珠，免疫暴击，不会受到任何暴击伤害。这颗附魔宝珠的变态属性不亚于之前的静疗宝珠，能免疫暴击伤害，生存系数无异于又增加了许多。毕竟复活是有硬 CD 在的，他也不想轻易尝试复活的效果。具现时，您在游戏里的能力将在现世界或逐步获得同步具现，这就是具现时吗？没想到竟然能提前获得具现。林优看着最后的奖励是欣喜不已，在他心中，具现时的重要程度甚至不亚于那颗免疫暴击宝珠。要知道，在新手服，只有当玩家达到等级要求并完成一系列繁琐任务后，才能获得绑定唯一的具现时。有具现时，才能在现实世界逐步同步游戏里的力量。他现在提前获得具现时，那也意味着他将比同服的任何人都提前获得具现力量。随时间进度推移，同步的完善，游戏里的一切他都能带到现实里来。寂寞大佬，恭喜你啊！林优收到一条傲视无情发来的消息，当初约定第3天再给林优500金，他如今是来履行承诺了。谢了。面对傲视无情的祝贺，林优还是极为客气，回了一句：现如今知道是他击杀那幽冥教主创造新纪录的玩家，也就只有傲视无情的这伙人了。不过这群人当初主动提出签订契约，不外透消息，所以到现在外面的人都只是在疯狂的猜测，但也不知道那玩家到底是谁。对林优来说，英不英雄都无所谓，他只想跟琼那丫头能安稳的在这世界上过下去。虚名那些没意义，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他是相当的懂。那些被国家严密保护的天才，说安全吧，确实也安全，但活动范围始终就是局限在一个地区，想自由外出都没办法。哪像他这样，谁也不在乎他，谁也不关注他，哪怕是别国的激进反派，想刺杀人的话，肯定也会把他给排除在外。第163章，强化保底符。大佬，金币已经准备好了，您看怎么给你？傲视无情又问道。之前被林优干到16级，现在他的经验还差1/3才到18级，所以没办法来亲自交易。但他联系上了钱商，委托钱商替他完成交易。暴风城 C 口城外，林优想了想，随即回道：因为洪明的缘故，他在城里的身份用的始终是死亡如父。虽说也可以找个理由，让替傲视无情交易的钱商在城里把钱转交给死亡如风，但那样有些不妥。虽说别人肯定不会认为这是同一个人，毕竟 ID 都是唯一，以前也没出过这种伪装道具，但能替寂寞如风交易的玩家肯定会让人认为死亡如风跟寂寞如风很熟，这对他来说可就有些不便了。他可不想让寂寞如风和死亡如何这2个身份被扯上其他的联系。
最好在外人面前，这就是毫无关联的两个人。OK， 到时候会有一个叫福满多的钱商找你。好。这转眼又是500金到手，这来钱的速度都快到令人发指了。林幽看了一眼宠物蛋，在昨天的加速之下，这蛋上的裂缝又多了不少。心一横，又加大了点金币投喂速度，只留500金。他就不信，把这家伙给喂不出来。吃这么多金币，若是孵不出个什么厉害的家伙，他非得把这宠物带到现世界搞烧烤。培养方案修改成功，您的宠物蛋正在加速培养中，请耐心等待。带着剩余的金币，林幽径直去了铁匠店。这暴风城的铁匠店可比新手村的大太多了，占地不下1000平。偌大的炼器房里，来来回回不下100个铁匠在忙碌着。在这些铁匠的四周，都还站着不少拿着材料的玩家，正准备进行强化。这种强化与林幽要做的强化不同，他们是在保持装备等级不变的情况下，+1、+2、+3不断的提升装备的强化等级，意图打造出牛逼的神器。在这儿排队，怕是得等久了。在暴风城想进行装备升级改造强化，要么选择排队依次进行，要么便是选择加钱走特殊 VIP 通道。人多，等待无望。林幽果断地选择了加钱的 VIP 服务，在交了1枚金币充值会员成功后，林幽在一穿着性感暴露的 NPC 的引领下，直接去了铁匠后厅。在这里有7个特殊的标准隔间，每个隔间里都有一位矮人族的锻造大师坐镇。当然，这大师手续费自然也比外面贵了数倍。一句话，土豪消费，穷人劝退。2号房，在房间里，林幽看到了一身材矮小、留着8字胡、赤着胳膊的矮人族男子。此刻，他正悠闲地躺在火炉旁的摇椅上，看着一本有颜色的书籍。但见到林幽进来后，赶忙又把书收了起来，然后又一本正经地看着林幽说道：“勇士，你来这儿是想要什么特殊服务吧？”特殊服务？林幽心里怔了一下，这场景看上去怎么就那么怪呢？这大师的一句话，怎么感觉自己不是顾客，是个屁客？顿了顿，大师，我主要是想升级武器，然后再是对武器进行附魔。林幽一面将赤金权杖放到铁桌上，一面对矮人大师说着自己的需求。在放下的过程中，林幽也直接将权杖的颜色重新变为赤金色。好武器！矮人大师举起这比他还高半分的权杖，认真的打量了一番。装备的属性很不错，并且还附魔了一颗禁疗宝珠，让这装备的价格倍增不少。这种装备若是大法师拿到，在战场上用的话，绝对是杀人利器。高级禁咒一落下，密麻的攻击狠命的砸，触发禁疗效果简直是轻而易举。10级确实低了点，配不上它的特质，不过需要不少的材料和服务费，你可有心理准备？矮人大师将赤金权杖又放回了桌上。大师，您给个方案就行钱不是问题。林幽满口应承道，包里有钱，他说话也硬气了不少。只要能花钱办的事儿都不算什么大事儿，若是钱不够的话，他想办法再找那些羊薅一点。看林幽的态度，铁匠大师满意的点了点头。有钱就好办事，不管是强化还是升级都是有风险的，你应该知道吧？先说断后不乱，他也不想事后跟林幽扯。这么多年，他可是看过太多冒险者强化、升级、改造失败后那悲惨欲要杀人的样子。我明白，但您应该有办法提高成功率吧？林幽轻笑着说道。升级、改造这种事儿，他也颇为无奈。这些东西只有 NPC 可以做，若是他可以做的话，肯定得让辅助把成功率卡好了才干。提高法当然有，但那些都会算到你的成本里去，所以我都明白，钱不是问题，我只希望能100%成功最好。林幽认真的说道。这赤金魔龙权杖对他来说可是极为重要之物，他其实并不想冒什么风险，但随着个人等级提高，赤金权杖10级的属性虽说比一般的20级武器属性都要好，但对林幽来说已经不太够用了。20级都如此，30、40呢？等级总是会提升的，如果不强化上去，也用不了一辈子。100%，呵呵，勇士，你想的太多了。赤金装备便是我矮人族的长老，都不敢保证100%成功呢。矮人大师摇了摇头，装备这种东西是冒险者的心血，作为一个强化大师，他自然也不愿意看到失败的。他更乐意看到一件件超级神器在自己手上诞生，但很多东西都是有风险。他这些年见过不知多少玩家为了追求威力极限，碎掉了无数件便是他都觉得还不错的装备。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
这么好的装备，我也不想看到它破碎。如果你能帮我找到一张强化保底符的话。林幽看到铁锤大师的头上竟然多出了一个问号，这是触发了特殊任务了。第164章老兵长。大师，不知道这强化保底符在哪里可以得到呢？林幽问道。强化保底符，他在攻略上自然也看到过，可保一次失败不碎，只是这东西相当罕有，比天赋神石还罕见，除了土豪外，一般人根本就用不起。普通人常用的强化法就是应对，就靠赌运气，不断的用低级材料去冲击，只要能成一把加10以上的，不管是绿装还蓝装，都能卖个好价钱。这个消息嘛，铁锤大师搓了搓手，这2天喝花酒欠了不少钱，他也是看林幽财气不凡，所以才透出这消息来的。一般人便是花钱也别想在他这儿得到这消息呢。林幽看着铁锤大师，顿时心领神会，直接从兜里摸出2个金币来。花小钱办大事，只要能保证强化率，多少钱他舍得花你。嘿嘿，勇士，你就是太客气了，这给的也太多了。铁锤大师讪笑道，可手上的动作却并不慢，一把接过林幽给的金币。有这笔钱，今天下班就可以多找几个姑娘快乐了。城南小巷138号有一个老兵长，你可以去那里试试运气，不过能不能得到就看你的机缘了。铁锤大师意味深长地说道。他看得出林幽极为不凡，有赤金级武器，又是冒险者，或许能帮那可怜的老家伙一把。好，那我去试试。林幽点了点头，现在正处于第8轮刷怪的间隙时间，他暂时也没什么事儿。至于精神方面，方才下线后喝了几瓶超级红牛，精神尚可以坚持到下轮怪物刷完。对了，如果有人问是谁让你来的，你就告诉他是王铁锤。说完，铁锤大师又悄然地拿起那本带着颜色的小说，躺在摇椅上继续看了起来。这书上有不少的新奇动作，他得好好琢磨一下，或许今晚就能用得上呢。好，谢谢大师。林幽出了铁匠店，根据地图坐标指引，认真地寻找起城南小巷的坐标。这城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都难以形容其宽广。还好暴风城里有不少的街道传送点，不然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想光遍这座城，没10天半月的功夫根本就不可能。不过在暴风城里也不尽都是不能动武的安全区，也有一些非安全区域，玩家可以自由 PK， 只要不杀成红名， NPC 也不管。走了约半个小时，林幽终于找到了铁锤大师说的城南小巷，只是这里看上去异常的破败腐朽，小巷两边都是木屋，与暴风城城区里那些高大上的钢铁建筑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简直就是个贫民窟。恶臭的垃圾，破碎的酒瓶被人乱扔在地上，不时能看到几个打着赤脚的 NPC 小孩在巷子里来回的玩闹，真是逼真啊。看到这特殊环境，林幽心中蓦然感叹道。对很多人来说，在游戏里待久了，游戏和现实都有些难以区分了呢。逼真的画面感，身临其境的感触。兵长的家在138号。林幽根据任务提示，看着门牌号一间间的寻找起来。在寻了约10分钟后，林幽终于看到了138号门牌。看着那破烂的木门，林幽心中都有几分疑惑。如果这 NPC 手上真有强化保底符的消息，把这消息卖了，不就有钱了吗？在游戏里 NPC 的智商与正常人没有区别，都是有喜有怒，要赚钱生活。虽然疑惑，林幽还是先敲了敲门。做这种任务，好感度非常重要。在连续敲了3遍之后，房门缓缓打开，出现在林幽面前的是一个有些身材有些瘦弱的小姑娘，年龄看起来并不大，应该属于不可型那种，眼睛很大，头发橙黄，蜡黄的脸上还有不少蒙蒙烟尘，看样子应该是在做饭。小埋，是谁啊？一道沙哑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爷爷，是冒险者。小姑娘冲房间里回道。冒险者大人，您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吗？小姑娘看着林幽，颇为警惕地问道。这老兵长应该就是他的爷爷吧？林幽心中思忖后，接着道，是王铁锤大师介绍我来的，我想见见你爷爷，不知道方不方便？是铁锤爷爷，请进。小姑娘一听林幽说出王铁锤的名字，脸上的警惕瞬间消失，直接便邀请林幽进屋坐坐。林幽在外面的时候就在想这里面会有多破旧，但进屋之后看到的场景比想象中的还要夸张，简直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2张床之间隔着一个帘子，也勉强称得上是隔间了。除了这2张床外，
屋里便只有一张小桌凳，放着些日常调料。爷爷，那我做饭去了，您俩慢慢聊。说完，这小姑娘赤着脚便往内屋里跑了进去。林幽回头看向那躺在床上的老人，面黄肌瘦，也是皮包骨，其左腿和左臂缺失，脸上有几道恐怖的疤痕，但其眼神看上去却有几分特别的坚毅，一看就是很有故事的那种。冒险者，铁锤让你来这儿，所谓何事？老者看向林幽，声音依旧沙哑。老人家，我这个人比较直一点，如果待会儿说错了什么，您别见怪。面对这样的老人，纵然知道他只是游戏里的 NPC， 林幽心中也是多有触动，不想搞什么遮遮掩掩。那强化保底符的事儿，能成则成，成不了再说。第165章任务目标李胖虎。好，我就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性格，扭扭捏捏，不像男人能做的事。听林幽这般一说，老者没有丝毫生气和不满，看着老兵长，林幽顿了顿，接着道：铁锤大师说您这有强化保底符的消息，而我想获得此物，不知道你有什么条件没？林幽心直口快，将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强化保底符的消息。听林幽这般一说，老兵长的眼眸里闪过一丝金光。王铁锤能把这事儿说出来，应该是肯定了眼前这冒险者的实力。只是林幽出行在外，用死亡如风身份的时候，换的都是散件装备，所以在老兵长看来，林幽现在这身装备虽说有实力，但貌似不太够呢。冒险者，我需要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否则我很难相信你可以达到我的要求。老兵长很是耿直地说道。实力不够，怎么都白说。而他要做的事，只能委托那些与暴风城无关的冒险者。这么多年也一直在等，希望能等到一个实力足够强的人来完成最后的复仇。是猎杀任务吗？林幽心中暗道。一般来说，需要实力展示的肯定跟杀怪有关，这也是网游常见的套路。杀怪升级打装备，时不时再 PK 战斗一番。于是当着 NPC 的面，林幽直接换上了紫色的哥布林杀手套，然后恢复了魔龙权杖的赤金颜色。为了让其更信任自己的实力一点，林幽直接将最大恶极法外狂徒的称号展示了出来。血色的龙影，金色的权杖，紫色的战衣套，配上那闪着光的称号。这一刻，林幽的画风又回来了。最大恶极，最大恶极！老兵长看着变身后的林幽，惊讶的都快合不上下巴。这无与伦比的气场已经深深的震慑住了他。他需要一个强大的复仇者。毫无疑问，这冒险者很符合他的心理预期。老人家，您看我这实力如何？实力展示后，林幽接着问道。就等着任务呢，若是能早点完成，便早点去强化，这样还能赶上下一波凶兽入侵呢。应该能行吧？老兵长愕然的点了点头。这种实力都不行的话，他也不知道还有谁能行了。最主要的是，这事儿只有冒险者能做。那麻烦您给我细说一下。但说之前，我希望你能以神的名义起誓，对我今日所说务必保密。若是不能接受这任务委托，也希望你绝不对外透露。老兵长诚恳地说道。这种事被男人知道的话，肯定性命不保。他不怕，但小埋还小，只有对神明起誓，才对这些冒险者有一定约束。林幽点了点头，这事儿他熟，算是玩家跟 NPC 的一种约定吧。上次他跟黑商还签订过呢。说起来，他在黑商那儿捞了不少好处，还真有些怀念，甚是想再跟那家伙赌上一把。起誓很简单，林幽照着上次那般，只用了2分钟不到。见林幽起誓完，老兵长有些艰难地靠在墙壁上，把任务的事跟林幽都说了一遍。原来这老兵长的儿子儿媳在多年前被一个叫李胖虎人欺凌杀害，而他本人去报仇时，更是直接被其卸掉一条胳膊和腿，所以侥幸未死，但也落得这般不堪下场。这种事报官无用，因为那李胖虎是城主的侄子，平日便嚣张跋扈，无人敢招惹他，所以他也只能请胆大的冒险者去报仇。是否接受老兵长的委托？接受。林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意。视野起了，30分钟的剧情也过了，到这儿选不同意，那不是蠢吗？反正是 NPC 委托的任务，对他来说，不管杀人还是杀什么都没什么关系。任务接受成功，请在城里找到并击杀李胖虎，任务时限24小时。系统，帮我查一下李胖虎的坐标。收到。李胖虎现在坐标暴风城李寡妇家2312.1002。这曹贼嗜好，林幽心中暗道。有系统在，找人这事儿就很方便。
根据地图的位置显示，那寡妇家不是安全区，应该可以直接动手。只是就不知道这李胖虎身边有没有带什么强力护卫了。但只要不带感知型护卫，应该就没什么问题。毕竟他的潜行技术也是一流的，只要这李胖虎有血条，绝对能把他给干掉。至于杀人的锅，那就寂寞如风背好了。另一边，黑暗盟总部，恶魔，你才是恶魔啊！一光头肥耳，身上纹满纹身的男子，反剪着手趴在地上，头上、脸上到处都渗人的血迹。在他后背，一只黑亮的小皮鞋正踩在上面，不时用力让其发出杀猪般的嘶吼。呵呵，让你把这2周的暗杀名单和对应的雇主名单都交给我，可你就是不听呢。雨琼戴着严密的面纱，压着嗓音说道。在他身后已经躺着数十个黑暗盟的杀手。今天本是黑暗盟开大会的日子，但这丫头刚好上门报仇，所以直接给端了。觉醒者也好，普通人也罢，在他这儿都过不了一招，并且在他眼里，这些杀手也算是社会败类，谁给钱就给谁办事，毫无原则，底线可言。这种人也是他最痛恨的。快说，名单在哪里？不然我就直接把你剁了。看男子有些不老实，似乎还想着反抗，这丫头又一脚踩在其左腿上，大厅里发出咔嚓的一声，他这一脚直接将其腿骨踩碎。啊！又是一道杀猪声响起。说了，你能不能饶我这条命？这肥胖男子还想挣扎一下，谁不想活着呢？可身后这女的实在是太狠了点，一点都不留情。想活，你就不要再做这种梦了，只能让你死得痛快点，不然就让你尝尝我的其他手段。雨琼嘴角微扬，眼中竟是血红色的凶光。今日的杀戮唤醒了他沉寂多年的血性，对于这种垃圾，他甚至懒得虚与委蛇。第166章环环相扣。雨琼的手法干净又利落，这纹身男子根本就熬不住他的摧残，很快便将一切都交了出来。验证完信息后，他又走到那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纹身男子旁，弯弯的眼眸里明亮若玉，瞳中有着一丝微星的血光。他笑得的样子很甜美，若是落到其他人眼里，此刻怕是心都要化了。但纹身男子满脸都是惊恐，这恶魔的手段太残忍了，他们这儿最变态的杀手都不及其1/10。求你杀了我，给我个痛快吧，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男子几乎是祈求着说道。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黑暗盟，一夜间彻底化为乌有，在顶级觉醒者面前，他毫无还手之力。哼，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雨琼的脸上笑意甚浓，他也没想到，这背后的雇主竟然是云天涯，这可就真有点意思了。他的掌心出现一团耀眼的白光，然后轻轻地打了个响指，净化，整个大厅便直接被白光笼罩。待白光结束，这大厅里的一切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未剩下。云天涯，雨琼在思忖，要不要把云天涯顺便给解决了。杀人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林幽曾无数次在他面前说过，要是有机会一定会亲自找云天涯算账，那是积怨多年的仇恨，也是林幽当初为何那么烂的天赋还要进入游戏的根本原因。只是当初云天涯并未雇佣过什么杀手，所以他也未想过将其提前除掉。那就先让他当个太监，等幽强大了再亲自去报仇吧。云天涯的这突兀举动对他来说也造成了一定困扰，直接杀了不是不行，但林幽现在这么努力的升级，不就是为了巨蟹能力后能亲自报仇吗？思前想后，雨琼决定让这云天涯先当个太监，再嘎掉他一个腰子，成为彻彻底底的废人。这样既能防着云天涯继续在背后捣乱，也能让林幽日后有亲自动手复仇的愉悦之感。嘿嘿，我可真是个小聪明。雨琼很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有什么事比让林幽开心最重要。天明还早，现在就去把这事儿给办了。雨琼他是敢想敢做，从不拖泥带水。云天涯是万万没想到会惹上这么一尊强大又恐怖的女魔头，当然这也只是他悲惨人生的一个开始。林幽的报复还在后面呢。暴风城，林幽沿着既定坐标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寻找。可以说，若不是有系统的精准爆点，他想寻这李胖虎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游戏里一般涉及到找人的任务环，都得到处跟 NPC 对话，获得线索信息，这样一来二去，很容易便引起特殊 NPC 的警觉。应该就是这儿了。林幽在一街口停了下来，
再次跟系统确定坐标信息，确认这李胖虎还在里面。看了一眼前方的宅院，又瞧了一眼四周，只有几个普通的 NPC 在街道上行走，但都没人注意他。一般来说，除了爱猎奇的玩家外，也很少有人会跑到 NPC 的居住地去逛，因为一旦闯错地方，很容易引起 NPC 的反感。若是得罪什么特殊 NPC 的话，那在游戏里的日子他就是不好过了。前行，林幽开着前行，直接朝李寡妇家门口冲了过去。在不清楚李胖虎实力的情况下，他还得谨慎一点。这30秒的前行时间，只是先把位站好，确定其实力后，再考虑如何动手。刚踏进门，便听到有的澎湃之声从楼上的房间里传了出来。很明显，这俩人正在做不可描述之事，抱着知己知彼的态度。林幽谨慎地朝楼上走去，越走声音便是越大。正当林幽走到门口，想从门缝里一窥究竟的时候，动作声音戛然而止。银花，你说我与大郎比，当如何？一道粗犷的男子声从房间里传来。呵呵，大郎他哪儿比得上你？回应他的是一道娇媚无比的成熟少妇声。哈哈，如今赵大郎已死，你这辈子都是我胖虎的人。大郎没死的时候，我不也是你的人吗？哈哈，这可真刺激。林幽悄然地藏在门外，细细地观察着里面的举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信息查看：李胖虎，等级35级，职业战士，属性未知。介绍：都以为是暴风城城主的侄儿，其实是暴风城城主的亲儿子，但因为某种不可说的关系，平日备受溺爱，在暴风城拥有较高的特权。原来有这般深厚的身份背景，怪不得能这般嚣张跋扈呢。只是，正当林幽欲推门而入，杀他的措手不及的时候，系统提示：等一等，或许有新的惊喜。惊喜！看到系统的提示，林幽的手瞬间又缩了回来。现在不是他想看直播，实在是因为系统说了有惊喜，他不得看下去。只是在看直播的过程中，他也在思索着其他的事儿。这家伙既然是暴风城主的亲儿子，身上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防御手段呢？比如强大的卷轴之类。不过他也不慌，他也是有后备手段。之前幽冥教主的通关奖励里，他也得到了一张强力的卷轴呢。3分钟后，大战终于落下帷幕。你呀，真是烦，就不走正道呢。女子的声音里还带着些许埋怨。嘿嘿，我胖虎就好这口，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初那赵大郎不也是？李胖虎讪笑道：寻常之路，那有什么意思呢？他就喜欢走别人不常走的路。操，这妖牛逼吗？连男的也不放过。林幽听李胖虎说完，眼睛都快瞪直了。他没想到这李胖虎竟然是通杀的主啊！难道这就是系统所谓的惊喜，想让自己再提提神？可这种不走寻常道的交易，看了实属有些恶心人。胖虎，你之前不是说要给我瞧瞧不妨图吗？你呀，怎么老对这东西感兴趣？我就是好奇嘛。女子不依不饶道。好，好，依你，依你。李胖虎一脸溺爱地看着眼前的叔父，然后从衣服的背囊上拿出一张图来。银花，这不妨图你看看就好，千万不能外泄啊。第167章，都得死。惊喜是这图吗？林幽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喜色。这俩人的对话，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听出问题来。不仅仅是 PY 交易，应该还关乎着某一重大的安防之举。怪不得系统让自己再等等。这3分钟的过场动画不看完，还真没法出现下一场景的剧情呢。若是自己出手早了，剧情未触发到一定程度，他就算是杀了这李胖虎，也得不到关于不妨图的线索。正当林幽欲要继续关等待的时候，场面突变。那银花满怀惊喜地打开那不妨图，脸上正得意之际，李胖虎左手将银花死死钳住，右手随手抓起藏在背囊上的匕首，狠狠地朝银花的胸口捅了过去。1刀2刀，没有任何的停顿，连续捅了数十刀后，李胖虎这才将其彻底放开。看着奄奄一息的银花，李胖虎眼中充斥着不屑。就你也配来盗取不妨图？不过我也没食言，真正的不妨图你也算是见识到了。他李胖虎虽是2世祖，但不是傻子。这银花妄想用美色来诱惑他，他不过也是将计就计罢了。如今这美色享用了，间谍也杀了，他才是最大赢家。银花的眼瞳睁得很大，心中很是不甘。他本以为这么多年的潜伏又是用美色这般勾引，没想到这李胖虎竟然拔掉无情，跟他一样都在演戏。只是这李胖虎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他原以为这是个贪恋美色的蠢货，
没想到他竟然这般聪明。带着遗憾和不甘，他终究还是闭上了眼。身为间谍，一旦识破身份被抓，便是这李胖虎不杀他，他也会自行了断。这反转真刺激。林幽心叹道，他原本也以为这李胖虎只是个普通 NPC， 没想到竟然心智如此。若是这般聪明的话，门外那位，你潜伏了这么久，也看够了吧？李胖虎呛的一声，拔出放在桌上的长刀，直直的看着门外。破影的手段不仅有显影之尘、真实宝石，还有特殊的感知技能，就像当初雨琼那般，对上隐形的刺客也照样一剑一个。见隐身手段已经被看破，林幽索性便解除了潜伏状态。冒险者。李大虎看林幽这身打扮，心中有些奇怪，能提着权杖的无外乎召唤、法师、牧师，可这3种职业如何能掌握刺客前行的呢？潜入这里偷窥，谁让你来的？李胖虎看着林幽，眼神中带着轻视，不管是什么职业，他都能轻松拿捏。呵呵，不说也没有关系，我就喜欢挑战刺激一点的。你刚才应该听到了，我男女通杀是吧？李胖虎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只要落到他手上，他有的是办法。是吗？恰好我也喜欢乱杀。林幽权杖一挥，将暗夜骷髅直接拉到了面前。不管打什么架，都是好兄弟顶在前面，他俩是相当的默契。明火、施毒术，俩人几乎是同时将手中的技能都扔了出去。只是中了明火的李胖虎只是微微怔了怔，并没有被定住，这自然是因为等级差的缘故。李胖虎有35级，暗夜骷髅的等级不过才21级，这差距越大，自然成功率越低。敢堵我，找死！李胖虎根本就不理暗夜骷髅，直接便是一个重击朝林幽砍了过来。他的速度极快，让人很难想象到一个胖子竟然能有这么快的速度。一抹凌厉的刀芒顿时盛开，可怖的刀锋直接呼啸在林幽的耳边。战神附体，林幽毫不犹豫开出了物理免疫。轰！长刀砍在他的脖子上，发出一道金铁交击的恐怖声响。李胖虎有些愣住，他还没见过这种免疫物理伤害的人呢。这不是只有城外某些怪物领主才能拥有的能力吗？只是不待他有什么反应机会，暗夜骷髅提刀便砍了上去。3000暴击，3000暴击。虽看不见这李胖虎血条的总数值，但林幽能从暗夜骷髅每刀造成的伤害，对应李胖虎减少的血条长度判断，这家伙的血量应该在7万左右。寒冰尖刺，趁着无敌阶段，林幽也是不管其他，直接将回城后重新偷取的寒冰尖刺使了出来。注：现在主角拥有6个窃取格子，这技能是固定伤害，对付这些血牛型 NPC 想相当的好使。1800、3600暴击，怎么可能？李胖虎没想到，眼前的这俩家伙竟然这么的猛，物理攻击和法系伤害竟然能这么高。再又尝试了一下，砍林幽无果后，他果断的朝暗夜骷髅砍了过去。他就不信杀不掉一个。鬼斩，他手中的刀冒出一团紫色的火焰。鬼斩能暂时提高3倍攻击效果。带着狞笑，他果断朝暗夜骷髅身上招呼过去。他不信，这样牛逼的技能还能有2个。林幽见状，更是快人一步的将保命技能套在了暗夜骷髅的身上。虽说骷髅死了还能再召唤，但林幽从心底里将骷髅是当兄弟了的。若是可能，他绝对不愿暗夜骷髅死在自己的面前。轰！紫色的鬼斩重重的砍在暗夜骷髅的身上。李胖虎眼中浮出一丝得意，这种伤害再强的召唤兽都要死。等他从这儿出去，这叫寂寞如风的家伙这辈子都别想出暴风城。第168章蛊惑。怎么可能？李胖虎惊异的看到，自己那是大力神的一记鬼斩，打在那全副武装的骷髅身上，竟然未能将其秒杀。我不信这么邪门。李胖虎反手又是一个补刀，想借上一记普通攻击将骷髅直接带走。这胖子的攻击不低啊，在林幽的视野里，李胖虎的那一刀直接打出了暴击18000，这一刀伤害搁在任何玩家身上怕都是直接秒杀吧。好在自己及时给暗夜骷髅套上了保命，强制保留了暗夜骷髅1点 HP， 不然方才这一招指定凉凉。寒冰尖刺，明火。林幽虽感叹李胖虎的伤害，但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下来半点。在寒冰尖刺的 CD 之余，他也是在扔明火，想看看这运气到底能不能触发一次。3600暴击，1800法术连击。在短暂的时间里，
他俩每秒平均能打掉李胖虎接近7000左右的 HP。李胖虎连续砍了暗夜骷髅几刀后，心里终究是慌了。一个有无敌能力，一个又打不死，这根本没法打，只有先逃。反正他已经知道了这冒险者的名字，寂寞如风。这家伙绝对逃不掉，可不能让你跑了，我任务还没搞完呢。林幽见李胖虎的血条已经下降过半，若是让其冲出去的话，那一切可都前功尽弃了。3万的血，用那张卷轴不合适，那实在有些浪费。用杀戮盛宴的话，动静又有些大，只要引来城中巡逻守卫，即便是杀了李胖虎，自己也得被通缉。通缉不是要紧事，主要是目前凶兽入侵的任务还得做呢。试试那个天罗地网。想到这儿，林幽直接将那件从傲视无情身上得到的天罗地网朝李胖虎扔了过去。金色的大网瞬间将李胖虎罩住，大网锁紧，直接被困在了原地，彻底成了活靶子。10秒的困，不管是对林幽还是暗夜骷髅，完全足够了。我叔是城主，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李胖虎急道，他是真没想过有人敢在暴风城里杀他，所以在城内的时候他出行从不要护卫，可没想到竟然能遇到这样的狠人。嘿嘿，不放又怎么样，反正洪明在这城里哪都去不了。林幽笑着使出了最后一记寒冰尖刺，击杀李胖虎成功。因为您的击杀难度最高，额外获得50万经验值奖励，额外获得200金币奖励，获得李胖虎的玉佩，获得任务道具暴风城布防图，获得银鳞胸甲设计图。您的等级获得提升，当前等级 LV22， 解锁新的技能蛊惑。林幽做任务是相当的取巧，正常的任务途径肯定的在城里转半天才能获得足够对付李胖虎的道具，他倒好，知道坐标后便直接杀上了门，所以完成难度是倍增。当然这任务奖励也是相当的不错，50万经验是小事，那银鳞胸甲设计图也是小事，但那暴风城的布防图的价值不小，既然能爆出来，肯定有利用的价值。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22，经验2120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38003800， MP 12001200，力量400，智力450，精神760，敏捷120，体质380，幸运+8，物理攻击800，法术攻击900，精神力攻击760，物理防御力64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230，物理闪避18.1%，物理暴击率13%，法术暴击率33%。装备哥布林杀手套装，神圣天使的守护项链，赤金魔龙权杖，血魔护肩，魔战无双腿甲。个人技能黑暗召唤 LV2， 尸毒术 LV2， 致命链接 LV1， 保命 LV1， 生命汲取 LV1， 蛊惑 LV1。窃取技能战神附体，生命复苏，奥术之秘，寒冰尖刺，前行疾风步。装备能力暴击免疫，静疗召唤兽强化，法术连击。天赋技能杀戮盛宴，窃取魔法免疫，杀戮充能点600。暗夜骷髅，等级 LV22， 忠诚度100%， HP 4400， MP 1200，物理攻击220，基础攻击加800，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440，魔法防御440，暴击率5%，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技能1，缠绕 LV3， 攻击时有较大概率发动缠绕技能，使对方7秒无法移动。技能2，吸血光环 LV3， 可以将造成伤害的 80% 转换成生命值。技能3，明火 LV3， 投掷出一团火焰，对击中的目标造成一定的伤害，并有较大概率进行眩晕6秒。技能4，出血 LV3， 攻击时 7% 概率发动，对敌人造成当前最大伤害值乘 10% 的出血效果。技能5，无视防御。林幽将属性点加完后，又看了一眼最新解锁的技能蛊惑。蛊惑有较大概率蛊惑住敌人，使其不受控制的对身边的人发动攻击，持续时间30秒，技能冷却时间1分钟。蛊惑成功率与双方等级差有直接关系，敌人等级小于等于施法者，则100%成功；敌人等级大于等于施法者，则是等级差，成功率递减。后期涉及概率技能基本如此判定。第169章任务完成。银鳞胸甲设计图可制作 LV30级的紫色胸甲，
银鳞胸甲，穿戴等级 LV30，装备品级紫色，属性力量加280，暴击率正 5%， 攻击速度正 10%， 命中率正 10%， 物理防御力加300，法术防御力加300。佩戴要求战士，这胸甲的质量还真可以啊。林幽看着那张设计图，心中暗道：这件装备不同以往那些混杂的装备，都是以战士职业为基准的属性加成，高爆、高攻速，还加命中率，力量更是加到了280。虽是散装，但也实在是极品散装啊。套装这种东西虽好，也不是人人都能凑齐。譬如说像他这身紫色的哥布林杀手套，他在城里转悠了这么久，也没看到几个玩家都穿起呢。可惜我转的是药剂师，做不了衣服。这设计图只能找个机会卖了。林幽颇为可惜的自语道。不过可惜是可惜，也没啥后悔的，毕竟双倍经验药和全属性药的价值更大点。又看了一眼现场，确定没有任何遗漏的东西后，林幽拿着李胖虎的玉佩，开启前行，又溜了出去。这事儿知道的人，包含他的话就只有3个：王铁锤和老兵长。这2人与此事有着很深的因果关系，肯定是不敢乱说的。毕竟说出去，他俩肯定会先出事。只是他心中也有一点点疑惑。照理说，这李胖虎也是暴风城主的私生子，怎么就没配点什么厉害的特殊道具呢？城南小巷，林幽又换了最初的行头，悄然地走到了138号房，轻轻地扣了2下后，还是那叫小埋的姑娘，探着头，脸上带着浓浓的笑意，给他开了门。冒险者大人，您来了呀，请进。林幽进屋后，老兵长看着他，脸上有几分疑惑，这才出去1个多小时吧，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觉得这委托太难，直接放弃了吗？这种事以前不是没有遇到过，但因为神明的誓言在，也没人违背过。带着疑惑，老兵长先把小埋支开。很多事他不想让小埋知道，那些仇恨他并不想让小埋也跟着参与。若是死之前还是无法完成复仇的话，那旧日的仇恨便随他彻底埋入地下，一切都烟消云散。冒险者，如果你想放弃的话也没有关系，只希望你能遵守神明的誓言，请替我保密。老兵长以为林幽是不好意思，便主动开口了。放弃？放弃什么？这不是完成你的任务了？林幽笑着将李胖虎的玉佩放到了老兵长的面前，这关键的任务材料一定能让老兵长脑补起很多的过场动画呢。果然不出林幽所料，老兵长看着那玉佩，顿时老泪纵横起来。这玉佩精美华美，是暴风城最有名的雕刻大师闰土耗费3年心血精心雕刻而成的。据说这玉石含有特殊属性，长期佩戴滋阴补阳，调和强健身体。这李胖虎之所以能这么勇，跟这玉佩也有很大的关系。过了许久，老兵长的心情终于平缓了下来。这李胖虎从不离身之物都能被这勇士带来，那还能有什么假呢？只是他没想到这勇士竟然这么的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能杀掉李胖虎，真是后生可畏啊。他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像是心愿意了，死而无憾一般。林幽看老兵长的神色不对，其眼神中虽有光彩，但却在逐渐的暗淡。那旧日的深仇大恨未尝不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如今心愿了结了，那精神压力大减，整个人反而要不行了。前辈，想想您孙女，您别有什么事啊？您要是走了，她谁来照顾？见情况不对，林幽赶紧把老兵长拉回现实。虽说其是 NPC， 但也是有血有肉的存在。这老人家要是没了，方才那位小姑娘怎么办？他倒是不胜母心泛滥，只是身临其下，不免也为那丫头感到有些可怜。这般年龄和初遇雨琼时很像，让他忍不住回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他跟雨琼相依为命的艰难日子。但好在都熬过来了。果然，听林幽这么一说，老兵长那原本涣散的眼神又重新凝聚了起来。是啊，还有小埋呢，他还不能了无牵挂的走，至少要给这丫头找一条谋生之路。林幽看了一眼时间，心道这过场动画应该差不多了吧？那关键的东西呢？他这般来回跑，来回折腾，就是为了强化保底符呢。嗨嗨，勇士，可能还要辛苦你一下。老兵长颇为歉意地说道。辛苦？是还有什么任务？不，您帮我报了大仇，一切都足够了。老兵长赶忙说道。那您的意思啊？在这房间的地下深处，我曾埋了一个箱子，里面有你要的东西。在这下面。林幽原以为老兵长只是知道个消息呢，没想到此人手上竟然就有强化保底符。
不过想想也挺正常，这击杀李胖虎的任务难度系数挺高。若这老兵长这儿只给个保底符的消息，好像也有不符合这游戏的风格呢。此物是我儿在野外寻宝所得，还没来得及卖，便被李胖虎残忍杀害。我为了报仇，便求铁锤帮我推荐一些强大冒险者，以此物作为报酬。老兵长缓缓给林幽说起了保底符的来历，也解开了林幽之前的疑惑。既然这样，那我就开挖了。听老兵长讲完，林幽在房间里找了把锄头，直接便行动了起来。有福就有希望，20级的赤金法杖，他来了。另一边，你云天涯看着床前戴着面纱的恶魔，脸上尽是豆大的汗水。此人无声无息地闯进了他的家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在他脸上来回的比划，而他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只能发出嘶哑的吼叫，这就像是梦境中的恐惧一般。但他很清楚，这不是梦，这都是真实的。第170章强化成功，恭喜获得强化保底符成。强化保底符，装备强化改造升级失败后，可保留装备当前属性状态。系统，既然是强化失败后消失，那成功了就不会消失吧？没错，是这个意思。系统很快回复道，这样的话也不算太坑了，希望能多用几次吧。装备升级不在系统的控制范围内，只能看脸和运气。当然，若这些东西系统能自由控制的话，林幽怕是一天就能干到全身强化加999，然后直接通关全服呢。勇士，这玉佩是个好东西，你好好留着，对你身体有好处。老兵长见林幽忙完，直接将那枚玉佩递还给了他。好。林幽点了点头，欣然地接到了手上。这玉确实是好东西，握在掌心，总会感到一股特别的暖流在周身游走，这种感觉很是舒服，就像是有人在给自己做全身按摩一般，是格外的放松。若是能长期携带，应该可以极度缓解每日躺在床上带来的身体压力负荷。临走前，林幽看了一眼老兵长，又看了一眼小埋，直接从包里抓出好大一把金币放在小埋的手上。这是通用货币，不管是 NPC 和玩家都能用得上。冒险者大人，您给的太多了。小埋有些颤抖的看着手上的金币，这可太多了。没事儿，都是从李胖虎身上刮来的，有这钱，你跟你爷爷换个地方住，然后再买点好吃吧。林幽轻笑着说道。这点金币跟今天他的收获相比，真还算不上什么呢。游戏提醒，小埋对你的好感度加100，老兵长对你的好感度加100。系统提醒，老兵长看到强大又正直的你，心中似乎有些想法，但还要好好考虑几日。这是还有后续触发剧情？林幽心中暗道。不过只要是特殊任务都没有拒绝的理由，那丰厚的奖励报酬谁做谁知道呢？告别老兵长后，林幽直接去了武器店，找到了王铁锤。这么快你就回来了？王铁锤见到林幽，心中也是有些诧异，这回来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难道说也是觉得任务不可完成，和其他人一样直接选择了放弃？林幽点了点头，没有过多的废话，直接将强化保底符拿了出来。你，王铁锤看着林幽，眼睛瞪得又更大了点。成功了。运气好，侥幸成功，还请大师先帮我升级装备吧。林幽将赤金魔龙权杖递到王铁锤的手上，为这一刻他可是等了太久了。行。王铁锤也是干脆，既然老兵长能把这东西给此人，那结果是毋庸置疑的。他只是没想到林幽的速度会这么快。要知道，这暴风城太大，李胖虎的行踪又飘忽不定，一般人便是想找其行踪都难呢。赤金装备初次升级，需要炉岩炭4000个，无色晶体3000个，锌铁3000个。升级装备前，王铁锤将升级所需的耗材都给林幽说了一遍。先说断后不乱，这零零碎碎的耗材加起来，价格已经达到了400金，也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林幽支付了费用，王铁锤很快便在火炉边忙碌了起来。这装备升级得有个时间流程，需要等待。林幽闲着无事，又不方便在这儿下线，索性便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打开拍卖行翻看了起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牛逼的装备出现。半个小时后，王铁锤从火炉中取出那把赤金色的魔龙权杖，强化保底符包在权杖手握之处，对着林幽说道：勇士，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用权杖去锤那块红色的石头，成功武器就还在，失败的话保底符就会消失。明白。林幽点着头，颇为激动地接过权杖。这个时候
武器到底成没成，系统已经能看到了。所有的数据在武器出炉的瞬间已经都确定好了，只是在宿主这般激动的情况下提前揭秘，似乎有些扫人兴致。他便等着林幽自己体验那未知的快感。林幽深深地吸了口气，颤抖地拿着权杖便朝那红色的试炼石敲了过去。枪升级成功，当前等级20级。极为舒适的游戏提示声在林幽的耳边响起。成了，保底符还在。林幽激动地查看其升级后的权杖属性：赤金魔龙权杖，呈长形武器，穿戴等级 LV20， 装备品级赤金，属性体质加30%，力量加20%，智力加400%，精神加400%，法术暴击正 15%。 装备特性：一、法术连击，使用任意法术攻击时有 50% 概率额外再造成一次法术伤害。二、召唤兽技能强化，您的召唤兽技能等级加2。果然牛逼啊！林幽兴奋地看着属性介绍。这次装备升级，智力和精神都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在10级的100点基础上直接涨到了400点，并且不止于此，法术暴击率提升了 5%， 法术连击率提升了 20%。 最重要的是，他的召唤兽技能等级又提升了1级，除了被动技能外，全部提多了 LV4。 技能1：缠绕 LV4， 攻击时有较大概率发动缠绕技能，使对方10秒无法移动，缠绕期间每秒损失最大值 2 HP。 技能2：吸血光环 LV4， 可以将造成伤害的 100% 转换成生命值。技能3：明火 LV4， 投掷出一团火焰，对击中的目标造成一定的伤害，并有较大概率进行眩晕10秒。技能4：出血 LV4， 攻击时 20% 概率发动，对敌人造成当前最大伤害值成 20% 的出血效果。技能5：无视防御。第171章妖步爱好者。4级技能的暗夜骷髅，战力系数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缠绕、眩晕时间提高， 100% 吸血，出血能力也获得了空前加强。现在林幽的精神有1060，换算到暗夜骷髅那里则有1280点蜈蚣。在绿羽屠龙刀芒 110% 至 150% 的浮动加成下，暗夜骷髅伤害在1408至1920稳定波动，这般无视防御等级的伤害，普通职业一刀必死，高级装备战士暴击也是必死。激动完之后，林幽又把暴击免疫的附魔宝珠和赤金权杖再次递给了王铁锤，然后按照王铁锤的要求，在拍卖行花了100金买了20块天命石，提升附魔概率。在王铁锤一番操作后，林幽满意的打量着自己的成品武器，相对10级状态，赤金权杖上的色泽明显又艳了许多，提在手上那稳重的质量感确实很带劲。这把武器现在的价值已经不能用钱来形容了，无价之物，不说别的，单就那2颗极品的附魔宝珠便是万金难求。并且这把武器带着高法爆、高法链，若是让高级法师提上，战力起码还要翻倍。勇士，你的运气很好，这强化保底符还在，下次还能继续使用，我很期待下次继续帮你升级。王铁锤笑道。将武器升级成功，他也是相当的有成就感。谢谢铁锤大师，下次升级一定还找你。林幽边说着，又从兜里摸出了几个金币塞到了大师的手里。王铁锤对你的好感度加20。这次升级加附魔，林幽总共花了500多枚金币，这还是初次升级，随着等级提高，升级的费用只能是越来越贵，真是赚钱和花钱都很快啊，希望这蛋能早点孵出来吧，这样我也能少些压力了。林幽心中暗道，宠物蛋的孵化是不能停的，连续的打卡培养会有一定的额外加速，所以林幽每天都会固定留点金币，日常吃一点，尽量使其能更快一些。辞别王铁锤后，林幽又换装往城外赶，马上第8轮就要刷了，他还得想办法多弄些贡献点呢。哥布林杀手套。林幽出了铁匠店，迎面便遇到一提着紫色法杖、身穿哥布林杀手套的法师，这种套属实不多见。他忍不住看了一眼这家伙的 ID， 毛人雨峰，这家伙怎么这么久了，还18级？看到毛人雨峰的 ID， 林幽想起在论坛上看到的那篇帖子，好像在他12级的时候，这家伙便是14级了。之前没在城外碰到，他还以为这毛人雨峰去了其他主城了呢。不过疑惑归疑惑，林幽也未想太多，毕竟游戏里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一不小心被 BOSS 打死掉级也是极为正常的事儿。第8轮凶兽入侵即将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得跑快点了。就在林幽随心所欲地畅快地在游戏里刷怪的时候，
几条不知被谁爆出来的消息，已然开始在南城头条新闻榜上刷屏。独家消息：割腰狂魔又取一腰，凶手手段极其残忍，怀疑是面部派来的高级杀手。血腥不止割腰，还要断腿，残忍的恶魔都市作乱。呵，这消息传的还挺快的嘛。此时的雨琼已经试了服衣去，刚在家洗了个舒服的泡泡浴，拿着手机，裹着浴巾来到了林幽的房间里，瞧了一眼还在游戏里奋战的林幽，不禁摇了摇头。这家伙也实在是太拼了，真是玩游戏都不分白天黑夜了呢。该睡不睡，白天又精力不好，听说经常熬夜也容易肾亏呢。不过今天的能量消耗的有些多，他也不准备再进游戏，就在林幽旁边再睡会儿。等今晚过了，明天第15轮凶兽入侵前再上线看看，顺便帮林又把那个人情给还了。这晚上又吵什么呢？雨琼看到林幽手机上的呼吸灯不停的明灭闪烁，随手拿起来看了一眼，还是林幽那闹腾的同学群，很多人闲着无聊在讨论那割腰狂魔的事儿，太可怕了。同学们都记住了，游戏里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别随便得罪人，更别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也不知道这次的受害者是谁呢？那新闻把受害者信息都藏完了，我听说是因为这次凶手的手段太过残忍，不方便透露信息。肯定是啊，之前那4个人只是腰子没了，可这最后一个人中腿都被切了，要是把名字公布出来，他日后还怎么见人？这凶手也是牛逼，不知道是什么等级的觉醒者，安全区到处作乱，真是有胆子。这些人讨论的话题都与这突发消息有关，短时间内连续出现这种大事件，便是想不关注都难，并且这种事的连续发生，给当地负责安全的部门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若是再抓不到凶手，整个城市的人怕都要人心惶惶呢。现在外面还流传着一种大胆的猜测，凶手应该是个变态的觉醒者，对腰子有某种特别的执着。那些消失不见的腰子很可能被其当成了食物，只是凶手的作案手法太高明，现场未留下任何痕迹。于是也有人建议，不如对那些爱吃腰子的人来一个摸排调查，说不定就能发现点什么呢。又经历了几轮奋战后的林幽从现世界醒来，这般精神颠倒的玩游戏真是有些吃不消。好在第13轮已过，就差最后2轮了。躺在床上，他伸了伸懒腰，手掌在落下之际，他好像按到了什么东西。馒头。没休息足，精神状态不好，反应有些迟钝的他又握了一下，瞬间脑袋中闪过一丝电流，他猛然想到了什么。糟了，第172章割腰惹出来的事儿。侧身一看，正是琼那丫头，而她的手正搭在那柔软之处上，虽感觉是馒头，但实则是个大糖包，让人充满遐想。看到这种宅男福利，林幽没有半点兴奋，反而是紧张的一匹。这丫头的性格有些怪，别看平日乖巧温顺的很，一旦发起脾气来，可是真要人命的。想当年还小时候，他可是亲眼看到这丫头把2条恶狗活活给瞪死了，可想而知她的真正实力如何。虽然刚才自己无意中捏了一把，还好这丫头没醒，悄悄地把手缩了回去，然后谨慎地又把那掀开的浴巾给她盖了回去，这才松了口气。说实在的，他对雨琼的感情很微妙，初见时便有一种特别的熟识，又在一起相依为命生活了这么多年，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外人也很难理解。拿着手机蹑手蹑脚的起床后，林幽在客厅里啃起了面包牛奶。这2天的杀戮狂欢，虽然刷贡献点是爽，但精神上真的很难受。不少玩家到后面都坚持不住，在检测到身体不行后，被强制下线休息。若不是还有源源不断的玩家从新手村出来补充战力，在第13轮的时候，暴风城的 B、C 口的防御点差点就被攻破。离第14轮刷新还有1个小时，他还得坚持一下。待这活动过了，他再好好睡上一觉。随意翻看着手机新闻，他也被头条热榜上的消息给震惊住了。这也太恐怖了吧！割腰狂魔这么凶残，又取一腰，也不知道这疯子到底是谁，但他敢在安全区乱窜，也是真牛逼。他这么一闹，也不知道安全区的房子会不会跌。林幽心中暗道，连续出这种事，自然会引起民众恐慌。特别是这次的遇害者住的又是南城排第2的高档小区，那里是有高级觉醒者巡视的，可没想到竟然还是让那歹徒得手，怕是南城安全署的压力也不会小。一说起腰子，他就觉得又有点饿。这2天天天啃牛奶面包，
他嘴里都快淡出味了。今天把最后2轮打完，就再去吃石盘腰子。另一边，老板，你们这附近有没有谁喜欢吃大腰子？两穿着蓝色制服的男子正沿着路边餐馆一家家询问，这都是南城安全署的人。因为那割腰狂魔的事，上头受到了很大压力。监控查了，犯罪现场也勘测过了，但就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那凶手的手段残忍无比，怀疑是个干练的变态杀手，对腰子这种东西有变态的嗜好。虽然这是不怎么靠谱的民间猜测，但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试着查了，总得做点姿态，不然真没法平息民众怒火呀。要是再发生一起，南城区的总房常怕是都要撤职。大腰子好像有个少年挺喜欢的，老板想到了林优，这店他开了多久，林优就来吃了多久，特别是近期，每次来都得吃10盘以上。不止如此，吃完还要打包鸡粪。少年，具体多大年纪？18岁，听说才觉醒的。老板笑道。一说起林优，他就想起那银发少女，这俩人真是太配了。18岁吗？穿制服的两人相视了一眼，摇了摇头。根据专家的判断，此人应该是个经验老道的觉醒者。一个才觉醒的学生肯定做不了这事儿。才觉醒，能力没局限，只是个普通人不可能潜入得了那高级小区。除了他之外，还有人吗？没了，老熟客就这小家伙了。老板摇了摇头。打扰了，我们去其他地方探探。南城安防总署查近半年所有进出城区的觉醒者人员记录。初查条件：年龄24以上，天赋偏向刺客型，身份一50岁左右的寸头男子，手拄着办公桌，给下面的人下达着调查命令。这割腰之事现在闹得沸沸扬扬，连帝都特安部都有人来电问询了。这件事要是不查点什么东西出来，他这总房长的职位就要到头了。听明白了没？明白，我这就去办。南城特殊医院，云密站在云天涯的病床前，眼神里都是心疼。他没想到这不幸的灾祸竟然能落到他爸的身上。爸，等我在游戏里得到治愈道具，就一定来救你。医生给他说了，只靠医学手段没办法让左腰和中腿长出来，唯有的医治办法是从浩劫游戏里获得特殊的治愈道具。那些道具强大到超乎常理，传言能生死人，肉白骨的道具都有。但这种东西价值不菲，现实世界有，但绝不是云密现在能买得起的。那种东西早被强大的势力垄断，根本不对外售卖。一般人想获得，只有在游戏里碰碰运气。雨儿，你真没在游戏里得罪过什么人吧？云天涯看着云密，忍着痛，艰难地说道。之前云密的4个队友都被人割了腰子，如今他不仅腰子被割，还断了一条腿。既然怀疑是同一凶手所为，他很自然的便想到了跟云密有关，怀疑是不是凶手想报复云密，才把手段使在他的身上。爸，你要相信我，我在游戏里真没什么仇人。我也怀疑过，是有人在针对我们的小队，可思来想去，他们没理由针对您啊。云密摇头道，这也是他最想不明白的一点。若歹徒是同一人，为何不来割他的腰子，反而要割他爸的呢？云儿，你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爸爸的伤就只有靠你了。云天涯摆摆手道，目前的情况他也清楚，医疗手段救治无效，只能看云密能不能在游戏里有什么特殊的奇遇了。现在这状态，他也没心思去管林优了。中年断腿，奇耻大辱啊！爸，您放心，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会治好你的病。第173章奸诈。好舒服呀！雨琼舒服的伸了个懒腰，身上的浴巾瞬间滑落，春光乍现。好在林优还在客厅吃饭，不然这一幕怕是能给他好好的提提神。毕竟这样子的雨琼可真不多见呢。因为昨晚劳累过度的缘故，他这一觉睡得也是有些久。都醒了吗？看到林优不在旁边，这丫头心中嘀咕了一句，然后也起身准备吃饭。算算时间，马上就要刷第14轮了，他差不多也该去游戏里看看了。醒了呀，你睡得也是够久的。林优看着雨琼，轻笑着递过一块面包。很久吗？可能最近看追剧太累了吧。雨琼含糊着说道。又是那病娇，我跟你说，那剧少追，看多了人心里要变态。林优皱眉道。那剧他看过些，内容极度让人不适，拥有一个得不到就要毁灭的妹妹，实在是太可怕了，动不动就要威胁那善良的哥哥，真是仇恨值拉满了。要是他有这样的坏妹妹，不打死算他输。
当然，还好他没有妹妹。不过，那病娇妹妹好像也挺喜欢割腰子，该不会跟那杀手有关吧？林幽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但又摇了摇头。那病娇动漫实在是太火，看的人太多，便真是粉丝，怕是也找不出来呢。变态我也喜欢，我又不能玩游戏，还不能让我看电视了。还有，你玩游戏怎么突然那么疯狂了？天天脸上挂着黑眼圈，这搞什么呢？雨琼把话题拉了回来，他不想跟林幽讨论动漫的事儿，才看到123集，才看到一小半呢。后面的剧情是越来越刺激，每次看的他都是激动很。嘿嘿，最近有人带我升级，所以我疯狂了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马上就要18集了呢。林幽讪笑道：18集？你这是傍上富婆了？雨琼的眼眸微微一缩，某些方面他很敏感。当初带林幽出来的是他，可现在他不在，应该不至于会出现其他人吧？哪有啥富婆，是寂寞如风的朋友，一起聊了几句，然后觉得有缘，就带了我一下。又是寂寞如风，看来你俩还真有缘呢。雨琼笑了笑，既然对林幽这么好，他今天可得好好处理了。那是，寂寞如风说了，让我日后去暴风城找他，他送我些装备。林幽说瞎话的功夫也是一流，反正说真话这丫头也不信，只能瞎扯了。哎，你还是别去暴风城找他了，论坛上都说了，他仇家太多，你又太弱，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你俩的关系，他们杀不了寂寞如风，还杀不了你吗？可别被人杀回新手村了。雨琼担忧道，虽然这是游戏，但玩家被杀的话还是有些痛的。而他的那块石头能量有限，没办法时时跟林幽一起贴身保护他，所以他不希望林幽跟寂寞如风继续牵扯上太多的关系，这样也是为他好。毕竟寂寞如风能一个人打100个1000个，林幽呢，怕是能被除了牧师之外的职业追着跑呢。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会认真考虑的。林幽点了点头，若他不是寂寞如风的话，一定会认真听这丫头的意见。确实如此，一般玩家跟寂寞如风靠得太近，真没啥好处。你知道就好，游戏里人事故太多了，你可得悠着点，在没强大之前一定要苟起来。雨琼认真的叮嘱道，日后在游戏里他肯定也会想办法帮林幽的。差不多了，我上线升级去了。林幽看了看时间，差不多要到点了，得上线找位置了。去吧。带林幽回房后，雨琼3下5除2的把面包啃完，回房反锁住门，也是直接进了游戏。游戏里，独尊，东西拿到了？傲视巨无霸问道。当然，我亲自蹲点，东西一上架我就买了400份显影之尘，我们4方每方100份，然后具体人员怎么安排，我们再商讨一下。纵横独尊将显影之尘依次交易到3人手中。那我们是这一轮直接先干他吗？寂灭金轮问道。这都第14轮了，这轮之后应该就是最终 BOSS。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利用一下他。末日使者冷笑道。利用？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寂寞金轮有些不解。你们想想，他现在的刷怪地方刚好跟我们位置相反，谁也不知道我们几个的行会的新人里到底有没有被他安插进人来。一旦把人员大量往他附近调动，他或许就会警觉起来。末日使者冷静地给众人分析道。但最终 BOSS 不一样，他那贪婪的性格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像这种活动的 BOSS 肯定只有一只，我们既可以利用他的毒，削弱 BOSS 的防御，也能在关键时刻给他致命一击。末日使者说完，其他人都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因为末日说的话确实有些道理。显影之尘的破影时间是5分钟，理论上只要破他1次影那就够了，但如何立好那些时间呢？现在他们各会的人都挺多，不断的有新玩家加入，保不齐就有寂寞如风收买的人。大量的人员一旦调动，想不被发现都难，一旦这家伙跑了，想再寻个机会就有点麻烦了。我同意末日的说法，大家都谨慎一点。傲视巨无霸说道。这前13轮大家都收获颇丰，那最终 BOSS 收益定然也不小。若是能把这寂寞如风利用好的话，不但能减少人员损失，还能将其彻底干掉，一石二鸟，岂不是更爽？第174章变态输出。把显影之尘都买完了，看来还是忍不住啊。刚上线，林幽便先去了城主大厅，与 NPC 对话，得知显影之尘在2小时前已经被兑换完了，400份的量，不用多想，肯定是那4大会的人干的。毕竟寻常玩家买这么多显影之尘干嘛？纯属浪费贡献点，那就看你们想怎么玩了。林幽心中有数，倒是没太担心。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想杀他，可没那么容易。又从玩家商人那里购置了一些加800血大药后，林优直接出了城。现如今，他的贡献点有15万。凶兽猎杀术虽未有榜单展示，但毋庸置疑，他肯定是第一。之前那些花钱买贡献点的土豪老板，基本在12轮后都消停了下来。越到后期，怪物是越发的凶狠，稍有不慎便是直接 GG 的节奏。老板的钱虽然多，但不容易控制节奏。先手一刀拉仇恨，可稍有不慎就会被 BOSS 反手一套带走，风险大，死亡掉级的惩罚又重。失败多了之后，那些老板也就果断放弃了继续刷的想法，得稳着点来。出了城，林幽竟直去了之前的刷怪点，谨慎的切换好身份与装备后，又把暗夜骷髅拉到了面前。在杀了李胖虎之后，又经历了这么多轮刷怪，他现在的等级已经达到了24级。装备虽没什么更新，但金币涨了不少，靠卖那些打到的装备，他手上又有了300枚金币。看了一眼刷新倒计时，林幽从包袱里拿出了一瓶加 HP 20分号上限的果酿，这是他最新的炼药成果。药剂师在熟练度增加后，炼药过程中偶尔会人品爆发出1-2瓶极品药，这种药的属性加成效果会比平常的高上一些。喝下果酿，他的 HP 直接达到了4560点左元括号3800加760右元括号。第14轮凶兽入侵开始，请玩家做好防守准备。随着一道游戏提醒，林幽也是定了定心神，等待着凶兽送上门来。弥漫的烟尘四起，伴随着滚滚浓烟，一只褐红色的食尸鬼出现在了玩家面前。其眼神凶狠，面部丑陋，残缺着左眼，猩红的长舌外露，用4肢在地上爬向。林幽眼瞳一缩，先查看了一下这食尸鬼的属性。变异的食尸鬼，等级30，生命20万，物理攻击1500，物理防御800，法术防御800。技能1：破甲撕咬。破甲撕咬，咬住敌人时有 20% 概率使敌人处于破甲状态，破甲状态防御力下降 100%。技能2：吸血。吸血，物理攻击时可以将造成伤害的 20% 转换成生命值。技能3：狂热。狂热状态下提高 100% 攻击速度，提高 100% 移动速度，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4：血爆。血爆，被食尸鬼杀死的敌人尸体会发生爆炸，造成物理攻击呈 60% 范围伤害。那些食尸鬼在靠近玩家阵营时，身上发出一道血红之光，直接便是狂热加速，猛地朝玩家冲了过来。速度这么快吗？林幽的眼眸紧紧地盯住那些食尸鬼，快，实在是太快了。100%的移动速度加成，比他现在窃取的弓箭手疾风不快太多了。这个技能我先要了。看着一只正咧着嘴向他靠近的食尸鬼，林幽直接一个窃取丢了过去。恭喜，获得技能狂热。您的技能疾风步已经遗忘。狂热，林幽权杖一挥，直接施展起了技能。有奥数之秘在手，这种技能对他来说跟零 CD 差不多。他的身上泛出跟食尸鬼一样的红光，移动速度直接就飙了起来，比那食尸鬼还要快。寒冰尖刺，看着那食尸鬼，林幽毫不犹豫，一个寒冰尖刺朝其扔了过去。随着赤金权杖的升级，他现在的智力已经高达750点，并且法术暴击率 38%， 法术连击率 50%。6000暴击，3000法术连击。就这一次攻击，他直接打掉了食尸鬼9000的血。还不错，毒上再链接一群，有的打。林幽的这疯狂的输出和操作，让不少新晋主城的玩家看傻了眼。寂寞大佬是开了什么挂？我记得第13轮的时候，大佬还没这么猛呢。是啊，这是进口的法爆吗？概率这么高，爆一下6000血，除了 BOSS 谁扛得住啊？他的职业特性到底是什么呢？好像使用过很多职业的技能呢。我们几十个人还得研究战术才能搞定一只食尸鬼，这大佬，不少玩家看着林幽，眼神中都是羡慕，太特么强了。他们的装备自认为也不算太差，可跟寂寞如风比起来，简直是被无情碾压。他们都带着高物穿或高法穿的装备，打在这食尸鬼身上，最高的也不过100多点血。几十个人同时攻击，都暴击的情况下，单轮总伤都超不过4000，并且他们打怪还必须得战士扛在前面，牧师给盾给质量，很不容易才能搞定一只，根本不敢多赢。可这大佬呢，跑的是飞快，绝对没有一只打的意思。他们观察了大佬的套路，仗着速度优势，不停的在引怪，先扔毒拉仇恨，
再是放致命链接，最后再放那寒冰尖刺，一个技能下去，7个食尸鬼头上同时飘血，总扣血量直接过万，再配上那变态的骷髅的输出，他们都有些怀疑，大家玩的到底是不是同一款游戏，或者说这外挂到底是哪儿买的？想求个地址。第175章真凶。您杀死了变异的食尸鬼，获得了1万点经验奖励，获得500点贡献度，获得5点充能。您杀死了变异的食尸鬼，获得了1万点经验奖励，获得500点贡献度，获得5点充能。越6级杀怪不但经验多，贡献点奖励也多。现在除了那4大会外，其他小型会的人根本就不敢跟他抢。他随时带着7只食尸鬼到处跑，其他人都只能躲着。虽说仇恨值在大佬那里，可那大佬会隐身啊，一旦把食尸鬼带到他们面前，再一个隐身，没了攻击目标的食尸鬼马上便会把仇恨转移到他们身上，那样的话他们根本就没得打。当然在他们不招惹灵幽的情况下，灵幽也不会给自己添麻烦。说实在，人多怪也多，他一个人包不了场，若是把这些人都坑死清理出去，那他一个人也守不住这4口大门。他吃肉也给人留口汤，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除了4大会的玩家，他还真不想彻彻底底的成为公敌，还真挺猛呢。是又更新了装备吗？雨琼坐在一棵参天大树上，看着在场上肆意杀怪的寂寞如风，那高暴击输出真的是非常的猛，可以当之无愧称得上是新区第1人。当然他现在要是想杀也非常的容易，超远的攻击距离下任何人都躲不掉。坐在树上看了好一会儿，确定寂寞如风刷怪很轻松后，这丫头便暂停了出手的想法。他用分裂剑虽然也很快，但挺费能量的，这能量省着点，待会寂寞如风打大 boss 的时候放的大招不更好？说是大招，其实也是他一个小技能，消耗的能量相对会多一点，但对付最后的 boss 绝对是足用了。坐了一会儿，似乎觉得有些无趣，临下线前又想调戏一下灵幽，于是又果断地加了死亡如风的好友，信息验证为清纯可爱小迷妹，求通过。您收到一条好友申请。灵幽刚打完一群食尸鬼，准备捡掉落在地上物品的时候，看到那伪装账号的面板上多了一条好友申请，又是这林小野，他到底是谁呢？林幽心中有些疑惑，这可都是第2次了，上次也是这林小野，他以为是想邀请他进行会的，给拒绝了，没想到今天又来加他好友了，倒是有些奇怪，他在暴风城也没见到过林小野这 ID 呢。短暂的想了想后，林幽还是选择了拒绝，并玩笑般的回了句不好意思，我喜欢御姐。他死亡如风的身份也就进城的时候用用，哪需要什么小迷妹，要给也给个御姐好吧。拒绝之后，林幽直接捡起掉落在地上的装备，食尸鬼的臂章，穿戴等级 LV25， 装备品级紫色，属性力量加70，物理穿透加150，命中率正 5%， 附带装备技能守护。守护当 HP 低于 30% 时，立即生成一个可以吸收1500点伤害的护盾，持续时间30秒，技能冷却时间1小时，是战士的好东西，可惜我用不上。灵幽看着臂章，心中暗道，他需要偏精神加成的装备，这纯力量装除了拿来卖钱外，确实没什么用，但今天的收获整体都不小，他也是很知足。爆东西本来就是随机概率性的问题，不可能每次都爆适合自己的装备，这点他心里还是有数的。正好欠铁剑人情，就看他收不收吧。之前他托铁剑帮他买了显影之尘，钱后面倒是给了铁剑，但人情也是欠了，他也答应铁剑，若是报了什么战士的好装备，要上拍卖行的话，可以先考虑下他，钱他绝不少给，也能给林幽省下 10% 的拍卖手续费，也都是双赢局。御姐，这家伙竟然还有这种想法，哼，还好我可纯可遇。雨琼歪着脑袋，转着眼，恨恨的念道。他可以变身天使造型，在那状态下，想成为御姐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又看了一眼寂寞如风，确定这人依旧在轻松刷怪后，他果断的选择了先下线追剧，等最后 BOSS 出现的时候直接上线。醒来，打开平板，第124集。哥哥，你也不想让他再失业吧？暴风城城主大殿，一身材高大魁梧，穿着玄铁重甲的中年男子坐在大殿王座上，其眼神愤怒，拳头紧握，像是要吃人一般。大殿下，战战兢兢地跪着数位穿着玄袍身影，低着头小声地说道：大人，我们还在查，但那杀手的手段很是高明，并未留下太多的线索痕迹。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我只知道胖虎死了，
1天之内，若是你们不到线索，那就都去给胖虎陪葬。大殿上的男子狠厉地说道。他方才得到消息，有人竟然在李寡妇家杀了他的亲子，真是胆大包天，敢在暴风城做这种事，不管是谁，他也要将其碎尸万段。1天，台下的人面面相觑，他们在现场勘察了无数次，也在暴风城里走访了不少地方，是真的一点可疑的线索都没有找到。但暴风城的原住民中，敢杀胖虎的人屈指可数，且都被他们关在重水牢里，所以他们怀疑是那群冒险者所为。只是近几日到暴风城的冒险者实在是太多了，只给1天时间，又如何查得清楚？想了想，其中一位男子壮着胆子说道：“大人，若是要速查真凶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说！”殿上男子厉声道。“听说尼古拉大法师正在城外的雷鸣废墟探险，他精通回溯类魔法，或许他能害原始发现场，助我们找到真凶。”第176章涌动。那还不快去请！王座上的男子沉着脸冷喝道：“胖虎的死不仅在精神上对他有伤害，更让他感到心里愤怒。竟然有人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杀了胖虎，这简直是对他权力的蔑视。所以无论如何，这人必须要死。”“是，大人。”那提建议的人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他现在是一刻也不敢耽误。若是在24小时内还找不到那真凶，按照城主的性格，他就真得给胖虎陪葬。全副公告：银月城防守失败，银月城附近将不会有变异凶兽刷新。全副公告：星陨城防守失败，星陨城附近将不会有变异凶兽刷新。2道游戏公告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屏幕上，有消息灵通的玩家赶紧问询了在那2个主城的朋友，结果得到了与那论坛大神如出一辙的预言答案：不能让太多的凶兽进城。大佬，3金帮忙上个毒！一玩家朝林幽喊了一声，同时将3枚金币放在地上。好了，林幽爽快地应道。他在打怪，也在做生意。源源不断的食尸鬼向着 C 口大门冲去，他们这边的玩家打的是越来越吃力，所以有人问询林幽的意见，能不能花钱请他上个毒，因为怪多，他们确实有些扛不住，在人越打越少的情况下，怕是这 C 口保不住。林幽思索一番后，也是答应了下来。这怪太多，他一个人吃不完，现阶段把 C 口门守住才是最要紧的。守不住门，这活动直接结束，对谁都没好处。况且这些人也都懂规矩，3金一个请他上毒，他就是毒一下而已，完全不影响他打怪的进度。利人利己，为什么不干呢？全副公告：暗黑城守失败，暗黑城附近将不会有变异凶兽刷新。很快又是一条公告出现在公屏上，10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就有3个主城宣告活动失败。还好暴风城的主力玩家不少，不然怕是也难啊。林幽看着公屏，心中暗道，因为雷霆套的缘故，不少玩家都将第一次传送点选在暴风城，这也导致暴风城的玩家比其他任何主城区玩家都多，所以相对其他区域也要格外的抗揍一点。再坚持坚持，应该快了。林幽看了看时间，按照前面几轮的习惯，这食尸鬼的刷新时间也差不多该正常结束了。打完再休息一下，就可以看看那到底是什么 BOSS 了。说实在，他对这最终 BOSS 还是很期待的。这种级别的 BOSS 爆的东西肯定好，就是如何能在群战中抢下来是个问题。要是我伤害能再高点就好了。林幽心中暗道，小说他也是看过不少，别的主角在他这般等级，一剑随便都是10来万的伤害，遇到再猛点的，怕是一招都能干掉大 BOSS。时间过得很快，在第14轮结束后，各方的势力又涌动了起来。都知道第15轮关卡很可能刷出一只终极 BOSS 来，但这 BOSS 的猎杀分配方式又成了一个问题。首先，前面14轮是有很多小散人团队和小型会共同在参与，可这第15轮终极关卡，大部分散人团队和小型会都会放弃，因为干嘛要蠢到去送死呢？小散人未必还能在几大行会手中虎口夺食，把 BOSS 给抢下来。既然打了没好处，死了还得个人负责。这些人果断的选择了待会看热闹，看着4大会的人怎么杀。巨无霸、使者、金轮，想必你们也收到通知了吧？老板对这活动很重视，要求我们务必拿下这最终 BOSS。现在他们已经谈好了条件，我们4个行会的人一起击杀最后的 BOSS。若是出了什么好东西，不管哪方的人捡到，都由老板们来决定归属分配。纵横独尊与众人说道。新区凶兽入侵的活动现在稳稳占据热榜，老板们都重视得很，谁都想知道
这种新活动到底能有什么奖励？为了防止四方内耗，导致活动提前结束，所以4个老板直接在现实世界谈了条件，先把 BOSS 搞下来再说，出了好东西再细谈，别被人捡了便宜。已经收到通知了，我们都无所谓，既然是老板们谈好的交易，我们执行就行了。傲视巨无霸回答的倒也是干脆，他们的一切都是背后的老板给的，自然是老板说啥就是啥。在新区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进入主服争霸才是王道。他们这样的新人在主服可算不了什么。不过我们还是缺点输出老板们的意思，可以花钱找点炮灰，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大象。那些散然和小团队还是有点用的。纵横独尊接着说道，那些小散团队不就是怕死了没好处吗？那就加钱，4家老板共同出资，让他们只管招人就是了。可以，我已经安排人去了。末日使者点了点头，他的人公屏上已经在刷了。招临时成员，死亡包赔装备，给金币补偿。第177章，再来2颗神石。另一边，您杀死了黑斧树精，获得了1000点经验奖励，获得1点贡献度，获得5点充能。您杀死了黑斧树精，获得了1000点经验奖励，获得1点贡献度，获得5点充能。您的杀戮盛宴充能点已经达到上限5000，无法再继续获得充能。呼呼，累死我了。林幽看着消息提醒，满意的点了点头。在第14轮结束后，他果断的找了个图，刷起杀戮点来。有这5000点充能，他可以临时增加一个10W 的护盾，这样待会儿抢 BOSS 应该会更保险一些。只是用何种方式去抢，他还没拿定主意，因为他笃定傲视等人会过来请他出手，并在关键时候坑他一次，所以这又是个薅羊毛的机会，浪费的话就有些可惜了。就在林幽思索如何赚钱之际，2个前行的刺客突兀出现在了他面前。条件反射，林幽毫不犹豫的就是一个寒冰尖刺。3000，您杀死了5名小刺客，罪恶值+1，当前罪恶值487点。大佬别开枪。另一个刺客见状，赶紧把双手举起来，示意自己没有其他的想法，同时心头也是郁闷，连续2次带着队友找人，队友都被人给秒了。你们是想干嘛？林幽看了一眼那叫刺入你的心的玩家，问道。大佬，您别误会，我们是白小楼的人，是有一玩家说想和你组队打 BOSS， 但您的号拒绝任何申请，所以他才让我们转达。刺入你的心摸了摸额头上的冷汗说道，这2人可都有点狠啊，一言不合就秒人。没兴趣。林幽想也不想的直接拒绝了。组队打这种 BOSS 是组1-2个人能解决的，除非对方跟他一样牛逼，但哪有那么多呢？大佬，您别急着拒绝，他说您一定会同意的。哦，一定会同意。刺入你的心的这番话倒是引起了林幽的兴致，凭什么能这么肯定？天下哪有一定的事儿？他就是活动第1天，当着您的面杀人的那个弓箭手刺入你的心，快速的把话说完。是他？林幽听完，眼眸里泛过一道金光。他对这神秘老六一直就很有兴趣，可就在活动的第1天后，那神秘的老六便消失了。他正觉得奇怪呢，没想到这老六竟然又主动找上门来，还要求跟他组队，这倒是真有些意思。的确，以老六的实力，那神乎其神的剑术确实会是个强力帮手，只是他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大佬，您如果同意，现在可以添加林小野这个 ID。 什么？他叫林小野？林幽听到这3个字，这次是真愣住了。那林小野不是那个几次3番想加他伪装小号的玩家吗？那神秘老六怎么会是他？带着疑问，林幽主动添加上了林小野。很快那边就回复了通过，然后接着对方发来了一条消息，等 BOSS 血量低于 30% 的时候，我会动手，尽快协助你秒掉 BOSS， 其他时间你想着办法拉住 BOSS 仇恨就行。对方的回复也相当的干脆，拉仇恨这种事儿对林幽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怪打久了，规律也摸索到了一些。仇恨的关键点，一是尽量抢到先机，二是在距离范围内有稳定足量的输出，否则就很容易被别人抢走。比方说，你每次只能打个10点伤害，别人一次能打个100点伤害，虽说是你先拉的仇恨，但若是别人能连续打个1分钟，在伤害值碾压的情况下，那 BOSS 的仇恨值绝对是会转移走的。为什么帮我？有什么需求？林幽回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又不蠢货，这林小野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帮你的原因，我看他4大会不爽行不行？至于需求，等你换装备了，
我要你身上的哥布林套装。雨琼的话干脆又利落，反正他觉得这身哥布林套装挺适合林幽死亡如风这个小法师的。当然，若是可以，他觉得那把赤金权杖会更适合点。系统，你说这老六靠谱吗？对你来说，现在应该没有比这老六更靠谱的人了。好，有系统这句话，林幽就放心了。若是这老六靠谱的话，他待会儿的打法可就会更奔放点。看了看一眼时间，林幽开着狂热便往暴风城方向赶。这时间虽还有一会儿，不过有的资源他得赶紧去拿到。在他眼里，这4大会就是只好羊，随时都能给他创造点惊喜。到了暴风城外，林幽淡定地找了个高坡坐了下来，淡定地打量着4大会组织的玩家队伍。这乌泱泱的一片，少说也有1万人，且都是20级以上的高级玩家。人数方面，倒不是4大会不能招到更多，实在是很多玩家的等级和装备不能达到要求。一是战士能抗，二是牧师能奶，再就是法师、弓手这远程伤害能破防。因为在这游戏里，若是玩家伤害值不足不能破防的话，是无法对 BOSS 造成任何扣血伤害的。而最终 BOSS 的防御，他们根据前几轮的估算，应该是1000点左右。只有穿高穿透装备的玩家才能打出一定的伤害，也就是能可以慢慢磨。寂寞如风，你对 BOSS 没有兴趣吗？竟然坐在这儿！纵横独尊派手下找了半天，终于是找到了林幽的身影。他的计划要施展，还必须得让此人配合才行。一是利用他的毒减少前期的麻烦，毕竟 BOSS 打得越快，损失才会越小。二则是在 BOSS 血量低于 20% 后，出其不意的将显影之尘撒在他的身上，破掉他的隐身。隐身一破，他们4家的核心弓箭手会马上进行一轮齐射，保证能第一时间将其秒掉。秒掉之后，再用穿着高穿透装的法师、弓手慢慢磨，总能将 BOSS 搞死。没有兴趣，我有自知之明的。这么多玩家，我一个人能打什么？我可不想翻船。林幽摇头道，欲擒故纵的手法，他是越来越熟练。呵呵，不见得呀，你的毒打 BOSS 可是很有用的。这样吧，如果你不想抢 BOSS， 那帮我们上毒怎么样？价格你开，我们尽量满足。纵横独尊循循善诱道，他知道此人贪财讲员，想来不会拒绝。价格好说。林幽的瞳孔微微一缩，这句话终于是来了。既然你这样说的话，那就再给我2颗天赋神石吧。第178章地狱使者分身，又是2颗天赋神石。纵横独尊摸了摸鼻子，他实在有些想不通，为何这寂寞如风对天赋神石这般感兴趣？是因为这种石头保值，还是想将此物带到主服，待天赋重铸后再进行天赋强化？2颗确实没有，这东西不是白菜，有钱也不见得能搞到。上次那2颗也是我们4个行会晕出来的。纵横独尊面露难色的说道，这石头确实不是什么大白菜，说收就收，说有就有。他们收这些大多也是为了带到主服去供那里的天才使用。4个会挤一挤总还是有的。没有天赋时，我对那 BOSS 确实没什么兴趣，搞不好被 BOSS 秒了，我损失才大。林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的毒对这种大 BOSS 实在是太克了，比如1000的防直接减少到100，随随便便一个20级法师，一个雷电术下去也能抽个400-500点血。这场上有1万多人，抛开非战斗职业的牧师和选择穿肉装嘲讽牵引 BOSS 的战士外，少说也还有5000家的法师、弓手等。一旦毒上，这成吨的伤害就可想而知了。看林幽的态度这般坚决，纵横独尊直接与其他3人私聊商讨了起来。独尊，先答应他，我猜他肯定想日后天赋重铸，现在拿到肯定也是放包袱里，待会杀了他，这些东西都能爆出来。你那如果没有的话，这石头我傲视出了，不过有言在先，爆出来之后最后得还我们。傲视无情很是大度的回道，临时走个账而已，不麻烦。今天他只要一个结果，那就是让这寂寞如风死。很快协议达成，2颗石头也送到了林幽的手中。拿到石头后，林幽这次倒是没急着强化天赋，他要先看看这 BOSS 身上有没有什么值得窃取的东西。若是没有值得窃取的东西在，那他就先强化一下杀戮盛宴。2级满盛宴状态，它可以生成吸收时 W 伤害的护盾。3级状态下，自然生成的护盾吸收能力会更强一些。呵呵，合作愉快。纵横独尊友善的向林幽伸出右手。愉快，愉快。林幽也是热情的进行回应。这总共都送了4块天赋神石了，能不愉快吗？寂寞如风，我觉得我们该是朋友。
纵横独尊的手搭在林幽的肩上，一脸和善地说道：“当然，我们自然是朋友。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比较讲缘。”哼，这么有缘，那下次有空咱们约起喝一杯。可以，我这人就是比较喜欢交朋友。两人都心怀不宣地飙起了演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俩是多年的好友。这人倒是挺有意思的。雨琼站在高处，远看着寂寞如风。前2天还跟4大会的打生打死呢，这么快就成了朋友，还真是够厉害的。不过他无所谓，他只要这寂寞如风的哥布林杀手套装，这是谈好的条件。他或许会小赚，但这寂寞如风绝对不亏，毕竟那大 boss 能报更多的好东西呢。他盲猜，至少会出一件黄金以上的装备。地狱使者的分身即将降临，请玩家做好准备。此时的林幽已经站在了队伍方阵的前列，4个行会分了4个大方队，并未完全聚拢在一起，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最终 boss 的攻击方式。若是有强力的群体技能，所有人站一块儿，那不是闲死的不够快吗？私聊、傲视、寂灭、末日，有这寂寞如风的毒在，待会打 boss 速度会比较快。核心成员一定要通知到位，只要我手上显影之尘撒了出去，他们的攻击一定要跟上。OK， 放心，收到，明白。好。在众人激动的目光中，一通体燃烧着火焰的巨人朝暴风城方向缓缓走来。其身高约有20来米，体型巨大，头上长着一对红色的长角。伴随着他的呼吸，一道道火焰从其鼻孔中窜了出来。他的左手提着一把红色的狼牙大棒。属性查看：特殊 BOSS 地狱使者的分身，等级35，生命2000万，物理攻击3800，法术攻击2000，物理防御1100，法术防御1000。技能1：焦土，用火焰覆盖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持续对敌人造成自身等级乘10的固定法术伤害。火焰上的敌人越多，地狱使者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增加的也将越快。技能冷却时间等于0。技能2：箭射，地狱使者的物理攻击具有分裂效果，被攻击的敌人3×3范围内的所有人都将受到 50% 的箭射效果。技能3：魔法反弹，受到法术攻击时，有 70% 概率将伤害反弹给施法者，伤害反弹结果等于地狱使者受到的真实伤害值。技能4：幽冥冲击，地狱使者能发射具有幽冥之力的冲击波，能对其正面的敌人发动直线攻击，伤害值等于法术攻击乘 150%， 技能能却时间30秒。技能5：净化，每隔1分钟将会自动解除身上的异常状态。第179章血少输出高，这焦土技能还挺不错，大范围持续固伤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持续触发禁疗效果呢？林幽向系统问道。焦土本身是零冷却时间的技能，开启之后等于不间断的进行法术攻击。好，既然这样的话，那这技能我要了。地狱使者的5个技能，在林幽看来，其实就焦土和法术反弹这2个技能牛逼。不过法术反弹这技能对他来说显得有些无用，将受到的伤害值反弹给对方。他在魔法免疫天赋的状态下，又怎么受法术伤害呢？既然只有1个技能值得偷，林幽果断的又升级了1级杀戮盛宴。杀戮盛宴 LV3， 击杀等级不低于自身3级以内的生物，可以获得10点充能，每点充能可以转换为40点护盾或造成40点无视防御伤害。技能 CD 10分钟，当前最高可以累积1万点。这也还不错，又多了20万的护盾。林幽看着提示，心中暗道，这地狱使者的攻击力对他来说不算太高，他有免疫暴击的宝珠在，这 BOSS 秒不掉他，但对其他人来说可就很有挑战了。物理攻击带这么大范围的箭射效果，3800的攻击，再配上那焦土的攻速加成，一旦被这家伙锁住连续硬锤，很可能就一死一大片了。血少还带净化，麻烦了。傲视巨无霸看着渐渐走近的地狱使者，心中是一阵暗骂。血少的大 boss 一般输出都很变态，并且这家伙还带着克制毒的净化。他们本想利用寂寞如风的毒风筝着打 boss 的，按照之前的计划，寂寞如风最高能减 boss 900点防御，只要毒能长期维持下去，杀那 boss 会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可万万没想到，这 boss 竟然自带净化的能力，这要是打持久战的话，这1万人怕是要死不少啊。林幽依然是很无所谓的看着傲视等人，对他来说，前期就是要让他们打得慢才好，打得慢才好配合那林小野。要是这万多人几分钟能把 boss 给解决了，他还得想法子拖时间呢。我去上毒了，你们自己看着打，
林幽开启狂热，直接就朝那地狱使者冲了过去。扔毒，窃取，一步到位，窃取成功，恭喜您获得技能焦土。上完毒后，林幽没任何逗留，直接跑了回来，边跑还边对纵横独尊喊道：“你们愣着干嘛？还不快拦着 BOSS， 等他进城，这活动肯定结束。”这家伙不打吗？雨琼以为这寂寞如风跑过去是要好好跟着 BOSS 干一干呢，毕竟这家伙的伤害是真的蛮高的，一个暴击能爆6000的固定伤害，这要是一直打下去， BOSS 的仇恨肯定能被拉住呢。但他好像不是个愚蠢的人，应该有其他的想法吧。雨琼转念想到，毕竟这寂寞如风能屡次在追杀中脱险，肯定还是有谋略和手段的，不像他家的林幽蠢蠢笨笨。林幽依仗着自己的速度优势，很快又回到了纵横独尊的身后，在众人的呆愣中自顾自地找了个好位置停了下来。兄弟，你不打吗？纵横独尊问道。都知道寂寞如风的攻击力贼猛，法术攻击还是固定伤害，一发6000血，一个人可以顶几10个人的输出呢。兄弟，说上毒就上毒，我是个讲信誉的人。林幽拍着纵横独尊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儿，他是个有原则的人。既然知道这群家伙对自己贼心不死，他肯定要想办法消耗着。何况，别觉得这 BOSS 2000万 HP 看似不多，认为这儿有5000多个输出，一人打个20点伤害，每秒平均都能打出10万，分分钟就能解决 BOSS， 那就开玩笑了。几分钟能解决掉的 BOSS， 那也意味着 BOSS 能几分钟解决掉所有的玩家。根据论坛的攻略经验，浩劫里通常关卡大 BOSS 设定的都是玩家人数足够的情况下，配合好肯定能打，但绝对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稍有不慎就会团灭。这 BOSS 的血在这么多玩家面前绝对不算多，并且还不带吸血这种能力，那自然意味着这家伙输出肯定很爆炸，撑不过都得死。上！随着一声号令，4个方阵的玩家同时向 BOSS 靠近，战士冲在最前面，牧师则紧随其后的跟在战士后面。上护盾，上各种祝福 buff， 加攻速，加移动速度，绚丽的魔法，狂暴的剑雨都朝着那地狱使者劈射而去。17、15、30，暴击！在灵幽毒素配合下，第一轮攻击下去，5000多个远程输出直接打掉了 BOSS 12万 HP。BOSS 身上的毒不断的叠加，打在其身上的伤害也是越来越多。要知道，这么多玩家呢，减少 BOSS 的防等于给自己增加伤害。一旦减少到300点的最高峰值，一轮下去，理论上要多打150万点的伤害呢。想搞这2000万血的大 BOSS，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就在很多新玩家欣喜，认为这滴血 BOSS 没论坛上说的那么难的时候，好！地狱使者一声怒吼，身上的火焰大盛，焦土！他目之所及，4个方阵的1/3玩家脚下的土地都生出了一道绿色的火焰。除了灵幽外，焦土上的玩家的头上都飘出了350的数字。焦土的伤害等于施法者等级乘10，固定伤害。焦土释放之后，这地狱使者举起手中的巨型狼牙棒，便向靠得最近的战士砸了过去。3000，一棒子下去，那战士身上套的牧师护盾直接消失，没被秒，瞬间便是数道治愈之光笼在他头上，血直接加满。正当他松气的时候，可那地狱使者仿佛开了加速外挂一样，砰砰砰，这锤击的速度竟直接产生了幻影。1秒不到，以那战士为中心，箭射范围内的200来人全部被锤死，根本就架不过来。随后他直接扔出一道幽冥冲击，随着绿色的魔法光团急速射出，与他在一条直线上的200多个法师、牧师、弓手的头上分别飘出了2400、2500范围内的扣血数值。瞬秒，直接是瞬秒，眨眼的功夫他便解决了400个玩家。血少是缺点，但他的攻击如林峰所想，确实很猛。杀完之后，他并没有任何的停息动作，踩着火焰大地上又往阵营后方脆皮输出杀了过去。怎么会这么猛？傲视巨无霸瞪大着眼，看那地狱使者肆意在人群中杀戮，完全就没人能拦得住他。所有人听着，战士拖，其他人跑位，别跟这家伙站在一条直线，有毒在，配合好能打。纵横独尊高声喊道，配合着毒，每秒有10W加的伤害，只要稳住还能赢。不只要赢，还要干那寂寞如风。第180章杀人。那地狱使者不断地冲击着后方阵营，大部分的玩家始终处于的火焰的灼烧中，每秒350点固定伤害。
看似不多，但一直这样灼烧下去，玩家又有多少大药能补回来？扛住，走位，把距离拉开，不要站一条线。牧师加血，给前排加血。纵横独尊高度紧张地指挥着自己阵营的玩家，这地狱使者的难度真是超乎他的想象。好在吃了几波疯狂攻击后，他也算是摸索出了点东西。距离必须得拉开距离，绿色的火焰覆盖的人群越多，这 BOSS 的攻速和移速就会越快。一旦让他疯狂锤击，那又会是成片死人。这速度倒是挺合适，他们想加速也不太可能。林幽依然是站在后方冷静地看着戏。他看到，随着 BOSS 的几轮冲击，这几方的节奏终究是慢了下来。一是因为要不断的走位想躲伤害，二是因为那 BOSS 不停的清理法师、弓箭手，随着人员减少，火力自然也就相对弱了下来。BOSS 的血量持续下降，四大会的人也死得愈多。地上满是掉落的装备，不时有大胆的散人刺客开着前行，偷偷的将那些掉落的好装备捡起来。相对其他人，林幽就比较直接一点，前行都不开，看着地上掉落了好东西，直接就是捡。跟四大会的人不用客气太多，明知道这群人搞完 BOSS 就会来搞自己，他干嘛客气呢？1800万、1700万、1300万、650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BOSS 的血量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下降。群体私聊，独尊，我觉得你可以提前拿主意了，这 BOSS 跟之前你预估的血量不一样，若是还等到 20% 血量，那点点时间很难抓住杀他的机会。对，这家伙很狡猾，一直在捡装备，待会很可能察觉异常，在我们打掉 BOSS 前直接跑掉。只要他再上一次毒，剩下的时间我们是绝对可以搞死 BOSS 的。因为掌握了这 BOSS 的攻击方式和习性，摸出了规律，他们总算是空出时间来想寂寞如风的事儿了。这毒，摸着良心讲，确实是个好东西，是团战打 BOSS 的神级利器。若不是此人身上有那特殊的魔免装备，上头又指定要获得的话，他们肯定会想尽办法对其拉拢。有这技能在，团起来，这新手服里什么 BOSS 打不了。在玩家多的情况下，一个玩家哪怕多打10点伤害，1万个玩家也是10万啊。那就干他上毒后，我会立即向他撒显影之尘。我撒显影之尘就是绝对信号，我们己方的核心攻手便直接对他发动攻击。至于其他人行动不便，继续攻击 BOSS。纵横独尊也是个果断的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之前他预估这 BOSS 的血量应该是上亿，那样的 BOSS 血多，相对输出就会低点，可谁知会刷出个这么强的变态来。物理群攻加法术冲击波，瞄起人来简直无敌。好在看出了一点东西，不然这死伤量还要成倍增长。如今就是靠拉距离慢慢磨，虽还是会不断死人，但也是在可控范围内了。只要不出什么大变故，拿下这 BOSS 应该没有问题。兄弟，毒快消失了。纵横独尊对林幽提醒道。林幽点了点头，这 BOSS 的血也不多了，讲道理这应该是最后一波毒了，那也意味着等下又是他跟这些人的大战了。毒还是不能停，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他林幽出门在外讲的就是一个信誉，他日后还要靠这信誉继续薅羊毛呢。并且在他看来，这群人也都是在帮他打工。随着这地狱使者的轮番猛击，现在场上20级以上还有战力的玩家，包括牧师战士，也不过还有4000人，可以再让他们磨一会儿，到时候他直接捡现成就行。不过上毒前他对林小野发了条信息，暂缓攻击 BOSS， 我想杀点人。消息发完，他加速的跑到了 BOSS 面前，熟练的把毒给扔了出去，然后又飞速的跑了回来。兄弟，今天辛苦你了。纵横独尊很是友善的握住了林幽的手。呵呵，赚个辛苦钱罢了。林幽的脸上也是堆着假笑，这状态就很好。辛苦你帮我们捡装备，你身上这身装备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纵横独尊的脸上带着鬼笑，空着的左手直接出现一包显影之尘，下一刻还没等他扔出来，蛊惑！林幽直接对纵横独尊使用起蛊惑技能来，那纵横独尊手上的显影之尘便直接朝林幽身后洒了过去，瞬间就有10个刺客显露了身形。这些都是遵照纵横独尊的指示，握手为信号，刚加速前行过来的。其中有3个22级刺客，还是奥士那边的人。那些刺客有些发愣，这是啥意思呢？他们准备着看信号破影一击打加倍伤害呢，这把他们的隐身给破了，是闹着玩吗？不过不等他们反应过来，纵横独尊右手直接出现一柄巨剑，朝隔最近的刺客砍了过去。
中箭数890，好兄弟，我帮你搞 BOSS， 你帮我把其他人搞定。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林幽朝纵横独尊大声喊道。第181章，这打法简直无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四方的成员一时都没反应过来。说好对寂寞如风撒显影之尘呢，为何破掉自己人的隐身，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这纵横独尊还劈了傲视那边的刺客一剑？这是失心疯了，还是这纵横独尊叛变了？就在众人呆愣的功夫，林幽直接往这群刺客头上甩了一个寒冰尖刺3000，然后果断地开着焦土，跟着地狱使者跑动起来。就在林幽开启焦土的同时，不少玩家的头上直接飘出了240数值，然后收到游戏提醒：您受到火焰灼烧，您处于禁疗状态，除药物外无法获得魔法治疗，持续时间5分钟。这焦土本身就是大范围的群攻魔法伤害，配合着那禁疗宝珠的效果，简直成了无敌的绝配。林幽与地狱使者的技能本是独立施展，他的攻击模式也是全体攻击，所以他俩的技能伤害也是完美的叠加在了一起。350、245，每秒都是595的血在玩家头上飘。很多人的大药本来就已经不多，不少人都是靠着牧师加血祝福在强撑。林幽这一禁疗的施展，无疑让他们直接进入到了地狱模式，难度加倍。这双重加速真是爽啊！怪不得这家伙能跑这么快。林幽看到自己面板上移动速度的数值增加的越来越多，焦土这技能太神奇了，被灼烧玩家越多，加的速度也就越快。焦土加狂热的双重影响，它快到令人发指。若是用冲刺速度来形容，怕是能比马达还快。地狱使者出现之处，林幽便会出现。他不主动攻击这 BOSS， 主要是靠禁疗和灼烧效果对玩家进行叠加伤害。他现在就看这四大会如何取舍，是放弃 BOSS， 还是继续强攻？这些玩家在血已经不多的情况下，又还能坚持多久？远处有意思，真是有意思。这家伙的技能应该是偷取类吧？能偷怪物的技能，这职业真是厉害啊！雨琼看着寂寞如风在场上肆意表演焦土的步伐，感叹他确实挺厉害的，既利用了四大会的玩家，又利用了 BOSS， 让双方互杀。不然这2000万血的 BOSS， 仅靠他一人那会是相当的有难度。真是个聪明人，如果有这家伙在，未来应该会更有希望一点吧。雨琼又想起了那深渊的魔物，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便是他当年也是费尽了心力，硬扛着禁忌魔咒，才勉强斩杀了一头。而眼前这寂寞如风，虽说有魔免装备，但本身实力也是一流啊。若是能成长起来，人类的未来不见得就没有希望。那我便配合着他先杀人吧，反正人死完了， BOSS 的仇恨也就没了。30秒的蛊惑时间结束，纵横独尊也是恢复了正常。刚才中了蛊惑后，他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要不是其他人最后看到他身上有异常 buff， 怕是要直接将他杀了。可先机已经失去，还好这群人不蠢， BOSS 还是在打。攻守先锁定，待显影之尘的刺客抓住机会，直接纵横独尊垮着脸，正要继续指挥的时候，突然一道莫名的箭雨从远处飞来，直接将他射了个对穿。4800暴击，玩家林小野将你击杀。雨琼的剑实在是很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也明白得很。现场指挥和团队频道里指挥的效果完全会是两样。他挑着人一个个点射， BOSS 的血量已经下降到了300万，但因为林幽的持续干扰，这些玩家已经苦不堪言起来，太难打了。因为禁疗，很多牧师直接跑了，他们剩下的这些人是一边躲着地狱使者和寂寞如风的双重灼烧，一边硬顶着打着伤害。可这如何继续打下去？会长，拿个主意吧。这家伙有禁疗手段，大家的药不够了呀。是啊，有药都还能撑住，可之前硬抗 BOSS， 大家提前用了太多了。刚才显影之尘，我们的刺客前行后撒中了他，也破影了，但那家伙太狡猾了，开着加速和无敌，直接跑出射程了。更惨的是，那地狱使者看到我们集结了大量攻手，直接跑过来，把所有人都带走了。四大会长都被林雨琼杀回了复活点，现在正匆匆的往外赶。现在各行会频道又开始炸锅，禁疗加缺药，撑不住，可放弃又都舍不得。300万不到的血，配上那寂寞如风的毒，还是有希望能打下来的。坚持，大家再坚持一下，有药正在往城外送。还有人，我正组织的往外赶，大家再挺一下。纵横独尊安抚道，这一剑他从22掉到了21，
还好没掉到20以下，这一波坚持还有机会的。杀吧，杀吧！林幽迂回的 S 型战术，跟着 BOSS 一起卡着位打，中了显影之尘又如何？只要跑得快，那些剑根本就打不中他，并且那地狱使者跟他也是配合的相当默契。再看到有脆皮弓手大量集结，以为是要攻击他，直接便朝那群弓箭手冲了过去，将那刚组织起来的100来号人一锅给端了。所以他现在也是压力大减，就等着摘取胜利的果实了。第182章杀人如麻。林幽跟着地狱使者的分身大杀四方，那四方阵营的玩家虽还想着抵抗，但是真没法搞定了，要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送来的。这可寂寞如风配合着地狱使者尽疗之下疯狂的扣血，根本就没得扛啊！太溜了，大佬太溜了！那些站在远处围观的吃瓜玩家内心澎湃不已，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玩家跟 BOSS 合作杀敌的。尽疗之下，牧师的看家手段直接报废，没有牧师的存在，打 BOSS 无异于噩梦难度。那也是大佬的运气好。被破影之后，地狱使者追着那群弓手干，没有远程的锁定，根本就没得打呀。不过那大佬竟然能使出跟 BOSS 一样的技能，难道他的个人技能里有类似复制的？我也有点怀疑。你看他之前使出的好多技能，好像都是其他职业的呢。吃瓜玩家都开始好奇的猜测了起来。林幽在场上的表现有目共睹，能使出跟 BOSS 一样的技能交thủ，还能使出潜行、狂热等技能来，这些也都足以佐证他们的猜测。没有好天赋都能这样牛逼，要是有好天赋的话，不得直接起飞啊！那是，不过大佬跟四大会结了这么大的仇，怕是日后进主服日子不太好过呀。又有人感叹道，在这新服，寂寞如风的确可以领先并超越非常多的玩家，可主服不一样。要知道最早那批玩家进游戏可是有10年了，这10年的等级差距真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追上来。第一批里便是最普通的弓箭手，提上适应等级的蓝色装备，怕是都能轻松将其秒掉。10年的差距啊，要是大佬早生10年赶上第一批的话，简直是横推无敌啊。羽琼的剑总是那般的精准，暴击出现的也是那般的符合时宜。在带走数位送药的玩家后，四大会的玩家终于是扛不住了，莫要了，扛不住了，我撤了，随你们怎么处理。有玩家怒喊了一声后，直接朝远离 BOSS 的方向跑去。尽疗又无药，偶尔寂寞如风还要丢个群毒，这特马能怎么打？非得死在寂寞如风的手上才算有交代吗？有人带头，自然便有人跟着响应。都不是傻子，掉一级虽有补偿，但补偿的东西能跟等级相比吗？何况又不是他们不想打，是真没大药了。普通药每秒恢复100点 HP， 根本就扛不住寂寞如风和地狱使者的双重灼烧，每秒550点的伤害。跑了吗？那倒是省事儿了。林幽看着那些逃跑的玩家，并没有想着去追赶。如今这 BOSS 就剩 150W 的 HP 了，他又一直上着毒，也在用焦土烤着 BOSS。只要那群主力输出的玩家跑了，他随随便便打几个伤害，那 BOSS 的仇恨就能直接转移过来。要跑的就赶紧点，不然我带着 BOSS 再来一轮。林幽冲着场上那已经为数不多人群大喊了一声，那些玩家面面相觑，他们是核心级成员，包袱里的药还有一点点，还想撑到会长带着后援来。可眼下的情况，有这寂寞如风在，他们能从 BOSS 300W 撑到 150W 血，已经算是非常不容易了。一方面要牵扯着 BOSS， 一方面又要防着寂寞如风，那家伙太狠，随意丢毒，太残忍了。林幽在公屏上扣着10、9、8，慢慢的进行着倒计时。那群人在巨大的压力下，终究还是忍不住了。跑还有希望，不跑就是死。药已经不多，而这寂寞如风还有那被称之为血色派大星的爆炸没用。林幽的攻心手段还是很有效果的，对剩下那群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剩下的人太分散了，根本就组织不起什么有效的攻击，而他的护盾一直还留着。这种东西既是杀招，也是保命的手段，不到关键时刻他一般是不用的。又来了吗？林幽看到纵横独尊领着500-600人又从城门口冲了出来，这复活点的位置离城门口太远，他也是一边看着行会频道指挥行动，一边加速的着带人跑，想趁着机会，不管怎么说得把这 BOSS 给搞了，看能不能得到点好东西，将功补过。不然今天这么大的损失，最后啥都没捞着，下线之后的日子绝对不好过。只是首先迎接他的依然是羽琼的无情一剑。
根本就不给这些人现场指挥的机会。聊天频道里再怎么指挥，看不到现场，始终是慌乱的。纵横独尊这再死，对他刚带出来的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其他人不是不能指挥，是被那阴险的老六和那杀人如麻的寂寞如风搞得有点怕了。上，你们直接上，还有傲视和寂灭末日的人，你们配合着打，还有希望，这 BOSS 能打。纵横在行会频道里疯狂地喊着，一定要拿下 BOSS， 无论如何都要拿下 BOSS， 不然今天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上线了。国家不能做的事儿，他们老板敢做呀。这些人互相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那还在 BOSS 面前嚣张放毒的寂寞如风，都胆怯了起来。这要是再死一次，可就直接掉到19级了。那这身20级装备穿不上，战力又要跌一大截。速度上不上的，会里不会补发之前的死亡补助。第183章，版本迭代更新。草你妈！你要是敢不给我发补助，我特么弄死你！这几百号人，大多都是后加进行会的，都是新人，又没有太多的荣耀归属感，被那带着 BOSS 到处遛狗的寂寞如风杀的本就有些怕了。这纵横独尊又来这脑残的一出威胁，不发补助，之前特么不是白死了？不少人第一次死亡的时候还掉了好装备，这说不发就不发，开玩笑啊！尼玛，4个会打1个人，被人带着 BOSS 到处溜，还他妈不是因为你指挥无能要打寂寞如风不早说，是给你们的核心成员说，害我们都没有准备，赔钱，老子要退会。对，退会。这群人从心底里已经怕了，练级本就不容易，都知道寂寞如风的炸弹还没放，现在大家都是松散，这一块那一块，集合不了太强的力量，还能怎么打？怂了吗？林幽看到纵横独尊刚带出来那群人，除了几个带着纵横标志的玩家跑出来了外，其他人都基本原地不动。然后很快，这群人头上的行会标志直接取消了，意味着退会保平安了。对于这种识趣保平安的玩家，雨琼也莫也继续猎杀的意思，他专挑那些个不知死活还想继续往 BOSS 周边跑的玩家打。他俩一近一远，配合的是相当默契，让从不喜欢组队的林幽都觉得这林小野似乎还是蛮不错的。都姓林，该不会是本家吧？不过游戏里的规矩都懂，问人现实身份绝对是大忌讳。今天他杀的人很多，林小野杀的人也不少，这身份一揭露，那平静的日子肯定就一去不复返了。运气好能评功绩吃国家饭，运气不好，那些隶属4大会的杀手分分钟能把他腰子给割了，4大会的后援直接被打散，形不成规模。又有林幽在捣乱，想再猎杀 BOSS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场上的玩家纷纷逃走，后援跟不上，药水也跟不上，浪费战力不是明智之举。人终于是跑完了，这下可以安心打 BOSS 了。林幽看了一眼刚还一起并肩作战的地狱使者，心中略有一番感慨。那地狱使者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林幽，他的身上还挂着林幽的毒，脚下也被林幽的火焰技能灼烧着，这仇恨值算是真正的转了过来。地狱使者抬起手中的狼牙棒，直接便向林幽锤了过来。林幽侧身一闪，直接一个寒冰尖刺砸了过去。6000暴击，雨琼的剑也是紧随其后。4800暴击。原本他的打算是在 BOSS 血量不足的情况下，将面板的攻击力调到石头能承受住的能量最高值，一剑消耗掉所剩能量，将 BOSS 直接秒杀。但如今这局势有了新变化，场上没有外敌，他自然还是想把能力节省一点，防着其他变化。反正他跟这寂寞如风的输出加起来也不算低，就这般慢慢来也能将 BOSS 打死。若是场上出了其他意外，他也能迅速将 BOSS 秒掉，直接补救。你这家伙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敌人，末敌人踩在火焰上，你的攻速和移动速度就太慢了，只要攻速稍微配高一点，都会很容易躲掉你的物理攻击。林幽开着狂热，一边风筝一边心中暗道，他窃取了这家伙的焦土技能，自然也很清楚这技能的薄弱点。人多且密集的情况下，想杀这 BOSS 难度特别的高，超高的攻速和移速加成，不好躲，更也不好防。6000暴击，3000法术连击，4800暴击。为了更保险，林幽拉着怪一直往远离暴风城的方向走。现在哪怕是这4大会再组织力量来偷袭也无所谓了， BOSS 血量不多，林小野的攻击只要不断，这仇恨便绝对抢不走。大佬清场就是这么个意思吗？估计也只有大佬能这么做了。是啊，
只有他能免疫魔法。那 BOSS 追不上他，冲击波也伤不着他，太牛逼了！难怪之前一直不出手，现在看来4大会都是在帮他打工了。对啊，他那炸弹还没用呢。吃瓜群众的眼中都是羡慕嫉妒的都有，简直恨不得把自己带入那寂寞如风的角色里。这操作太帅了！在纵横独尊准备动手之际，和 BOSS 配合，反手就开始清场。这一轮清理下去，玩家都被杀出心理阴影来了。加上纵横独尊没过脑的话，又引起了一大波反感。想组织剩下的人去偷袭寂寞如风，几乎没可能了。只要那焦土技能不关闭，刺客只要跑到他的攻击范围里，脚下便会出现翠绿色的火焰。这刺客虽然是隐身，但火焰会出卖其形态。之前能被撒中显影之尘，那也是因为灵幽跟地狱使者到处乱杀，人多杂乱的时候，他根本就顾不上那些刺客，所以才会被撒中。如今这外面空荡得很，除了他和 BOSS 外，可没其他人。刺客但凡敢靠近，迎接他的要么是灵幽的寒冰尖刺，要么就是羽琼的一剑。边拖边走，再又打了约10分时间，伴随着灵幽最后一记寒冰尖刺，地狱使者在极度不甘中轰然倒下。恭喜你，击杀地狱使者分身成功，您获得300万经验，您的等级获得提升。恭喜您获得赤金宝箱成衣，恭喜您获得地狱之池，恭喜您获得金币2000，恭喜您获得身体强化秘药，服用后可增加现实身体状态。恭喜您获得城主贡献点，奖励负10万。恭喜您获得装备设计图。看着这密麻的奖励，林幽是心情大好。今天下线后，他非得好好吃点东西，补补身子才行。就在林幽还沉浸在兴奋之际，全服公告：2小时后，游戏版本将进行迭代更新，请玩家合理安排时间下线。全服公告：2小时后，游戏版本将进行迭代更新，请玩家合理安排时间下线。什么？版本也提前更新了？雨琼看着弹窗，心中一悸。版本更新意味着游戏要加速了。那些危险的东西也会不断出现在现实世界。第184章移动的提款机。属性查看：姓名寂寞如风，天赋 SSS， 等级25，经验2000005000000，职业黑暗术士， HP 4000-4000， MP 1200-1200，力量400，智力750，精神1060，敏捷120，体质400。幸运+8，物理攻击800，法术攻击1500，精神力攻击1060，物理防御力640，法术防御力免疫，移动速度250，物理闪避20.1%，物理暴击率13%，法术暴击率38%。窃取技能：战神附体，生命复苏，奥数之秘，寒冰尖刺，前行，焦土狂热，暗夜骷髅。等级 LV25， 忠诚度100%， HP 5000， MP 1400，物理攻击250，基础攻击加1060，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500，暴击率5%，攻击速度 0.5S 刀当前极限。技能：缠绕 LV4， 吸血光环 LV4， 明火 LV4， 出血 LV4， 无视防御。地狱之池，传说中可以开启无间地狱的唯一钥匙。强化秘钥：您现实中的身体将获得强化改造。装备设计图可以制作黑岩头盔，紫色。林幽将获得之物认真的都看了一遍。地狱之池是特殊的任务道具，需要地狱之门出现后才能去做后续任务，暂时可以缓缓。强化秘钥，林幽倒是没犹豫，一口就喝完了。只是这赤金宝箱，林幽暂时还没拿定好主意。他是好东西多了，就有点选择性困难。最主要的是，他现在开出来的东西和今后刷出来的东西部位重复了。再想想，等下先休息好之后再好好想想。这72小时的活动把林幽累的也是够呛，现在脑袋也是晕乎的很。真要换装备，换哪个部位的装备都得想想，毕竟这可是赤金宝箱呢，随便浪费就他可惜了。还得跟那林小野回个消息。另一边，暴风城，尊敬的尼古拉大法师，这就是案发现场，城主大人希望您能帮我们查出真凶。在金钱的诱惑下，大法师尼古拉欣然接受邀请，到暴风城为遇害的胖虎主持正义。尼古拉穿着一身法袍，站在案发现场，眉头紧皱。法力回溯时，时间转得会非常的快，你们要看清楚凶手的长相，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你们没看清楚，短时间里我也没办法再次施展。
思虑了许久后，尼古拉缓缓说道：“牵扯时间的魔法，每一次施展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荷。若不是这次暴风城给的钱实在是到位，他才不愿意跑这里来施展这种魔法呢。大师，您尽管施展，没看清楚，是我们的事儿，与您无关。”一穿着铠甲的壮汉赶紧回道：“他们这几人都是顶尖好手，不说可以过目不忘，但抓细节绝对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能找到一点之末特征，他们就能继续追查下去。”尼古拉点了点头，口中念着古老的魔咒，手中的权杖不停地挥舞。过了约1刻钟，他的面前突然生出一道淡蓝色的水镜，水镜将房间里的一切都映照出。随着他嘴里的咒语不断加速，水镜里的影像也不断地开始倒放起来。终于，当画面到了林幽击杀胖虎的一瞬，水镜破碎，尼古拉一个踉跄，伏在了旁边的木椅上，整个人看起来都虚弱了不少。穿的是哥布林杀手套，提的赤金法杖，带着骷髅，头上有罪大恶极的标记。这群人在水晶最后的画面里得到了这些信息，虽不知其姓名，但这些信息应该足够查了。特别是那罪大恶极的标记，可不是普通人拥有的。大师，您辛苦了，我给您安排了天香楼晚宴，每人您随便挑。壮汉见得到了这要紧消息，也不再停留，跟尼古拉随便说了2句后，便准备跟城主回禀情况。有这么多完整的信息，不可能找不出那个冒险者。其实林幽若是按照正常流程走剧情对话，是可以避免这些麻烦的，因为正常的流程里会有一些关键信息的提醒，以及特殊的辅助道具做系列的演示。但他开挂直接强杀了李胖虎，导致后续剧情发生了系列变化。当然他也没吃啥亏，得了暴风城不防图，还有大量的金币经验，也算是风险大收益大了。有了这关键信息，城主亲卫调查的也是非常的快，随便找了几个冒险者印证，很快便得到了想要的消息。赤金权杖加骷髅加罪大恶极称号等于寂寞如风。城主大殿，寂寞如风，这罪大恶极之徒竟如此嚣张，敢杀我的人，传我令，全城通缉寂寞如风，无论是谁，取其人头者，奖100万贡献。我宝库之物可任选3样，提供线索者，助我击杀者，奖。城主公告：冒险者寂寞如风丧心病狂，滥杀无辜，目无法度，现进行通缉。欢迎冒险者提供任何有价值线索。城主公告：冒险者寂寞如风丧心病狂，滥杀无辜，目无法度，现进行通缉。欢迎冒险者提供任何有价值线索。就在诸多玩家感慨寂寞如风牛逼的时候，这冷不防的3连弹窗瞬间让场面又爆燃起来。被城主通缉，还丧心病狂，这大佬是又干了什么牛逼翻天事儿了？竟然把城主也给惹怒了。有这通缉令，那可就有些不得了。玩家击杀寂寞如风有大奖，若是提供线索让 NPC 击杀成功也有奖励，这不就成了移动的提款机了？那些人看到还在远处清点战场的寂寞如风，眼睛都亮了，直接朝 NPC 涌了过去。我要提供线索。第185章承受不住。林幽自然也注意到了这弹窗信息，没想到被发现的如此之快。好在 BOSS 已经打完，那奖励的贡献点也直接打到了徽章上，不然真等那群 NPC 冲出来，可就真没得打了。看了一眼城门口乌泱泱的一片玩家在跑，似乎还有 NPC 跟在后面，他也是果断，开着前行和狂热便跑，跑到无人的角落，立马将身份和装备都换掉，然后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没人注意他，也没人关注他，死亡如何和寂寞如风差得太远了。别以为有2个字相同就会让人联想到什么。暴风城叫寂静如风，寂寞如水等差1字的玩家都多了去了，正常人都不会往这儿想，毕竟就没人见识过伪装道具。林幽镇定自若地回了城，跟林小野又发了2条消息后便直接下线了。他现在是困得不行，也累得不行，再不休息是真要挺不住了。下线后林幽直接便睡了过去，待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翌日11点，睡得真爽。不过林幽摸了摸肚子，心中感慨了一下。昨晚下线后他根本就没吃东西，无间隙的便睡了过去。随手将衣物穿好后，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昨天喝了强化秘药，距现时也用了2天了，应该能有点特殊能力了吧。想到这儿，林幽心念一动，开始尝试了起来。黑暗召唤，他的手轻轻一挥，游戏里的动作完全一样。没反应吗？只是等了许久，好像并没什么反应呢。正当他疑惑之际，他面前的空间开始荡漾扭曲起来，
一道道空间漩涡在他面前出现，跟游戏里暗夜骷髅出来的前奏完全一样。一只白骨手掌从漩涡空间里不断的伸出，就在林幽以为要成功之际，那白骨手掌又慢慢的缩了回去。很快，空间重新恢复稳定，一切都仿佛都没发生一样。是这家伙太强，我的能力还不够吗？林幽自语道。这是他初次尝试在现实世界召唤骷髅。没错，跨界召唤本就需要相当的力量。不过，你服用了强化秘药，同步时间会比其他人要快上很多。系统解释道。暗夜骷髅可不是普通的召唤物，是伟大的次元坟场里诞生的王者。召唤到现世界，那等实力可不一般。明白了。林幽也不着急，既然能量在同步恢复，那就很好。现在，他也期待这次更新游戏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走到客厅，他看到雨琼那丫头还躺在沙发上看那不良动漫。见到他出来后，也没像以前那样第一时间把平板关掉，反而是自顾自地翘着脚，悠哉悠哉地继续看着。林幽咳嗽了一声，提示这丫头别当着面看啊，这光天化日孤男寡女看着东西很容易走火的好吧。醒了呀，真是游戏不更新你还舍不得下线呢。雨琼白了林幽一眼道，玩个游戏怎么就那么疯呢？不就是想干云天涯吗？现在他整个人都被废了，日后有的是机会慢慢干呢。嘿嘿，这游戏太好玩了，你是不知道那大杀四方的感觉真是太爽了。林幽一边讪笑，一边把这丫头的腿挪了挪，也靠着沙发坐了下来。知道的是你在杀怪，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杀人呢。我饿了，要去吃饭，你去不？去啊，怎么不去？我天天啃面包泡面，都快恶心坏了。雨琼嗖的一下站了起来，然后从沙发上跳下去房间里换起衣服来。每次说到吃就积极得很，看来只有吃的能堵上你的嘴。林幽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嗅了嗅，从沙发垫下直接搜出一双黑色的长筒丝袜。这丫头不想洗就往这色，真的是。林幽起身顺手将丝袜扔到了洗衣机里。换好衣服的雨琼迈着性感的步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黑色的蕾丝扣边衬衫，包臀小短裙，腿上裹着非常具有质感的字母灰丝袜，银色的长发束成2条马尾，饱满圆润的丰峦上有浅浅的沟壑，戴着一顶黑色的遮阳帽。这一整套下来，简直就是宅男眼中的加速冲刺装啊！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雨琼看着林幽，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弯弯的眼眸像一月牙一般，配合浅浅的梨窝，是特别的好看。还行，我可以打9.9分。林幽的嘴角始终带着淡笑，好看便是好看，特别是这丫头好像又发育了呢。呵呵，希望你表里如一。我愚蠢的 GD。 出了小区，林幽拉着雨琼径直去了那家熟悉的腰子店。老板，10份腰子。林幽进门便点起了菜。没了，没腰子了。那老板看着熟客林幽，苦笑的摇了摇头。怎么呢？咋就没腰子了？林幽有些不解，他专程跑来就是为了吃腰子。都是被那割腰狂魔给害的。安全署的人3天2头到处查，就有人造谣说那割腰狂魔把腰子丢到了肉店里，吃了很可能会中奖。这谣言越传越厉害，附近的人都不敢吃腰子了。老板是越说越无奈，这简直是无妄之灾啊！这谣言真害人。林幽义愤填膺的道，他惦记了这么久，竟然没腰子卖，希望安全署的人早点抓住他。对，这割腰狂魔太坏了，必须得让他接受制裁才行。就是割啥不好，非得割腰子，害得我不少老主顾都不来了。老板也是郁闷生气。要是没腰子吃，不如吃点别的吧。雨琼低声道，他可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那腰子是被他净化掉了，可没拿出去乱扔呢。不要，我再去其他店瞧瞧。不吃点这东西，感觉晚上太空虚没劲。林幽挽着雨琼的马尾，心中只想着进步的事儿。只是这一切落到那胖老板的眼里，完全就成了2个意思。这少年太威猛了，每次都吃这么多，这姑娘承受得了吗？第186章，念念不忘。抱歉，没有，确实没有，都没进货了。林幽带着雨琼沿街走了不下10个店，愣是没找到一家卖腰子的，口径都出奇的一致。因为那割腰狂魔的缘故，现在敢吃腰子的客户太少，都没卖呢。我看就算了吧，你不吃腰子又不会死，随便吃点其他的东西得了。雨琼颇为不满地说道。这都走了好大圈呢，他的肚子可是饿得咕咕叫。这狂魔真是害人不浅。林幽见状，
也只得叹了一声，然后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美食指南后，前面不远有个星级饭店，好像还挺有特色的，要不咱们去那儿搓一顿，我请客。现在他手上也有小10万块，奢侈一点，吃点大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想啊，我可太饿了，快点点。不得不说，雨琼在哪儿都是比较惹眼的焦点，银发、黑丝、短裙，这一身宅男暴击装，走在大街上，回头率是特别的高。好在林优拉着他的手，别人才不至于上前搭讪。刘明，那不是你们班的林优吗？远处有3男2女正站在路边等着什么人，还真是他。半个月不见，女朋友都找到了。一胖子回头正瞧见林优给雨琼拿着背包，那亲密的动作，丰富的肢体语言，无一不说明这是有故事啊。刘明，听说他不是因为天赋垃圾，你们班主任准备让他回去念书参加文考吗？一身形有些瘦弱，短发寸头的男子问道。林优在学校还是有些名气的，一是他文化成绩好，二是他长得帅。这我哪知道，那家伙的性格本就有点怪。刘明摇了摇头，虽是一个班的同学，他跟林优却没太多的交情。高中3年，林优的性格一向沉稳独立，平日在教室除了看书外也没其他的爱好，再加上林优帅出了天际，始终占据靓仔榜第1，不免让人心中有丝丝嫉妒。这次知道他天赋垃圾后，虽没有人敢在班级群里公开嘲讽，但很多人心中也是暗松了口气。都这么帅了，要是再几个牛逼的天赋，那普通人还能不能活了？都说上天公平，给你关上门，必然给你开一户窗。想开这话肯定不假。嘿嘿，我倒是觉得他不错，想认识认识，帮我介绍一下，或者把他的电话号码、家庭地址给我。一身材健硕，长相也是8分英俊的男子，脸上露出一丝淡笑。在看到那银发女子的瞬间，他便决定要交林优这个朋友。程少，还是算了吧，他毕竟还是我的同学，这事儿我实在不好弄。刘明想了想，委婉的拒绝了。怎么说也是3年同学，虽然交情不深，但也不想这样搞事。这承诺的性格，他很清楚，要是把地址给了林优，怕是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因为这承诺比他们大1级，已经具现出了特殊能力。而林优是个孤儿，除了长得巨帅外，没有什么背景，这要是被找上门，那怕是有苦头吃。刘明，你这样就是不太给程少面子啊！要不是程少抬举你，你能跟咱一起组队？你的装备那些可都是程少让给的。刘明刚拒绝，便有人对其呵斥。他们这一伙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只是承诺大众人1岁，加上家里又有钱，算是个头头。呵呵，别这样说，我们都是朋友。叫承诺男子脸上露出一森然鬼笑，然后附在刘明耳边轻语了一句：你应该不想让我去追你姐姐吧？虽然她没有觉醒天赋，但我也不会介意。饭店里，林优看着菜单，点了份价值6999的双人套餐。点完后，还不死心的向服务员问了句：问他们这儿有没有大刀腰花这种家常菜？到底是星级酒店？看那服务员似乎有些犹豫，林优又加了点小费。果然，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加了钱总是有渠道能搞到新货。哟，不是我说你，你这爱好可太奇怪了，有那么好吃吗？雨琼看林优这般执着，不由得说了一句：真是太疯狂了，并且吃了这么多，又是如何压住那邪性的？难不成他偷偷的在做手艺？可能是以前吃的太少的缘故吧。林优讪笑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刀腰片本也是一道家常菜，就像别人喜欢吃什么毛肚、肥肠类，各有各的爱好，干嘛要受到影响呢？他俩的谈话让旁边的服务员立时认真了起来。这2天安全署的人正在到处查线索，虽然此人看似年轻，但也不能确定排除。想到这儿，他默不作声地退了下去。若此人真是邪魔的话，他作为一个守法公民，他有义务进行举报。第187章，这有点弱。半个小时后，林优心念了许久大刀韭菜腰片被端了上来。这些在常人眼中的普通食品，在林优眼中却是特别的美味。尝了一口，味道甚好，一口腰片，一口85年的雪碧，这感觉简直快乐的要飞起。雨琼瞧他这样，心中是默默无语。至于吗？吃的这么享受，要不改天给他弄2个凶瘦的腰子，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是特殊风味。2位领导，您看，就是这少年。监控室里，饭店经理正和安全署的工作人员认真地看着视频监控。
年龄不是很大，但在这时候了还敢这样吃，心理素质不简单。安全署的人面色有些凝重，因为雨琼对腰子表现得特别嫌弃，他们此时的注意力全都放到了林优身上。现在上头的压力给的有些紧，群众给的压力也很大，整个南城市都被那狂魔搞得有些焦头烂额。所以现在只要接到一点举报线索，他们都得立刻出动。镜头拉近一点，来个他的面部特写。好，待林优的特写镜头一出来，那工作人员便拿出执法仪器，对着那特写画面直接扫描了起来。很快信息弹出，姓名林优，出生日期3500年2月19，学籍天赋等级 D。 不是他。那工作人员一看这信息就直接摇头，年龄才18，天赋还 D 级。莫说现在还没具现能力，便是具现了能力也不可能做得出那等事来，因为也太弱了。想在那些防范森严的地方作案，这种实力根本就不够看。还是很谢谢你们的配合，这段时间发现任何异常都可以跟我们及时报告。关上检查仪器后，两工作人员又匆匆往其他地方赶去。另一边，特安部总部会议室里正播放着一段实时监控画面，天空中相对之前又多出了不少的空间裂缝，这些裂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扩大，甚至有的裂缝里还散发着黑褐色的气体，时不时还有恐怖的声音传出。陈司长，这次版本更新对现世界的影响会不会非常的大？各国都在讨论这事儿。墨竹看着监控画面，担忧地问道。这次的更新非同寻常，从昨天开始，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特殊的异象，凶兽也暂时停止了降临，可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件好事，影响肯定会很大。很多年前就有人预言过，这游戏会和现世界彻底的融合在一起。根据这些年的情况来看，这预言很可能是真的。坐在最前台，那满头灰发的男子表情凝重地说道，一旦彻底融合，将不再区分游戏与现实。对于觉醒的玩家还好，至少他们还能有保命的能力，可对普通人来说，那将是一场真正的浩劫。那这游戏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毁灭掉人类吗？有人小声地叹道，也不见得如此。他若是真想毁灭人类，何须费这么些周章？怕是一个念头都能让这世界毁灭。灰发男子摇了摇头，那未知存在的想法无法揣度。想毁灭人类不知有多容易，随随便便降临些9星生物便足以摧毁一个国度，但那种事至今还未发生。人类的力量也在不断的增强，想来他还是想给人类机会，逆天改命。灰发男子顿了顿，墨竹，上次你说那拥有免疫装备的少年现在如何？这件事游戏里闹得沸沸扬扬，他也是时常在论坛上关注。司长，那小家伙现在出乎意料的强，在这次变异凶兽活动中，他更是凭一己之力，在傲视、纵横等4个大会手中强行抢下了 BOSS。 墨竹说起这寂寞如风，心中也是有些感慨，太强了。那战斗场面他虽没亲眼见到，但也听到手下的真实叙述，不但能免疫魔法，还能复制使用 BOSS 的技能，特别是内毒，对 BOSS 克制不是一般的大，毒上之后几乎等于给全员加伤害。单靠这种能力，只要依靠大行会，便是想横着走也没问题。现在已经没人再拿他天赋说事儿了，天赋垃圾又如何？只要给他点时间，以他的能力和手段，将来想获得天赋重铸时还会是难事吗？真是英雄出少年，我大夏又出人才了。灰发男子轻轻点头，只要是大夏的人就好。继续重点关注，等他到了主服，东叔应该会很想见他。东叔？若是东叔的话，那少年也是福缘不小啊。墨竹一听这名字，顿时心领神会。他们有国家公职在，很多事不方便自己做，但东叔的身份不一样，可以做他们想做而不便做的事。不过他这次虎口夺食，那4大会的人怕是不会放过他，很多人都想找他的现实地址。网上最近这种留言帖子非常多，又有人说了一句，林优这次利用 BOSS 配合禁疗，坑死了4大行会不少人，这仇太深，4大会自然也是气不过。白竹，游戏里杀人夺宝的事我们不要管太多，这种事管太多只会引起不满，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维持好现世界的秩序。灰发男子意味深长道，游戏里的事还是该以游戏里的方式解决，只要不牵扯到现实，他们最好就不要插手。比如说寂寞如风这件事，靠实力抢了4大会的 BOSS，
又靠实力杀了4大会那么多的玩家，不用想都知道，这4大会的损失非常大。要是他们出面约谈那幕后的老板，让他们以大局为重，放弃追杀，那根本就没法服众。既然过去从没有插手玩家纷争，那今后也没理由插手。规矩不能坏，明白？这游戏还在更新啊！回到家，林悠慵懒地躺在床上，想进游戏看看，发现提示还在更新中，又无聊地退了出来。你呀，玩游戏也太入迷了。雨琼躺在他的旁边，戴着一只耳机，又继续地追起了剧。笔直的黑丝长腿就这么搭在林悠腿上，不时脚趾还扭动一下，这整个林悠就相当的无语。看就看呗，怎么动作还配合上了？这可就有些过分了啊！叮！就在这时，林悠手机收到一条新闻弹窗，随手打开一看，直接就呆住了。第188章，再见精灵莉莉丝。蓝城巡检发现，近期多人失踪，疑似发生重大惨案，现正排查城市下水管网，请市民出行注意安全。林悠点开报道，详细看了一眼，原来是安全署在摸排调查凶手的时候，意外查到了一个叫黑暗盟的组织，但在细致调查的时候，发现其组织绝大部分高层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监控摄像只拍到有人进，未拍到有人出。在其据点里，发现了凌乱的打斗痕迹以及部分残留的血迹，有进无出，且又无地下密室的情况下，自然很让人怀疑里面发生了重大惨事，凶手很可能将尸骸冲下了地下管网，残忍无比。这世界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林幽轻叹了一声，因为游戏的原因，不少人获得了非凡的力量，为非作歹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怎么啦？又叹什么气呢？雨琼歪着头朝林幽的手机上看了一眼，在看到那案发地点后，顿时又把头缩了回去。是不是觉得有点恐怖？林幽揉着雨琼的脑袋说道。很可怕。雨琼假装惊讶地附和道，然后又继续看起了平板。这种小场面有什么可怕的呢？杀人的事儿，他当年就没少干。只是重新找到林幽后，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这次若是不黑暗盟惹恼了他，触碰了他的底线，他也不会这般凶残，将那些家伙全体净化掉。对他来说，林幽就是他的全部，想伤害林幽就只有从他尸体上跨过去。我再睡会儿，看晚上能不能上游戏。睡吧睡吧。见林幽睡下，雨琼把头靠在了他的肚子上，翘着一双黑丝长腿，悠哉悠哉的又看了起来。未来虽然在改变，但多出了寂寞如风那个变数，想来也有翻盘的希望。可惜那把权杖啊，真是太适合你了。傲视总部，我宣布，傲视巨无霸已经不适合再担任新区分会长，现由傲视雄心接替。另外，对寂寞如风的事依然要严谨对待。这次的战况复盘，想必大家都清楚，这寂寞如风依然是有弱点，他的血量不超过5000，他没有防隐身的道具。宽敞的会议室里，一穿着西装革履的男子正一脸肃穆地做着工作汇报。这次在新首府的战局失利，对新区行会士气有不小的打击，必须得尽快把气势扭转回来。目前来说，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的消息是 NPC 也在通缉他，不仅有高额的贡献，还有城主宝库悬赏。暴风城的东西想必大家都知道，绝无凡品，所以我认为便是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我同意无神论的意见，只要能得到城主悬赏和那件赤金装备，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同意，继续往新区注资。同意。如今的寂寞如风在众人眼里依然是块肥肉，没办法，那奖励太多了。100万贡献点是什么概念？再加点差不多都可以直接换雷霆套了，更别说城主宝库3样东西任选，这价值怕是不会亚于雷霆套。可惜我进不了新区，不然真想会他。陷入疯狂的不只有傲视，其他大型会的人也都差不多。暴风城主的悬赏令而兴奋起来，100万贡献点加城主宝库的东西任选3样，这奖励可太大了。现在的林幽，在玩家的眼中无疑成了移动的宝库，就是打不过又怎么样？只要能提供真实的线索，协助 NPC 缉拿到人的话，也能获得不菲的奖励，这可比打保班砖来得快啊！打不过又怎么样？他们只要能提供真实的线索，协助缉拿到此人，便能获得不菲的奖赏，这可比打保来钱快多了。谁都没想到，这一次的更新持续了整整3天。在这3天里，林幽除了出去吃饭外，几乎都是躺在家里，逛会儿论坛，偶尔躲在厕所看会儿小电影。只是每次看完小电影，瞧见那丫头挂在窗外满满一排的各式丝袜和小裤裤的时候，
心中不免都有些尴尬，那种感觉说不出道不明。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照理说也该买个能晒衣服的大房子了。游戏更新完毕，就在第3天晚上，林幽刚看完小电影，准备带着开着贤者模式睡觉之际，一道机械声突兀地传入林幽的脑海：更新完了。林幽先是一愣，顾不得还躺在旁边敷着面膜看着短剧的雨琼，匆匆地躺到床上，直接进入了游戏。勇士，欢迎您回到游戏，我是接引精灵莉莉丝。这次进入游戏，林幽并没有出现在暴风城，而是出现在了出生大厅，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 NPC 莉莉丝。这姑娘还是那么好看，很大很圆润，那鼓鼓之感比雨琼还要夸张不少。是你，好久不见。莉莉丝看着林幽，也是瞬间就认了出来。这幸运的家伙，不仅抽出了隐藏职业，还重铸，直接获得了 SSS 级天赋，这可太厉害了。嘿嘿，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林幽也是笑道，见到熟人，心中不免有些激动。还好他处于贤者状态，不至于太失态。幸运的家伙，我还跟别人说起过你呢。莉莉丝看着林幽，既意外也高兴。精灵族对颜值这块是很重视的，林幽的颜值可不比男精灵差。这次是更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你竟然出现在这里？林幽问道。当然啦，这次的东西可真不少，对你们这些冒险者来说是机遇和也是挑战哦。好啦，我也不废话了，请看更新公告，看完请签字确认。第189章吞噬圣龙。关于公告优化，新增等级排行榜，榜上第一每日可获得100点声望值，其余名次递减，共取10位。新增武器排行榜，榜上第一每日可获得100点声望值，其余名次递减，共取10位。新增装备排行榜，分部位排序，奖励第一同上。新增宠物，注：只显示装备和拥有者名称，不显示装备详细属性，可选择隐藏不参加排名。新增属性宝石，玩家可以镶嵌打造更强力的装备。地图迭代，为增加游戏的趣味性，野怪种类将发生变化，所有地图将刷新新的种类。旧版野怪下线。新增挑战令牌，玩家可以通过击杀野怪获得不同品级的挑战令，拥有挑战令的玩家可组队进入特殊副本，可获得特殊道具掉落。新这密密麻麻的条款差不多有3000多项，且很多都是大项目，下面还跟着不少的细则。总的来说，这次游戏的变动是非常的大，增了不少游戏挑战方式，也增加了许多从未出现过的新奇道具。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林幽把这些条款勉强的看了一遍，然后在告知栏上写下了同意2字。不同意也没用，最终解释权可不在自己的手上。莉莉丝，我想问问，外面的世界会有什么变化呢？林幽看了许久，好像没有针对性的条款呢。这不是有写吗？莉莉丝指到第1923条，有个附属信息，点开后，强化异星生物接入冒险者世界，新增现世界副本死亡惩罚优化，逐步提升融合度至 70%。 这信息很简单，也很简短。出现在现世界的生物会更可怕，并且现世界中也将会出现特殊的副本。融合度达到 70%， 意味着以后现实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现实，所以才会调整死亡的惩罚优化。只是具体优化如何，上面并未有明确，或许给一次复活机会，或许是直接掉到0级。莉莉丝，难得一见，这次就没点什么特殊道具吗？林幽随口问道。勇士，我就是个可怜的打工人，哪有那么多道具啊，可别坑我了。莉莉丝一听林幽这么一说，赶紧摇头。赎归赎，可不行随便要东西啊，道具这种东西乱给可是很容易出事的。那换个说法，咱们交换一下怎么样？你看我这儿有。林幽说着摸出了一把金灿灿的金币，见莉莉丝眼中闪过一丝异光后，他就知道这事儿加钱能成，毕竟都是 NPC， 对金币可没什么免疫力。一把又一把，当拿出的金币达到1000枚之后，勇士使不得使不得。莉莉丝边说边将金币收到了怀里，这真是太多了，他得跟小邪神炫耀一下。你有什么想要的道具吗？不过我先说好，我可没什么神装哦。神装就算了，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把这蛋给孵出来？林幽将那枚已经有些开裂的金色宠物蛋拿了出来。讲道理，他也是投入的不少了，但也都过了这么久了，还不出来就有点郁闷了。只是孵蛋吗？莉莉丝看着这蛋，若有所思。如果只是孵蛋的话，这个给你，将圣水浇在蛋上面，应该有用。莉莉丝说着，从随身空间里拿出了一瓶翠绿色的水，
精灵族的圣水，莉莉丝偷偷采集之物，有神奇的催化效果。好，日后有这种好东西，记得还找我换。林幽很满意的将药瓶收下，颜值就是正义，长得帅，的确有很大的异性优势。那你加我一个好友。说着，莉莉丝给林幽报出了一串特殊的验证数字。好友添加成功，精灵族莉莉丝。好啦，小邪神找我了，我得走了。莉莉丝说完，又像之前那样直接消失不见。小邪什么？那是什么东西？林幽自语了一句，不过并没有想太多，而是按照莉莉丝之前给的提示，将圣水倒在了蛋上。不过他也没倒出完，而是留了小半瓶。如果这东西对催化有奇效的话，他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受到精灵圣水的催化，您的蛋超速孵化中。超速孵化，高级货就是不一样啊！要是早点遇到莉莉丝，怕是不会被吃这么多钱了吧？林幽满心欢喜地看着那蛋壳，裂缝不断的增多变大。终于在一道闪耀的白光过后，一只通体金色、大眼、胖胖乎乎带着翅膀的小朦胧出现在了林幽面前。他看着林幽，用手指了指嘴，又拍了拍肚子，示意自己有些饿了。这家伙是吃什么的呢？带着疑问，林幽查看其属性来。属性查看：吞噬圣龙 ，LV 1，幼年期，成长值5星，成长经验01000，被动技能圣龙之威。圣龙之威，任何兽形生物都将受到圣龙的血脉压制。主动技能龙语，天生精通龙语系魔法，可用各系龙族法术。介绍：不知黑商从何处迎来的蛋，不过圣龙的父母正在焦急的寻找中。系统提示：吞噬圣龙，可吞噬一切有价值之物，可用装备金币喂养。还得吃钱，这不会是安排来回收我金币的吧？林幽看着这萌萌的小龙，心中也是一横，将之前捡到的那些用不着的装备直接倒在了地上。要养就养最牛逼的宠物，他要把这小胖龙喂成超级大 boss， 日后他也要当龙骑士。第190章，开启赤金宝箱。约过了10分钟的时间，这小金龙终于把地上的装备吞噬一空，成长经验也由之前的01000涨到了300-1000。林幽总结了一点，这家伙真是非常的能吃，但能吃也是好事，以后垃圾装备都可以用来喂这家伙。之前很多时候他有些装备来不及捡，都浪费了，如今有这家伙在，正好省时间了。拍了拍这小家伙的脑袋，林幽把它收进了宠物空间里，然后再次选择进入游戏。随着一道五彩的光华炫过，欢迎您回到游戏，祝您游戏愉快。这一上线，林幽便发现多了很多立体的变化。操作界面相对之前有了更明显的优化，多了许多排行榜单出来，检测到您的等级满足上榜条件，是否同意参与排名。第1名每日奖励100点声望值，第2名检测到您的武器满足上榜条件，是否同意参与排名。检测到您的项链满足上榜条件，是否同意参与排名。数条消息弹窗出现在了面前，这都是更新后的版本玩法。各系列排行获得的声望值可以在特殊商城里兑换实用道具，算是变相增加了玩家的福利。参与排名，林幽没太多犹豫，反正想打他主意的人不少，藏着掖着也没用。很快，在林幽选择同意后，排行榜上便多出了系列变化。武器排行榜，第1名赤金魔龙权杖，装备品级赤金，拥有者寂寞如风。第2名红莲之舞长剑，装备品级黄金，拥有者倾城之恋。第3名密银长弓，装备品级黄金，拥有者绝对猖狂。项链排行榜，第1名神圣天使的守护项链，装备品级史诗，拥有者寂寞如风。第2名绝对守护。宠物排行榜，第1名吞噬圣龙，品级5星，拥有者寂寞如风。第2名暂无。卧槽，你们看到了没？寂寞大佬独占4个榜首啊！赤金武器、史诗项链、黄金护肩，还有一条5星龙，每天400的声望值，妥妥到手啊！尼玛，我还在为紫色装备奋斗，大佬史诗和龙宠都有了。那龙应该是上次的获得奖励吧？运气真是太好了！嘿嘿，大佬现在是红名死亡曝光光啊！可惜看不到这些装备的属性，不然真想研究研究呢。看来牛人还是挺多的啊，榜上竟然还有3件赤金装，果然都是卧虎藏龙，很多人都低调的很啊。不过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隐藏着呢。林幽看着戒指，手镯排行榜，暗暗自语着，这游戏也是充分的人性化，上榜全凭自愿，想低调的玩家也不影响，并且
展示的也只是装备的名称和品级，不涉及装备的特殊属性。现在可以把另外2箱子开了，占据第一，得点声望也不错。他手上还存着1黄金和1赤金宝箱没开，在这3天的等待更新的同时，他也是在计划今后的方向。现如今，游戏新增了声望商城，这对他来说无疑又多了一种日常激励。系统，赤金宝箱，我想开一件精神加防御的衣服，附带点实用技能的装备，最好是能成套的那种。黄金宝箱就开1双主移速加精神的鞋子，带技能套装。林幽向系统提起了需求，之所以要套装，一是想着有没有机会搜集成套，二是没法成套，日后不需要了也能卖个好价钱。请在5分49秒后开启赤金宝箱，8分42秒后开启黄金宝箱。很快，系统便给了林幽提示，开启成功，恭喜获得天启者的神圣胸甲、轻甲，穿戴等级 LV20， 装备品级赤金，属性智力加100，精神加350，物理防御300，生命魔法回复速度加100秒。附带装备技能1，减速。减速，被攻击时减少敌人 30% 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持续时间30秒。附带装备技能2，飞行。飞行，你掌握短暂的御空能力，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5分钟。套装，恭喜获得星云长靴、轻甲，穿戴等级 LV20， 装备品级黄金，属性精神加100，移动速度加100，队友移动速度正 20%。附带装备技能相位移动。相位移动，移动时能无视体积碰撞，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还挺不错的。林幽看着这技能搭配，不愧是系统的搭配，他也是不犹豫，直接将2件装备换上，瞬间又在排行榜上占据了2个第一名次。这样每天就有600点声望凑起来，应该可以换很多不错的东西。林幽又瞧了一眼那声望商场，绑定的附魔宝珠，绑定的强化保底符，还有各种珍贵的绑定材料，可以说好东西不亚于那城主大厅的兑换物。相对的，普通人想获得声望值的难度比贡献点又大了许多。除了排行榜可获得外，剩下唯一途径便是使用挑战令，在那些特殊秘境参加挑战，通关之后可获得一定的声望值奖励。第191章任务，培养竞技魔导士。看了一眼属性，人物力量360，智力780，精神1460，敏捷140，体质400，物理防御840。暗夜骷髅，物理攻击250，基础攻击加1460，召唤者精神力含装备加成。换上装备，林幽的属性明显又涨了一截，不过同时失去了哥布林杀手套装200点额外触发的加成效果，但从整体收益上讲不亏，相对触发的额外加成也额外涨了一些。系统提醒，老兵长好像遇到了点难事。林幽看着那系统的提醒，心想这难道是之前的后续任务触发了？只要是任务，林幽是绝对不会错过的。看了一眼路口方向，林幽在 NPC 早点铺里随便买了些糕点，这些东西玩家也是能吃的，吃完也有零食的果腹感，等于是精神上给予的零食的满足。不过林幽买这东西可不是为了吃，既然有任务提醒，他自然要找个理由去看一下，若是还能得到什么好东西的话，那就更爽了。20分钟后，林幽到了那条破旧的小巷，破烂的房屋，腐朽的空气，与暴风城城区建筑实在是有些格格不入。咚！林幽轻叩了一下门，这次过了许久才传来老兵长那虚弱的声音：“进来吧，没锁。”走进门，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迎面来。林幽看到床单上有不少新壳的血迹，老兵长相较几天前又衰弱了不少。不过这个家多了几件摆置的家具，桌上还放了一束鲜花，比之前多了几分生气。想来他之前给的金币还是起了些作用。冒险者，是你啊！老兵长看着林幽，浑浊的眼神竟多出了一抹亮光，仿佛看到了希望一般。老前辈，您这是怎么了？我带了些糕点，小埋呢？林幽把东西放好后，礼貌地问道。哎，我的身体不重了，原以为还能撑下去，怕是不行了。老兵长无奈地叹气道。常年累月的旧伤，又住在这么破烂的环境，便是有林幽给的药钱，也是神仙难救啊。小埋出去给我拿药去了。老兵长重咳一声，缓了很久说道。不过我这把老骨头怕是不行了。前辈，您这是哪儿的话？暴风城不行的话，咱们换个地方看病。林幽很认真地说道。这种情况下他也是感情流，帮个人
给个隐藏任务，怎么都是双赢的事。他不虚伪，也不做作。唉，我的身体，我很清楚，之前就是靠那口气吊着，那气散了，再支也支不起来了。可我要是走了，那小埋可怎么办啊？老兵长又重重地叹了口气。任务和小埋有关系吗？林幽心中暗暗思忖，这小埋看模样不太可行，他可不敢乱来，万一被永久封印，那不是闹着玩的。想了想，林幽说道：“老人家，那您还有什么亲戚不？我可以花点钱让他们收养。”哎，莫了呀，这个家就我和小埋2人，这样吗？那您放心，我一定帮小埋找个好人家收养。林幽带着正义的眼神说道，他相信，只要加钱，总能找到愿意收养小埋的人家。毕竟，那丫头长得不丑，水灵灵的样子，看上去也挺可爱。要是再披上个仓鼠皮的话，应该就是小埋本尊了。其实，小埋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他今年已经满18。可可，老兵长带着咳嗽的话，在林幽耳边如同一道炸雷响起，吓得林幽赶忙后退几步。18了，这可不兴开玩笑啊！别说他是法外狂徒的传人，便是法外狂徒张三本人敢乱来，都要被封印的。那丫头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又舍不得吃好的，把钱都省下来给我看病，所以她才这般瘦弱，看起来年龄偏小，但真的不小了。老兵长做出了一番合理的解释，貌似很有道理的样子。但林幽初心不改，他只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任务。这丫头对魔法非常有天赋，希望你能帮她元素觉醒，她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魔导士。当然，我知道这个请求很无理。老兵长终于将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在他看来，唯有这正义的勇士才是值得信赖的。元素觉醒，林幽微微一愣，他还以为是托孤啥的，原来是个觉醒任务。魔导士这名字听起来倒是要比魔法师还要牛不少。隐藏开启，可怜的老兵长希望你能帮助小埋觉醒，成为元素魔导士。游戏选项：1. 委婉拒绝，任务自动关闭； 2. 热情答应，开启隐藏任务，培养竞技魔导士。任务时间不限。任务失败，小埋死亡，无惩罚，任务自动关闭。接受任务，获得强身药剂 HP 上限永久加200点。任务完成，分阶段获得神秘宝箱奖励。林幽面前出现了新的任务提醒，这隐藏任务由老兵长发起，但奖励是游戏后台给。不过对林幽来说没啥关系，只要是奖励就行。行，前辈，我一直觉得跟小埋有缘，这事儿您放心，我一定帮他顺利完成元素觉醒。林幽的眼中充满了真诚，若不是法外狂徒的称号太显眼，他还真想把那称号放出来，再烘托一下气氛。任务接受成功，获得强身药剂。爷爷，我回来了。就在这时，小埋拿着药包推门而入，或许是因为有钱伙食变好的缘故，这丫头看起来也没那么瘦了，穿着一身合身的衣服，橙色的长发披在肩上。只是林幽看到这丫头的眼眸带水，好似哭过，脸颊上还有一道红色的掌印。是因为开启任务的缘故吗？林幽眼眸微微缩起，这任务果然有挑战。第192章秒杀小埋，这是怎么了？林幽关切地问道。这事关任务，不得不谨慎一下，万一这姑娘中途遇害，或者被发生了其他事件，她那培养任务也差不多等于报废了。冒险者大人，我没事，您坐啊，我去给爷爷熬药去了。小埋一见林幽，赶紧捂住脸上的红掌印，然后拿着药便朝内屋跑去。老兵长眼神有些昏花，也未注意到小埋脸上的红印。林幽见状也就没当着面继续追问下去。既然是任务在身，那就在下线前把任务危险排除了便好。冒险者，这件事我会跟小埋再细说一下，请你过2日再来吧。老兵长颤巍着说道。这事他虽熟思了许久，但还没跟小埋说过，还得给那丫头做思想工作才行。行，好，那我过2天来，你好生跟他说一下。出了门，系统来点提示啊！林幽是又偷懒起来，有辅助在，他也是懒得去沿路打听线索了。毕竟有外挂在，还那么老实干嘛？不是浪费时间，在城南肉铺，你会得到想要的线索。肉铺吗？是跟屠夫发生的矛盾吗？林幽看着提示，直接在地图上搜索查看起来。这个点也不是什么安全区，可能有巡逻，但杀人不难。新消息提醒，寂寞大佬，您需要的材料已经拿到了，您看在哪儿给你？水多多。之前在新手村的时候，林幽要炼制双倍经验药和全属性药，
还差几味特殊的材料，一直在请水多多帮忙寻找。本来3天前便该拿到的，可没想到这游戏停服更新了3天，所以延误到了现在。我现在有些事，2个小时后联系你。林优直接回道。今时不同往日，他现在是被重点悬赏通缉的对象，100万贡献点加城主宝库的3样藏品，谁能保证钱商不动心？害人之心可以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他玩到现在也能平平安安，靠的就是谨慎2字。城南肉铺店，老二，那个小埋长的是越来越水灵了呀，哈哈。是啊，以前都没注意到，那妮子稍微打扮10多一下，看上去还挺有味道的。2个虎背熊腰、赤着上身、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正坐在肉铺门口低声的讨论着什么。真是女大18变，早知道她吃点肉，把骨架撑起来，就能长得这么水灵，我早该下手了。胡家老大目光贪婪的说道。以前的小埋吃不饱穿不暖，活脱脱的就像个小乞丐，每次来肉铺买的都是1两最差的碎肉，他都不惜的卖，非得让他跪下哀求才肯答应。不过他怎么突然阔绰了起来，最近买肉也突然舍得花钱了，是不是那老乞丐给了他什么好东西？胡老二眼眸缩起，开始想起这事儿来。这连续几日，那小埋都买了几斤好肉，穿着也好看了起来。哈哈，今晚去他家里瞧瞧不就知道了。胡老大是越说越兴奋，那娇小的身段光是想想就觉得特别的带劲。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丫头竟然还是个极品啊？大哥，你的意思是我俩一起？胡老二的双眼也是金光闪烁。那小埋住的地方他俩很清楚，就是个烂贫民窟，打架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咱们是好兄弟嘛，自然是有福同享啊。胡老大舔了舔舌头，心中升起一抹狂热，甚至已经想好如何用非暴力的手段威胁他了。比如你爷爷就躺在里面，你应该不想让他听到声音吧？这种牛牛的画面感想起来就觉得格外的刺激。他们谈话的声音不大但也不小。林幽开着狂热前行，早已经到了2人身后的屋子里，将这2人的话也是听得清清楚楚。他没想到小埋竟然能遇到这种人，还好今天系统提醒的及时，不然过几天来这任务怕是直接变成了培养复仇魔导士了。切换寂寞如风，在前行状态下，谨慎的林幽将身份再次切换回来，杀人放火的事儿都得由寂寞如风来干。不过这距离刚好合适。林幽的脸上露出一丝诡笑，他从不是个良善的人，特别是面对这种人渣，不仅想坏他的任务，还是想坏他的道心。寒冰尖刺，林幽直接一记寒冰尖刺甩了出去，这都是普通 NPC， 没什么战斗力，一招瞬秒双杀。寂寞如风，我看到寂寞如风了。巡逻，不是玩家，是有其他 NPC 把林幽认了出来。现在的他悬赏令挂满了暴风城，想认不出都难。寒冰尖刺，林幽也不是善茬，朝那大嘴巴的 NPC 甩出一记寒冰尖刺后，便开着隐身试了符衣去。临行前似乎又想到了什么，这卖肉的死了，这里的东西是不是成了无主之物了？稍微试探一下后，林幽直接把猪肉铺里的好肉都给收进了储物戒指里。这些肉应该可以让他俩吃一阵子了。林幽心中暗道，他是玩家，用不着这些，但老兵长和小埋还得吃这些东西才能填饱肚子，所以他考虑的也是相当的周到。暴风城城主大殿，废物，都是废物，竟让那寂寞如风又潜进了暴风城，那些守卫都是吃屎的吗？暴风城主听完属下汇报后勃然大怒道，大人，我们也还在探查寂寞如风的进城方法。大殿中央跪着的几个人紧张的满头大汗，4道城门口都有高级守卫把关，这些守卫是能看穿隐身状态的，所以这寂寞如风绝对不是靠隐身潜入，但又是通过何种方法进来的，他们始终不得而知。废物，全都是废物，给你们3天时间，必须要查到原因。第193章5星挑战令。另一边，老兵长还在苦口婆心地对小埋进行开导。小埋，死亡如风就是寂寞如风，他很强大，你只有跟着他，爷爷才会放心。爷爷，我不想离开您，您别不要我。傻孩子，爷爷身体已经不行了，这暴风城太险恶，你一个女娃，背后又没个强大依靠。老兵长带着咳嗽和喘息，不住对小埋交代着事情。他的秘密，你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的事，你都要守口如瓶，看破不说破。慎言，寂寞如风是死亡如风的秘密，
这暴风城里知道的也就3个人：王铁锤、老兵长，还有现在的小埋。知道的原因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委托的任务就是老兵长发起的，强化锻造又是王铁锤亲自操刀的。寂寞如风和死亡如风都显露出了同样的特征：赤金权杖最大恶级称号哥布林杀手套。同时根据通缉令上的细节不难推断，死亡如风应该是用某种方式可以进行身份变换。爷爷，我明白。小埋擦着眼泪哽咽道，他知道事情的轻重，这种秘密是断然不敢乱说的，说出去与这有牵扯的人都会死。好，你要听话，你要懂事，他是个正直的好人，跟着他你不会吃亏的。就在老兵长还在交代事情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寂寞如风那恶魔又在城里杀人了，他刚把卖肉的胡家兄弟给杀了，不但杀了人，还抢了一架子猪肉。现在城主亲卫又开始严查了。听到门外的声音，老兵长的脸不自觉抽搐了一下。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讲？寂寞大人杀得好啊！小埋听到门外的声音，不自觉说道：这些年他没少受那2个恶霸的欺负，没想到今天那冒险者大人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转身为他报仇。他的心里现在是充满了感动。好，你能这样想，爷爷就放心了。你只要记住，他杀的都是该死的人，不要质疑，也不要怀疑，更不要圣母心发作。你要表现得更有价值一点，争取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老兵长语重心长地跟小埋讲着人情世故，战队选位很重要。爷爷，我知道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一定会成为真正的魔导士，成为大人的左膀右臂。好，很好，你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好。老兵长那浑浊的眼珠开始渐渐清晰，脸上也多出了一股欣慰的笑容。临死前把孙女托付给一个值得可信的人，他也算了无遗憾了。城外，小树林，寂寞大佬，您可真是谨慎啊。水多多看着林幽，讪笑道：我现在都成移动的藏宝库了，不谨慎点怎么行？林幽淡笑着回应道。在前行现身之前，他还特意的开了焦土，想探寻一下周围有没有隐藏的刺客。理解。水多多自然是明白林幽的顾虑，那么多贡献点和城主奖励，足以让很多人疯狂。很快，水多多便将那几位药材交易给了林幽。大佬，现在版本更新，游戏产量有调整，但我们这边会按照你的要求继续采集的。好，这些东西我还需要更多，麻烦你们帮我继续收集。林幽也不含糊，直接交易了水多多20斤作为定金。这些都是高等级药材，日后炼药丸加熟炼度和等级起来后，很容易又变得稀缺起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多储备点，以备不时之需。待水多多走后，林幽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请系统给了一个成功率的时间表后，径直开始了炼制。消耗精力值20点，剩余80点。炼制成功，获得双倍经验药剂。您的炼药熟炼度加100，双倍经验药剂，击杀任意怪物，获得双倍经验奖励，持续时间1小时，每日最大服用上限3次。炼制成功，获得双倍经验药剂。林幽一口气直接就炼制了3瓶双倍经验药剂，然后剩余的40点精力值又炼了2瓶全属性药。全属性药剂服用后，临时全属性加等级乘1，持续时间1小时，每日最大服用上限3次。这种好东西，除非有人能拿出足够有缘分的道具来交易，否则他是不会再考虑交换出去。公屏20级挑战令，5星难度，求几个强力队友和奶妈，包药包一切，来的带上个人装备数据。铁剑，这不是铁剑那家伙吗？这么快就搞到挑战令了？林幽看着公屏的消息，自语道：铁剑这人还是蛮靠谱的，在交情不深的时候帮他买过显影之尘，在自己还完钱后也并未提出过其他要求。之前自己杀怪爆了一个食尸鬼的臂章，这家伙也是主动高价收了回去，人还是挺仗义的。5星难度应该不小，应该会出什么好东西吧？林幽心中暗道。更新提示上说，挑战令难度越高，越容易出好东西，特别是令牌的使用者，完成任务通关后还有额外的附属奖励，不限于声望和装备。挑战的方式也特别，组队成功后不需要所有人在同一个地点，只要确定所有成员都处于非战斗状态，队长使用令牌后，所有人便会被自动传送到副本地图，待挑战完成又会回到之前的地点，可谓是非常的方便。可以试试，顺便见识一下这挑战令里的世界到底是干嘛呢？想到这儿，林幽直接用寂寞如风的身份添加了铁剑好友，几乎是秒通过。大佬，
你要进组吗？铁剑激动地问道。他看到寂寞如风名字的时候，都还有些不敢相信，这可不是什么水货，是货真价实的大佬啊！既然能单挑地狱使者，打这5星挑战令，岂不是轻而易举？速度快点，打完我睡觉。放心，1分钟时间。申请通过了。云蜜惊讶地看着组队提醒，他刚把个人数据发过去，没想到那铁剑秒通过他。看了一眼队友信息，排在第2的竟然是寂寞如风。第194章直接杀。队伍频道都脱离战斗状态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要点确定了。铁剑在队伍频道里喊道，这也是确保安全，都是第一次进秘境副本，怕出什么幺蛾子。OK， 3岁就很帅，准备好了，脱衣少年。可以了，云蜜。寂寞如风。是寂寞大佬，这是躺赢啊！那叫脱衣少年的玩家兴奋的队伍频道里喊道：“安静点，大佬要速刷。既然都准备好了，那就出发。”铁剑及时制止了队伍里的喧闹。10人小队已经集结完毕，队伍的配置除灵幽外，3战士、3牧师、2弓手、1法师。这配置比较中规中矩，但对铁剑来说已经足够了。若不是进入5星难度副本的最低要求都是10人，他甚至想直接带个女牧师，便跟寂寞大佬3飞呢。传送倒计时时，9、8、1，随着一道强光闪过，10个人直接被召唤到了一个全新的地图门口。大佬好！刚传送到位，便有人热情地跟灵幽打起了招呼。有大佬在，这5星任务肯定没有什么风险，等于白嫖奖励啊！灵幽也没端什么架子，还是点头对众人稍微回应了一下，只是目光扫到密云的时候稍微停顿了一下，没想到竟还能在这儿遇到。看其等级也21了，这升级速度也不算慢。牧师这职业只要奶量充足还是挺好混的。不过目光停顿了只有1秒，便再次划过，毕竟两人没啥交情，唯一的交集点也不过是灵幽杀了他一次，然后敲了点金币。至于仇恨，那还算不上，灵幽心里压根就没在意过密云这牧师，只是有点印象罢了。进入副本前，我先说下物品分配方式：紫色以下装备随机摇点分配，紫色及以上装备寂寞大佬有优先挑选权，他不需要的我们再进行竞价。同意？没问题，可以。对于铁剑的这种分配方式，没人提出反对。说白了，这里很多人都是来白嫖副本经验，凑开副本人数的。若是铁剑认真选，怕是没几个人能参与进来，还不如表现得好一点，跟大佬混个脸熟，日后还要这种混经验的好事，能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可以。灵幽也是点了点头，毕竟是10人组队，他吃肉，给别人留2口汤也是合理。有的东西也要细水长流，得有点格局。一件极品紫装的价值抵得过数件蓝装呢。好，那就进去吧。铁剑拿着挑战令，先迈入了那水蓝色的大门，灵幽紧随其后，其他人也是带着好奇跟在了后面。欢迎来到5星副本扫荡贼寇，任务时限12小时，请在指定时间里杀掉平顶山上的山贼。刚进游戏，所有人便收到了任务提示：击杀山贼。就是那座山吗？有人朝远方指道，那是一座巍峨大山，从山脚到山顶，层层都有栅栏环绕，瞭望塔、哨兵、弩车整得像军事化的堡垒，不时还有山贼在外面巡逻。乍一看，确实有些难度。大佬，您看这副本怎么打？铁剑问道。都是第一次进5星副本，他也拿捏不准。强杀！你们自己注意安全。灵幽的回答也是比较干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副本的难度不算太大，虽是层层环绕的山寨堡垒，但那些哨兵弓箭的人数明显欠缺，形不成极火的伤害，在前行隐身的情况下，配合着技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说完，灵幽直接开启了焦土，有天启者胸甲在每秒100点 MP 恢复在时不时喝点魔法药，基本上能维持正常的技能消耗。黑暗召唤，权杖一挥，灵幽把暗夜骷髅召唤到了面前。兄弟，走！杀人如麻的山贼，等级25级，精英，生命值1万，物理攻击力800，物理防御力350，魔法防御力550。技能1，致命一击，物理攻击时有 20% 概率造成3倍伤害。技能2，荼毒，被山贼短刀砍中的敌人有一定概率进入中毒状态，中毒后每秒损失 HP 最大值的 1%， 持续时间20秒。若敌人等级高于山贼，则触发概率递减。技能3，变速攻击，
提升40%的攻击速度，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2分钟。看着前方那正在巡逻的10人山贼小队，林幽把双倍经验药剂、全属性药剂和 HP 果酿全服了下去，把状态先补到最好。受多种药剂增幅的影响，他的 HP 现在已经高达4650点，智力800，精神1485。当山贼看到林幽进入攻击范围后，250，首先便是焦土灼烧。受到焦土技能影响，林幽的移动速度再次加快。这种技能烧的人越多，移动速度加成的越多。可以说，只要跑位足够风骚，林幽便是不动手，就靠烧也能把这群外围山贼活活烧死。寒冰尖刺3200、6400，法术连击暴击，火焰灼烧，再配合上那寒冰尖刺恐怖的法术伤害，这10人的山贼小队顷刻间就直接成了一滩经验。您杀死了山贼，获得了3000点经验奖励，获得1点贡献度，获得10点充能。您杀死了山贼，获得了3000点经验奖励，获得1点贡献度，获得10点充能。第195章血腥残忍，真厉害！云密看着林幽的背影，心中只剩感慨。那可不，这可是天选之人啊！旁边的人附和道：这种精英怪，在暴击情况下，他们最多也才能打到400点的伤害，可大佬那范围性攻击，秒秒钟就能达到上万，根本就没得比。这大佬要是早10年进服，不管是游戏还是在现实，绝对是世界顶尖的存在。是啊，好了，我们也别站着看热闹，那边还有游离的山贼，我们把清理了。铁剑指着林幽右侧的山路说道。任务是清理所有山贼，但这地图这么大，他们也不好意思跟在林幽身后，看着他一个人杀。他们这儿9个人，多多少少还是能做些事的。您杀死了山贼，获得。您杀死了山贼，获得。林幽带着暗夜骷髅，稳健地清理着外围的山贼。他的经验条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稳健增长。这些山贼的整体实力远不如那批同等级的变异凶手，所以林幽杀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偶尔他也会参与一下普通装备的摇奖，没别的意思，就是图个娱乐。只是谁都没想到的是，他的运气真的是非常的好，10次摇奖，他欧皇附体竟然连中7次，最后中到他都有些不好意思。这些都是普通的蓝绿色装备，最多也才值个200银币，他就是图个乐子，打发一下刷经验的无聊时间。这吃肉喝汤啥都占全了，好像也有点不讲究。最后蓝色以下的抽奖他直接不参与了，欧气这种东西还得要凝聚，不能浪费在那些几十银币的装备上。20分钟后，大佬，外围清理完了，上山不？铁剑问道。上山。林幽看了一眼山上的贼寇，直接回道。他能蛊惑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抬手将哨塔上的持弓山贼给蛊惑住，在那山贼的掩护下，从容不迫地继续往山上行进。铁剑等9人现在则不敢大意，谨慎小心地跟在林幽的身后。方才他们被20个山贼围住，要不是林幽及时赶到，他们现在已经在暴风城复活点了。这5星任务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恐怖如斯。一般人想打，若是寂寞如风不在的话，起码要组上100人以上才行，不然休想挑战这5星副本。护盾、心疗术、急速。在上山的路上，云密像是有意讨好林幽，不住地给暗夜骷髅添加各种增益型 buff。 有 buff 加成，暗夜骷髅的攻击确实提速了不少。他的天赋其实也很不错，天生的奶妈型职业。现阶段紫色、蓝色装备混搭的情况下，一口奶能回1500点 HP， 几乎是同等级奶妈的 1.5 倍奶量。不过林幽也未跟他多说些什么话，主要是没啥眼缘。那身装备再配上那白色狐狸头盔，不是他喜欢的那款，还是雨琼的猫耳娘穿着好看。林幽暗心道，从小到大也就雨琼跟他的关系最亲，他的许多审美标准不自觉的都会往那丫头身上靠拢，特别是这丫头身材再度发育后，简直就是绝美。若是2人一起住了太久，又太熟了的话，怕是他真可能会忍不住曹心大起，跟雨琼来一句很是经典的话：琼，你也不想看着我这么难受吧？林幽边想着，脸上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然后像是清醒了过来，猛地往自己头上拍了一下。我怎么能有这么不正经的想法？是中邪了？他都有些惊讶，脑海中怎么会生成这种魔鬼画面？外界，雨琼正趴在他的身上，左手指在他的身上点来点去，他的右手正握住那枚粉色的石珠，
眼眸中充满着疑惑。这几日都没进入游戏，但能量却在持续的消耗。他想了许久，也没想明白，是因为这次游戏里的东西改变的太多了，以至于能量失衡了。唉，真是麻烦。他摸着林幽的脸，又轻叹了一声。这种未知的事，改变的确实有些麻烦。不过，我还得给你搞点能在现世界保命的装备才行，不然你可太弱了。卧槽，这死亡画风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逼真了？铁剑疑惑道。在他们杀到半山腰时，看到了数个绞刑架，那上面挂着不少残缺不全的尸体，有男有女，老少都有。胸口被挖开，露出好大一个空洞，红色的血珠不住地往下滴落。这些尸骸死去的时间不算太久，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随着一阵清风扑入众人鼻息。哦，当场便有人忍不住有些干呕起来。这场面与那些被杀的山贼可不一样，那些人死后便是直接倒在地上，很快便化作一团经验数据。死相并没这么残忍，可这些死掉的人就这么端端的被安置在上面，像是被刻意制作的这般血腥。这次更新不是说了吗？现世界与游戏世界的融合度要达到 70%， 现实中会出现更多的异形生物。或许他便是在提醒我们，想让我们提前适应这种血腥和残忍吧。林幽看着那些无形尸骸，猜测道。他杀的玩家很多， NPC 也有不少，可之前的死亡画面确实没有这样的，就像开车镜头一样，都是被一笔带过。大佬说的有道理，这次的更新确实改变的内容挺多的，或许真是想让我们提前打个预防针吧。铁剑点了点头。凶兽入侵巨蜥国的视频，他曾在加钱网上搜到过，那场景与眼前这相比还恐怖不少。山顶城寨主帐，大当家那几个冒险者已经到了半山腰了。一长得贼眉鼠眼的男子向一坐在虎皮垫子上的魁梧大汉说道：杰杰，来得好，正好我也想换换新的口味。魁梧大汉脸上露出一丝邪笑。2弟3弟，随我出去应战，男的归我，女的归你们。第196章闯寨。10人小队跟在暗夜骷髅后面，逐渐的向山顶杀去。暗夜骷髅血多防高，又有3个牧师在不间断加血，再配合他自身恐怖的吸血能力，沿途打的是相当的顺畅。众人的经验也都是在飞涨，跟大佬混经验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越过层层障碍，众人终于到了山顶。他们看到有3个分别持着巨斧、法杖、巨弓的山贼头领站在寨口瞭望台上，在他们下方还有乌压压的一片贼寇，大炮巨弩，一鹰俱全，显然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很好，果然是有本事，10个人就能敢闯我山寨。那手持巨斧的大当家站在瞭望台上，冷眼地看着远处的众人，就敢闯寨，这是多少年不曾有过的事了。他的手轻轻一挥，林幽他们刚通过的一架索桥直接被机关收了起来。属性查看，大当家 HP 100万，属性技能。二当家 HP 50万，属性技能。三当家 HP 50万，属性技能。大佬，这属性都是问号，还能打不？铁剑小心地问道。一路上他们也算是见识到了林幽的勇猛无敌，但这是3个 BOSS， 攻击力不可知，他们心中也没什么把握。特别是那吊桥消失，更是加深了难度。我肯定是要打，不过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扛住，所以你们自己决定留不留吧。林幽坦言道。他有无敌、复活和飞行能力在，要走随时都可以走，但这群人他可没办法顾全了。其他人相视一眼，能走到这儿，他们也算是混了不少经验和装备了。但这3个 BOSS 明显没那么简单。炮车巨弩将山寨大门紧紧堵住，想冲上去得承受密集的火力。就他们这身装备，除了大佬外，其他人根本就扛不住啊。现在要走还来得及，不强求。铁剑看着其他人也是很干脆，他这次召集人员有些匆忙，人少不太抗揍，便是有人要退出，他也能理解。虽然身后那吊桥没了，但玩家只要没进入战斗状态，退队的话会立即从副本中传送出去，等于个人任务失败，不计算死亡。大佬，不好意思，我退吧。一小法师说道。一旦进入战斗状态，是想走都走不掉。对不起，大佬，确实感觉扛不住。很快又有人说道。对不住了。他们自然相信寂寞如风能行，但眼下到了这地方，已经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了。这群山贼居高临下，他们的牧师、战士人数都不足，一旦交手，寂寞如风或许没事儿，他
他们其他人肯定会被很快带走。死亡之后，直接会在暴风城复活，副本也不能再进，死磕掉一级，对他们来说确实没什么意义。毕竟，本来的目的也就是混经验的。3岁退出了队伍，胸前有毛退出了队伍。这些人退出组队后，直接便化作白光，被传送了出去。场上最后只留下了密云、铁剑2人。你们怎么不走？林幽看着铁剑问道。嘿，难得跟大佬并肩作战一回，不想怂。铁剑憨厚地说道。副本嘛，失败就失败，掉级了，花点钱再请几个刷子陪他好好刷一刷，辛苦点还是能刷回来。他主要是想结识下林幽，这种级别的大佬深交肯定没坏处。我也是，难得和您这样的人物组队，掉1级经验也没什么要紧。密云也是心直，他想要特殊道具，想要救他爸的腿，就必须要结交上更多的大人物，只有把人脉搞好，这样才有希望。好，待会儿你们2个自己小心点，我去吸引火力，你俩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运气了。5星 BOSS 100万血确实有些挑战难度，但不是没法打，只是他顾不上其他人。现在他的杀戮盛宴已经充满，不过这种 BOSS 用爆炸方式不好对付，秒不掉就会很头疼。他现在的 HP 虽不少，但也没那般抗揍。护盾转换，林幽果断地把这1万的充能点直接转换成了护盾，1点充能等于40的护盾值，等同于他临时套了40万血的装甲，已经成了人形小 BOSS。我上了。林幽没着急拉暗夜骷髅，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他先去吸收第一波火力最好。那3个当家冷着眼看着林幽，那赤金色的权杖以及那身亮眼的装备，他们已经判定此人就是主心骨。大哥、二哥，这人不简单，我们一起上。睿智的3当家沉声说道。之前他们对林幽还有点轻视，但居高临下，看到此人杀人的手段后，便收起了那大意的心思。他举起手中的弯弓，对着林幽便是毫不留情的一发重箭。1000，误攻1840，伤害不低啊。林幽心中迅速估算起了这3当家的攻击力。乱风术，2当家举起手中的权杖，瞬间便有一道青色的巨型龙卷朝林幽袭来。只是有些出乎他意料的是，好像并未对此人造成什么伤害。风雷咒，转瞬又是一道夹杂着雷电的龙卷风朝林幽袭去，可依旧是无什么反应。NPC 的视角里，对玩家造成伤害，他们也会有相应的提示，但连续2次法术都落空，确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差不多了，就这个距离。飞行，在众人的惊讶中，林幽直接使用起了装备技能。那大门堵得太死，直冲过去不是不行，但吸引火力方面效果绝对没这般好。空中焦土开启，林幽的下方顿时出现一片火海，翠绿色的火焰直接开始在营地中灼烧。下面的山贼反应也是极快，密集的箭雨和巨弩直接便标准了林幽。战神附体，林幽是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物理免疫。物理免疫与护盾并不冲突，免疫期间护盾值不会减少。尸毒术，致命链接，在空中无敌的时间里，林幽先给这3个 BOSS 直接上了毒和链接。这游戏怪设计的都比较适度合理，只要不是越个10来级挑战 BOSS， 基本上的怪物玩家都是能打动的，不会存在什么主角专属怪，主角能轻松秒，其他玩家级一个行会之力都打不动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只要人够，不怕死，都有机会慢慢磨。第197章，生猛的寂寞如风。真是生猛啊，竟然会飞！铁剑还沉浸在震撼中。会飞的玩家不是没有，但在新手服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飞行能力对许多玩家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特殊的情怀梦想，他真的好强啊。云密也是喃喃自语道，他俩还站在后面还没有行动。不过云密也没闲着，不停地给暗夜骷髅加 buff， 这样一旦寂寞如风冲过去，便可以随时将暗夜骷髅召唤走。林幽飞越过栅栏，落地之后仗着极快的速度，迅速的在山贼后方阵营穿梭。人越多，他烧的是越爽。250点的焦土固伤，范围内的小山贼总血量也不过才1万，只要40秒就能死一片。寨内焦土之下，到处都是翠绿色火焰。黑暗召唤，趁着攻击间隙，林幽一把将暗夜骷髅拉了过来。对骷髅来说，人越多越好打，100%吸血的情况下，再加上云密给他加的攻速 buff， 原本 0.5S 刀的自身极限被提高到了 0.25S 刀，这等同于每秒4刀的伤害。
在山贼群里简直是咔咔乱杀。1850、3604暴击，在刀芒的110%至150%不稳定攻击加成下，暗夜骷髅的伤害简直是爆表。寒冰尖刺，林幽的打法也是相当的简洁果断，先杀远程弓箭手。这些家伙的箭有跟踪瞄准的能力，一旦集火，他的护盾值下降的也非常的快。那3个山贼首领见林幽直接绕在后面，也是赶紧从瞭望台跳下来。战斧，一柄巨大的斧头朝林幽直接劈了过来。林幽仗着速度优势，直接一个侧身闪过。在绝对的速度优势下，除了锁定攻击，其他攻击真的很难打中他。反手，林幽便是一道寒冰尖刺甩了过去。6400暴击，同时另外2个山贼当家头上直接飘出3200连接伤害。一套打完，林幽顺手又是一道群毒扔在这3个山贼的头上。防回血也防加血，这种 NPC 是不会喝药，唯一的治愈方式便是治愈技能，有禁疗和毒在，两方面都给克得很死。这固伤烧血真是太快了，铁剑的眼中只有对林幽的崇拜。250点每秒的固定扣血，再配上大范围的群毒效果，这整体伤害已经是爆炸。不过现在的距离有些远，这些经验他们已经吃不到了。想吃经验，至少要跑到寨口附近，但他俩去那儿纯粹是找死。祈祷那些山贼不跑出来找他们，就算是够幸运了。现在他俩的唯一心思便是那些山贼把他们当空气，不求蹭什么寂寞如风的杀敌经验，只希望能获得正常的通关奖励。完整通关，未主动退队的情况下，会根据杀敌伤害乃量的贡献度获得对应的通关奖励。击杀山贼成功，获得10000点经验，获得1点贡献度，获得10点充能。每击杀一个怪，便能获得10点充能，等同于储备了400的护盾。可以说，只要这些小山贼的数量充足，只要护盾不在杀戮盛宴冷却时间里被打破，这战斗就会比较稳一点。还是得把所有技能的等级都给提上来。林幽边风骚走位边想着，致命链接、生命汲取这些技能都可以升级，并且后期的技能收益贼猛，特别是致命链接，3级之后是100%的伤害建设，钱还得不断的搞钱才行。蛊惑，偶尔林幽也会往那3当家头上扔个蛊惑，想试试运气，毕竟就这弓箭手最烦人。蛊惑成功，随着一声游戏提示，3当家的箭直接便朝2当家头上射了过去。1900，他们3个的防御已经被林幽读到了负数，互杀起来等同于无视防御了。没有3当家的箭，林幽身上也是压力大减，更加专心致志的6起大当家来。有暗夜骷髅在一边帮他刷杀戮充能点，他的精力能集中一些。这3个 BOSS 只要能搞定拿斧头或者拿弓箭的任意一个，他都会更轻松一些。5分后，该死的家伙，3当家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继续对2当家进行射击。也许是因为两者的等级差不大，也许是因为这 BOSS 除了血量外，其他的都还不如林幽。林幽的蛊惑施展的是越来越顺畅，30秒一次，5分钟蛊惑成功了5次，射到那2当家直跳脚。他总共也就50W 的 HP， 可受到焦土和箭射伤害的影响，他每分钟最少要损失掉6万点 HP， 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要不到10分钟就是必死。击杀山贼成功，获得1万点经验，获得1点贡献度，获得10点充能。击杀山贼成功，获得1万点经验，获得1点贡献度，获得10点充能。林幽看了一眼现在的充能点数3100点，这意味着5分钟的时间里，他与暗夜骷髅杀了310只山贼，平均每分钟62只。不过大部分山贼都是死在了他的焦土下。10分钟后，寨里的小山贼已经被林幽清理个干净，不能接受治愈加血的他们就是个活靶子。2当家在林幽不断的寒冰尖刺下直接爆了一堆金币，3当家则是被暗夜骷髅定住后一顿乱砍，最终死于非命。冒险者，我要你死！大当家的头发蓬乱，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他万万没想到会被一个冒险者直接挑了寨子。哦，你这是还有什么招式没使出来？林幽好奇地问道。现在 BOSS 的血量就30万，但血量突然被锁住，怎么杀都不见少血，他心中也是有些疑惑，难得见到这种场面啊，是要变身还是怎么？怕被人中途打断？很快你就能知道了。大当家的脸上露出一抹狞笑，身上燃烧红色的火焰。生命献祭，每秒损失最大生命值的1%，
提升500%移动速度，500%攻击速度，500%释放速度。物理防御力提升500%，魔法防御力提升500%，最大伤害提升200%，免疫并解除一切负面效果。注：献祭后无法取消 ，HP 无法获得任何辅助回复，生命值为0自动结束。第198章憋屈的大当家。昨天的生命献祭技能介绍有细微调动，这技能不错，我要了。林幽毫不迟疑地对着大当家用起了窃取，窃取成功，恭喜获得技能生命献祭。技能寒冰尖刺被遗忘，对其他人来说是玩命的打法，可他有复活项链在，这反而不算什么。最大伤害值提升200%，盛宴也是真实伤害，两个技能配合，理论上可以达到双倍爆炸效果。大当家的变身已然完成。林幽看到大当家头上的 HP 每秒10000的数据已经开始显示。对大当家来说，林幽的最大的依仗就是护盾加那10秒的无敌。如今护盾已经被彻底击破，30秒的时间里，他有足够多的方法将眼前这人砍成肉酱。只见大当家纵身一跃，像一道闪电，带着奔腾的疾风直接朝林幽冲了过来。他原本的速度就快，现又提高了5倍。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信这可恶的家伙还能逃掉。只是在冲到林幽面前的一瞬，就在巨斧要砍下之时，林幽突然消失不见了。巨斧落下，狂暴的劲风四下席卷，可始终未有任何伤害在。出来，出来，出来啊！大当家用的是赴死的打法，想着以命换命，可没想过林幽能逃掉啊。果然留点底牌是好的。林幽站在哨塔上，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方才在大当家靠近的一瞬，他直接是闪烁匕首加前行，直接便跑掉了。他又不傻瓜，有好技能不用，非要头铁硬拼，等着这家伙失血过多，自己死掉不更好吗？10000，大当家头上的血还在狂飙。他是万万没想到，这奸诈之人还有这么多手段，直接避战，不讲武德呀。30秒后，大当家带着不甘，以最憋屈的方式倒在了林幽面前。这献祭了个寂寞，连林幽的毛都没摸到。您杀死了大当家，获得200万经验奖励，您获得了500点贡献点，您获得了10点充能。恭喜您通过5星副本，获得50万经验奖励，获得力量宝石，获得战士技能书。大当家死后也是爆了一地东西，除开一滩金币外，一枚金色的戒指吸引住了林幽的注意力。贼王的戒指，穿戴等级 LV25， 装备品级金色，属性精神加100，法术暴击率正 2%， 施法速度正 10%， 附带技能打劫，每次攻击敌人时有较小概率从其身上获得数量不等的游戏币。这戒指属性还可以。林幽瞧了一眼，直接将戒指戴上。这都是之前定好的分配模式，他自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戴上之后，瞧了一眼个人属性，等级26，经验35000008000000，HP 4200，含200点药剂永久加成 ，MP 15001500，力量400智力800精神1500敏捷120体质400，法术暴击率 40%。在杀二当家的时候，他便已经升到了26。不过26级并未解锁什么新的技能，他只是匆忙的将属性点加上了事。有一说一，这挑战副本的经验是真的很丰盛，特别是刷这3个 BOSS， 在双倍药剂的作用下，足足给了接近400万的经验。因为铁剑和密云都躲在外面，这些经验全都是他一个人独享，确实是爽得很。大佬怎么样？铁剑和密云收到游戏通关提醒后，也是激动的跑了过来。他俩的运气也是非常的好，就躲在原地成功的苟到了最后，获得了不菲的通关经验和奖励。两人也因此都升了1级，也算是富贵险中求了。这次对铁剑来说更是绝对是不亏，他作为挑战的发起人，还获得了500点的声望奖励。做人要知足，要是没有林幽在，绝对不可能这般容易的通关。报了个金色戒指，林幽说着把盗贼戒指的属性图发在了团队群里。大佬运气不错呀，牛逼！你通关奖励得到了什么呢？铁剑恭贺道：没有什么嫉妒，这都是别人应得的。我通关奖励了1枚加20力量的宝石，还有一本战士技能书，你要收不？说着，林幽将力量宝石和战士技能书幻影剑法信息也发到了队群里，这样队友可以点击查看。这东西他拿出去也是卖，如果铁剑要收，他也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日后有这种合适的挑战，
他还是要多多参与啊，毕竟奖励是真的不菲。大佬，你这运气真是没得说。我的通关奖励除了经验外，就一件25级的紫色鞋子。铁剑感叹道，他算是知道寂寞如风的装备为何会这般好了。实力加运气，想来这些副本也会根据玩家的输出调整奖励情况。这一路上基本都是寂寞如风在带队输出，他们都是在后面捡便宜，然后蹭点经验。这宝石家收500金，您看成不？铁剑问道。也可以，不过我想搞点天赋神石或者技能神石，你的渠道多不？林幽想把技能升级到当前能达到的极限，我可以试试，但现在这东西真不太好收。版本更新后，很多主服的人都在求想把天赋升级到极致。铁剑挠着头说道，因为版本的再度更新，很多人意识到了危机即将降临，都想疯狂的提升实力，而这2种石头是提升实力的非常有用的手段，便是他自己都有需求在。行，没有就算了，我多攒点声望和贡献度，等商城刷新了看看。第199章，你说他叫小埋？好了，我下线休息了，有缘再见。林幽与铁剑和密云打了个招呼后，便直接退队下线了。今天的收获很不错，可以睡个好觉。大佬就是大佬啊，说睡就睡。我还得再干一会儿。铁剑羡慕道，大佬已经26级，他才23级。这游戏更新的3天，他在家都快闲出病来。今天不把疲劳搞到上限，他绝不出去。你跟寂寞如风很熟吗？密云问道。他原本想加寂寞如风的好友，但话还没来得及说，寂寞如风便直接下线走了。很是可惜，这可是他离寂寞如风最近的一次啊。不熟啊，这不第一次组队吗？铁剑笑道。这等人物，他也想混个脸熟啊。日后有什么困难的副本，或许还能找他帮忙呢。这一路上来，他也是见识到了此人的实力，确实牛逼，并且远没传言中的那种傲气，相反还有点平易近人。加个好友吧，日后可以组队。铁剑对云密的治愈能力还是很满意的，近乎是别的牧师的1.5倍。去打那些限制人数的副本，还是很不错的。好，云密也没拒绝，他本就想认识更多人，最好这些人更有实力一点，有消息有渠道，他才能更有把握找到那些特殊的治愈道具。林幽下线没睁眼，直接便睡了过去，一直到翌日中午才从美梦中醒来，睁开朦胧的眼，鼻尖有缕缕清香，一束银色的发丝搭在他的脸上，有些痒，但很好闻。你这丫头真是换着地方睡啊。林幽看着雨琼那熟睡的脸，晶莹的睫毛还在颤动，好像还在做梦。出于好奇或者说是作死的心理，他用手指轻轻地在他的脸上戳了戳，浅浅的梨窝微微凹陷，看上去还蛮可爱的。起身，随手拿起床头的手机看了一眼热门信息，特安部呼吁，请广大市民减少夜间外出。觉醒者联盟提醒，请觉醒者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入侵凶兽。大和国南部城市昨晚受到强化哥布林入侵，若干少女失踪。阿西巴国里米镇昨晚受到丧尸暴龙兽攻击，人员损失惨重，正在组织救援中。大熊国一夜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林幽看着新闻，脸上表情有些凝重。这才更新进服第1天呢，当晚便有数个国家的重要城镇受到攻击，还好大夏反应及时，在第一波凶兽出现时便召集了大量觉醒者，对凶兽进行了清除，这才没酿成大患。要是能力巨献的速度能再快些就好了。林幽轻声感叹起来。获得巨现时后，他的力量已经开始逐步的往现世界转化。现在的他身体开始强化，相对之前的确更有力量，但觉醒的速度还远远不够，相对那些觉醒多年的人还是显得太弱。等级的压制，不管是在现世界还是在游戏，都是一道坎，他想跨过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洗了把脸，林幽又在宝了么上点了2份外卖。等待的过程中有些无聊，林幽便悄然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用雨琼的 VIP 账号看起另类电影来。作为一个男人，有这种需求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他不抽不喝不赌不嫖，看会儿小电影很合理吧。善良的小姐姐，嘿嘿，有意思。半个小时后，林幽上了个厕所，出来后顺便把观影记录给删除了，这种东西看一遍就好。雨琼，吃饭了。待外卖到后，林幽又去房间里催促了一下，这丫头才懒懒地从床上爬起来，衣衫不整，只是简单的洗了个脸，将乱糟糟的头发稍微梳理了一下。你昨晚是看到了几点？林幽边吃着外卖边问道。也没几点吧，就是觉得有些困啊。雨琼说着又打了个呵欠，看样子
好像是没怎么睡好。你呢？昨天在游戏里玩的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奇遇？雨琼把话题岔开，他觉得身体疲惫的原因应该还是跟那珠子有关。以前可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珠子太神秘，便是到现在他也只摸索出些许功能，还有许多等着他去开发挖掘。奇遇还真有，昨晚运气还不错，救了一个 NPC 老爷爷，然后他给了我200金，临终前还把他孙女托付给了我，让我助他修行。林幽半开玩笑道，真真假假，信不信不重要。他决定今天再掏200金出来，把房子的事儿提上进程。这小区确实不能常待了，不但给了你钱，还把孙女给了你，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雨琼的眼眸中出现一道寒光，若是林幽要作死的话，就不能怪他无情了。嘿嘿，其实就是帮他做个觉醒任务，没什么其他的。林幽看雨琼眼中出现了一道狠厉的光芒，这与他当年瞪死狗的目光极为相像，便赶紧解释道：他也不知道这丫头是犯啥病了，但还是谨慎些为好。那女 NPC 叫啥名字？雨琼又问了一句。这游戏里 NPC 和玩家是可以正常交流的，他主要是怕林幽把持不住，犯下错误，这样对大家都不好。若是可以的话，他愿意助那个 NPC 修行，替林幽了结此事。林幽刨了口饭，道：叫小埋。你说他叫小埋？雨琼听完，眼神中有些不可思议。未来深渊之战中 NPC 有方阵营里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魔导师，名字就叫小埋，不用吟唱便能随意使用顶级禁咒，在未来是相当可怕的存在。他俩曾短暂接触过，不过彼此都有些看对方不顺眼，关系不好也不坏。那叫小埋的头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啊？雨琼想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颜色？你问这干嘛？好奇吗？网上说 NPC 的发型千奇百怪呢。林幽想了想，缓缓说道：颜色话应该是橘色吧。橘色？还真是他。第200章通知。雨琼道：是真没想到，林幽这家伙竟然真能遇到那个未来的大魔导师，并且还是在那家伙最弱的时候。不过他跟小埋的关系虽然不怎么对付，但在未来战场上，小埋也是人类联军的绝对主力，是 NPC 阵营里极少与人类友好的存在。你对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我看你好像经常跟那个吴孟德请教 NPC 攻略。雨琼试探着问道，他还是要确定一下，若是林幽敢说个有字，那就不能怪他不顾大义了。胡说，我怎么可能对 NPC 有什么想法？林幽摇头，感情这东西当然还是要跟现实真人啊。小埋只是现在剧情任务需要罢了，待任务完成，那丫头肯定会自己离开的。那就好。雨琼听林幽这信誓旦旦的保证，也是放心了不少。他就怕林幽有什么大胆猎奇的想法，毕竟那小埋的变身套装可不比他的差。这2天外面挺乱的，晚上你别到处跑哦。雨琼提醒道。他也是看了新闻，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儿。这次的版本更新变化实在是有些大，若是林幽在他不在的时候到处跑，也怕他出事啊。我会注意的。林幽倒是不含糊，他也没那么头铁，该注意也是要注意。就在这时，班主任老王突然在班级群里发了一条置顶消息，让所有人觉醒的同学今天下午2点前尽可能的都到学校开会，特别备注临时紧急会议。跟新闻有关吗？所以才这么着急。林幽心中暗道，这紧急会议他肯定是要去的，至少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事。老王通知要开会，我等下去学校一趟。哦，要我陪你不？算了，大白天不用。林幽摇了摇头，学校的熟人太多，带这丫头去的话不是很方便。好吧，你路上多注意安全。吃完饭，林幽先上游戏，找了几个钱商，以死亡如风的身份零零散散的换了200万现实货币，待把一切忙活完了，这才穿戴好准备出门。他打算如果今天会玩得早，就去城区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的房子，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想吃点什么不？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回来。走之前，他看着那还在沙发上躺尸看平板的丫头，皱眉问道：这可真是太懒了点。薯片鸡爪，顺路再帮我拿几个快递。雨琼头也不抬地回道，黑丝小脚高高翘起，搭在沙发枕套上，那刁钻的角度是一点都没在意自己的形象，毕竟给林幽看，他又不吃亏。蓝城中学，待林幽到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不少人了，三三两两聊的都是游戏里的话题。不过
很多人在看到林幽后，脸上都露出诧异的表情。都这种天赋，难道还没放弃游戏吗？那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非要证明自己是弱鸡？林幽没有理会那些眼神，他不想，也懒得去跟这些人证明什么。闷声发大财，他现在躺着就能把钱挣了，还没什么风险代价。回到熟悉的教室，找到以前的位置，林幽径直的便坐了下去。你们听说了吗？前几天的新闻，那被嘎腰子断腿的，好像是云密他爸。有一道很低的八卦声传到林幽的耳朵里。你怎么知道的？又有人小声的问了起来。对于这种八卦，不少人都有兴趣。我二舅跟他家一个小区啊，这件事他们小区的人都知道。怪不得最近云密都不在群里说话了。哎，这可真倒霉，竟然是云密他爸，这妖巧合吗？林幽眼眸微微缩起，不知为何，他觉得这件事有些不简单。云天涯是他的仇人，这仇他肯定是想亲自报的，可为何那狂魔要对他下手呢？他隐隐觉得这其中应该有点什么东西在，可到底是什么，他还想不明白。很快，云密也来到了教室。林幽看了云密一眼，两人都很默契的没有再打招呼。之前的事让两人心中都有了一点间隙。云密对没有上进心的林幽本就非常的失望，加上父亲遇害，他迫切需要得到强大力量的帮助。像林幽这般的弱者，确实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2点整，在班主任老王的尽力通知下，觉醒的同学来了90%，剩下的人还在游戏里关闭了一切感知，联系不到，确实没有办法。同学们，大家好。老王穿着一身正装，站在讲台上，是一脸的严肃。上面下发的最新通知，事情确实很紧急，希望大家都能理解。我接下来长话短说，尽量不耽误大家的时间。20分钟后，林幽算是明白了会议要点，共有2点内容。一是受那更新带来的影响，国家已经意识到未来的危机点，觉醒者是绝对的关键。现在还有不少觉醒者的学生还住在郊区甚至远郊，那些地方极易受到凶兽的攻击。为了保证这些初觉醒者的安全，特安部提出将这些住在城外的新生统一安排到城内进行生活住宿，确保他们在进入游戏的时候，现实世界的身体不会出什么问题。不过宿舍的承载量有限制，只允许已经通过觉醒的学生本前往。二是国家会对新区里游戏玩得好的觉醒者进行特别的赞助褒奖，这些奖励物品由爱国人士专门提供，金币、装备、特殊道具，只要你表现得足够优秀，应有尽有。第201章未来。看来这次是真严重啊。林幽心中暗道，以前凶兽也入侵了多次，可国家也没这般做过。毕竟要同时安排这么多人进入城区，对城市正常运转是一种相当大的负荷，大量的人员涌入，防卫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次在游戏更新完的第2天，便直接下发了这紧急通知，想来是那些决策者感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压力。这次通知是上面要求必须当面通知到每个人，并且要将住宿需求及时报上去。咱们班还有2/3的同学住在城区外，请大家回去后和父母商量一下，是否愿意搬到城区集体宿舍。环境可能不会好，但安全系数肯定高，你们自己考虑一下。通知的这么急，那看来房价还要涨啊！早知道前几天就下手了。集中保护区太小太挤，又不能带家属，他自然是不会考虑。他心中的想法还是得买个大房子，空间大，晒衣服也方便，这样住着也能安心一点。林佑，还好你没放弃游戏，也是运气啊。待会开完，老王专程走到林佑面前，跟他说起了这事。这次的指标很明确，只有觉醒者才有资格。像林佑这样的，虽然天赋渣了点，可好歹也是觉醒者，也满足进入条件。你跟那姑娘还好吧？需要给你报个名不？老王试探着问道。既然知道林佑已经跟人同居了，他说话的态度相对委婉了许多。谢了王老师，暂时不用，我跟他有安排。林佑轻声拒绝。有安排？那就好，那姑娘很不错，好好把握着。老王会意的点了点头。那姑娘看气质就知道很富有，这2人在家还能玩那么多特殊道具，想来也是感情深厚。只要沟通得当，2人去城里买房子肯定不是什么问题。明白，我会好好把握住的。林优附和道。被误会成情侣总比被误会成其他的强。优哥，你这还是向现实妥协了呀？待老王走后，同桌里猴子惊异地问道。林优在学校拒绝了多少校花美女的追求，其中不乏有千金2代，可以前从来就没有妥协过。用林优的话来说，
他这辈子就不可能吃软饭。当时他还挺佩服林幽的骨气，铁骨铮铮啊。可没想到，这才毕业多久，竟然就住一起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也想奋斗，可不给我机会啊。林幽看着李猴子，又开始飙起了演技。确实也是如此，当初若不是系统恰巧激活，他已经大概率决定投入富婆怀抱了。理解，理解。李猴子看林幽的眼神似乎有些黯然。天赋差，没办法，不靠脸吃饭，还能靠什么吃饭呢？幽哥，那姑娘长得不差吧？李猴子又问了一句。还行吧，有个7分。林幽特意低调了一点。7分？那还真是为难你了。李猴子感叹了一声。林幽的颜值那是公认的帅，没想到竟然沦落到和7分女在一起。就过日子还行，没办法，生活所迫吗？会开玩。有人提议晚上大家一起聚个餐，之前说约游戏聚餐，但各有各的事，一直就聚不起来。今天难得大多数人都在学校，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正好合适。对于这提议，林幽没有拒绝。都是同学，现实世界聚会吃个饭没什么影响。不过在聚会之前，他还得去市区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中意的新房。幸福大酒店晚上的聚会，说是聚会，其实也是一种显摆。大家聊的都是游戏里的话题，像什么你得了啥装备，我杀了几个人之类的。对于这些话题，别人很自觉的没找林幽谈。林幽也颇为知趣的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的风景。装逼的事儿，他在游戏里经历的太多了，现实世界反而没那么重要。静静的看人装逼，其实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当时我在暴风城，亲眼见到那寂寞如风，一个寒冰尖刺秒掉一群人。他那召唤兽也是变态的很，那么大的刀啊，还他妈是直线攻击。他跟那地狱 BOSS 一起双倍焦土烧人，真他无敌，太无解了。装逼这种事不用引导，众人又聊到了寂寞如风的头上。对于这种天天都能上热搜的男人，不被聊才是怪事。他年纪跟我们一般大，实力怎么差距这么大呢？有人感叹道。人和人哪能比呢？他赌一把，赌赢了呗。早知道我也去赌一把了，现在敢赌隐藏职业的人也少啊。隐藏职业很多人都有想法，但却没几个敢去赌，赌赢的概率太低。并且一般人选职业，除非天赋相当契合某个职业，否则大多会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来。比方说女生大多会选牧师、召唤、弓箭等安全系数高的职业，男生则偏向进攻性职业，战士、刺客。当初但凡林幽的天赋能好一点点，哪怕是个白板，他都会毫不犹豫的选个战士。今晚的酒，林幽喝了很多，在他心里莫名生出许多感怀，感怀蓝星，感怀过去，感怀自己被改变的命运。还好，现在的一切都很好，有雨琼在，未来的一切一定会非常的美好。不知不觉，在他都未察觉的情况下，某种东西已经开始悄然的发生质变。其实也算不上质变，因为他们本来的感情就很好，只不过林幽先入为主的把琼当成了自家人，不愿起什么龌龊的心思。窗外远处的高楼上，一道黑色的身影正遥遥地看着聚会的人群，那诡异的红眸微微凝聚，似乎也在思考。还蛮自觉的，今晚回家就不收拾你了。正在他感慨的时候，3道戴着青花色面具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他身后。谁？第202章大神攻略。带林幽回家已经是晚上12点，站在门口看到有光线从门缝溢出，那丫头还没睡吗？带着微醺的醉意，林幽正欲开门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有细微的喘息声，似乎还有男子在说话，声音还有些熟悉。林幽听了1分钟后，脸色瞬间大变。这病娇逆袭后面已经演得这么越级了吗？他脑海里甚至已经了那个完整的剧情。深吸了一口气，林幽打开了门。也就在他开门的一瞬，雨琼果断地关掉了平板，然后看着林幽说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同学聚会没忍住多喝了几杯，回来的时候又没打到车。林幽讪笑着解释道：本来答应给这丫头买薯片拿快递，结果一样都没办到。算了，没事就好，才说晚上别乱出门呢，可真是的。雨琼无奈地摇了摇头。为了保护林幽，他今天可是在外面蹲了有点久，还遇到了隶属特安部的高级觉醒者，虽全身而退，怕是也引起特安部的警觉，接下来可能会有点小麻烦。知道了，还有件事要跟你说下，新房子我已经看好了，过2天搬家公司就会来，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到时候咱们就直接走了。林幽边说着边走进卫生间，这忙活了一天，太累了，不洗个澡浑身不舒服，就是唯一不好的一点，
这丫头的内衣怎么挂在里面了？好像还挺好看的。动作倒是挺快的，雨琼的手指轻轻的在自己的脸颊上敲了敲。买房也好，现在这游戏的更新节奏，他也是有些看不懂。新改版的某些东西，甚至跟原来的都有些不同了。好在那颗珠子的属性没改，他还能通过那颗珠子的力量随时进入游戏。另一边，南城区安全署署长办公室，那个觉醒者的实力很强，以一敌三，根本没有什么压力。一戴着墨镜的男子对着坐在长椅上的中年人会报道：“有可能是那狂魔吗？不能确定。”几乎是瞬间，那个家伙便把我们的人制服了。男子想了想，接着说道：“他穿着很特别的夜行装，各处的监控视频也未能拍到他的踪迹，以至于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是男是女。但力量这么强，我预估至少觉醒的时间在7年以上。继续加大巡查力度，这段时间绝对不能再出任何乱子。至于那割腰狂魔，也继续派人追查下去。”中年男子沉声说道：“现在从上到下都是压力山大，特别是今天各校发布那通告后，引起了太多普通人的不满。没觉醒，已经让很多普通人感到不公平。如今还不能让这些人进城享受免费避难，无疑是在大众那不满的情绪上又加了一把火。为了避免出现紧急事件，大夏安全总署已经下令，要加大对城外区域的安全巡逻，同时重金招募觉醒者，加大城市防卫力量。2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这2天，林幽主要做2件事：一是搬家，二是帮人做挑战令的任务。或许是因为新出活动的缘故，前期的经验和装备奖励实在是有些丰厚。在双倍经验的加持下，2天的时间，他不仅升了2级，还得到了1件黄金级护腕，普通装备也是刷的相当多。那小朦胧简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胖。星光别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哥。雨琼赤着脚，带着好奇和欣喜，把新家好好的逛了一圈。2层，带阳台，房间很大，家具什么的都很妥当。推开窗，一眼便能看到外面的绿地美景，喷泉、假山，很美，很漂亮。对，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很满意吧？林幽躺在柔软的床上，还在侧身拍了拍，示意雨琼也躺下感受一下。有钱的感觉是真好，怪不得那么多人拼了命都想成为人上人。这儿不便宜吧？雨琼躺在林幽的身边。其实对他来说，只要林幽在，不管住哪儿，哪怕是住破旧的小庙也是没有关系的。不便宜，不过很值啊。林幽淡然一笑，这套房确实不便宜，差不多等于2000金的价格。看来你在游戏里的奇遇还真不少啊。那个小埋对你还不错吧？雨琼那对璀璨的眸子轻轻一挑。林幽的举动是越来越奇怪了，眼神不会说谎，这家伙肯定有事在瞒着他。突然有这么多钱了，该不会是因为看了他瞎改的攻略吧？前天他闲着无事，给林幽又编了点攻略。还行吧，主要是帮他做觉醒任务吗？我也没想过 NPC 任务会这么麻烦。林幽想了想，缓缓地说道：“是吗？你好好把握，可别做出让我失望的事。”雨琼看着林幽，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办事，你放心。”说着，林幽拿出手机，又看起了吴孟德的大神前天私下发给他的人妻攻略。夫人，这件事你也不想被城主大人知道吧？攻略里的内容相当的丰富。他看这个，倒不是琢磨要攻略城主夫人，而是想从中学一点话术，如何用那布防图从城主手上得到更多的好处。第203章护身戒指。欢迎回到游戏。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声，林幽再次回到游戏。在新家，安全系数长了 N 倍，他总算是可以放心的玩游戏了。百藏山的通道还没打开吗？一上线，他便收到铁剑传来的消息。因为游戏更新迭代的缘故，很多原始地图出现了些许问题，原本的通行条件发生了变化，需要玩家重新探索开启方式。这对许多喜欢看攻略的玩家来说，无疑是个麻烦事。但论坛上也有人发声证明，新的探索方式虽然比以前麻烦，但也会得到额外的游戏奖励。对玩家来说，总的还是不亏的。也因为如此，林幽原本打算去百藏山找落魄神兵的事也耽误了下来。通道未打开，他也去不了。纵然系统也不是全万能的，照系统的话来说，有的东西需要特点的条件才能触发，也就是所谓的缘。今日排行榜已经更新，恭喜获得600点声望奖励，这领工资倒是真舒服。林幽很满意的看着自己的声望点，因为排行榜的关系，他现在已经领了足足1800点声望，再凑上几天
便可以在声望商城换好东西了。大佬，有人卖天赋石1500金，你收不？能不能帮我垫一下？我手上差点金币，可以用贡献点补给你。林幽看了一眼金币余额，因为买房和喂龙的缘故，他现在只有300金了。这天赋石的价格因为游戏更新的缘故，水涨船高，短短3天就涨到了1500金，属实是有些夸张。便是这样，也是一弹难求。毕竟有这东西在，现实中便会多几分保命的手段。像那些天赋中带暴击属性，理论上天赋石足够多的情况下，可以堆到99暴击。贡献点不用，下次您打到技能书，帮我留着就行。铁剑毫不在意的回道。这3天时间，他跟寂寞如风也合作了2次挑战令，真是收获颇丰。不仅是经验收益，还有声望收益，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血赚。垫付一下金币，完全不是什么事。运气好，大佬随便打出1件极品装备都够了。行，没问题。林幽也是干脆爽快，这游戏里他的熟人不多，差不多就灭世狂魔和这铁剑。只是灭世狂魔为了行会发展，去了其他主城，在主城传送通道未开启前，想见面都不容易。又因为这游戏不支持装备邮寄，所以很多适合铁剑的装备也没法给他。兵长家，林幽刚走到门口，便听到里面传来小埋的哭泣声。出什么事了？林幽心头突然有股不好的预感，赶紧推开门。和他猜的一样，老兵长走了，走的时候脸上很安详，小埋的手还紧紧地拉着他，用嘶哑的声音不停地呼唤，似乎还不愿意相信这眼前的事实。生活还要继续，葬礼的事办得很快。林幽出钱直接找了白氏一条龙服务，把后事料理得非常妥帖。我没有爷爷了，小埋看着老兵长的墓碑啜泣道，生老病死在所难免，他希望看到你过得更好，也希望你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魔导士。虽然知道老兵长是个 NPC 角色，但这种场景下他也是有些触景生情。游戏与现实不断交融，到最后大家都只有一条命的情况下， NPC 和玩家还有什么区别吗？凉风萧瑟，落叶纷飞，你也不想让他失望吧？林幽说着宽慰的话，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上，似乎是在勉励。落日的余晖洒在林幽和小埋的身上，这一刻犹如漫画般的场景再现。冒险者大人，谢谢您，我会努力的。未来的大魔导师看着林幽，眼神中充满坚定。爷爷临终前的话，他一直都记在心里，努力成为大人的左右手，他一定要成为魔导士。游戏提醒：任务培养竞技魔导士第1阶段，引导已经达成，恭喜获得神秘宝箱。小埋对你的忠诚度100%。小埋开启玩家装备栏，可正常穿戴玩家装备。小埋开启副职业，小埋可正常与玩家建立组队关系。看着一连串的消息提醒，林幽若有所思。新增加的系列功能，好像把小埋直接变成玩家了。基本上，玩家具有的功能，小埋也都有了。唯一的区别在，小埋死亡无法复活。神秘宝箱，这箱子能开出什么东西呢？林幽看着这神秘宝箱，有些疑惑。这箱子跟以前的黄金和赤金箱子感觉不太一样呢。可以开出具有稀有功能的道具系统。见林幽有疑问，也是直接回道：那这箱子里有复活戒指没？林幽的想法也挺简单，得让小埋在游戏里有复活的能力才行。毕竟这培养任务还挺长，每一阶段达成都能回馈他一个神秘宝箱。可要是小埋中途死亡，这任务直接会结束，那到时候可什么都没了。至于雨琼那儿，他也早考虑好了，等以后能将游戏的物品带出去的时候，肯定也会给那丫头搞一个复活道具。这种箱子没有复活类道具，不过也有一个不错的东西非常适合他。什么东西？护身戒指。那就开。对系统的推荐，林幽从不怀疑。2分10秒后打开。游戏提醒：恭喜您获得护身戒指。护身戒指，穿戴等级不限制，装备品级特殊，附带装备技能1，法系职业佩戴 ，MP 总量增加500%。附带装备技能2，受到攻击损伤将优先表现为 MP 损耗。介绍：黑暗大法师伊格尼斯的最终作品，蕴含强大的力量。虽然没有任何属性加成，但对法师职业来说确实是神剑。第204章归隐之村。众所周知，网络游戏法师的基本特点 MP 都是 HP 的几倍甚至10几倍，除了可以顶魔法盾抗伤害外，根本就不抗走。一旦 PK 或者刷野时被近战职业近身，基本就凉了。可这枚护身戒指就牛逼了，不仅增加当前的 MP 量，还变相的把 MP 全转化成了 HP， 简直是制造出一个坦克法师来。戒指是好戒指，
林优也是实在人，只要小埋在，像这样的箱子还会有不少。有系统在，该有的装备肯定都会有的。小埋，这枚戒指你先戴上。林优将这枚淡蓝色的护身戒指交到了小埋手中。小埋瞧了一眼戒指属性，赶紧摆手拒绝。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真的受不起。听话。林优在小埋的额头上又轻轻的点了点，这是以前他常对雨琼用的招式。果然，小埋的脸微红起来，然后小心翼翼的将戒指戴在了手指上。这是他第一次戴这么名贵的东西，他没想到这位大人能对他这么好。看着爷爷的墓碑，他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誓死追随这位年轻的大人。觉醒任务触发点：归隐之村诺兰。归隐之村吗？这地方还挺远啊。林优根据提示看了一眼归隐村的坐标点，位于暴风城最北处的一座小村落。游戏未更新之前，那村落附近主要有25-35左右的野怪，但现在是什么样，他就真不知道了。迭代更新，有些地方的怪物完全就变了样，需要玩家重新探索。黑暗召唤，老规矩，暗夜骷髅在前方压阵，这去归隐之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沿途的怪都可以打一打，刷一刷。在觉醒的途中，可以把小埋的等级给提上来。小埋的等级获得提升，当前等级 LV2。小埋的等级获得提升，当前等级 LV4。小埋的等级获得提升，当前等级 LV10。暗夜骷髅随便的砍了几个20级的野怪，小埋的等级便犹如坐火箭般，直接冲到了10级。他等级低，林优带他都是越级打怪，焉有慢的道理。在等级达到10级后，林优也是给他先在拍卖行买了一身高防的装备。大人，这仓鼠帽子好看吗？小埋戴着仓鼠头盔，露着2颗乌黑的眼珠说道。还挺好看的。林优点了点头，果然还是仓鼠套装比较适合这丫头。你们看，寂寞大佬在带妹升级。有人指着林优说道。你眼瞎呀？那女的是 NPC。旁边的人看了一眼后回道。NPC 和玩家头上的名称有很明显的区别。大佬也真是牛逼，都被城主通缉了，还敢这么嚣张的到处跑。你没看论坛消息吗？昨天傲视的人想引城主卫队的 NPC 去抓大佬，结果大佬直接召唤出派大星，把那整个队伍都给灭了。说的人还有些唏嘘不已。那爆炸威力是真特么猛啊！一队50级 NPC 直接被炸得连骨头渣都不剩。玩家林小野申请添加你为好友，附带申请信息，大帅哥求通过。就在林优和小埋往归隐之村赶路的时候，死亡如风的账号下又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这家伙又来了。林优眼眸微缩，这可是第3次林小野添加他为好友了。不过见识到他那神乎其神的剑术后，林优这次没有拒绝。他也很想知道这林小野为何要加那个小号呢？难道这家伙能看穿他面具下的真实颜值？竟然成功了！这家伙雨琼坐在一处悬崖边的歪脖子树上，又尝试了一遍添加死亡如风为好友，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女人的心思就是这般难猜，没加上不高兴，加上也有点不高兴。你好，有什么事？林优，没事儿，就是想认识你一下。雨琼，哦，在主城吗？不在，在做任务。需要帮手不？雨琼问道。如果小埋觉醒任务搞不定的话，他可以顺便过去帮帮忙。算了，能搞定。两人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林优知道这是那帮过他大号的弓箭手，所以也没太防备，毕竟系统也说这老六挺靠得住。而雨琼因为知道这是林优，言语上不免多了些女人独有的俏皮和温柔。在现实世界，俩人天天的吃住在一起，很多话题一个眼神就能聊完。但在游戏里，他发现这样一来一回的慢聊好像也蛮有意思的，让他都有些忍不住想跑到林优房间做些 VIP 才能看到举动。要不明天给他跳个兽娘舞，刺激他一下。雨琼心中坏坏的想着。好像厨房有香油。第205章赶路。有林优带，小埋的升级速度非常的快，很快变到了18级。只是因为这丫头是游戏里的人物，技能学习必须得觉醒转职后才行，不能像玩家一样等级一到就自动掌握。沿途小埋也是相当的乖巧懂事，别看他个子娇小，但常年在家干活，论劳动力可比雨琼那丫头能干多了。背着一个小包，不时问林优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东西，恍然让林优都有种错觉，他应该不是杀生丸的那种人设吧。想了想，旋即又摇了摇头，他不可能是这种人设，毕竟那有点心。我们暂时在这里休息下吧。林优看到小埋走路有些气喘吁吁，知道这丫头的体力是有些扛不住了，
此去归隐之村，路途还有些遥远，不补好状态的话，后面还有些麻烦。是的，大人，我马上去拾柴生火。小埋很是勤快地说道。这懂事的样子，简直让人心疼。跟琼那个小懒猪比，简直是两个极端。拾柴就不用了，兄弟，来一斧子。林幽对暗夜骷髅喊道。砰砰，简单又有节奏的声音在两人的耳边响起。很快，暗夜骷髅便抱了一堆木柴过来。来口火。林幽把小朦胧也放了出来。这小家伙平日当个打火机还是很不错的。你先烤点东西吃，吃完休息会儿，咱们再接着出发。林幽从储物戒指里取出来几块买来的瘦肉，又拿了些调料，一起放到小埋的面前。是，大人。小埋连应道。这一路上，无论林幽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他的回答要么是要么是好，绝不会说什么相左的话。好。林幽将东西放下后，也是径直走到了一棵树旁，靠着树跟那林小野又聊了起来。越是深聊，他越发现此人是真不简单，不仅是实力强，对游戏的理解也是相当的到位，给他提了不少法师的加点方式，还给他推荐了合适的搭配出装，还真是有意思。难道他真能看穿我的面具？林幽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林小野越发的好奇起来。这只是单纯的好奇，并没有其他的心思和想法在。服务器大辖区公告，玩家毛人雨峰带领团队成功通关6星挑战令副本。这毛人雨峰这几天有点疯狂啊。林幽看着公屏弹窗暗暗说道。现在很多任务顺利通关后都会出现全服公告，这2天林幽是多次看到这毛人雨峰出现在公屏弹窗上。挑战令有海量的经验奖励，难度越高奖励越大。就这2天时间，这毛人雨峰疯狂的刷挑战令任务，愣是冲到了26级。虽然级别是比林幽还低上一些，但相较于其他玩家也是神速了。要知道这毛人雨峰为了刷幽冥教主的通关时间，足足在新手村耽误了2天。若不是这2天的时间耽误，等级怕是不会落下别人太多。大人，您尝尝。就在林幽还想着其他事的时候，小埋乖巧的拿着一块烤肉走到了他的面前。刚烤好的，这丫头还没吃，第一时间想着的便是林幽。哼哼，你吃吧，我对这些东西没什么需求。林幽摇了摇头，他看得出这丫头也是有些饿，不时的舔着嘴角。您尝尝吧，小埋这次格外的坚持。行，那我就尝一小块。看到小埋那坚持的眼神，林幽随意的撕开一块瘦肉，放嘴里尝了尝。虽然知道是虚拟的肉，但感官模拟的很到位。这肉吃起来也很香，很有嚼劲，甚至肚子里都有一点点果腹感觉。要是我家的那个琼能有你这厨艺就好了。林幽看着小埋轻笑道。大人，您的家乡在哪里吗？经常听您说这个叫琼的姐姐呢。小埋心中也是好奇，偶尔他能从林幽嘴里听到雨琼这2个字。我的家怎么说呢？应该是……林幽发现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形容，因为某些涉及到外界的关键词传到 NPC 耳朵里时，要么会屏蔽掉，要么会被直接替换成其他意思。在解释了10分钟后，林幽看到小埋是一脸懵逼的样子，就知道讲不通，屏蔽的字眼有些多。算了，要是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我来的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现在解释不通，那就日后带出去再解释。小埋乖巧的点了点头，同时对林幽来的地方越发的好奇起来。吃完烤肉又休息了半个小时后，出发吧，天黑之前应该可以赶到。林幽算着时间的，他跟小埋不一样，一旦疲劳超过上限，就会被强制下线。强制下线对他来说不要紧，但若是在荒郊野岭下线，他怕这丫头遇到什么危险。毕竟这么听话懂事娇小的 NPC 确实少见啊。另一边，下线的雨琼披着一件薄纱半透明的内衣，蹑手蹑脚的跑到了林幽的房间。还是你的床，睡着最舒服。在嘴角露出一丝坏笑后，直接钻进了林幽的被窝里，挽着他的手，侧身将一条腿直接搭在了他的腿上。还是抱着睡感觉最舒服了。现在的他胆子似乎也越来越大了起来，毕竟这次游戏更新后，像这样甜蜜的时光不会太多了。解锁得趁早，他可都准备好了。第206章，完美的未来。时间匆匆，转眼便过了小半年。林幽始终忙碌着游戏里和游戏外的事。游戏里，他主要是带着小埋和小朦胧练级；游戏外，则是时不时和雨琼去哪儿逛逛，小小的旅游一下。游戏和生活是越来越贴近，他跟雨琼的关系本就熟悉无比，加上这姑娘时不时总会跳到他床上亲亲和贴贴，便是再直的直男也得生出其他想法来。雨夜，
琼，林幽看着雨琼，眼神中有些犹豫。多年以前，这丫头就是在这么个暴雨夜突然出现在他家的，那时的场景都和现在一模一样，一切都像是个因果轮回。看着躺在床上的银发佳人，林幽的眼神逐渐变得果决起来。这半年多的不断亲密接触，他也是完全明白了这丫头的想法。既然如此的话，漫漫长夜，就像那部的经典动漫一样漫长。林幽从一开始的忐忑变得坚定，再变得无所畏惧。抱着林幽，雨琼的心也开始变得平缓。相知、相遇、相识，终于还是合法的在一起了。虽然这世界的轨迹还在变化，但只要有林幽在，他便心向光明。所以说，你还会变身了？在知根知底后，林幽也是诧异的很，他没想到雨琼竟然还有这种特殊能力。那当时偷袭我的那个老六也是你了？砰！雨琼拿着枕头在林幽的头上敲了一下。什么老六？当时他只是想给他打装备好吧，谁知道这家伙竟然改了名字，也改变了时间线，不然他怎么可能认错呢？现在的他俩又换了一套独栋别墅，这位于中心城区，安全没得说，四周都是高大的绿色植物环绕，别墅里各种生活娱乐设施也是一应俱全。在家里，雨琼最喜欢的便是穿着清凉的衣服，躺在泳池旁，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你也不想系列2的长篇动漫。也不知道那叫西琼的画家到底是哪儿的人，总是那般的神秘呢。但这里面的故事实在是太好看了，感觉就像是写不完了。待休息好之后，他最喜欢做的事便是进游戏，帮林幽暗杀他的敌对。他一手神鬼莫测的剑法，基本都是一剑一个，轻轻松松直接带走。世界的轨迹开始改变，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也纷纷涌现了出来。这一日，房间里，小埋就是个小姑娘，你跟她计较什么？因为雨琼看到大法师小埋在给林幽捏睾团，这姑娘莫名就有了醋意。哼，他爷爷没了，那段时间都跟着我升级，所以可能会有些亲近，但他就是个18岁的孩子，不可能会有坏心思的。林幽揉着雨琼的头发，轻笑道：天地良心，他确实跟小埋没啥关系，不过因为一直在游戏里带着练级的缘故，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些近，但绝对都是正经的那种。哼哼，最好是这样，不然的话，雨琼到底还是相信林幽的。他之前追林幽都那么费劲，那小埋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半个小时后，雨琼又被安抚了下来。这丫头还是很好哄的，不过就是说点好听的话，就被林幽素便给拿捏住了。看着又趴在床上看动漫的雨琼，林幽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当初那小小尾巴可以的话，那不如试试，都是觉醒者，应该不会有事吧。嘿嘿，咔嚓，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林幽的惨叫。他的确是得手了，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雨琼都没想到林幽会这么冒失，他一个措不及防，把林幽的手给拧断了。但他也是对林幽埋怨的很，有想法好歹也要提前给他说一下。干嘛偷袭呢？这下好了吧？待会儿还得给他想办法治伤头疼。